叮咚，赵毅走在马路上，突然耳边传来了手机响起了提示音。奇怪，我什么时候下载了这个软件？赵毅拿起手机看了下，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中似乎多了一个软件。软件图标为暗红色，上面有3道黑色的横杠，看起来就像一个加粗版的3字。赵毅一阵纳闷，现在的手机流氓软件居然这么强了吗？都能够自己下软件了。这时边上传来了讨论声。咦，我的手机怎么多了个软件，还叫末日游戏直播？我的也是，我的平板上也多了这个 app。 真是的，谁吃饱了没事干，搞这玩意？我看8成是星条国那边的黑客干的。听到周围的讨论声，赵毅明白了过来，看来不光自己的，好像所有人的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都被安装了这种软件。赵毅露出一丝狐疑，随后点开了这个软件。软件名称为末日游戏直播平台。点开后，手机屏幕浮现了几行字。1. 末日游戏于24小时后开启。2. 末日游戏采用随机方式，每个国家一个代表进入异界进行游戏生存。3. 6个小时后，各个国家将会出现传送门，具体规则将于游戏开启后公告。4. 赵毅倒吸一口气，好家伙，看起来这个玩意似乎不简单啊！这个东西说是游戏，但是更像是末日预告一般。没想到他赵毅到了这个世界3年，系统没等到一个这玩意。没错，赵毅是一名穿越者，穿越到这个平行世界的蓝星已经3年了，但是传说中的系统一直没有出现。就在赵毅快要放弃系统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末日游戏却突然出现了。这算什么？迟到的幸福？这个平行世界中的科技水平和国家分布与之前的世界大致相同，娱乐、公司等都差不多。最不相同的就是这个世界地农作物患上了严重的枯萎病，目前没有任何的解决办法，只要农作物患上了枯萎病后，将影响所有的同种类农作物，哪怕重新种植也一样。水稻消失了，小麦消失了，目前蓝星上依然存活的农作物只有2种，一种是玉米，另一种则是土豆。世界上各个国家开始粮食定额分配，按照贡献度优先分配。好在虽然植物只有2种了，但是靠着啥玩意都吃得住，各个国家的人勉强饿不死。但想要吃得饱，吃得有花样，那就几乎不可能了。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过得有一天算一天，科技基本停滞不前，所有的科学研究优先为培养人类可使用的食物，但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的进展。当玉米和土豆也患上枯萎病后，人类将没有东西可以吃。各国因为粮食发生了不少的冲突和战斗，但是粮食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反而环境变差了很多，这才让众国醒悟了过来，停止了战斗。各大平台和短视频、论坛等社交媒体都在讨论这个突然出现的手机软件。我的妈啊，这个软件到底是个啥？我刚才还在看片呢，是不是中毒了？楼上的放心吧，我没看片呢，都中招了。这玩意上面说的是真的吗？6小时后真的有传送门出现吗？扯淡呢，是不是？我看就是那个吃饱了撑着的黑客干的。你说说看，粮食如此匮乏，吃着饭干这个事，必遭天谴。网上的网民对此丝毫不相信，更多的人觉得这是一个厉害的黑客搞出来的鬼。国家的网络安监部门用不了多久就能查到幕后的真凶了。当然，还有一部分网友非常的期待着会不会真的有传送门出现。这一幕发生在整个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个世界300多个国家，100亿人民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世界上除了讨论粮食外，多了一个话题，那就是这个末日生存游戏平台到底是什么。下午2点钟，蓝星星条国某个州中，一道传送门突然凭空出现。正在种玉米的农场主看到后，吓得直接跪在了地上。这是个什么玩意？农民走到传送门的跟前，想要伸手触摸，这才发现自己的手似乎可以直接穿过去。这个传送门就像透明的一样，非常的神奇。仅仅过了一会，一辆辆黑色的越野车开了过来，随后在这里拉起了警戒，而这个农民也被相关的部门押进车里，向着远处开去。不光是星条国，与此同时的其他国家都出现了这道传送门。第2章锁国。日不落国，传送门直接出现在了城市之中，几万人看到突然出现的传送门，惊慌失措。Oh my god， 这是个什么东西？不会吧？难道手机上的提示是真的？好像距离手机上 app 出现的时间刚好过了6个小时啊！这一定是上帝的杰作。面对传送门的出现，他们更多的是感到好奇。毛熊国，冰天雪地之中，一道传送门突然出现在了广场。这里喝着酒的毛熊国人，此时看着突然出现的传送门，有些醉意朦胧。蹲蹲蹲，这是个啥玩意啊？我看有点像门，不知道是谁家的门造这么大。蹲蹲蹲，不管他了，还是喝酒要紧。这瓶小鸟伏特加我就先干了。偷国，猴国，
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了传送门，但是位置各不相同，有的出现在城市，有的出现在广场，有的则是在荒野。龙国同样出现在了一道传送门。我去，说出来你们不信，我家房子旁边突然出现了一道传送门。你卤多了吧？我家这怎么没有？真的，我拍照给你们看。看着突然出现的图片，众人陷入了沉默。传送门真的出现了，这就预示着那个突然出现的 App 所说的是真的，末日游戏真的开始了。各个国家的领导者针对此次出现的传送门动作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封锁，将周围所有的人全部疏散。S 市，这里是龙国的国际大城市。一道传送门的附近不断的飞来各种武装直升机。飞鹰1号呼叫指挥部，飞鹰1号呼叫指挥部。指挥部收到，请说。飞鹰1号，已经看到传送门，信息正确。明白，请继续保持警戒。收到。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保持着警戒。从直升机上挡下来不少的特种作战人员，他们在大厦顶端架起了反器材狙击步枪，瞄准着城市之中的传送门。底下的龙国民众则拿起手机拍着这些罕见的一幕，无论是巨大的传送门，还是大量的飞机，这可都是平时看不到的。不远处的道路上，大量的警察已经将道路封锁，一辆辆运输车运送着大量的龙国军人正在朝着这边赶来。这场面真壮观，我才知道龙国居然在 S 市有这么多的军人。传送门出现才过了10几分钟吧，结果这么快就到了，这就是龙国的速度。大量的军人下车后开始驱散人群，请所有人向后撤退。S 市已经进入战时管理，请所有人向后撤退。龙国居民虽然有些抱怨，但还是配合的向后撤离。一辆黑色的国产轿车慢慢的停靠在传送门旁边，从车上下来了4个人，他们是9个长老中的几个。在听到传送门过来后，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龙老穿着黑色的披风，随后问了旁边的人道：其他人什么时候到？龙老，其他长老正在赶过来，距离近的还有半小时左右，距离远的可能要2个小时以上。部队怎么样？全部到位还有多少时间？龙老接着问道。常驻 S 市的部队已经到了，距离最近的军区已经开始赶了过来。龙老点了点头，随后道：等他们到了以后，方圆50里全部驱散，这种未知的力量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切以龙国居民安全为主。全部驱散。助理微微一愣，这里可是国际都市 S 市啊，方圆50里相当于整个大区全部净空，这得损失多少钱啊？但不用他多想，他只要服从命令就行。你去把指挥官叫来。是。助理说完就朝着临时指挥室跑去。钱老，这个事情你怎么看？龙老问着旁边的老搭档。传送门出现了，这么看来手机 app 的事情应该全部都是真的。钱老走到龙老的面前说道。那么明天的末日游戏恐怕就真的要开始了。不远处的临时指挥室中，指挥官邓林和助理向着这边走来。龙老，邓林行了一个军礼。刚才他就看到龙老了，但是事情太多，现在才有时间过了。邓林是龙国的上校，也是距离 S 市最近的一个部队长官。目前来说，他就是这里的临时总指挥了。邓林，你完成得很好。龙老表示除了赞许。这个传送门有没有研究过？邓林道，时间紧迫，只做了简单的研究。长度在500m 左右，高度在200m 左右，传送门本身可以穿过，没有任何的影响。颜色为了淡蓝色，用简易的空气抽取器无法将这种物质抽取过来，其他的要等专家和设备到了以后才能知道。龙老点了点头，这个传送门比自己想象的要大。随后道：接下来我交代你们几个事情，你们2个给我办好。是。指挥官和助理2个人连忙回道。第一个事情，方圆50里全部净空，不能有任何平民，这个地方被列为军事重地。第二个事情，通知所有的在外面的龙国居民，他们有18个小时的时间回国，18个小时后龙国锁国，不准任何人进出。助理瞪大眼睛，这条信息太过震撼了。18个小时，那些在国外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会赶不回来，那么以后岂不是永远都不能进入龙国了？而且锁国这个决定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个末日游戏真的有那么恐怖吗？第3章获得游戏资格，但助理只能想想，他相信眼前的这位老人的判断，他将龙国带得如此强大，一切决定都有他的理由，而自己只要贯彻这个老人的交代就行了。只是不知道第3个事情是什么。龙老缓缓开口道：第3个事情，传送门附近给我严密把守起来，各种武器全部准备就绪。是。2人听完后快速的跑开，开始着手准备这3个事情了。这个世界要变天了。龙老看着传送门长叹道：屁，可不是吗？龙国都要锁国了。龙国，我是 S 市的居民，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军事重地了，
我也是，不过国家给的补偿真不错。我刚才在机场准备出国，没想到被告知出去了就不能再回来，这可怎么办？搞什么？我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飞星条国呢，但是我出去就不能回来了。龙国境内的各种论坛、短视频中都在讨论这几个事情。传送门之前被居民拍摄了不少的视频，此时已经火爆整个短视频平台。微博热搜第一条就是世界各地都出现传送门，第二条则是末日游戏 App， 第三条则是龙国宣布18小时后锁国，第四条则是 S 是出现巨大传送门，第五条。前面30条信息都是关于突然冒出来的传送门和龙国做的决定。张无能，一个公知，此时坐在机场中正在直播着。观众朋友们，大家猜猜我在哪？没错，我现在就要坐飞机去星条国了。张无能说的话让网友们一愣，这个时候出去基本上就是回不来。张哥，龙国18小时后锁国，你现在出去就回不来了。是啊，虽然不知道龙国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但这段时间还是别出去了。张无能看完笑了笑道，这个末日游戏估计是真的了，传送门都能搞出来，估计弄个末日游戏不难。这种情况下，聪明人已经开始赶往星条国了，因为星条国的综合水平比龙国高上太多了。张无能脸上浮现一股向往。张无能本身国籍就已经入了星条国，之所以继续住在龙国，就是为了捞钱。现在末日都来了，可不是要跑路吗？直播间的观众听后都十分的恼火。滚吧，滚去你的星条国，龙国不欢迎你。就是你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龙国人在外面总是被人看不起。楼上的几个太大惊小怪了吧？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张哥有这个能力，自然去更安全的地方。就是，难道你们觉得龙国比星条国安全？如果我有钱，我早就跑了。星条国科技领先世界第一，没有问题吧？如果星条国都渡不过这个末日，龙国更加不行。直播间的观众分为两派，开始互相骂架。不光是张无能，龙国内的有钱人和各种大明星此时都已经预定了星条国的机票。比起国内，他们更相信星条国能够更安全一点。那里是人民的灯塔，空气中都充满了自由的清香。18个小时，想出去的人和想回来的人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18小时后，龙国将彻底锁国，到时候所有人都不准进出。在全球所有人的关注下，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距离 App 的出现已经过去了24小时。赵毅躺在床上，打开手机上的末日游戏直播平台，上面的提示已经变了。现在开始抽取各国的代表者，代表者规则如下：一、代表者在末日游戏中属于不死的存在，但是死亡会有相应的惩罚。2、代表者需要建立自己的基地防守怪物，每次防守怪物失败以后，对应的国家将受到惩罚。3、代表者的防守奖励也将同步到相应的国家。其他事项请自行发现。3条规则说明了一个事，代表者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存亡。不过除此之外，其他的事项只能靠自己发现了，谁也不知道还有什么隐藏的事项。现在开始抽取各个国家的代表者。星条国、尼哥、日不落国、伊丽莎黑。每个国家的民众都停住了手中的动作，看着不断播报的各国代表者，默默祈祷这个代表者一定要给力点。龙国赵毅住的居所，赵毅躺在床上，正在关注着手中的末日直播 App。叮咚发现宿主游戏正在绑定，赵毅愣了下，这个声音似乎直接出现在自己脑海内。叮咚，系统绑定成功。系统终于来了吗？还以为穿越的时候被放弃了，没想到末日游戏出现的时候总算来。就是不知道这个系统有啥功能。本系统名为神级提示系统，可以给出宿主最完美的提示。检验到末日游戏正在抽取玩家，开启作弊，自动选取宿主。龙国赵毅。赵毅看着自己的名字出现在 App 上，有些懵逼。好家伙，这个系统居然比末日游戏还要厉害，名额还能作弊获得。随后赵毅就感觉一阵眩晕，再次清醒的时候就出现在了一个森林之中，到处都是高耸入云的古树，远处还有汩汩溪流的声响。自己的眼前有个投影一样的面板，上面写着建筑、资源、聊天、交易、仓库、面板。看样子自己是来到了这个所谓的末日游戏里面来了。赵毅试着打开聊天面板，里面有不少的对话。救命，我刚才还在洗澡呢，怎么到这里来了？我擦，末日游戏为什么选择到我了？听说代表者是不死的存在，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楼上的你可以试一试。看着聊天框里的中文，赵毅知道这应该是这个游戏平台进行转换的。随后赵毅便关掉了眼前的聊天屏幕，里面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全都是废话。有这时间还不如好好的看看其他的栏目呢。随后赵毅点开了建筑栏目，目前里面只有一个建筑，大本营。需要材料无。备注：大本营建造以后将无法换位置，
请妥善选择位置所在。正当被选中的人一头雾水的时候，蓝星上各个国家的人发现这个 App 上突然可以进入了。第4章开局天湖，里面有300个房间，每个直播间就是一个国家的代表者。我去，代表者的表现决定各个国家的命运，这太扯淡了。不知道我们国家的代表者是谁，希望他能给力点，让我们把命运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我不能接受。你不能接受又怎么样？还能反了天不成？蓝星上几乎所有人都进入了直播间，观看自己国家或者其他国家的末日直播。他们发着弹幕讨论着，有的兴奋，有的害怕，有的不知所措。这些代表者将决定各个国家的命运。蓝星 S 市的某个高楼中，龙老俯视着底下的传送门，上面漂浮着淡淡的蓝色气息。龙国的代表者信息找到了吗？目前只知道名字叫赵毅，全国有391838人叫赵毅，现在正在努力搜索中。助理手中拿着一个平板，此时的画面正是赵毅在末日游戏中的画面。房间名称为龙国代表者赵毅。这个人代表的将是龙国的命运，希望他能给力点。助理重重的点了点头。末日游戏中，赵毅等各个国家的代表者耳边传来一道声响：欢迎各位来到末日游戏，你的表现将决定你所在国家的命运，请小心应对。请在1个小时内选定位置后建造大本营，超过时间的按照每分钟给予惩罚，惩罚为所在国全体人员的寿命，每超时1分钟，损失寿命1年时间。给各位一点建议，请在夜晚8点钟之前搭建防御设施，否则将会无法抵御怪物。最后，祝各位游戏愉快。赵毅倒吸一口凉气，这个惩罚太过分了吧，居然超过1分钟就要全体国民1年的寿命。那万一要是慢了个半个小时，不得全体人民一起狗带啊？但是这个大本营又不能乱选，万一选的位置不好，岂不是开局就完蛋？想到这里，赵毅拍了下自己脑门，好家伙，自己有系统都给忘了。选址这个困难就交给神级提示系统吧。宿主正在选择大本营建造位置，开始扫描附近适合居住地点。左边方向300m，密林深处，食物及资源充足，但是危险系数会大一点，水资源较少，大本营指数。右边方向200m，沙滩边缘，水资源丰富，食物一般，资源一般，危险指数低，大本营指数。前方500m，密林边缘，有一条溪流，水资源丰富，食物资源丰富，其他资源丰富，危险指数较低，大本营指数。后方1000m，密林边缘，假山环绕，水资源匮乏，食物资源一般，其他资源极其丰富，危险值极低，大本营指数。听完系统的提示，赵毅想都不用想就向前走去。系统还给出了自己的星级评级，肯定是去星级高的地方。在赵毅出发的这个时间段里，其他的代表者都听到了游戏系统的提示，随后他们开始四散寻找适合搭建大本营的地点，有的向着密林中走去，有的则向着沙滩边缘走去。大本营搭建的时候是免费，但是无法移动，所以在选址上必须谨慎再谨慎。蓝星龙国，这场牵动全球的末日游戏已经迎来了所有人的关注。蓝星上的各大平台都推出了末日直播解说栏目，此次的解说栏目担任支持人的是小甜甜主播，一个长相甜美的女生，拥有舔狗无数。小甜甜好漂亮啊，吃可爱多长得的吧？楼上老舔狗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啥情况？小甜甜旁边的是谁？我怎么好像见过？小甜甜开启直播后露出了甜甜的微笑，小甜甜称号就是由此而来。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甜甜。要说现在最值得关注的事情就是末日直播了，这一场关系全国的游戏不知道会怎么样。为此我们请来2位专家，一位是求生方面的专家张海教授。镜头转到了张海，张海不好意思点了点头。张海，国内特种兵退役人员，喜欢野外求生，并且曾经独自一人在孤岛上生活数个月，打破了世界纪录，是一名非常厉害的野外求生者。小甜甜介绍着，这个人我听说过，我最喜欢看到他的求生直播了。上次赤手空拳跟一匹野狼搏斗，最后直接锁喉反杀。屏幕前的观众不少都是看过张海直播的，他们知道这个人的分量，算是国内野外求生的第一人了。对于他来到现场直播间，丝毫没有感觉意外。这场末日游戏从开始就感觉是一个生存向的游戏。另外一位是名游戏主播，相信喜欢打游戏的人都见过他吧。大家好，我是张大帅。张大帅，电竞游戏的主播，拥有非常高的人气度。此次他被邀请后有些意外，因为这是一场人类生死的游戏，他不知道为什么会邀请他。而主办方之所以找他，是因为平台中带有游戏2个字。那么对于游戏有很高自我理解的张大帅就是最好的选择。游戏主播我没见过，那只能说明你老土了。当时的神级操作，马踏飞燕被说出了电竞第一人，弹幕之中开始了各种讨论。目前来说，各个国家的代表人都已经进入了游戏之中，对于这场游戏，
张教授，你是怎么看的？小甜甜说完以后，眨着眼睛望着张海。张海想了下道：假设这个游戏是真的情况下，那么代表着个人的实力很大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旺。仅仅在搭建大本营上，就可以看出这个末日游戏的惩罚机制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惩罚是所在国全体人员的寿命减少，每超时1分钟，损失寿命1年时间。这个惩罚实在太严重了。小甜甜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这是一个人的游戏，那么个人实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代表者因为某些原因而没有放置大本营，那么他所在的国家说不定会整体消失。确实如此，万一某个国家的代表人晕倒了，等他醒来的时候，这个国家基本已经玩完了。晚1个小时，代表的就是全体国民损失寿命60年啊！60年啊！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说不定过一会都会死，更何况那些已经成年的人呢？这时，画面之中的赵毅已经来到了海滩边上，他准备在这里补充一些水分。张海看到这个地方，眼睛一亮。第5章，我有更好的位置。我们的代表者似乎比较聪明啊。张海有些开心地说道。小甜甜好奇地问道：为什么这么说？这老头一看就是骗人的，忽悠人。就是刚开始游戏呢，他就看出来我们的代表者聪明了。弹幕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是传说中的教授开始糊弄学了。张海看不到弹幕，接着道：野外求生永远是树林比较危险，你永远不知道会从里面钻出来什么野兽，所以选择空旷的地方能够有时间和距离应对各种危险。而且这个地方富含水源，算是具备了生存的最基本要素。一个人没有食物可以活7天左右，但是没有水的话3天都活不了。这个地方靠近水源，又远离森林。如果是我会选择在这里安放我们的大本营。听了张海的话，观众们对于赵毅的表现信心满满。没想到我们龙国的代表者还挺聪明的嘛。你别说，长得还挺帅的，是姐姐喜欢的类型。选这里真不戳，我看隔壁的侯国直接将大本营搭在了密林里，说着这里才是他的家，可把侯国的观众给气死了。神 TM 家密林不是最危险的地方吗？他说反正自己死不了，他就选择风景最好的地方。这很猴子国。众人对于猴子国的选手一阵无语，不过这话还真没错。按照末日游戏规则来说，各个国家的代表人是死不掉的，在死不掉的情况下，难免会有些骚操作。但是如果真的死了，他的死亡将由国家来买单。如果在这里搭建大本营的话，接下来的时间就能快很多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干什么？小甜甜好奇地问道。作为一名美女主播，她只能看到表面的事情。现在末日游戏开始的步骤是选址造大本营，但是造完干嘛他就不知道了。张海哈哈大笑，心想还好没有选到这个女的，要不然龙国就完蛋了。你不会觉得这个末日游戏就是建造一个大本营这么简单吧？之前的游戏提示已经十分的清楚了，请在夜晚8点钟之前搭建防御设置，否则将会无法抵御怪物。张海说出了之前的游戏提示，这不光是个生存游戏，还是个末日游戏。8点钟将会有怪物入侵，到时候如果没有搭建防御工事，必定会死。到时候会有什么惩罚不知道，但是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大佬说的有道理啊，大本营先造好后就能开始弄防御工事了，到时候面对怪物就能轻松不少。确实，而且在后续的发展上一定会领先其他国家。不少的龙国观众暗暗佩服赵毅，这个看起来挺年轻的小伙子，思路原来如此活泛。其实赵毅只是路过这里喝口水而已。张海接着道，不过大家不用慌，我们的代表者已经找了块不错的地方，他只要在这里搭建，那么我们就不会慢很多。张海刚说完，就看到赵毅喝了点水，洗了把脸，然后站起来就走了。他走了，他真的走了。张海愣在当场，好家伙，刚才我给你吹了半天的牛，原来你就是过来喝口水然后洗把脸的呀？你这让我生存专家的脸往哪里放？小甜甜也愣在了原地，她本来还想看看大本营是什么样子呢，没想到这个人居然直接走了。哈哈，他直接就走了。看到张海脸了没？都绿了。哎，这个地方都不选，我们龙国将要落后很多啊。众人一阵惋惜，认为自己的代表者太可惜了，错过了这么一个地方。真是蠢，有好地方不开局，居然还想着往前面跑。就是之前那些公知离开龙国，前往灯塔国就是正确的。我看心跳国的尼哥已经找了个不错的地方，开始安置大本营了。不少的龙国观众对于赵毅的表现十分的不满。赵毅在休息后来到了自己的之前系统提示的地方，这个地方处于密林边缘，稀稀落落有几棵树长在那里，地处平原旁边还有一条溪流缓缓流淌，光从环境来看十分的优美和舒适。看来就是这里了。赵毅满意的长舒一口气，环顾四周，
选了一个风水宝地，开始搭建大本营。点开自己面前的建筑按钮，随后点击了大本营图标，一个大本营的投影展现在赵毅的眼前。他可以用自己的意念控制这个大本营搭在自己的想要的位置上。咚的一声，一个大本营就被赵毅安置在了溪水旁的空地上。说是大本营，其实就是一个茅草房子，门是木头做的，整个房子看起来风一刮就能被吹跑。赵毅一阵无语，这就是游戏赠送的大本营啊，就比蓝星上的猪圈稍微好点。看到赵毅选的地点后，张海急忙说道：“我为我刚才的发言表示抱歉。”小甜甜问道：“为什么呢？难道我们龙国的代表者选的地点比刚才的还要好？”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我们的代表者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所以来到了之前的沙滩上后又走了。我当时还觉得十分的可惜呢，认为失去了一个先机。但是现在看来，我在第1层，他在第5层，他对于野外求生的理解很深啊。张海一说完，直播间前的外国网友不乐意了：“真能吹，随便选个地方都是好的，龙国的洗脑果然厉害。我看这个地方还不如侯国选的呢，人家至少在森林里不用担心食物。我刚才看到了各种浆果呢。”张海顿了顿，对于国外网友的吐槽，他是看不到的。小甜甜作为主持人，此刻知道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了。他的工作就是引导2位专家进行讲解，于是道：“能不能请张教授详细讲一下呢？我们这些普通人都不太理解。”张海拍了拍自己脑门：“你看我光顾着激动了，那么我来给大家详细讲解下这个大本营的位置。”第6章，大本营安置完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一面临水，所以我们的代表者不会缺乏水资源。确实，小甜甜点了点头。另一面虽然位于森林，但其实只是在森林外围，算不上危险。我们都知道，在森林外围一般很少会看到各种野兽。张教授继续说道：“营地旁边我刚才看到了几个浆果，应该是可以吃的，食物资源也十分的丰富。最后，这里树木巨石等资源很多，我想以后应该能用到。”听到张海说的话，弹幕前的观众这才发现赵毅的大本营居然这么讲究，大佬牛逼啊，选的地方都这么好。哈哈，刚才说这个地方不好的人呢，还不速速把脸给我伸过来。兄弟们，把公屏打在道歉上。那些刚才嘲讽代表者蠢的人呢，怎么不出来说话了？龙国的网友十分的开心，没有什么比打脸国外网友更加令人兴奋的了。更何况自己国家的代表者真的有实力呢。此时的国外网友也不说话了，因为张海说的都是能看到的，他们想黑也不能乱黑呀。切，不过是选了个好目的罢了。国外网友只能无脑的攻击，反而让龙国网友觉得他们急了。随着龙国的赵毅将大本营放置完毕后，他进入了下一个步骤。恭喜来自龙国的玩家搭建大本营完成。解锁建筑房屋，解锁建筑兵营，解锁建筑哨塔，解锁设备工作台。一连串的解锁让所有搭建过的人都震惊了。原来随着自己的不断解锁，更多的建筑和工具将会源源不断的出现。大本营搭建完成，开始发放初始生存奖励：10只斧头1把，金币 X400。大本营建造完毕，每天奖励一个农民。这个农民是个啥赵毅还不知道，但是物质还是明白的。赵毅打开了仓库，里面有一把10只斧头和金币400个。斧头是用来砍树的，金币是建造建筑需要的资源之一。随后赵毅又打开了建筑行列，查看里面之前解锁的建筑物。房屋需要木材80，金币24，石块30。简介：代表营地人口上限，一个房屋可以补充8个人口。赵毅看了看这个房屋建筑，目前来说应该是用不到的。人口这玩意初始的就有15个了。再看看另一个木质兵营，需要木材200，金币40，石块50，绳索20。简介：可以生产兵种，生产的士兵质量和数量由兵营等级决定。兵营应该是阻挡入侵的重要建筑，但目前来看还无法制造，因为所需要的东西太多，更何况其中的绳索是怎么来的还不知道。所有玩家全部布置大本营，现在开放个人属性一栏。本游戏已将所有物品数据化，相关国家代表者可以点开自己面板进行查看。赵毅听到游戏提醒后，点开了自己的面板，自己的属性一览无遗。姓名：赵毅，代表国家：龙国，生命值100，体力值100-100，食物60-100，饮水99-100，攻击力5-5，防御值3，个人技能无，天赋无。这也太牛了吧！蓝星。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意外地发现，每个直播平台的旁边都公布了代表者的相关数据。我去，想不到这个游戏居然将个人的能力数据化了。是啊，这样的话，我们观众就能直观地知道谁强谁弱了。一些好奇的观众在各个房间进行查看，
大部分代表者的属性都差不多，就算有点差距也相差无几。其中星条国的尼哥最引人注目。我去，不愧是尼哥，星条国的人就是猛啊！是啊，这是我看了几个直播平台中最猛的一个了。这么强的属性，是不是预示着天胡开局？真羡慕你们星条国，我们侯国的代表者生命就50，是不是被锤2下就得死了？龙国的直播平台中，小甜甜看着赵毅的属性道：“张大帅，你看这个赵毅的属性，你感觉如何？”张大叔仔细看了下，随后道：“没想到这个游戏居然将选手信息公布的这么详细啊！但是缺少对比等信息下，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数据代表的是什么。”这时，小甜甜耳边传来了导播的声响。听完后，他对着张大帅道：“刚才导播那边给出了星条国选手的数据，所有国家中目前星条国的选手最强，是吗？有对比就能看出来这个属性到底如何了。姓名：尼哥，代表国家：星条国，生命值200，体力值300-300，食物90-150，饮食80-120，攻击力12-23，防御值3，个人技能无，天赋无。”看完尼哥的数据，龙国直播间前的观众都愣住了。赵毅对比这个尼哥，可以说数据差了不少啊！哈哈，龙国的选手不过如此，根本比不上星条国的选手。思密达，看来这次末日游戏中还是我们星条国的最强。星条国这个选手是游骑兵的成员之一，难怪这么华丽的个人属性。龙国直播间中，众多的国外网友此时都十分的兴奋，原因无他，就是龙国的选手对比星条国的差上不少啊，这让他们找到机会了。此时的小甜甜也有些尴尬，尼哥的数据超过赵毅的太多了。张大帅，这个选手的数据你是怎么看呢？张大帅沉思了下，心想这个小妮子整天问我干嘛？龙国的赵毅明显不如人家尼哥呀，但是自己又没办法说出口。随后道：“可以看出这个数据应该是这个游戏根据各个国家的选手身体素质给出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不能代表谁强谁弱。”张大帅的话让直播间的外国观众不满，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就是数据不能代表，那什么能代表？这小子一看就是所谓的专家，龙国就喜欢搞这一套。第7章，我的伐木快人一步。小甜甜对此也不理解，提问道：“为什么数据反而不能决定这一切呢？”张大帅缓了缓道：“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游戏的根本目的是守住怪物的入侵。”小甜甜听了张大帅的话后点了点头，这个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明了，他们需要在游戏时间晚上8点的时候准备防御怪物。至于这些怪物是什么，目前还不知道，但想来应该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张大帅看了看小甜甜可爱的脸庞道：“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抵御怪物呢？”小甜甜看了看天花板，想了下：“我可能会建造防御塔什么的抵抗吧，毕竟我是女生，个人属性肯定超不过其他选手。”张大帅满意的点了点头，没错，这次的代表者不乏女性，如果真的个人素质代表一切，那还有什么好末日游戏的呢？为此，这个游戏似乎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抵御。很多种？小甜甜有点懵，自己啥状况都没弄清楚呢。这个张大帅已经从现有的信息中了解了很多种抵御怪物方法。对，第一种加强自身实力，用自己来对抗怪物，但是这种我不是很推荐啊，因为代表人死掉的话，相应的国家是要被惩罚的。大佬说的对啊，如果自己不上，属性相差确实没那么重要。有道理。不少的龙国直播间的观众对于张大帅的分析十分的赞同。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小甜甜问道。张大帅点了点头，接着道：“第二种就是训练自己的手下抵御怪物。我们可以从直播间的介绍栏目看到，目前龙国的选手已经解锁了兵营。如果他能从兵营中召唤出士兵来，那么肯定比自己上场要好。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说个人属性不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上场终究太危险了。”张大帅一口气将自己的说法说完，总算把这个包裹甩掉了。但目前的观众微微一愣，随后纷纷夸赞道：“大佬牛逼啊，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选手，这么简单的信息居然能够分析出这么多，厉害！我就想看看这个兵营能召唤出来什么东西。如果个人属性不算重要的话，还能接受，毕竟我们国家的代表者选址很好，短期不缺资源。”张大帅讲得很通俗，小甜甜这样的女生都听懂了。那么除了造兵和自身加强以外，还有其他的方式吗？张大帅想了下，接着道：“还有造防御塔抵御怪物，这种模式叫做塔防，很多游戏都会用到。这种防御塔相比兵营建造成本低很多，更何况兵营造好了，还要造士兵呢，后面情况什么都说不。我个人十分的推荐用防御塔来度过第一天，看看什么情况。”小甜甜开玩笑道：“如果你参加这个游戏的话，以这么强的游戏理解能力，岂不是很容易获胜？”对啊，张大帅这妖牛逼，怎么不选他呢？这个东西是随机的，只能说运气不行。
张大帅却摇了摇头：“你想的太简单了，这个游戏不光是建造游戏，也是生存游戏。我的野外生存肯定没有这么强的。这点上我十分的佩服我们的代表者，小小年纪就有了张教授都认可的野外求生知识。”听了张大帅的话，小甜甜点了点头。随后他注意到直播前的赵毅要动身开始伐木了，急忙道：“我们可以看到龙国的选手已经开始动身了。”赵毅大致了解了自己能建造的东西，随后选择先建造工作台。工作台能够简单加工各种器材，说不定有些东西非常有用。这条消息也是神级提示系统给出来的。赵毅拿起斧子就开始在大本营周围寻找树木。他观察到大本营的树木居然有好几种。木海树，伐木产出2点，需要体力1点，不建议伐木。花桐树，伐木产出4点，需要体力2点，不建议伐木。东东树，伐木产出6点，需要体力1点，可以开采。接连提示出来，最适合赵毅目前开采的就是东东树了，相当于1点体力可以产出6点木材。赵毅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想不到光从伐木上就有这么多的讲究啊！如果是不会自己的神级提示系统，恐怕自己就会开采木海树了吧？这玩意开采比例为2比1，非常的不划算。如果自己的体力很多还好，但是自己的体力只有100点，还是省着点用吧。赵毅看了看建筑，其中工作台的需求是：工作台生命值100，建造需要木材50、金币10、石头10。介绍：可以建造简易的工具，如铲子、斧头、石镐等。50的木材自己只要9下敲击就可以了。赵毅拿起斧头，寻找了一棵东东树，就开始砍了起来。至于赵毅是如何认识东东树的，因为神级提示系统已经将相关的树木高亮展示了出来。赵毅只要开采那些标注的树木就行。直播间中，小甜甜对于赵毅的怪异举动很不理解。随后他问着旁边的张海教授：“这个家伙作为求生专家，应该能够理解吧？”张海教授，你觉得我们的龙国选手正在干什么？画面之中，赵毅拿着斧子四处张望着，似乎在寻找什么。很快，他仿佛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树木，走了过去。我们的代表者到底在干什么啊？别的选手早就开始搭建营地了。是啊，星条国的尼哥都已经采集了快50个树木了，他这还没开始呢。星条国的选手就别说了，基础属性就超过我们，但是侯国选手都已经伐木40个了。看来侯国选手还是很聪明的，营地距离树木最近，很容易伐木。不少人对于赵毅的举动不是很理解，认为他这样是在浪费时间。难道树木还能有不一样而成？张海看了看赵毅的举动，同样摇了摇头。赵毅的举动没有很明确性。第8章，英雄不能寒心。我也不是很明白，代表者所在的世界毕竟是游戏世界，很多规则和设定都和蓝星不一样。小甜甜接着问道：“假如我们的代表者是在蓝星上，那么这个举动是在干什么呢？”张海回想了下，赵毅为什么要放弃近的树木，而选择远的呢？他可能是在选树木的种类。选树木的种类？对，在蓝星上，不同种类的树木伐木的难度可不一样哦。像我们龙国的树木中，黑黄檀就是最坚硬的树木，采伐它肯定要浪费最多的时间。小甜甜有点懵，这个树木的种类还有这样的讲究？傻了吧？选的树木不同，难道还能伐出不一样的木材？我看这个龙国也被弄晕头了，就算树木不同，龙国的选手能够分辨得出来。等会看看树木的产出数据就知道了。我们星条国的选手砍一下能收获4个木材呢，虽然耗费2个体力，但是我们的体力多。我们的偷国选手也不错，砍一下3个木材，只耗费1个体力。听了国外网友的炫耀，众龙国网友不知道该怎么说。难道这个赵毅真能分辨出来什么树木最容易砍伐？这不可能吧，这不是第一次才过去吗？众人虽然期盼赵毅能够快点伐木，但是又觉得不可能。赵毅来到东东树前开始伐木。你别说，这个末日游戏设定的还是挺轻松的。赵毅砍了一斧头，并没有感觉自己用了多少的力气，但是木材确实到手了。打开仓库看了下，目前除了400的初始金币外，多了6个木材。那感情挺好，自己只要采伐就能自动进到仓库里了。只是不知道这个仓库的容量是多少。赵毅挥舞着手中的斧头，开始麻利地砍起木头来。砰砰砰，木材加6，木材加6，木材加6。伐木的速度让龙国直播间的观众都看呆了。好家伙，这个伐木速度也太快了吧！我看到了什么？赵毅砍伐一下可以收获6点木材，但是只消耗1点体力。牛逼啊！难道赵神真的能分辨出来什么木材对应什么产量？刚才牛逼哄哄的几个人呢？不出来说说这是什么情况？刚才努力唱衰的几个国外网友不说话了。没想到打脸来的居然这么快。这个赵毅似乎真的能分辨出什么树木产出最高。作弊吧？他怎么知道的？我们举报龙国选手作弊，他应该将这种方法
无私地告诉其他选手，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人类。几个其他国家的观众在龙国直播间高举人类大旗，对此，龙国的观众可没有傻傻的觉得什么都是对的。扯淡呢，是不是？刚才还嘲笑我们的龙国选手舍近求远，还全人类，你们说的自己相信吗？8成是看了我们龙国的代表者太牛逼了，脑子一时短路了。龙国 S 市的某个基地中，某些人已经全部到齐，他们在一个会议室中看着龙国的直播，屏幕很大，最中间的就是龙国的选手赵毅的直播，其他的屏幕上放着其他国家的直播画面。一个白胡子老者看着屏幕笑了笑，目前来说，我们龙国选手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钱老同意的点了点头，无论从大本营的选址还是伐木的速率来看，都是1等1的。9个人对于赵毅的目前表现来看都算满意。无论这个末日游戏是什么，他们龙国的代表者一定能够获得胜利。这时，白胡子老者看了看老九道：“老九，这个赵毅的信息查得如何了？”我们进行分析筛选和对比，已经找到了赵毅的信息。随后，老九将赵毅的信息发布到了屏幕上。赵毅，男，年龄22岁，公民编号16164656185649，职业燕京大4学生。看来赵毅的信息，龙老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不错，难怪如此聪明，原来是我们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啊。他的父母亲戚呢？听到白胡子老者说的话，老九罕见的顿了顿。赵毅的父母已经死在了4年前的一起醉驾车祸之中。赵氏者，老九说不下去了。白胡子老者眼神犀利了起来，他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事情。赵氏者怎么样？赵氏者是某个富家子弟，听说逃避了法律制裁。听了老九的话，其他人都摇了摇头。一个4年前父母车祸死亡的孤儿，居然坚持读完了大学，还是燕京大学。不光如此，现在还在为龙国参加末日游戏。他没有怪罪谁，反而为之奋斗。那赵毅他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他住在哪里？听说住在姨妈家，姨妈家对他还算不错，因为他姨妈好像没有小孩。白胡子老者叹了口气，缓了缓道：“好吧，这样的人值得我们龙国给他破个例。传我命令，赵毅荣获特等功1件，特招入伍，军衔为上校，享受过局级副职待遇。”是。赵毅的姨妈家给他们足额的粮食配给，其他钱财你自己看着办吧，顺便带我们问声好。是。虽然这个世界的粮食是配给制度，但是其他的东西依然是要钱，衣食住行去掉时，其他也很重要。赵毅姨妈家不算富裕，这些年为了供养赵毅，打了2份工来补贴家用，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在赵毅没有辜负他，顺利的考上了燕京大学，现在更是代表着整个龙国的希望，参加着比赛。老九说完就起身离开了房间，他现在就要去给当年的赵氏者一个惩罚，不能让英雄寒心啊。A 市的一个平民房中，赵毅的姨妈看着直播中的赵毅，泣不成声。自己养育了3年的孩子居然被选中成了代表者，他不知道这该开心还是难过。这时，这个平时少于人烟的平民房前停满了一排的黑色轿车。第9章第1次死亡惩罚。老九从车里走出来，看着眼前的破旧房子，该有的待遇都将达到极致。这一天，所有曾经看不起赵毅出生的人都惊讶地发现，自己和赵毅就是2个世界的人了。而照顾赵毅的姨娘总算迎来了自己的好日子，但她更希望赵毅能够平安回来。老九走后，钱老看着眼前的直播屏幕，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侯国的选手，麻烦大了！”侯国剩下的几个长老全部盯着眼前的屏幕，中间的屏幕已经切换成了侯国选手的直播间。侯国的选手粤北，一个将自己的大本营扎在密林深处的家伙，反正自己死不掉就是完，至于惩罚什么的，反正惩罚不到自己身上。别人那是末日游戏，对他来说就是异界旅游，这可把侯国的人民给急坏了。怎么会选了一个这么夺笋的家伙？我去，这个家伙不去砍树，他要去干嘛？咦，不远处的地方好像有个野牛，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肉了。别说肉了，食物管制以来，我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别说吃的，能喝上一口纯净水都不容易。侯国的观众看到这个情景，全部咽了咽口水。随着蓝星的枯萎病，大量的动物也开始死亡。牛这种东西，因为没有食物，已经渐渐从蓝星上消失了。现在能活的动物都是愿意啃玉米和土豆的动物。很明显，这个来自侯国的代表者馋了，他想要抓牛吃。在这个游戏中，所有的东西都数据化了，包括这头牛。此时的蓝星上，侯国直播间的观众都能通过面板看到这头牛的属性：姓名狂暴野牛，生命值285285，攻击力30-33，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1.3，每1.3秒攻击一次，防御值8，防御类型
重甲，移动速度快，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冲锋，移动速度提升至 100%， 对目标造成 250% 的伤害，不可阻挡。天赋无。看到这一幕，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因为光是这一头野牛，所有的数据都超过了目前蓝星上属性最好的尼哥了。我去，这是一头牛吗？按照这个攻击力，岂不是2下就能解决侯国的代表者了吗？楼上的是不是好久没有见过牛了？野牛本来就能轻易战胜成年男性，这是要死啊！就是不知道死亡的惩罚是什么。不愧是侯国的代表者，别人都在建造营地，他倒好，居然想抓牛吃。龙国的那个游戏玩家张大帅说的真对啊。他说了什么？他说这个所谓的末日游戏，个人属性不算重要，因为个人属性没办法短期进行提高。如果侯国选手能够知道这个野牛的数据，那么可能他就不会出手了，因为双方的属性相差的太多了。但是他没办法知道，这个数据只有在直播间的观众能够看到。末日游戏中，这头野牛显然发现了旁白不怀好意的侯国选手。野牛这个暴脾气，决定给这个白痴来一下，当即一个冲锋就冲向了侯国的选手。这可把侯国的选手吓了一跳，虽然知道自己不会死，但是视觉冲击的效果还是非常强烈的。当一个庞然大物冲向你的时候，你本能就想向后跑去，但是怎么可能跑得过冲锋过程中的野牛呢？更何况这个野牛的冲锋状态是不可阻挡啊。-68，一个红色的数字跳在了侯国代表者的头上，侯国选手的胸膛被野牛的长角刺穿，随后慢慢的变成了一道光束，消失在了空中。我去，我们的国家的选手被一只野牛秒杀了。刚才你们看到数字没？68，我们侯国代表者总血量才60点啊！就这，如果是我们星条国的代表者，几下就能把野牛干掉了。吹牛吧你！野牛所有的数据都比人要高，怎么可能杀得死？太难了，这个游戏太难了。不少人觉得这个末日游戏过于困难，一个路边吃草的野牛都能一击秒杀代表者。那么晚上8点准时出现的怪物又会是个什么情况？龙国的基地中，几个大人物依然在观看侯国选手的直播。看到侯国选手的表现，众人不禁摇了摇头。哪有刚到陌生环境就敢招惹当地生物的？听了钱老的话，龙老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是啊，就是不知道这次的死亡惩罚是什么。侯国代表者被野牛击杀，开始死亡结算。龙老等几个人急忙坐好，看着眼前的屏幕。这个死亡结算是蓝星所有国家目前最关注的事情，他们都想知道一个国家的代表者死了的话，会有什么惩罚呢？星条国、樱花国、偷国、日不落国等所有的国家都在关注着直播间中。侯国直播间的观众一下子涌入了几亿观众，也不知道这个直播软件是什么黑科技，哪怕几亿人同时在一个直播间，也丝毫没有任何的卡顿。这道声音让游戏中赵毅等人抬起头看着天空，没想到第一个死的居然这么快，还是被野牛杀死的。这个野牛很多人都看到了，但是看他雄壮的样子，都放弃了。只有侯国的代表者敢去招惹他。此时看到真有人被干掉了，他们都庆幸自己之前没有脑抽去招惹这个玩意。侯国代表者死亡，所在国家荣获石头人一个，以资鼓励。石头人？奖励一个石头人？这是什么鬼？恭喜侯国代表者荣获被第一滴血成就，奖励翻10倍，石头人获得10倍加强，变成地狱火一个。侯国代表者随机一项属性下降 10%，1小时后将在大本营复活。死亡结算完毕，现在开始发放奖励。听完惩罚后，赵毅等选手继续了手头上的工作。这些惩罚自己听听就好了，不抓紧时间，接下来就是自己。赵毅已经收集了100多个木头，现在又跑到河边开始捡石头。别的地方不知道，但是赵毅所在的地方石头那是非常的多。第10章地狱火，这也是神级提示系统的好处。这个地方可能不是最安全的地方，但绝对是资源最多的地方。对于赵毅这样一开始需要大量资源的建造者来说，帮助非常的大。虽然不知道侯国获得的地狱火是什么东西，但想来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且个人还要减少一项随机属性的 10%， 如果减少的是生命值的话，那就更容易死了。这就更加坚定了其他代表者不能死的想法。此时的侯国观众直播间中，由于代表者已经死亡，他的直播画面已经来到了蓝星上侯国所处的位置。与众多国家一样，侯国的国境内同样有一个传送门，但是由于侯国的地形关系，这个传送门所处于的位置是深山老林。好处就是这里人员稀少，驱散附近的居民不费事。难处就是这里地形复杂，没办法做出好的防御工事。我去，那是什么东西？刚才提到的地狱火是不是就是这个玩意？我觉得侯国可能挡不住这个东西。不愧是末日游戏，代入感太强了，我已经绝望了。
正在侯国看直播的观众全都愣住了。此时的龙国直播节目中也将一半的画面转给了侯国直播间。小甜甜看到传送门中出来的东西都愣住了，随后颤抖道：“张教授，这都是真的吗？传送门里走出来的东西真的是人能办到的吗？”张教授和张大帅都愣在了原地，感觉头皮发麻，因为场面太过震撼了。侯国的传送门中走出来一个身高至少 50m 的巨大红色怪物，这个怪物全身石头组成，上面冒着红色的火焰。这个东西刚从传送门走出来，它附近的树木和植被就被灼热的温度点燃，眼看就是一场山林大火。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我知道这个游戏中代表者不能死，因为死亡的惩罚很有可能是灭国。张教授一字一字地说着，这句话让直播间的观众都愣住了。之前看着直播，他们已经觉得这个末日游戏没啥危险的了，到处鸟语花香，环境还非常的不错。但是侯国的选手却被一个野牛击杀了，死亡惩罚是一个全身着火焰的大石头人。果然是奖励啊，奖励他们一个大惊喜。只希望我们的参赛者能够给力点。我去，这还只是死亡惩罚，万一没有守住夜晚的怪物，那会怎么样？不用太担心，这个侯国选手自己作死，荣获了被第一滴血，怪物增强了10倍。就算没增强，我感觉也不是好对付的。天啊，我们龙国的传送门好像在 S 市啊，这个怪物要是从里面走出来，整个 S 市恐怕都要被毁。画面之中已经有侯国的战斗机到达了传送门附近，只是不知道蓝星的现代武器对于这个近50米高的怪物到底有没有作用。该死，这里的温度好高，我距离这个怪物至少还有300米的距离。呼叫指挥部，我们没办法前进了，再往前走，我怕自己会融化掉。运行进行远程打击。侯国的战斗机发射了2枚空对地导弹。去死吧，大怪物！咚咚，2枚空对地导弹打在地狱火的身上，发出了巨大的爆炸。成功了吗？飞行员侧头看着下方，巨大的地狱火依然迈着步伐朝着侯国的城市方向走去。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摧毁整个侯国。侯国的已经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够解决这个巨大的石头人还有生的希望。如果没有解决，侯国就会亡国，第一个被末日游戏整亡国的国家。龙国的龙老看着直播中的画面，叹了口气，随后对着旁边的钱老道：“如果这个地狱火出现在我们的国家，能解决掉吗？”钱老也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掉，随后道：“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掉，但是在击杀这个怪物前，龙国的热血男儿绝不会后退半步，他们誓死会将这个怪物留在 S 市之中。这就是龙国的热血男儿。每次国家有难，都有人能够站出来。这次末日游戏，如果真的让龙国遇难，他们也会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龙老点了点头，我对于我们国家的军人不怀疑，但说到底，龙国军人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只希望这个赵毅能将伤害减少的最小。几个人将目光重新放在了赵毅的直播之中。赵毅此时已经收齐了建造工作台需要的全部材料，材料之中已经有了木材 X120、石头 X20、金币 X400，而建造工作台只需要木材50、金币10、石头10，完全够了。赵毅打开自己的建造一栏，随后在里面选择了工作台。自己的面前出现一个投影一样的工作台，这个工作台由木头制成，上面摆放着一些工具，但这些工具应该是模型，只是一个观看作用。赵毅将这个工作台安装在了自己大本营旁边。随着工作台制作完成后，耳边又传来了一系列的游戏提醒声音：叮咚，龙国代表者解锁工作台，获得10斧制作；叮咚，龙国代表者解锁工作台，获得10矛制作；叮咚，龙国代表者解锁工作台，获得10镐制作。赵毅解锁了系列的工具，大部分都是石头制作而成的，再想获得更高级的装备，就只能升级工作台的。但是工作台又受到大本营的限制，简单来说，自己领地的建筑等级不能超过大本营的等级。想要提升建筑等级，首先必须提升大本营的等级。赵毅打开了建筑一栏，看到大本营旁边确实有个升级按钮，此时这个按钮是灰色的，需要木材 X500、铁 X210、金币 X300、石头 X100、茅草 X50、皮革 X20，需要的材料还不少。除了木材、金币、石头外，其他的东西赵毅还不知道怎么获得呢。第11章，低概率的东西不存在的。工作台已经建造完成，建议接下来制作2个简易捕兽陷阱。赵毅的脑海内响起了神级提示系统的声音。在这个游戏中，虽然东西数据化了，但是身体还是原来的身体，还是会感觉到累。赵毅叹了口气，这个系统还真不让自己休息啊。想来也是，这个游戏可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在龙国有自己的亲戚，还有照顾自己的姨娘，自己必须保护好龙国，保护好他们。
想到这里，赵毅又开始投入了制作简易捕兽陷阱的工作。相比其他选手，赵毅少了迷茫的时间。他的神级提示系统总是关键时候出现，让赵毅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无形中让他和其他的选手甩开了不少的时间差距。地狱火依然在侯国肆意破坏。侯国本身军事实力就不怎么强，各种武器打在了地狱火上只有轻微的效果。想要将这个东西消灭掉，恐怕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侯国的长老已经向星条国寻求了帮助，但星条国借口太远拒绝了。此时的星条国自己还在部署城内的防守呢，哪有空管其他国家的死活？龙国的直播间中，小甜甜看着赵毅的直播道：“张教授，我们的代表者已经搭建了第一个建筑，好像叫工作台。”张教授点了点头，他发现的可比小甜甜早多了。没错，我们通过直播页的介绍可以看出，这是建造基础工具的地方，确实是值得第一个建造的东西。旁边的张大帅十分认同张教授的说法，随后他例举了另一个国家的代表者。旁边的日不落国选手就比较迷茫，他居然先建造的是房屋。通过介绍可以看出，这个房屋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增加人口，可以说前期毫无作用。相比之下，我们的代表者第一个制作的是能解锁众多工具的工作台，这才是最关键的东西，甚至比兵营还要重要。通过对比，龙国的观众对于赵毅的表现十分的满意。我们龙国代表者就是聪明，比其他国家的人好多了。连我不玩游戏的都知道，基础的才是最应该做的，怎么会先建造房屋呢？日不落选手是个女的，叫伊丽莎黑，她也郁闷啊。本来好不容易收集的材料建造房屋了，建造好后才发现这个东西居然不是用来住她自己的，而是用来增加领地人口的。但是在没有兵营之前的这个人口完全没用，更何况大本营初始的就有15个人口，这对于前期的建设来说完全够用了。但是后悔也没办法了，他只能尽快的跟上大部分的节奏。这时小甜甜发现了赵毅在制作台前鼓捣了起来，惊奇道：“我们的代表者第一个会制作什么东西呢？好好奇啊。”张大帅接过话说道：“一般来说应该是工具类，刚才我就已经发现了，兵营的建造和防御塔的建造都需要一个叫绳索的东西。”绳索？小甜甜张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张大帅。张大帅被看到有些不好意思，接着道：“对，这个东西在制作台可以制作，但是需要茅草，而茅草就需要镰刀，所以我大胆的猜测，第一件东西应该是镰刀。以我们代表者的聪明才智来看，必定是石质镰刀。”张大帅说完，得意地拿起旁边的饮料开始喝了起来。吨吨吨！这时候整个弹幕都被他带动了。说的有点道理啊，现在来看，兵营应该是最重要的了。可不是嘛，没有兵营就没办法阻挡第一波的进攻。看看隔壁的侯国，现在地狱火都快打到首都了。侯国代表者现在老蛇不少，我怀疑虽然不会死，但是痛觉还是有的。可惜我们还想看看侯国的代表者又有什么骚操作呢？小甜甜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随后道：“按照张大帅的说法，我们的代表者很有可能会第一个完成兵营的建造吗？”基本上是了。我们的代表者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最佳品种的树木，虽然体力方面没有星条国的尼格好，但是伐木的速度上可是快上不少的呀。这一点就是我们的优势。不光如此，张大帅顿了顿，接着道：“兵营的建造成本是200个木材，所以我大胆猜测，有很多国家的代表者在第一次体力用尽前都造不出兵营，而这个体力目前来说还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来恢复。”弹幕上的观众对此非常的同意。一个兵营200木，以一般的树木来计算，2点树木需要1点体力，确实有很多人体力用尽都说不定砍不到200单位的木头。这时张大帅注意到赵毅已经在工作台前制作好了东西，急忙道：“我们可以看到赵毅已经建造好了东西，这个东西居然是2个陷阱。”张大帅有点懵，说好的石质镰刀呢？你就算不做镰刀，你做个石镐，我也不至于这么丢脸啊。张大帅脸顿时红了，尴尬不已。回想自己之前信誓旦旦的打着包票，此时尴尬的能用脚趾头抠出一套3室一厅出来。哈哈，笑死我了！龙国代表着做出了2个陷阱，他不会觉得这个简易的陷阱能够抓到动物吧？想屁吃！侯国的代表者就想吃口牛肉，结果现在侯国还在被烧着火的石头人肆虐着。直播间的外国观众不放弃任何机会贬低赵毅，更何况赵毅这个操作确实挺迷的。张教授对此也摇了摇头，不看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简易的捕兽陷阱，简易捕兽陷阱需要材质石头 x5， 木材 x10， 耐久度100，攻击力10-10。介绍可以捕获一些小型的动物，但是捕获率很低，除了欧皇不要选这个。这个东西可以说非常的鸡肋，因为它是有几率的。几率这个东西，看弹幕的大部分人都懂，就好比老马的游戏，号称99%的中奖率，但是你每次就是那个1%，这就不知道是几率有问题
还是运气有问题了。此时的赵毅看到2个陷阱做好了，十分的开心，但是放在哪里就是问题了。这个陷阱按照字面描述来看，几率十分的低，所以最好能放在小动物经常来来往往的地方。量变引起质变，它不是几率低吗？那这个低的几率乘以100呢？乘以1000呢？这个几率还会低吗？第12章，这可不是运气好，这是有备而来。叮咚检验到宿主正在寻找可以放置陷阱的地方。叮咚正在计算。叮咚以为宿主计算附近可以放置陷阱的场所。赵毅的眼前发生了变化，有一些草丛或者树林中出现了蓝色的图标，上面写着这条路会有小动物经过的次数，位置都比较偏远，应该是自己在这里建造大本营后产生的变化。不过不要紧，几步路的问题罢了。赵毅将2个陷阱中的一个放在了一堆草丛里，另一个则放在了通往溪水的小道上。这条小道经常有小动物前来喝水。啥时候了还搞陷阱？人家尼哥的兵营都快出来了。可不是，我刚才去看了浪漫国，他们的代表者已经建造了一个防御塔了，到时候怪物袭击，我看就我们的代表者会玩完。这些人的发言引起了绝大多数龙国观众的不满，他代表的是我们龙国，你们不支持就算了，还在这冷嘲热讽。就是我们代表者输了，你们就高兴了？急了，我为什么不能说他自己干的什么事情？就是这个陷阱能够抓到小动物，我脱鞋当饼吃。陷阱放完了以后，赵毅的肚子开始饿了。时间到了中午，现在该是进食的时候。大部分代表者依然在劳动着，想要撑过第1天时间再说。叮咚宿主可以使用旁边的果实进行使用，请选择黑色的果实。赵毅看了看旁边的果实，各种颜色都有，5颜6色的。但是神级提示系统提醒过自己只能吃黑色的，那其他颜色的肯定有问题。赵毅摘了摘旁边的黑色果实，随后拿起几个吃了起来。你别说，味道还是非常的不错。在蓝星上，因为枯萎病的原因，已经没有水果了。这个时候能够吃到这种黑色果实，非常的不错。赵毅这个举动可把蓝星上的观众吓了一跳啊！在陌生的地方随意吃着果实是非常危险的举动，更何况还是另一个空间的果实食物。这人是不是傻？这也敢吃？我看之前的建造大本营、选址啥的，8成都是运气好，现在原形毕露了，可能是饿糊涂了不成？这玩意不能吃啊！我刚才看了樱花国的代表着吃了以后口吐白沫，生命值直接降了50，还好没吃多，要不然恐怕就是第2个死的国家了。那按我们这个代表者吃的量来看，恐怕我们可以吃席了。不知道被毒死什么惩罚，龙国的代表者也太搞笑了吧。张教授看到这里再次摇了摇头，这2次的龙国选手的表现都不太理想。之前的笼子就是为了捕获动物用来吃的，这次的果实依然还是吃的，咋都是跟吃的有关呢？小甜甜对着张教授道，野外的果实可以随便吃吗？张教授尴尬地笑了笑，随后道，可以。小甜甜微微一愣，张教授接着道，除非你想马上吃席了，在不了解一个地方的生长环境的时候，最好不要轻易吃任何的东西。这个龙国的代表者最近的表现让众人不太满意。龙国代表者不过如此，我看星条国的尼哥才是全人类的希望。就是之前碰运气搞了个好位置和选了几个木头，龙国真以为自己牛逼起来了。不少的国外观众对于这种情况狠狠地挖苦。小甜甜看了看直播间，随后食指抵着下巴好奇地问道，如果说这些果实不能吃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表者的属性在增加呢？小甜甜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了下。对啊，这个游戏将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数据化了，如果这个果实不能够充饥，那应该不会增长饥饿度才对。众人将目光放在了直播页面旁边的属性栏上。姓名赵毅，代表国家龙国，生命值100，体力值68100，食物62100，饮水99100，攻击力5-5，防御值3，个人技能无，天赋无。好像食物和饮水都有了变化，难道这个果子真的可以吃？张教授都愣住了，虽然有判断果子能不能吃的方法，但是他没看到赵毅判断过呀。张大帅在旁边接着道，如果属性获得了提高的话，那我们的代表者又一次选对了。我们还在为他担心，其实他的领悟已经超过我们了。张教授点了点头，没错，我们一般碰到野生果子会通过先看后闻，刺激反应，最后才是尝试。而我们的代表者似乎能够直接判断这些果子能不能吃，这需要多年的野外求生经验才行啊。小甜甜来了兴趣，问道，什么是先看后闻什么的？张教授笑了笑，就当给观众们科普了。看就是观察果子的形状，大部分有毒的果子都是色彩鲜艳，有色斑色纹，形状也怪。闻就是闻味道，有毒的果子通常气味奇特且刺鼻，闻着往往有头晕、恶心等反应。
刺激就是挤压一点点果子汁液在自己的肘部或者腋下，看看会不会有肿胀或者其他不良反应。最后就是轻轻的吃一点了。不过像我们代表者这样大口大口的吃的，肯定是判断了没有毒后的反应。小甜甜点了点头，随后看向了直播中的赵毅，他吃东西果然很快。与之相应的就是食物、水分还有体力在缓慢恢复。牛逼牛逼，不愧是野外求生大师，我都知道怎么判断了。要说啊，还说我们的代表者厉害，刚才那些嘲讽的人呢？就是你们以为你们在第5层，其实你们在第1层。我们的代表者，你以为在第1层，其实在大气层。小甜甜接着问道，那我们的代表者会不会不懂？但刚好吃的都是无毒的。听到小甜甜的话，国外网友急忙道，没错，肯定是运气好。我不信他能认出这些从来没见过的果实。张教授笑了笑，连连摆手，这可不是随便吃的，这是有备而来。第13章，国违反游戏规则，给予惩罚。有备而来。小甜甜疑惑道，没错，你们没有发现我们的代表者只会吃一种食物吗？一种食物。小甜甜重新将目光放回了末日游戏中。果然，这个赵毅只会吃一种黑色的果子，对于旁边的其他果实视而不见。这不是确定黑色无毒，那又是什么？但是他怎么知道黑色的是无毒的呢？短短的时间，他就已经确定了这里所有的果子到底有没有毒吗？这是需要什么样的野外求生经验和观察力才行？别人都叫我求生专家，龙国野外探险第1人，但我和这个代表者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我自己完全没办法短时间内就能判断这些果子能不能吃。张教授自嘲地笑了笑，这让弹幕前的观众再次震惊不已。好家伙，原来是黑色的果实是能吃的呀！太可怕的观察力了，他似乎只看了一眼就分辨出了这些食物。此时就连弹幕中的国外观众都不敢胡说什么了，因为赵毅真的是除了黑色的果实外，其他的都不吃。他们本来想赵毅吃了其他颜色的果实后打这些人的脸，但是迟迟没有等到。赵毅将黑色的果实吃完后，就开始接着干活了。其他地方也有黑色的果实，但是花费时间和体力去吃这些不足以果腹的食物是不明智的。他之前只是刚好路过休息一下罢了。叮咚，建议宿主接下来开始建造兵营，按照当前时间和宿主能力来预估，预计将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建造完成。终于要建造兵营了吗？赵毅都有些期待了，不知道这个兵营里的兵种是个什么东西，会不会比自己还弱呢？看了看物资一栏，目前自己有的东西有。材料之中已经有了木材 X60、石头 X5、金币 X390。再看看建造兵营需要的东西，木质兵营需要木材200、金币40、石块50、绳索20。自己缺少的东西还不少啊。但是这个绳索是怎么来的呢？绳索来自茅草，茅草可通过镰刀割草所得。建议宿主先工作台制作镰刀，然后收割茅草制作成绳索。赵毅点了点头，随后来到工作台前。镰刀、木材 X2、石头 X1、绳索、茅草 X4。赵毅简单的看了下制作材料，随后就制作一把石质镰刀出来，随后开始找着附近的茅草，开始了辛苦的工作。龙国的直播间中，所有人都兴奋了起来，因为赵毅已经开始制造石质镰刀，他的目标应该就是兵营了。张大帅兴奋道，可以看到我们的代表者正在用石质镰刀开采茅草，这个应该是为了制作兵营做准备的，就是不知道这个兵营最终会出来什么兵种呢？在赵毅制作兵营的这段时间，大部分国家的代表者都已经考虑了自己如何度过第1个夜晚。像星条国和毛熊国等体力多、身材健壮的代表者，他们都是以制作兵营为目标开始做着准备的，他们的体力足够支撑他们开采完全部需要的材料。另外就是像偷国、樱花国等国家，他们相比之下体力较少，选择的是防御塔防御的开局，只是不知道这个防御塔究竟能不能挡住怪物的袭击。如果第1夜的怪物太强的话，建造防御塔恐怕会无济于事。另外一种就是剑走偏锋的，在制作台中有不少的武器，比如弓箭、木质盔甲等。一些国家的代表者会选择武装自己来对抗怪物，但是由于缺少铁矿，他们最多只能制作以木头和石头为主的武器和盔甲。至于能不能挡住怪物，就不知道了。小甜甜看着赵毅，随后问着旁边的张大帅道：“张大帅，你觉得第1夜的怪物会是什么样的呢？”张大帅想了下，应该不会太难吧。很多游戏都把第1关的关卡设置为新手关，让那些不熟悉的玩家有个适应的机会。但也有的游戏会采用极度硬核的难度来作为开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没几个国家能够幸免于难了。听了张大帅的话，底下的观众都议论纷纷，不知道我们的龙国代表者能不能守住怪物，要不然怪物就会通过传送门过来了。如果我们龙国代表者抵挡不住的话，大部分国家都要玩完。龙国人就喜欢吹牛，
我们星条国的参赛者一定比你们龙国的强。随后，弹幕上又开始回归到了骂战。龙国的某个场所，龙老看着眼前的弹幕，对着旁边的钱老道：“传送门布局的怎么样了？”通过侯国的试验，所有的国家都知道了这个传送门不是个好东西。怪物就是通过这个传送门开始进入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国家都开始了自己应对这个传送门的策略。龙国同样不例外，他们对于传送门的实验和试图破坏早就开始了。钱老摇了摇头，这个传送门根本不知道什么物质制作的，根本摧毁不掉。各种炸弹、电磁脉冲等武器都用了，丝毫没有作用。钱老叹了口气，看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不可能了。那么就想办法防守吧。好，距离 S 市最近的一个军区已经赶到了，他们在传送门附近开始了严防死守。S 市中，各种飞机坦克都已经开进了市区，一队队拿着各种武器的士兵在快速地做着调试和准备。他们的身后就是龙国的千千万子民，哪怕传送门中出来的是神，他们也得在这里将他们挡住。这时，旁边一个长老提议道：“龙老、钱老，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超级厚的钢板将整个传送门包裹住，我觉得可以阻挡大部分的生物攻击。”用钢板？龙老想了下，如果用几米厚的钢板将整个传送门给罩住，那么这些生物恐怕连脑袋都伸不过来，说不定是个办法呢。就在龙老要同意的时候，这个末日游戏的直播间又开始发出了声音：“偷国违反游戏规则，给予惩罚。”第14章，原地罚站。违反游戏规则？钱老愣住了，偷国怎么又会违反游戏规则呢？画面立刻调整到偷国上面，快！龙老一声命令，眼前的屏幕最中心的位置开始切换成了偷国的直播间。偷国的直播间中不再是偷国的代表者画面，而是偷国传送门画面。他们的传送门和龙国的一样，在城市之中，这让他们防守起来的时候十分的方便。而此时的传送门已经被偷国的人用砖块堆积封住了。好家伙，龙国只是想想，还没有付出行动呢。没想到偷国的速度这么快。偷国觉得用钢铁等材料太慢了，那就先用砖块来封住吧。只是没想到这样居然是犯规的举动。偷国违反传送门防守规则第128条，遮挡传送门，意图破坏公平性。现在开始给予处罚。偷国代表着原地罚站制，游戏时间晚上7点50分，现在开始执行。话音刚落，眼前的直播画面再次变成了侯国的代表者。偷国的欧巴一脸的懵逼，他这算是被自己的国家给牵连了吗？他想要动一动，但整个身体仿佛被控制了一般，根本动弹不得。看来这个游戏的惩罚是强制性的，并且没有任何申诉的机会。他要惩罚你，那么必定是你做错了什么。好在这个玩意够公平，对所有的国家都一样。龙老听到惩罚心有余悸道：“还好偷国帮我们躺枪了一把，要不然恐怕被惩罚的就是我们了。到时候就是自己这边拖累了赵毅，那就十分的尴尬了。”钱老点了点头，如果不是跟偷国的关系不咋样，我都想送一面锦旗了。锦旗上写啥？龙老好奇地问道。舍己为人，龙国之友。哈哈！几个长老听到了钱老的打趣，纷纷笑出了声。看来这个传送门的防御只能采用塔防的形式了。塔防这玩意，钱老和龙老还是听过的。听说这一词来源于游戏，但是现在这个场景用塔防来叙述再好不过了。怪物会通过传送门出来，他们要做的就是将怪物阻挡在这里，要不然蔓延开来将会十分的棘手。不过一切还要看龙国代表者的实力，如果他的实力够强，说不定龙国根本不需要玩这个限时塔防游戏。不得不说，这个惩罚看起来很轻，其实很重。钱老说道。龙老点了点头，让代表者罚站到7点50，那么接下来就是怪物入侵，偷国的代表者根本不可能挡住怪物。几个人暗暗佩服这个游戏系统的老谋深算。侯国只是惩罚一个怪物，看起来不重，但是现在侯国还没有处理掉地狱火呢。偷国只是罚站一会，看起来同样不重，但是等待偷国的将是第一波全面失守。我去，我们偷国的国家在弄什么呀？就是罚站那么久，怎么挡得住怪物？偷国的直播间中，一部分居民正在谩骂着，笑死我了！第一次看到在游戏里罚站的，我们星条国没有这么蠢的队友。其他国家的网友则幸灾乐祸的偷偷笑着。赵毅此时依然还在收集着建造兵营的材料，木材加6，木材加6，木材加6。不知过了多久，赵毅总算完成了采集，坐在地上休息了起来。建造兵营需要的材料全部凑齐了，有神级提示系统的帮助，赵毅的速度比别人快上了不少啊。龙国的直播间中，小甜甜看到赵毅休息了起来，有些开心。我们龙国的代表者果然是最快的一个啊！是啊，星条国的代表者体力高又怎么样？还不是被我们龙国的代表者甩在了后面。就是
我们龙国的代表者即兴还弄了2个简易的捕兽笼子。哈，那2个笼子只是工艺品，我们代表者让他们一步，谁曾想他们居然还是赶不上，这就不能怪我们的代表者了。张教授和张大帅在旁边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有什么比龙国争夺第一更加令人高兴的事情了。虽然这个第一只是他们心里自己的暗暗比较，但也足以让人振奋不已。赵毅稍微休息了下，随后就打开了建筑面板，开始建造兵营。现在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了，再过4个小时就是怪物来的时候。既然神级提示系统让自己先建造的是兵营，那就代表着兵营的作用一定会大于防御塔的。赵毅打开了建筑面板，找到了木质兵营的所在。木质兵营需要木材200、金币40、石块50、绳索20，这些材料赵毅已经凑齐了，可以开始制作兵营。只看到蓝色的全息投影一样的木质大房子出现在了赵毅的眼前。赵毅想了想，最终将它安排在了自己的大本营旁边。叮咚龙国的代表者第一个解锁木质兵营，特别奖励兵种+1。叮咚龙国的代表者第一个解锁木质兵营，特别奖励兵种+1。叮咚龙国的代表者第一个解锁木质兵营，特别奖励兵种+1。游戏系统的3连全球播报，让所有国家的代表者都了解到了这个人的存在。他们还在收集材料的时候，有人已经将需要巨多材料的兵营给制作出来了。人和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尼哥放下了手中石质斧头，擦了擦汗水。目前他除了200木头外，其他的材料都聚集齐了。没想到还是让人快了一步。自己之前是游骑兵的一员，体力充沛。这个龙国的代表者是什么人物？居然能够抢在自己前面建造出兵营，真是有趣。龙国的直播间中，小甜甜兴奋地跳了起来。本来以为第一个建造兵营出来只有信息上的领先，没想到居然还有实质性的小奖励。只是不知道这个兵种+1是什么意思。张大帅，你觉得兵种+1是什么意思呢？张大帅笑了笑，这个提示算难也不算难。对于不玩游戏的玩家，肯定不知道兵种+1是什么意思，但是对于他这种各种游戏都玩的老玩家来说，那就太简单了。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个兵营的兵种是随机的。随机？第15章最强兵种农民。对，就是不知道木质兵营有几个兵种，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代表者都比别人多一个兵种，这就是巨大的优势。张大帅说完，直播间的观众都炸开了锅。牛逼啊！我就知道我们的代表者不简单。这话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那都是过去式了，现在喊赵神666就行了。没错，赵神，可千万不能把怪物放到龙国境内啊。赵毅在末日游戏中的兵营总算建好了。这个兵营不需要他建立，但是却有个制作的过程。这个过程他不需要参与，只要等待就行。大概过了1-2分钟，赵毅的眼前就多了一个大房子。这个大房子由木头建造而成，只有在屋顶用到了几块石头作为装饰。好家伙，原来我给你收集的石头，你都是用来装饰的啊。赵毅一阵无语，随后点开了兵营的栏目。里面兵种总共有3个，分别是姓名农民，种族人类，生命值7575，攻击力6-9，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1.3，每1.3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中等，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如果有村长在场，可获得增强效果，临时升级为民兵属性参考民兵，持续30秒时间。天赋5，建造15个金币，1个人口10树木。介绍：穷光蛋，等待村长发救济金。赵毅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兵种看起来似乎不怎么样，生命值甚至还没有自己多。这样的兵种真的能够挡住怪物吗？叮咚，农民兵种可以分析。好家伙，这个兵种都能分析吗？就是不知道能分析出什么东西来。叮咚，分析如下：肉价比为 5.00， 输出比为 0.50， 不建议先行制造进行战斗，不过农民可以帮助宿主进行伐木、开采资源等行为，可以少量制造用于生产。后续如果升级村长，将会大大的增加战斗力。原来能够升级啊！赵毅总算放心了，这么垃圾的兵种如果不能升级，那就太废物了。此刻龙国的直播间中，所有人都能看到兵营里3个兵种的数据了。小甜甜看着这些数据就有些头疼，如果真让他进入这个游戏，恐怕造什么兵他都能纠结半天。张大帅，这个兵种你有什么看法？不如给我们的观众讲解一下。张大帅看了看直播页面旁边的兵种数据道。在看兵种数据前，我们先看看这个兵营的介绍。兵营的介绍？小甜甜一愣，这个兵营还有介绍吗？他怎么没有注意到？此时在末日游戏中的赵毅显然也发现了关于兵营的游戏介绍。兵营介绍如下：1.
兵营中制造的兵种死亡后不会消失，会在当晚的袭击过后刷新。2. 兵营中的兵种不需要任何的喝水休息，损失的生命值除了特殊方法外不可恢复。3. 兵营中除了农民外，所有的兵种都不能干伐木、开采等基础工作。同样，赵毅看了看这条信息，微微一愣。好家伙，本来以为这个农民是个废物，没想到居然是天胡开局。只有农民能够干其他的活，那就代表着自己这边开采和伐木速度将会领先其他代表者数倍，这绝对是最强的兵种。此刻，不光赵毅激动万分，直播间的张大帅同样十分的激动。小甜甜歪着头好奇地问道：“这3条介绍怎么样了吗？”张大帅用力地点了点头。这3条信息最重要的就是第3条了，这代表着我们的代表者天胡开局。天胡开局，其他的代表者如果没有农民，那他就只能自己干活。但是我们的代表者可以建造农民一同干活，这开采建造速度将会远远的领先其他的代表者。听了张大帅的话，小甜甜也弄懂了，就是人家是每天一个人干活，但是我们的代表者可以拖家带口的干活了。确实不错，这个农民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个铁废物呢。是啊，想不到一条规则就让这个铁废物成为了香饽饽。大本营是不会每天送一个农民吗？有那么重要吗？龙国观众就喜欢吹牛逼，国外的观众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龙国观众给自己打气的手段罢了。每天送一个有用吗？15块钱一个，我们龙国代表者高兴的话，可以直接造满整个15人口出来。无论国外观众怎么打击，龙国的网民都以我们有农民来回击。你们的代表者属性太差，我看活不长。对不起，我们有特殊兵种农民。你们的代表者只是运气好，早晚出事。对不起，我们有特殊兵种农民。你们的代表者太傻了，制作的2个捕兽笼丝毫没用。对不起，我们有特殊兵种农民。我们能不能不聊农民的事情了？对不起，我们代表者第一个建造出兵营。小甜甜明白了其中的要害以后，替赵毅十分的高兴。这个家伙运气怎么那么好，选的位置是最好的，吃的果子是没毒的，砍的树是比例投出最高的。现在建造个兵营，第一个兵种就逆天了。那么张大帅，另外2条兵营信息重要吗？同样重要。张大帅缓缓了道：这第一、第二2条信息说明了制造出来的士兵不会死，就是生命值没办法恢复过来。小甜甜道：这有什么区别吗？再结合第3条信息看，建造出来的士兵虽然不能干伐木、挖掘等基础工作，但是可以战斗。像之前侯国遇到的那头野牛，说不定就能让士兵过去围剿掉。小甜甜听到这里明白了，兴奋道：因为士兵会自己刷新，所以他们可以去抓那些野生的动物。没错，不过要注意保持健康的血量，要不然我怕坚持不到晚上的怪物入侵。张大帅说的没错。第16章，我感觉不对劲。这些造出来的兵种可以用来狩猎、探索等活动，但是需要注意他们的健康状态，如果死掉了几个或者生命值不够，那可能就挡不住怪物的进攻了。而这个兵营的刷新时间十分巧妙地放在了每次怪物入侵后，你没办法利用刷新时间来让自己的兵力达到最佳的状态。看来这个末日游戏系统将所有的可能全部都杜绝了，所有人休想在这里钻空子。小甜甜点了点头，确实，如果能在每次天黑的时候刷新，那么对付每夜的怪物都是最佳状态，代表者们就能在白天的时候肆无忌惮地使用士兵了。可惜这个末日游戏根本不让我们这样操作。好了，让我们看看我们代表者剩余的2个兵种吧。紧接着，小甜甜又看向了赵毅的第2个兵种。这第2个兵种跟第1个差不多，名字为小兵，姓名小兵，种族矮人族，生命值125，攻击力11-17，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3， 每 1.3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快，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无，天赋无，建造需要金币25，人口1。介绍，看到它等于看到钱。赵毅看着这个兵种，感觉上就跟第1个农民差不多，血量稍微多了一点，价格贵了10块钱，这可如何选择呀？兵种小兵，现在开始分析。肉价比为 5.00， 输出比为 0.43。 分析如下：1级兵种不介意制造，但是在后续升级过程中非常有用，简易可以作为开局兵种。升级，看来似乎每个兵种都能升级，就是不知道这个小兵能升级成为什么。如果能够看到后续升级的兵种，就非常容易判断了。赵毅这样想着，算了，先看看最后一个兵种吧。姓名弓箭手，种族人族，生命值180，攻击力12-13，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 0.5，
每 0.5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2，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快，攻击范围600游戏距离。个人技能无，天赋无，建造需要金币50，人口1。介绍百步穿杨，你想让我上场吗？弓箭手，赵毅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好处是可以远程攻击，但是价格偏贵，而且攻击力并不是很高，不过攻击速度倒是挺快的。分析兵种弓箭手，肉价比为 3.60， 输出比为 0.50， 可以适当少量建造，担任后排输出，升级后效果显著，但是在攻击强力单位的时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前期够用，后期需要印记升级才可以。赵毅听完不知道如何选择了，如果能够知道今天晚上的兵种数据，说不定能够想到搭配的方法。此时龙国的直播间中，所有人都犯难了，小甜甜更是一头雾水，这3个必兵种到底哪个来应对第一页的怪物啊？小甜甜，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选择？张大帅笑着问道。如果是我的，我就选择弓箭手了，剩余的350个金币完全能够建造7个弓箭手，来什么妖魔鬼怪都能统统杀掉。听了小甜甜的话，张大帅不以为然。弓箭手虽然是远程单位，但毕竟造价太贵，而且血量完全不够，在不知道对手的情况下全部选择弓箭手是不明智的，更何况还要选择农民为后续的发展做准备呢。小甜甜对着张大帅道，那张大帅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张大帅想了下，我建议是4个弓箭手和4个小兵搭建成防线，随后剩余的50个金币建造3个农民。听了张大帅的话，弹幕前的观众开始了热切的讨论。没错，有远有近才能更好的面对其他怪物，切，都是垃圾兵种，还不如人家星条国的呢。我看龙国的代表者狗屎运都不行了，星条国的代表者建造好兵营了吗？就比龙国的慢一点，但是人家的兵种可比龙国的好多了。此时小甜甜也收到了导播的提醒，随后道，似乎星条国的代表者也建造好兵营了，让我们看看他的兵种情况。直播间的画面一分为2，一半是龙国的赵毅，另一半则是星条国的尼哥画面。星条国的尼哥在自己的领地同样建造了一个兵营。张大帅看了看星条国选后直播页的数据道，星条国有一个兵种和我们代表者一样啊，那就是小兵，另一个则是没见过的兵种。这也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想，每个人的兵种可能都不一样，要看自己的搭配和选择了。小甜甜看了看道，那么另一个兵种你觉得很好吗？张大帅看了看星条国另一个兵种的数据，姓名暗影恶魔，种族虚空，生命值1500，攻击力180-180，攻击类型混乱，攻击速度 1.2， 每 1.2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无甲，移动速度快，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恶魔之治，杀死暗影恶魔的敌方单位受到2000点直接伤害，如果敌人单位过于弱小将直接被秒杀，对磨免单位有效。天赋无，建造需要金币320，人口2。简介，让人又爱又恨的大哥。小甜甜看到这个数据倒吸一口凉气，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牛逼啊，星条国的代表者果然运气好啊，除了一个垃圾兵种小兵外，就是一个暗影恶魔了。哈哈，看来我逃到星条国果然是对的，星条国的代表者第一页绝对平安无事，攻击力180，一下子就能把龙国代表者给杀了。星条国的网民十分的得意，总算有东西超过了龙国的代表者了。从数据上来看，这个士兵看起来非常不错，但我总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张大帅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努力的思考着哪里不对。不对劲？为什么啊？小甜甜好奇的问道。第17章升级兵种。虽然他不明白这个士兵强在哪来，但是各项数据确实比龙国的赵毅要好看。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说不定等第一页的怪物出现了，我就想起来了。听了张大帅的话，龙国直播间里的外国网友不乐意了。怎么着？看到自己国家的代表者被人超过去了，不乐意了？就是龙国的兵种垃圾就要承认，虽然多了一个农民，你让农民去战斗不就行了？哈哈，农民去战斗，恐怕上10个都不够人打的呢。龙国不过如此，自己不行还不承认？星条国的尼哥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很快就决定建造什么了。虽然暗影恶魔一个就要320金币，几乎耗光了他所有的金币，但是他觉得这个玩意肯定能够挡住第一波的攻击，要不然他凭什么建造价格这么贵？星条国的尼哥建造完毕了，龙国的直播间又切换回了赵毅的直播画面。似乎我们的代表者已经建造好了兵种，让我们看看是什么。此时的赵毅面前多了4道黑影，4个小兵，他们长得比较矮，大概只有1.4米到1.5米，上身粗壮，有着强壮的肌肉。
领主大人，4个矮人对着赵毅毕恭毕敬。这种建造出来的士兵，默认都是对建造者100%忠诚的。不过这个忠诚度会在死亡后和建造者做出出格的事情后开始降低。赵毅看了看面前的4个矮人，不知道为什么神级提示系统要让他建造4个小兵就行了，明明还剩下不少的金币。小兵建造完毕，现在可以让他们进入兵营中进行升级。原来可以直接升级啊！难怪系统只让自己建造4个，就是为了升级所用的呀。你们4个进入兵营中。是。2个矮人钻进了兵营之中。龙国的直播间中，张大帅对于赵毅的操作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只建造4个士兵呢？难道剩下的钱用来建造弓箭手吗？思路跟我一样啊！张大帅有些兴奋地说道。张教授疑惑道：为什么让他们进入了兵营之中？小甜甜回道：会不会进去可以升级？不会吧，还有这么奇怪的升级方式？2个字还没有说出口，张大帅就呆住了。因为4个士兵进入了兵营后，就多了一个升级的选项。我去，好像真的能升级啊！张教授微微一惊，不会吧，小甜甜这个嘴难道是开过光的？小甜甜有些不好意思道：看来我还是有点作用的嘛，以后你们都不能再叫我花瓶了。甜姐牛逼，6666，兄弟们把公屏打在道歉上。甜姐威武，这种升级方式也就你能想到了，看来这个末日系统的脑回路跟我们甜姐的一样。直播间的观众调侃着甜姐，越调侃越不对劲，这个龙国的代表者如何知道这个升级方式的呢？作弊！龙国的代表者怎么知道末日游戏提示之外的东西？就是龙国的代表者必须在游戏内的频道告诉所有其他国家的代表者这个消息，要不然我代表全人类谴责他。拉倒吧你们，你也就能代表你们家的3头母猪了。哈哈，楼上的笑死我了。龙国的网民可不惯着这些歪果人，代表全人类真说得出口。这是属于龙国特有的升级方式，绝对不能告诉其他人。只有龙国的代表者可以升级兵种，这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我们看，小兵已经升级了。张大帅拍了下旁边的椅子，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入了赵毅的直播页面，上面有对新单位的最新讲解。赵毅也眯着眼睛看了起来。姓名：战场老兵，种族：矮人族，生命值710，攻击力83-94，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1.1，每 1.1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中等，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老练，击杀敌方单位时候 65% 几率获得1金币， 3% 几率获得3金币。天赋无，建造需要金币125，人口0。简介：在我面前的都是移动3块钱。赵毅看到这一刻明白了，难怪这个升级提示系统让自己只招4个小兵，因为造太多也没有金币能够升级。从属性来看，确实比之前的2个兵种强了不少，这一点倒是赵毅颇为满意。龙国的直播间中，张大帅看了看这个属性，啧了啧舌。这个升级和没升级就是2个兵种啊！还好星条国的尼哥没选择小兵开局，要不然我们的代表者就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了。小甜甜不理解道：这2个战场老兵加起来似乎也打不过星条国的恶魔呀。那你看的只是表面。张大帅得意地说着，看来自己的游戏理解力还是很强的。至少短期来看，选手之间不会有任何冲突，主要还是面对夜晚的怪物，所以星条国的暗影恶魔根本不可能碰到。张大帅接着道：710的生命值让他已经不是那么容易死了，像刚才那头牛才200多的生命值，那我们的代表者可以抓牛吃了。小甜甜兴奋地说着，好久都没有尝到肉味，如果自己也能吃到肉该多好啊，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可以的。张大帅白了他一眼，这个丫头怎么呆呆的？最关键的还是他的技能。技能？你是说老练吗？没错，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这个末日游戏中有个资源特别的重要。张大帅还故意卖了个关子。张教授看了看道：你是说金币吗？没错，建造和造兵都是需要金币的，但是目前来说，我们还不知道金币是如何来的。但是这个老练却可以每次击杀地方单位的时候有几率获得金币，而且这个几率还不低呢，65%。张教授点了点头，超过1半的几率了，非常的不错。直播间前的观众被他们一说都明白了过来。第18章捕兽陷阱抓到了，那岂不是我们代表者将在金币方面领先所有的其他国家代表者？只希望这个几率不是老马的游戏几率。哈哈，刚才还有人笑话我们地龙国的代表者都是垃圾兵种呢，现在有种再出来看看。作弊！我举报龙国代表者作弊，凭什么他的兵种可以升级？他急了，他急了。虽然大概率获得1个金币，但万一敌方单位过于少怎么办？
确实，这个技能没有想象中的厉害。张教授看了看这些兵种，随后发现了个共同点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兵种无论是谁，防御值都是3点。张大帅被他这么一说，这才注意到防御值。确实，无论是星条国的兵种还是龙国的兵种，防御都是3点，只是护甲的种类不同。张大帅道：直播页有对防御值的说法介绍。小甜甜看了一会就看不懂了，忙问旁边的张大帅道：这个防御值到底怎么计算的啊？张大帅看完倒吸一口凉气，4，这个防御计算似乎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张大帅缓缓说道：哪里不一样？小甜甜歪着头疑惑道：一般的计算都是攻击力减去防御力就等于所造成的伤害了。小甜甜道：这个我知道，我玩的游戏里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我的攻击力够高就能秒杀，如果对方的防御值够高，说不定能够一点事没有。对，你说的是一般的游戏机制，但这里可不是哦。那这个末日游戏是什么样的？为了保证游戏的公平性，游戏防御值采用的是百分比形式。百分比？小甜甜不是很理解。这下子别说小甜甜了，直播间的观众都懵了。防御值的属性还这么讲究？张大帅心里十分得意，自己果然是聪明绝顶。这是一个公式计算，公式为减少的伤害百分比等于装甲值 x 0.06斜杠装甲值 x 0.06加1右圆括号。比如这个防御值是3，那么就是用0.18 1.18就可以了。这个，在小甜甜还在低头计算的时候，张教授在旁边直接报出了答案，大概在 15% 左右。不愧是张教授，计算的这么快。张大帅称赞道：过奖过奖。小甜甜在旁边暗骂道：好个商业互吹啊，你们这样显得我很呆。不过3点防御值就能减少 15% 的伤害，这个防御值非常的不错。没错，而且随着防御值越高，受到的加成越少。张大帅补充道：真的假的？防御越高越没用？小甜甜有些懵逼，这个游戏有点不一样啊。是啊，假如一个单位的防御值是30，那么就是1/288得出来的事。还没等张大帅说完，旁边的张教授抢着道：64%。对，别看防御值提高了10倍，但减伤只提高了4倍多。而且因为这种计算方式，你减伤永远超不过100%，并且一个怪物哪怕攻击力再低，也能对你造成伤害。直播间的观众都被这种防御计算方式惊到了。这个游戏似乎挺有意思啊。是啊，单从防御值计算来看，所有的怪物都是能杀死的，不会有所谓的无敌。那岂不是只要敌方数量够多，以多咬死象？所以祈祷这次晚上的怪物不要太多。不愧是张大帅，游戏理解就是强。赵毅在末日游戏中同样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么看来，防御值3点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就是不知道这个防御值会不会有时候变成负数了。赵毅看了看从兵营走出来的2个战场老兵，身体比旁边的小兵健壮不少，手中的武器也变得更大，身上布满了各种伤痕结疤，看起来就像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赵毅本来想让这2个老兵去抓点东西过来吃的，但是想想第一夜马上就到了就算了，还是让这2个老兵以最佳的状态进行战斗吧，要不然说不定阴沟里翻船。你们2个大本营附近巡逻，不要走太远。是。2个战场老兵开始在基地附近巡逻，至于2个小兵就让他们原地站着了。按照游戏的机制来说，这2个小兵没办法做其他的工作。不远处也有几个中立生物朝着这边望了望，但是没有走进他们的领地，他们也没有发难。赵毅点开了物资看看，目前还剩余的有木材 X20、茅草 X10、石头 X2， 大部分的材料都已经因为建造兵营给用掉了，金币同样因为建造士兵给花光了。不过这都是值得的，等防守住第一波的攻势，后续应该会有不错的奖励。这时赵毅的肚子叫了起来，看了看时间，目前已经是晚上6点了。游戏世界中的天空开始变暗。赵毅回想，这一天似乎只吃了一点黑色的果子来充饥，其他东西都没怎么吃呢。其他的代表者都不好受，在蓝星上食物管制，很多人都没吃饱就被突然选中来到了这个游戏世界，要不然侯国的代表者也干不出偷牛吃的这种举动。地狱火依然在侯国境内肆意破坏，死亡人数超过数十万，失踪受伤人数不计其数。6个城市的所有建筑全部燃烧殆尽。这个地狱火虽然已经被炸毁了一部分，但啥时候能击溃还是个未知数。这一切的后果不过是一头牛造成的。丁东至2个捕兽家全部捕获到野兽，现在可以前去捉捕。我去，真的抓到了！这个神级提示系统果然牛逼啊！虽然看起来不咋地，但是赵毅每次做的决定都是十分正确。我们的代表者似乎要离开大本营了，这么晚他准备去哪？直播间中，小甜甜看着赵毅的举动，好奇地问道。这个游戏世界到了晚上就暗了不少，但是众人看直播却能看得一清二楚。
这是什么黑科技就不知道了。但想想也是，这个游戏这要牛逼了，让众人能够看到晚上的动作，似乎不是难事啊。他好像是去找自己之前的捕兽陷阱了。张大帅一脸懵逼的回道。第19章，肉多的吃不掉啊！好家伙，这个时候还惦记着自己的捕兽陷阱呢。虽然不想打击他，但是能抓到的几率微乎其微。这一幕让龙国直播间的歪果人笑了起来。龙国的代表者是不是有点傻？还想着自己的2个捕兽陷阱呢？拉倒吧，怎么可能抓到？我刚才看浪漫国的那个家伙制造了10个，1个没有。龙国的代表者靠自己实力肯定走不到这一步，但是他的运气似乎不是很好。这帮歪果人又酸又气，他们酸龙国代表者成就不小，气的是这个家伙似乎只有那该死的运气不错。龙国的代表者如果能抓到动物，我当场把电脑吃下去。赵一越走越近，他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似乎有动物的叫声。翻开草丛一看，好家伙，居然抓到了一只獐子一样的动物。他看到赵一来了后，叫得更加惨烈了。这可把赵一乐坏了，这下子看来有肉吃了。我去，真的抓到了？不会吧，刚才那个吃电脑的原来是骗吃骗喝的家伙。哈哈，神 TM 骗吃骗喝。看到赵一抓到了动物，整个直播间的人都震惊不已，随后慢慢的流下了口水。这个动物身上看起来挺肥美的，一定非常的好吃。张教授拍了拍手赞叹道，厉害，虽然知道赵一的野外求生水平已经超过我了，但看到这一幕还是忍不住赞叹。张教授为什么这么说？之前我没有注意，现在才发现这个陷阱虽然一般，但是放的位置很巧妙啊。位置很巧妙？仔细看的话，这个草丛够隐蔽，并且泥土上有很多兽印，再加上不远处的溪水，这是小兽们前去喝水的必经之路。小甜甜震惊了，但是我看他放陷阱的时候似乎很快，没有任何的考虑动作。张教授点了点头，他同样看到了赵毅的举动。那个时候他还以为赵毅只是随便找了个地方一放，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没想到小丑竟然是自己。没错，只能说他的野外求生经验极其的丰富，已经远超我了。张教授再一次被赵毅的实力所折服，直播间的观众同样被赵毅的野外求生经验给震惊了。我的个乖乖，之前还以为是张教授谦虚了，现在看来好像是真的了。我们的代表者居然是野外求生专家，看起来没有多大啊。这个人网上已经有了信息，似乎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牛逼啊！燕京大学不是龙国最高学府，那这个人居然还是个学霸。果然小丑竟然是我们！所有人都震惊赵毅的实力和学识，同时也十分的庆幸龙国的代表者居然如此可靠。赵毅用手中的斧头攻击这只小兽，击杀小兽获得肉块 X16， 皮革 X10。哎呦，这个功能还是挺方便的。在击杀了这个小兽以后，上面点击分解按钮可以自动处理，要不然以赵毅的手艺，恐怕这个小兽要被砍得稀巴烂。这个收获完了，赵毅又跑到了另一个捕兽笼子前，没想到同样也有收获，但是是一只小白兔，聊胜于无。牛逼牛逼，2个捕兽笼子居然都抓到了。抓到一个可能是运气好，但是总共就做了2个笼子，2个都抓到了，这就是实力了。刚才骗吃骗喝的家伙呢？不会把电脑吃了，没办法回复了吧？哈哈。赵毅手起斧落，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呢？兔兔这么可爱，兔头更加的可爱。我喜欢麻辣的。击杀小兽获得肉块 X6， 皮革 X3。这只兔子的肉和皮革明显没有之前的小兽多了，不过想来也是，2个体积相差了1倍多呢。肉块的数量似乎超过了自身的携带数量。赵毅只能分2次将这些肉块搬回基地。回去以后想着要用皮革建造一个简易背包出来了。来到工作台前，赵毅就开始鼓捣了起来。简易背包需要皮革 X5， 绳索 X2。介绍可以稍微装点东西，但是装不了太多。赵毅将茅草合成了绳索，随后加上了皮革，一个简易的背包就这么制造而成了。赵毅满意的将背包背上，之后出去日子将不会为了东西太多而苦恼。之后开始造了一个火堆，开始了烤肉。这个烤肉也挺简单的，不需要人为操控。引火也有自己的物品栏，只要把肉放进去，它就能自动开始烤着。我在蓝星啃土豆，赵神却在末日游戏中烤肉吃，这到底哪边是末日啊？刚开始我以为这个是生存直播，随后我以为是游戏直播，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是美食直播。看起来很好吃，我也想吃。不光是直播间的观众馋坏了，就连解说们都饿坏了。好家伙，这肉块烤得金灿灿的，一口咬下去是什么味道啊？他们已经记不清多久没吃肉了，现在能吃的只有土豆和玉米，还有化学产品。这个时候，赵毅的烤肉已经烤了一块，丝烫烫烫。赵毅拿了一块，想不到还挺烫，凉了一会，随后就开始吃了起来。鲜嫩多汁，外酥里嫩，
这个游戏系统的烧烤水平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味道太淡了，如果有孜然或者盐块就好了。听到赵毅的自言自语，整个直播间的人都愣住了。我靠，别人都是去生存求生的，你这倒是嫌弃烤肉味道不行，太凡尔赛了。我看日不落国的伊丽莎黑趴在地上吃蚂蚁呢，可怜了这么漂亮的妹子。呜呜，我也好想吃啊，我要是参加了游戏多好。想屁吃呢，你去说不定比侯国还差。赵毅趁着吃饭的功夫打开了交流栏目。侯国，好饿啊，谁能给我一点东西吃？我快饿死了。玫瑰王国，本人女，身好颜高大长腿，只求一顿能吃的，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哦。星条国，楼上的来我这，我让你快活快活。赵毅看了一阵无语，这都啥玩意啊？不过这些人的话提醒了自己，自己这些东西根本吃不掉，可以拿出去交易啊。第20章，第一波怪物就是这个玩意。第一天的食物需求貌似挺多的。随后赵毅打开了旁边的交易按钮，里面有不少的交易帖子。1块肉交换10个单位的铁矿，50木换一点能吃的，什么都行。1个士兵印记交换一点吃的，这是我无意中搜到的。咦，这个倒是挺有趣的呀，只是不知道这个士兵印记是干嘛的。叮咚，士兵印记是升级士兵所需要的物品，有些士兵只能通过士兵印记来进行升级。听到系统的提示，赵毅知道了这是好东西。刚好现在还是游戏初期，现在骗过来容易很多，以后说不定没这么好的事情了。赵毅直接点开了这个帖子的私聊，原来是樱花国的代表者在卖啊，运气倒是不错，居然捡到了印记。不过可惜，很快就是我的了。龙国代表者，你这个印记有什么用啊？听到有私聊的信息，樱花国的代表者直接回复道：我也不知道啊，这玩意上面也没个说明。龙国代表者，好家伙，不知道怎么用就敢换东西吃。樱花国代表者，龙哥别走，只要一点点吃的就行，我快饿死了。樱花国代表者怎么会放过赵毅离开？这个帖子基本上没人看，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印记有啥用。龙国代表者，那你说说，你这印记哪里来的？赵毅十分好奇樱花国代表者哪里搞到的，按理说这么好东西应该不是随便能弄到的。樱花国代表者，我钓鱼的时候钓到一个宝箱，里面有个这东西。这该死的运气，这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樱花国选手，怎么钓鱼还能钓到宝箱？真是日了狗了，就是不知道这个宝箱里有什么东西。龙国代表者，里面的东西呢？樱花国代表者，除了这玩意，剩下的都是材料，我已经用掉了。龙国代表者，好家伙，有用的东西都被你用了，一个没用的东西拿来换吃的是不是？赵毅故意这么说，其实他根本看不上其他东西，只有这个士兵印记还算不错。樱花国代表者，这东西应该有用的吧？龙国代表者，有什么用？樱花国代表者，别走，我便宜点卖给你。龙国代表者，多少？樱花国代表者，2份肉怎么样？龙国代表者，不行，半份，最多的了。樱花国代表者，这行吧。赵毅本来还能再砍砍的，但是说不定就有人出价直接买走这块肉了，所以赵毅也懒得再降价，直接半份肉成交了这个士兵印记。赵毅的仓库中多了一个士兵印记，少了半份肉块。随后赵毅又看了看交易的帖子，大部分都是各种资源换食物的，也有少数用果实或者鱼等东西换其他资源，不过比例都很高。赵毅目前来说资源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金币了。只要有足够多的金币，赵毅就能建造出农民，到时候自己想要什么材料会没有。看了看市场的价格，赵毅最后选择了10个金币换1块肉。这个价格偏高，但是赵毅不急，现在完全是卖方市场，总归会有人上钩的。赵毅将10块肉放在了交易栏目之中，随后就将交易帖子关闭。他想要看看众人对这个肉的反应，于是又打开了交流帖子。侯国代表者，我去，我刚才看到龙国的代表者上了10个肉，他哪里来的？玫瑰王国代表者，不知道龙国的小哥哥想不想要女朋友啊？人家做什么都可以哦。偷国代表者，恶心，你们就不能像我一样坚持自己的原则吗？爸爸，能不能给我2块肉吗？赵毅看了看交流栏目，笑了笑，看来自己的肉确实引起了轰动，那就不愁卖了。至于送，那就想都别想，就算是在蓝星上，这些肉也能卖出个天价来。赵毅上架了10块肉，随后吃了2块，剩下则全部放在了篝火中烤熟，这样可以延长保存时间。好在这个游戏世界的温度似乎不高，食物能够保存的久一点。休息了一会后，天彻底暗了下来，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电灯，所以只能依靠微弱的月光来看着周围。7点50分已到，偷国代表者原地罚站结束。偷国代表者正在栏目中和人聊天呢，听到自己可以动了，十分的激动，终于可以动了。但是紧接着他就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了，因为距离怪物入侵只剩下最后的10分钟了。
他最后10分钟连个屁都没办法造出来，没办法，只能在工作台中建造一些工具出来，默默祈祷怪物不要太强。这一刻，整个蓝星所有人都关注了这场直播。这第一晚的怪物，不知道会有多少国家的代表者会死在这天夜晚。龙国直播间中，小甜甜双手合十，默默祈祷第一天的怪物不会太强。张大帅看着屏幕，惊呼道：“第一天的怪物数据出来了，距离8.5分钟，剩余5分钟怪物入侵。本次怪物数据如下：姓名丧尸犬，种族不死，生命值34%，攻击力3-4，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1，每1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无甲，移动速度中等，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无，天赋无。简介：第一关新手关卡，福利怪物4。看到这个数据，所有人震惊过后，纷纷笑了起来。小甜甜拍了拍自己的胸衣服，总算是放心了。我去，这玩意也能称得上怪物？就这数据，你确定不是出来搞笑的？我家旺财放在这个游戏中，说不定都比这个丧尸犬要数据高点。笑死我了，这也叫末日游戏？我们星条国选手2拳就能打死了。看着34的血量，3-4的攻击力，张大帅也有点懵逼了。千算万算，没有算出来第一关是这个东西。这不叫放水了，这叫放海了。这玩意真的能打死人吗？虽然按照这个防御机制，3-4的攻击力能造成2-3的伤害，但是这点攻击要打死一个人，至少要40-50秒的时间。这么多的时间，就算是侯国的代表者都能用拳头锤死他。此时，末日游戏中所有代表者都听到了游戏的播报。偷国的长腿欧巴总算放心了，看来天不绝人之路啊，自己啥都没有准备好，本来以为死定了，没想到第一波怪物居然是这种货色。星条国的尼哥看了看怪物的数据，又看了看旁边近3米高的长角恶魔，心里想着自己是不是花了太多钱了，这玩意自己都能锤死了，结果花320个金币造成这个玩意。就在所有人长舒一口气，以为这第一天就这么过去的时候，系统的下一次播报又来了。第21章，星条国绝对守不住，本次进攻的怪物数量为40只，请各位做好准备。听到系统的播报，龙国的直播间观众又开始笑了起来。还40只，就算400只，我们都不带怕的。哈哈，没错，这种怪物有什么好怕的？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我也是，但又说不上来。直播间的观众一开始没有注意到什么，依然嘲笑着这个末日游戏系统。过了一段时间后，弹幕渐渐开始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发现了不对劲。10几秒后，弹幕变成了统一的卧槽！卧槽，40只！我刚才说的话道歉。尼玛，40只怎么守得住？呜呜！不愧是末日游戏，我们偷国的代表者根本守不过来。解说间的张大帅擦了擦头上的汗水，随后开始脑子里计算龙国代表者能够守住的可能。算到最后，长舒一口气，龙国的代表者赵毅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其他国家可能就完了，包括星条国的代表者。小甜甜看了看张大帅道：“难道40个这样的怪物很麻烦吗？”张大帅点了点头，随后道：“如果在其他游戏中，这种低等级的怪物再多都不要紧，因为可能连破防都做不到。但是由于这个游戏的特殊防御机制，所以这些攻击力只有3-4的小怪物也能打出不少的伤害。”小甜甜回想之前张大帅的介绍，好像是有这个说法，但是能打出伤害也不够看啊，而且他们的生命值只有34点。没错，一只伤害不够看，那么40只呢？按照模型计算，40只怪物同时攻击的输出达到了100点左右。小甜甜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这个丧尸犬的攻击速度是每秒钟一下，那么1秒钟就能打出100点伤害，这不就说明我们龙国的代表者一波伤害就死了？所有人都被小甜甜的话震惊了。说好的福利关卡呢？说好的新手福利呢？就这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吗？张大帅摇了摇头，你说的是理想的状态下的，但实际战斗中你还要考虑走位、体积碰撞之类的。不过即使这样，这些丧尸犬也够其他国家代表者喝一壶的了。其他国家的代表者？你是说我们龙国的代表者不怕这些怪物？小甜甜找到了这句话的关键。张大帅有些得意道：“那当然，我们的代表者可是有4个士兵呢，其中2个战场老兵更是一下一个。而且不光如此，这个关卡对于其他人是地狱难度，但是对于我们的代表者，那可真是福利关卡了。”小甜甜有些诧异，为什么会这么说？还记得战场老兵的技能吗？张大帅提醒道。张教授在中间的位置微微一愣，随后看着张大帅道：“你是说老练？”“没错，我们再看看老练的介绍啊。”“老练，
击杀敌方单位的时候，65%几率获得1金币，3%几率获得3金币。击杀单位能够获得金币，当然怪物越多越好，但是怪物多了不好对付。谁曾想，这个游戏的机制是低属性高数量的打法，这简直是为了这个技能量身打造的呀！张大帅说的有些激动，我们代表者难道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确实算未卜先知的能力，不过未卜先知的不是赵毅，而是神级提示系统。他根据未来和当前的情况，给出了最优的方案。听了张大帅的话，直播间的人都十分的兴奋。对于别人来说是末日求生，对于龙国的代表者却是福利关卡，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爽的了。哈哈，我就说我们代表者最牛逼吧，进入游戏到现在没有一次出错的。是啊，本来以为捕兽笼子是个废物，没想到居然抓到了2个野兽。从现在开始，无论赵神做什么，我都相信他有自己的安排。没错，我们这就好好欣赏我们赵神的表现就行了。但是国外的观众却不这么觉得，这不过是龙国的自我安慰罢了。他们不承认龙国代表者的厉害，对于眼前的分析视而不见。切，我才不信龙国的代表者能够守住呢。没错，要看还是看我们星条国的代表者，这才是人类的灯塔，自由的航标。没听张大帅说吗？还在这尬黑？切，这种人说的话你也信？你脑子不好吧？小甜甜看着张大帅道，观众似乎很在意星条国的代表者。张大帅，你觉得星条国的代表者能守住第1天吗？星条国呀。张大帅笑了笑，星条国的恶魔确实很厉害，尤其是在1v1的战斗之中，他的技能恶魔之翼，哪怕自己死了也能将对手拖入深渊之中，弱小单位直接秒杀，这个技能太过恐怖。但是面对这群丧尸犬会显得力不从心。我觉得星条国的代表者会失手，但是不会漏很多。你确定吗？小甜甜小声地问着。这里可是全球直播呀，整个直播间有不少的国外观众。本来小甜甜想要张大帅说的模糊一点。什么？这个要具体看啊，一切要看当时的情况什么。哪里想到这个小子居然直接我觉得守不住了。果然还是年轻人，不懂得如何模棱两可。张大帅听完小甜甜的话点了点头，确定星条国代表者肯定守不下来。好家伙，这次比刚才还要肯定了，这次是确定守不下来了。听了他的话，直播间的观众无论龙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沸腾了起来。我去，这家伙真敢说啊，我们这里说说就算了，他这一说得罪多少人啊？得罪多少人又怎么样？我就喜欢他这个性格，星条国必定守不下来。就是这可比一部分龙国人好多了。八嘎，这个张大帅怎么能够胡编乱造？取关了，这种人也配上来解说？龙国没有人了吗？思密达，我们星条国肯定能守住第1波，以后别让我们代表者见到你们龙国的代表者，要不然暗影恶魔教他做人。第22章，奇怪的操作。直播间的大部分观众不是很相信张大帅说的话，毕竟这个大恶魔看起来十分的厉害，真的会被攻击力只有3-4的丧尸犬干掉？这太扯淡了吧。但是他们忘了，那里是游戏的世界，他们是人，但是兵营出来的都是游戏生物，一切以数据和设定说话。此时的弹幕中在为星条国的指挥官吵得不可开交，而蓝星上的星条国已经开始发动作战准备了。星条国的指挥官看着眼前的报告不可置信，他们的代表者选择错了一条道路，他不应该用暗影恶魔开局，而应该学习龙国用小兵开局，不光能够获得金币，还能轻松应对下来。不过这也不能怪尼哥，在未知的世界中总是希望有个强有力的队友，要怪就只能怪龙国的代表者运气怎么这么好，刚好兵种中没有像暗影恶魔这样的大怪物，要不然他肯定不会选择小兵开局。还有这个狗屁的游戏系统，为什么不来个厉害的敌方单位，让除了星条国之外的所有人都活不下去？来这种40只小丧尸犬，来恶心谁啊？指挥官阁下，我们迅速决定吧。旁边的那个成员提醒着。根据蓝星上著名的模型演算专家算下来，演算了上千种可能，星条国的代表者都必死。猴国代表者之前的骚操作已经让他们知道了怪物会从传送门过来，他们必须守住这个传送门，否则会有灭国的可能。让38旅的游骑兵做好战斗准备。星条国指挥官无奈地下达命令。是。在星条国全体上下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龙国的长老们却显得有些悠闲。此时的他们坐在会议室中，看着眼前的屏幕，吃着玉米棒子。还是我们龙国代表者厉害，这脑瓜子怎么这么聪明？龙老边啃边说。回想刚才赵毅吃的烤肉，龙老有些羡慕。蓝星目前的形势是吃的不行，喝的也不行。吃的是因为枯萎病的原因，物种消失，喝的是因为连年的战斗造成的环境污染。这么看来，星条国将在第1波中就失守，我们好好看看吧。钱老摸了摸自己的胡须，幸灾乐祸道。不知道啥时候我们能吃上其他东西。哎，8点已到，全军出击。
祝各位代表者在第一波关卡中好运。随着游戏系统的播报完成，各个国家的大本营外围出现了全身漆黑的丧尸犬，它们口中滴着唾液，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毛发，看起来奇丑无比。丧尸犬体型在1米高左右。赵毅拿着手中的斧头，静静地看着这帮家伙。这帮家伙就是移动的1至3块钱啊！有了这些钱，他就能更好的发展了。汪汪汪！丧尸犬怒吼了几声，随后开始对着各个国家的代表者身后的大本营冲去。他们的目标不是代表者本身，也不是代表者召唤出来的士兵，而是他们身后的大本营。只要到了那里，他们就能通过传送门来到蓝星上进行破坏，这就是他们的使命。而代表者要做的就是拦住他们。上！战场老兵！赵无一声令下，2个战场老兵提着自己的斧头就慢慢走向冲过来丧尸犬。哈哈，杂役种们又来送钱了吗？战场老兵粗犷的声音回荡在夜空之中。这一刻，蓝星龙国直播间的观众全都紧张地看着屏幕。张大帅捏紧了自己的拳头，理论算法和实际还是有差距的。龙国的代表者到底能不能挡住这些怪物呢？画面之中，一头丧尸犬直接跳起扑向了战场老兵，但是被战场老兵一斧头干净利落地击杀在了地上。牛逼！赵毅在后面暗暗佩服，这个战场老兵一斧头就解决了这个丧尸犬了。另一个丧尸犬也被另一个老兵击杀在地上。随着丧尸犬死掉，他们的身体开始消失，化作了漫天的星辰，而他们的头上同时会跳着数字+3、+1。赵毅看到这里，急忙打开了自己的物资栏目，里面除了一些之前的物资外，多了4个金币。赵毅明白了，这头上跳的数字就是金币啊！总算知道了金币的来源了，原来是通过杀敌来获得的。但是这样就有个问题，第一波如果守不住的话，就会减少金币的收入来源，那么第二波就会更加难守，金币就会更少。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只要漏了一波，必定会引起节奏断档。好狠毒的末日游戏系统，其实从第一波开始就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生死。这确实是游戏，是末日游戏背后那个人的游戏。对于蓝星的各个代表者来说，就是无尽的灾难。2个战场老兵在击杀了几个丧尸犬后，很快就被众多的丧尸犬包围了。老兵的攻击速度不快，没办法快速的消灭这些丧尸犬。丧尸犬们张开自己的血盆大口，咬在老兵的身上、腿上等部位。老兵头上的血条持续的降低，但是2个老兵丝毫不慌，2个人背靠背，减少跟丧尸犬的接触面积，只是手起斧落，手起斧落，就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其他的丧尸犬在外围干着急，恨不得冲上去咬上2口，但是他们只能在队友死掉以后，借着空位冲上去撕咬。小甜甜看着眼前的直播间，好奇地问道：我们的代表者明明有4个士兵，为什么只让2个老兵上去战斗呢？张大帅一看，可不是，除了场地中央阻挡丧尸犬的2个战场老兵外，在大本营的门口站着另外2个小兵。虽然他们的属性差了点，但是好歹是个战斗单位。赵毅却没有让他们参加战斗。我们的代表者是不是害怕有丧尸犬会偷偷溜过去，所以留了2个看门啊？应该不是，上面不是有对进攻关卡的介绍吗？如果没有阻挡物，怪物直接进入大本营；如果有阻挡物，怪物优先击杀阻挡的东西，那就奇了怪了。难道是我们的代表者忘了？直播间的观众都在讨论为什么赵毅要这么做。张大帅想了下，笑着道：哈哈，看来我们的代表者非常有胆识啊。看到张大帅似乎明白了赵毅的用意，小甜甜兴奋道：张大帅，你快给我们说说，为什么赵毅要这么做？第23章利益最大化。那是因为我们的代表者想要将收益最大化。张大帅慢慢的说道。收益最大化？小甜甜有些不明白，这个收益最大化指的是什么？张大帅接着解释道：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战场老兵的技能是老练，只有他击杀的怪物才能有几率额外获得金币，所以我们的代表者不让小兵出战，就是为了避免小兵击杀了单位，造成利益的减少。小甜甜愣住了，这个代表者太恐怖了吧？这种场景还在考虑的是如何利益最大化，别人都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些怪物，他却在想将这群丧尸犬榨干，这太恐怖了。这需要什么样的心思和胆识才敢这么做？他就不怕自己的计算失误导致2个老兵死掉吗？小甜甜紧张地问道。如果是他，恐怕早就让2个小兵一起上了，他可没有这种胆识，在怪物入侵面前考虑效果最大化。张大帅擦了擦头上的汗水，我们的代表者只能说异于常人，胆识过人。直播间的观众都被这一幕震惊了，这太强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难怪老兵的简介是移动的3块钱，在他面前的都是钱啊！这真的是一个大学生有的胆魄吗？我这个做军人的看到这个场景都害怕。丑陋的丧尸犬
围着战场老兵撕咬，赵毅却丝毫没有让小兵加入战斗的意思。没错，他要将金币最大化，这些金币将成为之后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所有的代表者都在对抗这些丧尸犬。星条国，尼哥，暗影恶魔巨大的拳头一下一个丧尸犬，但是攻击速度颇慢。随着暗影恶魔被丧尸包围后，尼哥渐渐感觉到了不对劲了。因为暗影恶魔太大了，所以他会被更多的丧尸犬给攻击到。总共40只丧尸犬，按照暗影恶魔的攻击速度，需要40乘以 1.2 秒。暗影恶魔的攻击速度，那么全部击杀就需要48秒的时间。而丧尸犬总共有25只能够打到暗影恶魔，每次攻击的输出为2至3点。就算他一只怪物是 2.5 的伤害，那么25只就是 62.5 点伤害一次，10次攻击就是625点伤害。暗影恶魔1500的生命值似乎挡不住几下，而以尼哥的智商显然没有想到这点。此时的他在后方得意地挥着拳头叫嚣着：干死这帮丧尸犬！这可把蓝星上的星条国观众急坏了。这人是不是疯了？没看出来根本守不住吗？我刚才根据游戏规则计算了下，大概最后会掉12至17只左右怪物，不过具体的还要看战斗走位和丧尸犬的情况。侯国的代表者则直接趴在了屋地上，看着地下的丧尸犬一个个进入大本营，长舒一口气。还好这些笨狗狗没有看到自己，要不然自己就要被咬死了。虽然自己不会死，但是很疼啊。侯国代表者第一个失手，失手数量为40。此次奖励和惩罚将在所有代表者完成防守后进行关卡结算。侯国的观众彻底绝望，地狱火现在还没有解决呢，这次彻底失手，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惩罚。偷国的代表者勉强在最后时间做出了长矛和木质护甲，但是仅仅只坚持了一会，100点生命值根本不够看的。偷国代表者死亡，死亡惩罚将在关卡结算后共同进行。偷国代表者防守失败，失手数量为36个。此次奖励和惩罚将在所有代表者完成防守后进行关卡结算。系统一个个播报，大部分的代表者都或多或少消灭了一些丧尸犬，但漏的还是太多了。少部分代表者建造了兵营，但是兵种没有选好。他们虽然同样漏了，但是数量并不多。椰子国的代表者则是用了防御塔来代替防守，效果似乎还不错。小甜甜看着椰子国的代表者道：看来还是防御塔够厉害啊，他应该能够守住吧。张大帅看了看直播的画面，点了点头道：确实，但是防御塔有个弊端。什么弊端？造价不低，却不能移动。姓名：剑塔，生命值700，攻击力82-98，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1，每1秒攻击1次，防御值5，防御类型成甲，移动速度无法移动，攻击范围600。造价需求：木材 X50，绳索 X10，石头 X10，金币180。简介：勉强能够用的东西。小甜甜看了看防御塔的属性道：好像是的，虽然需要的资源不多，但是金币挺多的。是啊，400个金币只能造2个，而且不能移动，白天没办法像其他的代表者那样将士兵带到密林之中探索区域。张大帅缓了缓，接着道：不过呢，因为需要材料不多，对于防守第一页来说足够用了。可以说选择防御塔防守的人比用其他方式防守的人聪明多了。直播间的观众非常认同。看了看其他国家防守失败，至少用防御塔防守不会漏不是。樱花国代表者被赵毅骗走了士兵印记后，吃了点东西，赶在8点前造出了木质围栏。这些栅栏挡住了怪物进攻，一个防御塔利用这个时间将这些丧尸犬全部射死。这个举动引起了樱花国人的欢呼。牛逼啊，我们的代表者无敌啊！欢呼欢呼，整个樱花国一片沸腾。星条国代表者防守失败，失手数量为8个。此次奖励和惩罚将在所有代表者完成防守后进行关卡结算。星条国直播间中，代表者的大恶魔果然漏了10几个，但是在尼哥的攻击下勉强击杀了一部分。但是剩余的丧尸犬就没办法继续击杀了，因为尼哥的生命值已经不多了，无奈只能躲在了大本营后面，看着眼前的8个丧尸犬走进了大本营之中。整个蓝星有的欢呼，有的难过，他们的代表者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龙国的代表者已经让2个老兵击杀了40只丧尸犬，此时他蹲在地上看着自己仓库里的物资呢。第24章第1名，40只丧尸犬，每只能够贡献3个金币，那就是120个金币，再加上战场老兵的老练贡献了31个金币，总计151个金币，真是大丰收啊！看了看人口，目前人口是4/15，还有11个空余，目前来说够用了。赵毅准备明天早上的时候召唤农民帮忙干活，今天晚上就算了，谁知道晚上的时候森林里面有什么东西。第一波怪物入侵结束，
现在开始发放奖励，所有成功挡住怪物入侵的国家享受风调雨顺1个月时间，这个时间中所有物种都能进行种植，并且植物生长过程中将不受到侵害。这个奖励一出，整个蓝星都震惊了。风调雨顺，所有的物种都回来了。围绕蓝星长达数年的问题，终于有办法解决了。龙国的地下基地中，所有的长老喜极而泣。赵毅挡住了第一波的攻势，那就说明龙国也能享受风调雨顺了。终于不用只吃该死的土豆和玉米了，可以吃点其他的东西了。兴奋过后就是冷静的分析。钱老道，只是1个月的时间，不知道能生产出来多少。龙老却不在意道，1个月的时间，我相信我们的代表者一定会在这1个月的时间再次获得风调雨顺。这个时候已经有长老掏出电话开始拨打了起来，之前库存的种子可以开始播种了。在风调雨顺的作用下，植物将会健康的成长。这一刻，所有守住的国家都十分的激动，他们兴高采烈，享受着属于他们的胜利果实。玉米和土豆再吃都要吃吐了。这个末日游戏是他们新的希望。星条国的会议室中，气氛十分的凝重。最后8个丧尸犬进入了大本营，就预示着他们防守失败了。防守失败就说明他们没有风调雨顺的这个 buff， 星条国土地上依然没办法种植其他植物。这可把星条国指挥官的脸都气歪了。传我的指令，让樱花国、椰子国等守住的国家将收获 50% 上缴上来。是。在场的人对于这个指令没有任何的疑问。谁让他们星条国综合实力最强呢？这些小国家只有听命的份。我没办法种植是吧？那我就抢。对此，樱花国、椰子国等国家恐怕没有任何的办法。好在尼哥只落了8个丧尸犬，金币损失不多。第二波还有机会全部挡住。只要守住了第二波，以星条国的实力一定会追赶上来的。下面播送防守排行榜，只要在榜上进前3的都能获得额外奖励。这妖牛，希望我们的龙国的代表者能够进前3。不大可能吧？整个游戏里有300多个国家代表者呢。我刚才看到毛熊国的代表者似乎也防守成功了。本次防守第3名，椰子国代表者，防守时间为52秒钟，奖励风调雨顺1个月。牛逼，这将是我们椰子国的崛起。我们椰子国居然能进到所有国家的前3，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椰子国上下全部人员十分激动，加上之前奖励的1个月时间，这就是2个月的风调雨顺啊！一些植物已经能够达到食用的状态了。当然，兴奋的还有星条国的指挥官，又可以多剥削一段时间了。听到这条游戏播报，蓝星的人都紧张地关注着眼前的系统播报。不知道我们龙国代表者能获得第几？总共300多个国家呢，有可能达不到前3。不管他能不能获得前3，他都是我们龙国的英雄。是啊，但内心总归是希望龙国的代表者能够获得奖励的。就你们龙国还想进前3，真是笑死我了。龙国代表者能够守住就偷着乐吧，居然还做起梦来了。星条国的各位不用阴阳怪气了，哪怕没有前3，也比你们遗漏要好。星条国的网民本来只是想打击下龙国，谁曾想居然被揭短了。都怪尼哥，真是个废物，这么多国家守住，他却守不住。就是我们星条国堂堂蓝星第1强国，现在居然不如椰子国这种小国家，真是丢脸啊！受了气的星条国网民都将这股怨气撒在了尼哥身上，都怪这个废物，让他们丢脸了。小甜甜和张大帅、张教授3人紧张地看着眼前的直播屏幕，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内心期盼着第2名最好就是龙国代表者，至于第1名，那就不敢想了。本次防守第2名，毛熊国代表者，防守时间为45秒，奖励风调雨顺2个月，植物生长率加快 50%。乌拉，别的国家只有1个月的风调雨顺，但是毛熊国加上这次奖励，总共有3个月的时间了。而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面，毛熊国将会种植出第1批可以食用的食物，这如何能够不激动？他们是目前收益最多的国家，更何况还有植物生长率提高 50% 的这个 buff。 不愧是我们毛熊国的战士，就是牛逼！毛熊国将会再次震惊这个世界。乌拉，我们毛熊国居然才到第2名，那么第1名会是谁呢？所有人都看着屏幕，想看看这个排名第1的国家代表者会是谁。龙国的直播间中，小甜甜和张大帅等人心脏已经提到了嗓子眼。目前来说，前3名已经出现了2个。如果龙国的选手想要获得奖励的话，那么毕竟只能是第1名。龙国的赵毅会获得第1名吗？这个名字似乎是按照击杀时间来算的。你们有谁注意了我们代表者赵毅的时间吗？小甜甜问着旁边2个人，这把2个人问蒙圈了。所有人都在关注能不能守住，谁会考虑多久时间击杀啊？好像是超过45秒了吧？啊那不是肯定没奖励了。第2名的毛熊国以45秒获得了第2，总不可能，
我们代表者比他时间还短吧？所有人都期盼着，等待着，但是他们都漏掉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所有的防守者都是在大本营前阻挡怪物的，只有赵毅是在大本营以外防守怪物，这就造成了赵毅击杀的时间将会远远短于其他的代表者，因为赵毅将怪物行走的这段时间省略掉了，也就是传说中的堵门打法。这个时候，游戏的播报语音终于出来了。第25章，胜者结算。本次防守第一名龙国的代表者赵毅，防守时间为36秒钟。本次第一名奖励风调雨顺3个月时间，植物生长率加快100%。龙国代表者赵毅获得特殊奖励，属性点奖励10点，可以自由分配。奖励蓝色弓箭图纸复合弓。龙国代表者赵毅获得特殊奖励，奖励个人天赋坚毅。坚毅代表者旗下所有近战单位都能提高10%的生命值，此效果将在第5波后进行翻倍。一连串的播报让所有人都震惊了，没想到第一名居然是龙国的代表者，而且这个奖励未免也太好了吧！此刻，龙国举国上下沸腾了起来。龙国的代表者在第1波中获得了第1名，总共获得了4个月的风调雨顺时间。这4个月的时间将会让龙国的粮食产量达到极致，而且植物生长率还加快了100%。平常需要4个月的生长时间，那么现在只需要2个月的时间，这尼玛也太牛逼了！这让所有的龙国居民都惊讶的说不出话了。不愧是我们龙国代表者，这太骚了。是啊，赵神给我们龙国争夺了不少的好处，赵神自己也获得了属性加强和物品，那以后岂不是防守更加容易了？龙国的所有社交平台中，关于赵毅的话题热度持续高涨。热度第一的话题就是龙国代表者取得了末日游戏第1页防守的第1名。龙国的直播间中，小甜甜拍了拍自己的胸衣服，总算平静了下来。想不到最终还是我们的代表者获得了第1，我都吓死了。小甜甜心有余悸地说道，本来第2名是毛熊国的时候，他已经对上榜没抱太大希望了。虽然赵毅很厉害，但获得第1名还是太夸张了。没想到小丑竟然是自己，不过这样也好，只要赵毅能获得第1名，自己宁可做小丑。是啊，从我看到我们代表着第1眼起，就觉得这个人非同凡响，没想到在第1眼中就获得了第1名。张大帅由衷地称赞着，他可是当初赵毅因为属性被质疑的时候就站出来帮他说话了，也算是个老粉了。看来我们代表着不光是生存专家，而且还是一个游戏专家啊。试问我自己可做不到第1名。解说台中的3个人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我居然刚开始还怀疑我们的代表者能不能守住第1页，看来脑子有问题的是我啊。那些逃到星条国的人好好看，什么叫龙国实力？别说了，再说他们肠子都悔青了。哈哈，那个张无能不是跑到了星条国了吗？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现在被丧尸犬追着咬吧。哈哈，没有什么比这种情况更加解气的了，让那些曾经看不起龙国的人看看什么叫龙国精神。直播间的观众长舒一口气，这段时间的害怕、担忧此刻全部释放了出来。龙国地下基地的会议室中，龙老看着眼前的屏幕哈哈大笑。本来我还以为我们代表者上不了榜了，没想到居然是第1名。是啊，龙国能够选到赵毅作为代表者，实在是龙国之幸。4个月的时间，我们龙国是拥有风调雨顺最长的国家，而我们龙国将利用这4个月的时间好好的为之后的发展打下基础。虽然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但是整个龙国已经开始动了起来。4个月的时间虽然不少，但也要分秒必争，不能辜负了赵毅对龙国的贡献。末日游戏中，赵毅打开自己的仓库，发现里面多了一张图纸，复合弓，蓝色品质，需要2级以上的制作台制作，需要材料铁矿 X10， 受精 X2， 攻击力增加32至48，附带技能分裂，能够同时射出5支箭，对所有目标造成100%的伤害。附带技能追加，对主目标同时射出2支箭。赵毅看了看这把弓箭的属性，攻击力提高不知道算不算多，但是这2个技能不愧是蓝色的品质。分裂攻击，如果一个人拿着把复合弓，那就相当于同时5个人进行攻击，而附带的追加效果可以在面对比较皮糙肉厚的单位时候能够输出的更快。追加效果相当于每一次都是2发，不就是100%暴击吗？这把弓箭太牛逼了，不过需要2级的制作才能制作出来，短期来说啊没什么作用。除此之外，这个图纸还有弩箭的制作方法，复合弓箭矢 X10， 需要2级以上的制作台制作，需要材料铁矿 X1。 看来如果自己使用的话需要箭矢才行，不知道这个武器能不能给士兵装备，不过这些士兵好像都是自带武器的，现在想这个太多了。赵毅随后又打开了自己的属性，姓名赵毅，代表国家龙国，生命值100，
体力值100-100，食物60-100，饮水99-100，攻击力5-5，防御值3，个人技能无，天赋坚毅，天赋中多了一个坚毅的效果，就让自己的近战单位多了一个保命的手段。老兵的生命值是710点，多出了10%，那就是多了71点生命值，加起来总共781点。别小看这多出来的71点，在面对这种低攻击的怪物时候，能够扛住更多的伤害。接着，赵一又看了看自己的10点属性点，这10点属性点加在什么方面呢？要好好考虑一下。通常来说，防御值和攻击力是最需要添加的属性，但是由于这个游戏的特殊防御机制高，没有办法完全免伤，所以防御值的提高并没有那么重要。至于攻击力，赵一这10点加上去好像也没有多少，至少不如自己手底下的老兵。想来想去，赵毅最终还是将所有的属性提高到了生命值上面。龙国的代表者赵毅添加了10点属性到生命值上，生命值获得了100点加成。赵毅满意的点了点头，有了这100点的生命值加成，那么自己明天外出的时候将会多了一些底气，不至于遇到一些危险马上就会立马暴毙。想到之前侯国被一头牛弄死了，赵毅就心有余悸。谁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恐怖的东西？现在开始游戏惩罚结算。第26章败者结算。所有人听到这个通报以后，倒吸一口凉气。刚才沉浸于奖励之中，让他们都忘了还有惩罚这个事情。不知道等待那些防守失败的国家是什么惩罚。所有防守失败的国家随机减少一个物种。这个惩罚，目前蓝星上还存活的植物物种只有2个，一个玉米，一个土豆。而这个惩罚将要从2个物种中随机介绍一个，那就代表着如果下次再防守失败的话，这些国家将没有东西可以吃。这简直太多损了。星条国的指挥官听到了这个通报以后，眉头皱了一皱，只希望下一波的时候星条国的一个能够防守住，要不然的话星条国会因为没有粮食而受制于人。当然防守失败的惩罚可不止这些。游戏系统继续了败者的惩罚，所有防守失败的国家将面对数倍于自己漏掉的怪物数量。果然该来的还是会来的。其实所有的国家都已经猜到了这个惩罚机制，那就是所有漏掉的怪物都将会在蓝星上出现，只是不知道这个倍数到底是多少倍。本次防守失败的国家总数为213个国家，评级为 D 级，怪物翻倍倍数是2万倍。2万倍！听到这个公告以后，所有的人都愣住了。2万倍，那岂不是说明只要漏掉了一个怪物，那么蓝星上将会出现2万只同样的怪物？而且这些怪物在游戏里面是一堆数据，但是在蓝星上它们将不再是游戏数据，而是真实存在的怪物。第一个防守失败的国家侯国进行特殊惩罚，所有的怪物数量进行翻倍。听到这个公告以后，侯国的民众彻底绝望了。之前因为死亡而出现的地狱火，到现在还在侯国境内肆意破坏呢。现在侯国的代表者居然又是第一个落下了所有怪物的，他是不是怕我们侯国死的不够彻底啊？总共40个怪物乘以2万倍，那就是80万只，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翻倍，那就是160万只。当蓝星上的人民算到这个数字的时候，都震惊了，只能为侯国默默的祈祷着。侯国的传送门将会有160万只丧尸犬来袭，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现在开始死亡惩罚，所有在本次防守中死亡的国家代表者，其所代表的国家所有人智力减少10%。一瞬间，偷国的居民感觉自己变得更加不聪明了。所有人的智力减少10%啊！这让那些死亡的国家指挥官大为震惊。这个惩罚太狠了，简直刨他们人才储备的根基啊！星条国指挥官擦了擦自己头上的汗水，好在这个尼格还算聪明，最后知道自己生命值快没有了，让8只丧尸犬直接进入了大本营，要不然星条国全体居民都要降低10%的智力了。到时候龙国恐成最大赢家。游戏奖励和游戏惩罚都已播送完毕，明天晚上8点将会是第2波怪物入侵，请所有国家的代表者做好准备，所有兵种恢复满血状态。赵毅看了看自己的2个老兵，本来已经下半的血量现在已经满了，还是781点生命值。接下来将进行怪物投放，祝所有国家好运。系统的播放时完成以后，各个国家的传送门开始出现了这些只在直播间出现的怪物，他们长相奇丑无比，全身无毛，嘴角中滴着唾液，看起来十分的吓人，身高近1米，一个普通的成年人恐怕会被直接扑倒在地。蓝星星条国，大量的丧尸犬通过传送门来到了这个世界，他们的出现立刻遭到了星条国游骑兵的攻击。哒哒哒哒，游骑兵手中的步枪还有机枪不停地对着这些丧尸犬进行扫射。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的重机枪阵地对着传送门疯狂倾泻着子弹。但是这些丧尸犬坚硬的外壳能够将绝大部分子弹挡住，只有攻击到眼睛或者嘴巴等脆弱部位的子弹才能将它们击杀。一时之间，这些丧尸犬居然顶着弹雨向前猛冲。换穿甲弹，所有的星条国游骑兵切换了弹夹，他们采用的是星条国研发的爆破穿甲弹。这种穿甲弹在短距离的时候威力变得更大，非常适合这种时候使用。星条国总共漏掉了8只丧尸犬，按照2万倍进行计算的话，他们总共将面对16万只丧尸犬的攻击。这些丧尸犬将通过这个数百米的传送门蜂拥而至。不行啊，这些怪物的数量太多了，而且太难击杀了。请求火力支援，请求火力支援。星条国的战机开始起飞，他们的目标就是这片荒野中的传送门。迅影1号已经就位，迅影2号已经就位，将传送门为中心的方圆200米范围内作为火力覆盖区域进行持续轰炸。是，开始发射空对地导弹。咚咚咚咚，大量的丧尸全死在了这些火力覆盖的炮弹之下。但是有更多的丧尸犬从这道传送门里面跑了出来，他们越过枪林弹雨，越过炮弹轰炸，随后扑向了星条国的游骑兵。整个星条国的阵营乱了起来，随着他们的攻击减少，后续的丧尸犬越来越多。别看这些怪物在游戏里面不怎么厉害，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绝对是一场灾难。他们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就能将一个游骑兵的脖子咬穿。星条国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就更别说了。此时的侯国传送门阵地中只有寥寥数千人，主要大部队都已经追随着地狱火朝着其他地方去了。而现在这个营地将面对160万只丧尸犬的攻击，整个营地变成了一副人间炼狱，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防守。快救救我，我被咬住了，我的腿，我的腿，我还不想死啊！4000人在这160万只丧尸犬中犹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经常看到10几只丧尸犬围攻一个侯国陆军，强大的撕扯力能够直接将人撕成碎片。侯国没有办法，只能将这个营地作为中心进行覆盖轰炸。但是160万只丧尸犬又岂是那么容易炸死的？他们以传送门为中心出来以后，就开始兵分多路，他们的目标是侯国的各个城市。第27章。第二天，这一幕末日游戏通过直播将它展现给了蓝星上的所有人观看。侯国的居民们看到以后，吓得连夜收拾东西跑了。快跑啊！丧尸犬就要来了，再不跑就要死在这吧！我的孩子，谁看到我的孩子了？刚才他们还在这里。老爸老妈，你们在哪啊？整个侯国乱成一团，年纪轻的带着自己小孩逃跑着，年纪大的就在原地等死了。还好我们国家的代表者没有让这些丧尸犬进来。龙国看来只能靠赵毅了，希望他能加油，要不然龙国同样会变成人间地狱。第一晚上都这么惨烈了，那么明天会是怎么样？龙国的直播间中，观众们都庆幸赵毅没有放进来丧尸犬，同时又在对明天的第二波表示担忧。在其他国家还在抵御丧尸犬的时候，龙国已经开始快乐的种田生活了。苍天啊，感谢上天的馈赠，让我们又可以种植其他的物种了。感谢上天干嘛？这个是赵神在末日的游戏中拼死给我们换回来，可不是拼死换来的。赵毅现在还在末日游戏中啃着剩下来的肉块呢。啃完肉块以后，赵毅重新打开了交易平台，自己之前出售的10块肉已经卖出去了6块，赚了60个金币，加上之前闯关获得的金币，赵毅现在总共有211个金币。想了想，赵毅以15个金币一个的价格训练了3个农民，从木质的军营中慢慢地走出来3个身强体壮的农民。领主大人，3个农民对着赵毅毕恭毕敬地说道：“你们3个明天开始干活，2个人进行伐木，1个人进行开采石头，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3个农民看了看赵毅，随后回道：“是，领主大人。”虽然自己可以一直强迫他们进行超负荷劳动，但是这么做会降低忠诚度，完全没有必要。3个农民训练完成以后，赵毅还剩166个金币。这些金币赵毅准备训练战斗单位，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的怪物会是什么样子。多一点战斗单位，多一点保障。至于换什么兵种，那就明天再说吧。今天就好好休息了。赵毅打着哈欠便走进了自己的大本营之中。2个老兵赵毅让他们进行巡逻，保护着领地的安全，还有2个小兵则是守在大本营的门口给赵毅看门，万无一失。就算有中立的怪物进来，自己也能第一时间有反应，不至于遭受到死亡结算。此刻无论你是否防守成功，第一天都已经结束了。与此同时，所有国家代表者都开始了休息，有士兵和防御塔的人能够稍微休息的安稳一点，没有的话就要小心会不会有野生的生物跑进来。有的代表者搂着女性的士兵走进了大本营之中，
虽然女性士兵很抗拒，但只能无奈听命，带来的就是忠诚度哗哗的掉。如果持续这样的话，这个士兵很有可能会做出叛逃或者反派的事情。经过一天的战斗，星条国在游戏时间第2天的时候，终于将城市里所有的丧尸犬全部歼灭。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平民和士兵死亡3万多人，受伤不计其数。1个城市被毁，6个城市被波及到，这算是轻的了。因为星条国本身遭受的攻击数量并不多，再加上星条国本身的实力雄厚，这才消灭了所有的丧尸犬。但是其他国家就没这么好运了。侯国经过1天的抵抗，在早上的时候宣布亡国，让所有的居民自己想办法逃命吧。他们是第一个死在末日游戏之下的国家，在地狱火和160万只丧尸犬的联合攻击下，根本没有办法防守。虽然热武器对丧尸犬有用，但是他们的数量太多了，而地狱火就只有之前购买星条国的武器进行攻击才能有效了，而且效果还不大。大量的侯国居民四散逃离，飞机已经停运，火车已停运，他们只能靠汽车或者靠船只进行逃跑。他们首选的目标是龙国。这么选择的原因是：1. 因为龙国第1天的表现非常不错，获得了第1名。2. 因为龙国的实力在这个世界上算是一流的存在，本身生活水平就挺不错。但是龙国却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宣布过了，任何人都不准进出。为此，其他国家都在网上对龙国进行批评。现在都什么时候，龙国居然还锁国，一点都不自由。就是快放那些侯国难民进去，龙国还有没有良心？这是全人类的灾难，龙国必须放行。国内一些搞不清情况的居民们也纷纷加入了讨伐大军。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做出这么没有道德的事情？我的建议是，开放国门，让所有家园被毁的人进入龙国，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楼上老圣母了，你能不能把你的房子和你的工作让给侯国人？我凭什么要给？不给你再逼逼什么？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放行了以后对于社会稳定和资源有多大影响吗？龙国国内对于到底要不要放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好在龙国大部分人都是清醒的，他们明白这种情况下根本没办法进行放行，要不然大量的亡国难民将会踏平龙国的土地。叮咚侯国国家选择亡国，其代表者失去不死复活的能力。下一次侯国代表者死亡将是真的死亡。如果侯国代表者有能力，可以在后续关卡中获得奖励，说不定能够复国哦。游戏系统的提示让侯国的居民为之一振，但是想了想他们代表者的德行，还是算了，让他复国这是不可能的。侯国代表者一下子软趴在地上了，没想到给他整脱了，没有不死之身了，这还咋玩啊？其他国家有了侯国的前车之鉴，不敢再乱用不死能力了，万一把自己的国家给整垮了，最终受苦的还是自己啊。第2天，赵毅醒来就听到了一个游戏提醒：各位国家代表者早上好，今天给你们的建议是在为晚上的进攻防守的同时，最好探索周边的世界，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哦。听了系统播报的话，赵毅明白了，这不光是一个防守游戏，同时还是一个探索的游戏。赵毅打开交易平台，自己昨天最后4块肉也都卖了出去，去除掉农民的45个金币，目前赵毅还有216个金币。将昨天剩余的肉块放在篝火中烤了烤，赵毅边吃边想，既然游戏已经提示可以开始探索了，那么最好还是按照游戏的建议来。不过在这之前，最好把自己的实力提升到极致。赵毅打开木质兵营看了起来，心想自己的216个金币究竟是升级老兵呢，还是建造其他单位？这个时候，神级提示系统给出了建议。第28章，准备外出探索。检验到宿主正在考虑兵种搭配，现在开始计算各种可能。叮咚，建议宿主建造弓箭手，并且用士兵印记将弓箭手升级为精英弓箭手。精英弓箭手，赵毅有点懵逼。如果说弓箭手可以升级为精英弓箭手，那么为什么神级提示系统不在第1天晚上提示自己呢？后来想想也是，如果精英弓箭手和老兵都能守住第1波的话，那么肯定是老兵比较好，因为老兵不光能够守住第1波，而且还能因为技能多获得一部分的金币，这对于初期的发展来说作用非常大。赵毅想明白了这一点，于是就按照系统的提示开始建造弓箭手。龙国的直播间中，小甜甜和张大帅还有张教授3个人早就准备好了，在这新的1天中，依然是他们担任解说。在这个生死存亡之际，他们3个人回去都没有怎么睡觉，因为过于激动。其他国家还在饱受丧尸犬的侵扰，而他们龙国已经开始种植庄稼了。再过不久，龙国就能吃到除了土豆和玉米以外的食物了，这实在太令人兴奋了。小甜甜看了看直播中的赵毅，说道：我们的代表者似乎又要开始建造新的作战单位了。张大帅点了点头道：确实，谁都不知道第2天晚上会有什么怪物，所以还是将实力提高到最大比较好。小甜甜想了一下，今天早上的时候，
游戏系统提示所有的代表者都可以外出进行探索了。对此，张大帅你怎么看？我觉得这是末日游戏系统给人一个反超的机会，野外必定充满了危险和机遇。张大帅盯着前方的摄像头，对着直播间的观众道，而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增加游戏的可玩性。可玩性？小甜甜有些懵逼。没错，这个末日游戏对于人类来说是生死存亡，但是在高于人类的位面中，只不过是一场饭后游戏罢了。一个物种的存亡，居然是另一个物种的游戏。如果这个游戏仅仅只是防守的话，那就太没意思了。观看者肯定不喜欢这样，因为能够守住第一波的人，很大概率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守住第二波。小甜甜兴奋道：“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就是滚雪球机制吧？利用前期的优势继续扩大优势。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末日系统出了一个探索机制，就是为了给那些后面的人一个反超的机会，也是为了增加观赏性。”此话一出，直播间的观众都觉得有几分道理，就是不知道在这末日游戏后面的是谁，最终的获胜者能幸免于难吗？张教授看了看张大帅道：“如果出去探索的话，是不是过于危险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兵种的刷新时间是在每一天晚上的8点之后。如果说他外出探索的时候，将自己的兵种血量消耗的太多，或者干脆让自己的兵种死亡了，那么他岂不是没办法守住第二波的攻击了？”听了张教授的话，直播间的观众纷纷赞同。我觉得张教授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的代表者就不用探索了，完全可以依靠第一波的2个大2个小的士兵，再加上弓箭手进行防御。确实，而且因为我们代表者拥有4个农民，第一天结束后系统赠送1个，所以在大本营的建设方面也不会落后别人太多，甚至是领先别人。是啊，万一赵毅在野外碰到一个强力的中立单位，那么说不定我们的代表者就守不住第二波。其他国家都在被丧尸犬侵袭，我可不想这样子。虽然大部分观众都不赞成出去探险，但也有小部分的观众觉得外出探险才能保证第一名的地位。我觉得还是进行探索吧，要不然其他国家的代表者万一找到了什么机遇，这点优势瞬间就会被反超。没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除了直播间的观众，解说台的3个人也分成2派。张教授觉得不用外出探索，稳扎稳打的打就可以了，虽然有可能第一名会被人抢到，但很大的概率不会有什么危险。而张教授这个性格，可能就是长时间的探索所造成的谨慎。在外面活动的时候，你不谨慎，很可能随时会死。但是张大帅觉得应该利用目前有的优势进行探索，实在不行再返回就可以。而且以赵毅现在的资金，可以建造4个弓箭手，即使面对晚上的袭击，也有一战之力。小甜甜坐在2个人的中间，手足无措。这个时候，他注意到了赵毅建造出了弓箭手，急忙道：“我们的代表者已经开始建造士兵了，你们2个在这争执，也影响不到赵毅啊。”2个人想想也是，要不要外出不是他们决定的，而是赵毅来决定的。确实，那我们就看看赵毅的决定吧。张大帅说道。没错，赵毅还在为我们拼搏，我们却在这吵架，太不像话了。有了台阶下，2个人也就不再争吵了。但是我们的代表者似乎只建造了1个弓箭手啊，剩余的金币目前还有161个金币，完全可以继续建造啊。张大帅有些迷茫，随后惊呼道：“难道我们的代表者准备给小兵升级？”张教授点了点头道：“有可能，老兵的老练我觉得还能利用下，要不然等怪物变强了，这个技能就废了。”3个老兵加起来有2343的血量，总血量已经超过了星条国的暗影恶魔了。不光如此，3个老兵一起攻击，相当于攻速提高了3倍啊！众人想想十分的兴奋。龙国的代表者赵毅已经遥遥领先了其他国家，但是赵毅却让弓箭手进入了兵营之中。所有人震惊了，原来赵毅是准备给弓箭手升级啊！众人看到兵营一栏果然多了一个升级按钮，但是却是灰色的。在之前老兵升级的时候，这个按钮还是黄色的，灰色的如何升级啊？张大帅疑惑道。赵毅在木质兵营前同样纳闷呢，后来一想，弓箭手的升级需要士兵印记啊，想着就急忙打开了仓库，将里面的士兵印记取了出来，放在兵营的物品栏中。有了士兵印记后，升级按钮变成了黄色，这代表这个弓箭手可以升级了。第29章，带天赋的兵种。我的妈呀，真的可以升级了！我们的代表者神了，他是怎么知道士兵印记可以用于弓箭手升级呢？我就一会没看，这个士兵印记哪里来的？好像是昨天坑了樱花国的代表者，如果让他知道这个印记能够升级士兵，恐怕他肠子都悔青了。哈哈，玩游戏的是能叫坑人吗？那叫合理交易，神 TM 合理交易。不过这让我知道了，赵神不是省油的灯。龙国直播间的观众随意聊天，相比其他国家的代表者，他们显得更加轻松。这也难怪，看着其他国家的直播，就知道龙国的有多安逸了。赵毅点击了升级按钮，
随后从兵营里走出来一个身材高挑、衣着性感的古装女子。为了能够不妨碍她的敏捷，身上的衣服达到了最少化，看起来就很少儿不宜。手里拿着一把木弓，个子约在 1.71 米左右。好漂亮啊，我都以为是某个明星了。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明星那种整容脸能和这种自然的比吗？肌肤娇嫩，神态悠闲，美目流盼，桃腮带笑，含词未吐，气若幽兰，自有一股清灵之气。楼上也是一个文化人了，我只能说一句，卧槽，真 TM 漂亮。龙国直播间的所有人，包括歪果人都震惊了，因为这个弓箭手太漂亮了，而且身材火爆，再加上特有的古代龙国服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我们的代表者不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吧？如果做了，我也不怪他，毕竟书都把握不住，别说这个学生了。呜，末日游戏就是个天堂，我要去。拉倒吧你去了龙国就完蛋了，看看其他国家什么样子。精英弓箭手看了看眼前比自己高一个头的赵毅，半跪下道：见过领主大人。赵毅有些诧异，他倒不是诧异这个弓箭手怎么会这么漂亮，而是觉得这个细胳膊细腿的能有多厉害，自己不会是被这个神级提示系统给坑了吧？小甜甜看着两个解说嘉宾一脸着迷的样子，轻轻咳嗽了下。嗨嗨，张大帅，对于这个弓箭手你是怎么看的？你是说这个性感的美女？不是，这个弓箭手啊。张大帅发现自己说错话了，迅速纠正，随后偷偷的瞄了眼精英弓箭手的属性。姓名：精英弓箭手，种族：人族，生命值650，攻击力25-30，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 0.8， 每 0.8秒攻击一次，防御值0，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极快，攻击范围600游戏距离，个人技能：剑雨，每次攻击触发，攻击5个目标，造成全额伤害。天赋：舍己为人，精英弓箭手牺牲自己的护甲来让周围的友军提高防御，周围700游戏距离内的所有军方单位护甲加1。建造需要金币155，人口1。简介：相比我的人身体，你更应该将目光放在我的剑上。张大帅有些懵逼，他不知道一个弓箭手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生命值，但可以看出来这个精英弓箭手非同一般。嗨嗨，这个美女非常的漂亮。张大帅开口说道。旁边的小甜甜一脸的不高兴道：张大帅，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精英弓箭手的数据，你在说什么呀？啊，这让张大帅尴尬不已。这一幕让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笑开了花。男人，我理解，确实很漂亮。男人都是大猪蹄子，看到美女就走不动路。就是这么看来，还是我们的代表者比较正常，没有那么大的反应。这么漂亮都没反应，难道我们的代表者是一个？张大帅缓了缓，接着道：这个精英弓箭手，我用一句话来评价吧。观众停止了弹幕，想看看张大帅作何评价。张大帅卖了下关子，过了一会道：他一个人就能守住第一波的攻击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震惊了。第一波让200多个国家失守，更是有的国家为此亡国。但张大帅却说，这样的一个女子就能单独守住第一波，这太不可思议了。张教授想了下道：确实，25-30的攻击力，让他2箭就能杀死一个丧尸犬，而且 0.8 的攻击速度 1.6 秒就能射出2箭。1.6秒，这需要多快的手速啊！想不到美女还是个性情中人。听到这个信息，小甜甜也知道了眼前的精英弓箭手有多厉害了。本来以为只是一个漂亮的美女，没想到这么强。此时小甜甜看着她，满眼都是桃花。这样的一个弓箭手帮助龙国的代表者，生存几率又多了很多啊！真是让人不得不爱的女子。不过如此，特有的剑雨技能每次都触发，一个人能对5个单位同时造成伤害。如果他守第一波，至少比2个老兵还要快上1倍的速度来击杀。张大帅接着说道：剑雨，每次攻击触发，攻击5个目标，造成全额伤害。一个人当5个人来用啊！小甜甜兴奋过后，注意到了精英弓箭手的天赋道：这个精英弓箭手好像还是第一个带天赋的兵种吧？是的，这个天赋也是相当好的。虽然这个天赋造成了弓箭手本身没有了护甲，但是身为远程，这点无关紧要。而他的舍己为人精神，让所有的单位都提高了护甲。不愧是舍己为人，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女子，我一定会追求她。张大帅说着这些话，脸都不红一下。张教授白了张大帅一眼：你个 LSP， 你不就是缠人家身子吗？说的这么高大上啊！我是钦佩他的能力和精神。这句话连鬼都不信。末日游戏中，赵毅看了看眼前弓箭手的属性，微微一愣，没想到这个细胳膊细腿的弓箭手居然比自己厉害了一点点。650的生命值，赵毅看了看自己的属性，算了，还是抱大腿吧。第30章，不一样的地方。以后
我就叫你赵兴了。老是叫兵种的名字，感觉怪怪的，所以赵毅给2个战场老兵起名为赵大和赵二，而眼前的这个女的就叫赵兴了。赵兴，半跪在地上的精英弓箭手笑了笑，随后双手抱拳道：“多谢领主大人赐名。”这个笑容让直播间的观众再次陶醉了起来。我的妈呀，我中毒了，中了他的情毒。如果爱情是坟墓，让我来承受吧。起来吧。赵毅对着赵兴说道。是。弓箭手造好了，目前赵毅的大本营已经9个人口了，4个农民占据4个人口，2个战场老兵2人口，2个小兵2人口，弓箭手1个人就占据了2个人口，总共是10/15。本来赵毅以为弓箭手升级为精英弓箭手的时候会将弓箭手的人口抵消掉，没想到是想加的，这就造成了一个精英弓箭手就是2个人口。不过不要紧，目前人口够用，更何况这个弓箭手的能力确实值得2个人口。赵大、赵二还有赵兴跟着我。是。另外2个小兵保护着农民进行开采、伐木，如果有危险的话，第一时间进入大本营之中。是。大本营是不可破坏的，赵毅倒是不担心。如果大本营能被毁了，赵毅第一个将它给摧毁了，这样子怪物就没办法到蓝星了。但想想就知道不可能。其他建筑虽然可以被破坏，但是肯定没有农民重要。只要有农民在，重建的速度很快。想了想，赵毅又来到工作台前，制作了3个小型简易背包，让赵大、赵二还有赵兴都背上了，以免到时候东西太多没办法装下。赵毅安排结束以后，就带着自己的3个手下开始朝着森林里走去。除了赵毅以外，其他国家的代表者都开始了今天的生活。星条国、毛熊国等国家是开局建造兵营的，他们让唯一的农民在家进行开采，自己在外面进行搜索和探险。樱花国和日不落国等国家采用的是防御塔策略，所以他们没有外出，而是抓紧时间弄物资，希望能赶上其他国家的进度。至于偷国和侯国等国家，要么等死，要么就从头开始了。他们落后的实在太多了，只希望今天的怪物能够对他们温柔一点。随着赵毅离开，龙国直播间的画面一分为2，一半是赵毅在森林之中行走的画面，2个战场老兵走在前面，间距在5米左右，赵毅走在中间，后面是赵兴手持弓箭，小心地看着四周。另外一半则是赵毅大本营的直播画面，画面之中辛勤的农民在伐木或者开采石头，赵毅走之前给他们制作了一些石斧或者石镐用于劳动，2个小兵来回巡逻着，保护着这些农民的安全。龙国的直播间中，张大帅看了看赵毅的画面道：看来我们的代表者还是选择了外出这条道路啊。张教授叹了口气，担忧道：希望这次外出能有所收获。赵毅在森林中行走着，突然前方出现了几个奇怪的东西，它们长得像蝎子，但是比蝎子要大上很多，感觉有第一波的丧尸犬那么大了。赵毅数了数，总共7只围在那边，好像在守护着什么东西。按理来说，各个国家的代表者除了有游戏提示之外，是不知道其他中立生物的信息的。但赵毅不是普通人啊，他有神级提示系统。系统，给我看看这个玩意能不能打过。赵毅心里默念着，很快就有了回应。叮咚，前方中立单位水晶魔蝎，数据如下：姓名水晶魔蝎，生命值40%，攻击力3-5，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0.9，每0.9秒攻击1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无甲，移动速度快，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无，天赋无。这个数据在蓝星上的观众都能看到，他们没有赵毅那么麻烦，因为直播页都会有详细的介绍。张大帅看了看，随后道：只能说够垃圾，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肉吃。确实，这个数据也就比昨天的丧尸犬稍微好上一点，但依然不够看。赵毅自然也明白这些怪物对于自己完全没有威胁，直接带着自己的手下冲了过去。不过由于士兵的血量是没办法恢复的，所以赵毅采用的是远程攻击手段。赵兴，去把这几只怪物解决。是，领主大人。赵兴高挑的身材，动作很快，跟之前探索的时候完全不同。来到攻击范围后，赵兴拉开了手中的弓箭。由于游戏的机制，他的弓箭是不需要箭矢的。瞬间，5支箭组成的箭雨飞了出去，每一根都精准的射中了一个水晶魔蝎。这群水晶魔蝎刚刚反应过来，第2波的箭雨就又来了。嗖嗖嗖，瞬间5只水晶魔蝎连中2箭，被射翻在地。剩下2只水晶魔蝎大怒，举着自己的2个大爪子就冲了过来。但是他们仅仅走了1.6秒钟就被赵兴射翻在地。这一幕让蓝星的观众大为震惊。理论数据和实际看到是2码事。此时看到赵兴的牛逼之处，纷纷竖起了大拇指。牛逼啊！我愿意成为女王的舔狗。
舔狗还有你的份？你最多算一个牵狗绳，连舔狗都不配。我现在开始相信他能一个人守住一波了，太强了。人美心善，特效牛逼，攻击强，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赵鑫看到远处的水晶魔蝎被射杀后，露出一抹微笑，随后道：主人，赵鑫已经全部解决了。很好。赵毅摸了摸赵鑫的头，随后向前走去。赵鑫则是愣住了，刚才主人摸我的头，感觉还不错。赵鑫看了看赵毅已经走远，急忙跟了上去。赵毅没有想这么多，刚才摸头只是刚好路过赵鑫的时候表达一下自己的谢意，总不能直接拍着他的背或者肩膀吧，那是男人之间的表达方式。只能说赵毅没有谈过恋爱，这些都是他自己想的。来到刚才水晶魔蝎的地方，赵毅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这里是第31章探险前的准备。这里是一个地洞。龙国直播间的人此时都看到了赵毅前面的场景，原来那几只水晶魔蝎是在这地洞附近转悠，只是不知道这个地洞里面有什么东西。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发现水晶山洞，探索完成可以获得特殊奖励，探索失败有额外惩罚。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发现水晶山洞，探索完成可以获得特殊奖励，探索失败有额外惩罚。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发现水晶山洞，探索完成可以获得特殊奖励，探索失败有额外惩罚。一连3次的播报让游戏内的所有代表者都知道了。第一个在野外获得了特殊机会的居然是龙国代表者，这家伙的运气也太好了吧。心跳国尼哥此时正在野外击杀中立生物，听到语音播报以后丝毫不屑，切，只不过狗屎运好点，早晚会被我踩在脚下。日不落伊丽莎黑，要是能和龙国代表者结成同盟，说不定能够获得生存几率哦。毛熊国哈里俄夫斯基，哈哈，龙国代表者很有趣啊，是个汉子。所有的代表者听到语音播报后态度不同，有羡慕，有嫉妒，还有憎恨的。不少人诅咒龙国代表者进入地洞后直接死掉，这样的话，龙国代表者不光没办法守住第2波，而且还会有死亡惩罚和地洞探险失败惩罚。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有趣了，让他没事干非要跑出来，在自己大本营待着不好吗？龙国的直播间中，张大帅看了看屏幕中的地洞，啧了啧舌。虽然我是主张外出探索的，但是去地洞还是太危险了，就连主张外出探险的张大帅都觉得危险，更别说张教授和小甜甜了。小甜甜道：是啊，虽然探索了这个地洞有特殊奖励，但谁都不知道里面有啥，说不定里面有数据逆天的怪物呢。张教授补充道：野外求生，我也碰到过几次地洞，里面充满了各种危险，空气质量、塌方、各种有毒生物等。虽然这里是游戏世界，不用考虑空气等因素，但是多了怪物啊。我觉得还是不要这个特殊奖励了，继续向前探索，或者返回大本营稳扎稳打。小甜甜听后点了点头，作为解说其中之一的她终于有了自己的主张，但是他们说的没用，一切的决定权都在赵毅的手中。赵毅看了看地洞，里面黑不溜秋的，都不知道有多高。想了想，决定先回去制作几个火把再过来，反正这里离大本营并不算远。打定主意以后，赵毅便准备回去了。在回去之前，当然要将地上的战利品收拾下。将目光放在死掉的水晶魔蝎上，上面就出现了分解按钮。叮咚，分解水晶魔蝎获得虫肉 X3， 硬质甲靠 X1。叮咚，分解水晶魔蝎获得虫肉 X2。叮咚，分解水晶魔蝎获得虫肉 X2， 虫油 X1。看来每次获得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大部分都是虫肉，有的则是空无一物。看来这玩意是有爆率的，不是想获得什么就有什么。赵毅看了看背包之中的虫肉，这玩意真的能吃吗？不管了，到时候烤完以后就放在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吧。7个虫子总共给赵毅贡献了虫肉 X10， 硬质甲靠 X3， 虫油 X5。带着这些东西，赵毅抬头看了看四周，目前这里依然是森林的外围，自己是从什么方向来的来着？随后他观察了树木的影子。吼吼，我们的代表者在观察方向呢。张教授赞叹着，身为野外求生专家，对于如何辨别方向自然明白。小甜甜看得惊奇道：张教授，你给我们说说怎么在外面辨别方向？我可是在城市里都摸不到北。张教授哈哈大笑道：目前我们的代表者在用观察影子的方法鉴别方向。影子？没错，上午影子指向西北，下午指向东北。原来如此，小甜甜都听明白了。但这种方法只适用太阳比较好的地方，如果下雨天或者阴天就不行了。随后他们看向了直播间的屏幕，赵毅已经开始原路返回了。回去的路上，赵毅让2个老兵一前一后走着，自己则在中间。赵鑫身为弓箭手，自然跟在了赵毅的旁边。看来我们的代表者选择原路返回了呀，这个谨慎非常的好。解说间的3个人长舒一口气，
他们还真担心什么都不怕的赵毅突然就跳进了地洞之中，因为以赵毅之前的表现来看，真的有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但是这一幕在直播间的国外观众看来就是怂，切，龙国的代表者也太怂了吧，这就不敢进去了？是啊，我还以为至少会进去看看呢，真没用，就这，好不容易发现的地洞就放弃了，话这么多，自己国家都要亡了，这都忘了，就是居然还有时间来上网，快去看看丧尸犬有没有在你们家楼下吧。龙国的网民自然维护自己国家的代表者，现在这个情况，什么流量明星、八卦头条都靠边站，维护自己国家的代表者才是第一要事。赵毅赶回自己的营地之后，4个农民已经弄了一部分的资源了。大本营附近的高比例树木并不多，此时他们在伐中等比例产出的树木。看到赵毅过来，2个小兵直接敬礼道：“领主大人。”这种敬礼方式是赵毅教他们的，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没什么情况吧？报告领主大人，一切正常，继续巡逻吧。是。赵毅让几个人警戒，自己则来到了工作台之中。点开工作台，列表上面有各种已经解锁东西的配方。赵毅还看到了复合弓，不过目前是灰色的，制作不了。想了想，赵毅决定先制作了火把。这玩意是在地洞探险的重要东西。火把制作需要木材 X1， 重油 X1。简介：可以发出微弱的光芒，持续时间在半小时。赵毅直接制作了5个，全部挂在了身上。要不是重油只有这么多，赵毅都想多制作点了。随后，赵毅又制作了记录板。记录板制作需要木材 X3。简介：可以记录一些东西，立于地上。第32章：勇闯地洞，不怕困难。游戏中的背包只要不超过数量都可以放进去，所以哪怕是1米高的记录指示板也能直接塞进背包之中。这一点倒是解决了赵毅不少的麻烦。随后，赵毅又制作了绳索呀之类的东西，有备无患，全部放进背包之中。目前来说，大本营能够储存的东西不多，总储存格数是12格，木材、石头等一组为100个。好处是这部分物资不会被抢或者被毁，坏处就是容量有限，放不了多少东西。现在来说是够用了，过一段时间恐怕就要制作仓库了。仓库可以被摧毁，并且被摧毁后会损失部分物资，一般用于放置不重要的东西。这个事情等自己回来再说吧。1天的时间，4个农民堆布满自己的大本营。准备好后，赵毅背着东西就向着之前地洞的方向出发。这一幕让龙国直播间的3个解说有点懵，他这是又要去哪了？我刚才看他制作了一些火把、绳索之类的东西，难道他又要回到地洞之中了？看了一会，小甜甜一惊一乍道：“我的天，他真的回到了地洞了！”赵毅此时来到了之前的地洞，随后从背包中拿出来一个火把。游戏世界有些东西确实方便，比如篝火和火把，制作完成后进行使用就可以自己点火了。这就跟按 F 进入坦克一样，不用考虑其他的。赵毅将火把扔进地洞之中，微弱的火光将洞底照了个大概。可以看出高度并不高，地洞地下高度约2米，有一个小小的斜坡通往下面。再往前走就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了。赵毅站起身，随后将其他的火把递给了赵兴和赵大他们。赵兴美瞳看了看，随后轻声说道：“领主大人，我们是不需要火把的，我们可以在黑暗中看到一切。”啊，这赵毅想想也是，对于这个末日游戏来说，自己才是外来者，他们只是游戏中的一堆数据而已。游戏中的黑暗只是对于赵毅这样的代表者设置的，就跟武器和箭矢一样。赵兴射箭可从来没有考虑过箭矢这个东西啊。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赵大，你先下去。是，领主大人。赵大直接跳了下去，2米高的高度并不算高。赵大下去后就向着斜坡的方向走了几步，随后道：“领主大人，目前安全。”赵毅点了点头，随后带着赵兴他们下去。地洞宽度在2米左右，前方是几十米的长道，两边的墙壁上雕刻着奇怪的符文。2个老兵在前面开路，赵毅和赵兴跟在后面。微弱的火光只能隐约看到2个老兵的身影，再往前就是一片漆黑。龙国的直播间中都被地洞的气氛吓到了。好家伙，昨天还是美食直播，今天就变成探险直播了，这里面感觉会有什么不得了的怪物啊！龙国的代表者还真敢下来，居然不怕死。这个时候，前方探路的2个老兵停下了脚步。领主大人，前面有很大的空旷场所，里面有好多的水晶魔蝎。这目光真让赵毅羡慕啊，可惜赵毅看不见。大概有多少只？赵毅问道。1000只吧，可能。这数量倒是超过了赵毅的所想。自己2个老兵和一个精英弓箭手，要杀掉1000水晶魔蝎几乎不可能啊。轻则晚上的第2波不用守了，重则直接当场毙命。
但是现在回去同样不可能了。进入地洞就代表探索的开始，现在离开直接判定为失败，到时候会有失败惩罚的。虽然不知道失败惩罚是什么，但赵毅可不想冒这个险。现在能够知道的就是，这个末日游戏系统一旦惩罚，后果都非常严重。赵毅想了下道：他们的站位分散吗？老兵看了看道：挺分散的，这个平台够大。那就行。赵毅笑了笑，只要不在一起就好办了。龙国的直播间中，相比赵毅，他们看得更清楚。这个直播画面能让他们一眼看到平台中的所有情况。这个平台更像是地洞中的一个巨大的房间，几个粗壮的柱子立在那里支撑着这个地洞，下面是一片片的水晶魔蝎。他们漫无目的的走着，没事的时候可能几只掐掐架。我的妈啊，这么多的怪物，我们的代表者就不应该下来。就是，这下好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们代表者过于莽撞了吧？有点成绩尾巴就翘得高高的。要我说啊，就现在退出去吧，要不然恐怕不光有失败惩罚，还有死亡惩罚，到时候什么优势就都没有了。不光直播间中一片唱衰，就连解说间的赵教授都连连摇头。这么多的水晶魔蝎，以我们龙国代表者目前的实力来看，没办法全部击杀的。张大帅却丝毫不在意。如果是平常可能不行，但你忘了这里是末日游戏了。小甜甜不解地说道：游戏世界怎么了？张大帅道：游戏世界中都是有规则的，大部分怪物都有警戒范围，如果不到这个范围的话，一般不会发动攻击。小甜甜想了下道：好像是的，之前侯国的代表者好像就是进入了牛的范围才被攻击的，我看其他代表者都没有被攻击。张教授思索了下道：你的意思是这种情况还有办法解决？没错，如果我们代表者能够利用这个特点的话，慢慢吸引怪物过来，说不定能够穿过这个大房间。听到张大帅的话，直播间的观众稍微放心了一点。是啊，这个是游戏世界，希望我们的代表者能好好利用其中的规则。即使有这种机制，想要过去也难啊。山洞之中的赵毅对着旁边的赵兴说道：优先攻击靠近边缘的水晶魔蝎。是。赵兴往前站了站，随后拉开和自己差不多长的弓箭，嗖嗖嗖，5支弓箭瞬间飞了出去。这下子大概30多只水晶魔蝎被惊动了。第33章地洞探险。他们用自己的6个爪子快速地向着赵毅这边冲来。其他的水晶魔蝎看到他们动了，没有任何的反应，依然站在原地转悠着。嗖嗖嗖，赵兴将带头的几只水晶魔蝎射翻在地，但是这些怪物的数量太多了，赵兴只能往后面退了退。这个时候就不是心疼士兵血量的时候了。赵毅让2个老兵顶了上去，2个老兵拿着斧头，面对冲过来的水晶魔蝎丝毫不惧，只是手起斧落，手起斧落，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赵兴的箭雨加上老兵的挥砍，这20-30只水晶魔蝎很快就干掉了，而老兵也才掉了10几滴血，就连坚毅附加的血量都没损失掉。这点对于赵毅来说完全可以接受。叮咚分解水晶魔蝎获得虫肉 X3， 硬质甲铐 X1。叮咚分解水晶魔蝎获得虫肉 X2， 叮咚分解水晶魔蝎获得虫肉 X2， 虫油 X1。赵毅将地上的水晶魔蝎分解后，又贴着墙壁向前走去。至于那些被射死在中间的水晶魔蝎，战利品就不要了，以免引到其他水晶魔蝎的注意。这一幕让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得十分兴奋。我就说我们的代表者够牛逼吧，还是让他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可是刚才你不是这么说的啊？你懂个锤子，我那是恨铁不成钢。赵兴太强了，我宣布，他现在正式成为我的老婆。想屁吃呢你也不撒泡尿梳个头看看。刚才没有说话的观众看到此时这些人翻脸比翻书还快，都不乐意了。一有问题就大惊小怪，看不起我们代表者了。就是像我就从头到尾都相信我们的代表者。赵毅贴着墙慢慢走着，将火把贴近墙壁，能够看到墙上的雕刻图案。这里似乎是人工开凿的，不知道是游戏设计成这样的，还是说之前已经有人来过了。赵兴停下脚步，修长火爆的身材拉开了弓箭，顿时一帮水晶魔蝎又被箭矢吸引了过来。赵毅暗叹，有这种拉怪手，过不了多久就走出去了。虽然冲来的水晶魔蝎多，但是在赵兴高射速的攻击下，能来到赵毅面前的没有多少。这个时候2个老兵就顶上去进行攻击，倒也没啥危险性，就是战利品没办法获取了。还有就是老兵原来击杀这种怪物是没有奖励的，想想也是，如果击杀普通生物就有可能触发老练，那自己不就发了？狗日的游戏系统显然不会让自己得逞，要不然这些水晶魔蝎自己拼死也要全杀了呀。想着想着，赵毅一头撞在了赵兴的身上，一只手下意识地向前摸了下，软软的，什么东西啊？啊！领主大人！
赵兴的脸顿时红了，因为刚才赵毅的手摸了摸自己的后背，这一幕让龙国直播间的观众们好生羡慕啊！我们的代表者终于要动手了吗？居然能够忍到现在，我们的代表者已经有了超人的忍耐力了。这个地方不好吧？这么多水晶魔蝎看着呢，不光水晶魔蝎，还有我们10几亿观众看着呢。我的赵兴老婆！解说中，两个男的啧了啧舌，还能说啥？只能是羡慕了呗，就是不知道手感如何。还有等下要不要暂停直播内容啊？赵毅这下也知道挡在自己的前面的是赵兴了。你怎么突然停下来了？害我鼻子都撞疼了。赵毅打开了自己的属性一看，好家伙，掉了一滴血，不愧是习武之人，我的一血就这么没了。赵兴脸红的像苹果，直接半跪在地上道：对不起，领主大人，是我没有注意到后面的你。这话说的有点委婉，人怎么可能后面有眼睛呢？但是他又不应该怪罪赵毅，毕竟那是他的主人啊。赵毅摸了摸自己脑袋，有些不好意思道：没事没事，是不是前面没路了？赵兴看赵毅似乎不在意刚才的举动，红红的脸总算稍微淡了点。是的，领主大人，这里有道门。门？赵毅将火把往上照了照，果然是一道青铜制成的大门。门的两边有2个大型的凹槽，凹槽上面雕刻着2个图案。这2个图案赵毅不认识，一个长着牛角的人类，脸上戴着一个面具，上半身肌肉发达，但是下半身却是一层层的烟雾，看起来有点像赵毅之前世界上的阿拉丁，只不过这个阿拉丁是长了牛角的。另一个则是一个半人生物，下半身是猛犸，四肢极为粗壮，上半身是人类手中拿着一柄长矛。赵毅对这2个裸男没有什么兴趣，他想的是如何打开眼前的之道。赵大、赵二，你们2个推推看。听到赵毅的命令叫他们俩，他们将手中的斧头放了下来。是领主大人。随后他们2个分别站在了2道青铜门的前面，用力的推着。推！这道门纹丝不动。奶一奶的，我都使出吃奶的力气了，怎么还是推不动？看来这道门并不是用蛮力打开的，应该是有什么机关。而这个机关的所在就是上面的2个凹槽。龙国的直播间中3个解说看到了眼前的这个场景，看来我们的代表者似乎陷入了困难。是啊，2个战场老兵都推不开这个门，我觉得可能应该是用机关打开的。不知道我们代表着最终会用什么办法来打开这道门。看到赵毅没办法进去救道门，在龙国直播间中的外国人们都笑开了花，笑死我了！没想到龙国的代表者居然被挡在了门前，那和没进来有什么区别？区别可大了。龙国的代表者要么就是退回去享受失败者呀，要么就在这边一直等到晚上，到时候享受的就是第2波防守失败惩罚。哈哈，以我250的智商都打不开这道门，龙国的赵毅怎么可能打得开？笑死！第一次见到有人夸自己250的智商，你难道羡慕了不成？叮咚检验到宿主想要打开青铜门，现在开始分析。第34章最后的答案。经过计算，这道门为凹槽打开机关，只要将门上的2个凹槽填满，即可打开青铜门。听到系统说的话，赵毅笑了笑，这和自己判断的差不多，就是不知道这个石块会在哪里呢。赵毅看了看周围漆黑的洞穴，陷入了沉思。叮咚，石头块在水晶魔蝎中间保存着。赵毅听到系统提示以后，问了问旁边的赵兴道：你看看这些水晶魔蝎中间有没有什么雕刻着图案的石头？是，领主大人。赵兴答应了下，随后将目光投向了远方的水晶魔蝎群。果然在一部分的水晶魔蝎群中有一种黑色的石头，而这些水晶魔蝎群仿佛就在守护着这些石头一样。石头巨大无比，上面雕刻着各种图案。赵毅听完赵兴的汇报以后微微一愣，听他的这个意思来说，石头居然不止2块，那么其中哪2块石头才是正确的呢？可惜赵毅自己看不见此时洞穴的情况，要不然他就知道该如何判断现在的情况了。龙国直播间中3个解说听到赵毅的话后微微一愣。小甜甜好奇地说道：我们的代表者似乎在寻找2块石头，难道这2块石头就是开门的关键吗？听了小甜甜的话，张大帅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小甜甜急忙问张大帅：张大帅，你是想到了什么吗？没错，我们可以看看青铜门，上面有2个凹槽，而我们的代表者寻找2块石头，应该就是放置在这2个凹槽之中的。大胆猜测一下，只要找对了石头，那么这扇青铜门就应该能打开。听了张大帅的话，直播间的龙国观众们都沸腾了。之前被外国网友打击着都不知道怎么回击，现在听到张大帅的解说还得了。不愧是游戏专家张大帅，居然已经找到了如何将门打开的关键。说什么呢你？明明是我们龙国的代表者先找到了关键所在，然后张大帅才醒悟了过来。说得对，不愧是我们龙国的代表者，短短时间内就想到了应对的方法。气死你们！
我们的代表者即将就要获得地洞探险的奖励了。张教授听了张大帅的说明以后，盯着眼前的直播画面仔细地看着。确实，这个地洞之中确实有不少的黑色石头，而且上面都有图案。但是这个数量未免也太多了吧？张教授数了一数直播画面中的黑色石头，总共有10块，而且边上都有不少的水晶魔蝎守护着。这些水晶魔蝎数量都不少，而且比较集中，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分散攻击。张大帅看到以后点了点头，确实，而且我们的代表者是没有视野的，他不能像我们这样在黑暗中清楚地看到这些石头在哪里。以火把的光线想要看到这些黑色石头实在太难了，肯定会进入水晶魔蝎的攻击范围。国外的观众看到此情此景，十分的得意。哈哈，这些龙国的人真够有意思的，刚才还在兴高采烈的庆祝着，现在却什么话都没有了。先不说他们的开门方式对不对，光是找黑色石头就不是那么容易的，让龙国的代表者在这浪费时间吧。今天晚上第1名将由我们星条国的代表者来获得，没有什么比看到龙国吃瘪更加有意思的事情了。可恶，看来还是不行嘛，就不应该进入什么洞穴的。此时的龙国网民有些后悔，为什么赵毅要进入这么危险的地方？赵毅在洞穴之中抬头看了看墙壁上的画面，这个时候耳边传来了神级提示系统的声音，所需要石头就在这幅壁画中藏着。赵毅听完神级提示系统的提示后笑了笑，果然和自己想的大差不差。随后他将火把对着墙壁仔细地看了起来。龙国代表着不会傻了吧？居然在看墙壁上的图形，这你就不懂了吧？他是在找能够解闷的东西，毕竟他要被困在这里。看他看得那么仔细，难道墙壁上还有答案不成？张大帅看到赵毅的表现以后，似乎想到了什么，惊讶道：“我知道了，这个墙壁上应该有青铜门上的图案，只要找到了对应图案下面的样子，就能找到对应的石头了。”小甜甜一听，十分的高兴：“那我要好好找找了，牛逼，峰回路转啊！”没错，墙壁肯定有提示，要不然这就不是探险游戏了，而是谜语人游戏。龙国的网民十分的激动，和3个解说一同仔细地看着屏幕中的画面，但是看来看去都没有找到和青铜门上一样的图形。奇怪了，根本没有啊！小甜甜看了一眼张大帅道：“张大帅，这个图形别说一样的了，就连相似的都没有，全都是长得奇形怪状的怪物。”张大帅有点懵逼，怎么和说好的不一样？难道这些墙壁图案只是单纯的装饰？哈哈，笑死我了，还要找一样的图案，哪有那么简单？这帮龙国人已经病急乱投医了，我看啊，这个门是打不开了，真让人失望。龙国第1天获得了第1，我以为还有什么牛逼的呢，原来就这。看到龙国网民和解说他的3个人陷入了迷茫，这帮外国人实在太高兴了。末日游戏中，赵毅看了看墙壁上的图形后，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这个墙壁上确实没有和青铜门上一样的图案，但是却有个规律，那就是图形的上方永远都是奇形怪状的怪物，他们有的半人半羊，有的半鱼半人，但没有一个是人类。而在这些怪物下方的图形就是一个个的人类了，他们或跪或趴或颤抖或恐惧，仿佛在害怕眼前的怪物一般。赵毅再看看青铜门上的图形，凹槽上面是一个类似阿拉丁的牛头怪物，还有一个是半人半猛犸的战士，那么他们下方的凹槽肯定是人类图案，而且还是担惊受怕的人类图案。只能说这个末日游戏的背后人实在太恶趣味了，在设计这个地洞的时候居然还考虑欺压人类的把戏。赵毅笑了笑，他早晚会把这个背后的人给揪出来，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赵毅对着旁边的赵鑫说道：“你的眼睛能看到整个广场，帮我看看这些黑色的石头中有没有上面画着人类的。”第35章原路返回。赵鑫虽然不知道赵毅为什么要找这个东西，但还是乖巧的点了点头。随后他的鹰眼环顾四周，他看着有被水晶魔蝎保护着的黑色石头，你别说，还真有2块石头上面画的是人类图案，其他的石头要么画的是怪物，要么画的是云朵花草之类。领主大人确实有2块跟你描述一样。听到这句话，赵毅放心了，看来最终的答案就是这个。赵毅继续对着赵鑫说道：“这2个上面画着人像的石头，距离这里远不远？”一个很近，就在正前方大概600码的游戏记录，另一个在右上角靠墙的位置那边。赵毅沉思了下，近的那个刚好在赵鑫的攻击范围之内，问题不大。另一个在右上角，自己是从左边过来的，只能原路返回，然后从右边走。这样虽然麻烦了点，但是总比横穿整个大厅要好。想到这里，赵毅对着赵鑫说道：“先将近的怪物吸引过来杀掉。”赵鑫看了看近处道：“水晶魔蝎的数量大概在40只左右，我最多只能杀10只，他们就会跑到面前了。问题不大，老兵的掉血量不会超过100点。”听到赵毅这么说，赵鑫不再说什么，拉开弓箭就是5支箭飞了出去。
嗖！龙国的直播间中，3个人看到赵毅的举动都惊呆了。小甜甜惊讶道：“我们的代表者想明白了吗？怎么突然就开始攻击了？只希望他是对的，要不然我们的损失就大了。”张大帅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底气，这个地洞的奖励还没见到过，危险倒是一个接着一个。我们的代表者怎么吸引这么多的怪物过来？他好像是想要前面那个黑色的石头，没听张大帅说吗？石头就是开门的关键，但是这个石头太多了吧？如果每个都要试试，我们代表者带的士兵绝对不够。赵鑫拉着弓箭快速的射击，看起来特别的英姿飒爽，每2次攻击就能带走5个水晶魔蝎。如果不是拥有这个作战单位，赵毅绝对不敢这样做。2个老兵确实强，但是攻击速度太慢了，他们一下一个杀死40个水晶魔蝎得什么时候？领主大人来了！赵鑫射完最后一次箭雨后，立刻向后退去。2个老兵提着斧头就冲上去和水晶魔蝎干架。在赵鑫的攻击下，这些水晶魔蝎没有对2个老兵造成多少伤害，就全部死光了。赵毅看了看2个老兵的血量，一个是699781，一个是675781，这已经非常不错了。要知道他们贴着墙走的时候，可是遇到过不少水晶魔蝎的。现在又消灭了40只水晶魔蝎，生命值才掉了100多，完全能够接受。只希望这次的奖励能够给力点。叮咚分解水晶魔蝎获得重肉 X3， 硬质甲铐 X1。叮咚分解水晶魔蝎获得重肉 X2。叮咚分解水晶魔蝎获得重肉 X2， 重油 X1。赵毅见消灭完了，分解了一点水晶魔蝎后，就带着3个人从自己来的路返回去。水晶魔蝎的爆率还不错，但这些东西感觉没啥用，只会占格子，所以赵毅只分解了一点就走了。再分解下去，自己的背包就满了。看到赵毅的举动，所有人都懵逼了，啥情况啊？他这是要回去了？哈，笑死我了！龙国的代表者最终还是落荒而逃，我都无语了。你回去就回去，干嘛走之前还耗一波？解说台上的3个人同样一脸的懵逼，这个赵毅的举动太怪了。你没事杀那些水晶魔蝎，东西也不要，那你杀他们干嘛？给自己的士兵找不自在吗？但是他们身为龙国的官方解说，不管弹幕怎么样，他们都要相信自己国家的代表者。更何况赵毅之前也有过这样的举动，后来都证实他是对的。虽然这次更怪了，但是他们依然选择了相信。我们代表者应该是准备回去了，回去的途中收集一点材料。张大帅解释着。张教授接过话道：“没错，现在出去不算晚，有赵鑫和2个老兵在，第2天的进攻没多大问题。”小甜甜开心道：“是啊，赵鑫又飒又漂亮，作为女的，我都被她深深迷住了。”3个人尽量挑选一些正能量事情进行解说，但是弹幕上依然对着赵毅攻击不断。这3个人在说什么啊？没看到赵毅都没捡战利品吗？可能是背包放不下了吧？皮革做的背包能放多少东西？放不下，他招引那么多干嘛？真是气死我了！赵毅来到了入口后，没有走出去，而是接着向出口的右边走去。这次依然是贴着墙走，由赵鑫拉怪，2个老兵抵挡。这一幕就连3个解说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刚才他们以为赵毅是想要出去了，所以原路返回，但很明显不是啊，他真的有自己的目的，但就是不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可惜这个直播间不能和赵毅对话，他们只能靠猜测。妈了，我们代表者是不是疯了？我看我们代表者就嫌弃我们龙国太安逸了，想找点事情做做。都别吵，之前不是说相信赵神的吗？怎么翻脸这么快？那是之前，你看看他现在在干嘛？我觉得他可能是找东西。找个鬼啊！再找龙国就守不住第2波了。弹幕上都在猜想赵毅要干嘛，但大家都看不明白，因为赵毅的举动太怪了。张大帅盯着眼前的屏幕，随后道：“看来我们之前的猜想都是错误的，我们代表者根本没想过放弃。”小甜甜撑着下巴道：“但是他到底想要什么呢？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找黑色的石头。”小甜甜好奇道：“他不是看不见吗？怎么知道黑色石头在哪里？”根据游戏规则，我们知道游戏设置一般都是针对代表者的，所以赵毅能够通过赵鑫知道黑色石头的位置。小甜甜听张大帅这么说，仔细的看着屏幕，好像确实是再往前一点就是黑色石头了。张大帅自然看到了，但是他很担心，这石头到底是不是开门的关键？如果不是，那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第36章，小姐姐的正确用法。这样的话，不光没获得奖励，惩罚依然还有，而且自己的老兵损失的血量太多了，会造成第2波防守失败，直接血崩。领主大人，前面就是黑色石头所在地了。赵鑫对着身后的赵毅说道。数量多少？大概有60只水晶魔蝎。居然比之前的一波还要多。赵毅看了看目前老兵的血量，一个已经是612781，
另一个更是跌破了600大关，598、781，就连赵鑫自己也被打了2下，638、650。赵毅简单的计算了一下，赵鑫2次攻击是 1.6 秒钟，可以杀5个。对面假如60个，就需要24次攻击，也就是 19.2 秒钟，实际可能更多。20秒钟，这些水晶魔蝎可以攻击至少15下吧。这样的话，一只输出就在40左右了，60只岂不是2400的伤害？当然，实际可能会少很多，因为随着水晶魔蝎的死亡和体积的碰撞，不是所有的水晶魔蝎都能一直输出的。但保守估计，2个老兵的血量都会下到400以下，这就有点多了。对于晚上的防守来说，会成为隐患。赵毅看了看赵鑫，他的血量目前来说还很健康，仅仅只是被打了几下。作为后排，他的血量完全不需要650点啊！赵毅没有任何怜香惜玉的想法。别人看到赵鑫可能早就上下其手了，但是赵毅想的确实如何利用他的这个血量，好让2个老兵的状态达到最好。赵鑫，你一个人顶上去。赵鑫微微一愣，点了点头。身为游戏数据的他，自然听命赵毅，哪怕赵毅让他死都行，但死后就是掉忠诚度了。领主大人，我们兄弟俩呢？赵大和赵二好奇地问道。他们看了看赵鑫，这个家伙是弓箭手啊。领主大人为什么要让他当前排？你们2个旁边看着，我让你们上的时候，你们再上。啊，这。赵大和赵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终无奈答应。是，领主大人。龙国的直播间中，小甜甜道，我们的代表者似乎又开始战斗了，这次数量还不小啊。张大帅看着密密麻麻过来的水晶魔蝎，有点头皮发麻。这数量也太多了吧，即使靠着赵鑫小姐姐的攻击，也需要好久吧，至少半分钟吧。张大帅回道。半分钟，2个老兵就被锤得半死了。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一幕，全都头皮发麻。他们虽然不在现场，但也体会到了其中的恐怖。这数量远远超过了第一页来袭中的丧尸犬，而且属性都比丧尸犬要高一点。疯了，这还不快跑？往哪里跑？原路返回就是探险失败了。失败就失败了，留在这虽然可能会赢，但是第2页绝对守不住。紧接着他们就看到了成堆的水晶魔蝎冲到了赵鑫的身前。这次赵鑫没有选择往后退，而是继续攻击着。嗖嗖嗖！好在这些水晶魔蝎的攻击不会打断赵鑫的攻击。赵鑫依然抬着手射着箭，每次攻击都是5支箭飞出去，又有5只水晶魔蝎被射翻在地上。但是更多的水晶魔蝎将赵鑫团团包围。赵鑫因为没有护甲，每次攻击都是全额伤害，血量掉得很快。搞什么？龙国代表者是准备搞死这个精英弓箭手吗？哈哈，我看龙国代表者是石乐智，居然让弓箭手在前面，2个老兵在后面站着，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办法吗？国外的网民看到这一幕都乐坏了。这个赵毅最近的举动越来越奇怪了，现在甚至让他手里的王牌士兵进行抗怪，这非常好。只要赵毅胡作非为，龙国必定完蛋，到时候第1名就是自己的了。赵毅在干嘛啊？快点让我老婆退后啊！赵鑫都被围殴的看不到了，跑都跑不掉。张大帅看得有些吃惊，随后说道，我们代表者这么做应该是为了保持老兵的血量，让赵鑫小姐姐牺牲一点自己的血量，减少水晶魔蝎的数量，之后老兵上的话就不会损失很多血了。但是没有人听他的讲解，全都在对着赵毅的操作谩骂。当水晶魔蝎包围赵鑫的时候，赵毅就让2个老兵上前攻击了。大部分攻击都在赵鑫身上，2个老兵周围的水晶魔蝎很少，所以他们2个受到的伤害并不多。渐渐的，60多只水晶魔蝎减少到了20只，赵鑫的血量也下降到了不到200点，187、650，这就够了，再拖下去就麻烦了。赵鑫，快回来！赵毅命令着。是，领主大人。2个老兵将赵鑫身后的水晶魔蝎清除掉，方便他逃跑。剩下的20多只水晶魔蝎，他们一斧头一个。赵鑫跑到安全的地方，随后张开弓继续攻击。嗖嗖嗖！没过几秒钟，最后的20只水晶魔蝎就被清除掉了。妈了，差点把赵鑫给弄死！你们说，我们代表者是不是故意这样的？故意的？你说为什么？刚才张大帅说了呀，为了让2个老兵达到最佳血量啊。众人一听，想想好像有点道理啊。只要前排不倒，赵鑫多少血量都无所谓。前排一倒，别说舍己为人的天赋效果没用了，以他无护甲的体质，根本没办法支撑得住。哈哈，真是极限啊！张大帅笑着说道。看来猜想的和我差不多，我们的代表者这么做，就是让赵鑫来吸收伤害。小甜甜道，我们的代表者一点不浪漫，居然让小姐姐被殴打。张教授听完哈哈大笑，我倒不觉得是什么坏事。赵毅这种性格，能够利用周围的一切，如果其他国家代表者，恐怕早就变成了赵鑫的舔狗了。
肯定不会想到让赵兴来牺牲血量抗伤害。这句话引起了龙国直播间观众的调侃，这是在说我吗？我一定会成为赵兴的舔狗。呜，我的赵兴被打了，一定很疼吧？这么漂亮的小姐姐也下得了手，要是我早就一起进房间了。赵毅摸了摸赵兴的脑袋道，辛苦了。说完便向前查看黑色石头了。这个举动让赵兴一阵温暖。虽然这里是游戏，它是游戏数据，但被制造出来以后，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了。要不然为什么强制士兵做不喜欢的事情会掉忠诚度呢？因为他们是有思想的。叮咚，赵兴的忠诚度获得提升。第37章，奇怪的属性。游戏的提示让赵毅微微一愣，虽然知道士兵是有忠诚度的，但是看不到。这不是关键，关键是自己让他抗怪，怎么还提高忠诚度了？难道这个高挑性感的美女有一种特殊癖好，越打越高兴？咦，赵毅越想越不对劲，身为一个远程，怎么能够觉醒这么奇怪的属性呢？还是离他远点吧。难怪自己之前没有女朋友，原来女朋友要这样对待啊！好甜啊，感觉我们的代表者有点霸道总裁的味道。霸不霸道不知道，但仔细看，我们代表者算是十足的帅哥了。你们刚才发现没？赵兴脸都红了，是不是沦陷了？好像是的，但我们代表者刚才身体颤抖了下，随后索然无味。两个人刚才的举动算是一个小插曲，让直播间的观众放松了不少。至少目前危机解除了不是。切，龙国的观众还在高兴，第二波必死。就是总共3个士兵，2个步兵，只有500多的血量了。赵兴更是可怜，不到200，这一点血量必死。而且不知道龙国代表者为什么要这么做。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直播间，他们想搞清楚为什么赵毅会有这些奇怪的举动，甚至为此让赵兴差点死掉。总不可能是闲得蛋疼吧？士兵在野外死是会掉忠诚度的，他们觉得你不够重视他们。但是在夜晚防守中死亡是不会掉的，因为那是保卫自己的家园。看到赵毅走远，赵兴急忙跟上去黏着他。领主大人，这个就是我们找的黑色石头吗？看到赵兴倾城倾国的脸庞，赵毅下意识地往旁边挪动了下，赵兴却跟了上去，保持着刚才的距离。这个石头就是开门的关键。赵毅见赵兴非要黏着，就不躲了。刚才多亏了他，就让他随便一点吧。赵兴一双大眼好奇地看着眼前的石头，石头上有一面画着一个图形，上面画着一个人类，2只手惊恐地伸起来，仿佛在害怕什么。领主大人，为什么我们要找带着人像的石头？为了满足某些东西的恶趣味罢了。赵毅抬起头看了看洞顶，说不定自己此刻的画面正被其他人关注着。赵毅试着搬了一下，还挺重，只能让自己的手下代劳了。赵大，把这个石头搬到青铜门那里。是。赵大把自己的斧头让赵二拿着，自己拍了拍手，大喝一声就将黑色石头举起来。赵二前面走着，身后则是赵毅和赵兴，还有抱着石头的赵大。我们的代表者已经拿到石头了，但是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找那么远的石头过来呢？小甜甜好奇地说道。那只能说明我们的代表者有信心能一次找到正确的石头。张大帅说得十分的自豪，他相信龙国的赵毅一定是找到关键所在了，要不然不会做出那样危险的举动，甚至不惜差点牺牲自己的一个士兵。切，龙国真敢说这么快就找到了开门的关键吗？以我250的智商都不敢说这种话，龙国的代表者一定想错了思路。刚才那个解说说打开青铜门的关键是用正确的石头镶嵌在里面，这个有可能是对的，但我不相信龙国的代表者能够一次性找齐2块石头。国外网友根本不信，我们相信自己的代表者。大部分龙国网民都对赵毅抱有信心，因为他在第1天的时候也有过奇怪的举动，但最后都成功了。他们坚信赵毅一定会再次创造奇迹。此刻解说台中的3个人攥紧了自己的手，上面流着丝丝汗水，他们都祈祷着赵毅一定要闯过这次难关啊，要不然龙国就危险了。末日游戏中，赵毅让赵大将石头镶嵌在了一扇门的凹槽里面，石头的大小刚好和凹槽一样，这就证明了将石头放在凹槽里面的想法是对的。我们的代表者已经放了1块石头了，再把另外1块放上去，这扇青铜门就应该能打开了。希望吧，就是不知道我们代表者是根据什么样的信息来寻找石头的。张教授缓缓回道。赵大，将另外1块石头放在凹槽里面。是领主大人。赵大说完就向着之前的1块石头走去。这个石头守护的水晶魔蝎早在赵毅返回去的时候就消灭干净了。此时龙国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明白了，原来上次赵毅攻击这里是为了这块石头啊。赵大搬着石头，将这块黑色的石头镶嵌在了另一扇青铜门上。此刻所有的准备都完成了，就等青铜门打开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想要看看赵毅到底成功没有。
龙国观众和解说默默祈祷着，国外观众却在等着嘲讽。等了一会儿，现场没有任何的反应。这一幕让龙国直播间的国外网友都笑尿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要笑死了！龙国的代表者不会真以为自己随便拿了2块石头就成功了吧？他肯定是真的这样以为了。没看到他在旁边立了这么久吗？就在等门开啊！自信是好事，但龙国代表者这样的人，那就是自负了。可恶，看来是选错了。以我们代表者手下士兵的血量，最多还有一次机会。如果最后一次也选错了的话，那么这扇门就打不开了。龙国的观众真是太自信了。你怎么知道这2块中会有1块是对的呢？此时的赵毅盯着青铜门看了又看，这扇门还没打开，难道是有什么咒语吗？还是说自己的思路错了？赵毅又看了一会儿，终于发现问题的所在了。好家伙，原来赵大放石头的时候，居然将其中的图案放倒了。人类的头颅应该朝上，他却朝下，哪有人倒着长？赵大，把这个石头的方向调整一下。赵大摸了摸自己的脑袋，有些不好意思，随后上前调整石头的方向。龙国的代表者不会以为将石头换个方向就能进去了，真是笑掉大牙。他已经黔驴技穷了，没有其他办法。这一招按照龙国的老话来说，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他要是调转一个方向就能进去，我当场就倒立拉屎。赵毅的举动不光让国外观众乐了，国内的部分人也暗暗摇头。好好的优势被搞成这样，我们龙国要完？还不认输，还想着调转方向，有用吗？第38章发放奖励。随着赵大将手中的黑色石头调转了下方向后，这2扇青铜大门发出巨大的声响，吱呀呀的声音充斥着每个人的耳朵，所有人都惊呆了。一时之间，整个直播的弹幕都消失了。3个解说在解说台上嘴巴张大，一脸的不可置信。在这之前，你从来不知道原来人的嘴巴能张这么大。小甜甜的嘴巴更是变成了 O 型，紧紧调转了下石头的方向。难道真的解开了这道青铜门？不可能吧！卧槽，牛逼！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直播，短暂的寂静之后，就是所有人的震惊。整个弹幕充斥着牛逼、卧槽、无敌等字样。我的妈呀，真的打开了！是不是要获得奖励了？不知道这个奖励是个啥？赵神威武，吹爆！刚才说调转方向不会开门的，要不然倒立拉屎的呢？可能已经去酝酿了，到时候记得发个视频给我们看看。哈哈，3个解说在台上十分的激动。小甜甜擦了擦头上的汗水道：吓死我了，真的打开了，真的打开了。张大帅脸上堆着傻笑：是啊，我刚才似乎发现了找石头的关键。什么关键？小甜甜好奇地问道。虽然门打开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赵毅是用什么方法找到的。此时听到张大帅说他了解了关键所在，怎么能不激动？我们代表者找的石头都是人像。人像？没错，根据墙上壁画知道，虽然这些图形都不一样，但是可以分为3种，一个是人，一个是怪物，还有一种是自然景物。小甜甜回想了下之前的画面，虽然画得很奇怪，但能看出来图案代表的是什么，可不就是人和怪物吗？原来如此，这个机关的用意就在于，你不承认人类在怪物之下，就没办法打开这道门。真是无聊的游戏。张教授愤恨地说道，他感觉到了一种无力感，一种被其他生物凌驾之上的无力感。这种感觉充斥着整个直播间。虽然解开了这道谜题，但是这机关用意还有这个层次啊！娘的，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东西在操控，让我知道不打死他。原来人类只不过是其他生物的一场游戏罢了。众人一阵无语。这个时候，小甜甜惊呼道：我们的代表者在门上做什么东西？所有人停止了讨论，将目光放回了直播间。赵毅拿着赵大的斧头在门上慢慢的雕刻着，随后对着身后的3人道：走吧，我们进去。等赵毅走了，众人才看清刚才他在做什么。原来他在怪物的头像上刻了一个死字。看到这一幕，张教授笑了笑。我外出探险的时候，常常会在大自然面前体会到无力感，但人类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靠着战胜一个个不可能的困难。我们的代表者一定不会屈服于被人操控之下。是啊，我们一定会把创造末日游戏的这个人揪出来。小甜甜说着挥了挥自己的拳头，这让众人笑了笑，气氛缓和了不少。末日游戏中，赵毅带着自己的3个士兵来到了青铜门后面。随着自己踏进去，游戏的提示终于来了。叮咚，龙国代表者探索地洞完成，开始发放奖励。叮咚，龙国代表者探索地洞完成，开始发放奖励。叮咚，龙国代表者探索地洞完成，开始发放奖励。一连3声的系统播报，让整个游戏世界中的代表者都知道赵毅完成了探险。我去，这个龙国太强了吧！昨天获得了第1名，今天率先完成一个地方的探险。别让我遇到他，要不然看我怎么阴死他！
真是狗屎运好，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随着赵毅的再次领先，更多的国家代表者嫉妒和憎恨着赵毅。他们只看到了赵毅拿到了各种好处，却丝毫不知道赵毅在这个过程中遭遇的艰辛和危险。好在他背后的龙国一直相信他，3个解说一直为他证明，哪怕不理解赵毅的举动，也不会口头谩骂。这一次，他又一次用行动证明了自己。这个游戏提示让龙国直播间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我刚才还觉得赵神犯傻，我有罪，这也不能怪我们，他的操作太危险了。是啊，毕竟没办法沟通，我们不理解他很正常。你们啊，真是享受着赵毅带来的好处，还张口闭口批判他。对于这些墙头草，众人也没有办法，毕竟嘴长在他们自己身上，没办法控制。龙国代表者探索地洞完成，获得特殊奖洞察之眼 LV1。洞察之眼 LV1 无视黑暗，能够看清士兵的忠诚度。随着等级的提升，洞察之眼的能力会更强。好东西啊！赵毅赞叹着。有了这个玩意，下次在探险的时候就不用借助赵鑫的眼睛了，自己能够更加详细的掌控现场信息，而且还能看看自己属下的忠诚度。赵毅将目光放在了赵鑫的身上。姓名：赵鑫，种族：人族，生命值187650，攻击力25-30，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 0.8， 每 0.8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0，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极快，攻击范围600游戏距离。个人技能：剑雨，每次攻击触发，攻击5个目标，造成全额伤害。天赋：舍己为人，精英弓箭手牺牲自己的护甲来让周围的友军提高防御，周围700游戏距离内的所有军方单位护甲加1。建造需要：金币155，人口1。简介：相比我的人身体，你更应该将目光放在我的剑上。忠诚度90，爱戴。除了能随时看到自己士兵目前的基本信息外，还多了一个忠诚度。随后赵毅又看了看2个老兵，这2个老兵目前还是80，尊敬。没想到赵鑫居然比老兵提升的要快啊！不错不错，赵毅很满意这个奖励。不知道以后升级了洞察之眼能解析什么技能。龙国代表者探索地洞完成，获得图纸2级兵营制作图。第39章超级水质净化器。名称：2级石质兵营。建造需求：2级大本营，建造图纸：石头 X200， 木材 X50， 绳索 X10， 铁矿 X5。一次性解锁3个兵种。赵毅看了看图纸的介绍，2级兵营比1级兵营多了一个兵种，那就有更多的搭配可能。目前赵毅有的兵种是小兵、农民、弓箭手，却缺少强力的单位，如果能有属性过佳的单位就好了。总体来说，2级兵营图纸是必须要的。这玩意赵毅觉得爆率很高，要不然其他国家的代表者没得玩了。龙国代表者探索地洞完成，获得图纸毒箭塔。姓名：毒箭塔，生命值1200-1200，攻击力104-120，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 0.7， 每 0.7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5，防御类型：成甲，移动速度无法移动，攻击范围500游戏距离。技能：淬毒标枪，毒箭塔每次攻击的时候附带毒性，目标每秒15点毒性伤害，持续7秒，效果可以无限叠加。建造需要：金币200，铁矿石，石头 X100， 绳索 X20， 皮革 X10， 由基础箭塔升级而成。简介：不要让它射中，要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赵毅看了看这个图纸，相比系统一开始的赠送的箭塔强力了不少，尤其是它的毒性攻击能够无限叠加毒性伤害，遇到了那种血高甲厚的单位确实有奇效啊。但是缺点也有，那就是没办法移动，而且需要的金币挺多的，再加上是由基础箭塔改造而成的，这更加大了这个箭塔的成本了。短期内没啥考虑的，如果赵鑫附带这个属性就好了，但也只能想想。目前赵毅想做的就是让赵鑫快速的拿着复合弓，加上他自身特有的剑雨，能够一次性攻击10个单位了，而且还附带追加效果，效果棒棒的。龙国代表者个人奖励发放完毕，结束了吗？赵毅看了看自己的奖励，1个天赋，2个图纸，还算不错。赵毅点开了自己的属性栏目看了下，姓名：赵毅，代表国家：龙国，生命值200-200，体力值100-100，食物60-100，饮水99-100，攻击力5-5，防御值3，个人技能无，天赋坚毅，洞察之眼。龙国代表者探索地洞完成，所代表的国家龙国获得超级水质净化器。该超级水质净化器能够净化各种水质，
将其达到可饮用状态。奖励已发放相关国家的领导者，请登录末日游戏 App 领取奖励。这个奖励让龙国直播间的人都愣住了，因为连年的战争让蓝星环境变得更差，水资源不少，但是能利用的水资源越来越少。这个奖励无疑是雪中送炭啊！我去，超级水质净化器，这是赵神给我们争取来的奖励。哈哈，终于能实现喝水自由了吗？不知道这个超级水质净化器是个什么玩意？难道是一台小机器？直播间的观众热切地讨论着。星条国中，星条国的指挥官听到这个奖励，愤恨地将手中的杯子砸在了墙上。龙国的代表者不光通关了地洞，而且还让龙国拿到了超级水质净化器。这玩意星条国都没有，他们龙国凭什么有？给我发个信息给龙国，跟他们说星条国愿意和龙国一同研究超级水质净化器，研究以后造福全人类。是。龙国的地下基地中，龙老听到系统提示以后，小心颤抖地拿出了手机。其他长老纷纷围了上来，他们想要看看这个超级水质净化器到底是什么。龙老啊，手别抖了，再抖这辈子都打不开了。没办法，我太激动了。龙老的手又抖动了一会，终于打开手机进入末日游戏 App。 随着他的登录，他的页面除了直播观看外，还多了一个物品页面，这是其他人没有的，看来是只有各个国家的代表者才出现的页面。点开物品页面，出现了一个个格子，这些格子中有个图标，上面写着超级水质净化器。不过这个超级水质净化器为什么是个球？龙老有点懵逼，随后用手点击了这个球图标，上面多了几个选项：提取、删除、取消。鬼才会删除呢，正常人谁会把奖励删除啊？你说这个末日游戏开发的人是不是傻？龙老颤抖的手点向了提取按钮，这可把旁边的人吓坏了，真怕他点到删除按钮。提取成功。看到屏幕上亮着的字，众人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这个什么超级水质净化器在哪呢？众人找了下，最后在桌上看到一个黑色的球，这个球长得跟足球差不多，浑身黑色。这就是超级水质净化器？这不就是个球吗？我们是不是让这个末日游戏系统给骗了？龙老看了看球，又看了看手机，原来手机上面是有介绍的。超级水质净化器，将其投入水中，能够1小时内净化附近10亿立方米的水质。本来以为这个超级水质净化器是抽水然后净化完再排出来的，就是让水走一个循环，没想到这个东西居然循环都不用走，直接就能让水质达到可以饮用的状态，这太神奇了！而且只要1个小时就能净化10亿立方米的水。要知道龙国1年的用水消耗量在6万亿立方米，这是1年的，而这个东西1个小时就能净化10亿，光是这个东西的理论速度就能满足整个龙国的需求。太神奇了。当然实际中没有那么夸张，因为哪有那么多的水让你一直净化，只能一个一个的水域开始净化了。美中不足的就是这玩意只有1个。哈哈，有了这个，我们的用水就不那么紧张了。是啊，这还真要感谢赵一末日游戏中的表现，刚才我可是擦了一把的汗啊。哈哈，确实够紧张刺激的，我都已经让人在传送门前把守了，没想到是虚惊一场。众人说完笑了笑，回想刚才自己还是不够稳重啊。第40章隐藏关卡。龙老将超级水质净化器递给一个长老道：老七，将这个优先给用水紧张的地方使用，只要有了这个，直接就能将水质改善，做好用水管道铺设就行了。好的。老七接过超级水质净化器后就离开了这个地下会议室。龙老对着周围的人说道：刚才我收到了很多其他国家指挥官的信息，这些国家又说了什么？钱老好奇地问道。龙老缓了缓道：星条国表示愿意和我们共同研究超级水质净化器，毛熊国愿意和龙国达成水资源交易，用技术或者物资兑换，还有的国家希望获得龙国的援助，你们怎么看？钱老哼了下，让星条国别做梦了，他打什么算盘我们还不知道吗？把这个超级水质净化器交给他们研究，能不能拿回来都是问题，让他们自己国家代表者获得不就行了？杀人诛心啊，自己拿不就行了，挺正常的回答，但是在现在听来就别有一番滋味了。啊，原来你们代表者第一波都没守住啊，那就没办法了，只能深感抱歉。龙老听完钱老的话笑了笑，龙国确实应该站起来了。赵毅在末日游戏中拼命为龙国的生存而努力，他们怎么能让赵毅换来的东西交给其他国家呢？不过毛熊国的交易倒是可以考虑。一个长老接着说道：这个超级水质净化器貌似是无需我们管理，可以一直净化，在满足我们龙国需求的同时和他们水资源交易有利可图。众人纷纷点头，觉得可以执行。毛熊国虽然没有以前红熊国那么强大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底蕴还在。
而龙国付出的只是被净化的水而已。如果不是考虑到海洋生态，龙国甚至能直接将这玩意丢进海里。这个事情我们再开会讨论吧，让我们接着看我们龙国代表者的表现吧。众人将目光重新放回了直播间中，这一看把众人吓了一跳。画面之中，赵毅的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长得像蜥蜴人，十分的高大，估摸着差不多2个赵毅叠在一起才有它的高度，手中拿着2把泛着寒光的弯刀，锋利无比，仅仅看着就让人感觉头皮发麻。此时他瞪着自己芝麻大的眼睛，仔细地看着赵毅，但由于赵毅还没有进入他的警戒范围，所以没有发动攻击。龙国直播间中3个解说被眼前的怪物吓懵了。好家伙，通关后还有这个怪物！小甜甜吃惊道：“这应该是属于隐藏奖励了，刚才系统已经播送了赵毅的探险成功。”张大帅解释着：“那就行。”听到张大帅的话，小甜甜总算放心了。隐藏奖励可以选择的就多了，放弃也不会有什么惩罚。我们来看下这个怪物的属性。张教授说道：“姓名达拉内尔酋长，种族兽人，生命值3300，攻击力153-189，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 0.8， 每 0.8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1，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中等，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追踪，达拉内尔酋长标记一个人，随后对着这个人追击的时候加快移动速度。天赋5。看到这个数据，所有人都一脸地无语，这玩意怎么可能打得过？还好击杀这个东西不是闯关的硬性要求，要不然我们龙国就完蛋了。小甜甜开心地说道，这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开心。现在龙国代表者赵毅已经完成了探险，哪怕后面出来天王老子都不怕，自己拍拍屁股走人就行了。确实，我估计末日游戏后面的人物也不想看到毫无意义的战斗，所以将这个怪物安排成了隐藏奖励的守门人。猫捉老鼠的时候还会给老鼠一点希望呢，这样才有意思。必死的局从开头就知道结局了，那看的还有什么意思？既然这个末日游戏背后的生物是猫，就不会让老鼠死得太容易。你们看，后面还有个宝箱呢。是啊，就是不知道里面有啥。还有啥呢？你们觉得赵毅能拿到这个宝箱吗？就是龙国侥幸完成了探索奖励，现在还在做美梦。直播间的观众对于宝箱就不奢望了，因为不可能拿到。赵毅现在走绝对是最明智的选择。末日游戏中，赵毅因为有了洞察之眼的天赋，所以能够在黑暗中看到一切。此时他已经注意到了眼前的怪物，看样子就不是好对付的呀。赵毅嘀咕了下，随后脑海里有了神级提示系统给的对方属性。看到这个属性，赵毅无奈地笑了笑，这玩意怎么可能打得过？153-189的攻击力，自己的老兵恐怕4-5下就被砍死了。这还是老兵拥有护甲和赵鑫舍己为人的前提下。至于赵鑫，运气好点可能就被他一刀秒了。再看看自己这边，对方3000的血量，只能依靠老兵来输出。赵鑫对付杂鱼还行，对付这种强力单位就没啥用了。真的要放弃了吗？但是自己舍不得这个怪物后面的宝箱啊。赵毅又想了下这个达拉内尔酋长的属性和技能，想要正面拼没任何机会，那就只能看有没有机会偷走了。他的移动速度为中等，赵鑫的则是极快。如果用赵鑫勾引的话，确实能够让他攻击不到。再加上这个达拉内尔酋长的攻击方式和技能没有远程的手段，这个方法有门。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达拉内尔酋长的技能了。追踪，达拉内尔酋长标记一个人，随后对着这个人追击的时候加快移动速度。如果这玩意标记到了赵鑫，恐怕赵鑫就要被追上了。还有就是这个达拉内尔酋长有没有所谓的脱战距离？他要是一路跟着自己到大本营去，那自己还要不要活了？赵毅准备让赵鑫试试看。第41章开宝箱。这么厉害的怪物守护的宝箱应该非常不错吧？大不了就是牺牲赵鑫了，反正第2天还能复活。说干就干，赵鑫对着他射一箭，然后我们就原路跑回。赵鑫微微一愣，随后点了点头，反正领主大人的命令照做就是了。嗖，赵鑫拉开弓箭，就是一箭射中远方的达拉内尔酋长。这一箭将龙国直播间的人都看愣了。尼玛，赵毅开怪了，这也敢打？疯了吧！3000的血量怎么可能杀得死？再来5个弓箭手都没用，一刀一个的活。虽然我刚才说无条件相信赵神，但是我现在后悔了。看到赵毅开怪，所有人都疯了。外国人则哈哈大笑，这小子不搞点刺激的事情，看来是不会善罢甘休了。赵毅刚准备跑呢，就看到自己头上被标记了。好家伙，自己站在最后面，居然被标记到了。不过想想也是，只要标记了最远的一个人，那么达拉内尔酋长跑过来的时候，不就相当于一直加速吗？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站在最后面的往往是最重要的人，所以标记他就行了。设计这个达拉内尔酋长的人还挺鸡贼的呀，你站在越后面越危险啊！跑！赵毅一声令下，带着自己的3个手下就跑路了。赵毅原本就站在门口，自己带头第一个就跑了出去。这一幕再次让龙国直播间的人看懵了。好家伙，你这是装完逼就跑啊？我们代表者到底在弄死，给我整不明白了。多损啊，射一箭就跑，这一箭还是在脑袋上插着呢。龙国代表者还想跑，跑得掉吗？赵毅在前面跑着，边跑还边回头看看后面。那个达拉内尔酋长追到门口就不追了，站了几秒钟后再次返回去。赵毅停下了脚步，赵鑫，过去看看这个怪物怎么样了？是。赵鑫的移动速度快，如果达拉内尔酋长还继续追的话，还能再跑回来。此刻赵鑫完全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引怪工具人。赵鑫走过去后，靠在门口探出一个小脑袋，偷偷地看着里面的情况，模样十分可爱。这个达拉内尔酋长依然守在箱子前，不让任何人靠近。他虽然已经看到了赵鑫，但赵鑫没有进入他的攻击范围，他也懒得管。赵鑫看看好像没有什么危险，然后就走了进去，随后走出来对着赵毅招了招手，示意没啥问题。赵毅带着赵大和赵二大摇大摆的再次回去了。我们的代表者怎么又跑回去了？搞刺激搞上瘾了呀？怎么还在这浪费时间？现在游戏时间都下午了吧？直播间的观众搞不明白赵毅在弄什么。你打又打不过，你不走你等啥呢？张大帅思索了下道，我们代表者似乎在试探这个怪物。试探怪物？为什么要这么做？小甜甜好奇地问道。有这个时间完全可以回基地继续发展了，何必在这浪费时间呢？他可能在试探这个怪物的攻击方式和作战距离。试探这个干嘛用？张大帅道，应该在想如何弄到宝箱。具体的，我们还是看看赵毅后面的操作吧。3人间将目光再次放在直播间中。赵毅站在门口思索着，从刚才的举动来看，这个怪物的移动速度并不快，大概和老兵的速度差不多，是完全不可能追上赵鑫的。另一点就是距离宝箱太远的话，这个怪物就会脱战，不会再跟着过来，所以拿了宝箱之后的离开不会有什么问题。既然如此，那么就开始行动吧。首先就是此次作战的站位问题。这个房间是个圆形，赵大站在9点钟方向，也就是进来的门口。它的主要作用是吸收达拉内尔酋长的追踪技能。通过刚才实验已经知道了，这个达拉内尔酋长的追踪会释放在距离他最远的一个人身上，随后会一路跟着他。如果赵大吸收了这个跟踪，跑出这个房间，这个追踪相当于没用了。所以赵大要站在离达拉内尔酋长最远的地方。12点方向站的是赵鑫，他是负责赵大跑了以后勾引达拉内尔酋长的人。赵毅和赵二则站在6点钟方向，等赵鑫勾引了敌人以后，他就过去摸箱子。带上赵二是为了以防万一，万一吸引了达拉内尔酋长，那么赵二就是挡刀的。在这摆龙门阵呢，搞什么架势？此阵看起来挺牛逼的，但是感觉没啥用啊。看到赵毅的阵型，龙国直播间的观众都感觉有些新奇，这个人到底在干嘛啊？万事俱备，赵毅对着赵鑫点了点头，示意行动开始。赵鑫深吸一口气，随后拿出自己的弓箭，瞄准了远方的达拉内尔酋长。嗖，一支箭飞了出去，插在达拉内尔酋长的脑门上。达拉内尔酋长看着四周有点懵逼，随后将追踪放在了离自己最远的赵大身上。赵大看自己中招以后，直接从青铜门走了出去。达拉内尔酋长立马追击距离自己最近的赵鑫。赵鑫射着箭，等达拉内尔酋长靠近以后才开始跑路。一切都按照赵毅预计的作战来进行着。看到赵鑫开始放风筝后，赵毅带着赵二来到了宝箱前面。哈哈，终于到手了！看着宝箱，赵毅兴奋的苍蝇搓手。宝箱里面都有些什么呢？赵鑫此时还在带着达拉内尔酋长一圈一圈地绕圈子，但是想要反手攻击就不行了，因为刚一抬手就会被身后的达拉内尔酋长追上。不过他的目的也不是击杀达拉内尔酋长，所以攻不攻击无关紧要。龙国直播间中，3个人看到这一幕哈哈大笑。张大帅道，我们代表者刚才的测试应该就是为了这一刻准备的，真希望快点打开宝箱看看。小甜甜一脸期待地说着。赵毅在宝箱前双手合十，随后喊道，天灵灵地灵灵，老马快走开。赵二站在旁边一脸的懵逼，这个领主大人在干嘛啊？玄学走完以后，赵毅就打开了眼前的青铜宝箱。第42章有水了。叮咚，赵毅打开青铜宝箱，获得金币 X200。钱目前来说还是挺缺的，建造一个赵鑫出来后，赵毅浑身上下就只有6块钱了。此时获得200金币，对于晚上的防守来说有重大的作用。叮咚，赵毅打开青铜宝箱，获得图纸祭坛。名称祭坛，需要1级大本营
木材 x200，石块 x100，金币 x100，英雄之魂 x1。简介：建造英雄的场所，玩家死亡后可以在祭坛立刻复活。英雄看起来挺厉害的，但是这个英雄之魂是什么鬼玩意？不管了，先收起来吧。赵毅直接将图纸放在了包包里。叮咚，赵毅打开青铜宝箱，获得隐牙护甲，防御值加5，血量加200，体力5。士兵及代表者通用，居然还摸出一个成品装备啊！赵毅有些激动，5点的护甲加上自己原来的3点，那就是8点了。按照这个游戏的护甲减伤机制，自己大概能够减少 32% 的伤害。一个攻击力100的人打在自己身上就是68的伤害。至于体力5倒不是重点，赵毅已经有农民了，大概率不会自己干活，减少就减少吧。看看还有啥。赵毅继续在宝箱中摸索着，旁边的赵二则一直盯着达拉内尔酋长，脑袋从左转到右。他在担心达拉内尔酋长会突然冲过来。这几个人中最辛苦的就是赵兴了。别看简单，他这是豁出性命的勾引。自己和达拉内尔酋长的距离不能太近，不能太远。太远的话，达拉内尔酋长就会调转方向去攻击距离更近的赵毅他们。太近的话，自己就会被攻击到。最简单的就是赵毅了，他只要摸宝箱就行了。叮咚，赵毅打开青铜宝箱，获得兵种刷新符。兵种刷新符使用后可以将兵营中的兵种全部刷新。赵毅摸了摸下巴，这个玩意说有用，挺有用的，那就是可以替换兵种，刚好自己缺少强力的单体士兵。但是也有缺点，那就是全部都替换了，自己想要的兵种就没了。万一换了的兵种不行，那就亏大了。赵毅将这个东西放进了背包，准备等农民建造多一点时候就使用。赵毅又摸了摸宝箱，里面空空如也，4个东西也不错了。赵毅提着宝箱整个朝下垫了垫，还是啥都没有。赵神牛逼，又获得了不少好东西。这个怪物一定气炸了，自己追了半天没追到妹子，结果宝箱还被人偷了。哈哈，笑死我了，还是我们的代表者点子多。龙国直播间的观众都被这一幕逗乐了。正面确实打不过，没想到赵毅居然选择了偷架。赵兴，准备跑路。好的，主人。赵兴将怪物带到了3点钟方向，赵毅和赵二则乘着这个机会直接跑到了9点钟方向的青铜门。最后是赵兴跟了出来，4个人沿着墙边离开了这个地洞。龙国直播间中看到赵毅走出洞穴之后，总算松了一口气，总算结束了。我刚才看那个怪物差点打到赵兴。小甜甜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心有余悸地说道：是啊，过程很惊险，但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代表者每次举动都是有他用意的。赵教授点了点头，没错，而且这次探险的收获非常丰富，获得了不少的奖励呢。赵毅爬出地洞之后，看了看目前的游戏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了，自己之前剩余的烤肉都已经吃完了。赵大、赵兴，你们2个去打猎，弄点吃的。是，领主大人。一定要注意，不要受太多伤害。赵毅叮嘱着。再过不久就是夜晚来袭了，可不能因小失大。是，领主大人。赵大和赵兴向着森林周围走去，寻找其他生物。赵毅则和赵二朝着大本营的所在走去。蓝星地势泥头村，这里是蓝星最缺水的一个城市，整个地势都是缺水大户。由于环境和地理问题，这里的水资源极其贫瘠，更别说战争过后的水资源了。这个村庄中，一帮人提着桶排着队来到村里唯一的水管，等待着取水。怎么又没水了？排前面的一个人摇了摇头，他还是排在前10名的人，到他就没水了，后面的人更别想拿到了。哎，水怎么越来越少了？现在吃的那么少，谁也不够喝，这日子不好过呀。有没有人行行好？家里2个娃发高烧了，只想喝一口水。我家里还有点，娃要紧，先喝点。虽然水少，但是谁家有难还是要帮助下的。困难的地方，大家相互抱团才能活下去。大家走吧，今天看来是没水了。老村长无奈地说道。众人叹了口气，这种情况只能等第2天的水下来了。这时，开着的水龙头突然冒出来许多清洁的自来水，好像有点水了。这谁好白啊？之前都是黄黄的。有水了，都别走，有水了！众村民激动地喊着。之前提桶跑路的村民们再次返还回来，看到水龙头又出水了，十分的激动。水龙头出的水越来越多，最后像喷出来一样。开小点，别浪费了。谁把水龙头开这么大的？这么多水掉外面去了。这群村民缺水惯了，此时看到水资源浪费，十分的痛心。大家都接一点，每人平均1点，有水喝了。众人觉得再开一会就又没水了，所以这点水资源平均的分给了每个人。但是水却源源不断的出来，这让所有人都激动坏了。难道以后每天都有水了吗？
这个现象在龙国缺水地区都有发生，整个地势都有了充足的水资源。龙国的社交媒体上，热搜第一的就是龙国代表者提龙国获得了超级水质净化器。我们家有水了，给我激动坏了！这一切都要感谢赵毅在游戏中的努力拼搏呀！幸福来得太突然，听说再过不久就能吃上其他东西了。因为赵毅的表现，龙国正在慢慢的发生变化。第43章，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赵毅回到自己的大本营，4个农民依然在辛苦地劳动着。他们看到领主大人回来，只是略微抬头看了下。如果不是赵毅让他们偶尔休息，他们恐怕会一直干下去。赵毅将自己背包的东西放进了大本营的仓库之中，随后看了下今天一天的进展：木材 X300， 石块 X200， 茅草 X350， 金币 X206， 虫肉 X30， 硬质甲壳 X10， 虫油 X20。东西还算挺多的，这几个农民看来没怎么休息啊。虽然系统没显示他们的体力，但这可不代表没有啊。赵毅招呼了一声，就让4个农民稍微休息了下。至于毒箭塔和其他的图纸，赵毅则直接使用了，丢在背包或者仓库里也是占据格子。叮咚龙国代表者学会建筑祭坛，叮咚龙国代表者学会建筑毒箭塔，叮咚龙国代表者学会建筑2级石质兵营。自己的建筑栏目多了一些可以建造的建筑。看了看目前的物资，再联想到晚上的防守，赵毅决定再制造一个战场老兵出来，一来可以提高清怪的速度，二来可以让老练继续使用，将利益最大化。叫来了一个小兵以后，赵毅就让他走进了木质兵营之中。没过多久，一个老兵就走了出来，这让赵毅的钱又一次的变成了56个金币。剩下的金币，赵毅又召唤了3个农民，这就剩下最后的11个金币了。穷啊，啥时候能够金币无限就好了。难怪打游戏的时候开作弊器很爽，直接最强，然后碾压，能不爽吗？钱花光了，接下来就是想办法赚钱。赵毅将虫肉烤了一烤，最后放在交易栏目上进行贩卖。第二天，很多人都搞到了食物，食物的价格上不去，因为2天的时间足够大部分人造出兵营了，他们可以带着自己建造的士兵外出进行狩猎。不过也有不少选择防御塔防御的国家代表者，这种人就没办法外出探险和寻找食物，所以还是有点市场，但不多。赵毅看了一圈，最终定价为3个金币一个。没办法，第二天食物已经来到正常价格了，虽然肉价还是可以，但是大部分代表者已经知道金币的重要，不会轻易购买贵重的肉块，只为享受一时的口欲。加上这玩意是虫子的肉，卖点便宜点才能卖得快。赵毅自己留着也没啥用。趁着赵鑫还没回来的功夫，赵毅浏览了下目前有的交易栏目，大部分还是以物换物，比如什么木材交换石头啊，或者茅草交换木材，甚至还有人想要交易铁矿的，这玩意即使有，应该也没人拿出来卖吧。稀缺东西，赵毅看来看去，最终还是发现了一个不错的东西，那就是樱花国贩卖的好东西。他居然有一张采矿机的图纸。这个游戏中采矿2种获得方式，要么用人一镐一镐的敲着，产量极低；另一个就是建造采矿机进行采矿。这玩意只要入驻农民后就能自动采矿，产量会提高不少。没想到樱花国的选手居然有一张，这东西给樱花国的选手那就太浪费了。拿来吧你！龙国直播间，樱花国网民们看到赵毅又要找樱花国选手割韭菜，都急死了。八嘎，你要是再敢忽悠我们国家的代表，我们就要让你有好果子吃。你能不能去骗骗其他国家的，别老是盯着一个羊使劲的薅啊，都薅秃了。龙国这种不道德行为，我强烈的谴责。樱花国的观众十分的崩溃，但是龙国的网民们却笑开了。你的东西很好，但是下一秒就变成我的了。拿来吧你！交易吗？有亏有赚很正常。看到这一幕，樱花国的最高指挥官直接拿起了手中电话，打给了龙国的龙老。龙国的地下基地中，龙老在会议桌前拿起手机看了一眼，便接通了。龙老，你们代表者未免也太过分了吧？龙老对于樱花国指挥官的职责丝毫不在意。过分吗？正常游戏交易罢了。龙老，你这样是会挑起两边战争的。现在立刻让你们代表者停止这种诈骗行为。龙老笑了笑，战争或者停止交易行为，这两个事情，你有本事的话，我不会拦着你。说完，龙老挂了樱花国选手的电话。笑话，别说龙国没办法通知赵毅，就算能通知，龙国也只会告诉他让他放手的干吧。樱花国的指挥官气得一下子将手中的手机摔碎。八嘎，给我接通星条国指挥官的电话。是。赵毅点开樱花谷的选手，随后发了一条私聊过去。好家伙，又有好东西了。樱花谷的选手看到赵毅私聊，有些高兴。昨天他就是因为吃了赵毅的肉恢复了体力，这才守住了第一天。
这让他的国家不光没有受到丧尸犬的骚扰，反而还获得了风调雨顺的效果。樱花国代表者，龙哥，你可真牛啊！今天我又通过游戏播报听到了你的名字。樱花国代表者，昨天就获得了防守的第1名，今天又是第一个通关了地洞探索，真是太厉害了。樱花国代表者，这个钦佩倒是真的。作为宅男的他，整天幻想穿越，现在确实穿越了，但是缺少的东西很多：暴乳女祭司、性感精灵女、妖艳的魅魔、强势的女骑士，这些东西统统没有。他现在只想稳点，不给自己的国家添麻烦就行了。要是能躺赢就更好了。赵毅笑了笑道：“这个事就不说了。龙国代表者，不过你这个采矿机的蓝图是从哪里来的？”樱花国代表者：“哦，你是说这个采矿机蓝图啊？”樱花国代表者：“我外出的时候在外面捡到了一个宝箱，打开了以后，里面除了资源就是一张这个图纸了。”赵毅有点懵逼。好家伙，这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樱花国代表者，不光日子过得不错，就连运气都很好啊。不过很可惜，你的好运到此为止，因为你遇到了我。这么说来，不知道是你的运气好还是我的运气好呢？因为这些东西相当于是你帮我捡的。第44章，薅羊毛。龙国代表者，那你这个图纸准备怎么卖啊？樱花国代表者，准备卖点金币。龙国代表者，卖多少？樱花国代表者，200金币，毕竟这可是一个图纸。龙国代表者，龙国代表者，作为过来人告诉你，图纸没啥用。今天我下地洞的时候，光是图纸就扔了78个。樱花国代表者，为什么要扔啊？这让樱花国代表者有点懵逼。难道图纸没啥作用？龙国代表者，因为太多了呀，背包里放不下，就挑选了几个扔了。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一幕都笑尿了。神他妈扔了7、8个，总共没获得几个，忽悠人倒是挺厉害。你接着忽悠，我看你能不能把樱花谷的选手忽悠瘸了。樱花国的选手在自己的领地微微一愣。龙国的选手下过地洞探险，那是游戏语音播报，肯定假不了。但是获得了什么奖励就不知道了。此时看到龙国赵毅说的话，樱花国选手渐渐有了一丝怀疑，那就是这个图纸到底值不值钱？有用是肯定的，因为这玩意是有图纸才能制作的。但是爆率，那就不知道了。但想来爆率应该很高吧，因为自己捡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容易了。这就导致他怀疑是不是真像赵毅所说的图纸哪里都是。难怪自己在这卖了半天都没几个人过来询问，原来是大家都有了呀。其实没人询问，是因为樱花国选手标价太高了。200个金币在前期是非常有用的。另一点就是采矿机根本不是前期必须要的东西，所以大部分人都只是看了一眼便离开了。但是赵毅的进展速度很快啊，已经超过了大部分人。他现在就是需要这个采矿机才能开始后续的发展，浪费时间会让后面的人追上。樱花国代表者，难怪我在这卖了半天没卖掉，原来图纸的爆率很高啊，多谢龙哥提醒。龙国代表者，不客气。我再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樱花国代表者，龙哥，你真是太客气了。什么消息？樱花国代表者心里十分高兴，又白的一条排名第1龙国代表者的建议，这一定非常的有用。龙国代表者，你知道所有的建筑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樱花国代表者，不知道。龙国代表者，所有的建筑中兵营是最重要的。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能够下地洞吗？樱花国代表者，为什么？樱花国选手不知不觉就跟着赵毅的节奏走了，这下可急坏了樱花国的所有居民了。八哥，你能不能不要再问为什么了？我们代表者是不是没出过社会啊？感觉被骗起来很简单啊。田中桑，你千万不要被骗啊！这让龙国网民笑开了花。之前一段时间都是国外的网友碰瓷找茬龙国，现在终于是惩罚他们的时候了。赵毅勇敢飞，姐姐永相随，马上就要忽悠瘸了吗？我在等着呢。这怎么能叫忽悠呢？兵营肯定是最重要的呀，我们代表者没有任何忽悠的意思。龙国代表者，因为我建造了兵营以后，刷新出来了神兵，我带着神兵直接躺赢整个地洞。樱花国代表者，原来兵营这么厉害啊，但是我却先建造了防御塔。龙国代表者，这条消息就免费送给你了，赶紧建造兵营吧。樱花国代表者，我也想建造啊，但是因为我体力少，所以伐木比较慢，目前还差50根木材。樱花国代表者，现在天已经要黑了，根本没有木材了。樱花国代表者，要不然我用金币买点吧。龙国代表者，不行，用金币买，你还有什么钱建造士兵？樱花国代表者，那怎么办？第二波岂不是等死了？龙国代表者，这样吧，你把这个采矿机图纸交给我，我给你50个木头。樱花国代表者，这多不好意思啊，一个垃圾图纸居然收您50个木头。龙国代表者，在此等危难关头，大家互相帮忙是应该的。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以后有什么好东西优先考虑到我就行了。
樱花国代表者，一定，一定。樱花国的代表者兴高采烈地和赵毅交换了采矿机图纸，赵毅给了他50根木材，这让他十分感动。赵毅交易完成后，拿着采矿机图纸，兴高采烈地看了起来。名称：小型采矿机，需要1级大本营，木材 X50，石块 X50，金币 X100，铁矿 X20。简介：采矿的小型机器能够提高开采速度，是单人开采的10倍。赵毅看了这个图纸，十分的满意。有了这个小型采矿机，一个人就相当于10个人来用。挖矿的速度目前还不知道，但想来应该不快。这个图纸保障了自己后续发展的进度。龙国直播间，3个解说看到赵毅的操作，笑得前仰后合。张大帅道：“我们龙国代表者真是太坏了，利用自己被游戏语音通报过的优势，狠狠地打压了图纸价格。”是啊，游戏中的代表者信息获取的方式有限，不像我们能够全方位的浏览。要不然的话，我们代表着绝对交易不来这张小型采矿机的图纸。不过，我们龙国提供给樱花国的信息也很重要。如果樱花国的选手一直造防御塔的话，很有可能会在中后期崩盘。没有图纸改造的防御塔，我觉得后面没有多大作用。直播间的观众们听完表示认同。龙国代表者这次行为绝对是乐善好施，倾囊相助。是啊，如果一直不建造兵营的话，就没有办法外出探险，后期肯定跟不上。那这么说来，我们龙国代表者还帮助了樱花国吧？当然要帮助一把了。樱花国的代表者，那是我们主角的幸运白羊啊！八嘎，明明你们就是连坑带骗，居然还说成帮助我们，良心大大的坏！看到樱花国的网民气急败坏的样子，整个直播间充满了欢快的气氛。第45章被烤肉所折服。赵一刚把图纸放下来不久，赵兴和赵大就带着一头羊回来了。这头羊是赵大进行驱赶，赵兴进行攻击拿下的。领主大人，这是我们带给你的食物。赵兴兴高采烈地说道。赵毅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将这头羊给分解了。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独角羊，获得肉块 X25， 皮革 X10， 受精 X5。还不错，肉块挺多的。赵毅丢了5块放在篝火中进行烧烤，剩下的20块就放在了仓库之中。这是自己明天出去的食物。本来赵毅还想丢几块进交易市场的，想想还是算了。现在丢进去不是砸自己虫肉的市场吗？龙国直播间看到赵毅又开始了烤肉，都十分的羡慕。美食直播又开始了，看着代表着手中的肉块，我嘴中的玉米突然不香了。我嘴中的玉米就从来没有香过。叮咚，偷国代表者死于中立生物，现在开始死亡惩罚。赵毅吃烤肉，听到游戏提示后微微一愣，看来不光自己，还有很多其他代表者都选择了外出探险。通过樱花国，他知道在野外获得宝箱是没有游戏提示的，因为自己根本没有听到樱花国代表者有捡到箱子，但他确实有了好东西。只有像自己这样进行一种类似副本的探险，才会有所提示。所以这一天应该也有不少的玩家代表者获得了奖励，只是自己还不知道罢了。但是现在赵毅有信心，自己依然是遥遥领先的那个。对于偷国的死亡惩罚，赵毅倒是没有很在意，反正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偷国死亡惩罚所代表的国家全员寿命减少3年。偷国死亡惩罚，偷国代表者随机一项属性减少 20%。 这一天，整个偷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人都感觉自己老了一些。一天一天的变化，想要发现非常的难，但是一瞬间3年的变化还是会让人大吃一惊的。皮肤开始变得松弛，头发变得花白。时间正在飞快地流逝着，个子开始长高或者缩短，老人的背更弯了，中年人的肚子变大了，整容的脸也扛不住岁月的痕迹啊！我们国家的代表者在弄什么呢？上次放了几10万只丧尸犬进来，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掉，现在又给我们全员减少了3年寿命，这是想坑死我们吗？就不能给我们争气点吗？看看人家龙国到现在啥事都没有，奖励还获得了不少。龙国代表着现在还在吃烤肉呢，我怀疑龙国贿赂了这个游戏的裁判思密达。没错，向来只有我们偷国能够贿赂裁判，龙国必须把作弊的方法告诉我们。马上就要到第2页的进攻了，但是大部分国家第1波的丧尸犬还没有解决呢。这些丧尸犬虽然速度快，攻击高，但毕竟不是高智慧生物。这些被入侵的国家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居高临下进行攻击。他们只要在2楼以上的高度对着下方进行攻击即可。因为这些丧尸犬虽然跳得高，但绝对跳不上2楼，而且以他们的智慧也没办法开门。现在蓝星上还剩余丧尸犬的国家，街上没有一个人，到处都是游荡的丧尸犬，他们占据着这些城市的各个地方。虽然丧尸犬的数量多，但影响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大了。至少这些国家的居民生命能够保住，但想要正常生活就不可能了。
各个国家的居民只希望自己国家的代表者千万不要再放其他生物进来了，要不然就没有办法活了。赵毅吃了2块烤肉以后，就将剩下的3块烤肉递给了赵兴和赵大他们。他们3个人跟着自己今天外出，这是给他们的奖励。3个人微微一愣，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赵毅要给他们东西吃，因为他们的数据中是不需要进食的。多谢领主大人，但是我们不需要吃东西。赵兴看着赵毅回答道：我知道你们不饿，这个是给你们尝尝味道的，我对于自己的烧烤技术还是很自信的。赵毅笑着说道：但是领主大人，这都不是篝火自动烧烤的吗？赵兴好奇地说道：啊这……赵毅有些无语，赵兴这孩子居然这么实诚。赵兴似乎发现自己有些拆台，尴尬地笑了笑，随后便接过了赵毅递过来的烤肉。赵大和赵二见赵兴接了，自己也接了过来吃。赵兴朱唇轻启，小小的咬了一口，随后两眼放光。他刚训练出来，对于一切都是陌生的。这个烤肉也是他第一次吃的食物，没想到居然会如此的好吃，外焦里嫩，口感非常的好。我的女神被一次烧烤给征服了，你要是能请我吃一顿烧烤，我也能被你征服。啊这，我对男的没兴趣。龙国的网民看到这个情况，又是羡慕又是嫉妒。吃的是烤肉，喝的是山泉水，旁边还有赵兴这样的美女作伴。赵兴他们虽然不需要借用食物来维持生命，但这不代表他不会通过食物来获得满足。相比赵兴的细嚼慢咽，旁边赵大和赵二娜绝对是恶鬼投胎转世，吧唧吧唧2口便把烤肉给吃了。真好吃，想不到烤肉居然这么好吃。是啊，希望以后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2个人意犹未尽地说道，随后又将目光放在了赵兴手中的烤肉上。赵兴自然不会给他们2个的，这可是领主大人给的，就算不吃也要收好。赵毅笑了笑说道，这玩意儿就算好吃了吗？没有盐没有胡椒，顶多算能吃下去罢了。赵大和赵二两眼放光，领主大人，你的意思是还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赵毅点了点头说道，是啊，不过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调料，如果有的话，看我以后做好吃的给你们吃。赵大和赵二光是听着哈喇子就已经流了一地。赵毅用自己的洞察之眼观察了3个人，没想到自己仅仅是一块烤肉，就让3个人分别加了2点忠诚度。第46章，第2天的怪物。赵兴的忠诚度达到了92点，上面显示的是崇拜，那么看来90点以上就是崇拜级别了，应该是最高的了。而赵大和赵二2个人则是82点，写的是爱戴，这是赵兴之前的级别。这次增加应该是他们第一次吃到食物表达的好感，后续应该不会再添加了，要不然就太容易了。这也让赵毅知道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些士兵只要把他们当正常人来对待，忠诚度绝对不会低到哪里去。剩余5分钟怪物入侵，本次怪物数据如下：姓名猪头人，种族兽族，生命值7575，攻击力5-7，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1， 每 1.1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中等，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后盾。猪头人的皮太厚了，除了混乱攻击以外，所有的攻击减少 10% 的伤害。天赋无。简介：勉强算是怪物给你们的福利关卡。有了上次的事件，没有人再敢嘲笑这些怪物的属性低了。上次的丧尸权属性更低，但还是让200多个国家防守失败，这次可是比上次还要强力不少啊。看到眼前的怪物数据，小甜甜对着旁边的张大帅说道，张大帅，这个怪物我们代表者能不能守下来？张大帅想了下道，这个怪物的属性可以说是第1天的怪物翻倍了，血量达到了75点，攻击力在5-7，再加上他特有的技能后盾，能够让他抵消 10% 的伤害，让他更加难死。但守住应该问题不大，对于其他国家的代表者来说，只能自求多福了。张教授说道，受到 10% 的伤害减少，再加上原来的护甲防御，那岂不是说明这个怪物能够抵消 25% 左右的伤害？张大帅点了点头，是啊，老兵的攻击力在83至94之间，如果减少 25% 的话，那么就在60多到70出头，很有可能不能一下干掉眼前的怪物。听到张大帅的话，龙国直播间的观众都急了，不能一下一个，岂不是说明要浪费好多的时间？浪费时间倒是次要的，这让这些怪物攻击的次数更多了。以老兵现在这样半残的身躯，能够挡住吗？如果老兵不能一下一个的话，速度就会慢上很多，那我们的代表者是不是会死啊？毕竟老兵的血量有2个人有400-500多的，不知道啊，这个计算方法太过复杂，但是我觉得失手应该不可能，但也没办法像之前那样将利益最大化了。直播间的观众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意见不一样，但大部分人表示赵毅绝对没有第一波那么轻松了。张大帅道，
具体的我们还需要看一下数量，如果数量只有30-40个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一切还是要看数量的。如果这波数量就20只，很多国家应该都能守下来。如果达到了50-60只，估计赵毅都悬了。之前面对60多只水晶魔蝎的时候，都差点翻车，更何况这些怪物比水晶魔蝎还要猛。这时，游戏的语音播报来了，本次怪物数量为45只，请各位做好防守准备。防守失败和防守成功的奖励将在所有国家完成后统一发放。45只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赵毅看了看自己身边的士兵，如果让老兵进行攻击的话，那么就需要45乘以2 90下攻击才行。目前赵毅有3个老兵，那么就是每一个攻击30下，理论时间是33秒，实际上可能需要更多。在33秒里面，一个怪物造成的伤害大概在140多点左右，想想还是有点恐怖的。这还是一个怪物造成的伤害，但是赵毅并不担心，因为他完全可以让赵兴在后面参战。有了赵兴的输出，那么老兵攻击残余血量的怪物依然只要1下1个。除了赵毅外，其他国家的防守者都在计算自己守住的可能。樱花国宅男在和赵毅交易完后，终于凑齐了兵营的建造材料，他也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士兵灰熊。他的优势在于他还有防御塔，所以他建造的士兵以前排为主，而他的士兵中刚好有足以担任前排的士兵，那就是灰熊了。姓名灰熊，种族野兽，生命值925，攻击力99-105，攻击类型攻城，攻击速度 1.2， 每 1.2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中等，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无，天赋无，血高还是重甲，抵御这次怪物入侵问题不大。这一点上倒是让樱花国的选手蛮感激龙国的赵毅的，要不是他，自己今天晚上可能就失手了。星条国代表者吸收了失败的教训以后，他建造了防御塔，这个选择让星条国的指挥官气炸了，因为防御塔虽然属性和攻击都不错，但没办法移动啊。他怎么算也没算到，尼哥居然会选择造防御塔而不造小兵。其实这点上也不能怪尼哥，因为他不知道升级小兵的办法，所以哪怕建造了小兵也没办法升级啊。而小兵如果不升级的话，就是一个废物，完全不够看，而且还占据人口。时间到，现在开始发放怪物。各个代表者营地的周围开始出现了名为猪头人的怪物，他们身高和老兵差不多，脸部是一只野猪头，上面还长有獠牙，手中是拿着类似流星锤的武器。与第一波相同，这些怪物都是从一个方向过来的，而且还立在原地，给了代表着一些准备时间，随后才开始缓慢进攻。相比第一波的丧尸犬，第二波的猪头人在速度上稍微慢点。赵毅带着自己的手下向着猪头人走去，他这次依然选择在大本营前面开始防守，这将缩短怪物过来的时间。3个老兵再外加一个小兵，血量充足的老兵和小兵往前站。第47章，第一个被灭亡的国家。赵大和赵二由于血量只有一半，所以他们站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再往后面就是赵兴了。赵兴盯着眼前的猪头人，拉开了自己的弓箭，去死吧！嗖嗖嗖，瞬间5支箭飞得出去，刚好射中前面一排的猪头人。他们每个猪头上都插着一根箭矢，被赵兴攻击了一次后，这些猪头人的血量刚好下降到被老兵一击斩杀的地步。所以赵毅这边的攻击方式很简单，由赵兴这边进行第一轮攻击，随后3个老兵和小兵上去补上攻击。老兵手中的巨斧对着猪头人就是一个猛劈砍。我去你 M 的！老兵暴躁的脾气直接开始了自己的表演。+5+1，3个老兵将冲在前面的猪头人击杀干净。赵毅微微一愣，这些怪物的赏金似乎变多了。丧尸犬是一只3块钱，但是这些猪头人却是一只5块钱，再加上老练，着实能赚上一把。赵毅看着对面扑面而来的猪头人，默默地将自己打到的装备给穿上来了，以防万一，到时候说不定还要有自己登场的时候。穿上盔甲以后，赵毅点开了自己的属性一栏，姓名赵毅，代表国家龙国，生命值400，体力值100-100，食物60-100，饮水99-100，攻击力5-5，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混乱，攻击速度 1.5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8，防御类型国王，个人技能无，天赋坚毅洞察之眼，8点防御，理论上能够抵消 32% 的伤害。猪头人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不会超过5点，自己最少可以抵御80次伤害。场面看起来挺吓人的，赵大和赵二更是只有400-500的血量，但问题不大。
龙国直播间中，3个解说看到赵毅的指挥，默默称赞：“我们的代表者真是聪明啊，这样子能够缩短击杀时间，而且能将老练发挥出来。”小甜甜开心地说道：“看来怪物的加强并没有对赵毅产生什么影响。”张教授称赞着：“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赵毅都不会惊慌，这一点让他敬佩不已。”是啊，缺点就是赵兴的散射好像不受控制，这是张大帅发现的特点。赵兴总共能射5支箭出去，但是除了主目标以外，剩下的4支箭好像是随机发射在4周怪物身上的，这就导致了很多猪头人被赵兴持续攻击了好几次。其实他们的血量早就达到了老兵的斩杀范围之内，有的甚至直接被赵兴给射死了。这一点就非常可惜，因为没办法触发老兵的老练技能了。对此，赵毅倒是没有多大的反应，只要能获得第1名防守，奖励绝对比这几块钱丰厚。再说，如果不让赵兴参战的话，老兵估计挡不住猪头人的攻势。虽然赵兴可能会误杀几个，但问题不大。随着猪头人越来越多，3个老兵和1个小兵渐渐被怪物包围了。排在第1个的老兵是赵无心训练的，此时781点的血量已经下到了300-400，并且还在持续下降。至于唯一的小兵，早就已经死在了猪头人的围攻之下，但影响不大，他本来就是用来挡刀的，而且在晚上防守的时候，死亡不会掉忠诚度。所有的代表者都尽可能的用好身边的资源。眼前的这一幕虽然对赵毅影响不大，倒是让龙国直播间的人捏了一把汗。我怎么感觉我们代表者要守不住了？是啊，还不如退守大本营呢，那边地势没有这么开阔，退守不可能的，建筑会被攻击，而且没办法拿第1。都什么时候了还第1？能活着就不错了。末日游戏，侯国代表者。由于自己的国家被灭，导致侯国代表者丧失了不死之身。虽然侯国代表者想要力挽狂澜，将自己的国家和自己拯救于水火之中，那是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失去了第1波关卡的全部奖励，导致他的金币完全不足，只有初始的几百个金币，而这几百个金币仅仅能够制造出一部分士兵。守第1波还可以，守第2波就完全不够看了。他的命运早就在第1波的时候就注定了。虽然他已经建造出了兵营，但是士兵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怎么样，在面对40多只猪头人的时候，完全没有抵抗之力。猪头人用自己手中的武器，几下便把侯国代表者训练的士兵击溃，随后慢慢向着侯国大本营跑去。侯国代表者吓得直接爬到了大本营的顶上，祈祷着这些怪物快点消失吧。第1波的时候，这些怪物就这样消失在了大本营里，但是这次由于侯国已经不在了，猪头人并没有进入大本营之中，他们将大本营团团围住，随后开始进攻大本营。侯国代表者趴在大本营的屋顶上，看着底下的猪头人瑟瑟发抖。明明猪头肉那么好吃，此时却感觉异常的恐怖，他真的要死了。侯国的大本营变得不再是坚不可摧，而是变得有血条的。1500，只要有血条，早晚会被击破。此时侯国大本营血量不断的在下降，最终被底下的猪头人给摧毁了。侯国代表者从屋顶上掉了下来，周围的猪头人慢慢的围了上来。不要杀我！侯国代表者倒在地上，惊恐的用手撑着，连连后退。我真的会死的，你们跑其他地方去！侯国代表者哀求着，但是猪头人听不懂，他们只知道自己要杀了眼前的这个人。侯国代表者想要跑，但是他还能跑到哪里去呢？周围都被猪头人给包围了。此刻不知道侯国代表者有没有后悔他曾经的举动，仗着不死之身让侯国承受了灾难，最终这灾难还是降临在了自己头上。猪头人抬起手中的武器，一狼牙棒砸在了他的身上，随后就是更多的狼牙棒一起挥下。-5、4、5，侯国代表者的血量完全不够猪头人打的，侯国代表者阵亡。由于侯国已经不存在，本次死亡将不再复活。侯国正式退出这场末日游戏，成为第1个阵亡的国家。侯国在本次防守中获得了倒数第1名，但由于侯国已经灭亡，本次特别制裁取消。第48章，第2天结束。看到这一刻，蓝星上所有人都震惊了。这才第2天，一个国家居然就这么灭亡了。我本来还以为这场末日游戏是一个机遇呢，没想到危险居然这么大。不知道我们代表者能守到什么时候？楼下的丧尸犬还没消灭干净呢。在蓝星上消灭一个国家需要多久？可能需要几个月，也可能需要几年。如果还要考虑到经济贸易等因素，可能还需要更久时间。但是在末日游戏中消灭一个国家只要2天的时间，2天时间让一个国家在蓝星彻底消失了。侯国境内大量的丧尸犬依然在各处游荡，躲在房间之中的侯国居民们不敢下来。军队保护重要的人物开始撤离这块土地。这些丧尸犬到达国境后便不再前进，
他们只能在侯国境内活动。我是侯国居民，有没有组织和国家能够救我们？来救救我们吧，我把钱都给你们。谁救了我，我支持他做侯国下一个指挥官大人。各大国际论坛上，侯国的热度居高不下，但是各个国家自顾不暇，哪有闲工夫管侯国居民的死活呀？有的国家像龙国，虽然还没有被怪物入侵，但是大量的作战人员已经在传送门附近就绪了。对于侯国的居民，不好意思，完全没空。还好我们龙国的代表者这么给力。是啊，我们龙国的生活依然还跟以前一样，反而比之前更好了，这都要靠赵毅的表现。有人的甚至拍了几张龙国境内的照片，大量的人员依然上班生活着，仿佛灾难什么跟他们没关系一样。此刻龙国上下感慨万分，他们由衷的感谢赵毅的付出。再过不久，他们甚至能吃到其他食物。如果当时末日游戏选择了另外一个人参赛的话，恐怕龙国就是另外一幅场景了。听到侯国灭亡后，末日游戏中的众多国家代表者仅仅是稍微愣了一下，随后又投入了战斗之中。他们现在没时间管别人的生死，因为下一个可能就是自己了。偷国代表者由于第一波被罚站，导致他进度变慢。其实他跟侯国处境差不多，只是侯国比他操作更骚，将倒数第一名抢了过去。此刻侯国代表者的死亡让偷国代表者有一种唇亡齿寒的感觉。好在侯国的代表者实在太好了，在自己死掉的时候依然将本次倒数第一的名额抢了过去，要不然恐怕倒数第一的额外奖励就是他来承担了。第一波防守完全是因为偷国代表者没有时间，被自己的国家坑了。此刻第二波的防守，偷国代表者没有那么惨了，只漏掉了20多只。偷国代表者防守失败，本次失手数量为23只。本次防守失败的惩罚将在之后一并结算。偷国的代表者欧巴在旁边叹了口气，他没有丝毫的办法，他还没办法上去拼命，因为死亡还有额外的惩罚。偷国的居民们都崩溃了，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丧尸犬，现在又要来个猪头人，怎么又防守失败了？如果不是侯国代表者，岂不是我们偷国是倒数第一名？自信点，请把岂不是3个字去掉。知足吧，这次总共才遗漏23只怪物，要知道上次总共才杀了4个怪物啊。妈了，我家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思密达。吃完了可以吃外面的狗肉啊，笑嘻嘻。听君一席话，如听君一席话。偷国的城市中，大量的枪声从来没有听过。城市之中没办法使用大规模伤害武器，只能依靠军人依靠巷战来解决这些丧尸犬。偷国的军人让他们唱跳还可以，保卫国家你就难为他们了。此刻他们的防线早已崩溃，只能依靠着大的建筑物进行防御。他们心里只能默默祈祷，希望这个猪头人在过来的时候跟这些丧尸犬一样呆，这样他们就能利用高地优势进行射杀。虽然还会有影响，但问题不大，至少自己不会死是不是？日不落国防守失败，本次丢失数量为18只。椰子国防守失败，本次丢失数量为21只。系统的连续播报证明了这次关卡的难度。这尼玛还是福利关卡，说好的福利居然是这个东西，那要是不福利了，岂不是我们都得玩完？防守失败的国家网民们吐槽着这个游戏，但是他们的吐槽没有丝毫作用。末日游戏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龙国直播间中，不好，一个老兵已经死了，我们的代表着不会防守不住吧？小甜甜看着眼前惊呼道，因为赵毅的第一个老兵已经死在了猪头人的包围之中，剩下的赵大和赵二也仅剩200-300滴血。张大帅看了一眼，笑着说道，没多大事情，就剩下这么几个猪头人了，不可能对我们的代表者造成危险，我们还是期盼下这次我们代表者获得第几名吧。听了张大帅的话，小甜甜总算放心了。画面之中，随着老兵最后一斧头劈死一个猪头人，赵毅的防守结束了。赵毅看了看自己的3个士兵，这次的战斗稍微艰辛了一点，但有惊无险。以2个老兵和赵兴目前的状态，就算再多10只也无所谓，更何况自己这边还没出动呢。本来赵毅都已经在旁边热身了，没想到防守就结束了。自己穿上盔甲以后，血量达到了400点，防御更是达到了8点。虽然攻击力不够，但是替赵兴挡伤害还是没什么问题。随后赵毅就点开了自己的物资一栏，木材 X250， 石块 X200， 茅草 X350， 金币 X284， 硬质甲铐 X10， 重油 X20， 肉块 X20， 皮革 X10， 受精 X5。 金币已经来到284枚。赵毅记得自己这一波防守之前的金币好像是11枚，总共45头猪头人，每一只猪头人是5个金币，那就是225个金币。这么看来，士兵的老练总共给自己带来了48枚金币的额外收入，这点上赵毅倒是挺满意的。自己的运气似乎不错，在赵兴射杀了几个猪头人的情况下，自己居然还能拿到48枚的额外收入。
这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自己的预期。随着所有国家代表者防守成功或失败，第二天的夜晚，防守算是结束了。叮咚，本轮防守结束，所有士兵恢复最初状态。游戏提示声音刚刚说完，赵毅死掉的一个老兵和一个小兵就复活了，剩下的赵大和赵二血量也恢复了正常，赵鑫的血量也来到650点最新状态。叮咚，现在开始进行防守结算。首先结算的是胜者奖励，所有防守成功的国家每人增加金币50点。赵毅看了看自己的金币，又多了50点，目前是334个金币，又可以造好多东西了。叮咚，在本轮防守中获得第3名的是毛熊国，时间为58秒。毛熊国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全体居民获得寿命增加1年，毛熊国代表者获得属性增加 5%。 毛熊国在上次防守中获得的是第2名，这次获得了第3名，这点让毛熊国的居民感到十分激动。毛熊国不仅获得胜者奖励，还有排行榜的奖励，不愧是我们国家的代表者，真是令人敬佩。是啊，其他国家还在防守丧尸犬的骚扰，而我们国家所有人都能长寿，让我们为自己的代表者欢呼啦！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在羡慕着、嫉妒着毛熊国，为什么这个国家代表着这么可靠，而自己国家的代表者居然连防守都做不到？龙国直播间中，张大帅看着眼前的毛熊国直播道：毛熊国的选手可以说运气非常的不错，他此次外出的时候居然捡到了一个武器，这才让他的击杀速度提快了不少，要不然恐怕他拿不到第3名。小甜甜点了点头，是啊，毛熊国的代表者可以说非常的有勇气，他好像是自己上阵杀敌中唯一一个守住防守的国家吧。毛熊国手持巨斧上去砍怪的举动吓到小甜甜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生猛的人。张大帅笑了笑，那是他的士兵技能，要不然我觉得他不敢上去厮杀，因为死了会有额外惩罚的。什么士兵？小甜甜好奇地说道。第49章，老师第一，好烦啊！张大帅指了指毛熊国代表者旁边的介绍，姓名盾甲卫士，种族人族，生命值900，攻击力45-50，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2， 每 1.2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成甲，移动速度中等，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盾甲，盾甲卫士举起自己的盾牌，能够抵消30百分号、20百分号的穿刺伤害和魔法伤害。天赋牺牲，盾甲卫士范围500码内，所有友方单位受到的伤害由他来承担，如果承担的伤害超过生命值，则直接死亡，这次伤害不会对原单位造成任何影响。建造需要金币180，人口1。盾甲卫士是举着巨大盾牌的人类士兵，他们虽然攻击力不高，但是血高防厚，并且十分忠诚，并且因为他自身携带的盾牌能够让他减少2种特定伤害，让他的血量比实际要高出不少，再加上他的天赋牺牲，这才能让毛熊国的选手一同作战，因为偶尔打在毛熊国选手身上的伤害都被他们吸收掉了，这才让毛熊国的选手获得第3名。这个士兵岂不是很厉害？小甜甜羡慕地说道。张大帅笑了笑，现在还可以，后期感觉没啥用，他的天赋让他死得太快了，完全没办法进行像赵毅一样的分摊伤害操作。小甜甜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张教授道，毛熊国的选手才获得了第3名，那么第2名会是谁呢？在这点上，张大帅同样吃惊，本来以为毛熊国的选手能够继续获得第2名或者第1名，但没想到仅仅获得了第3名。小甜甜说道，说不定第2名是我们龙国的选手，第3名的选手就让全体居民增加了1年的寿命，如果我们龙国代表者能够获得第2名的话，那么获得的寿命将会更多，这点倒是让龙国上下所有人员期待不已。我们龙国代表者一定会获得前3的，不是第2就是第1。你小子一说到寿命的事情，就对我们龙国代表者有这么大的信心啊？我看毛熊国才获得第3名，我们代表着说不定连前3都进不去。说什么晦气的话，我们代表者怎么可能进不了前3？所有人都在猜测第2名会是谁。这个时候，系统的语音播报出来了，本次榜首获得第2名的是梵蒂冈代表者，时间用时55秒钟。梵蒂冈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全体居民获得寿命增加2年，梵蒂冈代表者获得属性增加 10%。 梵蒂冈，我怎么第一次听说这个国家的名字？第一次听说过很正常，这个国家是人口最少的国家。我也听说了，这个国家似乎全体居民才几千人，这也叫国家吗？如果他们代表者万一漏了一个怪物，岂不是平均每个居民都要面对4至5只怪兽了？是啊，我本来以为第一个被灭亡的会是他们国家的，没想到居然是侯国。这个梵蒂冈甚至还获得了第2名。快将画面切换到梵蒂冈选手。
听到张大帅的命令，导播迅速地将屏幕一分为二，一半是龙国的代表者，另外一半则是梵蒂冈的代表者。梵蒂冈代表者在第一关的时候采用的是防御塔防御，并没有防守失败，他吃到了全额怪物豹的金币。随后他在第二天获得了火焰防御塔的图纸。这个火焰防御塔虽然攻击力一般，但是范围大，面对这种低属性高数量的怪物再好不过。如果不是这些怪物慢慢的爬到大本营处，说不定他的速度能够更快。不过这已经让梵蒂冈的居民十分满意了，自己这么小的国家承受一次就必死，只希望梵蒂冈的代表者能够再坚持下去。梵蒂冈的火焰防御塔才获得了第二名，那么第一名会是谁呢？还用说吗？肯定是我们龙国的代表者。你在想屁吃呢？龙国代表着差点连防守都没有防御住，差点是差点，但是我们龙国代表者论速度那可是很快的，更何况我们代表者是在大本营外面进行防御的。本次榜首获得第一名的是龙国代表者，时间用时48秒钟。龙国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全体居民获得寿命增加3年，龙国代表者获得属性增加 20%， 龙国代表者获得特殊奖励金币乘以200，龙国代表者获得特殊奖励职业书1本。赵毅听到系统播报，微微一笑，今天晚上的第一名奖励看来还是自己的。随后他打开了自己的属性一栏，姓名赵毅，代表国家龙国，生命值440440，体力值120115，食物78120，饮水81120，攻击力6-6，防御值9，个人技能无，天赋坚毅，洞察之眼。所有的属性都提高了 20%， 血量来到了440点。看来他这个属性提升并不包括装备，由盔甲提高的200点血量并没有加上 20%， 这点上赵毅倒没有啥惊讶，如果连装备都算进去，那就太 bug 了。这个游戏播报再次震惊游戏内外，就是不知道那个职业书是干嘛的。樱花国的宅男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心里想着龙国代表者果然厉害，而且还白白告诉自己一条好消息，以后有好东西试试能不能抱上这条大腿。星条国代表者尼哥却气得咬牙切齿，这个可恶的龙国怎么天天这么嘚瑟？如果自己遇到了，必须教他好好做人。虽然他守住了第二天的攻击，但连前3都进不去。我操，果然还是我们龙国代表者牛逼啊！是啊，居然还有人不相信我们能够代表着能够获得第一。寿命加3年，这是不是说明我又可以再玩3年了？楼上的悠着点吧，寿命加3年可依然会精尽人亡的。第50章，败者惩罚。张武能此时坐在房间之中直播着自己的游戏，听到这个游戏播报，他直播间的观众都沸腾了。哎呦，这不是我们张哥吗？去星条国感受如何？那还用说吗？他们有龙国没有的特产丧尸犬啊。张武能有些懊恼，回道丧尸犬早就被干掉了，星条国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听到张无能的话，弹幕更加乐了。是啊，像我们龙国就没有这种东西，所以还是星条国更强。可不是，我们龙国只能获得平均3年寿命。张无能，你收到了吗？楼上的过分了，张无能是高贵的星条国居民，怎么是我们龙国居民能比的？是啊，看来张无能拿不到3年寿命了。张无能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自己当初来星条国的决定，没想到会这样。号称世界第一的星条国第一关就没守住，龙国代表者则是连续2个夜晚获得第1名，不光让龙国获得了食物和水资源，更是让全体龙国寿命增加了3年。说不后悔，那都是假的，但此刻也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进肚子里。他强装笑容道：放心吧，星条国代表者一定会在后面的关卡超过来的。我们来接着看游戏。没劲，看这种人直播游戏，我怕会瞎了眼。先走了，下次龙国代表者获胜的时候我还会来的。随着看热闹的人一走，张无能的直播顿时冷清了不少，他气得直接将电脑砸在地上。可恶的龙国代表者，去死吧，去死去死！他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不光离开龙国，还曾经嘲讽龙国居民，现在他更是将这个问题怪罪给了赵毅。如果不是赵毅表现太好，他现在应该在龙国居民前嘚瑟呢。小甜甜在直播间中十分的兴奋，我们龙国代表者真是太厉害了，连续2天获得了第1名。张大帅点点头，这样下去说不定我们国家能够获得成就哦。什么成就？蓝星上唯一一个没有怪物的国家。张大帅的话倒是提醒了下张甜甜，现在发放的是获胜者奖励，还没有进行败者结算。除了防守成功的几个国家，大部分的国家此时都愁眉苦脸的，因为接下来即将是他们的败者结算了。如果时间留在这一刻，该多好。再过不久，他们国家的传送门将会有更多的怪物过来。比第1天稍微好一点的是，
第二天的防守，大家遗落的数量没有第一天那么夸张了。丢失最多的是侯国，代表者总共丢失了20多只，但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所以这些怪物将不会出现。奖励发放完毕，接下来为败者结算。本次防守中总共有243个国家防守失败，评级为 D 级。本次防守中每丢失一个数量的怪物，所相应的国家将会出现2万只怪物。本次防守中死亡的国家代表者，其所代表的国家全体寿命减少1年，粮食储备减少 10%。这个制裁让大部分国家都无法接受。在蓝星上，食物本来就不够了，现在居然还要减少 10% 的储备，这还让不让人活了？但是不能接受又能怎么样呢？这个末日游戏摧毁国家，连眼都不眨一下，减少 10% 的粮食储备，这个惩罚那可就太温柔了。接下来这些国家的居民们只能在原来就很少的口粮上再次减少，甚至有些孤寡老人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代表者在游戏防守中失败，真是作孽啊！我们国家的代表者怎么这么惨？如果是我的话，肯定能拿到第一。吹牛吧你！我看你要是碰到怪物，就会吓得屁滚尿流。那也比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代表者好，看着就来气。这些国家的网民们将自身怨气撒在直播间中，辱骂着自己国家的代表者。如果不是他们，这个国家不会遭受如此灾难。本次结算结束，现在开始发放怪物。各个防守失败的国家中，他们的传送门开始出现一个个近2米高、身强体壮的猪头人，他们手中拿着铁链、流星锤、铁棒等武器，迈着一致的步伐，慢慢地走向街头。所有人开枪，打死他们！用迫击炮轰炸！呼叫空中支援，收到请回复。大量的士兵们扣动手中的扳机，向着走过来的猪头人倾泻着子弹。哒哒哒！他们手中的制式武器喷射着愤怒的火焰。这些普通子弹打在猪头人身上丝毫没有作用，他们坚硬的皮肤能够挡住这些武器的攻击。这些猪头人自带的后盾技能在现实世界中就是神器，只有那些用穿甲弹的反器材狙击步枪才能将他们坚硬的外壳打穿。但是这种武器又有多少呢？狙击手又能有多少呢？猪头人的数量那都是最少 2W 起的，遗漏最多的国家更是有42W 猪头人慢慢从传送门走出来。偷国，第一批丧尸犬还没有清理完呢，第二批的猪头人已经穿过传送门到了偷国城市之中。偷国的欧巴军人们躲在高墙上对着下方射击，但是他们的武器根本击穿不了猪头人的防御。可恶啊，根本打不死怎么办？慌什么？反正这帮怪物没有智慧，我们躲在这边十分安全。要我说啊，还是我们代表着太垃圾了，这上一批怪物还没解决呢，又来一批。如果是我，绝对比他要好。几个欧巴军人围在一起抽着烟，对着下方的怪物视而不见，自己拼命的射击，又能杀几个怪物？不动用重武器的话，根本没办法解决这些怪物。但是这个城市中又有大量的平民，不可能使用那些带有毁灭性的重武器。猪头人来到欧巴军人的楼下，随后拿起自己的狼牙棒或者铁锤猛敲墙面。正在楼顶上抽烟的欧巴军人们感到地板轻微震动。什么情况？难道是地震了吗？地震了！地震再好不过，把这些地上的怪物全部震死算了。一个欧巴军人掐灭自己手中的香烟，随后往下面看了看。我去，这帮家伙在拆我们的房子！思密达。第51章选择职业。听到这个欧巴军人的惊呼，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向着楼下看着。可不是，这帮猪头人居然拿着自己手中的武器对着房屋进行攻击，整个房子开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所有人快开枪，不要让他们把房子给拆了，要不然我们大家都完完。哒哒哒！楼上的士兵拼命地对着地上的猪头人射击，但是对于拥有后盾的猪头人来说，效果甚微，只有一些打到眼睛、嘴巴等裸露部位才会有可能射杀，其他的部位都会被坚硬的猪皮给挡住。楼下的猪头人身上冒着一串串火花，看起来十分的炫酷。不行呀，赶紧呼叫空中支援。可是这里是城市啊，管它是不是城市，再不过来我们都得玩完，这个城市也将毁于一旦。旁边的信号兵架起自己背上的无线电，开始联系总部。总部，总部，听到请回答。对面一直忙碌的声响，同一时间呼叫的人实在太多了，而偷国上层同样十分的头疼。如果用单兵制式武器，没办法完全清除这些怪物，可是用了其他重型武器的话，整个城市也将荡然无存。这一切该怎么办呢？这些问题困扰着蓝星上许多防守失败的国家。本来没有智慧的丧尸犬，还让他们暗暗高兴，防守失败只不过是花了点时间而已。没想到第二天来的猪头人居然会拆房子，这还让不让人活了？猪头人拼命地敲击着，哪怕旁边的队友被射杀也熟视无睹。他们一下下敲击着的不是这个房子，而是房子楼上的欧巴军人心啊！
轰隆隆，在这帮怪物的敲击下，这座房子终于坚持不住，轰然倒地。一部分欧巴士兵在衰落中被压死，他们运气好，不用遭受恐惧的折磨了。还有一部分摔下来没死的，等待他们的是高大强壮的猪头人。猪头人张开自己的嘴巴，血盆大口朝着欧巴军人的头伸过去。不要，不要啊！欧巴军人们想要跑，这才发现自己的腿被压断了。猪头人吧唧一口，直接将欧巴军人的头给咬掉了，随后直接咽了下去。吧唧吧唧，这个房子中的所有欧巴军人都被吃了，那些没死的平民也没有一个逃脱的，到处都是猪头人，他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猪头人们吃完以后离开了这个地方，又朝着下一个地方慢慢的走去。这些猪头人也太吓人了吧！是啊，感觉比在游戏中的时候恐怖多了。末日游戏是末日游戏，这里是蓝星，肯定不一样。还好我们龙国代表者没有放进来任何一只，太幸运了。龙国的军民们都十分庆幸自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用遭受怪物的折磨。末日游戏中，赵毅打开了自己的仓库，查看之前获得的奖励。属性的提升显而易见，那么职业书又是什么呢？赵毅打开后，果然在里面发现了职业书。职业书可让使用者随机获得3种职业，随后从3个职业中选择一个作为本职业。本职业书可以自由切换，但是每次切换后都得从1级开始。原来如此，可以自由切换倒是挺好的，但是一切要从头开始就非常不好了。自己这个职业一定要选好，如果中途切换，一定没办法继续这样领先了。幸运的是，赵毅是第一个获得职业书的人，那么就说明他要比其他人先进行升级，领先一大步。既然如此，那还等什么呢？赵毅直接点开了职业书，开始了选择。我们的代表者开始选择职业了，不知道都有哪些职业。龙国直播间前，3个解说翘首期盼着赵毅能够获得好一点的职业。职业书选择成功，请从下方3个中选择一个进行转职。猎人、死亡骑士、魔宠师。看着这3个职业，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怎么选了，因为这个系统给出的提示实在太少了。光看名字虽然能够了解大概，但是谁知道有什么用啊？不好选，我觉得可以选猎人。听了张大帅的话，小甜甜好奇地问道：为什么呀？这个猎人有啥用？具体的要看游戏设定了，不过从名称中能够得知，猎人应该是个远程职业，这一点上就是最大的优势了。也对，只要代表者不死，就能不受到惩罚。猎人确实不错。张教授看了一眼道：另外2个职业就没那么多见了。死亡骑士是个什么？难道死了才能有能力吗？小甜甜好奇问道。这就不知道了。除了3个人外，所有的龙国观众内心都跟猫挠的一样，他们想知道这3个职业到底什么意思。什么鸟游戏也不告诉人，这怎么选？我看就选魔宠师吧，应该是召唤系的吧？还是选猎人，保险一点，跟赵鑫刚好琴瑟之和。选死亡骑士听起来就酷酷的。赵无站在原地，他的面前投影着3个职业。系统，这3个职业怎么选择？叮咚，现在开始分析职业。叮咚，各职业介绍如下，请宿主过目。猎人，其定义为伤害输出型。猎人在远距离与敌人作战，当他们使用弓箭或枪攻击敌人时，还会指挥宠物进行作战。他们极长的攻击距离、强大的伤害以及陷阱能力的组合，使猎人对于任何团队都是最好的拉怪者。综合评价：强大的远程物理输出单位，短时间爆发能力较弱，持续输出较强。死亡骑士，死亡骑士与敌人近距离交战，用黑暗魔法增强武器，以邪恶力量来伤害敌人或使之脆弱。他们把敌人拉入1对1的战斗之中，强迫他们转移对较弱同伴的攻击。为避免敌人从他们的控制中逃脱，死亡骑士必须小心使用他们召唤符文的力量，并适当的进行攻击。防高血后的物理输出单位，可以承担大量的伤害，承担坦克的角色，但输出能力一般。第52章隐藏职业。魔宠师，万金油职业，根据召唤魔宠的种类不同，承担不同职业。他们与怪物签订契约，从地狱之中将各种生物召唤出来，有的能作为坦克前排使用，有的能作为输出单位使用，有的则是辅助。但是魔宠师本身较为脆弱，各方面实力均衡，但不突出。赵毅笑了笑，万金油职业不就是鸡肋吗？啥都可以干，但是干啥都不行。建议宿主选择猎人，可以触发隐藏职业。还有隐藏职业，其实哪怕没有隐藏职业，赵毅也准备选择猎人了。别问为什么，就是不容易死，还能操控宠物，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叮咚龙国代表者选择职业为猎人。叮咚龙国代表者士兵中含有弓箭手猎人等职业，触发隐藏条件。叮咚龙国代表者触发隐藏职业追猎者。本职业具有唯一性，在龙国玩家进行转职之前，
其他国家代表者无法再次获得。一连的系统播报让游戏内外的人都震惊了。这几条播报是全球播报，在游戏中的国家代表者们再一次被赵毅给刷屏了。怎么又是这个家伙？我要弄死他！星条国代表者恼羞成怒。龙国在蓝星根本没办法和星条国比，这使他本身就有一种骄傲的心态。此时听到赵毅又获得了游戏通报，哪里受得了？他早晚会让这个人消失的。让龙国消失？我们龙国代表者居然获得了隐藏职业！张大帅听到游戏播报十分的激动。但凡什么游戏，只要碰到隐藏2个字，都是实力强大的存在。虽然还不知道这个职业有啥用，但想来应该不会太差。我们龙国代表者的实力非常不错，选了猎人居然因为队伍中有赵鑫的存在，所以变成来了追猎者。小甜甜则在旁边鼓着掌，啪啪啪。虽然不知道他们俩在说什么，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鼓掌就对了。获得技能致命一剑 LV1 15点能量值，原地等待 1.5 秒钟，随后射出一支箭，对目标造成攻击力 150% 的伤害。获得技能毒蛇陷阱 LV1 30点能量值，猎人在原地放置一个陷阱，经过这触发这个陷阱，召唤3条小蛇对敌方进行攻击，最多同时存在3个。姓名毒蛇，种族召唤物，生命值100，攻击力10-10，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1， 每 1.1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中等，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无，天赋无，召唤所得持续时间30秒钟。赵毅学习了猎人职业后，开局就会2个技能。随后赵毅点开了自己的属性一栏，姓名赵毅，代表国家龙国，职业追猎者，生命值440，体力值120115，食物78120，饮水81120，攻击力6-6，攻击范围600游戏距离，攻击类型混乱，防御值8，防御类型国王，个人技能致命一剑 LV1 毒蛇陷阱 LV1，天赋坚毅洞察之眼。自己虽然有技能了，但是还缺一把弓箭，复合弓就别想了，这玩意至少得有了铁矿才行。赵毅来到制作台前，制作了一把木弓，凑合中用吧。木弓，攻击力9-10，需求木材 X2， 受精 X1。简介勉强能用的东西，我怀疑这玩意真能射死人吗？木剑 X10， 需求木材 X1。简介最基础的子弹勉强能用。赵毅制作了一把木弓，自己的攻击力总算突破10大关了，来到了15至16点。子弹的话，赵毅制作了100个。别问，问就是木材多，土豪。既然东西都弄好了，赵毅便准备睡了。明天早上起来还要去冒险呢，最好能够找到一个铁矿资源。到那时候，很多建筑都能解锁了。赵毅进入大本营后，直播就结束了。接下来是休息时间，龙国的3个解说也停止了解说，纷纷回家休息。别的国家城市之中充满了各种惨叫声和枪击声，真正证明了那句话：自由的国度每天都是枪击声。龙国的居民们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没有任何的影响。有时候想看看怪物什么样子，还得看看其他国家的直播才行。日子过得太惨了，别人有的我们没有。这一天，龙国们收到了联盟国的一则声明，看到了吗？一些国家联合起来要我们上交超级水质净化器。真 TM 脑残，要是我才不愿意给呢。给也行啊，这不是为了全人类吗？神 TM 全人类，楼上脑残别带着我们一起。龙国境内吵得不可开交，话题热度一度来到了前3。蓝星联盟国声明：近日，蓝星遭受了未知势力的袭击，已经有超过200个国家遭受苦难，侯国更是因此灭国。在这种时候，蓝星全体国民应该摒弃前嫌，共同发展。龙国的代表者荣获游戏内的第1名，超级净水装置应该是全人类的财产。星条国和龙国、日不落国等国家作为联盟国的代表者，应该为全人类的发展谋福利。此项公告呼吁龙国交出超级净水装置，以人类生存为大计，切勿因小失大。他娘的，看我们龙国有好处就发这个公告，他星条国获得肯定提都不提，就是傻子才交。龙国地下基地中，龙老等长老坐在会议前讨论着。我收到了联盟国秘书长的私信，让我们拿出超级水质净化器，为人类谋福利。其他国家愿意给我们点补偿。龙老缓缓地说道。对此，我已经拒绝了他们。钱老哈哈大笑，拒绝的好啊，这帮人就是强盗。100年之前来到我们的土地干抢劫的勾当，现在还想抢我们的超级水质净化器，
简直痴人说梦。第53章发送信息。其他长老纷纷应和。目前这个末日游戏是蓝星重新洗牌的机会，自己这边怎么可能上交上去？没有签字的纸就是厕所的废纸。龙老看着底下各个国家的联合签名，星条国、阿三国、浪漫国。休想！龙老将纸撕成碎片。这一刻，龙国不会再任人宰割，除了防备随时可能会进来的怪物外，龙国还要防止一些国家鱼死网破的可能。好在现在大部分国家在受到怪物的骚扰，自己都忙不过，更别说去恶心其他国家了。不过像星条国等国家还是要警惕的，以防他们在最后关头拉着龙国下水。第二天，赵一刚伸个懒腰，耳边就传来了游戏系统的提示：各个国家的代表者早上好，今天是末日游戏的第3天，游戏内为阴天，气温为18至22度，气温下降请注意保暖。另外，每个国家在30分钟内有一次给本国代表者发送信息的机会，字数不能超过10字，由各个国家的最高指挥者发送。前面3句都是废话，最后一句话震惊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指挥者们都聚集在了一起，想着给自己的代表者发送什么信息。星条国终于有机会能给这个蠢货发条信息了。虽然我很想骂他的行为，但是字数有限，我们讨论下提醒什么信息吧。不如我们跟他说下树木的产出。这是从龙国直播间中的信息得来的。星条国在各个国家的直播中都有录屏和记录员，记录有用的信息。不如我们告诉他，兵种的升级方式好了。星条国指挥官眼前一亮，这是一个好的办法，能够缩短和赵毅的差距。暗影恶魔都这么强了，再升级岂不是更强？众人又思索了一会，决定发送以下几个字给尼哥：士兵进入兵营可升级。这样子，龙国唯一的拿手把戏就没了。其他国家都纷纷发送信息给自己的国家代表者，信息内容大致相同，大部分选择告诉士兵升级的方法，也有的告诉兵营的重要性，让他们尽快完成兵营的建造。也有的国家代表者提示的是，不要与龙国赵毅为敌。他们可能不知道赵毅的厉害，但是这些国家的指挥官知道。赵毅现在领先第2名的选手已经太多了，如果是跑步来区分的话，就是第1名反超第2名至少1圈的距离。这些国家的代表者微微一愣，但是明白自己国家的指挥官不可能浪费一次机会，所以不要与赵毅为敌，这些国家都记在心里。而龙国就因为这条信息头大了，他们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提醒赵毅的。士兵升级方法那是赵毅发现的，自己不用告诉他。建筑的重要性赵毅同样知道，还有防守方法、探索方法。龙老突然发现自己似乎没有任何的办法支援自己的代表者，这倒是让几个长老有点懵逼了。难道龙国居然没办法帮助自己国家的选手吗？最终长老们决定给赵毅发了一条信息，内容是：请放心，我们一切安好。算上标点刚好10个字，表达了龙国对于赵毅的感激。在赵毅的保护下，龙国至今是安全的，所以请放心吧，不用担心龙国的安危，哪怕遗漏了也没事，龙国一切都会安好。叮咚，赵毅看到信息微微一愣，随后笑了笑。他和龙国不需要任何的交流，彼此之间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龙国直播间中，小甜甜看到信息微微一愣，随后重复道：请放心，我们一切安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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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幕同样发着这句话，表达他们这段时间对于赵毅的感激之情。赵毅在游戏中朝着东方看了看，自己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龙国，但只要自己在这里1天，就不可能让龙国遭受苦难。其他国家的场景他不知道，但是侯国第2天就灭亡的消息他是知道的。自己绝对不能让龙国有灭亡的可能，一只怪物都不能过去。赵毅点开自己的人口一栏，赵兴一个人占据2个人口，8个农民，购买的6个加游戏系统2天赠送2个，占据8个人口。3个老兵和1个小兵占据4个人口，已经14个人口了。目前赵毅有一张兵种刷新符的符咒，赵毅决定暂时不用了。农民8个可以砍树和采石，后续还要挖矿等操作。等建造更多的农民后，赵毅决定再切换兵种。目前老兵加赵兴的组合还够用，更何况自己这边还有追猎者技能呢，实在不行自己也可以上场干活啊。赵毅想了下，最终决定先用资源建造一个房屋和一个仓库。房屋用来建造增加自己这边的人口，仓库用来堆放货物。今天8个农民干1天，数量绝对会超过大本营的储存范围，到时候如果因为储存问题导致没办法继续工作，那就亏大了。房屋需要的是，房屋需要木材80，金币24，石块30。简介：代表营地人口上限，一个房屋可以补充8个人口。这些东西赵毅目前都有的。叮咚，是否消耗木材80，
金币24，石块30，建造房屋。是。赵毅的面前多了一个木质房子，大小大概在30平米左右。赵毅不知道这样的房子怎么住8个人的，将这个房屋立在大本营前，就算搭建完成了。随后赵毅又建造了仓库。仓库需要木材120，金币50，石块30。简介：代表营地物资和仓库物品储备上限，一个仓库增加400的物资储备上限，16个物品储备栏。仓库被摧毁后会损失 50% 的储存物资。仓库比房屋大很多，大概有3个房屋那么大，细长型的。赵吴将它安置了大本营的另外一边。大本营一边靠水，一边靠着房屋，以后就是生活区，还有一面就是仓库和兵营，以后就是工作和储存区。第54章攻击类型和防御类型。建造完成后，赵毅点开了自己的物资一栏。木材 X50， 石块 X140， 茅草 X350， 金币 X460， 硬质钾锆 X10， 重油 X20， 肉块 X15， 皮革 X10， 受精 X5。 木材基本上已经用光了，只能靠今天农民的开采了。现在物资最大储备已经到了700，完全够用。8个农民应该不会一天把仓库堆满吧？那赵毅回来以后要笑醒了。赵毅命令着8个农民开始干活，让一个老兵和小兵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8个农民分成了几波，有的去伐木，有的去捡石头，还有的是采草。随后赵毅打开了交易一栏，看看自己昨天卖的东西有没有卖掉。昨天出售的30个虫肉被买走了26个，获得了26乘以3 78个金币。剩下的4块虫肉，赵毅重新以4个金币的价格上架了。对于那些想要捡漏的人，没门！我赵毅要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的东西只会越来越贵。虽然最终可能会烂掉卖不出去，但赵毅宁可扔掉也不降价。如果降价出手，只会让这些人觉得反正都要降价，就慢慢等。当然价格不能太离谱，那样鬼还买。加上这78个金币，赵毅目前有538个金币，可以说非常的不错了。接下来就是想想这些金币怎么用了。赵毅本来想要建造一个弓箭手的，但是想起来自己好像没有士兵印记了，也就算了，将小兵叫了回来，然后用150个金币将它进行升级。这样子赵毅就拥有了4个老兵和1个弓箭手了。随后赵毅又建造了一个防御塔。防御塔的消耗是木材 X50， 绳索 X10， 石头 X10， 金币 X180。 木材的话，赵毅刚好还剩下50，绳索则用茅草制作而成。茅草这玩意儿赵毅还剩下350多，制造10个只需要50。而这个防御塔安装的位置，赵毅安装在了自己的领地靠近森林的区域。这样子农民在进行伐木和采集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危险，可以跑回领地之中，晚上自己还能背靠防御塔战斗。这个防御塔同样是一股不可多得的力量。所有的准备弄好以后，赵毅的物资还剩下木材 X0， 石块 X130， 茅草 X300， 金币 X208， 硬质钾锆 X10， 重油 X20， 肉块 X15， 皮革 X10， 受精 X5。 这点钱的话，完全可以再建造一个老兵出来。但是赵毅并没有这么做，一来是因为老兵的属性确实不高，后期估计没啥作用了。在面对第2波怪物的围攻的时候，老兵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当被一群怪物围攻的时候，这些老兵的血量掉得太快了，所以赵毅决定留下这些金币，说不定后面还有用。5块肉烤完以后，赵毅带在了身边，随后向着远处出发。龙国直播间中3名解说已经就位，今天我们的龙国代表者还是准备外出，希望他能在路上遇到好运。小甜甜说道。有了昨天的表现，赵毅此次外出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让我们来猜猜今天我们的代表者出去能找到什么。目前来说，我们代表者缺的是铁矿资源，如果能拿到铁矿的话，后续发展将会非常的快。张大帅说道。我倒是认为可以先提升我们代表着自己的等级，隐藏职业一定非常厉害。张教授有其他的想法，他觉得利用赵毅现在的职业特性，完全可以拉开差距。龙国的网民们都期盼着，纷纷将目光放在了直播间中。此次外出，赵毅带了4名老兵和1名精英弓箭手赵兴，这是他的全部家当。没过多久就来到了昨天下地洞的地方。这个地洞已经探索完成，为了害怕以后自己忘掉，赵毅拿出指示牌立在了这里，同时在上面书写了此处已经探索完成，但深处有一个怪物。这个怪物自然指的是之前自己没有杀掉的隐藏怪物，不过该拿的奖励都拿了，这个怪物没必要杀。书写好后，赵毅就对着身后无人说道，好了，我们继续前进吧。随着赵毅不断往前走，树木越来越多，森林中的气温开始有些阴冷。领主大人，前面有情况。赵兴在旁边小声地说着。赵毅同样看到了，在不远处有一群熊一样的生物，看起来可是比猪头人还要厉害啊。这群熊体型巨大，
光是行走就差不多有2m高，如果双脚直立，恐怕超过3m。除此之外，这些熊獠牙很长，看起来就像是野猪的牙齿一般。1、2、3、4、5，赵毅数了一数，总共5只熊，刚好可以拿来试试自己的技能和攻击。就是不知道这些熊的属性如何。不过我有系统啊。赵毅心里默念，给我这些熊怪的属性。姓名：残掠豹熊，生命值290，攻击力32-34，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1.2，每1.2秒攻击一次，防御值5，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快，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激怒，残掠豹熊血量低于 50% 的时候攻击翻倍。天赋5 290的血量已经远远超过昨天的怪物了。好在这些怪物的数量不多，对付起来还是挺轻松的。至于激怒这个技能，完全不用怕，自己这边有4个老兵，每人一下这个残掠豹熊就死了，不可能让他发挥出激怒的状态。龙国直播间中3个解说都知道赵毅准备对付这些残掠豹熊了，我们的代表者似乎准备对付这些熊了。张大帅听完小甜甜的话点了点头，以我们代表着现在的配置来说，对付这些情况完全没问题。张教授接着道，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攻击类型和防御类型到底是干嘛的？张大帅回道，这个东西对于经常玩游戏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不同类型的攻击方式对于不同类型的护甲来说都有特殊的效果。第55章新的装备。随后张大帅点开了直播间旁边的介绍页面，在这个页面中有对护甲和攻击类型详细的介绍。在这个末日游戏中，攻击类型总共分为穿刺、普通、魔法、攻城、混乱5个，对应的防御类型有轻甲、中甲、重甲、成甲、国王。除了这5个以外，还有一个武甲。小甜甜道，那么张大帅，这5个类型对应的6个护甲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我就打个比方说，举个例子，穿刺的攻击轻甲类型的护甲会造成额外伤害，但是如果他攻击重甲的话，那么可能就效果一般了。听了张大帅的话，小甜甜明白了，那是不是说明魔法攻击对付重甲可以造成额外伤害，但是对付中甲或者成甲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了？张大海点了点头，确实，攻击类型和防御类型在前期的时候效果并不突出，因为代表者们的士兵数量太少了。当怪物和代表者的士兵开始多了起来，强了起来以后，攻击护甲相克的影响程度会越来越高。听完张大帅的话，龙国直播间中的网民们都听明白了，原来这个末日游戏中护甲和攻击类型还有这个讲究啊！没想到是这个样子的，我还以为穿刺攻击是可以将对方穿透呢，我也以为混乱攻击是会精神错乱。小甜甜说道，那我们的代表者会不会不知道这些呢？张大帅听完哈哈大笑，我们代表者肯定知道的，只不过现在注意这些为时尚早，考虑的太多反而会寸步难行。听了张大帅的话，小甜甜放心的点了点头。赵毅在末日游戏中让4个老兵和赵鑫在后面等待着，自己则来到前方不远处，开始安装自己的陷阱。毒蛇陷阱，触发陷阱以后会召唤出3头小蛇出来，持续30秒钟的时间。这玩意儿虽然只有100滴血，但是用来挡刀非常不错。眼前的残掠豹熊至少需要4下才能击杀1条小蛇，而赵毅可以同一时间存在3个陷阱，每个陷阱是3条蛇，总共是9条蛇。赵毅这边完全可以在这9条蛇死亡之前将5头熊全部击杀，简单来说那就是零消耗。而赵毅安装陷阱所需要的是能量值，追猎者能量值最大为100点，每1秒恢复10点。赵毅安装完3个毒蛇陷阱后，又等待了几秒钟，自己的能量值恢复完成以后，就准备开怪了。这次他准备自己来，老兵和赵鑫就在后面不远处等着自己。赵毅瞄准一头距离自己最近的残掠豹熊，致命一剑。赵毅拉开自己的木弓，瞄准等待了 1.5 秒钟以后，一支利箭嗖的一声飞了出去，刚好击中在残掠豹熊的脑袋上。负17。赵毅看了这个伤害苦笑了一下，这个伤害比赵鑫低太多了，这还是自己用了技能的情况下，如果自己平射的话，估计就11点伤害左右。看来自己升级的道路还很长啊。吼！5只残掠豹熊朝着赵毅所在的方向扑过来，他们的速度很快，眨眼便来到赵毅的面前。这时候从赵毅的身后又飞来5支箭，每一支箭刚好击中一头残掠豹熊。赵鑫开始行动了，负20、21、22、21、20，每一个熊头上都飘着一个红字。赵鑫的攻击力本来不会这么低，但是面对重甲类型的残掠豹熊效果就非常一般。按照升级提示系统的说法来说，穿刺类型的攻击对于重甲最多只能造成 70% 的伤害。吼！
残虐暴熊眼看就要追上赵毅了，这个时候地面上突然传来一阵响声，咚！毒蛇陷阱被触发了，总共9条小蛇出现在了残虐暴熊前面。虽然小蛇生命值只有100点，但用来阻挡残虐暴熊没啥问题。身后的4个老兵提着自己的斧头就朝着残虐暴熊的方向奔去。干他娘的，杀呀！老兵这个暴脾气早就在后面等待多时了。赵毅让他们进行集火攻击，4个老兵每人一斧头砍在残血暴熊身上，刚好可以解决一头。砰砰砰，4把斧头打在残虐暴熊身上，发出骨头崩裂的声响。残虐暴熊发出痛苦的嚎叫，自己的技能还没有发挥出来，就死在了斧头下面。一头残虐暴熊就是每人1斧头的事情，5头那就是5斧头的事情。9条小蛇还没死完，5只残虐暴熊就死光了。至于老兵，那更是丝毫未伤，一点影响都没有。我们代表者真是太厉害了。是啊，有了毒蛇陷阱以后，我们老兵外出探险的时候就能减少伤亡。龙国直播间中，观众们看到赵毅的操作十分激动。之前龙国的观众和解说为什么害怕外出探险，就是因为士兵的血量是没办法恢复的。如果在外出探险中损失了太多血量，那么在晚上应对怪物入侵的时候就会非常危险。而现在赵毅凭借着自己的毒蛇陷阱，能够将危险降到最少，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5个残虐暴熊杀死后，赵毅发现了一个事情，那就是自己的经验值好像增加了。一个残虐暴熊增加了5点经验值，5只就是25点，距离升级到60点还差一半。前期升级看起来挺容易的，希望后面一样。赵毅来到怪物死亡的地方，随后蹲下身开始分解残虐暴熊。分解残虐暴熊获得肉乘22，皮革乘6，受精 X5。分解残虐暴熊获得肉乘26，皮革乘8。5头残虐暴熊总共给赵毅提供了肉 X90，皮革 X35，受精 X12，熊爪 X5。除此之外，赵毅还获得了一副手套，熊皮手套，绿色品质。装备类型皮甲，装备受限，只能盗贼、猎人或其他2个职业衍生职业。护甲加1，攻击速度提升 5%， 获得技能连击 3% 的几率可以额外攻击1次。赵毅看了看这个装备，似乎还不错呀。第56章基地被偷，没想到杀了5头熊，居然能爆出来一个绿色品质的装备。看来这个世界的装备也是分等级的，像自己身上穿的盔甲没有任何等级，那应该就是最低级的。而这个绿色品质应该凌驾于普通装备之上，刚好这个装备非常适合自己，追猎者也属于猎人中的一种。赵毅将这个装备戴在自己身上以后，随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栏，攻击速度提高了 5%， 原来 1.5 秒攻击一次，现在变成 1.43 秒钟，提高的不多，但聊胜于无。主要还是他的连击被动，如果能够触发过来的话，直接攻击2次，如果这攻击还带特效，那就太爽了。赵毅对于这个装备还是很满意的。拿好东西之后就是继续前进。这时小甜甜眼光瞄到了赵毅大本营的位置，似乎有点不对劲。不好，有人来到了我们代表者领地了。听到了小甜甜的话，所有人的目光从赵毅探险的界面移到了龙国代表者大本营的位置。几个农民正在伐木和捡河边的石头，还有的则是采集茅草。再往前不远处的森林边缘，有个人探头探脑的看着这个大本营。我去，这个家伙谁啊？长得贼眉鼠眼的。原来各个国家的大本营是相通的啊，我一直以为是每个人一个单独空间呢。这个好像是阿三国的选手，我上次在直播中见过。龙国直播间中热切地讨论着突然冒出来的家伙，有的观众认出来这个突然冒出的家伙，他是阿三国家的代表者，叫牛儿没了。他在2天中的都守了下来，采用的是兵营加防御塔的防守方式。导播知道这名选手的名称以后，将屏幕一分为4，上面2个屏幕是龙国代表者的，一个是外出探险画面，一个是大本营画面，下面2个是阿三国的外出画面，还有一个是3个解说的画面。似乎我们的导播已经找到了对面国家代表者了，是来自阿三国的选手。小甜甜对着观众介绍。张大帅道，这个人不去其他地方，跑到我们国家代表者这里来干嘛？难道是碰瓷？张大帅，国家代表者和国家代表者之间能够相互攻击吗？张教授抛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能够相互攻击的话，是不是还能抢夺对方的资源呢？张大帅回忆了下，按照仓库的描述来看，好像确实可以摧毁后抢夺 50% 的物资。这个阿三国选手来者不善啊。确实，如果他在这里抢夺了龙国代表者的资源，赵毅还真没办法发现。他回来以后没办法找到破坏者，只能自己认栽。最主要的就是赵毅的大本营暴露了，这样阿三国的代表者没事就过来骚扰下，这还怎么发展？龙国直播间的观众虽然在窥屏阿三国选手的操作，但是没办法提醒啊。赵毅，
快回去吧，有人要偷塔了。真 TM 不要脸，自己不去外面搜集物资，居然跑到我们代表者这里捣乱。这时候，直播间进入了大量的人，他们是阿三国的网民，在自己国家看到画面以后，跑到了龙国直播间进行嘲讽。哈哈，龙国代表者要完蛋了！什么叫不要脸？战场上面还讲这个？跟他们废话干嘛？不光要去抢东西，还要把他们基地给毁了。龙国代表者回来后的表情一定会非常精彩，我已经期待着了。阿三国的代表者看了看龙国代表者的营地，8个农民让他眼馋不已，这建造速度可是比自己快了4倍啊！自己只有2天赠送的2个农民，这小子居然可以自己建造农民出来，这种人不抢他的都对不起自己。但是不远处有个防御塔呀，这可怎么办？阿三国选手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士兵，自己这次带来的士兵是矮人弩手，同样是远程单位。这种防御塔他同样建造过，知道射程和威力什么的。射程在600，而矮人弩手射程只有500，没办法远程无消耗攻击。想要攻击到防御塔，就一定会被防御塔击中。小甜甜看到这一幕，十分害怕道：“张大帅，我们代表者的防御塔能挡下来吗？我们先看下阿三国代表者的士兵吧，之后再考虑能不能守下来的事情。”姓名：矮人弩手，种族：矮人族，生命值160，攻击力16-20，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0.6，每0.6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快，攻击范围500码游戏距离，个人技能：火箭，下次攻击附带火焰伤害，每秒灼烧3点伤害，持续3秒，不可叠加，可刷新。天赋：近视，比一般的远程单位要少100码攻击距离，建造需要60个金币。简介：这东西长得太矮了，又近视，所以比所有的远程单位射程都要短。张大帅摸了摸下巴，这玩意攻击力一般，但是攻速挺快的。此次阿三国的选手带了6个过来，一轮攻击下来也要100多的伤害了。小甜甜急了，那怎么办？我们代表者防御塔就700滴血，岂不是7下就被干掉了？而且这东西的攻击速度只要0.6秒就能攻击一次。张大帅笑了笑，这时候就是成甲和护甲的作用了。防御塔700滴血不假，但是成甲能减少30%的穿刺伤害，5点护甲能减少23%的攻击伤害。理论上100乘以0.7乘以0.77等于53.9的伤害。原来如此，几乎减少了1半的伤害。小甜甜听明白了，张大帅点了点头，接着道：所以阿三国代表者想要拔掉这个防御塔，必须6个一起攻击最少14下才行。而这点时间，我们的防御塔箭塔能射的他 M 都找不到。听完张大帅的粗话，直播间的观众笑了起来。第57章，发现铁矿。阿三国选手运气不好啊，护甲相克，哈哈，有种就上啊，来个鱼死网破，我们大不了损失一点物资。你们阿三国没有6个矮人弩手，别想守住第3天的夜晚。阿三国的代表者此时在草丛里想明白了，箭塔的攻击力将近90，加上轻甲被穿刺攻击克制，2下一个矮人弩手就没了。这样算来，别说拔掉这个防御塔了，自己能不能活下来都是问题。听了张大帅的分析，龙国的网民一阵舒坦。阿三国的代表者显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自己带来的这些士兵用来防守怪物还行，高攻速加远程攻击，但是对付龙国代表者竖在这里防御塔就没办法了。但是阿三国选手来一趟，不给龙国代表者选手留下什么，岂不是白来了？阿三国选手瞄准了不远处的农民，老子打不过防御塔，还打不过你们吗？龙国直播间中似乎发现了慢慢移动的阿三国代表者的意图，这逼孩子是准备对龙国代表者的农民动手啊！这太多损了，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大家明明在抵御的是末日游戏的攻击，他却还要捣乱。阿三国代表者这是要作死啊，要对农民下手了。这坑爹玩意，以后我见到阿三国的人见一次打一次，真不要脸，抢不过就玩阴的，有种就对防御塔攻击啊，打不过就欺负农民。阿三国的网民们却乐了，本来以为无功而返，现在恶心下龙国代表者也挺好。他不是安排农民干活吗？我让你干活，把他农民都杀了，看他怎么发展。就是现在虽然抢不过，但以后有的是机会。我就喜欢看龙国网民气急败坏的样子。星条国指挥官看到这一幕乐了。最大的麻烦，龙国代表者的大本营居然被阿三国的找到了。还好是阿三国，如果其他的小国家说不定看到这些农民身上印有龙国旗帜就离开了。但是阿三国不同啊，本身就与龙国有点矛盾。给我接通阿三国的指挥官，我要亲自感谢他们。是。末日游戏中，阿三国的选手绕到了几名农民伐木的地方，随后他指挥着自己的矮人弩手对着一个士兵发动了攻击。
6个矮人弩手同时射击，6支弩箭瞬间飞了出去。弩箭飞行得很快，速度比赵鑫的箭矢快上不少。农民的生命值只有75点，被攻击中的农民在这一轮攻击下来，直接倒在了地上。其他农民大惊，纷纷朝着大本营跑去。别让他们跑了，继续攻击！阿三国的代表者大叫。但是在跑的过程中，又有一名农民死在了矮人弩手的高攻速下。本来4个伐木的农民一下子就死掉了2个。哈哈，先弄死你们2个，等我回去弄点其他兵种，早晚把你的营地给端了。阿三国说完，打开自己的私信栏目，给星条国的选手发了条私信：大哥，我刚才发现了龙国代表者的营地，弄死他2个农民。尼哥很快就回复了他：很好，到时候我们会合一起弄他。阿三国代表者心满意足地朝着其他地方去了。他之前收到了自己国家指挥官的提示，让他和星条国选手交好。阿三国指挥官认为暗影恶魔绝对是后期的大杀器，趁着现在交好，有一利而无一害。可恶啊，这个阿三国选手太可恶了！完蛋了，现在敌在暗我们在明，就算赵毅回来了也没有任何办法。是啊，还不知道阿三国代表者什么时候会再来呢。龙国直播间的观众情绪十分的低迷，因为阿三国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赵毅再也不能将所有的士兵带走了，这样绝对会影响探险的速度。但你要是全带了，阿三国有事没事就过来骚扰下，太贱了。随着阿三国代表者的离开，几个农民又从大本营里走了出来，思索了半天，还是跑到了外面继续干活。自己的同伴虽然死了，但是在晚上8点后还会复活，所以没多大问题，而且不是死于中立生物，所以忠诚度没有任何影响，只是开采速度从8个人变成了6个人，这种行为就纯属是恶心人。赵毅在这段时间中终于发现了一个铁矿，这个铁矿很大，能够建立好几个开采铁矿的机器。我去，终于发现铁矿了，好多建筑物可以建造了。不光建筑物啊，复合工也能制造了，我们代表者实力将提高很多。不知道这个末日游戏中有没有锻造装备啥的，到时候铁矿更加重要。看到赵毅找到铁矿，龙国直播间的观众一扫阴霾。叮咚，龙国代表者发现铁矿一座，赠送龙国超级炼铁术。这条消息让龙国高层激动不已。龙国境内其实不缺铁矿的，但国内拥有的铁矿几乎都是贫铁矿，这需要提炼前反复精选铁矿，之后再进入高炉前还要经过烧结这个环节。即使如此，因选矿技术难度，还要造成之后高炉炼铁中排渣量大，能耗大。在钢铁上，因为成本问题，一直只能依靠进口。如果这个超级炼铁术能将龙国目前最困难的问题提炼成本过大给解决了，龙国钢铁将实现不再进口反而出口的局面。龙老从自己的 App 中提取了超级炼铁术，这里所有的资料都储存在了 U 盘之中。龙老颤抖地交给了钱老道，将它交给龙科院的院士，让他们第一时间研究出来。好的。钱老同样激动，没想到在其他国家还在抵御末日游戏造成的威胁时候，龙国居然接二连三地从中获得好处。这一切都是依靠末日游戏中的赵毅啊！星条国的指挥官听到这个游戏播报，十分的羡慕。但是早晚这些技术自己也会拥有的。几个以星条国为首的国家，慢慢的开始在游戏中达成了一个同盟。赵毅听到这个奖励，暗自高兴。不光自己获得了一个铁矿，龙国还获得了超级炼铁的技术，一举两得呀！但是这个铁矿自己要怎么开采呢？赵毅点击查看铁矿，希望能查到一点信息。第58章森林中的城堡。中型铁矿，铁矿储量1000块。信息：个人开采无限制，机器开采必须将大本营的能源延长至此，否则无法开采。赵毅摸了摸下巴，储量先不说，这个能源怎么延长啊？看来应该是相应的建筑，但是没有图纸，这可怎么弄？不管了，赵毅决定先用人口开采吧。目前自己还不是需要很多的铁矿，等自己的大本营升级到2级后，到时候再想办法吧。因为到时候2级建筑恐怕需要大量的铁矿资源。记下了铁矿的位置，赵毅就开始朝着其他地方出发。目前时间才到中午，现在回去那就太早了。这个时候，赵毅发现了森林中居然有一个巨大的城堡，真正的城堡，西方建筑风格。大门口还有几个狗头人在巡逻。我去，我们代表者发现了什么？一个只存在于末日游戏中的智慧种族。这几个狗头人还在巡逻呢。我敢说，这个城堡里有不少的好东西。好东西是好东西，但是这些狗头人看起来不好对付啊。众人将目光放在了直播页面旁边的属性介绍中。姓名：狗头人巡逻兵。种族：兽族。生命值：320320。攻击力：28-36。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1.0，每1.0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
移动速度快，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无，天赋无。赵毅看了看守在城堡中的狗头人，这些狗头人看起来不像是一般的野兽中立生物，但赵毅决定还是试上一试。反正自己的毒蛇陷阱只要能量充足，那就是无消耗，除了 1.5 秒的公共 CD 时间可以一直放技能。打定主意以后，赵毅在城堡的入口安放了3个陷阱，随后对着远处的一个狗头人一个致命一剑，利剑飞得很快，直接插在狗头人的脑门上。负17，7、8个狗头人就挥舞着自己手中的武器冲了过来。他们在冲过来的时候，被赵毅和赵鑫一顿射击，赵毅甚至还触发了一次 3% 的连击效果，但是对比赵鑫的输出还是差了不少啊。狗头人走近以后，触发了赵毅的毒蛇陷阱，9条小蛇游了出来，将狗头人团团包围。赵大，你们可以上了。赵毅指挥着老兵冲上去，4个老兵提着斧头对着狗头人就是一顿输出，手中的利斧朝着狗头人身上无情地砸去。没过多久，最后一个狗头人也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次老兵还是受了一点伤害，这帮狗头人比之前的残掠暴熊要厉害，攻击和血量都提高了不少，但是影响不大。几个老兵中只有2个老兵的血量掉了几10滴，被狗头人锤了几下。而这几个狗头人的经验让赵毅提升了1级，来到了2级。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等级提升至2级，获得5点属性点。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等级提升至2级，获得可以学习技能野兽追踪、人形追踪、神猴光环。请代表者再接再厉，等级提高10级后可以开启天赋树。天赋书倒是让赵毅期待了下，自己目前的天赋都是通过系统获得的，还真不知道这个世界自带的天赋是什么样子。赵毅点开自己的属性一栏，在技能栏果然发现了多出来的3个技能，不过这3个技能都是灰色的，想要激活还需要金币和经验值。这么说吧，1级技能激活需要10点金币和30点经验，而赵毅目前的经验刚好升级用完了，还没办法获得技能。不过倒是可以看看这3个技能的介绍。野兽追踪，追猎者极其擅长追踪野兽，开启追踪后，附近500米范围内所有的野兽踪迹都能发现。一种追踪形态，同一时间只能开启1个。人形追踪，被追猎者盯上的猎物没有能够跑掉的，开启后可以追踪人形物种的痕迹。一种追踪形态，同一时间只能开启1个。神猴光环，追踪者可以使用野兽的力量，光环效果开启后提升自身及附近远程单位 8% 的闪避几率，同一时间只能开启1个光环。3个技能，2个追踪，1个光环。追踪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发现不同的痕迹，还是比较有用的。这个游戏不带地图，这就导致有些时候只能依靠自己的野外求生经验，而这个技能直接将不同生物的痕迹展现出来。如果自己以后追击什么东西的话，它必定跑不掉。另一个光环提升自身及周围远程单位闪避效果，8%的闪避，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了。运气好，说不定能够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可惜只能让自己和远程单位躲避，要不然老兵还能吃到一点闪避效果，让他们更加耐揍。叠最高的闪避，挨最毒的打，打不着我就是完。当然这只是想想罢了。我们代表者领先了好多啊。小甜甜看到赵毅升级十分的激动，在其他国家代表者连职业书还没拿到呢，我们国家的代表者已经开始升级了，这速度太给力了。3个解说就差高兴的直接蹦起来了。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形象，看到没有，这就是龙国代表者实力。阿三国的网民们，我告诉你，你们惹到不该惹的人了，就是等着受到制裁吧。阿三国的人却不在意，自己国家的代表者都已经跑路了，就算龙国代表者回来，也不可能抓到自己国家的代表者。切，还让我们小心，管好自己的领地吧。就是以后别出门了，小心自己的基地再次遭殃。两边国家在直播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赵毅来到城堡的门口，之前分解的狗头人居然连个毛都没有，这让赵毅一阵恼火。他倒要看看这种生物是不是真的什么玩意都不报。来到城堡前，这才知道这个城堡的宏伟，光是这个门就巨大无比，看起来就像是巨人住的地方。第59章，工具人的作用。自己的身高不及这个城堡门的1/3，老兵就更别说了，抬头看门，脖子都快折断了。我去，这扇门真大啊！赵大抬起头看着，进去呢，还是不进去呢？通过昨天的地洞，赵毅了解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生物死了是不会刷新的，这就导致了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同一个探索场景，如果让其他人抢先了，那么后续再找到的人将没有任何好处。就比如赵毅之前探索的地洞，如果再有代表者进去，那么他就只能找到一地的蝎子，还有一个 BOSS 级人物。眼前的这个城堡也是一样的，如果赵毅不探索，被
被其他人找到了，那就会被人捷足先登。赵毅决定还是先进去看看，大不了到时候再回去。赵大，开路。是。赵大等4个老兵推开这道大门，这道门倒是没有之前青铜门那样的开关。4个老兵没有费多少功夫就将门打开。赵大刚走进去，还没看到怎么回事呢，旁边的拐角处就跑来3个狗头人，这倒是把赵毅吓了一跳。不过就3个，一会的功夫就清理干净了。我的妈呀，吓我一跳！这个城堡还不知道有多少个拐角呢。好家伙，这是一个恐怖直播吧？龙国直播间的人都被突然出现的狗头人和嘶叫声吓到了。3个狗头人的伤害并不大，但绝对吓了众人。这3个狗头人的警戒距离刚好在门口，只要进门就会被吸引过来，想来应该是设计人给的一个小小的惊喜。赵毅见没什么危险，便进入了古堡之中。一进门，面前的是一个大厅，正前方是玻璃做成的窗户，透过窗户能够看到对面的情景。对面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广场，广场中间各种狗头人在巡逻。除了狗头人外，还有一些红色的土狗，应该是狗头人养的宠物。狗头人养狗，真是恶趣味。大厅的左边是一堵墙挡住了，里面是啥就不知道了。右边有个走道，通向一个房间。开门就跑过来的土狗，应该就是这里过来的。赵毅敲了敲玻璃，对面的狗头人和土狗没有任何反应。这个墙壁和玻璃没有血条，应该是游戏内的不可跨越的墙壁。自己在这边的动作不会吸引到对面狗头人的任何反应。唯一的出路就是大厅右边的走道。领主大人，我们要进去看看吗？赵兴站在旁边小声地说道。赵毅看了看过道，进去肯定要进去的，但是谁进去就是个问题了。想来想去，还是赵兴这个工具人适合。速度快，距离远，遇到危险也能跑，遇到怪物还能拉怪过来，十分完美的漂亮工具人。我安了3个陷阱，等下你进去看看情况。明白，领主大人。赵毅在右边房间的门口安装了3个毒蛇陷阱，这玩意是真的好用，以后面对强力生物就没多大作用了，趁着现在好好用用。3个毒蛇陷阱安排好后，赵兴就握着自己的弓箭进去了。赵兴的脚步很轻，2只耳朵竖起，时刻注意各种声响，眼睛直视前方。这个房间木质而成，并不大，进门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再往前走就能看到前方有几个狗头人守护着类似茅草屋的东西，仿佛这个房间并不是他们的窝，而房间之中的茅草屋才是他们的家。汪汪汪，汪汪汪！几个狗头人在激烈的交流着，但是赵兴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狗头人在往前的地方有一个楼梯可以通往楼上，想要去楼上就要经过眼前的几个狗头人才行。赵兴慢慢的又退了回去，和赵毅说着里面的情况。狗头人几个？赵毅问道。总共15只，每个茅草屋前1只。15只啊，这就是恐怖的力量了。狗头人的血量在300多，自己老兵的血量才781点，这还是有了天赋加成的后果。3个狗头人在血量和攻击上都完全碾压老兵。他们站位如何？比较分开，如果拉怪的话，每个茅草屋不会引起其他茅草屋的注意。赵兴已经明白了赵毅的用意，那就是分散打法。那就行，上。赵毅一声令下，赵兴就冲了进去。赵毅自然不会自己冲了，他可是老大。赵兴进去以后，看了看离自己最近的一个茅草屋，茅草屋门口5个狗头人来回走动，并没有注意到赵兴的存在。赵兴拉开弓箭，瞄准最近的一只狗头人，嗖嗖嗖，5支箭同时飞了出去，每个狗头人身上多了一支箭杆，箭头已经插在他们身上了。狗头人大怒，自己在自己家门口过得好好的，居然有人对他们射箭，这还得了？这还有王法吗？这还有天理吗？抄起旁边的武器就冲了过来，迎面走了几步，又被赵兴射中。2次攻击，这些本来300多血量的狗头人就少了50多点血量。牛逼，赵兴一个人输出居然就这么高，不愧是我们龙国代表者的头号工具人。老婆，你怎么在这玩狗头人？快跟我回家玩我吧。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赵兴伤害这么高，竖起了大拇指。还好是龙国代表者摇到了赵兴这个兵种，要不然其他国家代表者拿到以后将是一个麻烦。赵兴看到狗头人接近了，急忙向着身后跑去，这些狗头人的速度根本跟不上他。来了！赵毅看到赵兴跑出来，让老兵们做好准备。门口两边分别站着2个老兵，他们手中的斧头反射着一股令人胆颤的寒光，只要狗头人过来，上去就是一斧头。赵兴跑到赵毅的后面，回头就是一箭，嗖嗖嗖，5支箭再次击中5只狗头人。狗头人嗷嗷叫的就冲了过来，这小娘皮人还没摸到呢，自己这边先挨了3箭。冲过来的狗头人触发了毒蛇陷阱，9条蛇原地出现，将狗头人团团包围。他们小小的舌头对着最近的一个狗头人就是一口下去。负8，埋伏的老兵冲上去就是一斧子。
负84。第60章刷经验。狗头人的血量蹭蹭的往下掉着，很快就死在众人的围攻下。赵毅看了看老兵的血量，一个满血，3个受伤的，其中掉的最多的一个才损失100多血量，完全可以接受。赵毅看了看地上狗头人的尸体，有种什么都不出。分解狗头人，获得士兵印记，好东西啊！没想到杀狗头人爆出了士兵印记，自己又可以建造一个弓箭手出来了。或者换兵种，看能不能造出来好东西。先留着。5个狗头人解决了，赵毅跟着赵兴走进这个房间之中，在里面果然看到3个茅草屋，其中2个茅草屋前有总共10个狗头人守着，每边5个。另一个茅草屋前1个都没有，应该是之前赵兴拉过来的5个怪。茅草屋上面有血条，显示是1000。赵毅看到后心中一喜，说不定摧毁这个茅草屋有奖励呢。刚准备让老兵们拆家的时候，从已经没有狗头人把守的茅草屋中又走出来一个狗头人。赵毅愣了下，难道茅草屋前的狗头人都是茅草屋里无限刷新的？为了印证这个猜想，赵毅拿起自己的弓箭，一个致命一箭射中了狗头人。负17。狗头人中箭以后飞奔过来，路上又被赵毅和赵兴射了2箭，跑到面前的时候刚好4个老兵每人一下解决了。负81、84、85、88。狗头人扑通一声倒在了赵毅的面前，无伤打怪，嘻嘻。赵毅注意着茅草屋，果然过了一会又跑出来一只狗头人。看着增长的经验值，赵毅似乎想到了一条生财之道，这是一个刷经验的好场所呀。现在游戏时间是下午1点钟，刷这个狗头人刷到3点钟回去刚刚好。打定主意以后，赵毅就将自己的计划和几个老兵还有赵兴说了下。赵兴和赵毅同时出手射箭，狗头人跑到近处的时候，老兵再每人一斧头上去，稳稳的击杀。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赵兴攻击时候不能分散到茅草屋，要不然把茅草屋毁了就啥都没有了。赵毅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刷经验道路。看到赵毅的操作，张大帅在直播间哈哈大笑，我们的代表者是个人才啊，居然想用这种方法钻系统漏洞。不断出来的怪家无伤杀怪，那不就是移动的经验值吗？小甜甜笑开了花，只要是龙国代表者有利的事情他都高兴。这下子龙国直播间的歪果人不干了，赤裸裸的作弊啊，建议取消龙国代表者的资格。没错，直接判决龙国代表者防守失败。太可恶了，这还有人管吗？看着这帮歪果人急了，龙国观众反而十分的舒坦。舒服，从来没有这么舒服的事情。继续刷，说不定还能刷到士兵印记呢。说好的末日求生游戏怎么变成了刷子游戏了？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提升至3级，获得5点属性点。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等级提升至3级，致命一剑技能可以提升至 LV2。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提升至4级，获得5点属性点。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等级提升至4级，毒蛇陷阱可以提升至 LV2。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等级提升至4级，学会新技能眼镜蛇钉刺。眼镜蛇钉刺攻击附带毒性，造成15秒内20点持续自然伤害，每个猎人在任何一个目标身上只能保持一种刺痛效果。赵毅就在这直接将等级提升了2级，还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值，这些经验值可以让自己提升技能等级。除此之外，击杀的狗头人还获得了不少的好东西。总计2个士兵印记，包括前面的一个勇者印记，一个农场图纸，最后还有一个守卫戒指的锻造图纸。士兵印记这玩意，赵毅还是知道的，升级士兵用的。但是勇者印记是个啥？叮咚，勇者印记可以升级2级士兵或者大型1级士兵。听到系统的提示，赵毅点了点头。这个游戏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多东西不给提示，让自己摸索，这就导致赵毅可以无限打信息差。就比如这个勇者印记，如果不是系统提示，赵毅还真不知道这是给2级士兵使用的，那岂不是说明自己的老兵或者赵兴可以再次升级了？想想就刺激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其他限制了，比如升级需要2级兵营什么的。其实就算是2级兵营的限制，赵毅也快完成了。现在铁矿已经找到了，建造2级兵营不是问题。农场图纸这玩意倒是有介绍的。农场图纸需要木材100，石头 X50，金钱 X50，2级大本营。简介：可以提供16个单位的粮食。粮食？赵毅满头问号，这个世界的兵种不是不要吃饭的吗？那为什么还要提供16个单位的粮食？如果给代表者吃的话，代表者总共才多少人啊？不管了，先放着吧。最后一个守卫戒指的锻造图纸。守卫戒指锻造图纸，蓝色品质，攻击力加3，生命值加100。特效：护驾，可以抵挡3次伤害，每天刷新。特效：护盾，携带者生命值低于 50% 的时候开启一张护盾，护盾持续。制造需要铁浆铺1级，蓝磷矿 X2，
铁矿 X2，蓝色宝石 X1。赵毅看了看图纸，果然蓝色品质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光是蓝色宝石和蓝磷矿自己就没有，还有这个铁匠铺，目前自己图纸都没有呢。不过这个效果还是真的好，每天抵御3次伤害，这让自己多了一个生存的机会。另一个护盾同样加强了自己活下去的能力，2个技能保自己不死，哪怕对面有远程能力或者偷袭能力，自己也不用害怕。将图纸收好以后，赵毅看了看茅草屋，时间已经快到3点了，自己差不多到时间要回去了。赵大，你们几个将这个茅草屋给我毁了。走之前，赵毅想要看看这个茅草屋会不会爆出来东西。第61章，屎黄色的按钮。走之前，赵毅想要看看这个茅草屋会不会爆出来东西。随着茅草屋被干爆了以后，果然从里面出现了一个小的木质宝箱，居然有宝箱，不错不错。赵毅称赞着，随后打开来一看，叮咚龙国代表者打开木质宝箱，获得金币 X150。叮咚龙国代表者打开木质宝箱，获得建筑图纸、能源工房。叮咚龙国代表者打开木质宝箱，获得建筑图纸、能源塔。叮咚龙国代表者获得兵种锁定符。金币应该是狗头人们藏的私房钱。这个建筑图纸是个什么玩意？赵毅打开一看，原来这个东西就是维持采矿的能源啊！能源工坊可以给附近500米的建筑提供总量为10个单位的能源，建造需要50木材、30金币、20弹头。能源塔可以延长能源补给，每一座延长500米能源供应线，建造需要10木材、10金币、5弹头，建造起来并不算困难。赵毅将这个东西收好以后，看了看旁边的2间茅草屋，本来想要一并清理掉，想想还是算了，这2间茅草屋还要留着给自己明天刷经验用呢。赵大，我们走吧。是。赵大原路返回，朝着自己的营地走去。看到赵毅准备回去了，龙国直播间的阿3网民们都十分的激动。哈哈，终于回来了吗？我都等不及看到他的表情了。自己的基地被人偷了，一定很爽吧？以后我们代表者没事就过来偷个家，岂不是美滋滋？龙国的网民回击着。阿3国这是厕所里点灯，找屎死啊！别让我们代表者找到你们的基地，要不然你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赵毅走在路上，盘算着今天的所得，金币拿到了150个，等级提高到了4级，图纸获得了4个，分别是能源工坊、能源塔、农场图纸、守卫戒指，蓝色品质，装备获得了一个绿色的熊皮手套，其他就是士兵印记2个，勇者印记1个，兵种锁定符，收获还是不少啊。说起升级来，赵毅现在有15个属性点了，想来想去，最终加了10个属性点到攻击力上，总共获得了10点攻击力。目前带上木工是25-26，距离赵星越来越接近了。最后5点加在了攻速上，获得了 2.5% 的攻速加成，1点提高 0.5 点攻速。目前攻速是 1.38 秒攻击一下，提升了1点，距离赵星还是有点差距的。不知不觉中，赵毅就回到了自己的营地，边上几个农民依然在辛苦的工作着。赵毅来到营地以后，打开了自己的物资一栏，查看着木材 X400， 石块 X350， 茅草 X400， 金币 X358， 硬质甲壳 X10， 重油 X20， 肉块 X100， 皮革 X45， 受精 X17， 熊爪 X5。 虽然现在才下午5点钟，但是8个农民不会才弄了这么点吧？赵毅把所有的农民都叫了过来，你们今天弄了多少物资？回领主大人，目前都在这里了。一个农民站出来说道。等等，你们怎么就6个人？赵毅好奇地问道。龙国直播间的阿3网民看到这一幕笑了起来，哈哈，是我们国家的代表者杀的。看他一脸懵逼的，根本不可能找到我们代表者所在的地方。小甜甜在直播间闷闷不乐，对着旁边的张大帅道，我们代表者难道要一直被阿3国代表者骚扰吗？张大帅想了下，不一定。听到张大帅的话，小甜甜兴奋起来，急忙道，那你说说我们代表者应该怎么做？我这也是理论可能，我们代表者有个技能还没学呢，叫人形追踪。如果这个技能能找到阿3国代表者在龙国营地的迹象，就能进行追踪。听了张大帅的话，龙国的网民沸腾了起来。没错，阿3国代表者死定了。哈哈，阿3国代表者一定没想到，我们代表者居然有追踪技能，他死定了，我说的。阿3国的网民却丝毫不在意。你们解说都说这是可能了，说不定人形追踪没用呢。就是找到了再说吧。赵毅这个时候通过农民的叙述弄清楚了情况，这倒是让他挺惊讶的。想不到这么快就有代表者找到了自己的营地。自己建造防御塔就是为了让防御塔保护自己的领地，以防遭受到中立生物的骚扰。但是面对有智慧的其他国家代表者，那肯定是不行的。
虽然不知道这个国家代表者是谁，但是他死定了。击杀了自己2个农民，自己这边其实没啥损失。农民第2天还会复活，又不是中立生物杀死的，所以就连忠诚都不会掉。但是这口气，赵毅咽不下去。所有人都在抵御末日游戏的进攻，他却在这下绊子。这种人不除掉，自己是没办法在这个领地好好生活了。有了第1次，就有第2次。难道自己天天在这守着不成？其他国家的代表者可都是抓紧时间探险啊！你们先去休息吧，这个事情我来解决。几个农民相互看了看，随后道：“是，领主大人。”几个农民走后，赵兴走了过来道：“领主大人，我们现在怎么办？”赵毅笑了笑：“君子报仇，10年不晚。可惜我不是君子，今天的仇我是不会让他过夜的。目前时间是5点钟，过去找到这个国家的代表者再回来，应该时间上够了。其他国家的代表者在夜晚寸步难行，是因为根本看不清路面和其他野兽。但是赵毅不同，他有自己洞察之眼，虽然才1级，但足够看清夜晚的动向了。那领主大人，我们现在就出发？”赵兴问道。“不急，等我一会。”“是，领主大人。既然要去了，那就让自己的武装力量强大一点再说。”赵毅让赵兴试着进兵营，想要看看究竟能不能升级。赵兴进去以后，果然在界面上多了一个升级按钮，但是这个按钮并不是屎黄色的。第62章切换士兵，上面写着想要升级这个兵种必须2级以上兵营才可以。果然，高级的兵种不是想升级就升级的。对此，赵毅倒是没有什么意外，如果能直接升级高级兵种，那这个游戏前期将对自己毫无难度。这个末日游戏肯定不会像这样的。赵毅随后又打开了交易栏目，想要看看自己的肉卖掉没。4块虫肉只卖掉了2个，剩下2个没有卖掉。随后赵毅又看了看交易栏目，1块肉只要5个金币咯，1块肉换10根木材就好。肉多泛滥，帮帮我吧。赵毅啧了啧舌，这才第3天，食物就泛滥了。想想也是，这个游戏中就国家代表者需要吃东西，农民和士兵啥的都是不需要的。满打满算也就100-200人需要吃，食物饱满很正常。赵毅也明白了，之后的肉食只需要满足自己就行了，没必要再带回来了。仓库里还有不少的肉，短期应该就够吃了。至于售卖就别想了，大家都有吃的情况下，没人会拿金币购买肉的。加上2块虫肉卖的8个金币，目前赵毅有了366个金币。赵毅的不急不躁让龙国直播间的观众都看懵了。我们代表者怎么回事？问清楚家被偷了就没了吗？哈哈，还能怎么办？他能找到我们阿三国的所在吗？龙国选手不过如此，今天弄了这么多物资，明天就是我们的了。阿三国的网民哈哈大笑，本来还怕赵毅会外出寻找呢，没想到连门都不出了。他们不知道赵毅自然不会放过敢偷袭自己营地的人，只是在走之前，他需要将自己的实力提高到最大。赵毅打开了自己的物品一栏，其中有兵种限制符和兵种刷新符2个东西。兵种刷新符是刷新兵营中的兵种使用的，那么兵种限制符是干嘛用的呢？兵种限制符可以将部分兵种锁住，后续刷新将不再消失。听了系统的话，赵毅明白了，原来是针对想要继续保留的兵种，可以做到锁住不随机替换，挺不错。赵毅就需要这个东西，真是瞌睡来枕头啊！本来赵毅想要建造足够多的农民后再使用兵种刷新符的，这样就是害怕自己会丢失农民这个兵种，但这就导致赵毅没办法切换兵种，只能重复的造弓箭手和小兵。小兵升级的老兵已经渐渐不给力了，而精英弓箭手虽然拥有散射，但是伤害并不高，一个够了。现在有了限制符就不担心了，赵毅可以限制农民，然后进行切换兵种。龙国直播间中，张大帅似乎知道了赵毅的意图，道：“我们的代表者似乎准备换兵种了。”小甜甜激动道：“希望来点厉害的兵种，这样赵毅的实力将会再一次提升。”龙国网民们十分期待，想要看看新兵种是什么东西，希望来个和暗影恶魔差不多的兵种，绝对后期神器。是啊，老兵渐渐不给力了呀，外面的野怪血量都200-300了，老兵781的血量确实不够。末日游戏中，赵毅使用了兵种限制符，将农民锁死，这样自己还有2个兵种可以切换。随后又拿出兵种刷新符开始使用。龙国代表者使用兵种刷新，是否替换兵营兵种，除锁定以外兵种。赵毅点击了眼前替换按钮，兵营整体发出微弱的光芒，持续了数秒以后就恢复了原样。让我们来看看新换的兵种里都有啥。张大帅搓了搓手，随后看向了直播页旁的介绍，这感觉就跟开了盲盒一样。在换兵种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士兵。姓名：魔女，种族：恶魔，生命值835835，攻击力101-115，攻击类型：穿刺，
攻击速度 1.05， 每 1.05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快，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魅惑，收到攻击时候有 0.5% 的几率将对方拉入自己阵营，如果对方有赏金或者物品，可直接获得赏金和物品。天赋5，建造需要180金币一个人口。好家伙，这个兵种倒是有点好玩啊。小甜甜在旁边急道：张大帅，这个兵种怎么样？看你不说话，是不是不强啊？张大帅笑了笑，看起来还行，重甲防御力很高，血量在我们代表者坚毅加持下能有900多血量，比老兵要强。最主要的是他的技能魅惑，能够有 0.5% 的几率将敌方单位拉入自己这边阵营，虽然几率很低，但万一触发了，那就有意思了。张大帅说完哈哈大笑，不愧是魔女，居然还会魅惑，这个兵种一定是个美人，快来魅惑我吧。我不需要魅惑，我自动跟他回家。龙国直播间的观众肆意调侃着。赵毅看到这个兵种微微一愣，确实可以当中期使用的兵种，比起老兵来说，无论攻击力还是血量护甲都高了很多。最主要的是建造只需要180个金币，要知道一个老兵就是175左元括号25加150右元括号个金币，只相差5个金币，提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赵毅的下一个主要兵种了。随后赵毅又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兵种，姓名小鬼，种族幽魂，生命值7575，攻击力4-5，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 0.33， 每 0.33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无甲，移动速度快，攻击范围500码游戏距离。个人技能虚实，拥有 15% 的几率躲避物理攻击。天赋5，建造需要25金币一个人口。真 TM 垃圾兵种，我去，还好有个魔女，要不然这次切换就不用玩了。是啊，甚至不如上次的兵种。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个兵种的属性大喊垃圾，就连张大帅都摇了摇头。第63章魅魔小姐，无论是攻击力还是生命值都非常的垃圾，唯一厉害的就是攻速很快，是目前众人见到攻击速度最快的一个，1秒钟能够攻击3下，但是再快也没啥用，4到5点的攻击力能干吗？不能触发技能虚实的情况下，老兵能一斧头把他剁了。唯一的好处就是造价很便宜，只要25个金币，但是同样75血的农民只要15个金币啊。赵毅皱了皱眉头，想不到切换的2个兵种是这样的。光从属性看来，自己应该是建造魔女了，但是赵毅觉得这个小鬼不会那么简单。系统分析下2个兵种，魔女前排单位升级可变成魅魔，前中期较为靠谱，后期可以打辅助作用，值得建造。小鬼1级兵种毫无作用，升级后可以当辅助兵种建造，值得建造3到4个。原来小鬼是打辅助的啊，但是自己目前用不到。相比之下，魔女可靠多了，不光前中期有用，后期还能承担辅助的作用。赵毅打定主意，就先建造新的兵种魔女吧。没过多久，就从兵营中走出一名奇怪的女子，身形高大，比赵毅还高大，身着暴露，该露的地方都露了，不该露的地方也。长得极为漂亮，一张脸蛋让人觉得世上没有比她还漂亮的了。这种漂亮和赵鑫是2种感觉，赵鑫是有一种飒气、英姿飒爽的美，而这个魔女的美则是福祸众生的美，没有人能阻挡她的美貌，除了赵毅。啊，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吗？我宣布，我的老婆正式换成了魔女。赵鑫虽好，但是魔女的一双眼睛仿佛勾魂一样把我勾走了。魔女将手指放在了嘴里吮吸着，向着赵毅抛了一个媚眼。领主大人，魔女娇滴滴地说道。直播间的观众被这声酥麻的叫声喊得身子都软了。啧，我们代表者这次还能坚持住吗？张大帅羡慕道。小甜甜不以为然，根本没有赵鑫好看，就这样还能成为魔女？直播间的观众分为2派，女的更喜欢赵鑫这样实力强、飒气十足的女生，男的则更喜欢魔女这样的身材完美、脸蛋漂亮的恶魔。赵毅看了看魔女，随后道：进屋去。进屋了。张大帅啧了啧舌，看来赵毅抵挡了赵鑫的诱惑，还是挡不住魔女的性感啊。我们代表者终于要变男人了吗？只希望接下来的内容不要付费可观看。刚来的，问下这个直播正经吗？我一进门就看到赵毅让魔女进房间。魔女妩媚一笑：领主大人不要着急嘛，人家早晚是你。赵毅回道：能不急吗？再不升级出发就赶不上了。说完直接将魔女推进了兵营之中。张大帅看到这一幕愣了，好家伙，原来是升级啊，我还以为。小甜甜一旁幽怨道：你还以为是什么？
我还以为要进大本营呢，嘿嘿。好了，让我们看看魔女小姐会变成什么吧。张大帅急忙说道。赵毅点击了升级按钮，消耗了175个金币，还有一个士兵印记，自己366个金币就只剩下11个子了。啥时候才能实现金币自由啊？魔女升级完成后，从兵营中走了出来，个子没有那么高大了，变得和赵鑫差不多高，但是身材更加夸张，上身穿着不知道什么材质做的紧身衣，将她的身材完美展现出来，下身穿着黑色丝，极为诱人。我的妈呀，更加诱惑人了！不说了，开冲！就这还要诱惑人？我直接跪舔！直播间中，小甜甜拿着手在张大帅面前晃了晃，这个人已经毫无反应了。太羡慕了，呜！张大帅喃喃地说道。但是他还没忘他的职责，他是负责游戏内容讲解的。叹了口气，随后道：我们来看下这个美女的属性。姓名：魅魔，种族：恶魔，生命值：1680，1680，魔法值22/22，每1秒恢复1点，攻击力153-174，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 1.05， 每 1.05 秒攻击1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快，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魅惑，收到攻击时候有 0.5% 的几率将对方拉入自己阵营，如果对方有赏金或者物品，可直接获得赏金和物品。个人技能妖言惑众，消耗20点魔法值给敌方375码的所有敌方单位诉说不健康信息，敌方攻击将会有25%的几率丢失，攻击魔女和魅魔的时候，此效果翻倍，持续20秒。天赋无，升级需要180金币，1个人口。这个兵种罕见的有了魔法值，每秒恢复1点，那也就是说这个技能20秒能释放1次了。张大帅看着属性分析道。赵教授接着道：持续20秒，20秒释放1次，有点意思啊。赵毅通过系统看到这个兵种介绍后笑了笑，难怪说这个兵种能打中期，后期也能辅助。重甲加1680的血量，足够承担大量的伤害。妖言惑众技能能让敌方 25% 的几率攻击丢失，面对魔女和魅魔时候翻倍，那岂不是魅魔当前排的话，可以让攻击者 50% 的几率丢失，有点强啊。魅魔看到赵毅盯着自己，娇滴滴道：主人是有什么坏想法吗？没啥想法，就感觉你特别的能扛，是个好的坦克。坦克？魅魔小姐有些懵逼，能抗伤害可不就是团队中的坦克位置吗？听到赵毅的话，龙国的直播间观众哈哈大笑。我们代表者还真是有米不进啊，这么酥软的妹子都看不上，太酥了，我骨头都软了。我愿做魅魔姐姐的舔狗。魅魔的强大让龙国直播间的人都很高兴。153-174的攻击力着实恐怖。赵毅没想到这么瘦小的一个恶魔女居然这么厉害，看起来也就熊大点。第64章找到你了。身为重甲单位，穿的比谁都少，这就是传说中的穿的越少护甲越高吗？属性还比自己高那么多，这就离谱。赵毅略微不爽，但是想到这么强的魅魔，还不是得对自己言听计从，想到这里就舒坦了。走吧，我们出发。领主大人，我们是要去找人了吗？赵鑫旁边问道。他感觉到了来自魔女魅魔的威胁，不能让领主大人和这个魅魔单独在一起，要不然领主大人有危险。走。赵毅不多话，带头就走了。魅魔嬉笑了一声，就跑上去跟着赵毅，赵鑫紧随其后。赵大、赵二、赵三、尼古劳斯、赵四，四老兵耸了耸肩，随后慢慢跟上。我们代表者这是要去哪啊？小甜甜好奇地问道。外面已经5点多了，夕阳西下，再过不久就天黑了。张大帅摇了摇头，再看看就知道了。张教授疑惑道：他是不是去找阿三国的人了？这就不知道了。所有人将目光投向了直播中，不知道他想要去哪里。难道真的去找阿三国的代表者了？但是这也太危险了吧，再过2个多小时就是怪物入侵的时间，这样子会不会来不及啊？更何况这个世界这么大，这要怎么找啊？虽然阿三国的人很可恶，但是还是明天去吧。是啊，过了今晚的怪物入侵再说。龙国的代表者怕是石乐志吧，他只要赶出去，今晚必定失手。龙国代表者被我们阿三国的代表者搞崩了心态，哈哈。赵毅来到营地外面思考了下，想要找到是谁杀的农民，看来只能学习人形追踪了。虽然他带的士兵不一定是人形的，但是他本人肯定是人形的。赵毅打开了自己的属性一栏，开始学习人形追踪。学习人形追踪需要10点金币，30点经验。学习多了一项技能后，赵毅直接开启了人形追踪。这个技能能够一直保持着，而且无消耗，只是众多的追踪之中，自己只能保持一种。开启后，赵毅的眼中多了一些淡蓝色的痕迹，
这些痕迹就是最近这里有人形生物的活动迹象。农民同样是人形，所以大本营附近很多淡蓝色的迹象。这些迹象在大本营和森林外围的树木中尤其多。赵毅看着远方，果然在一片草丛中看到了一点迹象。这个位置的话，农民不会走这么远，只能是外来者造成。这个迹象就是阿三国代表者走的时候离开的。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迹象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阿三国的人带了6名矮人弩手啊，那迹象就明显了。赵毅笑了笑，不管你是谁，你已经被盯上了。难怪说被追猎者盯上的人跑不掉呢，只要你留下了痕迹，你就摆脱不掉追猎者的追捕。赵毅跟着踪迹快速跑着，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懵了，赵毅的行动太快了，而且感觉有目标的走。但是他们看不到赵毅追踪的画面，所以并不知道这是赵毅开启了追踪的结果。我去，跑得也太快了吧，这是要去哪？这路线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啊？我在阿三国直播间看过，这个路线就是之前他离开的路线。那个树，那个石头，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丝毫不差。赵毅不会真去报仇了吧？报仇好啊，只争朝夕，是个汉子。赵毅飞快地跟着踪迹，赵兴和魅魔能跟上，但是身后的老兵们就慢慢地拉开了距离。赵毅放慢了一点速度，旁边的魅魔跟上道：“主人，给人家一个名字呗。你旁边的害羞小女生都有名字，还有身后的4个壮汉也有，人家也想要吗？”魅魔撒娇着，看起来还挺可爱。赵毅想想也是，老是叫他魅魔感觉怪怪的，但是起什么名字呢？赵毅是个起名废，那我就叫你赵修吧。赵修？魅魔歪着自己的脑袋，这个名字怎么听起来这么中性啊？赵兴在旁边有些高兴，这个名字明显自己的好听，自己在领主大人心中的地位，看来是没人能动摇了。赵毅说完就加快了速度，继续向着前面跑着。6点半左右，赵毅终于来到了阿三国的领地。他的领地搭建的还挺有意思，在一座低谷之中。还好这个世界没下雨，要不然肯定要淹了。阿三国坐在自己领地前面，吃着水果之类的东西，2个农民正在干活。看到这一幕，龙国的直播间炸了。我去，真的让我们代表者找到了位置啊！牛逼牛逼，让阿三国的代表者悔恨吧。阿三国的网民慌了，这赵毅的实力他们是知道的，4个老兵加一个赵兴，现在还多了个赵修，这完全没办法打了。而且赵毅本身就是一个远程攻击者。冷静冷静，大家都是蓝星的一份子，共同抵抗末日游戏才是正事。是啊，之前都是误会，误会个头，杀我们2个农民，你必定要付出代价。想不到我们代表者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了，真是神了。应该是人形追踪的作用吧，只是我们看不到如何追踪的。赵兴看了看低谷之中的阿三国代表者，总计6个矮人弩手，3个一组巡逻，大本营中间还有一个防御塔。领主大人，我们怎么进攻？赵兴问着。赵修旁边笑着说道：“这还需要商量吗？都是穿刺攻击，怎么打我的重型护甲？”赵兴鄙视地看了赵修一眼，还真没看出来哪里重型了，也就胸前比自己重了一点点而已，没啥大不了的。领主大人一定不是这么肤浅的人。赵毅简单的计算了下，穿刺只能对重甲造成80%的伤害，加上3点护甲，100点伤害，最多造成68点的伤害。6个矮人弩手就别看了，攻击太低，主要是防御塔有点疼。不过不要紧，赵修完全能吃得下来。等那3个矮人弩手巡逻过来，我们就冲。好的，领主大人。3个巡逻的矮人弩手慢慢的走近，屏幕前的观众和赵毅都打起了精神。第65章，好强的赵修。阿三国的人此时正看着眼前的屏幕，自己这次外出也获得了不少好东西，说不定能够在此次的防守中获得前3呢。想想就十分的高兴，而且自己还找到了龙国的大本营，虽然今天只杀了2个农民，但是等自己这边士兵多了以后，就能捣毁他们的仓库，将里面的好东西都抢过来。正想着高兴呢，就看到不远处突然冒出来一个极其漂亮的女的，穿的特别少，阿三国代表者都看呆了。自己这边的士兵都是矮人弩手，什么时候看到这么漂亮的女的，而且穿的还极其性感。这个女的身后还跟着4个老大爷和一个拿着弓箭女，这哪冒出来的？阿三国代表者有点纳闷。3个矮人弩手愣了下，随后架起自己的弩箭，就向着冲在最前面的赵修射去。嗖嗖嗖，3个弩箭打在了赵修身上，没啥作用。-12，赵修1848的血量，丝毫没有感受到这个伤害，只能说这个伤害太小了，对于超过1800血量的赵修来说，就像被蚊子叮了下，有点感觉，但没啥作用。阿三国代表者还在分神的功夫呢，赵修已经冲到了3个矮人弩手的跟前，接下来举起自己的玉手，伸向最近的一个矮人弩手。-183，赵修用手将矮人弩手捅穿，随后抬起来扔在了一边，他的手变成了一片血红。魅惑的赵修
还不时舔了舔上面的血液。阿三国代表者一脸的懵逼，自己矮人弩手总共才160的血量，你丫的一下干了180。看到这一幕，整个龙国直播间都沸腾了。我去，好猛啊，一下子就插死一个。楼上的怎么插死的？细说。不对劲，你不对劲。按照旁边页面提示，穿刺攻击打轻型护甲可以造成130%的伤害，这些矮人弩手死定了。阿三国的网民们急了，一下解决一个矮人弩手，这还怎么玩？别打了，再打我们代表者今晚守不住了。可恶，这个可恶的龙国代表者不过是杀你2个农民，你犯得着这样吗？就是，居然杀我们代笔者矮人弩手，这是没完。阿三国代表者急忙让剩下的2个矮人弩手向后面跑去，但是矮人弩手刚转身，其中一个矮人弩手的肚子就被赵修捅穿身体。负177，矮人弩手被赵修慢慢的抬起来，随后扔在了一边。真是无聊，这也太弱了。赵修打了个哈欠，随后朝着最后一个矮人弩手飞奔而去。最后一个矮人弩手吓了一个哆嗦，快速的朝着防御塔那边跑去。赵修的后面是4个老兵，看到这个情景急忙道：妹子，手下留情啊，给我们留个人砍砍啊，一斧头只要80。没错，大斧80，小斧头40。4个老兵干着急，这个赵修转眼就杀了2个人，自己这边还没出力呢。赵兴则和赵毅走在后面。这场战斗赵兴发挥的作用不大，赵毅就让他在自己身边了。不愧是消耗了自己375个金币的魅魔，攻击力居然如此恐怖。阿三国的代表者带着自己的4个矮人弩手来到防御塔前，企图依靠防御塔作战。兄弟们，等下这个女的过来，给我狠狠的打。4个矮人弩手点了点头。赵修看到防御塔丝毫不惧，这玩意虽然攻击力有一点，但是完全打不过自己，直接冲着几个人飞奔过去。赵修身上穿着的黑色紧身衣跟着步伐抖动了起来。我的妈呀，这就是春天的感觉吗？教练，我举报他带球撞人。这个直播真不错，老刺激了。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一幕纷纷流下口水，场景过于香艳，妖言惑众。赵修使用技能，不远处的4个矮人弩手头上多了一个 debuff， 在攻击其他单位的时候有 25% 的几率丢失，在面对魔女或者魅魔的时候，这个几率翻倍。来了，攻击！阿三国的代表者看到赵修跑过来后，急忙命令着4个矮人弩手攻击。负11 miss miss miss， 总共4发弩箭，只有1发打在了赵修身上，剩下3发全部射偏了。3个射偏的矮人弩手头上浮现丢失2个字。这个技能牛逼啊，相当于 50% 的躲闪率了。不光如此，攻击其他单位也有 25% 的丢失几率，太强了，无形中增加了龙国代表者这边兵种的血量。看到4发丢失3发，龙国直播间观众都沸腾了。阿三国的代表者都懵了，这还怎么打？本来自己这边攻击面对重甲就明显不足了，现在更是4发丢失3发。你们这帮废物，看到美女就射不中了吗？阿三国代表者气得大骂，为什么这么强力的兵种不是自己的呢？要不然打仗能用上，晚上也能用上。赵修嘻嘻一笑，无视攻击自己的防御塔，直接冲到矮人弩手面前，一爪子下去。迅捷如风，仙剑细手此刻却变成了无情的收割机器。一个矮人弩手再次被赵修一爪子捅穿。阿三国选手大惊，这还打个毛？自己的仓库还在外面呢，但现在这个情况没办法继续战斗，必须撤退。好在还有大本营是无敌状态，可以让自己躲一躲。阿三国带着剩下的3个矮人弩手跑到了大本营之中。无趣！赵修眼看追不上了，便放弃了追击，转头攻击剩下的防御塔。身后的4个老兵此时终于跟了上来，但是人已经没有了，凑合着拆塔吧。你一下我一下，5个人很快就把这个防御塔给拆了。哈哈，让他阿三国选手嘚瑟，以为没人能治他吗？今晚阿三国选手必定守不住。我说的，送你一句老祖宗的话，自作孽不可活。确实，如果不是阿三国选手率先攻击龙国代表者，双方都平安无事。但他却以为自己能打过龙国代表者，或者觉得短期之内龙国代表者找不到他。这个错误决定让他深陷泥沼。第66章，拿来吧你！我们代表者只剩下3个矮人弩手了，这晚上怎么守啊？龙国代表者太可恶了。这时候，赵毅从后面慢慢的走过来。现在阿三国阵地一片狼藉，地上躺着3具矮人弩手的死尸，不远处还有被摧毁的防御塔。看到赵毅走近，躲在大本营之中的阿三国选手怒道：“你是谁？为什么要回我的营地？哼，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都忘了吗？”“我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你是哪个国家的？我要强烈谴责你这种不道德行为。”阿三国代表者说道。“告诉你，我是龙国的。”赵毅回道，随后打量了下这个营地，工作台、仓库、房屋都有，看来发展的挺不错的。
龙国。阿三国代表者微微一愣，这个名字怎么可能忘了？他之前还在和星条国代表者聊着天呢，只是没想到这个龙国代表者居然来得这么快，自己前不久才找到他的营地啊，这么快就杀过来了。看来你是想到了什么啊？那就没找错人。赵毅说完，向着仓库那边走去。相比其他东西，他对这个东西更感兴趣。按照游戏设定，在仓库里的东西在被击破后会按照百分比爆出来。赵大过来，老兵走了过来，领主大人有何吩咐？是时候动动你们手中的斧头了，给我将这个仓库毁了。是。赵大招呼着自己的伙伴朝着仓库走去，一斧头一斧头地打在仓库上。阿三国代表者心在滴血呀，他想了无数种可能，唯独没想到龙国代表者当天晚上就杀回来了。龙国代表者，你不要太猖狂了，我们可是有同盟的。阿三国值得同盟，自然是以星条国为首的同盟国家，他们在游戏中共享信息，有时候也会利用交易平台交换物品。同盟？赵毅对此倒是不在意，不过知道了一条有用的信息，自己必须再快点升级才行。今天的事情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在这个末日游戏中，没有实力啥都不是。如果不是自己会追踪，根本找不到这个阿三国营地；如果不是自己的兵种更强，就算找到了也没办法报仇。同盟，弱者才需要的东西。赵毅说完就向着仓库走去，原地留下了2个美女看着，一个赵兴，一个赵修。大本营之中的阿三国代表者根本没想过跑，现在还什么地方能有大本营安全？阿三国代表者在大本营之中联系上了星条国代表者。阿三国代表者，爸爸在吗？星条国代表者，怎么了？阿三国代表者，我被龙国代表者攻击了，快来救我！星条国代表者，你不是今天才偷袭吗？阿三国代表者，是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的，现在他堵我们。阿三国代表者，快来救我！星条国选手却迟迟没有回复。阿三国代表者，爸爸，你还在吗？星条国代表者，你找我干嘛来的？阿三国代表者，我被龙国代表者攻击了，快来救我！星条国代表者，在上面一句。阿三国代表者，爸爸在吗？星条国代表者，不在。阿三国代表者有点懵逼，随后忍不住骂娘，靠，都是靠不住的东西。阿三国代表者只能期望着龙国代表者走了后，自己能够少漏点怪物，要不然自己国家灭亡后，自己就丧失不死之身了。旁边的赵大等人已经拆家拆完了，此时又去拆其他的建筑物，比如工作台啊、兵营啊、房屋啊之类的，能拆的都拆了，一个都不给阿三国代表者留着。赵毅则看了看仓库废墟里的东西，好东西还真不少啊。赵毅赞叹着。龙国直播间的阿三国网民们心在滴血啊！可恶，我们都没抢你们的仓库，龙国代表者这种行为太无耻了。你们那是没抢吗？你们那是实力不行，无从下手。就是走的时候还恶心我们一下，杀了2个手无寸铁的农民。龙国代表者从被摧毁的仓库中获得金币 X80、木材 X100、石头 X80、铁 X20，居然还有铁这种东西，这阿三国选手有2下啊！但是赵毅不一定能把所有东西都带走，毕竟背包有限。随后赵毅又发现了一个好东西，龙国代表者从被摧毁的仓库中获得游戏地图1张，居然有地图！赵毅略微诧异，还以为这个游戏中没有地图这种东西呢，没想到地图是要爆出来的。不同的是，阿三国是从怪物身上爆出来的，自己是从阿三国的仓库中爆出来的。不行，那个地图是我的！阿三国急忙叫道：“拿来吧你，这东西很好，现在是我的了。”赵毅打开地图一看，这个地图上还有光标呢，应该是自己的位置。整个地图很大，自己目前处于的位置是整个地图的最南边，再往南就是无尽的大海了。不出意外，整个蓝星的国家代表者都随机分布在了这个地图的各个位置，除了自己探索的区域有显示外，其他地方都是漆黑一片，就连地形都不知道。有了这个地图，赵毅行动起来就方便多了，至少知道自己目前处于什么位置，而且自己探索过的东西也会自动记录在地图上，比如之前的地洞，还有正在探索的古堡，这2个东西都在地图之中展现了出来。好东西！赵毅又感叹了下，随后就把这个地图收了起来。赵修从旁边走了过来，撒娇道：“主人，这都是人家的功劳，没点奖励吗？”赵毅看着赵修回道：“你要什么奖励？人家想要。”赵修扭捏地说着，身为魅魔，难道主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人类，魅魔无论在哪里都会吸引无数人的目光。绝美的脸蛋，完美的身材，想要。赵毅明白了，回道：“行，回去给你2盆烤肉吃，反正家里的肉卖不掉，回去烤着给大伙吃也行。”大伙一定很高兴。烤肉。第67章，
远程单位。赵修有点懵逼，我要这玩意干嘛？哈哈，笑死我了，给魅魔吃烤肉。魅魔要什么东西不懂吗？嗨呀，我咋这么急呢？笑着笑着我就哭了，我多想要魅魔小姐姐的疼爱。赵毅对魅魔的奖励让龙国直播间的观众啼笑皆非。阿三国代表者躲在大本营中心在滴血，爆什么东西不好，把自己的地图爆出来了。老兵们把能拆的都拆了，赵毅看了下时间，差不多是回去的时候了。再不回去就赶不上今天的夜晚入侵了。眼前的阿三国代表者，他当然不会就这么放过的。尼古拉斯、赵四、赵三，你们两个给我守在这个大本营之中，谁出来打谁。是，一直持续到晚上入侵结束，等怪物们进去大本营以后，你们再继续守着。明白，领主大人。赵毅既然要弄死他，就得弄得死死的，要不然自己大本营时刻暴露在危险之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守着大本营，不让他们出来。以两个老兵的攻击力来看，无论出来的是谁，都能每人一斧头干掉。双倍的老兵，双倍的快乐。至于赵毅自己营地的防守，不用太担心，赵大、赵二还有赵兴和赵修在呢，再不济还有防御塔和农民，完全够用了。如果自己都守不住，那这个游戏中就没有一个人能守住。尼古拉斯、赵四、赵三站在大本营的门口，就像两个门神一般。乍一看还以为是阿三国的士兵守门呢。阿三国的网民表情变成了：地铁老爷爷看手机，太损了吧，这是把我们阿三国往死里整了。谴责，强烈谴责这种不道德行为。堵门堵得死死的，等下怪物来了怎么办啊？阿三国的众人此刻戴上了痛苦面具。蓝星，阿三国。阿三的指挥官立刻联系了龙国的龙老，声称这种行为是扰乱两国关系的不正当行为，必须发弹幕让赵毅离开这里，并且帮忙防守晚上的入侵，要不然就开战。龙老对此却满不在乎，弹幕的时间早就过了，就算能发，龙老也不会干预赵毅的任何行为。更何况目前这种形势完全是阿三国代表者自找的。你要是在异界和龙国代表者组成同盟多好，虽然不见得赵毅会同意，但也比偷袭强啊。龙老模棱两可说了一些什么持续发展、共同开发、表示遗憾等让人听不懂的话，就把电话给挂了。这可把阿三国代表者气坏了。龙国代表者完全不吃自己这套威胁啊。阿三国代表者只能拿起旁边的电话，迅速的交代其他事情。还能怎么办呢？只能让更多的士兵在传送门跟前进行防御啊。2天没有怪物入侵，让阿三国全体上下都松懈了不少。但是今晚，他们将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国家。这一切都拜赵毅所赐。对于阿三国代表者之前挑衅的行为，他们没有感觉任何的不妥。但是龙国反击，那就是龙国代表者的不对了。赵毅将能带上的材料都带上，不能带的东西都摧毁掉。随后拿着东西就和赵修等人离开这个营地。微风吹过，两个老兵站在大本营门口，如同2棵树一般，丝毫不动。阿三国的代表者只敢躲在自己的大本营里瑟瑟发抖。赵毅回到自己的大本营以后，就将几个人背回来的东西放回了仓库之中。目前有资源有木材 X480、石块 X410、茅草 X400、金币 X81、硬质甲壳 X10、重油 X20、肉块 X100、皮革 X45、兽精 X17、熊爪 X5， 算是弥补了一定的损失。赵毅想了下，决定先将自己的毒蛇陷阱提升至2级，这样可以加强自己的召唤生物。这个技能无论是外出探险还是防守进攻都十分的好用。提升至 LV2 的毒蛇陷阱需要50金币、100经验值。赵毅点击了学习按钮，一束光芒之后，赵毅的毒蛇陷阱提升至了 LV2。点击查看详细属性：姓名好毒毒蛇，种族召唤物，生命值200，攻击力19-20，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0， 每 1.0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中等，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毒液，攻击后附带毒液效果，减少目标 10% 的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天赋无，召唤所得持续时间30秒钟。赵毅看到这个属性，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样看来，这个毒蛇升级的还不错，甚至多了一个技能。相比持续伤害，赵毅更喜欢这个减速效果，这让对方无论是想跑还是进攻都会慢上很多。目前金币还有一点，但是经验值只够学习一个技能了。不要紧，明天去找那2个茅草屋刷一会经验，就能全部学会了。最后一点经验，赵毅学习了灵猴守护技能。学习灵猴守护技能需要10点金币、30点经验，是否学习？是。一阵光芒之后，赵毅多了一项技能，灵猴守护直接开启。赵毅和旁边的赵兴多了灵猴守护的状态，
拥有 8% 的躲避几率。没过多久，这一次的袭击就要来了。剩余5分钟怪物入侵，本次怪物入侵数据如下：姓名野猪弩手，种族兽族，生命值8080，攻击力6-8，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0.8，每 0.8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快，攻击范围600码游戏距离。个人技能对空射击，在攻击天空单位的时候，攻击速度提高 30%。天赋无4。看到这个怪物信息，无论是末日游戏中的代表者，还是末日游戏外的蓝星人，都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好家伙，这次怪物居然是远程单位，这还是头一次。第68章防守开始。看到这个情况，赵毅微微一愣，连续2天让赵毅还以为至少还有几天都是近战怪物呢，没想到第3天就是远程怪物了。这个游戏看来是不想给福利了。远程相比近战更加难处理，近战因为怪物模型的问题没办法同时攻击，但是远程可不管这些，只要在攻击范围内就能够一次性攻击。如果数量开始多了起来的话，将会非常的麻烦。龙国直播间中，张大帅听到播报后，战术后仰靠在椅子上。今天这个怪物将会非常难办啊！小甜甜可不管难不难办，直接道：“你就说我们代表者能不能守住吧，应该问题不大，具体的还要看怪物数量才行。但赵毅的士兵赵修将会非常有用，妖言惑众，让375码范围内的所有敌军攻击 25% 的几率丢失，而且本身还是重甲，面对穿刺攻击能够减少太多伤害了。”小甜甜点了点头，最近几天的补课让他这样的小白都明白了护甲的重要性。假设都是3点护甲的情况下，100点穿刺攻击只会对重甲造成68点伤害，但是对轻甲会造成111点伤害，一来一回可是相差了43点伤害啊！护甲的重要性和克制性已经开始慢慢体现了。还好我们代表者随机到了魅魔这个英雄，要不然晚上还真扛不住。是啊，别看攻击力只有6-8，要是50个一起攻击，那直接一下就是300至400点伤害啊！想想就非常的恐怖。好在这个怪物的射程似乎并不高。叮咚，本次防守的怪物数量为78只，请各位代表者做好准备。听到系统的话，所有国家代表者都愣住了。无论是攻击方式还是数量，未免加的也太多了吧？这还让不让人活了？78个怪物，如果不考虑怪物模型和射程的情况下，那一次攻击就是造成468至624点伤害，这还怎么打？之前的近战怪加上数量稀少，都有那么多的国家没守住，这次恐怕将会有更多的国家防守失败。今天将是一个不眠之夜。赵毅简单计算了下，感觉自己防守失败的可能性不大。无论是防御塔的成甲，还是赵修的重甲，都完美的克制了穿刺攻击。自己只要等怪物来到防御塔射程前，然后再出动就行了。利用赵兴的散射技能，自己这边可以轻而易举的击杀这些猪头射手。对于其他国家的防守，应该同样有不少的国家能守住吧。毕竟有2天的外出探险时间，不少人都应该找到好东西或者金币。就连阿三国的选手都找到地图了，其他人无论找到啥都有可能。各个国家的传送门前汇聚着各种士兵和重型武器， RPG 导弹、扩建地雷、制式步枪、重型机关枪、榴弹炮、燃烧弹，就等着怪物出来的一刻了。阿三国的代表者擦了擦头上的汗水，通过前2波的怪物，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游戏里的怪物到了蓝星后会变得极强。以速度为主的丧尸犬，除了傻不愣的点外，丝毫没有弱点。普通子弹难以击杀，奔跑速度比游戏里快了不止1点半点。第2波的猪头人更是略带智慧，懂得捶墙将上方的士兵砸下来，手里拿的冷兵器变得坚不可摧，什么墙面都能砸穿。现在更是有了远程攻击单位了。本来漏掉怪物的国家还想研究这些怪物，看能不能弄出新的生物武器出来，但是很可惜，这些怪物死亡后就会化作一道光消失不见，根本不给各个国家研究的机会。8点到，怪物开始投放，祝各位代表者好运。话音刚落，各个国家的代表者营地前开始多了一些猪头人，他们嘴中长出长长的獠牙，长相上和上一波的猪头人差不多，看上去像是顶着一个猪头的健硕男子，手中拿着不知道什么材质做成的弩弓。他们在原地等了一会，就开始朝着各个国家的大本营这边走来。赵毅这次没有选择主动出击，而是在防御塔后方等待着怪物到来。面对78个怪物，主动出击是不明智的，他要将战线拉长，这样不会一下就被所有猪头人攻击到。如果还是采用堵门打法，那么猪头人刷新出来就能直接进行攻击，这样不好。龙国直播间的观众们屏住了呼吸。赵毅已经连续2个夜晚守住，并且获得了防守第1名，今晚又会如何呢？今晚的怪物明显比前2天怪物
要强了。远程的怪物一旦来到蓝星，防守都会麻烦很多。是啊，我看其他国家防守目前就仗着热武器的射程，又是勉强战斗。如果怪物变成远程攻击了，伤亡一定会变大。只希望赵毅能够守住，一切就靠他了。赵毅来到防御塔前方一点的位置，放了3个毒蛇陷阱。毒蛇陷阱能挡一点伤害是一点。眼前的猪头射手越来越近，旁边的防御塔和赵星已经开始发动攻击。6支箭瞬间飞了出去，前面的几个猪头弩手被攻击后血量开始下降。好在这些家伙虽然是重甲，但是血量不高，比赵毅在野外遇到狗头人差多了。+6，一个怪物倒在地上。哦哟，这次的怪物有6个金币呢，非常不错。赵毅已经在盘算自己如何花这笔钱了。一个猪头弩手倒下，10几只、几十只猪头弩手站了出来。他们射程比防御塔和赵星少了1/3，但终归是远程。一些弩手已经开始架起弩箭，瞄准向了赵修和赵大等前排单位。砰！一声响声之后，赵毅之前安置的毒蛇陷阱触发了。这次冒出来的毒蛇比之前的大上一圈，此时正抬起蛇头攻击着离自己最近的猪头弩手。凡是被攻击到的猪头射手都被毒素影响着，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都受到了减缓。猪头弩手急忙拿着弩箭射击这些毒蛇。上！赵毅一声令下，6个农民开始率先攻击，身后跟着的是赵修和赵大、赵二。第69章电磁步枪。反正这波防御过后，所有的兵种都会刷新。这些农民就算挡刀死了也没事，过一会直接就复活了。6个农民拿着斧头来到猪头弩手面前猛敲着，不过攻击力太低，根本锤不死人。猪头弩手在解决毒蛇之后，转头开始对付这些农民。妖言惑众，赵修开始发动技能。一部分猪头弩手攻击后开始呈现丢失状态，在射击赵修的时候，这个丢失概率更高了，一半的猪头人都丢失了目标。赵修伸出自己的纤纤玉手，将一个猪头弩手捅穿，紧接着又是下一个。老兵面对猪头弩手，攻击力则是差了一点，需要2下，但是在赵星和赵毅补刀的情况下，依然只需要1下。而且因为2个远程单位电刀的情况，老兵依然能触发老练的被动，虽然不多，但这可是额外的收入啊！哈哈，真是开心。赵修笑盈盈地说着，声音酥麻无比。赵修在矮人弩手群飞舞着，这些怪物都是远程攻击，也不用讲究什么背靠背打法了，就是忙。赵修的攻击一出很多，一下便是一个猪头弩手死在他的手中。好猛的女子，这一定是我的梦中情人。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我的梦中情人会披着彩霞，踏着莲步，在猪头人堆中开无双。牛逼啊！说我语文没学好，一句牛逼走天下。赵毅在后面没事就补2发伤害，虽然前排赵修的血量掉得很快，但问题已经不大了。1840的血量不是那么容易击杀的，虽然在之前的阿三阵地之中掉了一点血，但依然有着1500多的血量。兄弟们，我去看看阿三国代表者怎么样了。我也去，我们代表者基本没啥问题，我想目睹一下阿三国的风采。算我一个。楼上+1，大量的龙国网民们挤进了阿三国代表者直播间中。阿三国代表者此时头都大了，这次的怪物依然还是同一个方向过来的。如果是原来的矮人弩手们还在，防守起来应该不成问题。远程对远程的好处就是不会被集火，近战冲向远程会被射成马蜂窝，但是远程对远程就不会出现这样，两边就像隔着一个东西一样对射着。再加上矮人弩手的射程比怪物要远，相比近战会减少很多的伤害。而且这边本来还有个防御塔可以当做前排使用，但是现在一切都是做梦。门口2个老兵正在看着自己这边，稍微露头出去就是一斧头下来，太损了。不过我喜欢，就是龙国代表者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我只能说请加大力度。楼上的都太坏了，我只是建议下，阿三国代表者如果明天不死的话，请继续这样。此时猪头弩手已经慢慢的过来了，尼古拉斯、赵四和赵三才不会帮助阿三国的人挡刀呢，拍拍屁股就走了。这2个煞神终于走了，阿三国代表者急忙带着自己剩下的3个矮人弩手走了出来，一出门就迎面碰上了一群猪头射手，双方在营地中间展开了殊死射击。阿三国代表者让矮人弩手挡箭，自己想要趁乱逃跑，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根本不可能打得过。但是整个大本营已经被矮人弩手团团包围，他又能跑到哪里去呢？最终阿三国的代表者带着无尽的悔恨，被猪头弩手射翻在地。阿三国代表者在游戏中死亡，死亡惩罚之后一并结算。樱花国代表者在游戏中死亡，死亡惩罚之后一并结算。万岛国代表者，这一次的远程让很多国家代表者死亡，远程攻击哪怕你躲起来依然会被攻击到。阿三国代表者第一个防守失败，
丢失数量为77个。听到游戏的播报，阿三国的网民面如死灰。本来还剩下3个的矮人弩手，不可能才杀死一个怪物的。但是因为龙国赵毅的关系，他们刚从大本营出来就被成堆的猪头弩手攻击着，能射死一个怪物已经非常不错了。可恶，这该死的龙国代表者，建议强烈谴责。龙国代表者不会猖狂这么久的，我们星条国这次没漏。没错，星条国才是人类的代表，自由的灯塔。阿三国的居民听到语音播报后，纷纷赶回了自己家，门窗紧闭，不敢外出。之前他们还嘲笑其他国家怪物泛滥，现在要轮到自己国家后，他们已经笑不出来了。不出意外，他们还会有一个倒数第一失败者的加倍惩罚。樱花国代表者防守失败，丢失数量为31个。万岛国代表者防守失败。随着第一个阿三国防守失败后，各个国家的防守失败通告接连不断。龙国直播间中，3个解说松了一口气，因为龙国代表者赵毅已经防守成功了。虽然死伤了一些士兵，但是马上就要复活了，丝毫影响都没有。小甜甜道：“听着这个游戏失败的通报，想不到居然这么多国家失败了。”张大帅点了点头：“是啊，远程单位确实有点棘手，主要是各个国家在建造士兵的时候没办法考虑这些，而且有些国家的兵种可能连远程单位都没有，只能依靠防御塔防守。之后我相信这个末日游戏还有更骚的操作。”听完张大帅的话，龙国直播间的观众开始了热烈的讨论。还要加强吗？这已经没几个国家代表者能过了吧？大家都忘了吗？这叫末日游戏，背后的这个东西为了可玩性才给了2天福利期，要不然恐怕第1天就有很多国家要被灭掉。众人讨论着，随后长长叹了口气。这才是第3天的怪物而已，已经这么麻烦了，后续可怎么办啊？叮咚，本轮防守已经结束，现在开始发放胜者奖励。本轮防守成功的国家统一获得电磁步枪。电磁步枪！龙国地下基地中，龙老睁大眼睛。所谓的电磁步枪，就是电磁作为动力发射子弹的步枪。这种发射方式可以让威力提升3倍。第70章智力增加。这玩意目前有的国家已经开始研发了，想不到现在这个末日系统直接用奖励来进行发放。看来末日游戏背后的东西也不想游戏太早结束。有了电磁步枪这东西，哪怕之后遭受到怪物入侵，也将有一战之力。单兵制式武器已经渐渐不行了。阿三国的代表者一阵悔恨，之前不都是奖励智力啥的吗？这一次怎么还送武器了？还是自己防守失败的时候赠送武器？太损了！恨啊！这个可恶的龙国代表者，等你们防守失败了，我一定尽情的嘲笑。不过目前还是想想怎么守住这次的怪物入侵吧。龙老对于提取奖励已经轻车熟路了，之前的超级水质净化器在龙国用得很好，超级炼钢技术同样让龙国摆脱了钢铁进口的困局。现在又有个电磁步枪了，龙老颤抖地将奖励提取了出来。这个东西同样还是一个 U 盘，里面记载了如何制造电磁步枪的相关技术和前置科技说明，只要将它交给相关领域的专家，就能很轻松地建造出来。钱老，这个事情还是交给你了。龙老将 U 盘递给了旁边的钱老，钱老点了点头道：好的。不久之后，龙国的制式武器将换成威力更加强大的电磁步枪，到时候哪怕赵毅防守失败，让一部分怪物进入了龙国境内，龙国军人依然能守住阵线。龙国的传送门相比其他国家可能麻烦点，那就是在市区很多武器没办法使用，大部分时候只能单兵进行城市战，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单兵作战武器实力的重要性了。可以说电磁步枪是给龙国最好的武器。各个国家的指挥官都从自己账号中提取了奖励，开始新型武器的研发。现在开始公布本次防守成功的前3名国家代表者，他们将会获得额外的奖励。又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蓝星上所有防守成功的国家都开始聚精会神地看着。第3名，巴铁国代表者，防守时间1分44秒。赵毅听到游戏播报，稍微愣了下。巴铁国这个国家在之前好像从来没有上过吧？看来每个国家的变化都很大。这个巴铁国应该是同样外出的时候找到了好东西，所以才在本次防守中获得了第3名吧。就是不知道他找到的是什么东西。蓝星，巴铁国这个国家的居民十分的激动。300多个国家中，没想到自己国家的代表者居然获得了第3名。加油啊，代表者继续获得更好的成绩吧。不知道这次排行榜的奖励是什么，上一次好像还是增加寿命的。我倒是觉得第一次的风调雨顺奖励挺好的，刚好我们国家还需要这个东西。巴铁国的网民们纷纷猜测此次末日游戏会奖励什么东西。巴铁国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获得全体国民智力增加 5%。 一瞬间，巴铁国的居民感觉自己变得更加聪明了。正在解答数学题的学生思路变得更加清晰。
打麻将的老头放下了手中的牌，改出了另外一张。正在吵架的人想到了更加损人的话语，对方变聪明后，同样用更狠毒的话语还击着。其他防守失败的国家只能羡慕。全体国民智力增加，那就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发展将会快很多，人才储备和科技研发将不再是问题。毛熊国代表者获得第2名，防守时间为1分32秒。毛熊国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获得全体国民智力增加 10%， 不愧是我们国家的代表者，再次获得了第2名。乌拉！啥时候要是奖励其他粮食就好了，老何小鸟伏特加都快腻了，顿顿的。龙国代表者获得第1名，防守时间为1分22秒。赵毅听到这个播报松了一口气，今天晚上能不能防守第一他还真没信心，现在听到游戏播报总算放心了。面对远程，自己这么多近战根本不占优势，好在拥有赵鑫的分散射击和赵修的超强攻击，这2个人让自己的防守时间大大缩短。龙国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获得全体国民智力增加 15%。 游戏播报刚结束，在龙国正在研究的龙科院院士们脑袋里的想法更多了，本来一直解不开的谜题也渐渐有了眉目，一些想不清楚的事情现在都开始想明白了。智力的提高让他们在思维、逻辑、联想等方面都有了不少的提高。正在写小说的秃头作者想到了更加有趣的剧情，正在看小说的读者也会换着花样说作者短了。我现在是不是变聪明了？我感觉我现在能解小学的数学题了。楼上就是传说中的卧龙凤雏吧，我等佩服佩服。这个智力提高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于那些正在做科研人员来说受益匪浅啊。小甜甜在直播间嘿嘿一笑，自嘲道：嘿嘿，我看以后谁敢说我是花瓶。龙国代表者能够是赵毅，真是龙国之幸。张大帅称赞道：是啊，目前来说赵毅已经领先其他国家太多了，不出意外的话可能龙国会一直没有怪物，但这个游戏肯定会有意外的。末日游戏背后的势力并不想让这个游戏一成不变的，他们将会在后续开始投入新的元素、新的难度，甚至可能会出现打压头部玩家的情况。龙国代表者本人获得铁矿 X210。 赵毅看到这个奖励笑了笑，看来接下来就是进入需要大量铁矿的时间了。而这个铁矿奖励就是让所有代表者知道，接下来铁矿将是重要物资。其他代表者听到这个播报只能一阵羡慕。210个铁矿，这就代表着大本营能够直接升级到2级。龙国代表者将会解锁更多的建筑还有功能。本次胜者奖励播放完毕，现在开始播放败者惩罚。本次防守失败，国家总共253人，评级为1级。本次所有防守失败的国家每漏掉一个怪物，相应的国家出现25000只怪物。第71章，又一个国家亡国。听到这个游戏，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世界总共才300多个国家，现在已经有253个国家在这次防守中失败了，防守成功的几率不到1/6。同时他们也知道了这个评级是干嘛的，根据防守失败的国家数量来计算最后有多少只怪物会来到蓝星。评级为D级的话就是2万只怪物的翻倍数量，评级为E级的话就是25000只怪物的翻倍数量。那如果当所有的国家都防守失败呢？本次防守中，阿三国代表者获得倒数第一的成绩，总共丢失77只怪物。阿三国所代表的国家将会出现1925000只，因防守失败，惩罚翻倍。阿三国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总共出现385万只怪物。听到这个游戏播报，阿三国的居民们都崩溃了。之前防守失败的国家，除了侯国一开始拿到160万只丧尸犬外，就没有其他国家会超过100万只。而现在，阿三国只不过防守失败一次，怪物的数量却直接来到了385万只。阿三国的居民们悔恨啊，恨龙国代表者怎么如此无情，要不然阿三国代表者根本不会防守倒数第一。同时也恨阿三国代表者为什么如此无能，没事你去惹龙国代表者干嘛？阿三国代表者看来是撞了大运了，可不是吗？恭喜阿三国刷新怪物数量385万，荣获第一。犯我龙国者，虽远必诛。梵蒂冈代表者丢失数量15只。梵蒂冈代表者所带来的国家将会出现375000只怪物。日不落国就是怪物数量。游戏系统开始播放这次防守失败国家丢失的数量，以及他们国家相应会出现的怪物数量，其中最多的就是阿三国的代表者了。本次防守失败惩罚播放完毕，现在开始结算死亡惩罚。凡是在本次的防守中死亡的国家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全体国民体力减少 10%， 还减少体力，我搬砖都搬不动了。普通人检查还好，如果军人减少 10% 的体力，岂不是代表作战时间会减少很多？是啊，本来就吃不饱饭，现在还全员减少体力，这还让不让人活了？虽然蓝星上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机器完成，但机器也需要工人啊。
工人的体力减少就代表着产出的减少，减少10%的体力，就相当于每10个人中就会减少1个人的体力产量获得。但末日游戏可不管这些，相比之下，体力减少已经比智力减少轻了很多了。本次奖励和惩罚播送完毕。末日游戏中所有国家代表者兵种和防御设施开始刷新。话音刚落，赵毅之前死亡的农民，还有一个老兵，此刻都复活过来，重新站在了自己的身边。阿三国代表者之前被赵毅杀死的矮人弩手同样复活了过来。赵毅安排在阿三国那边的2个老兵看到这种情况，急忙朝着自己大本营跑去。就他们2个人根本打不过这么多人，更何况本来被拆除的防御塔都复活了。溜了，现在开始投放怪物，请各个国家做好准备。梵蒂冈的传送门前，一只猪头弩手探出个脑袋，他的身后是成千上万个猪头弩手。这样的小国家，防守失败一次就代表着亡国，因为这样的国家根本没有军事实力阻挡怪物的入侵。而早在梵蒂冈代表者防守失败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已经宣布亡国，大量的居民早已四散逃离，逃往周边国家。而此刻，这些猪头弩手只能漫无目的的游荡着，因为游戏设定的缘故，他们没办法离开梵蒂冈境内。他们可以说是最无聊最窝囊的怪物了，因为1个人都没有杀，同时也是最强大的怪物，因为他们的出现直接将一个国家给消灭了。梵蒂冈宣布亡国，梵蒂冈代表者失去复活能力，梵蒂冈代表者下次死亡的时候将不再复活。梵蒂冈代表者听到这个播送叹了口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听到这个游戏播报，倒是没有多少人感到惊讶，因为梵蒂冈这个国家实在太小了，能够防守成功反而稀奇。阿三国境内总计有385万只怪物，源源不断的从传送门中出来。他们拥有着第2波猪头怪物一样的坚硬外壳，除了穿甲弹和反器材狙击步枪外，只有瞄准他们的眼睛、嘴巴的裸露部位，才能将他们击杀。而他们手中的弩箭经过加强以后，能够对前方500米范围内的人类进行射击，不光射程远，射击水平还十分精准，开火将他们全部击杀。迫击炮呢？ RPG 呢？给我朝着怪物群轰炸！大咚咚咚！阿三国传送门跟前炮火声和枪击声接连不断。这些怪物经过传送门过来的一瞬间，就会发射一根弩箭，一箭将一个阿三国的军人脑袋射穿。要知道，一般的制式武器射程在800米以内，有效射程在400米以内，而在有效射程中，很少有人能百发百中。在这点上，猪头弩手已经完全碾压阿三国的军人了。阿三国的军人只能依靠飞机、导弹和坦克等武器维持战线。呼叫火箭炮，呼叫火箭炮，再不来就守不住了。收到，现在开始部署火箭炮。火箭炮已经瞄准就绪，全员开始撤退。在距离传送门几十公里外，一排排火箭炮开始定位传送门所在的地方。他们将传送门附近2公里之内的场地作为轰炸区，进行无差别轰炸。大量军人开始往后撤退。不远处的天空，一束束火箭炮弹转眼便飞到了传送门跟前。咚咚咚咚！爆炸过后，猪头弩手化作一道道光线消失在了原地，随后就是更多的猪头弩手从传送门中走出来。他们不畏生死，势必要将阿三国消灭。第72章 AI 代打。少量跑出去的猪头弩手开始朝着阿三国境内四处游荡，阻挡在他们前面的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统统用弩箭射杀。整个阿三国乱成一团，有钱有权的人拖家带口，乘着飞机离开了阿三国境内，前往那些目前还没有怪物入侵的国家。而没有钱的人只能尽量的往较远的地方跑去。其他国家的居民关注着阿三国境内的情况，他们想看看阿三国究竟能不能守住。远程的果然更加麻烦，刚才那个军人一露头，脑袋就被射穿了。是啊，这些猪头弩手的射程未免也太恐怖了吧，已经超过大部分制式武器了。还好我们国家代表者没有让自己猪头弩手进来，要不然凭借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很有可能挡不住。虽然阿三国的军事实力还算可以，但那可是385万只怪物啊！就算是385万头猪，那杀起来也是需要费点功夫。而此刻，赵毅已经开始计算着自己的收益了。阿三国的遭遇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杀死一个怪物获得6个金币，赵毅总共获得了468个金币。老兵的老练技能获得了32枚金币。老兵只有2个，加上老兵死得比较快，能有32枚金币的额外收入，赵毅已经非常满意了。这个金币相当于就是白给的，再加上之前剩下的1个金币，赵毅目前总共有金币501枚。赵毅盘算着这些金币该怎么使用。经过了阿三国的事情，让赵毅明白自己的营地必须得有一些防御设施才行。而防御塔确实是最好的防御设备，城甲能够挡住大部分攻击，并且本身的护甲还是5点。
再加上远程的攻击距离，确实是非常不错的防御设备。就算有其他国家的代表者偶然找到了龙国代表者的营地，那也要估算自己对付完防御塔后，究竟还能不能防御晚上的入侵了。之前阿三国的代表者离开，不就是因为防御塔难以处理吗？所以赵毅准备再建造一个防御塔，剩下的金币就是用来提升建筑等级了。赵毅看了看自己的物资，木材 X480， 石块 X410， 茅草 X400， 金币 X501， 硬质甲壳 X10， 重油 X20， 肉块 X100， 皮革 X45， 兽金 X17， 熊爪 X5， 铁矿 X210。赵毅决定先提升大本营的等级，这才是最关键的。需要木材 X500， 铁矿 X210， 金币 X300， 石头 X100， 茅草 X50， 皮革 X20。自己这边目前就差一点木材了。这个简单，赵毅直接去了营地旁边的地方砍了几次东树，没多久的功夫就凑齐了大本营所有需要的材料了。是否升级大本营？升级。赵毅点击了自己跟前的一个虚拟按钮，一阵光芒过后，原来大本营的茅草屋消失不见了，原地多了一个木头为主的大屋子。房屋结构主要是木质，墙面镶嵌了一层铁皮，让它看起来坚不可摧。赵毅走进去一看，环境比之前的茅草屋好上不少，木质的地板，木质的实心床，甚至还有一张书桌，这以后就是自己睡觉的地方了。不错不错，赵毅满意的点了点头。升级完大本营，赵毅自己的物资瞬间用完，最主要的金币就只剩下201个了，留着用于建造防御塔足够了。好了，你们轮流值班休息，不要走出营地。赵毅说道。是，领主大人。第二天一大早，赵毅还在床上的时候，就听到了游戏语音的播报。各位国家代表者，早上好。相信过了3天的时间，各位已经对于这个游戏的玩法相当熟悉了。现在我们稍微加强点难度，让游戏更加有趣。众人听了吐血，这还要加强难度啊？这还让不让人活了？昨天第3天，那可是超过250个国家防守失败啊！阿三国经过一晚上的战斗，猪头弩手依然有不少跑出了轰炸范围，他们在各个城镇中随意屠杀，单兵作战完全不是这些猪头弩手的对手。一根根弩箭百步穿杨，精准地将阿三国军人钉在墙上、车上。坚硬的猪皮能够抵御大部分子弹的攻击。我看啊，这个末日游戏根本没想让一个国家能过得好。我觉得也是，我们人类就是别人的一场游戏罢了。我倒是不讨厌别人玩我，但不是这么玩的。楼上很不对劲，末日游戏的提示让游戏内外都震惊不已。这个末日游戏又想出什么点子了吗？现在开始发布第1条规则改变，被消灭的国家代表者由游戏系统托管。目前被消灭的国家共计1人，他将与众多国家代表者一起完成这次末日游戏。不同的是，他遇到其他国家的基地会进行攻击。我反对，这 AI 代打耍赖皮。就是末日游戏自己代打，别的不说，光是全图挂这种东西就没得玩了。应该不会有挂吧？那这个末日游戏就太没品了。末日游戏对于玩法那么熟悉，就算没有全图，依然能够领先其他国家吧。我建议蓝星上所有的国家先联合起来，共同对付 AI 代打的死亡国家。末日游戏的第1条规则就引来了轩然大一波。AI 代打的优势实在太大了，各个国家的代表者都不知道怎么打了。而且这些末日游戏控制的国家代表者还会攻击其他国家代表者，周围将会更加危险。碰上了你连好好说话的余地都没有。请各位国家代表者放心，末日游戏控制的国家代表者所有属性取平均值，他们将会在游戏规则内与所有国家共同生存，不会有任何破坏游戏公平的可能。听了末日游戏的话，众人不再说话了，因为他们说的再多都没用，只希望这个末日游戏能够真的这样保持平衡。赵毅倒是觉得末日游戏说的应该是真的，因为以他的实力想玩死自己这边太容易了，完全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所以他加入这些死亡的代表者应该就是为了好玩而已。第73章，我的妈呀，怎么又来了？在这个末日游戏中的某个森林之中，侯国的代表者从地上站了起来，本来没有脑袋的身体重新长出一个脑袋。他机械地看了看周围的环境，随后开始做着伐木等工作。所有属性取平均值，这对侯国代表者来说是一个质的提升，至少他的聪明才智比以前高了不少。而且末日游戏只提到了属性是取平均值的，但没有提到其他因素，比如包括决策、判断、认知水平。如果这些用末日游戏的大数据或者概率统计来判断，那将是一个恐怖的对手。还好目前就侯国一个国家是这样的。梵蒂冈的代表者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咯噔一下。好家伙，这是死了都不放过自己啊，这还有没有人权了？他急忙起来开始工作，不为别的，就为自己死后不会被变异态给控制了。现在开始发布第2条规则改变，士兵开始需要食物，
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会持续掉忠诚，直至叛变。士兵所需要的食物多少跟士兵的造价有关，造价越高的士兵所需要的食物越多。赵毅听到这个消息，暗自庆幸，自己之前可是拥有了100块肉啊，足够自己和士兵吃，说不定还有富余拿出去卖呢。对于那些刚刚解决自己温饱的代表者来说，那就麻烦点了，因为没有库存，自己只能先去打猎来浪费时间。赵毅不光有食物存货，还有一个农场图纸，食物根本不成问题。现在开始第3条规则改变。现在每天白天会有怪物持续在末日游戏中游荡，有时候会进攻代表者的大本营，请各位代表者做好外出的同时保护好自己的领地。怪物类型为前3天的怪物，此类怪物不报装备，没有经验，不能触发任何可能带来收益的特效。如果说前2条加大了代表者的生存难度，那么第3条就是限制了代表者的自由。现在代表者外出不光要考虑外出探险的事情，还要保证自己的大本营不会被怪物给入侵了。3天前的怪物，今天是第4天，那么今天出现的怪物就是第1天的丧尸犬了。这个怪物的属性非常差，今天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而这个规则同时限制了赵毅这种能够利用怪物刷经验和钱的可能。现在开始第4条规则改变，大本营变得不再是坚不可摧，根据大本营等级给予相应的生命值。当大本营被摧毁后，相应的国家代表者将会受到惩罚，同时大本营将在晚上8点重新刷新。如果晚上8点后大本营被摧毁，视为防守失败，所有的怪物将会投放到代表者相应的国家。龙国直播间中，张大帅倒吸一口气，我们蓝星所有国家代表者最大的依仗没了。小甜甜变聪明一点后接过话道，确实大本营不再坚不可摧，唯一的避难所没了，大本营反而变成了代表者弱点，被摧毁的大本营将会有相应惩罚，而且没办法阻止怪物进入蓝星。3个解说叹了口气，这个末日游戏考虑的太多了，根本不会给人钻空子的可能。为了让诸位代表者适应新难度，我们决定降低一些其他方面的难度。各个国家代表者目前能够查看所有看得到的兵种数据，背包功能已开启，国家代表者们现在能够携带更多的东西。这第2条倒是挺好的，如果能够增加携带数量，以后出门就能带更多东西，不会为了背包格数不够而犯愁。规则改变完毕，祝各位今天继续加油。赵毅看了看自己的物资，随后让几个农民进行伐木，开始凑齐建造防御塔的物资。没过多久，防御塔需要的物资就全部准备好了。造价需求：木材 X50， 绳索 X10， 石头 X10， 金币180。是否建造？建造。赵毅将这个防御塔建立在了另一个防御塔的对立面，2个防御塔的射击范围笼罩着自己的大本营建筑。这样的话，哪怕自己这边受到了丧尸犬的攻击也没事。2个防御塔能够一见一个丧尸犬，零散游荡的怪物根本没啥威胁。赵毅随后看了看自己的人口信息，目前已经拥有农民9个，系统赠送3个，占据9个人口，4个老兵占据4个人口，赵兴和赵修每人占据2个人口，目前已经有17/23个人口，再过不久就要继续建造房屋了。想了下，赵毅将最后的21个金币建造了一个农民，让5个农民在营地附近伐木和采集石头，剩下的5个农民将和赵毅前往之前发现的铁矿进行开采铁矿的活动。不过在出发之前，赵毅刚好有个事情要做。阿三国代表者打了个哈欠就起来了。昨天晚上托了赵毅的福，让阿三国第1次防守失败不说，还荣获了倒数第1名。现在国内已经乱成一团了吧？想到这里，阿三国代表者气得牙痒痒，他与龙国代表者将不共戴天。由于昨天晚上的失手，他的金币几乎没有增长，本来还剩下的一点还被龙国代表者抢去了，剩下的金币只够他再建造一个矮人弩手，就连升级都办不到。兵营冒了一阵光线以后，从里面又走出来1名矮人弩手，这样他就有7名矮人弩手了，出去就算遇到丧尸犬也没多大事情。这时营地不远处冒出来一个身影，正是昨天晚上的那个漂亮女子，上身黑色紧身衣包裹着硕大的凶器，这个衣服承受着她不该有的压力，下身黑色丝袜到脚尖，再看看这张脸，当是生的祸国殃民啊，让人感觉又纯又欲。但此刻阿三国代表者和直播间的观众就像看到鬼一样，我的妈呀，龙国代表者怎么又来了？他到底要干嘛？给条活路行不行？哪有这么整人的？这个游戏能不能搬家？在这边活下去就不用打了。也难怪阿三国代表者和直播间的观众都疯了，因为这个漂亮女子不是别人，正是赵修啊。第74章赵毅报仇，从早到晚。之前单人屠杀矮人弩手的魅魔，本来用来勾引男人的纤纤玉手，之前却是无情的生命收割机器。赵修的身后是4个长得十分粗犷的矮人老兵，再往后面就是赵兴和赵毅了。龙国直播间看到这一幕欢乐了起来。君子报仇，
10年不晚，赵毅报仇，从早到晚。行啊，太行了，不给人活路了。昨天报的仇是昨天的，今天报仇的是今天这份地。阿三国代表者一定疯了，有举报的地方一定会举报赵毅的这种行为。赵毅看了看不远处的阿三国大本营，真不是他想要来对付这个人，主要是自己的大本营位置被对面知道了，这就是一个隐藏的祸害，自己必须将他的再生之力给消灭了，或者让他服气，要不然自己前往古堡的时候还要考虑自己大本营的事情，要怪就只能怪他自己。阿三国代表者此时看到赵毅不知道怎么办了，把自己给整不会了。昨天晚上还能躲在大本营里，但是游戏难度加强以后，大本营变得不再是坚不可摧，而且被破坏还有惩罚，自己能够跑掉，但是大本营跑不掉啊。上吧！赵毅招了招手，赵修带头就向着阿三国的代表者冲了过去。主人，那我去喽。赵修跑得很快，胸前一抹青春的味道，他身后跟着的是赵兴还有4个老兵。妈呀，真的来了！阿三国代表者一阵头大，随后带着自己的几个矮人弩手向着远方跑去。这个家不要也罢。赵毅愣住了，没想到阿三国代表者这么果断啊！那就摧毁他的基地，然后就去古堡吧。有了这个教训，相信这个阿三国代表者一定不会再犯贱了。至于追着阿三国的人打，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以阿三国带的7个矮人弩手来看，就算他想要报复都不行，这点战斗力根本打不过一个防御塔，更别说自己目前有2个防御塔了。赵修一阵失望，没有人杀，只能向着防御塔冲去了。赵毅站在原地，没过多久就收到了来自阿三国的代表者信息。阿三国代表者，爸爸，别打了，再打就真出事了。赵毅暂时让赵修等人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但是防御塔已经被几个拆迁办给拆除了。此时几个人正在拆除大本营呢，眼看就要拆掉了。赵毅回复道：你知道我大本营的位置，还能让我放过你？阿三国代表者，爸爸，我就这点兵力了，很难对你造成威胁啊。龙国代表者，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阿三国代表者，我每天将自己获得的资源10%送给你。龙国代表者，呵呵，你知道我砸了你的仓库的话，会爆出来多少材料吗？龙国代表者，那我每天将收益的45%让给你，不能再多了。赵毅听到这句话，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每天拿45%的收益，似乎也不错。更何况这是白来的，不要白不要啊！他主要过来的原因就是担心阿三国代表者还会再次捣乱。现在他不光不会捣乱了，还要送资源给自己，那自己何乐而不为？不如就这样榨干阿三国的代表者。他在上交45%的资源后，相信很难防守成功吧？到时候自己就会慢慢死掉了，根本不需要自己这边动手。龙国代表者，以后别让我在我领地范围遇到你。阿三国代表者，明白，爸爸。赵毅倒是不担心阿三国代表者会耍什么心思，他可以跑，但是他大本营跑不掉啊。真要毁约了，以后没事就过来屠个村。收队。赵毅带着赵兴等人朝着铁矿所在的地方走去，身后跟着的是这次跟来的5个农民。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了铁矿所在的地方。因为没有建造小型采矿机，所以只能人工开采。5个农民一镐一镐地敲击着，旁边不时有几只丧尸犬跑了过来。这些丧尸犬刚跑到面前来，就被尼古拉斯赵四给一斧头劈死了。赵毅安排了2个老兵保护这帮农民，自己则和赵兴、赵修等人朝着古堡方向走去。虽然比昨天少了2个老兵，但是多了一个赵修，理论战力比昨天还要强。古堡，这座被赵毅命名的建筑，此时多了一批意外访客。巴铁国的代表者带着自己的士兵来到了这里，想不到这里居然有一个这么大的建筑物啊！巴铁国抬头看着眼前的大城堡，打死他都不信，这个丛林之中居然还有这种建筑。他的身后是跟着犹如幽灵一般的人形怪物，他们虚无缥缈，若隐若现，手里拿着一根鞭子。领主大人，我们是否进去看看？身后的一个幽灵电棍问道。巴铁国的直播间开始开心了起来，我们国家代表者又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希望这次能出职业书。我看龙国代表者职业等级都4级了。说到龙国代表者，我好像想起来了，这个城堡昨天龙国代表者来过啊，这真的假的？好像就是这个。巴铁国的网民微微一愣，没想到居然碰到了龙国代表者的踪迹。因为龙国在蓝星和巴铁国的关系还不错，此时这些网民不知道怎么办了。算了，反正我们不能左右我们国家代表者思想，接着看吧。是啊，说不定龙国代表者不来这里了呢。巴铁国代表者以为这里还没人探索，小心地走了进去。进门之后是一个巨大的房间，房间的正对面是个玻璃，能够透过玻璃看到对面的广场情况。左边是堵墙，右边是个过道，通向另一个房间。看来只能往右边走了。巴铁国带着自己的幽魂士兵朝着右边走去，来到房间之中，就发现了2个茅草屋，
每个茅草屋前都有5个狗头士兵。这里我昨天看过，龙国代表者利用这里不断出兵的机制，不停的刷经验值啊，听起来好像挺容易的。那我们代表者能过去吧？龙国都拿来刷经验了，肯定不难。第75章，这游戏咋不一样呢？巴铁国看了看眼前的怪物，因为游戏机制的变动，他已经能够看到这些怪物数据了，居然跟自己的士兵差不多。但是这里怪物可是有10只啊，自己这边只有8个幽魂电棍，这能打过吗？巴铁国决定先勾引几个过来杀一杀，说不定能够先杀死几个，到时候就好打多了。刚好自己带来的士兵都是远程的，动手吧，攻击最外围的那个狗头人。一个幽魂电棍朝着前面走去，随后扬起自己手中的鞭子向狗头人挥去，鞭子一路火花带闪电，看起来极为炫酷。啪！不远处的一个狗头人被打了一鞭，回头叫上自己几个好友就冲了过来。由于2个茅草屋太近了，这就导致10只狗头人是一起过来的。汪汪汪！这可把巴铁国的代表者给吓了一跳，急忙让自己的8个幽魂电棍展开攻击。打着打着，巴铁国代表者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还是打得过的。自己这边8个都是远程，可以优先击火对面1只，而对面的狗头人只会默认攻击距离最近的一个，自己这边可以分摊伤害，完全可以打得过。还是我们代表者给力啊，这样子打不就可以了？希望能爆点好东西，要是有士兵印记多好。昨天看到龙国代表者爆了2个，你们是忘了这个茅草屋会源源不断的出兵吗？这个人一说话，所有人都愣住了。目前巴铁国的代表者打这10个狗头人刚刚好，已经消灭了几个。如果茅草屋又冒出来狗头人，那就打不过了。说曹操，曹操到。2间茅草屋中走出2个一脸迷茫的狗头人，那表情就跟网上的哈士奇表情一样。随后他们俩看到了不远处的巴铁国代表者，举着手中的武器嗷嗷叫的就冲上去了。这可把巴铁国的代表者吓坏了，自己这边刚刚消灭了几个，现在又冒出来了。虽然自己这边8个人都没死，但是血量已经减少了，这样再损失血量，晚上还打不打了？溜了溜了。巴铁国代表者直接带着自己的人跑路，这个古堡对他来说等级还太高了，虽然打得过，但是损失血量太多，会造成晚上出现问题。巴铁国的网民一阵可惜，但丝毫没有办法。好可惜啊，这要是上了2楼，说不定有不少的好东西呢。龙国代表者应该也过不去吧？之前试一下5个狗头人，现在试一下10个，说不定能过去。我看龙国有了一个不错的士兵。巴铁国代表者离开后，没过多久，赵毅就来到了古堡的面前，身上开着的人形追踪能够看到很多迹象。赵毅决定先关了这个人形追踪，要不然这些狗头人活动的场景自己看得一清二楚。这些高亮的提示会妨碍自己的判断。主人，你带人家来这里是想……赵修2个食指对在一起画着圈，看起来十分的可爱。身为魅魔，终于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了吗？哼！旁边的赵兴冷哼了下，有他在，这个魅魔一辈子只能当贞洁圣女。带你们来，自然是开荒这个古堡了。先跟我去刷经验。赵毅带着自己的几个手下，就直接来到了大厅右边的房间。一进门就看到2个茅草屋前的狗头人，这帮狗头人依然在茅草屋前漫无目的的走着。哦，这里居然有几只小狗狗。赵修看到后嬉笑着，手指放在嘴中吮吸了下。赵兴往前站了一步，对着赵吴道：“领主大人，需要我将这些怪物拉过来吗？”这一幕让龙国直播间的人议论纷纷。我刚才看巴铁国的代表者被这里的怪物敲走了，一下对付10个，看起来还是挺难的。难什么难？智力给你们加到屁股上了吗？我们代表者光毒蛇陷阱就有9只了。还有不少的巴铁国网民跑到龙国直播间议论着，他们认为这样做过于冒险。一下对付10只还行，但是不快速消灭的话，后续还有无限的狗头人会过来。赵毅摆了摆手，对着赵兴回道：“这次怪物过于集中，没办法逐个击破。我先安装毒蛇陷阱挡住这些狗头人，然后我们优先拆茅草屋。”旁边的赵大摸了摸自己的脑袋：“领主大人，为什么我们不先杀这些狗头人啊？”赵毅摇了摇头：“就算杀了，这些狗头人还会源源不断的出来。我确实想刷经验，但是同时面对10个狗头人太过危险了。先拆了一个茅草屋，剩下的一个足够我刷了。”赵大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赵毅来到狗头人前，安装了3个毒蛇陷阱。现在是2级的好毒蛇，生命值提高了不少。9只蛇面对10只狗头人，应该能扛住不少的时间。安装好陷阱以后，赵毅自己就瞄准了远处的一个狗头人。嗖！一支箭正中狗头人眉心。-17，狗头人气坏了，最近怎么老有这种不长眼的东西过来？汪汪汪！一帮狗头人叫喊着就冲了过来。砰！一声响后，9只蛇冒了出来，狗头人和好毒蛇混战在了一起。上！赵毅带着自己这帮手下朝着茅草屋跑去，
再次做起了拆迁般的干活。咚咚咚，赵大和赵二一斧头一斧头的打在茅草屋上，没过多久就将这个茅草屋给拆除干净了，原地抱了一个木质宝箱。赵毅没时间看这个宝箱，带着自己的手下朝着狗头人那边跑去。几只毒蛇已经嗝屁了，但同时也对狗头人造成了不少的伤害。赵修带头冲锋，步伐轻盈的向着狗头人这边冲来。妖言惑众，聚在一起的狗头人头上多了一个 debuff， 还好这些狗头人聚在了一起，要不然范围只有375码的技能还没办法将他们全体覆盖。狗头人打在赵修身上本来就不疼，现在还多了不少丢失，更加没啥威胁了。赵兴拉着手中的弓箭，五支箭嗖嗖嗖的就飞了过去。本来残血的狗头人血量更低了，这个血量刚好被赵兴一击一个。废物，不能让人家更开心一点。赵修说着就一击捅穿了一个狗头人的脑袋。要怪就怪这些狗头人长得太矮了。看到这一幕，龙国直播间的巴铁国人都愣住了。第76章，领先的太多了。好家伙，他们是在一个末日游戏里吗？我咋感觉龙国代表者这么轻松？是啊，那个黑色紧身衣的女子，这也太莽了吧。还有后面英姿飒爽的赵兴，每次攻击都是5个目标。龙国直播间听到巴铁国网民的称赞，十分得意。这都是小意思，还有很多图纸没做出来呢。就是等复合攻出来，赵兴能够每次攻击10个目标，挺期待的。我们代表者到时候不也能每次攻击5个了吗？没过多久的时间，赵毅就把眼前的几个狗头人给杀了，经验涨了不少。其中一个狗头人还爆了个好东西，1级铁匠铺图纸，需求铁矿 X50， 石头 X50， 木材 X40， 绳索 X10， 可以锻造一些蓝色品质的防具和饰品。想不到12个狗头人10只初始的，击杀过程中茅草屋又走出来2个，就爆了一个图纸出来，真不错。这个时候茅草屋又走出来一个狗头人，赵兴和赵毅开始远程攻击，2支箭一前一后的击在狗头人身上。赵兴心里暗自高兴，赵毅的职业与自己一样，证明他们俩是最有默契的。当这个狗头人来到自己面前的时候，刚好被赵修一击捅穿了身体。赵毅收起了手中的弓箭道：好了，你们就在这刷兵吧，我去看看哪个木箱子里有啥。是，领主大人。有2个老兵，一个魅魔和一个弓箭手在。这个茅草屋里走出来的狗头人一次攻击都打不出来。赵毅的完美刷怪又出现了，又来了，这次刷经验刷到啥时候？不光有经验，有时候还会爆出好东西呢。不知道末日游戏背后的东西有没有在看，说不定已经竖起中指了。龙国直播间开心的讨论着，这算不算战胜了末日游戏一次，找到了他的漏洞？末日游戏创造这种机制本意就是恶心人的，比如巴铁国的代表者就被恶心走了，杀的速度不够快，就会被源源不断的士兵给弄死。毕竟士兵的血量没有特殊办法是不能回血的，同时你还得考虑晚上的情况。当然你也可以像赵毅这样优先拆除茅草屋，但是茅草屋的血量可不少，加上城墙护甲，拆除需要不少的时间。这段时间你就会被这些狗头人追着打。但是没料到赵毅冒出来了，用技能怪物挡住狗头人攻击，然后优先拆除茅草屋，确实是应对这种情况比较好的方法。赵毅来到木质宝箱前搓了搓手，期待里面爆什么好东西。龙国代表者打开木质宝箱，获得金币 X150。龙国代表者打开木质宝箱，获得图纸厨房。厨房？赵毅微微一愣，之前爆出一个农场图纸，现在又来个厨房图纸，这是要让自己在末日游戏中开饭店吗？先来看看这个厨房是干嘛的吧。1级厨房，需求2级大本营，木材 X100， 石头 X50， 绳索 X20， 可以在厨房中制作一些简单的食材。果然是做饭的地方，先留着吧，反正制作的需要自己都有，不是很高，就连铁矿都不需要。赵毅开完宝箱后就在旁边休息着，自己几个手下在旁边刷着经验，真是享受啊。我们代表者要升级到5级了，领先好多啊，好像其他国家代表者都还没有职业书呢。没过多久，赵毅的等级就到了5级。叮咚龙国代表者等级获得提升，目前等级为5级。叮咚龙国代表者学会技能致命攻击护甲专精。哦哟，又有新技能了。赵毅点开了自己的属性一栏，果然多了2个灰色的技能。灰色代表着目前可以学会但还没有学习的技能。致命攻击被动技能，追猎者的攻击能够命中敌人的弱点，自身的暴击率提高 5%。 暴击，近战单位暴击后对目标造成 200% 的伤害，远程单位暴击对目标造成 150% 的伤害。暴击对于这个词赵毅并不陌生，这就相当于枪战游戏命中了脑袋，也就是爆头了。150% 的伤害虽然比近战少了 50%， 却非常合理。
近战如果堆属性的话，要考虑的太多了，护甲、生命值都要考虑。而远程只要优先堆攻击力就行了，少了50%的暴击伤害也算对远程的一个限制。看来这个末日游戏非常讲究平衡啊。护甲专精，被动技能，追猎者能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现在他能从护甲中获得更多属性，防具加成效果提高10%。防具为头部防具、手部防具、腿部防具、胸部防具，其他部位防具不加成。2个被动技能可以学一学，一个提高自身的攻击效果，一个提高自己的生存效果。但是我的经验怎么还没加呢？赵毅抬起头看着不远处，一个狗头人刚好倒在血泊之中，但是自己的经验依然是 LV501785，没有任何变化。难道这些狗头人级别太低，自己5级以后已经没办法吃到经验了？这狗日的末日游戏系统真有他的！这让龙国直播间中的其他国家网民擦了擦头上汗水，长舒一口气。好家伙，我还以为让他一直刷下去呢。龙国代表者都5级了，我们国家代表者职业书还不知道在哪呢。终于让他停下来了。赵毅想明白后就不再刷了，在这浪费时间，不如上楼上看看，说不定楼上有更好的东西。对于经验不能增加这件事，赵毅倒是没有多大反应，这是游戏正常机制，只能说明自己领先的太多了。拆迁办们干活了！赵毅一声令下，几个手下又开始了拆房子的活动。轰隆隆，最后一个茅草屋在赵修等人的摧残下倒在了地上，原地爆出一个木质宝箱出来。赵毅兴奋的苍蝇搓手，又来个宝箱，希望能爆点好东西。第77章，做人不能白眼狼。龙国代表者打开木质宝箱，获得金币 X150。龙国代表者打开木质宝箱，获得铁矿 X40。这次宝箱倒是没有爆图纸什么的，不过多了铁矿40，这倒是挺好的。铁矿目前是赵毅比较缺少的资源。1楼3个茅草屋都被赵毅清除了，在这个房间不远处还有个通往2楼的楼梯，2楼是什么就没人知道了。赵毅来到楼梯下面，为了以防万一，在楼梯口安装了3个陷阱，随后就让工具人上去看看。工具人赵鑫点了点头，慢慢的向着楼上走去。来到楼梯中间位置，赵鑫探出个小脑袋，四周看着2楼的情况，看起来就像地板中长出一个头一样。2楼的布局和1楼一样，但是这里只有零散的狗头人，没有类似茅草屋的建筑。距离楼梯口有几个狗头人正在低头讨论着，赵鑫准备先将这个怪物拉过来消灭了再说。赵鑫回头和赵毅说明了下情况，在赵毅允许的情况下，拉开手中的弓箭，对准不远处的狗头人。嗖嗖嗖，5支箭刚刚离手，赵鑫就直接跑回了1楼。他的身后是跟着过来一帮嗷嗷叫的狗头人。赵毅笑了笑，又是一帮送死的家伙，可惜不能增加经验了。巴铁国代表者走后，来到野外进行打野。8个远程士兵打不了厉害的怪物，但是打野外的动物和其他小怪物那可是手到擒来啊。8根鞭子一齐挥出，一个怪物就倒在了地上，有时候也能爆出不少的好东西。随着一个新的怪物倒下，巴铁国代表者上前摸着装备，但很遗憾，这次什么都没有出。这个时候，不远处传来各种战斗的声响。这个游戏音效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领主大人，我们要过去看看吗？一个幽魂电棍问道。巴铁国代表者点了点头，随后带着士兵朝着声音发出来的地方看去。没过多久，他就来到了发出声音的地方。这里是一个铁矿矿脉，4个农民正在开采铁矿，不远处2个矮人老兵正在和一个怪物搏斗着。居然是龙国代表者的士兵，应该是在这里进行采矿吧。巴铁国代表者看到这一幕，准备转身离开。一来自己不是龙国代表者的对手，没必要犯矛盾，虽然自己需要铁矿，但得有能力拿到才行。2来龙国在蓝星上给了巴铁国不少的援助，自己的家庭就收到过来自龙国的物资。做人不能太白眼狼。刚准备走呢，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因为这2个老兵面对的怪物是一个巨大的熊怪。2个老兵确实能打过，但是很可能会死一个。想了下，巴铁国的代表者决定帮下忙。为了不引起龙国士兵的误会，他是绕到了熊怪的身后，才朝着铁矿这边过来。我去，这不是巴铁国的代表者吗？怎么这时候出现了？是不是想抢我们的铁矿？应该不会吧，我刚才看他们还特地绕了一圈，要是真想抢，应该会和这个怪物前后夹击。龙国直播间中，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们想看看这个巴铁国代表者究竟想干什么。赵3和尼古拉斯赵4同样看到了过来的巴铁国代表者，但是他们跑不开，就算战死，他们也得守在这。巴铁国的士兵越来越近，渐渐来到了熊怪的背后。8个幽魂电棍扬起手中的鞭子，狠狠地抽击着眼前的熊怪。熊怪本身护甲为重甲，幽魂电棍刚好又是魔法攻击，这酸爽让熊怪欲罢不能。没过多久，这只熊怪
就被前后夹击的攻击击倒在地。两个老兵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盯着巴铁国的代表者。走吧。巴铁国代表者带着自己的士兵离开了这个地方。既然熊怪已经死了，自己没必要在这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如果此时龙国代表者回来，误会就麻烦了。咦，这个巴铁国代表者走了？难道他就是出手帮的忙？应该是感谢我们龙国之前对巴铁国的援助吧。还好，这次是巴铁国的代表者，要是其他国家代表者就麻烦了。这个末日游戏地图这么大，没想到这里居然3个国家代表者聚在一起，真是稀奇。赵毅此时已经将2楼上的狗头人全部消灭干净了。这些狗头人还抱了一些东西：迅捷之鞋、绿色品质、代表者专用装备、护甲加1，移动速度增加 10%， 绿色品质还不错，能够增加1点移动速度。除了这个装备以外，还有一张奇怪的图纸：蜜汁烤肉，使用后可以增加 5% 的攻击力，持续30分钟。制作需要肉 X1， 浆果 X2。居然连烤肉的图纸都有，肉应该就是普通的肉，浆果应该是自己之前吃的黑色果实。先把这个绿色品质的鞋穿上吧。赵毅穿了鞋以后，看了看自己的属性：姓名赵毅，代表国家龙国，职业追猎者，生命值540540，体力值115115，经验值 LV501785，食物99120，饮水76120，攻击力25-26，攻击范围600游戏距离，攻击类型混乱，攻击速度 1.38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10，防御类型国王，个人技能致命一剑 LV1， 毒蛇陷阱 LV2， 人形追踪 LV1， 灵猴守护 LV1， 天赋坚毅洞察之眼，属性点5点，护甲已经10点了，理论上已经能减少 37.5 的伤害了。不错。将东西收好以后，赵毅就注意了这个2楼房间的尽头。在这个房间的西北方向有一扇门，按照这个方向看来，应该是进门透过玻璃看到的大广场。那里面有更多的狗头人在那里。在这扇门的对面，房间的东北方向有个楼梯朝下通往另一个房间。主人，我们先走那边。赵修贴着赵毅问道。第78章，久违的利益最大化。赵毅仔细地想着事情，丝毫没注意赵修吃自己豆腐的行为。想不到自己的主人还挺不错的嘛，有颜有身材。赵修看着赵毅，脑子里已经有了魅魔应该有的画面，只是这个画面被一个叫赵兴的给打断了。领主大人。赵兴开口打断赵毅思考，还有旁边赵修吃豆腐的行为。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走西北那扇门。赵毅想了下，回道：那边应该是通往大广场的，我们先走这边吧。说完，赵毅就向着东北的楼梯口走去。赵兴倒是不在意赵毅选择哪一边，反正只要让赵修停止吃豆腐就行。哼。赵兴抬起头，高傲地绕过赵修，跟在赵毅后面。赵修看着赵兴的背影，舔了舔嘴唇。没人说魅魔只对男的下手啊，这个赵兴似乎挺合胃口的。赵毅来到楼梯口，向下走了2步，就能看到楼下的情况。原来这里楼下是个监狱，这个设计挺不错的。要是有人逃跑出来，还得先经过这个2楼才行。奇怪的是，这个监狱门口居然没什么人把守，难道是监狱里面没人吗？底下的监狱总共3间，里面由茅草铺垫而成。3间监狱里有2间里面有人，空的另一间什么都没有。这里居然有人，是不是游戏的 NPC 啊？不知道，说不定是其他星球的呢，说不定会触发什么任务哦。龙国直播间中，众人看到这个情况，开始了讨论。这突然出现的人到底是谁？虽然监狱里面一片漆黑，但是赵毅依然能够透过黑暗看到监狱里面的情况。中间的监狱是空着的，左边监狱里有个白发老头，此时躺在床上休息着。右边监狱则是一个人形生物，看起来特别的矮，应该是赵大的老乡。赵大，这个人是不是你们家亲戚？赵修在后面笑着说道。我哪知道，要不然我问问看。赵大问着。去吧。得到赵毅的允许后，赵大提着自己的斧子朝着右边走去。喂，你是谁？在这里干嘛？右边监狱的矮人看到同类有些激动，直接跑到铁栏这边来。想不到我居然还能看到活人，快点把我放出去，我在这里1天都待不了了。赵毅从后面走过来，对着眼前的矮人说道。你是这个世界的人？里面的矮人微微一愣，当然是了，要不然我从哪里冒出来？我的家就住在这附近，不过被狗头人袭击了。赵毅摸了摸下巴，想了下，这倒是一条重要信息啊，这个世界中居然还有其他的游戏 NPC， 那是不是还有城镇之类的东西呢？不过目前来说，还没有代表者找到城镇所在，因为交流平台中根本没有其他人讨论这件事情。
主人，要不要把这个矮人放了？赵修开口问道。先等等吧。赵毅开口说道。话音刚落，左边监狱里的人类老头大喝一声：“不行！”这倒是把众人吓了一跳。什么不行啊？人类老头接着说道：“这个人是狼人变的，把他放出去，你们就死定了。”矮人在旁边喊道：“老头，你不要血口喷人，你自己不是个好东西，就不要诬陷我。”两个人就这样开始了骂战。赵毅有点懵逼，我也没说要放你们啊，怎么就吵起来了？龙国直播间的观众都看懵了。好家伙，这次又变成了解密游戏了。我感觉这人类老头不是好东西，看到赵毅要救矮人就不乐意了。我感觉老头是好人，这个矮人一定是个坏东西。可是我们代表者没说要救人啊。赵毅看了看两个人，矮人说自己家在这附近，但自己探索过附近，别说这附近有城镇了，就连个房子都没有。那你是从哪来的？赵毅问着白发老头。白发老头苦笑了下，我是谁还不能说，但旁边那个矮人不是好东西。还不能说？你就是不敢说吧？旁边的矮人气愤地说道。难怪要把他们两个分开关押呢，要不然真怕他们会打起来。领主大人，我们怎么弄？赵一刚想说什么呢，脑海里有了系统的提示。他觉得这两人都不太正常，说不定是神经病。两个人均为精锐怪物，无论开启哪扇门都会遭到怪物的攻击。赵一看了看四周，这倒是和他想的一样。这个世界有没有城镇和 NPC 不知道，但这两个人应该都不是好东西。这里没有任何的看守，那就说明这两个人不需要看守。精锐怪物吗？老子杀的就是精锐。正常人可能听到系统提示就跑路了，但是赵一偏不。系统只是自己的辅助工具，真正判断的还是自己。既然是精锐怪物，那就应该会报好东西吧。自己带来这么多人，难道还能怕了他不成？赵毅跑到矮人房间的面前，在地上安装了3个毒蛇陷阱。矮人双手握住铁栏杆，好奇地问道：“你这是在干嘛？”“救你啊！”赵毅抬起头说道。“哦，那你动作快点。”赵毅安装好陷阱以后就开始准备站位，自己和赵兴站在最远处。赵修堵着门，旁边站着2个老兵候着。我咋感觉赵毅准备对付里面的人呢？小甜甜好奇地问道。原来你也有这种感觉啊，从赵毅的布局来看，看起来像是对付监狱里面的人。小甜甜眨了眨眼睛，看来我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提升，居然和张大帅的思路一样了。赵教授旁边思考了下，但如果赵毅知道里面的人物是坏的，为什么还要准备打开牢笼呢？直接走人不就行了？赵大帅盯着眼前的直播屏幕，那就说明我们的代表者准备将利益最大化。赵毅准备好后，就对着矮人说道：“怎么把你放出来？”矮人有些兴奋，指了指赵毅旁边的铁环环。这3个铁环环对应的就是3个监狱的大铁门，你只要拉一下就可以开了。赵毅转过头，果然看到3个铁环环，以狗头人的身高，伸手应该能碰到。这个游戏在细节方面做得不错，那我就开门了。第79章，你别过来啊！开吧，等等带你们去我家吃烤肉。矮人高兴地说道，2只手兴奋地搓了起来。龙国解说台中3个解说咽了咽口水，谁都不知道这个门开了会怎么样。哗啦啦，赵毅拉动铁环后，最右边的铁门缓缓地打开。矮人低着头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的面前就是比他高1个头的赵修，左右两边站着赵大和赵二。总算出来了，为了表达感谢，你们就去死吧。矮人的体型渐渐变大，随后撕扯着自己身上的衣服皮肤，一只巨大的银色异狼人出现在了赵毅面前。我去，真的是怪物啊！这个怪物看起来好强啊，为什么还要打开牢笼？刚才直接走就行了。龙国直播间讨论着，但是因为前几天的事情，已经很少人会质疑赵毅了，但大部分人还是保持着担心。旁边监狱里的人类老头哈哈大笑，我都跟你说了，你不信我，你的命运就该死在这里。赵毅同样笑道，下一个就是你了。姓名银月狼人，种族兽族，生命值35003500，攻击力190-205，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 0.8， 每 0.8 秒攻击1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极快，攻击范围近战，个人技能连击，每4次攻击后下一次攻击连续挥击2次，个人技能击退，银月狼人巨大的力量能将目标击退，对目标造成 150% 的攻击力伤害。天赋5。所有人看到这个属性倒吸一口气，这个血量未免也太高了吧，这能打得过吗？我看难，攻击速度快，攻击力高，血又厚。但是赵毅却不以为然，这个怪物刚好穿刺攻击，轻甲护甲，被自己这边完美的克制。去死吧你们！银月狼人大喝一声，对着眼前的赵修就是一个击退。
-194。银月狼人的150%的攻击依然给了赵修不少的伤害，还好他的护甲是重甲，要不然承受伤害更多了。妖言惑众，赵修打动自己的技能，致命一剑。-27、38。不远处的赵兴和赵毅同时拉开弓箭，对着银月狼人攻击。两支箭向着银月狼人嗖嗖飞去。赵大，后退！赵修喊道。赵修挡住了第一下击退，没必要再耗费血量了。两个老兵的血量根本挡不住这个怪物几下，他的攻击力实在太高了。银月狼人看到这一幕乐了，所有人都得死在这里。你们死了之后，我就要让这帮狗头人付出代价。银月狼人迈着步子踩在了毒蛇陷阱上，砰！9只小蛇出现在了银月狼人的周围，吐着信子对着银月狼人咬去。被毒液感染以后，银月狼人的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都减少了10%。全体输出！赵毅一声令下，赵修和赵大等近战开始向前冲去。虽然银月狼人血量挺厚，但是这边输出更高啊！赵修一个人就是每次200多的伤害，穿刺打轻甲拥有额外加成，而且9条蛇的血量200点，让银月狼人不得不攻击2次才能消灭一只，这大大的削减了银月狼人的输出能力。可恶，看我的连击！银月狼人连续2次挥击，直接将一只好毒蛇撕成碎片。转眼之间，银月狼人的血量已经少一半，但场地上依然还有好几只好毒蛇没杀掉呢。而赵毅这边，除了一开始赵修挡住银月狼人的击退伤害以外，没有其他人再受伤了。继续输出，马上这个怪物就死了。赵兴手里的箭矢一根接着一根。-37、35、38。攻击力不是很高，但是攻击速度挺快。我去，我刚才还在担心我们代表者能不能打过呢，没想到连血都没掉多少。这还用输出吗？赵毅这边总共5个人输出， DPS 达到了每秒300-400，打这个精英怪物也就10几秒的时间。我们巴铁国刚才狗头人都打不过，为什么龙国代表者这么强？10几秒的时间被减速的银月狼人就连毒蛇还没杀完呢，就死在了血泊之中。旁边的白发老头都看呆了，尼玛，这帮人太恐怖了吧！赵毅在白胡子老头跟前放了几个毒蛇陷阱，随后对着白发老头坏笑了下：“你别过来啊，不要开我的门！”白发老头大叫着，这门一开，自己就像那个银月狼人一样死在这儿。别说找狗头人报仇了，眼前的这个男子自己都过不去。赵毅可不管这些，这个银月狼人不光会爆东西，甚至还给自己加了不少的经验值呢。这不杀就对不起系统的提示了。赵毅一脸奸笑的拉动了手中的铁环环，老头脸上浮现崩溃的神色，他的最终防线一点点的打开了。哗啦啦，左边的那个监狱铁门彻底打开了。白发老头钻出牢笼，体型开始变大，转眼之间就变成了银月狼人的模样。我去，感情2个人都不是好东西啊！还是我们代表者聪明，从他陷阱和站位上就知道他已经猜到这些人不对劲了。设计这个关卡的人真是鸡贼，放谁出来都是怪物。哈哈，可惜现在变成了我们代表者的移动经验值了。这个游戏太夺笋了，但是刚才看我们代表者的表情，他更夺笋。银月狼人盯着眼前的赵修，随后一个击退将他打飞了。-194，打得人家好疼啊！赵修一阵无语，为什么老是让他来承受这一下？这也是没办法，狼人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时候还不是敌对目标，没办法触发陷阱。变身的第一下攻击就是击退，必须有人能够承受这一次的伤害。赵修血量厚又是重甲，不是他承受又是谁？砰！变身完毕，触发了毒蛇陷阱，9条蛇又冒了出来。杀呀！几个人又按照之前的打法，没过多久，这头银月狼人同样倒在了血泊之中。赵毅满意的看了看地上的2个尸体。第80章，又一个国家代表者。这2个银月狼人给自己增加了不少的经验，终于可以将之前的技能学习一下了。叮咚，是否消耗10点金币，30点经验，学习护甲专精？是。一阵光芒过后，赵毅的技能栏多了一个被动技能。叮咚，是否消耗10点金币，30点经验，学习致命攻击？是。学习完后，赵毅点开了自己的属性一栏，姓名赵毅，代表国家龙国，职业追猎者，生命值540-540，体力值115-115，经验值 LV5-354-1785，食物90-120，饮水66-120，攻击力25-26，攻击范围600游戏距离，攻击类型混乱，暴击几率5%，暴击伤害150%，攻击速度1.38秒攻击一次，防御值10，防御类型国王，个人技能致命一剑 LV1，毒蛇陷阱 LV2，
人形追踪 LV1， 灵猴守护 LV1， 致命攻击 LV1， 天赋坚毅洞察之眼，属性点5点，属性中多了2个值，一个是暴击的几率，还有个是暴击的伤害。目前赵毅还有升级的5点属性。想了下，点了3点攻击和2点攻速，攻击力变成了28-29，攻击速度提高了 1%。接下来就是摸装备了，这2个精英怪物应该能获得不错的好东西吧。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银月狼人，获得银狼匕首，绿色品质。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银月狼人，获得金币 X150。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银月狼人，获得英雄之魂 X1。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银月狼人，获得金币 X150。2个狼人给赵毅贡献了300个金币，真不错。除此之外，还有英雄之魂，这个东西终于出来了，自己这边可以开始建造英雄单位了。不知道最终都会有什么英雄呢？最后还有个银狼匕首，银狼匕首绿色品质，代表者中的盗贼、潜行者等职业及隐藏职业使用，攻击力提高 15-19， 攻击速度提高 8%。 附带特效削铁，削铁每次攻击无视对方2点护甲，看起来还挺不错的。而且绿色品质还不用铁匠铺打造，说不定能够卖个好价钱。赵毅直接收了起来。主人，我们现在去哪里？赵修问道。赵毅看了下自己的几个士兵，掉血量最多的就是赵修了，一直承担前排使用，目前血量只有1300多了，2个老兵每人损失了几十点血，可以忽略不计。先去看看2楼的那扇门有什么吧，到时候再做打算。是，领主大人。众人回道。赵毅带着自己的手下离开了这个房间，朝着原来房间的西北门走去。这扇木门并没有上锁，推开门是一座通往1楼广场的楼梯。1楼广场中间是个喷泉，喷泉周围到处都是狗头人和4只脚的狗，他们的位置并不是固定，有机队仿佛在巡逻一般来回走动。赵毅等人站在门口朝着下面看着。主人，要上了吗？赵毅摇了摇头，这里的怪物太多了，而且行踪不定，很容易引起怪物潮。等回去打造好复合弓再过来将会简单很多。走吧，明天再来。是，领主大人。赵毅说完，带头朝着原来的路走去。看到赵毅走了，龙国直播间的几个人松了口气。小甜甜道，还好我们代表者走了，真怕他像上次地洞一样直接闯。我们代表者可是很聪明的，不打无准备的仗。回去打造复合弓将会是一个质的提升，对于后期的探索来说将会更加的安全。众人都期待着复合弓的打造完成。赵毅离开古堡，决定先去看看自己铁矿的开采情况。现在时间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之前找阿三国代表者浪费了他不少时间。赵毅来到铁矿的地方，几个农民依然在进行铁矿的开采，2个老兵来回巡逻，有时候丧尸犬跑过来会被老兵一斧头砍死。领主大人，2个老兵看到赵毅过来，急忙打着招呼。这里怎么还有头熊怪？赵毅好奇地问道。地上的熊怪因为没人分解，目前还躺在地上呢。这个熊怪是突然从密林深处跑出来的。尼古拉斯赵四回答道。你们杀死的？赵毅看了看2个人的血量，都掉了200多，不是很多，但是这个熊怪一看就不简单啊。尼古拉斯赵四摸了摸自己的头，不好意思道，我们确实不好对付，但是突然冒出来一队人帮助我们对付这个熊怪。一队人？赵毅第一反应是不是这个世界本来的人？因为是其他国家的代表者，不会这么好心的帮助自己吧？如果遇到的是阿三国这样的人，趁火打劫都能做出来。他们长啥样？能认出来吗？赵毅问道。他们身上印着特别的旗帜，大概长这个样子。尼古拉斯赵四趴在地上开始画着巴铁国身上的图案。赵毅看明白了，这是巴铁国的旗帜，没想到附近还有一个国家代表者的营地，每个代表者所属的士兵身上都有对应国家的旗帜，所以之前阿三国找到龙国营地的时候，通过农民身上的衣服就分辨出了这个基地的所属国家。这么大的世界，居然3个国家代表者聚在一起。领主大人，我们是否需要追击？赵兴问道。赵毅想了下，既然巴铁国帮助了自己这边采矿，那就说明他们没有恶意。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自己还是知道他的位置比较好。打定主意，赵毅对着尼古拉斯找死说道，他们往哪里走的？尼古拉斯指了指北边的方向。领主大人，他们朝着这个方向走了，但是后面我就不知道了。知道大概方向就足够了，赵毅可以用技能追踪。第81章新的发现。赵鑫，你跟我走，其他人留在这吧。赵毅并不是去干架的，所以没必要带太多人，而且是过去摸索的，人太多反而容易被发现。主人，不带上人家吗？赵修眨着大眼睛，眼巴巴地说道，看起来很想让人疼爱。我的女神，我们代表者不带你，我带你，就你
给赵毅提鞋都不配。还好你不是代表者，要不然忠诚度哗哗的降。赵修委屈，但赵鑫十分高兴啊。赵毅不带赵修，反而带自己，证明自己是最重要的。嘻嘻，其实是因为附近有丧尸犬，赵鑫的同时打5个目标太好用了。而赵修虽然攻击力强，但是只能一下一个，没赵鑫好用。赵鑫可不会这样认为，反正自己就是比这个魅魔重要。不带了，这次过去只是调查一下，你们在这等我。听到赵毅的话，赵修嘟着个嘴，只能留了下来。赵毅来到熊怪的跟前，这个东西不分解白不分解。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熊怪，获得肉块 X30。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熊怪，获得受精 X10。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熊怪，获得皮革 X20。走吧。赵毅对着旁边的赵鑫说道。是，领主大人。人形追踪。赵毅开启人形追踪，果然看到北方有人形移动的痕迹。赵毅顺着这个印记快速的朝着远方跑去，一路上碰到的丧尸犬都被赵鑫清理干净。巴铁国直播间画面中，大量的丧尸犬和牛头怪物围攻着巴铁国代表者。怎么会遇到这么多的丧尸犬？这是捅了狗窝吗？似乎遇到了丧尸犬潮了。巴铁国的代表者忙得焦头烂额，没想到在对付一个牛头怪物的时候，周围来了这么多的丧尸犬，这样子让他的压力变得很多。已经有2个幽魂电棍变成了幽灵状态，自己这边只剩下6个士兵了。就算跑，他们也跑不过这些丧尸犬啊！怎么办？巴铁国代表者头上流着汗水，自己可以跑掉，但是没有这些士兵跑不掉啊！没有了士兵，如何抵挡晚上的怪物入侵？怎么办？我们代表者这是要死在这里了吗？受到惩罚还好，晚上守不住的话，我们国家不一定挡得住啊！阿三国这还在受到猪头弩手的攻击呢，有的国家甚至第一波的丧尸犬还没清理完毕，巴铁国的国民十分害怕。就在这时，五支箭从旁边飞了过来，精准的攻击到了前面的丧尸犬。嗖嗖嗖，随后又是5支箭飞了过来，前面5只丧尸犬倒在血泊之中。1.6秒时间，赵鑫2次攻击就能消灭5只丧尸犬。巴铁国代表者往旁边一看，一男一女拿着弓箭朝着这边的丧尸犬射来。龙国代表者旁边女弓箭手身上印有龙国的旗帜，而那个男的没有。别傻愣着了，你对付怪物，我来对付丧尸犬。赵毅大声地说道。赵鑫在旁边不停地射着弓箭，修长的身躯仿佛有着无尽的力量，白皙的皮肤，紧致的肌肉，充满着野性的诱惑。大爱赵鑫女神，我要是男的，一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真不知道我们代表者怎么忍住诱惑的，我怀疑他不行。嗖嗖嗖，5支箭再次飞了出去，刚好把靠近巴铁国的5只丧尸犬射翻在地。巴铁国指挥着自己的士兵边打边后退，那只长着牛角的怪物在幽魂电棍的攻击下渐渐血量没了。之前巴铁国因为丧尸犬的关系抽不出身攻击他，现在有人暂时帮他对付了丧尸犬，自然能够解决眼前的怪物。我去，吓我一跳，还好有龙国代表者过来。奇怪，他是怎么过来的？不过幸好没有趁火打劫，以龙国和巴铁国的关系，就算不帮忙也不会趁火打劫吧。看到赵毅的出手帮助，巴铁国的网民松了一口气，要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吼！牛头怪物怪叫一声，随后倒了下来。巴铁国代表者解决完怪物以后，开始着手对付丧尸犬。没几下，这群丧尸犬全部被消灭干净了。感谢龙国代表者的帮助，巴铁国代表者开口说道。龙国代表者出现在这里应该不是偶然，难道是自己之前做的事情让他误会了什么？应该也不是，要不然他就不会出手帮助了。不客气，就当你帮助我的回礼了。赵毅自然指的就是之前自己老兵被帮助的事情。巴铁国代表者有些不好意思，自己其实就算不帮忙，依照2个老兵的能力也能解决掉，只是自己出手能让他们少掉一点血。对了，这附近你有探索过吗？赵毅问着眼前的巴铁国代表者。如果能够得到巴铁国的信息，那对自己探索来说将会减少很多的麻烦。巴铁国代表者想了下，目前来说自己和龙国代表者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冲突，就当给他帮助自己的回礼了。探索过，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见到巴铁国代表者这么说，赵毅的眼睛一亮，这倒是省了自己不少功夫。赵毅直接将自己的地图拿了出来。你说，我记着。巴铁国代表者大吃一惊，想不到龙国代表者居然地图都有了，难怪一直获得第一，他的实力恐怕已经领先了所有人吧。巴铁国看着这个地图，上面居然有这里的位置信息，真是神奇。一个光标在闪烁着，就是他们目前的位置。这里有个河流，河流周围有一些古迹，我怀疑有个入口。巴铁国指着地图上的一道河流说道。这条河流赵毅之前路过，但并没有仔细观察过。此时地图上河流周围还是黑色迷雾状态，证明自己还没去过。
沿着这条河流往上面走就能看到，不过周围有些水人，你要小心一点。赵毅点了点头，随后记下了这个位置，可惜没有笔，只能记在脑海里。还好信息不复杂，沿着这条河流往北走就行了。这里还有个城堡，巴铁国代表者说道。第82章英雄祭坛。看到巴铁国指的方向，赵毅微微一愣，这个地方就是古堡的地方啊？你去过？赵毅问道。巴铁国代表者点了点头，随后有些不好意思说道，不过里面怪物太厉害了，我暂时打不过，你去的话一定要小心啊。巴铁国小声提醒着。赵默默点了点头，决定不告诉他真相了。其实他已经来到了广场那个地方，不过通过这条信息让赵毅明白，这个巴铁国代表者确实是在说实话，并没有忽悠自己。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赵毅对着巴铁国代表者说道。谢谢。分秒必争，赵毅没有浪费两边的时间，与巴铁国告别后就离开了这个地方。与其浪费两个人唠叨的时间，不如多做点事情。对于巴铁国的信息，以后有空就帮助他下吧。铁矿所在地，赵修看到赵毅回来，兴奋地冲了上去。胸前的两个大灯照得众人睁不开眼。不好，我晕车，让我下车。车门已经焊死了，别下了。今天我就是死在这里，也绝不下车。我还有瓶营养快线，我还能撑得住。主人，你回来了。赵修开心地说着。赵毅点了点头，看了看天色已经不早了，是时候回去了。因为有了铁矿，很多东西都能建造了。今天总共收获了多少铁矿？回领主大人，5个农民今天总共开采了150个铁矿。150个铁矿啊，加上之前自己在古堡中获得的，应该短期够用了。不过产量确实不怎么高。要知道，5个农民一天能收集不少的木材和石头等资源呢。看来小型开采设备必须要造起来了，这样才能提高产量。收队。赵毅带着自己的部队浩浩荡荡地朝着自己的领地走去。自己的领地没啥情况，偶尔几个不长眼的丧尸犬过来，立马被2个防御塔射穿。赵毅打开自己的资源看了看，木材 X300， 石块 X380， 茅草 X300， 金币 X606， 硬质甲壳 X10， 重油 X20， 肉块 X80， 皮革 X60， 受精 X17， 熊爪 X5， 铁矿 X190。 资源还是不少的。赵毅让10个农民在基地附近继续开采资源，其他士兵就巡逻。自己开始想要先建造什么。首先有了英雄之魂后，赵毅可以建造祭坛了。祭坛的出现能让自己直接复活，虽然自己不想死，但什么事情都说不准。万一死亡了能直接复活，算是将死亡的惩罚降低到最小了。正常来说，代表者死亡后需要1个小时的复活时间，而这1个小时不就属于浪费了吗？要是在守夜怪物之前死了，那自己的领地就完全没有指挥了。赵毅点开了建筑，果然在里面发现了祭坛。名称：祭坛。需要1级大本营，木材 X200， 石块 X100， 金币 X100， 英雄之魂 X1。简介：建造英雄的场所，玩家死亡后可以在祭坛立刻复活。叮咚，是否建造祭坛？是。赵毅消耗了相应的建筑需求，眼前出现了一个建筑投影。这个建筑看起来像是木头跟石头组成的高坛，上面有个虚无缥缈的鬼影。赵毅将这个建筑放在了自己的领地之中。叮咚，祭坛搭建完成。龙国直播间3个解说看到这一幕又惊又喜。好家伙，我们代表者居然把祭坛造出来了，速度太快了，在其他人连职业书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代表者开启了击剑模式。不知道这个祭坛里有什么英雄。不光龙国直播间的观众和解说好奇，就连赵毅自己同样感到惊奇，这可是自己的第一次啊。点开祭坛，旁边出现了和兵营一样的信息栏，总共有3个英雄可以提供自己选择，分别是死亡之主、元素大师、兽人首领。小甜甜好奇地问道，这3个英雄我们选择哪一个呢？先来看看他们的数据吧，这次系统提供了这些英雄的数据。张大帅回道，如果跟职业书一样不给信息，那就难选了。姓名：死亡之主，职业：英雄，生命值20220，经验值 LV1， 攻击力20-2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混乱，攻击速度 1.35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国王，个人技能狂热 LV1， 死亡之主能让周围友军狂热起来，提高周围友军移动速度 3%。 个人技能热血 LV1， 死亡之主能够让周围友军持续回血，附近友军每秒恢复2点血量。天赋腐化 LV1， 死亡之主让敌人都害怕了起来，600码范围内敌军减少 2% 的攻击力。造价100金币，1个人口，你只能拥有1个英雄单位。4。赵毅倒吸一口凉气，
属性倒是次要的，关键是这个死亡之主中有一个热血技能，能够对周围友军持续回血。这个游戏中最难掌控的就是士兵血量了，没有特殊途径没办法回血，这就造成了很多代表者在早上探险的时候不敢太过深入，就是害怕士兵血量不足以后会影响晚上的防守。但是这个英雄却能回血了，虽然恢复的很少，每秒才2点，在战斗中几乎没用，但是在平时来说就是神技啊，相当于自己的士兵永远都是满状态。除此之外，加移速的技能同样很好用，无论是追击还是逃跑都能领先别人。好英雄啊，虽然不知道死亡之主为什么可以回血，但这个技能太有用了。除此之外，还有减少对方攻击力和提高移动速度。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代表者会选这个英雄吧，说不定后面还有更好的英雄呢。赵毅和直播间的观众将目光投向了第2个英雄。第83章连升4级。姓名元素大师，职业英雄，生命值2020，法力值40%，回蓝速度每秒1点，经验值 LV1， 攻击力20-20，攻击范围60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混乱，攻击速度 1.35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国王，个人技能雷电 LV1， 元素大师掌控着雷电之力，引爆一阵天雷，对范围内地方单位造成一次性的魔法伤害。个人技能水人 LV1， 元素大师以自身魔力为能源，召唤一个小型水人。天赋元素充沛 LV1， 元素大师掌控着元素力量，能够提高周围友军每秒 0.1 点的魔力恢复速度。看到这个英雄介绍，赵毅摸了摸下巴，召唤水人应该是跟自己召唤毒蛇一样的东西，不是优先考虑的。雷电倒是挺好用的，升级以后威力应该不小。最后元素充沛，如果自己士兵中需要蓝量的英雄比较多还好，但是自己这边只有一个魔女需要，虽然很强，但是不适合自己。一般情况下，赵毅不会考虑这个英雄的。这样的话，还有最后一个英雄了，兽人首领。姓名兽人首领，职业英雄，生命值2020，法力值40%，回蓝速度每秒1点，经验值 LV1， 攻击力20-2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混乱，攻击速度 1.35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国王，个人技能躁动 LV1， 兽人首领能让周围友军提高 2% 的攻击速度。个人技能重踏 LV1， 兽人领袖抬起自己的脚掌猛击地面，对周围375码范围的敌军造成晕眩，同时造成伤害。天赋重生 LV1， 兽人领袖死亡后能够用先祖的力量重新回到战场。造价100金币，1个人口，你只能拥有1个英雄单位，很好递前排和控制单位。重踏造成群体晕眩，面对多个敌人的时候能有奇效。重生保证了他的生存能力，这个好像也不错呀，还能加快攻击速度呢。是啊，攻击速度的提升短期可能没有效果，但是长期看来应该是效果最好的光环。不知道我们代表者会怎么选择。周兆义看了看3个英雄，要说提升最大的应该就是死亡之主了。在这种情况下，保证士兵的存活率是最佳的选择。虽然第3个能够承担前排使用，但是不能回血啊，多了一条命没啥作用。赵毅最终选择了死亡之主。祭坛发出一阵微弱的光芒，一个全身穿着黑色盔甲的生物从祭坛顶上出现，慢慢的走了出来。他没有脸，头盔下面仿佛一个黑洞一般，将所有的光线都吸收了进去。手中拿着一把巨大的长剑，上面散发着冰冷肃杀之气。虽然这个英雄目前属性不高，但却给人一种十分可靠的感觉。黑色铠甲慢慢的走下来，随后半跪在赵毅的面前。死亡之王参见无主，声音空洞无比，根本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太酷了，光是这架势恐怕就超过了其他英雄。你们看旁边的赵修已经开始回血了，每秒回2点，200点血量也就1分多钟的事情。这个人是死亡之王，叫赵毅无主，那赵毅是不是死亡之神？盲生，你发现了滑点。赵毅看了看跟前的黑色盔甲，也就是死亡之王，个子比自己高上不少，至少2米多吧。起来吧。赵毅回道。哗啦啦，黑色盔甲站了起来，发出金属碰撞的声响。这算生物还是算物品呢？赵毅盯着眼前的黑色盔甲看着，黑色盔甲裸露的地方用黑色迷雾连接着。不管了，能上的士兵就是好士兵，以后我就叫你赵暗红了。多谢无主赐名。没过多久，几个老兵的血量都已经恢复到最完美的状态了，受伤最重的赵修也恢复了7、8成，再过一会就是满状态，非常的不错。
赵毅建造这个英雄总共花了200个金币，目前还有406个。接下来试试能不能给这个英雄升级。赵暗红，你进入祭坛，我给你升级看看。是。赵毅只是试试看英雄的升级是不是跟士兵升级一样。死亡之王一登上祭坛，果然出现了英雄升级的选项。英雄的升级除了要金币外，还需要人口。目前赵毅的人口使用是19%，还有4点人口可以使用，看来有必要再建造一个居民住所了。是否升级赵暗红？升级需要金币50，一个人口。升级。是否升级赵暗红？升级需要金币50，一个人口。升级。赵毅直接将赵暗红提升至了5级，接下来升级不光要金币和人口了，还需要士兵印记才行。暂时就先5级吧，人口都给用光了。赵暗红从祭坛中走了出来，盔甲比之前覆盖的区域更多，上面游走着一些奇怪的铭文，表面散发着一股寒意。姓名：死亡之主，职业：英雄，生命值11001100，经验值 LV5，攻击力100-10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混乱，攻击速度 1.15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5，防御类型国王，个人技能狂热 LV5，死亡之主能让周围友军狂热起来，提高周围友军移动速度 15%。个人技能热血 LV5，死亡之主能够让周围友军持续回血，附近友军每秒恢复10点血量。天赋腐化 LV5，死亡之主让敌人都害怕了起来，600码范围内敌军减少 10% 的攻击力。造价300金币，5个人口，你只能拥有1个英雄单位。第84章蜜汁烤肉，各项属性和技能都获得了提高，攻击力减少 10%， 那可真是太棒了。就是范围有点小，还好这家伙是个近战，要是远程都不用看了。英雄造好了，接下来就是建造2级的制作台，打造复合弓了。好在2级的制作台不需要图纸，升级2级大本营后可以直接升级。就在赵毅准备升级的时候，阿三国代表者通过私信找他：爸爸，今天的收成出来了，我现在放在交易平台，你用1个金币购买。想不到这个家伙考虑的还挺周到的嘛。应该是自己警告过后，他不敢再来自己这个营地了。赵毅点开交易栏目，果然看到阿三国上架了一批物资：木材 X100， 石头 X50， 茅草 X120。有没有 45%？ 赵毅不知道，不过按照阿三国只有3个农民的速度，这么多应该差不多了。给对面一条活路，才能更加的薅羊毛。赵毅支付了1个金币，就显示交易成功，物资瞬间又多了不少。赵毅点开建筑栏目，就准备升级2级制作台。名称：2级制作台，需要2级大本营，木材 X100， 石块 X100， 金币 X80， 绳索 X30， 皮革 X20。简介：建造各种武器和工具的场所。叮咚，是否升级2级制作台？是。一阵光芒过后，原地的1级工作台变得更大了，上面摆放着各种工具。2级的制作台需要1个农民常驻，他需要转职成为匠师，一直待在制作台前。赵毅随便指挥了1个农民过来，让他进入了制作台。制作台前多了1个穿着皮质围裙、光着膀子的男子。领主大人，是否需要打造装备？光膀子男子问道。我这有个图纸，给我打造一下。复合弓，蓝色图纸。建造需要2级制作台，铁矿 X10， 受精 X2。光膀子男接过图纸看了看。领主大人，1张图纸只能打造1把武器，我这就去给你打造。赵毅微微一愣，随后想想也是，如果自己可以无限打造复合弓，自己只要招募弓箭手类的士兵，不就无敌了？再不济还可以放在交易栏目售卖，收他个几10倍差价。看来这个游戏确实不会让自己钻任何的空子啊。行，知道了。赵毅回道，把复合弓箭矢一起给我打造出来。没问题。光膀子男子开始在制作台上忙碌了起来。赵毅点开了自己的物资一栏：木材 X100， 石块 X230， 茅草 X250， 金币 X126， 硬质甲靠 X10， 重油 X20， 肉块 X80， 皮革 X40， 受精 X15， 熊爪 X5， 铁矿 X179。目前自己的物资还有点，还能继续建造，这多亏了阿三国代表者的笑纳。接下来建造什么呢？想了一下，赵毅最终决定建造厨房。自己有个蜜汁烤肉的图纸，这玩意应该不是一次性的吧？1级厨房。需求2级大本营，木材 X100， 石头 X50， 绳索 X20。可以在厨房中制作一些简单的食材。叮咚，是否建造1级厨房？建造。赵毅的面前多了1个木质房子，赵毅将它放在了比较靠近外围的地方。这个建筑不是那么重要。厨房建造好了以后，赵毅走进去看了看。厨房里是土灶，灶台上摆放着各种佐料，
家伙还不少。赵毅使用了图纸以后，点开了灶台，上面出现了相应的配方。初始的配方有烤肉，没啥作用，只能提高饥饿度。除此之外，就是多了一个蜜汁烤肉。蜜汁烤肉使用后可以增加 5% 的攻击力，持续30分钟。制作需要肉 x1， 浆果 x2。肉已经有了，还得采一点浆果才行。赵毅走出厨房，让几个农民和自己一同采摘。赵修和赵鑫旁边看着，他们也想帮忙，但是由于系统的限制，他们根本不会采摘。没过多久，赵毅等人就采摘了40多个浆果，够用了。赵毅拿着浆果就开始在厨房里制作了起来。制作方法很简单，将肉和浆果放在厨房灶台的物品栏上，点击蜜汁烤肉就行了。主人他在干嘛啊？赵修趴在厨房的窗户上偷偷看着，好像在制作好吃的。以前吃的烤肉太好吃了。赵鑫想起上次的烤肉有点回味，现在游戏系统机制的改变，他已经有点饿了。切！赵修和赵鑫看到两个人靠在了一起，急忙分开，将头扭到其他地方。赵毅没过多久就制作出了25个蜜汁烤肉，好东西啊！赵毅看着蜜汁烤肉，一脸的高兴。这时，赵修和赵鑫跑了进来。主人，这是给我吃的吗？赵修一脸开心地问道。不是，这是拿来卖钱的，给你吃。想得挺美。由于系统机制的改变，目前市场上的肉类供应达到了供需平衡的状态。但是自己这个可不是一般的肉啊，能够增加 5% 的攻击力，虽然有持续时间，但是你可以一直吃啊。赵修眼巴巴地看着，主人，你昨晚不是答应给我吃什么烤肉的吗？赵毅一拍脑袋，你不说我都给忘了。等下给你们做，这玩意我自己都舍不得吃。赵毅留了几个放在背包格子里，以备不时之需，剩下的统统放在交易平台上上架。星条国代表者，我去；龙国代表者，还是个厨子；玫瑰之国代表者，你别说，这个肉还能加 5% 的攻击力，虽然只能持续30分钟。日不落国代表者，持续30分钟挺持久的了，就是价格有点贵。赵毅售卖的蜜汁烤肉是12个金币一个，要知道其他肉或者蛋之类的食物，最多也就卖6、7个金币。赵毅这是直接卖贵了1倍多呀！赵毅上架后，蜜汁烤肉就在慢慢的减少，300多个国家代表者总会有人购买的，有不少的人购买备着，以防特殊情况发生。关闭了交易栏目后，赵毅就给几个人烤肉了。辛苦地出去了一天，是时候犒劳下大家了。萤火旁，众人蹲在地上吃着烤肉，赵毅左边一个赵修，右边一个赵鑫，两个人仿佛较劲一样，不停地往赵毅身上挤。赵毅第85章，我要打10个。龙国直播间观众看到这一幕，笑开了花。笑着笑着我就哭了，我也好想被2个美女挤着呀。啧，赵修带球撞人，我举报。赵鑫的脸都快亲到赵毅脸上了，我的女神！2个人的举动让赵毅一脸懵逼。你们2个还吃不吃了？主人，人家想要你喂喂。赵修闭着眼睛，张着嘴撒娇着。作为魅魔吃不到该吃的肉，撒个娇总没事吧？给你吃个桃桃要不要？赵毅问道。赵修一脸的高兴，脸上浮现笑容。好啊好啊，桃桃好凉凉，吃你的东西。赵毅一把将烤肉拿起来，直接全部塞进去。吃个饭还堵不住你的嘴。领主大人，赵毅转头看着赵鑫说道，你也要吃是吧？堵住你的嘴。拿起一大块烤肉直接塞进赵鑫嘴里。旁边的赵大看得一脸后怕，随后小声说道，领主大人，赵鑫只是想说你的弓箭好了。弓箭？复合弓？赵毅看了看差点被噎死的赵鑫，看来自己错怪他了。等下这把弓箭就给他用吧。来到2级制作台前，光着膀子的男子将一把蓝色的弓箭递给了赵毅。赵鑫将弓箭拿在手里看了下，金铁打造而成，受精韧性十足。复合弓，蓝色，攻击力增加32至48。建造需要2级制作台，复合弓图纸，铁矿 X10，受精 X2。附带技能分裂，同时射出5支箭，对5个单位造成100%的伤害。附带技能追加，对主目标追加1次伤害。好东西啊！如果还有图纸就好了。这把弓箭就暂时给赵鑫吧，他的射速和攻击力能将这把弓箭的效果发挥到最大。自己 1.37 的攻击速度着实比赵鑫的 0.8 慢了太多。赵鑫，这把弓箭你来用吧。可是领主大人，你也是远程单位啊，我用你不需要的就可以了。赵鑫不好意思说道。拿着这把弓，然后好好的保护我。赵鑫有些无语，还以为自己领主大人会说什么感动的话呢，比如说你用就是我用，我怎么舍得让你用其他的烂武器？没想到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工具人啊。赵鑫将这把弓箭替换了原来自己的弓箭，因为游戏改版，赵毅能直接看到赵鑫的属性。目前属性是姓名赵鑫，
种族人族，生命值650，攻击力57-78，攻击范围60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0.8秒攻击一次，防御值0，防御类型轻甲，个人技能剑雨，每次攻击都触发，同时攻击5个目标造成全额伤害。天赋舍己为人，精英弓箭手牺牲自己的护甲来提高周围友军的防御能力，周围700码游戏距离内所有友军防御值提高1点。造价总造价205金币，2人口，包括升级费用。简介：相比我的身体，你更应该将目光放在我的剑上。赵修嗅到一股阴谋的味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2个人身后。主人好偏心，我也要装备。赵修撒娇道：你不给我就是对赵鑫有好感。赵鑫的脸上顿时红了起来，哪有，领主大人只是把我当工具人了。赵修一脸的狐疑，工具人我也可以当啊，只走肾不走心。生个小工具人。赵修想要将头靠在赵毅身上，被他一下躲过了。好了，准备今晚的防守吧。有了这把弓箭，今天晚上的防守应该没啥问题。有赵暗红在，所有的士兵血量都已经达到了最完美的状态。除了赵毅外，所有国家代表者都已经准备好了防守。游戏改版确实加大了不少的难度，但同时也让代表者们对于这个游戏认知更加清晰。这几天的防守已经让大部分的代表者知道怎么玩了。叮咚，距离怪物入侵还有5分钟。本次怪物入侵数据如下：本次兵种为飞行兵种。这尼玛玩的是哪出？所有人都疯了。前几次有远程都算了，好歹是地面单位，这一下变成了空中单位，这可怎么打？有人担忧，有人喜。那些拥有远程攻击能力的代表者心里狂喜啊，比如巴铁国、阿三国等国家，他们主要单位都是远程，一旦被近战包围反而麻烦。但是面对空中单位，那绝对比只拥有地面单位的代表者占据了极大的优势。本次怪物类型为混合兵种，雌雄双鹰。完事吧？不给人活路是吧？不光是飞行单位，而且还是混合兵种。我去，这次难度一下提高了呀！就是2个飞行兵种嘛。我们阿三国代表者用弩箭一箭一个，有我们樱花国的防御塔防守厉害吗？姓名雄鹰，种族兽族，生命值115，攻击力8-1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1.0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个人技能无，天赋当周围有雌鹰的时候护甲加1点。简介：每个成功雄鹰背后都有一只雌鹰。姓名雌鹰，种族兽族，生命值115，攻击力8-10，攻击范围40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1.2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个人技能无，天赋当周围有雄鹰的时候攻击速度提高15%。简介：每个雌鹰的工作就是好好管教雄鹰。一个近战，一个远程是吧？不给人活路是吧？龙国倒是没有啥感觉，只希望这次的数量能够再多一点。赵鑫目前的攻击力打这些不管雌雄的老鹰只需要2下，再加上攻击箭雨和分裂效果，每次攻击能打到10个单位。第86章，消灭的太快了，1.6秒的时间就能干掉10只老鹰，如果数量再少一点，那就不够杀了。但是其他国家代表者只能祈祷数量少一点。这是第一次遇到入侵兵种为混合兵种，而且天空单位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不少国家已经将防空武器拉到传送门前，但是根本来不及，5分钟的时间能做到什么事情呢？更别说有些国家传送门早就失守了，他们前几波的怪物还没解决，根本抽不开身去传送门前组成防线，只能默默祈祷自己国家的代表者能够抵御这次攻击。本次数量为雄性36只，雌性36只。叮咚，至8点钟已到，现在开始投放怪物。游戏提示的话刚结束，不远处的大本营外，天空突然出现了很多怪鸟。虽然叫老鹰，但是它们全身无毛，长得极为丑陋，不断的发出怪叫声，开始向着各个代表者大本营冲去。飞在前面的怪鸟体型较大，应该是雄性，身后体型较小的怪鸟则是雌性。赵鑫，交给你了。赵毅说道。赵鑫点了点头，拿起自己新武器复合弓就是一个满月。嗖嗖嗖，总计10支箭飞了出去，刚好命中前面的10只雄性，其中主目标更是连中2箭。一只雄鹰发出凄惨的叫声，从空中掉落，随后变成一道光束消失不见。+6，赵毅点开了自己的物资，金额加了6块钱。这个怪物还是挺值钱的。
对于其他人来说难不难处理不知道，但对于赵毅来说，那就是移动的金币啊。紧接着又是第二道箭雨飞了出去，排在前面的雄鸟一下子就死了12只。这才过了 1.6 秒时间，72只怪鸟 1.6 秒钟消灭12只，理论上赵兴消灭这些怪物只要不到10秒钟，实在是太强了。龙国直播间的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我的膝盖为什么自己跪下来了？别的国家才刚刚和怪鸟相遇，我们国家就快结束了。开始了吗？不，已经结束了。赵兴的攻击已经达到了火力溢出的状态，怪鸟飞过来的速度已经跟不上他消灭的速度了。其他几个老兵还有赵修等人只能干看着，让他出尽了风头。闲得无聊的赵修来到赵兴的后面，随后一把从后面抱住。啊！赵兴被吓了一跳，但还是快速地对着远方的老鹰进行攻击。真不错，还挺大。以后我们的领主大人有福了。赵修嬉笑着，看起来似乎手感不错呀。不对劲，这个赵修不对劲，刚才那一声让我有种异样的感觉。巴铁国代表者，他的营地不光造了防御塔，还有木质围栏。在雄鹰拆除这些木质围栏的时候，6支幽魂电棍和几座防御塔展开了攻击。雄鹰不断的俯冲发动攻击，雌鹰则扇动翅膀召唤一道道锋刃攻击着这些围栏。围栏的防御类型为成甲，面对魔法和穿刺攻击能够很好的抵挡，守住不成问题。星条国代表者，之前星条国错误的信息让他知道了兵营是可以升级的，但是升级暗影恶魔不光需要大量的资金，还需要一个勇者印记，这他哪来的印记啊？所以他建造了小兵升级的老兵，在前面一波确实尝到了一点甜头，因为老兵附带的老练让他加到了额外的金钱。但是这一幕就懵逼了，雄鹰还好，他是近战攻击，会有俯冲下来的时间，自己这边暗影恶魔和老兵能够攻击到，但是雌鹰就没有办法了，飞行单位加远程攻击，自己这边只有一个防御塔能够打到，但是一个防御塔显然不是36只雌鸟的对手。将防御塔击毁以后，这些雌鸟追着星条国代表者打，星条国代表者只能无奈地跑到了大本营旁边，剩下的雌鸟开始疯狂攻击着星条国大本营。冰火之国大本营被摧毁，判断为防守失败，丢失数量为32只雌鸟。由于冰火之国第一个防守失败，惩罚翻倍之后一并结算。白象之国大本营被摧毁，判断为防守失败，丢失数量为25只雌鸟。系统开始了一系列的播报，大部分国家代表者都是将雄鸟击杀了，漏掉了雌鸟，因为这玩意没有远程攻击手段，根本打不到。一些采用防御塔为主的国家代表者则是偷着乐了，自己的兵种虽然少，但是依靠成甲和穿刺攻击打这些怪鸟没啥问题。这次怪物好难啊，我们国家居然第一次漏怪了。难什么啊，我们国家前几次都漏了，这次居然没漏。确实不难，不过这支针对有远程攻击能力的，你看毛熊国前2次还获得排名呢，这次说不定都过不去。毛熊国代表者有些郁闷，够不着有什么办法，只能依靠着防御塔进行还击。但是自己建造的防御塔不够多，他与星条国代表者一样，将会漏掉少数的几个雌鹰。这次的前3名将会换人了。蓝星、星条国，经过星条国专家的预测，尼哥根本守不住这些怪物。当系统播放出2个生物数据的时候，他们就用数据进行了模型演示，每次的结果都是尼哥失手，只不过是失手的数量多和少的问题。这可把星条国指挥官气死了。虽然尼哥开局不顺，但好在第一波漏的不多，经济没有损失多少。虽然之后的关卡中没有拿到前3，但也没有防守失败。但是这次尼哥又防守失败了。星条国目前的丧尸犬早就被清理干净了，此刻传送门前聚集着各种星条国军人，各种防空武器来到了传送门前，只要怪鸟出现，星条国军人将在这里形成一道防空弹幕。40毫米口径以下的高炮是主要的防守手段，这种高炮具备机动灵活、射速高的特点，但是在面对6000米高的目标的时候就不行了。但这些怪物不可能飞到6000高的天空，那他还怎么攻击？星条国甚至将目前仍在研究的电热炮拿出来使用了。第87章如何防守成功的这一仗将是保卫星条国安全，同时监测电热炮的成功。常规化学能火炮的最大初速实际上只有1600至1850米每秒，而电热炮弹丸初速分别达到2374米每秒到2540米秒。目前星条国已经有了电磁步枪武器，但由于刚拿到科技说明，还没办法量产，此刻只能用蓝星目前的科技水平来进行防御。有能力的国家早就准备好了迎接这次的空中生物，没有能力的国家或者国家已经遍地怪物的，只能听天由命了。所有国家完成防守结束，在本轮中获得防守成功的国家，每个代表者获得农民+5。以往的奖励都是针对蓝星各个代表者的国家，这次变成了针对代表者本身。农民+5
这将大大的加快他们的开采速度啊！可以说，这次的胜者奖励是所有代表者最想看到的。至于蓝星的奖励，自己又享受不到。赵毅对这个奖励颇为满意。自己之前让一个农民转职成了匠师，目前大本营只有9个农民了，现在一下送了5个，将会有14个农民一起工作。但仔细想想，好像又没那么高兴了。自己可以建造农民，赠送的5个不就相当于送给自己75个金币吗？坑爹呢！这是龙国代表者由于人口限制，本次奖励暂停发放，直到人口满足时才进行发放。好家伙，因为自己之前升级赵暗红的关系，把人口用光了，现在居然造成农民无法投放的问题，这不还是坑爹吗？不过问题不大，等会让几个农民加下班伐木，要不然明天系统赠送的农民都没办法拿到了。偶尔加班没啥问题，不至于会掉忠诚度。面对这种奖励，其他防守失败的国家悔恨啊！没想到这次奖励给代表者农民影响大了，这代表着在资源开采上就领先一大步。但是对于能够直接生产出农民的赵毅来说，自己依然处于领先的位置，无法撼动。而且随着2级建筑的解锁，很多农民都需要转职了，到时候农民将会消耗很多，其他国家将会减少很多的速度。现在开始结算本次防守的前3名。本次防守第3名，侯国末日游戏代表者，本次防守时间1分33秒。我没有听错吧？第3名直接就是侯国了？作弊了吧？一个1关都没过去的人是怎么过的第4关的？对于这个系统的播报，大部分人保持怀疑的态度。要知道，侯国代表者就算取所有国家代表者平均属性，也不可能会直接来到第3名啊！一定是作弊了，什么垃圾末日游戏，就是直接把人类弄死算了，这还有什么好玩的？把冠军颁给侯国代表者，大家鼓掌。就连赵毅都有些好奇，这个侯国代表者是如何防守成功的？难道他有什么好的兵种？虽然侯国代表者晚死了，但是初始的金币还在。如果有厉害的兵种，说不定真的能够防住。比如赵星，哪怕没有复合弓，多建造几个赵星这样的兵种，挡住第4波毫无问题。面对蓝星众人的疑问，这次末日系统罕见地给出了回应。侯国代表者直播间记录所有的情况，不会出现任何影响公平的事情，各位可以前去查看。听了末日游戏的话，大部分观众离开了目前的直播间，开始前往侯国代表者的直播间。龙国直播间中，那我们也看看侯国是如何守住这波的吧。小甜甜建议着导播将龙国直播间的画面一分为2，一半是龙国赵毅的直播画面，另一半则是侯国代表者直播画面。画面之中，侯国代表者依靠着自己建造的士兵成功防御住了这次攻击。侯国代表者的士兵似乎也是弓箭手啊！小甜甜发出一阵惊奇。对，但他这个是精灵弓箭手。张大帅旁边补充着，这个精灵射手看起来比赵星差上很多，至少在身材和体型样貌上就差了不少，看起来更加的瘦弱，感觉没啥力气，没有赵星那种肌肉线条的美感，多了一份轻柔。就凭这个守住了第4波攻击。赵教授提出了质疑，质疑的不光是他，还有直播间的观众都纷纷表示怀疑。这个兵种我看了，属性垃圾的一笔，也就天赋好一点，不知道他怎么守住的，等会看回放就知道了。所有人将目光投向了直播页旁边的兵种介绍上。姓名：精灵射手，种族：精灵，生命值125125，攻击力19-23，攻击范围75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0.9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个人技能无，天赋：对空射击，攻击空中目标时100%造成160%的伤害，20%造成220%的伤害。建造需要40金币，1个人口。简介总感觉不是很厉害的样子，这个兵种未免也太……小甜甜不知道想说什么。太巧了吗？有点，因为这个兵种的天赋刚好克制这波天空怪物。19-23的攻击力，加上对空射击的天赋，再加上穿刺克制轻甲，最低一次也能造成33的伤害。运气好，说不定能3下干掉一个雌雄双鹰。再加上因为造价便宜，侯国代表者一次性制造出了12个精灵射手。就算这样，我觉得他们还是守不住啊。小甜甜提出疑问。虽然攻击力因为天赋和护甲克制的原因获得了提升，但是这个士兵的血量太少了啊，100多点血量，转眼就会被密密麻麻的天空单位撕成碎片。光是远程攻击的雌鹰就有36个，哪怕只有10只同时攻击，伤害都有近100点。可以说，只要一轮攻击，这个精灵射手就会死一个。让我们回放下，看看侯国代表者如何防守住的。众人开始盯着眼前的直播看，屏幕中将之前侯国代表者的营地展现了出来。
因为之前侯国代表者的骚操作，营地中基本没啥东西。第88章，恐怖的时间。侯国代表者的防守很简单，他用现有资金造出来精灵射手以后，就让这些射手依靠着木质围栏，对着远处的雌雄双鹰进行攻击。精灵射手攻击轻型护甲效果还算不错，但是本身数量太过稀少，消灭雌雄双鹰的速度不够快，木质围栏的血量根本挡不住攻击，没过多久就被攻破了。随后侯国代表者并没有迟疑，直接带着自己的精灵射手向后面跑着，雌雄双鹰一路畅通无阻，开始攻击着侯国的大本营。这个时候，侯国的精灵射手躲在大本营的后面，再次发动攻击，相当于让大本营承担一个前排的作用。城墙护甲加上不错的血量，居然能够抵挡攻击一回。在大本营即将被摧毁的时候，最后一只雌雄双鹰被侯国代表者干掉了。同时，拥有着12只精灵射手的侯国代表者在速度上比阿三国等国家还要快。想不到居然是用这种方式过关的，侯国代表者的判断力很高啊。是啊，虽然各种属性取的是各个代表者的平均值，但是决策判断上还是有不少的差距啊。耍赖，侯国代表者用机器算法就是耍赖皮，他估计在没打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千万种模拟过的方法了。其他代表者判断失误就会崩盘，但是侯国代表者没有这种顾虑，众人无可奈何，因为侯国代表着根本没有违反任何游戏规则。属性游戏规则没有一样有问题的，人家依靠大本营进行防御，又没规定你不可以。而且末日系统一开始就表明了，这个就是系统托管。既然是系统托管，肯定用的是机器算法，要不然用的是什么？直播间中，小甜甜看着眼前的侯国直播间，对着旁边的张大帅说道：“不知道侯国和我们龙国代表者谁强谁弱？”张大帅想了一下道：“短期来看，侯国想要超过我们国家代表者根本不可能。就算他再能计算，难道能绕过兵种属性的相克原理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算侯国的计算和判断再好，光是碰到一个赵星就没得打了。同时攻击10个目标，攻击力达到57-78，这些精灵射手2下就能消灭10只。长期来看就不一定了。侯国代表者可以说每次判断都是经过上千次模拟的，肯定寻找的是最佳路线。”听到张大帅的话，小甜甜有些气馁。是啊，人脑又怎么可能会和机器算法比呢？在同样的规则下，算法绝对比人脑更加强大。他们不知道，赵毅至今所有的选择都是最佳选择。不光如此，甚至在信息获取上还有一点小小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侯国代表者只会越来越落后。当然，这个落后只是针对龙国代表者，相对其他国家代表者来说，侯国绝对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不少的人将侯国代表者防守的画面发在了各大平台上，吸引了很多游戏专家还有数据分析专家一遍一遍的看着，有的甚至是一帧一帧的看。但很遗憾，侯国代表的所有操作都属于游戏范围之内。侯国代表者能够防守成功，还多亏了游戏机制的改变。如果按照以前的机制，侯国代表者根本没办法依靠大本营进行攻击。本次侯国代表者负责奖励为所代表的国家获得次级基因药剂配方，由于本次侯国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已经灭亡，本次奖励取消，这倒是让蓝星上的观众高兴了一下。虽然侯国代表者获得了第3名，但貌似没有任何奖励，这不就是白拿吗？现在开始公布第2名。本次防守中，第2名为啤酒王国，防守时间为1分22秒，又是一个新国家的名字。这个国家应该是之前没有防守失败过，这次依靠着特殊兵种一跃成为第2名。本次啤酒王国代表者奖励为所代表的国家获得1级基因药剂配方。基因药剂能够改变身体构造，让身体各方面属性突破人体上限的药剂，对于国民整体身体素质来说影响巨大。而且在这种怪物随时出没的环境，一副强壮的体魄无疑加大了的生存几率。龙老在地下基地笑了笑，不出意外的话，这次第1名将继续由赵毅来保持。他这次防守时间已经是肉眼可见的领先，而且根据龙国在各个国家代表者直播间中计算的时间来看，龙国保持第1，除非系统排序方法变更，要不然龙国代表者当之无愧的第1。现在开始公布本次防守第1名。本次防守一名为龙国代表者，防守时间为38秒。蓝星上的观众还好，因为他们能够看到赵毅是如何防守的。38秒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他们明白赵星的厉害。但是那些在末日游戏中的国家代表者不知道啊，总共72只怪物，就算1秒钟一个，那也要72秒钟。而龙国代表者只用了38秒钟时间，这是一个何等恐怖的时间。难道龙国代表者已经领先了这么多吗？他们不知道，如果不是怪物来得太慢，赵星甚至能突破10秒钟。阿三国代表者满脸惊讶，还好自己当初服软了，要不然龙国这样的实力恐怕会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本次龙国代表者奖励为所代表的国家获得2级基因药剂配方，同时本人额外获得奖励生命值加200。我去，我们这是要变成超人了吗？刺激再到1级，我们获得是2级，相当于直接3级提升啊！我已经想象得出以后的画面，就算这些怪物通过传送门过来，我们龙国人人可战，说不定还能把这些怪物抓了烧烤。我喜欢清蒸的，我喜欢刺身的，是个狠人。龙国地下基地中，龙老颤抖地从 AP 中提取了这次的奖励。这次末日系统除了赠送一个常规的 U 盘资料外，还给了一个样品。龙老手中拿着一个药剂管，里面是蓝色的药剂。第89章2级基因药剂，这个难道就是2级基因药剂吗？旁边的钱老好奇地问道。应该是这个了，把它交给文科院的院士吧，有了样品，应该能够更快地制造出药剂来。星条国倒是对这个基因药剂好奇得很，但也只能好奇了，还是先想想怎么解决自己境内的怪物吧。这样的好东西，哪怕是啤酒王国也不会交出来吧？如果是侯国获得就好了，这个家伙稍微威逼利诱下就会拿出来。可惜侯国已经亡国了。叮咚，奖励发放完毕。叮咚，接下来为败者惩罚时间。本次防守中总共有198个国家防守失败，评级为 C 级，所有遗漏的怪物将乘以15000投放到相应的国家。怪物变得多变了，防守失败的国家反而减少，主要还是大部分的国家都是穿刺攻击，面对这种轻型护甲效果显著。另一种大家都稍微明白了这个游戏的玩法，加上这2天的探索都找到了不错的东西，要不然恐怕有更多的国家防守失败。不过依然还有近200个国家受不住啊，有的国家已经支撑不住了。日不落国丢失数量为33只雌鹰，其所代表的国家将会出现495000只雌鹰怪物。由于日不落国在本次防守中荣获倒数第1，本次惩罚翻倍，总计99万只怪物。听到这个消息播报，日不落国的居民们都麻木了。好像这个游戏开始到现在，伊丽莎黑就没怎么防守成功过，但是每次丢失的数量还不多。没想到这次直接荣获了第1，这个数量上面确实比之前荣获第1的国家好多了，不足100万只。但这可是会飞的生物啊，而且还会远程攻击，不知道这样的生物来到蓝星后又会是什么样子。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跑路吧。我看跑到啤酒王国挺好的，他们不是刚拿到第2吗？要不然去浪漫国吧。不行，浪漫国比我们还差。星条国总共丢失数量为22只雌鹰，星条国所代表的国家将会出现33万只雌鹰怪物。毛熊国总共丢失数量为……系统开始了一连串的败者通报，以及他们相应的惩罚数量。星条国和毛熊国等国家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着这些生物的到来。本次防守中，梵蒂冈代表者死亡，明天开始将由末日系统来操控该代表者。梵蒂冈在防守失败后，带着自己的士兵不断的逃跑，就连自己的大本营都不要了。但是那些雌雄双鹰牢牢地追在他的后面。夜晚中，整个末日游戏漆黑一片。梵蒂冈代表者不知不觉中就跑到了丧尸犬的包围之中，身前是不知道多数量的丧尸犬，身后是追击的雌雄双鹰。身边的士兵一个个倒下，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救命啊！梵蒂冈凄惨的叫声还没传多远，就被身后赶到的雌鹰发出锋刃，切成了碎肉。蓝星上的众人情绪一下下来了。虽然各个国家代表者都是竞争对手，但抛开这个层面来说，大家都是抵抗这种生物的人类。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活到揭开谜底的时候。弱者到死都不会知道真相。现在开始投放怪物，请各个国家好运。所有防守失败的国家严阵以待，那些完全没办法防守的国家直接躺平。防守成功的国家也没闲着，大部分蓝星国家主要关注的就是2个国家，一个是毛熊国，还有一个就是星条国了。一个是曾经的世界霸主，一个是现在的文明灯塔。蓝星毛熊国，大量的雌鹰通过传送门来到这个世界，它们变得巨大无比，一展足有2米多，浑身无毛，看起来就像恐龙时代的翼龙一般。开火！毛熊国军人一声令下，各种防空武器开始开火。此次作战主要武器为潘泽尔 S1 弹炮一体防空武器系统，该系统由乌拉尔卡车底盘、一门双管30毫米自动炮、2个6连装导弹发射装置构成。除此之外，就是40毫米以下的高射炮系统了。各种武器形成的防空弹幕和爆炸接连不断的在传送门上空出现。咚咚咚咚！虽然这种生物比较麻烦，但是在防御能力上明显没有之前猪头人那么强硬了。防空弹幕的展开，别说一展2米的怪鸟了，就算是一只小鸟也飞不进来。但是这些雌鸟也不是吃素的，在穿过传送门瞬间就能刮出一道锋刃进行反击。虽然不是每只鸟都能发出来，但是它们足足有几十万数量那么多，哪怕只是1%的可能，那也够让这些士兵喝一壶的了。
锋刃打在一架高射炮上，炮管直接被拦腰切断，旁边操控的士兵们被切成碎片。我去，这锋刃太强了吧！还好不是每个怪鸟都能发出来，要不然根本守不住。战斗持续着，星条国的数据分析师们根据战斗模拟情况得出了结论：战争虽然会胜利，但是星条国将为此付出惨烈的代价。那些根本没办法防守的国家则直接放弃抵抗了。不少的国家在面对雌鹰的时候毫无办法。这些锋刃比枪炮的威力还大，2厘米厚的钢板直接切成2半，而且他们的速度极快，很快就成为了这些国家的空中霸主。沙中之国宣布亡国，其代表者失去不死能力，将会在之后的死亡中不再复活。和之国宣布亡国，其代表者失去不死能力，将会在之后的死亡中不再复活。一些防守不了的国家或者境内已经遍地怪物的国家纷纷宣布亡国，他们的子民只能四散逃离，前往其他较为安全的国家。好在这些怪物追到国境就不会再追了。有些地方周围国家全是怪物，那就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了。经过4轮的游戏，300多个国家中能够抵抗到现在一次不失败的只有区区20-30个，其他国家要么偶尔失败1-2次，要么干脆就没成功过。第90章，人口不够用啊！在其他国家拼命活下的时候，龙国的军人显得有些无聊了。整个 S 市战时管理，传送门已经被龙国军人防守的固若金汤，但是为了不触犯特别规则，龙国在防守上小心翼翼，没有挖深坑、堵门等奇怪的行为，只是在传送门前架起了各种防御阵地，只等着怪物过来了。火箭炮、榴弹炮、主战坦克，但是等了快5天了，这个怪物还是没有来。无聊的龙国军人只能拿着手机通过其他国家来看看这些怪物。龙国的防守可以说是蓝星上最完美的，一来是龙国的陆军本来就不弱，二来是龙国的准备时间最多。像星条国虽然军事实力最强，但是第一波就落了丧尸犬的他们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对传送门展开防御。在蓝星上各个国家忙碌的时候，赵毅则开始盘算自己的收成。一个雌雄双鹰16个金币，自己击杀了72只，那就是432个金币，似乎还不错呀。特别警告，明天 BOSS 关卡，请各个国家代表者严阵以待，祝各个国家好运。听到这个消息，本来防守成功正在沾沾自喜的国家代表者们不高兴了。明天就是 BOSS 级别的怪物了吗？这来的也太快了吧！就是不知道明天的怪物究竟是什么样子，居然让系统提前打好招呼了。赵毅倒是没有当一回事，今天遇到的银月狼人不就是 BOSS 吗？似乎也不强啊。如果这话让其他代表者听到，一定会吐血。3500的血量，近200的攻击力，还附带各种技能的怪物，你居然说不强？男的听了会沉默，女的听了会流泪，巴铁国听到一定会崩溃。我连狗头人都过不去，在赵毅这 BOSS 都已经变得不强了。赵毅看了看一旁的赵暗红，有了这个死亡之王在，明天可以继续探险古堡了。而且有了回血技能之后的行动能够更大胆一点，只要不死人就可以无限刷下去。之前击杀的银月狼人经验还有300多，足够用来学习那些没学的技能了。现在有钱有经验，叮咚，是否学习技能致命一剑 LV2， 将消耗20金币，60点经验。学习，叮咚，学习成功。致命一剑 LV2， 15点能量值。原地等待 1.5 秒钟，随后射出一支箭，对目标造成 200% 的伤害，从 150% 提高到了 200%， 还算不错。要知道自己暴击都只有 150% 的额外伤害，就是不知道这个致命一剑能不能触发致命攻击，那样的话就是攻击 X200 百分号 X150 百分号了。接下来就是学习另一个技能，叮咚，是否学习眼镜蛇钉刺 LV1， 将消耗10点金币，30点经验值。学习，叮咚，学习成功。眼镜蛇钉刺 LV1， 20点能量值。眼镜蛇钉刺下次攻击附带毒性，造成15秒内20点持续自然伤害，每个猎人在任何一个目标身上只能保持一种持续效果。15秒内20点太少了，不过这才是1级的技能，能够理解，而且是附带效果，不知道升级高点以后能有多大的效果。至于最后的野兽追踪这个技能，暂时就不学了，自己这边主要还是追踪人形生物。接下来就是喊那些农民去干活，争取今天晚上将居民房子造出来，要不然等到明天发放的农民就来不了了。好在房屋只需要80点木材嘛，不多。很快赵毅就凑齐了80点木材，至于石料的话，之前还剩下1点，完全够用。木材够了以后，赵毅点开了房屋开始建造。一座木质的房子出现在赵毅面前，他将这个房子建造在了之前房屋的旁边，轰隆隆这一座木屋就出现在了赵毅的领地之中。叮咚，龙国代表者人口满足奖励发放，现在开始发放5个农民。
房屋刚搭建好，自己的领地就多了5个农民。他们刚出来有些迷茫，随后看到赵毅过来，急忙行礼：“见过领主大人。”“去休息吧，明天还要干活呢。”“是。”几个农民直接走到了房屋里面开始休息。赵毅看了看自己的领地人口：精英弓箭手2人口，魅魔2人口，14个农民14人口，1个工人1人口，死亡之主5人口，4个老兵4人口，总人口31%28。好家伙，自己刚刚建造的一个房屋转眼就要填满了。明天还有一个系统赠送的农民，到时候人口就来到29了。赵毅本来还想继续建造一个房屋，但是却发现2级的大本营居然只能建造2个房屋，难道自己要被抢人口了？人口可以学习2级房屋图纸来使用。听到系统的话，赵毅明白了，这个末日游戏系统是为了限制头部玩家发展太快，给了建筑数量的一个限制，而自己刚好作为头部被限制了发展，这样确实可以阻止头部玩家和末尾玩家的差距，但对赵毅没用。赵毅只要想升级，谁也拦不住，更何况自己还有神级提示系统。目前来说，想要获得图纸最快的方法就是通过交易了。想到这里，赵毅刚好闲得没事，打开了交易栏目，琳琅满目的东西开始多了起来。暴风大剑，蓝色品质，图纸，只要998998就能带回家。童叟无欺，兵种刷新服，让你体验一次吸毒的快感。给力士兵就在这一次。急需铁矿，愿意出饰品装备，回蓝符咒。现在是末日游戏的第4天了，物品已经从最初的资源到食物，现在已经到了一些小装备和图纸了。既然有图纸，说不定就有2级房屋的图纸。赵毅在搜索中输入了关键词房屋，果然整个屏幕东西瞬间消失，只剩下了一条信息，那就是巴铁国代表者售卖的2级民房图纸，售价400个金币。2级房屋对于大部分的代表者来说都没啥作用，因为他们没有赵毅这么多的农民占据着人口，根本用不着升级。第91章兑换，这是巴铁国代表者至今没有卖掉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价格过高的问题，但是秉着能宰一个是一个的原则，一般的图纸都卖得挺高。赵毅甚至看到之前自己骗过来的挖机图纸卖到了888个金币，虽然价格肯定卖不出去，但让赵毅暗爽了下。这些卖图纸的人根本不急，即使最后没人买了，也可以自己拿来使用。有人买，那就更好了。巴铁国代表者，赵毅本来看到这么高的价格不想买的，毕竟自己还有几个人口可以使用，说不定明天就出图了。但既然是巴铁国的代表者，那就问问吧。龙国代表者，你这个图纸能便宜点吗？2级房屋建造图。巴铁国代表者，你要？龙国代表者，对，人口快满了。赵毅并没有隐瞒自己人口的问题，因为能买这个图纸的傻子都知道肯定是人口不够了。巴铁国嘴角一阵抽搐，好家伙，自己就连大本营的15个人口还没塞满呢，这个龙国代表者有多少士兵啊？没猜错的话，房屋还能再加8个人口呢。龙国难道将23个人口全部用满了？死太恐怖了。他不知道赵毅其实已经快用完31个人口了。巴铁国想了下，目前龙国绝对是 T0级别的人物，送他一个图纸打好点关系似乎不错，而且这个图纸自己完全用不到啊，一张图纸换个人情似乎不错。巴铁国代表者，蓝星上，巴铁国一直是龙国为老大哥。巴铁国代表者，这张图纸就当我感谢龙国对于巴铁国的援助，送给你。赵毅微微一愣，随后就明白了巴铁国的用意。但是赵毅不喜欢欠人情，欠什么都好，就是别欠人情。之前巴铁国受难的那次，赵毅已经将他的帮助给还清了。这次虽然自己想要图纸，但是不能白要，有仇必报，有恩必报，这是赵毅做人的原则。想了下，赵毅决定用自己的银狼匕首绿色品质来跟他换。这把匕首看起来挺好的，但是实际对于赵毅完全没用。赵毅是追猎者，根本没办法用这个武器，而且这个武器还是代表者专用的，自己的士兵也没办法使用，太鸡肋了。虽然附带削铁，但只是无视2点护甲而已，如果是削减的话还有点作用。削减是减了敌人护甲，其他人攻击会从中受益，但是无视只是自己无视了2点护甲而已，其他人没啥作用。简单来说，这把武器就是完全没用。巴铁国目前还没职业书，说不定以后能用到。龙国代表者，这样吧，我这边有把绿色品质的武器，价格应该跟你的那个差不多。巴铁国代表者，武器能看看吗？龙国代表者，银狼匕首绿色品质。巴铁国代表者点开武器看了下，这个武器确实不错，如果自己转职的话，说不定真的能用到。巴铁国代表者同意了，2个人就按照自己的需要各取所需。
交易成功，获得2级房屋图纸。赵毅拿到图纸看了看，2级房屋图纸，建造需要木材 X80， 金币 X100， 铁矿 X20， 石头 X100。简介：能够提供玩家16个单位的人口，多了一个铁矿的需求，还好自己已经找到铁矿了，建造起来没有啥问题。不过一切还要等明天的木材到位才行。赵毅打了个哈欠，就走进了自己的大本营之中，开始了夜晚的休息。2级大本营就是比1级的要舒服，至少有木床可以休息了。第二天，这个末日游戏中居然下起了雨。各位代表者早上好，今天天气为雨天，注意雨天效果。雨天效果？所有人都懵逼了。雨天效果，所有远程获得 10% 的丢失几率。机甲、地精2个种族减少 10% 的攻击速度，海洋种族增加 10% 的最大生命值。今天的游荡怪物为猪头人。播送完毕，请各位代表者加油。赵毅听得一脸懵逼，自己种族之中只有不死人族还有恶魔族，但是没有上述的种族。不过远程加了 10% 的丢失几率，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说不定关键战斗就会因为 10% 而造成了不一样的结果。不过对于赵毅的影响不大，有了赵暗红后，他的士兵将一直维持健康血量。现在赵毅总共有15个农民，想了下，决定让9个农民在家附近收集资源，另外6个则前往铁矿场采集铁矿。目前赵毅金币还剩下500多，这么多的金币，赵毅决定先留着，晚上回来的时候应该可以搭建2级的兵营了，到时候就有新兵种了。就算新兵种不行，这些钱也要留着给赵兴和赵修升级才行。打定主意以后，赵毅就带着自己的部队朝着铁矿所在的地方走去。这次在铁矿安排中，赵毅准备安排3个老兵进行防守。今天的游荡怪物是第2天的猪头人，问题不大。老兵依旧一斧头一个，只是不能触发老练挺可惜的，要不然怎么也得刷一波收入。我们的代表者似乎又开始朝着古堡而去。有了加强版的赵兴还有赵暗红在，这个队伍比昨天强了太多了。众人一脸的期待，希望能在古堡中寻找到好的东西。很快，赵毅就来到了古堡之中，这里依旧是昨天的模样，通往中心广场的怪物已经全部被赵毅给消灭了。打开木门，几个人站在了木质楼梯口，下方是一对对巡逻的狗头人，还有他们的宠物狗。狗头人的血量在300多点，赵兴消灭10只狗头人的速度最少需要6下攻击才行。领主大人，我们要开始了吗？旁边的赵暗红问道，手中散发着冰冷气息的长剑已经拿了出来。除了肉的一比的赵修，他就是副坦的存在。不急，先看看这个宠物狗的数据。虽然狗头人的属性自己已经知道了，但是宠物狗还是要看看的，万一这个家伙有什么特殊技能呢？第92章，害羞的赵兴。姓名：宠物狗，种族：兽族，生命值300，攻击力23-27，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0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个人技能嚎叫，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会发出叫声，吸引周围所有的同伴共同进行攻击。天赋胆小，在血量低于 50% 的时候会撤出战场，并且发动技能嚎叫。简介：非常胆小的宠物狗，但是因为叫声太大，让很多人深受困扰。我去，这个宠物狗很有特色啊！是啊，你要是不能把宠物狗给秒杀了，这家伙能呼朋唤友过来好多人。一只宠物狗倒下了，千万个宠物狗冲了上来。赵毅看到这个技能有点无语，这个技能不就是说明自己只能一次性将整个广场消灭干净吗？赵毅抬起头看了下，这里的怪物少说40-50只，自己不可能吃下来，只能想想其他办法了。如果勾引到宠物犬，赵修加赵兴还有死亡之主3个人说不定能够秒杀掉，但是这个广场有那么多宠物犬呢，不可能每个都秒杀，只要漏掉一只就是无尽的怪物。这边好像让我们代表者卡住了呀，不太好办，弄不好就会都死在这里。40多只怪物，300多血量，就算站着杀也要杀上一会呢。直播间的观众虽然不看好赵毅能打过，但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代表者总能想到办法的。赵毅想了下，随后目光就注意到了自己的脚下。目前自己这边站的位置是一个木质台阶，就算这里是游戏，那也要讲究地形吧。这个楼梯宽度差不多能够让3个人并排走，就算狗头人比较矮小，那也最多4-5个怪物。如果依靠着这个地形来打的话，自己受到的攻击将会少很多。确实可以试上一试，不过在这之前还是问下系统吧，说不定有更好的办法呢。系统，计算下这里能打过去的方法。系统开始计算，计算完成，依靠楼梯进行攻击，可以无伤通过。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啊，自己可以让赵暗红、赵修和赵大3个人站在前面，他们3个人将面对总共5只怪物，确实能够无伤，
更何况赵修还有妖言惑众的技能呢。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陷阱都不需要放了，之前因为士兵的血量不能恢复，所以能少一点是一点。但是现在有了赵暗红的光环，自己这边完全不用担心血量的问题。赵毅拿起自己手中的弓箭，瞄准了前方的一个狗头人，一支箭嗖的一下飞了出去。32，没想到第一发攻击就暴击了，直接对一个宠物狗造成了32的伤害，这可把赵毅牛逼坏了。我去，我们的代表者已经想清了思路吗？没看到有啥安排，就连陷阱都没放。赵毅肯定是考虑好了，要不然不会这么莽撞的。宠物狗遭到攻击以后，开始嚎叫了起来，汪汪汪！旁边几个狗头人一听，纷纷朝着赵毅这边聚拢了过来。有人居然敢欺负他们的宠物，这还得了？赵兴面对扑过来的怪物，拿起手中的弓箭射了起来，嗖嗖嗖，42、43、47，10只狗头人或者宠物狗脑袋上开始浮现被攻击的血量，汪汪汪！这些被攻击的狗头人触发了嚎叫技能，更多的狗头人巡逻队伍开始往这里冲来。紧接着就是第二轮的攻击，狗头人们前赴后继来到了楼梯口，他们手中拿着各种武器，噔噔噔的就爬上了楼梯。但是由于楼梯口太过拥挤，只能一部分狗头人和宠物狗上来，剩下的只能在后面推搡着。看到这一幕，赵毅笑了笑，解决这些家伙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前排的赵大和赵修还有赵暗红3个人开始了近战攻击。赵暗红挥舞着自己散发冰冷气息的巨剑，混乱攻击对所有的护甲都能造成100%的伤害，每次攻击都是85点。5级的腐化技能更是让周围的狗头人和他们的宠物减少了10%的攻击力。赵修直接开启了妖言惑众，跟前的几个狗头人攻击频频丢失，天空响起一阵惊雷，雨滴变得更大了。几个人在空旷的广场上战斗，浑身已经被淋湿。赵修和赵兴本来穿的布料就少，此时被雨水一淋湿，衣服有点微微透，能够看到里面的颜色。赵兴脸上滴着水珠，一路下滑到雪白的脖颈。蓝星上的观众们都咽了咽口水，这场景未免太过香艳了吧？这雨天似乎还不错呀。现在哪还有人看着战斗啊？全都盯着赵修或者赵兴2大截然不同的美女。赵修像百合，娇柔美丽，绽放着光彩；赵兴则是玫瑰，美中透露着一丝野性，带刺的玫瑰让人欲罢不能。我去，这个直播这么不正经吗？第一次这么期待雨天。不说了，开冲！我要把屏幕录下来哦。众人的目光顺着水珠再往下，再往下，就是马赛克。什么狗直播间居然打马？这个马赛克就很灵性，我第一次见到直播打马的。我缺你那点流量吗？整个直播间骂声一片，你末日直播就算了，你末日直播还打马就过分了呀！整个人类中只有赵毅一个人能看到这种香一艳的场景，关键这人还不在乎。除了赵暗红，在场的所有人早已湿透。赵毅只感觉衣服贴在自己的身上有点难受，但这里是游戏的世界，应该不会感冒什么的吧？赵鑫，感觉怎么样？赵毅看着赵鑫，这个丫头头上一直在滴水，浑身湿透，手中的弓弦一次又一次的弹射着。领主大人，除了会偶尔丢失一些目标外，并无大碍。赵鑫脸上有点微红，如果不是在战斗之中，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随着游戏系统的不断加强，他变得越来越像正常人。第93章，不会死的人。此时的他浑身上下透着，被领主大人看到怎么能不害羞呢？只是心情上为什么还有点期待？不知道自己在领主大人眼中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存在？自己算好看吗？赵鑫趁着攻击间隙偷偷瞄着旁边的赵毅，发现他正在专注攻击，并没有因为这边的异常而多看2眼。不愧是领主大人。赵鑫脸上红晕好了点，又是一发弓箭发了出去，嗖嗖嗖！赵鑫和赵毅不停地在后方进行着攻击。那些打不到的狗头人急得到处乱窜，当宠物狗血量低于50%的时候，就会向后面跑去。赵毅懒得管他们，让他们跑。宠物狗边跑边叫，之前巡逻回来的鸡队狗头人回来以后，听到叫声加入了战斗之中，但因为地形的原因，只能同时4、5个单位对着赵毅一伙进行攻击，而这点攻击根本打不动赵修和赵暗红他们，有时候丢失了几次攻击，反而还没有回血回得快。真正的无伤刷怪。眼前的狗头人越来越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狗头人倒在地上，扑通，最后一个狗头人倒下，众人长舒一口气。赵鑫站在楼梯上，一只手后背着复合弓，另一只手伸出去触碰落下来的雨滴，整个人如同画中走出来的仙子一般，身材高挑，容貌绝美，湿透着的秀发透着一丝性感。雨水打在赵鑫伸出的手掌上，发出啪啪啪的声响，这雨渐渐小了起来。赵鑫有些开心，像个小孩一样笑了起来。领主大人，雨小了。赵毅回头刚好看到这一幕，钢铁直男的心微微颤抖了下。
连赵毅都震惊到了，别说蓝星的观众了。我的妈呀，太美了！弓箭、美女、下雨，满足了我的所有 XP。如果能够真正的看到赵星一眼，我愿意现在就去死。赵毅对着众人道：“都休息下吧。赵星，拿点食物出来吃。”是，领主大人。几个人直接坐在了楼梯口，开始吃着东西。反正浑身都湿透了，不在乎坐在那里。赵毅则趁着大家休息的时间，开始搜刮这些狗头人的东西。这些狗头人的爆率太低，这么多的狗头人和宠物狗尸体中，能分解出来的东西不多。总计为肉 X60、皮革 X42、狗血 X5、士兵印记 X1、金币 X30、兽精 X23。能爆出来一个士兵印记，赵毅已经十分知足了。这玩意可遇而不可求，可惜的就是经验没有。赵毅目前似乎没办法通过这些低级的生物获得经验了，只有之前的2个银月狼人给了自己一点经验，希望之后有点 boss 吧。等到众人吃完休息了以后，赵毅这边便再次出发。因为整个广场中间已经清理完毕，所以众人开始在这个广场上搜索了起来。但是整个广场就是个摆设，屁都没有。广场位于这个城堡的最中间，边上是城堡的城墙和主塔以及副塔之类的建筑。在广场的北面有扇门，可以前往这座城堡的其中一个副堡之中。还好，这个古堡不像其他解密游戏一样绕来绕去，只要实力够就可以一路向前，实力不够，可能就连之前的茅草屋那关都过不去，更别说之后的整个广场大军了。赵毅打定主意以后，就带着自己的士兵向着门口走去。为了以防万一，赵毅还在门口安装了3个陷阱，这才让赵修去推门。打扰了，赵修推开门，木门吱呀呀的响着，里面是一个欧洲中世纪风格的大厅。大厅摆放几张长长的桌子，桌子前总共有30多个矮人，他们拿着各种餐具吃着眼前的食物。桌子再往前有个王座，座位上坐着一个矮人王，头上戴着王冠，手里拿着一杯酒一饮而尽。对于赵毅等人的到来，在场的矮人只是看了一眼就继续吃着食物。赵毅却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这些矮人吃着食物根本吃不下去，而且这些矮人没有腿，下半身是类似幽灵一样的尾巴，这些矮人是漂浮在空中的。想不到你的同类还挺多呀。赵修笑着对旁边的赵大说着。赵大摸了摸自己的胡子，随后回道：我似乎想起了什么。赵修笑得更开心了，摸了摸赵大的脑袋道：难道你也可以变成他们这样的幽灵？不，我好像认识他们，但又好像不认识。赵兴没有调侃赵大，而是试着将目标选中，这才发现这些人是无法选中的状态。领主大人，攻击不了，应该是剧情没走完，或者友军。赵毅回道。作为男生，自然玩过很多游戏，在这种状态下，要么是有游戏剧情没走完，要么是友军无法攻击，无论是哪一种，都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龙国直播间的观众同样很纳闷啊，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么多的矮人，为什么会在狗头人的地盘吃饭呢？大威天龙，我一看这几个家伙就不是人。般若波罗蜜多，这几个矮人都没脚，一定是怪物。那为什么旁边的直播页旁边的属性介绍显示是绿色的呢？姓名：矮人战士，幽灵状态，种族：不死族，生命值120，攻击力22-33，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1.1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个人技能不死，死亡后原地等待5秒即可复活，天赋幽灵无视体积碰撞，简介就是矮人的阿飘，能够重叠在一起，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体。我去，原来是阿飘无视体积碰撞，那是不是代表着有多少数量就能同时攻击多少了？真打起来有点刁啊！之前赵毅解决狗头人就是因为有体积碰撞这种东西，而且还是拥有技能复活的。众人一阵感叹，还好不是敌人，要不然粘上就是死。第94章矮人国王。这个时候，远方的矮人王对着赵毅几个人招了招手，示意他过来。赵毅看了看周围的矮人，这些家伙依然飘在空中，吃着吃不到的食物，就像一台台重复着动作的机器一般。主人，要过去吗？赵修一旁好奇地问道。黑色的紧身衣因为湿漉漉的关系能够看到里面一点，还好有马赛克，要不然蓝星观众非得鼻血喷射而死。赵毅点了点头，自己现在要么掉头回去，要么就走上前去看看矮人国王要干嘛。掉头是不可能的，赵毅还指望拿到好东西呢。带着自己的手下向前走去。赵暗红跟在赵毅的身后，巨大的身躯犹如一座铁塔，手中的大剑直接拖在地上行走，发出将将将的声响。旁边的赵兴手里拿着弓箭，小心地看着四周。赵毅一步步走着，来到了矮人王的面前。旁边显示了矮人王的数据，姓名：矮人王，幽灵状态，
种族不死族，生命值3300，攻击力271-288，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1.0，1.0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无甲，个人技能清算，对当前攻击者的目标造成一次清算效果，每次清算效果额外提供10%的伤害追加。个人技能死亡领域，周围敌军持续掉血，每秒造成最大生命值1%的伤害。天赋幽灵无视体积碰撞。简介：矮人王其实已经被弄死了，但是他还不相信自己死了。功高血厚 ，BOSS 级别的人物，清算让矮人王面对无论多厚的单位，只要效果叠加的够高，就没有打不倒的敌人。死亡领域持续掉血，而且还是按照最大生命值来掉的。我去，不愧是矮人王，太强了！一般人打到这里掉头就跑吧，这数据太恐怖了。跑啥呀？估计就是一个中立生物，说不定还能领到什么机关呢。矮人王上下打量着眼前的几个人，随后开口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来到我的领地？”赵一刚想说什么，眼前出现了选项。选项1，告诉矮人王真相，他已经死了。选择2，告诉矮人王自己慕名而来。蓝星龙国直播间中，3个解说看到眼前的一幕，微微一愣。按理来说，应该选择第2个吧？小甜甜开口说道。张大帅点了点头，感觉最近几次小甜甜都变聪明了一点，看来末日游戏系统提供的智力开发有点用啊。矮人王的简介是一直不相信自己死了，如果告诉他真相，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说不定还能帮助他解脱呢，到时候还有相应的奖励。张教授说道。3个解说各说一词，因为这个选项没人知道选了会怎么样。系统开始分析选项。选项1，告诉矮人王真相后，矮人王勃然大怒，状态从中立变为敌对。选项2，告诉矮人王自己慕名而来，矮人王会喜悦，状态不会发生变化，可直接越过当前关卡。听到系统的话，赵毅明白了，这个选项就是让你选择不同的剧情走向罢了。赵毅看了看这个矮人王，确实很强，但是血量不是很高，3000的血在自己带来的几个人中根本支撑不住多久，而且无甲会受到所有攻击100%的伤害，没有特别怕的攻击，也没有能防御住的攻击类型。自己这边几个人加起来攻击差不多400-500最少的，完全能打。既然系统告诉了自己选项结果，自己不杀了这个矮人王就对不起他的提示了。为了以防万一，赵毅还在矮人王的脚下放置了3个毒蛇陷阱，等会变成敌对的目标之后能直接触发。咦，我们的代表者开始放置陷阱了，以防万一吧，毕竟谁都不知道选项会变成什么，最好不要有什么奇怪的后果，要不然打起来万一死人怎么办？赵毅放置好陷阱以后，低着头看着眼前的矮人王道：“在回答之前，我想问下这里是什么地方？”矮人王笑了笑：“这里是我的城堡，富丽堂皇。”矮人王说完，满意的看了看四周，这里是他的江山。底下的矮人们躁动了起来：“国王大人，国王大人，国王大人！”3声欢呼以后，这群矮人战士又开始吃着东西了。好家伙，我以为要造一反了呢！别用青春倒插秧，造一反哪有干饭香？滑稽点 JPG。赵毅看着眼前的矮人王说道：“你的城堡为什么变成狗头人的城堡呢？而且你怎么还长了尾巴？”赵毅说完，全场的矮人都愣住了。矮人王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静静地看着赵毅，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了一般。我们代表者这是选择了1啊，要死要死，看他们的反应就知道不正常了。要是我就选第2个，国家1级拍马屁选手申请出战。矮人王愣了一会，仿佛醒悟了过来。对啊，我的城堡好像被攻破了。无尽的狗头人冲了进来，里面还有个戴着斗篷的狗头人占卜师，他将我们杀死后困在这里，永生永世出不去，还要给他看大门。狗头人占卜师，这是什么玩意？赵毅来不及多想，因为眼前的矮人王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身后吃着食物的矮人战士们也来到了他们周围。这个事情不用谢我只是告诉了你们真相罢了。赵毅笑着说道，随后开始摆开了阵型。此次由赵暗红承担主坦的职责了。矮人王属于魔法攻击，攻击重甲有额外伤害。赵修不太适合，只能让拥有国王甲的赵暗红来承担伤害了。不过这一次也不需要坦克，赵毅能在9个好毒蛇被杀之前解决掉这个矮人国王。虽然拥有清算技能，但是没有范围攻击，他只能一下一下的攻击着毒蛇。第95章，再一次刷经验。至于死亡领域，则刚好被死亡之主的热血给抵消了。赵修这种高生命值的可能不行，但时间短，没啥影响。矮人王看着眼前的人道：“为了感谢你们，我决定让你们陪我一起去死，随后在这座城堡里永远活下去。”一瞬间，
矮人王及后面的矮人战士们都变成了红色可选中的单位。完了完了，不光矮人王变了，就连矮人战士都变了。要死啊！这么多的矮人战士还是不死的状态。赵毅急忙带着赵兴两个人靠着墙壁跑去。赵暗红顶住矮人王，赵大辅助。遵命，无主。赵修顶住所有的矮人战士。好的，主人。两边分别挡住自己需要拦住的对手。赵暗红抬起手中的巨剑，对着矮人王就是一击。85。矮人王刚想出手，身旁的毒蛇陷阱触发了，9条好毒蛇冒了出来，对着矮人王就是一口。受了毒伤效果的矮人王攻击速度都慢了下来。别在意为什么阿飘会中毒，火人还能被点燃弄死呢。矮人王这边的战况还好，毒蛇作为主要的防御手段，矮人王处理起来极其麻烦。另外一边的矮人战士就比较麻烦了，首先是数量比较多，而且无视体积碰撞，所有的矮人战士能够叠在一起攻击，这才是这关最大的难处。但是对于赵毅来说毫无作用。赵修妖言惑众，能让这些矮人战士攻击丢失，而且这些矮人战士的血量不高，赵兴后面射箭可以2下解决10只。还好矮人战士血量不高啊，看来只有将矮人王给击杀了，这些矮人战士才会停下来。小甜甜长舒一口气说道。就在这时，赵毅突然发现自己的经验值似乎在涨了。这些矮人战士虽然血量低，但貌似比之前的狗头人要高级一点，可以给自己增加经验值，而且还是可以无限复活，又是一个刷经验的好机会。赵毅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呢？赵兴继续对矮人战士进行攻击，赵暗红和老兵不要把矮人王杀死了。是，无主。虽然不知道赵毅要做什么，但他们只要乖乖听话就行。蓝星直播间中，3个解说从一开始的紧张之后开始松了一口气。赵毅的毒蛇陷阱对于这种 BOSS 来说太好用了。小甜甜高兴地说着。是啊，一下一个要9次攻击才行，还能吸收清算技能。不出意外的话，9只毒蛇死掉之前，这个矮人王就能倒下了。众人将目光放回直播间中，矮人王3000的血量很快就见底了。赵暗红和赵大的攻击本来就不低，再加上9条毒蛇和赵毅的伤害，根本没啥问题。矮人王的血量1333000。但是就在这时，赵暗红放下手中的巨剑，矮人王将最后一个毒蛇击杀后，冲着赵暗红过来了。-215，一下子就打掉了赵暗红1/5的血量。我去，怎么不攻击了？是啊，这不是都快死了吗？难道我们的代表者有什么新的打算？直播间的观众不是很明白，只看到赵暗红一下一下被矮人王攻击着。清算-244，清算过后伤害提高了10%，就连赵暗红都扛不住了。赵毅盯着自己的经验值，这段时间刷了已经来到了6级，还差一点就到7级了。换抗，赵大去抗了2下。是，领主大人。赵暗红向后退了一步，赵大顶了上去。说抗2下就2下，多一下赵大都扛不住。-233，-238。赵修趁着这段时间拼命的射箭着，一排排矮人战士倒下，随后又站了起来。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等级提升至 LV7级。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获得新技能印记10点能量值。印记在目标身上放置标记，对其的所有远程攻击增加20点攻击力，而且即使目标前行或者隐形，追猎者仍然能够看到自己标记的目标，持续2分钟。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获得新技能寒冰射击15点能量值。寒冰射击冰冻目标，降低其移动速度 50%， 持续4秒。学会了2个技能，还行。赵毅看了看眼前的矮人王，不能再拖了，再拖就真的危险了。解决矮人王。是，无主。赵兴转移目标，对着不远处的矮人王就是2下攻击。嗖嗖，-66，-72，一下普通，一下追加，2下攻击让矮人王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所有的矮人战士停了下来。结束了。赵毅疑惑地看着周围几个士兵，在赵暗红的光环下开始缓慢回血。矮人王掉头朝着自己的王位上走去，随后坐了下来。一瞬间，这个矮人王老了许多，本来健硕的肌肉萎缩了下来，头发开始变得花白。他在这里囚禁了不知多久，现在终于解脱了。你说的对，我应该承认我已经死了。执迷不悟只会让我和我的子民一直痛苦下去。感谢你解救了我们。说完以后，矮人王原地化作了一堆白骨，这才是他原来的模样。旁边的矮人战士们也变成了一堆堆的白骨，那些地上的武器变得腐朽不堪。我们代表者居然过了，刚才赵暗红差点死掉，可把我吓坏了。是啊，赵暗红一死，就算矮人王被击杀了，其他士兵也没办法回血。你们啊，就不能像我一样坚强点吗？不说了，我先去洗个裤子。龙国直播间的3个解说知道了赵毅之前的怪异举动，看来
我们代表者刚才又在利用系统漏洞啊。张大帅笑着说道。是啊，经验提升至 LV7 级了，不过我们代表者的胆子太大了。张教授回想刚才心有余悸。宝箱？赵毅看到王座上突然出现的宝箱，十分激动。本来以为这些家伙想开以后啥都没有留下，看来还是挺靠谱的。赵毅激动地跑到宝箱前，开始开了起来。第96章紫色装备。叮咚，赵毅开启白银宝箱，获得图纸鹰角弓，紫色品质。鹰角弓，紫色品质的武器。赵毅一阵激动，快速地拿起武器看了起来。鹰角弓，猎人及其他猎人隐藏职业代表者可用。攻击力增加50-66，攻击速度提高10%。附加技能鹰击长空，使用者增加200点攻击射程。附加技能破灭，蓄力2秒钟后，对前方1000码范围内一条直线的敌人造成200%的攻击力伤害。附加技能破甲，被鹰角弓击中的目标会变成易损状态，受到来自远程的攻击将多遭受10%的伤害。建造需要2级制作台，铁矿 X10， 受精 X5， 鹰角 X2， 及火矿 X5。赵毅看到这把弓箭笑了笑，真正意义上的范围伤害啊！赵鑫那个虽然也算范围伤害，但是根据目标来定的，这个则是无论多少敌人都可以射出一支1000码范围内的箭矢，并且对沿途的敌人造成伤害。如果之前在楼梯口大战狗头人的时候有这个技能，岂不是一箭直接穿透他们？想想就挺爽的，只是不知道以后有没有这个机会了。除此之外，还有增加200码攻击距离，这让赵毅能够攻击更远。以后如果有其他不长眼的代表者找死，自己可以在敌方箭塔攻击范围外拼命的射箭，而那些箭塔都没有办法对自己造成伤害，击死他们。最后就是易损状态了，集火 BOSS 级别的生物非常有用，不过想要制作出来并不容易啊，鹰角和集火矿根本还不知道在哪呢。叮咚，赵毅开启白银宝箱，获得装备暴击戒指。暴击戒指，绿色品质，任何单位都可使用，增加8%的暴击几率。注意，一个人只能携带2个戒指，一个白银的宝箱就获得了这2件装备。不过出了一个紫色品质的弓箭，真是不错。赵毅将这枚戒指戴在了自己身上。接下来就是学习技能了，刚好这次2个技能都有点用。寒冰射击能够减速敌人，风筝的时候最好用了。还有一个印记，被标记的单位被远程增加伤害倒是次要的，主要是即使目标前行或者隐形，追猎者仍然能够看到自己标记的目标，这就很关键了。虽然还没遇到过能够隐身的单位，但不代表以后没有。叮咚，是否学习技能印记，将消耗10点金币，30点经验值。学习。叮咚，是否学习技能寒冰射击，将消耗10点金币，30点经验值。学习。最后还有10点属性，赵毅全部点在了攻击力上，攻击高才是王道。很多技能都是依靠攻击力多少来发动的。加完属性后，赵毅看了看自己的人物面板，姓名赵毅，代表国家龙国，职业追猎者，生命值540540，体力值88115，经验值 LV735458441，食物110120，饮水87120，攻击力38-39，攻击范围600游戏距离，攻击类型混乱，暴击几率13%，暴击伤害150%，攻击速度1.37秒攻击一次，防御值10，防御类型国王，个人技能致命一剑 LV2， 毒蛇陷阱 LV2， 人形追踪 LV1， 灵猴守护 LV1， 致命攻击 LV1， 天赋坚毅洞察之眼，属性点0点。还好已经赶上赵鑫之前的攻击了，但我为什么流下了痛苦的眼泪？领主大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赵修走过来说道。刚才被矮人王锤的血量已经恢复了过来。赵毅看了看时间，目前还早，还能继续前进，不过在这之前自己得吃点东西了。刚才大家在吃的时候，自己可是忙前忙后的摸尸体啊。休息下吧，等下出发。是。赵毅边吃着肉块边看着这个房屋构造。在王座的后面有一个旋转的楼梯朝着上面而去，应该是通往副堡的顶端。这个城堡的城墙上还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呢。蓝星龙国某个武器试验场所中，新研发的电磁步枪已经准备完成，将在这里进行射击训练。钱老，实验的结果出来了。一个士兵向着钱老汇报着。怎么样？枪口初速为2380m秒，这种枪口径为 15.2 毫米，最大射程为3000至4000米，有效射程为2000米。钱老听完点了点头，这已经不是步枪了，而是狙击炮了吧？把口径弄大点，岂不是一发一个窟窿？射程虽然加强了，但是恐怕没办法发挥出来。
就算用光学倍镜也没办法有人能打中那么远的目标。子弹射速最大能在2000发分钟，但是受到枪口温度限制和换弹限制，这个只是理论速度。够用了。钱老回道，用反器材狙击步枪的威力来用机枪方式打出。这个武器不愧是能够改变单兵作战能力的武器。如果是第二波的那个猪头怪，恐怕会被一枪击穿吧。可惜龙国没有怪物能够实验，其他国家也不会将实验结果告诉龙国的。国外到处怪物，这种情况让我很担心啊。钱老说的十分痛心，找几个好手，拿着这个武器去周边国家支援下，替他们解决一部分。是，钱老。记住，我们是去帮助的，不要搞什么武器试验。明白。钱老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个人有分寸，遇到危险第一时间跑就行了。各个国家都相继研发出了电磁步枪，末日系统给出的数据太过好用，里面不光记载着电磁步枪的构造和方法，还有一些前置科技，绝对能让你造得出来。但能够量产的估计只有几个目前境内还没有怪物的国家了，其他国家因为怪物的原因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各大城市怪物，各种基础设施被破坏，人员安全，太多问题需要解决了。虽然有科技，但没人制造啊。第97章三头犬。赵毅休息完了以后，开始朝着楼梯上走去，穿过这道螺旋式的石梯，来到了副堡的顶端。楼梯的尽头依然是一道木门，工具人赵兴负责开门。领主大人，那我就开了。赵毅点了点头，盯着眼前的木门。旁边几个手下拿着武器，以防会有特殊情况出现。吱呀呀的木门打开，副堡外面的围墙上面有一队队的狗头人巡逻。这个副堡通过城墙上的道路能够直接通向主堡之中。赵毅抬头看了看不远处的主堡，那里应该就是最终的关卡了吧。走吧。赵毅开口说道。几个人开始朝着主堡的方向走去。汪汪汪！这帮狗头人举起自己手中的武器就冲了过来，随后脑袋上就插着一根根箭矢。这些狗头人根本拦不住赵毅等人，几下就被赵兴给射翻在地。众人来到了主堡的门前，推开门，依然是一座旋转向下的楼梯。众人顺着这个楼梯慢慢往下走。怎么感觉这个地方这么恐怖了呢？是啊，又变成恐怖直播了。一层层的楼梯依靠着巨大的柱子不断的往下降。主人，我们到底下了。赵修开口说道。众人的眼前是个类似养殖场的地方，到处都是谷堆、稻草堆啥的。这个房间的中间是一只巨大三头犬在来回的走动着。好家伙，三头犬！姓名三头犬，种族野兽，生命值5000，攻击力300-350，攻击范围325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0.8秒攻击一次，防御值5，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中等，个人技能三头，每3次攻击触发一次，对3个目标造成100%的伤害。天赋分裂，三头犬死亡后会变成3个小地狱犬，属性为三头犬的1/3。太强了，攻击力高，而且能够同时对3个目标进行攻击。还好是对3个目标进行攻击，要是3个头打一个人身上，赵暗红直接就躺地上了吧。打不过，这个攻击力太高了。赵毅看到这个数据，不禁眉头微皱了下。自己这边似乎真的没办法过去了呀。300-350的攻击力，还是魔法伤害，对付起赵修来说太容易了。就算有妖言惑众的技能，根本扛不住几下，更别说还有3头攻击的技能了。万一这个3头技能打中赵毅自己，那岂不是就要狗屁了？不过好在攻击距离只有325码，自己站在射程之外打不到自己。赵毅想了下怎么过眼前的这个关卡，唯一的方法就是风筝这个3头犬了。这个 BOSS 移动速度中等，跑不过自己和赵兴，旁边如果还有赵暗红的光环，自己这边移动速度更快。赵毅看了看这个房间还算挺大，几个谷堆能够秦王绕住，确实可以试上一试。这场战斗由我和赵兴来主导，我用冰冻射箭，赵兴在远程射箭就行了。可是领主大人，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赵兴旁边问道。他想自己来吸引赵毅进行攻击，但是这样的话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才行，赵毅的攻击并不高。不用多想，听我的就行了。赵毅在3头犬前面放置了3个陷阱，以后就准备开始开怪了。首先一发眼镜蛇钉刺，嗖的一声，一只绿色的箭矢击中了3头犬的身上。-29，-1、2、1。第一发伤害是普通攻击的伤害，后面是眼镜蛇钉刺的毒性，对于3头犬来说不疼不痒。吼！3头犬被击中后，怒吼一声，朝着赵毅这边冲来。3只头发出低吼，嘴角流着唾液。赵毅紧接着就是一发寒冰射击打在3头犬身上。-29，3头犬的移动速度直接慢了一半，
本来还是正常行走的三头犬，此时就像慢动作一样。赵兴，攻击！是，领主大人。赵兴张开自己的复合弓，瞄准远处的三头犬，手臂上的肌肉开始绷紧。嗖嗖，两支箭一前一后的击中在了三头犬身上。负43、45，重甲和5点护甲的作用下，赵兴都没办法造成太大的伤害。不过这样就足够了。5000的血量在赵兴较快的速度下下降的挺快的。三头犬缓慢的身躯朝着众人过来，赵毅用寒冰射箭不断的减速它，不过不能一直用，还得考虑能量的恢复速度。砰！三头犬踩在陷阱上，触发了毒蛇陷阱，9条蛇开始朝着三头犬身上不断的撕咬着。所有人上！赵岸红等人借着9条蛇挡刀的机会开始向前冲去。赵修还发动了妖言惑众的技能，虽然不是攻击自己，但偶尔也能造成三头犬的攻击丢失。三头犬身上的红色数字不断的跳动着，负44、负29、负77，各种伤害和攻击不停的打在他的身上。三头犬勃然大怒，3个头分别朝着3个目标进行攻击，巨大的头颅一口朝着赵大身上咬去。负288，这可把赵大吓了一跳，这攻击太高了，3口就能把自己咬死了吧？没过多久，9条蛇就被三头犬给弄死了。不过他自己的血量也在几个人的攻击下到了3000左右。近战撤退，我来风筝他。赵毅命令着。赵修抿了抿嘴唇，最终跟在了赵岸红的身后，回到了楼梯口旁边。三头犬3个头颅四处张望，随后朝着赵毅这边移动。相比赵兴，赵毅距离自己更近。赵毅一发寒冰射箭打在了三头犬身上。这就是追猎者的好处，所有技能都只有 1.5 秒钟的 CD， 只要能量值够用，就可以一直放技能。此时的赵毅只使用寒冰射箭，对能量来说问题不大。不过眼镜蛇定刺这种技能就不能放了。赵兴站在赵毅的另一面，手中的弓箭一发发的射着，只要他射得够快，赵毅就会少一点危险。再快点，再快点！负44、负48，三头犬身上的数字不断的跳着。第98章，准备迎接晚上 BOSS。目前只有他一人能发动攻击，赵毅主要还是风筝这个三头犬为主。但是受到攻击速度的限制，他只能保持 0.8 秒一次的攻击。龙国直播间中，所有观众都看呆了。龙国代表者作弊，打 BOSS 怎么能这么打呢？有种堂堂正正的战斗。就是我要举报他违规。据可靠史料记载，赵毅是偷国的人，建议游戏系统将赵毅改为偷国代表者。偷国虽然目前还没亡国，但已经差不多了。从第一波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守住，整个国家已经是怪物的海洋。传送门防守，别开玩笑了，现在连家门都出去了。第4波的雌雄双鹰的加入，让偷国的飞机都没办法起飞，只能依靠着国内的防空阵地，先将这些空中的老鹰给打下来，然后再动用空军摧毁地面怪物。看到偷国的言论，龙国的观众们都气笑了。偷国还有什么不偷的？宇宙都是偷国的，偷国是龙国的。确实，根据史料记载，偷国以前确实属于龙国的附庸国。切，信不信我们偷国再偷点龙国的东西？思密达看到三头犬的血量在不断的减少，这帮歪果人的心在滴血啊！龙国代表者领先的太多了，现在更是用这种耍赖皮的方法耍 BOSS 玩，击杀了以后岂不是又有好东西了？赵毅又要领先一大步了。虽然现在有的国家代表者已经弄到职业书了，但都是常规职业，哪里有像赵毅这样的隐藏职业？而且现在都已经 LV7 了，这还怎么玩？三头犬在2人的配合下，血量渐渐开始见底。赵毅的体力不断的减少，他要保持着刚刚好的距离。三头犬攻击射程在375，赵兴的攻击射程在600，他只能保持在375到600之间才行。近了会被三头犬打倒，远了就会直接攻击赵兴去。赵毅甚至在一次走位失误的时候被攻击了下，血量直接减了200多。负48、负45，赵兴最后攻击了一下，远处的三头犬重重的倒在了地上，他的血条已经见底了。看到三头犬倒地，赵修背着弓箭长舒一口气。这时候三头犬分裂成了3个小的，攻击力和生命值都不算高。赵岸红等人过来，一人顶一个，加上赵兴的分裂攻击，很快就把小三头犬干掉了。赵修跑了过来，给赵毅擦了擦头上的汗水。主人，瞧把你累的，可要好好的休养下。没事。怎么会没事？不能让主人除了晚上还这么累。这话说的怎么听起来怎么那么别扭啊？这个魅魔一天不开车就没劲是吧？想不到我们代表者晚上也会累啊。怎么累的？细说。玩具车还是真车？龙国直播间被魅魔的话直接带到了高速上。赵岸红发出了空洞的声音，无主，是属下无能。赵毅摆了摆手，目前我们等级根本达不到这一关，
只能通过这种办法来实现了。这个事情不怪你们。赵兴走了过来，看着赵毅道：“领主大人，你们在这休息下，我去看看有什么好东西。”赵毅来到三头犬尸体前，使用了分解。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三头犬尸体，获得三头犬牙 X1。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三头犬尸体，获得三头犬皮革 X1。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三头犬尸体，获得图纸厚重的战衣，蓝色品质。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三头犬尸体，获得金币 X200。先看看厚重的战衣吧。厚重的战衣，所有人通用，防御力加5，生命值加400，攻击速度负 10%。附带技能后甲，50%的几率能将受到的普通伤害减少 20%，20% 的几率能将受到的普通伤害减少 50%。制作需要1级铁匠铺，三头犬皮革 X1，铁矿 X10，皮革 X5。强大的防御装备啊！所有人通用，那就是可以给士兵使用了。赵毅自己不会使用的，等制造好以后可以给赵暗红或者赵修使用。刚好材料自己都有，就是铁匠铺自己目前还没制造出来，回去应该就够材料了。哗啦啦，赵毅这边刚把三头犬的尸体分解完，远处的一扇巨大的铁门打开了，里面黑漆漆的一片，不知道通向哪里。主人，我们要过去吗？赵修问道。赵毅摇了摇头，这个三头犬自己都是耍赖皮才过的，里面的生物恐怕更加强大吧。如果死在了里面，那就得不偿失了。而且今天晚上还是 BOSS 级的怪物入侵，不能有兵力上的损失。先回去吧。是，领主大人。众人开始原路返回。铁矿旁边，5个农民开采着矿石，旁边的3个老兵巡逻着。这次采矿过程没有什么意外，来的都是一些猪头人，在老兵的攻击下一个。领主大人，尼古拉斯赵四看到赵毅过来，急忙行礼。今天收获如何？总计165枚铁矿，还行，主要铁矿目前用的量并不多，可以先储存起来。赵毅带着自己的人慢慢的向着大本营走去。天色渐渐暗了起来。赵毅到了大本营后，就开始让工作了一天的农民开始休息，同时开始查看自己仓库的物资有多少。木材 X700，石块 X550，毛草 X700，金币 X734，硬质甲铐 X10，重油 X20，肉块 X88，皮革 X82，受精 X35，熊爪 X5，铁矿 X344。不愧是10个人同时开工，材料几乎要爆仓了。看来还得再建造一个仓库才行，同时还要加强基地的防守。这么多的东西，万一被人打劫了，那可损失不少啊。感叹了下，赵毅就开始考虑今天要建造什么东西了。今天是 BOSS 级别的怪物登场，赵毅决定先建造一下木质围栏，能够防御一点是一点。木质围栏，血量200-200，建造需要木材 X2，绳索 X1。简介：能挡一点伤害，但是挡不了很多。木材还好，绳索的用量有点大，5个茅草才能编织一个绳索。第99章升级兵营。好在自己其他建筑需要绳索的地方不多，赵毅直接制造了一个木质围墙。自己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围墙的虚影，长2米，高度2米，宽度为1米左右。围墙上面应该能让2个人并排走着。赵毅在自己的领地围了一圈，长宽都是50米，总共用了100个围栏建造而成，将领地内为数不多的建筑都围了起来。在领地的南面和北面各开了一个口子，建造了2个木门能够进出。靠近森林的一侧则是全部围住，总共用了200根木材，100个绳索，500个茅草。赵毅满意的看了看自己的领地，这才有模有样了起来。领地的西北方向和西南方向就是2个箭塔，如果有怪物从森林里跑出来，能够直接射中。围栏建造好了以后，赵兴就可以在围墙上面巡逻了。对于这种远处的士兵来说，非常好用。木质围栏建造好了，接下来就是建造其他建筑了。在这之前，赵毅点开了自己的交易栏目，之前自己拍卖的蜜汁烤肉已经卖光了，40个蜜汁烤肉总计卖了480个金币，着实让赵毅赚了一笔。但是这玩意恐怕再卖就不好卖了，该买的人都买了，不想买的人暂时都不会买。而且一般情况没人会吃这个蜜汁烤肉，只有特殊事情才会吃，算不上消耗品。不过能卖480个金币，赵毅已经很满足了。这样的话，赵毅的金币正式突破1000大关，总计1214枚金币。接下来就是升级自己的战力的时候，在这之前还得提高下自己的人口问题。叮咚，是否升级房屋为2级房屋？是。叮咚，升级成功，消耗木材 X80，金币 X100，铁矿 X20，石头 X100。精英弓箭手2人口，魅魔2人口，15个农民15人口，1个工人1人口，赵暗红5人口，4个老兵4人口，总人口39分之28。
人口达标，自己这边可以继续建造士兵了。赵毅点开自己的兵营，首先建造出4个小鬼出来。这玩意自己一旦升级兵营后，可能就没了。没过多久，就从兵营里飘出来4个幽灵一般的东西。他们跟正常的小孩差不多大，但是整个人有点模糊，有点像巴铁国的幽魂电棍一般，但是属性上差了不少。见过领主大人。4个小鬼对着赵毅行礼道，声音空洞无比。为什么我们的代表者一下建造了4个小鬼出来？有钱不能这么浪费啊。是啊，感觉小鬼没有多大作用，攻速可以，但是这点攻击有毛用啊。龙国直播间的人十分不解，一般不应该先建造一个出来看看好不好用吗？赵毅这一下建造4个出来，真是败家。赵毅懒得给这几个小鬼取名了，随机挑选了一个小鬼道，以后你就叫赵飘了，你管理好你的几个手下。是，领主大人。赵飘回道，现在你先进去，我给你升下级。赵毅好奇这样的小鬼有啥用，居然被系统提示能够起到辅助作用。是，领主大人。赵飘说完就飘回了兵营之中。兵营旁边的页面中浮现赵飘可以升级后的数据，同时多了一个屎黄色的升级按钮。赵毅将目光放在了这个升级士兵上，姓名鬼魂，种族幽魂，生命值230230，魔法值20%，攻击力12-18，攻击范围60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0.3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武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虚魂，拥有30%的几率闪避物理攻击，个人技能扰乱，消耗20点魔力对目标进行扰乱，减少对方20%的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持续6秒 ，BOSS 级别3秒。天赋无，升级造价90金币。简介：见识下我的魔法加特林吧。魔法加特林，赵毅嘴角一阵抽搐。0.3秒以下的攻击速度确实很快，但是谁家加特林攻击力只有12-18？拥有的2个技能中，第一个虚魂基本没啥用，因为不可能让他承担一个前排的作用，只能打辅助。另一个扰乱确实挺好用的，跟自己的寒冰射击一样，而且这玩意就连攻击速度都减了，就算站撸都不怕。先升级一个用着，自己这边目前还不需要太多的鬼魂进行辅助。接下来就是最终的升级兵营环节了。此次升级兵营，自己加上一开始赠送的兵种加1外，将会同时拥有4个兵种。农民兵种被自己锁住，不会刷新，那么还剩3个。希望这3个兵种能给自己一点好用的家伙。叮咚，是否升级2级石质兵营？这将消耗石头 X200， 木材 X50， 绳索 X10， 铁矿 X5。升级。一阵光芒过后，兵营的样貌发生了变化，墙壁、屋顶等都是由石头构造而成，而在窗户和门的位置则依然还是木质。在兵营的旁边摆放着一些兵器，不过估计不能使用，只是一个装饰。赵毅对着兵营拜了拜，希望能给自己出一点好东西。点开兵营一看，兵种已经变成了4个。第一个依然是被自己锁死的农民，只要自己不解锁，这个兵种将一直存在。第二个则是之前的一个兵种小兵，这就很可惜了。小兵升级的兵种自己这边用不到了，前期用还好，后面面对强大的怪物，710的血量根本不够看，而且老练只有杀敌的时候才能有几率获得金币。现在老兵的攻击已经不够看了，怪物根本不能一下一个，可惜浪费了一个兵种位置。赵毅只能将目光放在了第3个兵种身上。好在第3个兵种是一个新兵种，之前没有出现过，要是又是之前的兵种，自己非得崩溃死。第100章隐藏兵种，姓名牧师，种族人族，生命值420，魔法值12%，每秒恢复1点，攻击力53-63，攻击范围50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1.0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疗伤，消耗10点魔力对目标恢复200点生命值，天赋无，造价总造价130金币，1人口。简介：他的梦想就是能够过量治疗。赵毅摸了摸下巴，确实还算不错的兵种，能够加血。对比赵暗红的回血光环来说，各有千秋。赵暗红的回血是群体缓慢回血，而这个牧师的回血可以单体大量回血，一下回200点血，赵大只要3下差不多就满血了。只是释放需要10点魔力，如果按照1秒1点魔力的方式来计算的话，差不多是10秒释放一次。这个兵种不错，但是生命值太低，攻击力不够，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回血技能了。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个兵种似乎很开心。这种牧师在各个游戏中都很常见，通俗点就是奶妈。
如果能够提高回蓝的速度，这个兵种岂不是无敌了？是啊，之前有个英雄元素大师挺适合他的。元素大师拉倒吧，每秒恢复 0.1 的魔力而已。赵毅决定先把牧师放一放，看看其他的兵种。这时，耳边传来了系统的声音：建造牧师可以激活老兵的特殊兵种圣光之主。这个游戏还有特殊兵种？赵毅看了看不远处正在巡逻的几个老兵，没想到老兵在网上还有特殊兵种。既然是隐藏起来的，应该非常不错吧？牧师这玩意自己确实需要，先造一个再说。赵毅点击了兵营中的牧师，没过多久，一个人类中年女子走了出来。她身穿白色的长袍，手里拿着一根法杖，头上戴着一个高高的帽子。见过领主大人。赵毅对着他点了点头。叮咚龙国代表者建造牧师，凑齐老兵与牧师组合，激活隐藏升级路线圣光之主。这个游戏播报虽然不是全球播报的，但是在龙国直播间的众人可是都看到了。我去，隐藏兵种！赵毅本人获得了隐藏职业，没想到兵种还有隐藏的，赶紧建造看看。这个兵种既然是隐藏的，一定吊炸天吧！众人已经十分期待这个圣光之主的能力了。龙国人高兴，但是在龙国直播间的其他外国人不高兴啊。bug，为什么龙国又拥有了隐藏兵种？我怀疑末日游戏就是龙国创办的吧，一直给龙国好处。偷国根据赵毅的族谱查明了，赵毅800年前的祖宗来过偷国，他是偷国的子民，建议末日游戏将赵毅替换为偷国代表者。龙国网民气不打一处来，真是什么都偷啊！两边顿时骂了起来。既然隐藏兵种都激活了，那还等什么呢？赵大，你给我过来！远处正在巡逻的赵大听到叫自己，急忙噔噔噔地跑过来。领主大人，有何吩咐？进兵营，给你改造下。是，领主大人。老兵拿着自己的斧头就走进了2级兵营之中。在画面之中，果然出现了老兵的升级后属性和升级按钮。姓名：圣光之主，种族：人族，生命值：3080，3080，魔法值：22/22，每秒恢复1点，攻击力280-32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1.0，1.0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中等。个人技能圣光之锤，消耗20点魔力，用手中的圣光锤猛击对手，对敌方造成攻击力200%的伤害，同时晕眩3秒。个人技能圣盾，消耗20点魔力，开启圣盾防护，所有伤害减少50%，持续5秒，冷却4分钟。天赋圣光荣耀，队伍中的牧师恢复效果提高25%。造价600金币，6人口。简介：真正能拿得出手的单位，但是饭量极为惊人，一个人能吃6个人的饭，能不惊人吗？不过这个属性确实配得上他的饭量。卧槽，3000的血量，再配合赵毅的天赋坚毅，岂不是3300多了？这简直比小 boss 还要强了吧！恐怖，攻高，血厚，而且还有防御技能，攻防一体啊！这个属性足够震惊整个直播间的人。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圣盾的 CD 太长了，不过一想到能减少50%的伤害，确实是个神技。赵毅满意的点了点头，那就升级吧。一阵金色的光芒之后，从兵营之中走出来一个身高2米多的壮汉，浑身穿着金色的盔甲，手中拿着一把巨大的金色战锤。光从体型上来看，这个圣光之主和赵暗红差不多高大，只是一个人，一个类似虚空一样的东西。圣光之主半跪下来，对着赵毅道：“见过无主。”赵毅满意的点了点头，光从体型上就知道这个家伙多厉害了。赵大已经不适合他的名字，他重新取名为赵光义，那个牧师取名为赵牧。感谢无主。赵光义站了起来，随后看到远处的赵暗红，高声说道：“圣光将会照耀一切黑暗。”赵暗红回道：“而你终将会被死亡打败。”赵毅一阵无语，这两个人太中二了吧？不过从系统给的名字来看，说不定这两个人还真有什么故事。死亡之主赵暗红，圣光之主赵光义，不管他们俩了，只要别给我打架就行。升级完赵光义后，赵毅的钱就只剩下4个字了。赵毅叹了口气，赵光义不愧是吞金兽，想想自己之前可是千金之多呀，转眼变成了穷光蛋了。第101章 BOSS 造了个2级民房，造了4个小鬼，造了个牧师，升级了老兵，好像还做了挺多事情的呀。这么强的战力，面对晚上应该没啥问题了。赵毅点开了自己的人口数量，精英弓箭手2人口，魅魔2人口，15个农民15人口，一个工人1人口，赵暗红5人口，3个老兵3人口，赵光义7人口，赵牧1人口，4个幽鬼4人口，
总人口39%。好家伙，刚刚升级的2级防务人口又用完了。这个游戏果然考虑的很多，用人口来限制别人超快发展。虽然赵毅没钱没人口，但是不妨碍他继续查看兵营中的最后一个士兵的属性。最后一个士兵是姓名德鲁伊，种族精灵，生命值815815，魔法值12%，每秒恢复1点，攻击力76-84，攻击范围50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 1.0 秒攻击1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中等，个人技能自然之怒，消耗12点魔法值，召唤1道闪电链，闪电跳跃5次，对首个目标造成105点伤害，依次递减 35%。 天赋魔力，德鲁伊能够通过空中的魔法元素来恢复自身魔力，魔法值恢复速度加1秒。造价200金币，1人口。简介，人称雷电法王杨教授的助理，还行，只能说能用。造价有点贵，主要输出手段是自然之怒，好在本身拥有回蓝的天赋，相当于6秒钟就能释放1次自然之怒。看完了后，赵毅便退出了兵营的界面。按理来说，现在应该是阿三国上缴贡品的时间了，怎么还没有找自己？赵毅感觉有些奇怪，随后点开了阿三国代表者的私信，信息还停留在上次叫自己爸爸的时候。龙国代表者，今天收成怎么样？龙国礼仪大国，首先要聊点日常，但是不管收成怎么样，赵毅都要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阿三国代表者，还行，主要多了5个农民，干起活来都快了不少。龙国代表者，不错，把我的拿一份给我。阿三国代表者，不给。赵毅看到阿三国代表者的回复有点猛，胆儿挺肥的呀。仔细想想才发现不对，这次阿三国代表者开始就没有叫自己爸爸。赵毅回头看了看自己众多的士兵，如果阿三国代表者皮痒了，自己不介意好好教训教训他一下。天晴了，雨停了，他又觉得他行了。看了下时间，目前已经快到防守时间了，一来一去要1个多小时，只能明天再去收拾他。想到这里，赵毅懒得跟阿三国代表者扯嘴皮子。虽然没有了阿三国的物资，但是这不妨碍赵毅建造其他建筑。刚好铁匠铺是不需要金币的。叮咚，是否建造铁匠铺？这将消耗铁矿 X50， 石头 X50， 木材 X40， 绳索 X10。建造。赵毅的面前多了一个铁匠铺的建筑，赵毅将这个铁匠铺安置在了自己的营地。铁匠铺的开启需要2个农民进行转职成为工人，这样的话赵毅又少了2个农民，不过能够开启铁匠铺就代表着自己能够打造装备了。2个农民走进铁匠铺之中，穿着样貌发生了变化，从体型正常的中年人变成了肌肉健硕的男子，手里不停地打着各种盔甲兵器。领主大人，是否需要打造什么？工匠擦了擦头上的汗水问道。赵毅从仓库之中拿出了厚重的战衣图纸，这玩意是目前自己唯一能够打造的东西，给我造这个东西。工匠接过了图纸看了下，领主大人，建造这个需要一点时间。赵毅点了点头，不急，今天晚上用不到。好的，领主大人。告别了铁匠铺，赵毅便开始来到厨房做点吃的了。打开物资一看，肉块已经没剩多少了。想想也是，自己目前都39的人口了，一顿饭就要消耗39块肉，地主家都没余粮啊。看来必须将农场给建造起来了。一个农场能够提供16单位的食物，至少解决了1小半吃饭问题。赵毅打开建筑栏目，可惜建造农场需要金币，这玩意是赵毅目前最缺的东西，只能之后建造了。吃了点东西以后，赵毅就来到外面和几个士兵聊着天。他们对于自己的出身过去一概不知，看起来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聊了一会后，系统的播报就开始了。 BOSS 关卡，无论是蓝星上的人还是末日游戏中的代表者都在等着这一刻。叮咚，还有5分钟怪物入侵。本次怪物为石头人，姓名石头人，种族元素，生命值1380，魔法值12%，每秒恢复1点，攻击力190-20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攻城，攻击速度1.0秒攻击1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成甲，移动速度中等，个人技能丢石，消耗10点魔力丢出1块巨石，对目标造成200点伤害。天赋魔免，石头人不会受到技能影响，魔法攻击不算。看到这个怪物数据，星条国的代表者笑开了花，自己的暗影恶魔不就是为了这个而生的吗？180的混乱攻击，哪怕攻击成甲单位也能造成全额伤害，再加上自己的老兵剑塔，对付石头人太轻松了。哪怕只是暗影恶魔一个人打出1380的伤害也非常轻松。其他国家有的高兴，有的难过。
城甲防御代表着上一波用防御塔防守的国家代表者效果将大打折扣，同时石头人还是攻城攻击，那拆起塔来的快多了。但是像毛熊国、星条国这样的单兵为主国家代表者就十分的轻松了。尤其毛熊国前几波防守只漏了一波天空怪，这让他的经济发展的非常迅速。除了戴顿的守卫外，他已经造出了雪人这样的强力单兵单位。第102章清除怪物。痛苦，为什么是城甲？穿刺打城甲只有 70% 的伤害啊！哈哈，我的混乱攻击让他们瞧瞧厉害。我想知道这个丢石头能丢我的防御塔吗？赵毅看了看数据，并没有多大感觉。不能用技能就不能用呗，自己这边就赵暗红的光环和赵修的妖言惑众不能用罢了。这种石头人，赵光义能一个打两个，1380的血量，几锤就能把他们锤死。本次怪物数量为6个。听到怪物数量后，所有人都震惊了下，还以为 BOSS 就一个呢，1000多的血，200多的攻击力，没想到一下来了6个，但也只是震惊了下。除了波波多漏的国家，其他国家经过这几天的发展，稍微都有点家底了。只是这个家底跟赵毅没办法比。星条国代表者只漏了第1波和第4波，而且漏的数量多不算太多，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他拥有几个老兵，外加2个暗影恶魔和几个防御塔，混乱攻击过这关没啥问题。但是像阿三国之类的就惨了，一个还好说，但是6个一起过来就麻烦了。8点钟到，现在开始投放怪物，祝各位好运。话音刚落，赵毅领地外围就出现了6个近3米高的石头人，他们迈着缓慢的步伐朝着这边过来。虽然看起来很慢，但实际上速度还可以，主要他们的步子很大。赵毅旁边站着自己的几个士兵，分配任务就不用，大家一起上就行了。全军出击！赵毅命令着。杀呀！我代表圣光制裁他们，来迎接死亡的拥抱吧！赵暗红、赵修等人朝着6个石头人冲去。远处的石头人开始抱起一块巨大的石头，随后朝着众人这边丢来。一个农民被石头击中，直接倒在了地上。-200，剩下5发打在了赵暗红、赵兴等人身上。牧师，补充血量。是，主人。一口治疗加在了赵兴身上，血量恢复200点，瞬间满血。3个小鬼开始喷射像机关枪一样的子弹。-3、2、3，速度虽然很快，但是攻击力简直没法看。接下来就是赵光义等人和石头人站在一起了。赵光义一锤落下，石头人 BOSS 的血量直接掉了1/6。-218， 300多的攻击力被抵抗了100多，这就是城甲的作用。不过即使如此，依然打不过赵光义。-218， -199，赵光义一锤一锤的攻击落在石头人身上，很快就把一个石头人 BOSS 给干趴下了。+230，身后的牧师则一直给赵修和赵暗红加血，那些老兵和农民就没必要加血了，几下就会弄死他们。赵毅打了个哈欠，在围墙上坐了下来。石头人 BOSS 过于简单，和自己外出碰到的 BOSS 简直不能比，只能说赵毅目前领先的太多了，就连防守关卡的难度都跟不上。我咋感觉这 BOSS 一点不难啊？是啊，光是赵光义一个就能打2，怎么可能不难？我们阿三国代表者都快被打死了。末日游戏，阿三国营地。阿三国为什么敢对赵毅这么猖狂？就连爸爸都不叫了，因为他找到了一个道具，随机移动符，能够将自己的营地随机移动到一个地方，这才有了对抗赵毅的底气。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跑到哪里去，他赵毅怎么可能知道？他这次随机的位置还算不错，虽然在森林之中，但是两面靠山不用防守，剩下两边用木质栏杆围了起来后，这个营地就变得易守难攻了。但是此刻这些营地却被石头人砸得稀巴烂，自己的矮人弩手的穿刺攻击打在石头人身上效果甚微，建造的前排士兵也只能勉强抵御2至3个石头人，6个石头人怎么可能挡得住？砰！-200，-200，一声巨响过后，一个矮人弩手被几个巨石砸中，倒在了地上。妈呀，这还怎么打？阿三国代表者都疯了。每过一段时间，这个石头人就会丢个石头过来，自己的矮人弩手被丢得摸不着北。阿三国的代表者虽然努力防守了，但最终还是漏掉了3个 BOSS。阿三国代表者大本营被拆除，本次防守失败，丢失数量为3。日不落国代表者大本营被拆除，本次防守失败，丢失数量为3。樱花国代表者大本营被拆除，本次防守失败，丢失数量为2。在系统一连串的失败防守通报中，赵毅已经完成了本次的防守。这次战斗中只是死了几个农民，这还真没有办法，农民的血量被巨石投中就是死，就都没办法救。不过不要紧，过几分钟就会复活了。所有国家防守完毕，现在开始公布本次防守的前3名。本次防守中，顺利防守的国家可以获得一次
清除怪物的机会。各个国家的指挥官们可以在自己的 IP 中点击清除按钮即可。我去，终于能清除怪物了，我好激动啊！你激动个啥？阿三国又没过关，是吗？那没事了，你们开心吧。几个在第4波中防守失败的国家正在为领空被占领的情况头疼呢，没想到突然赠送了清除功能。有的国家代表者点击了清除按钮，城市之中本来还在破坏追杀人类的怪物们突然停下了脚步，一个猪头人嘴巴都凑到一个市民的脑袋上了，但是下一秒却愣住了。这个市民跌倒在地上，浑身颤抖，随后就看到了惊奇的一幕，这个猪头人慢慢化作一道光，消失在了天边。上帝，一定是上帝救我的！这一幕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雌鹰刚放出一道锋刃就消失不见了，自己同样变成了一道光。猪头弩手射出去的箭矢眼看就要贯穿一个军人的头颅了，箭矢却直接变为了一道光，越过了这个军人。看着国家各地怪物真的消失了，指挥官喜极而泣。但不是所有的国家代表者都直接使用了这个机会。第103章自动能量防御立场。星条国目前境内还有为数不多的雌鹰正在肆意攻击，星条国的歼击机和高射炮阵地正在清除这些怪物。虽然雌鹰的攻击力挺高，但是速度明显没有达到3马赫的歼击机快，清除怪物只是时间问题。星条国指挥官认为这个清除机会十分难得，以后的怪物将会越来越强，趁着现在还能守住的时候就保留这次机会吧。龙国地下基地中，龙老打开自己的手机看了看，我的界面中果然多了一个清除的按钮。龙老抚摸着手机，心里感叹着，真希望以后一辈子都用不到这个功能。无论怎么说，赵毅都给龙国争取了一次免死的机会，在未来哪怕是怪物入侵到龙国，自己这边也能清除一次。叮咚，接下来公布本次防守的前3名。本次防守第3名，星条国代表者，防守时间为56秒，其代表的国家获得自动能量防御立场 C 型。自动能量防御立场，听到这个奖励，所有人微微一愣。提取关键词就是自动防御，这玩意难道能自动展开防御？黑宫之中，指挥官和他的几个幕僚们拍了拍手，啪啪啪，漂亮！自动防御立场能让我们的士兵获得更好的防御。星条国指挥官已经打开末日游戏 App 查看了起来，这个防御立场居然是佩戴在身上后会自动识别威胁，并且开启防御。防御的时间和强度是能量的多少而定。这个自动能量防御立场 C 型采用的是小型核反应堆作为能量源，单个自动能量防御立场 C 型能够抵御住重型机关枪数分钟的攻击。是啊，指挥官大人，这个东西如果将星条国的游骑兵、海豹部队、海军陆战队等兵种全部装备起来，恐怕统治他国将会轻而易举。众人点了点头，能够抵御热武器攻击，这不就代表着自己的士兵在作战的时候立于不败之地吗？面对轰炸和炮击，只要不是正面击中都没啥大问题。不愧是星条国代表者，获得了第3名，人类的灯塔。我建议星条国将这个技术公布出来，那些被怪物入侵的国家就能够抵御怪物了。是啊，无论是猪头人还是雌鹰的锋刃，我觉得都没办法突破自动能量防御立场 C 型。给你们，想的倒是挺美。啊，这之前不是说为了全人类的发展吗？滚！为了全人类的发展，那仅限于自己没有东西的时候，让自己拿出科技来分析，那是不可能的。本次防守第2名，毛熊国代表者，防守时间为51秒，其代表的国家获得自动能量防御立场 B 型及相应的能量核心技术。B 型的自动能量防御立场采用的就不是蓝星目前有的技术了，而是用超过现在技术水平的能量核心，这让毛熊国的代表者激动不已。他们不光拥有了比星条国更加强大的防御立场，还白得一个能量核心的技术。要知道，能量核心不光能用在能量防御立场上啊，军工、航天、战机，啥玩意不是能量来催动的？如果把能量核心放在飞机上，是不是能够突破目前的3马赫速度？如果能量核心放在军工上，是不是连高达都能整出来？这让星条国十分羡慕。B 型的防御能力绝对比 C 型要强，更别说能量核心了。但是毛熊国可不会惯着星条国，大不了打一架。现在怪物入侵，即使星条国也不敢轻易开战，而且和毛熊国打，最好的结果就是双方同归于尽，只能无奈作罢。本次防守第1名，龙国代表者，防守时间为44秒，其代表的国家获得自动能量防御立场 A 型及相应的超级能量核心技术。听到这个消息，举国欢腾。自动能量防御立场 A 型，光听名字就比前面2个厉害啊！是啊，还有超级能量核心技术，说不定能够依靠这个技术开始发展浮空战舰。脑洞很大，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技术造出钢铁战衣。地下基地中，龙老从 IP 中取出了这次获得的奖励。
一直取奖励让龙老都习惯了，手都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抖动了。这次奖励除了一堆技术资料外，还多了一个发光的球。按照系统的提示来看，这个光球就是未来能造出来的超级能量核心，里面孕育着极为纯净的能量，能够支撑自动能量防御力场 A 型的运转。而龙老心里有个更加伟大的想法，那就是利用这个超级能量核心建造一个将整个龙国笼罩其中的防御盾。只是不知道自动能量防御力场 A 型的技术里有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科技。如果有，那就再好不过了。在这怪物入侵的时候，各个国家目前还算克制，哪怕王国都没有大动作。但这是因为王国的国家还在少数，而且本身实力不强，没办法造成对龙国的威胁。如果像毛熊国、樱花国、星条国等国家面临灭国危险的时候，恐怕就会拉龙国一起灭亡。到那时候，最终武器核弹将会在这个世界上每个角落绽放。龙国必须在这之前搭建能够抵御核弹的防御武器。这一切还得看赵毅，同时还得祈祷几个大国家能够撑得久一点。本次奖励播送完毕，接下来播送败者惩罚。本次防守中，总计221个国家防守失败，评级为 D 级。所有国家将会投放丢失数量乘以2万只的怪物。本次防守倒数第一名沙中之国，但由于沙中之国已经亡国，其代表者已经死亡，本次不做处罚。明天开始，沙中之国将由末日系统来操控。和之国防守失败，丢失数量为5，但由于和之国已经亡国，其代表者已经死亡，本次不做处罚。明天开始，和之国将由末日系统来操控。一连串的败者惩罚开始了。赵毅这才发现，有那么多的国家代表者已经没法重生转为被末日游戏操控了。我去，第4波宣告亡国的几个国家代表者都死了呀！第104章问题：失去不死之身，让他们担惊受怕，而且刚好还面临 BOSS 关卡。是啊。只希望我们国家代表者能够坚持的久点。虽然末日系统的惩罚很大，但同时奖励也够丰富。接连的武器和装备让蓝星上的人民看到了希望。阿三国代表者防守失败，丢失数量为3，投放怪物数量为6万只。偷国代表者防守失败，丢失数量为3，投放怪物数量为6万只。虽然怪物强大了很多，但是在数量上少了很多。很快，系统的播送就结束了。本次播送完毕，现在开始播送重要通知。重要通知，以往这个时候都是直接投放怪物，今天却是重要通知了。本次防守第5波结束，第1阶段结束，总计321个国家参与了这场游戏，6个国家在第1轮中灭亡并且死亡，3个国家灭亡，目前代表者还没死亡。总计288个国家出现过防守失败，33个国家持续防守成功。最先灭亡的国家为侯国，最先死亡的国家为侯国。本轮游戏中，龙国代表者表现突出，获得一次提问机会。赵毅倒吸一口凉气，自己获得了提问机会，但是问什么东西呢？自己好像想问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这个游戏能不能结束，是怎么开始的，那些怪物从哪里来，这个世界怎么诞生的，太多了。龙国的几个长老颤抖地站了起来，盯着眼前的屏幕，说不定这将是一次了解末日游戏背后的机会。大量的国家派遣人员赶到龙国直播间，龙国直播间的人数开始了飙升。我去，终于能问问题了吗？问问他能不能结束，我都受够这狗日的游戏了。为什么要结束？目前很多国家风调雨顺，我可不想回到只吃土豆的时候。龙国直播间中，小甜甜看向2位道：如果是你们有什么想问这个末日系统的吗？张教授想了下道：如果是我会问他末日游戏背后究竟是什么。张大帅道：我倒是想知道这些怪物从哪里来的。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讨论着什么问题最有价值。赵毅想了下，随后说道：本次解答可以只给我一个人看吗？可以。现在开始屏蔽除龙国代表者外的所有人。直播间中，龙国代表者突然原地消失，整个龙国直播间的观众都懵了。我去，问个问题还要隐藏起来，急死我了！他到底问了什么问题？所以穿山甲到底说了什么？赵毅只感觉自己身处一片黑暗之中，所有的感觉都消失了。那么，你的问题是什么？赵毅想了很多问题，比如经常会提到的末日游戏究竟是什么，能不能结束之类的。但是这些问题就算知道了，答案又能怎么样？比如结束的方法是守过30波的怪物，自己就算知道了，能改变什么吗？不能。那么就换成知道有用点的信息吧。我想知道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强。末日游戏系统沉默了。更强的定义过于广泛，什么才叫强呢？我在蓝星龙国某个地方隐藏了一个东西，找到它你就能变强。蓝星？自己还能回到蓝星吗？而且龙国这么大，自己怎么找啊？我已经将答案告诉你了，至于你能不能实现，跟本末日游戏无关。狡诈恶徒！
赵毅一瞬间又回到了自己的领地之中，旁边的赵修等人站在原地，没有任何的反应。赵鑫，我刚才去哪了？赵鑫歪着脑袋回道：领主大人哪里都没去啊。是吗？看到赵毅回来，龙国直播间观众炸开了锅。问题是不是问完了？我好想知道他问了什么，我晚上可能睡不着了。我也好想知道啊，是不是问了如何跟赵鑫做羞羞的事情，不掉忠诚？你以为赵毅跟你一样，他肯定是问了非常重要的问题。赵毅直接坐在地上，盘算着自己该如何拿到蓝星上的那个东西，而且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呀。不过这个狡诈的游戏系统恐怕不知道自己同样有个系统吧。他告诉自己的信息肯定是真的，因为末日游戏系统觉得自己根本拿不到。系统，如何拿到刚才末日游戏系统说的东西？叮咚，末日游戏系统的东西隐藏在蓝星龙国 C 市中心公园中。我去，牛逼，果然知道在哪里。那自己如何拿到这个东西呢？目前全球观众正在观看直播，宿主可以通过直播画面将信息带出去。对于自己被直播这件事情，赵毅倒是没有多大反应。之前自己可是见过末日游戏直播 app 的，既然是直播 app， 拥有直播功能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如何将信息带出去呢？既然是直播，肯定有很多人观看，这条消息过于重要，万万不可直接说出来。通过加密方式传出去，虽然最终会被其他人知道，但龙国将拥有很多的准备时间，这将是主场优势。如果让其他人获得了，说不定就加强了其他国家的代表者了，这不是赵毅想要看到的。赵毅突然有了个想法，通过自己的姨妈传递出去。赵毅抬起头盯着远处的天空道：姨妈，你还记得前年带我去过的地方吗？真想再去一次。蓝星某个公寓之中，姨妈早已哭成泪人。虽然赵毅让龙国更加强大，但他需要一直镇守国门。在他眼中，赵毅依然只是个孩子，他在远方抗击着怪物，却连蓝星都回不来。看到赵毅的话，蓝星的观众叹了口气，哎，都忘了赵毅只是个大学生了呀。是啊，真希望末日游戏能给他放个假。镇守龙国门，我们获得的奖励都是赵毅给的。龙国地下基地中，几个长老最终讨论下来的结果就是，赵毅不会平白无故的感慨，这一定跟之前与末日系统的提问有关。立刻出发，找到赵毅的姨妈，询问这个地址。第105章，再次加强，同时调集赵毅和他姨妈前3年的外出记录。明白。几个长老走出了会议室，他们知道这个东西一定非常重要。星条国、樱花国、阿三国等所有国家领导人都看透了这个信息。虽然可以查赵毅1年去过的地方，但是这样太浪费时间了。只有问赵毅姨妈才是最快的方法。让潜伏在龙国的间谍开始行动。是。末日游戏中，游戏的播报依然在继续。本次游戏继续加强调整，开始加入中立势力。中立势力对于各个国家代表者好感度默认为0，根据国家代表者做的事情发生改变。每晚的怪物入侵将调整路线，不再是同一个方向出现，而是随机出现。现在游戏中的生物攻击方式做出调整，从攻击最近的目标调整为攻击仇恨值最高的目标。针对此次加强，给出相应的奖励。低保机制，明天开始，所有国家代表者如果没有职业，将会随机分配职业。营地调整，明天开始，每人有一次调整营地位置的机会。所有调整将会在明天生效。祝各位游戏愉快。没想到刚加强不久，现在又加强了。赵毅长舒一口气，还好攻击方式之前没有调整，要不然那个3头犬自己根本杀不死。最麻烦的应该是晚上的怪物不是同一个方向过来了，这无疑加大了防守难度。因为之前的波次怪物都是同一个方向过来的，所以难度少了很多。如果怪物从各个方向过来，自己很可能腹背受敌，或者说正在守着一边怪物的时候，另一边的怪物把大本营就被偷了。怪物的分散将导致士兵的防守分散。好在可以调整大本营的位置一次，这个大本营附近的资源都被开采的差不多了，确实需要换个更加安全和资源多的地方了。至于所谓的低保机制，那就太可笑了，看似加强，实则削弱。本来职业书是3个职业选一个，现在给你的是随机的，万一随到的职业是个坑货，岂不是哭死？哈哈！赵毅看到这个情况就想笑，而且随机的职业很难和现有的兵种做出配合。总之就是强行让所有人开始拥有职业，不过对于那些欧皇来说，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防守结束，赵毅打开了自己的物资一栏，木材 X380， 石块 X100， 茅草 X150， 金币 X304， 硬质甲靠 X10， 重油 X20， 肉块 X48， 皮革 X82， 兽金 X35， 熊爪 X5， 铁矿 X274。 金币多了300，6个怪物每人50个金币，金币价值高了很多，但是怪物的数量太少，希望下次来多点。其他国家代表者如果知道赵毅的念头，一定会想掐死他。6个都守不过来，
你还想要更多？现在开始投放怪物，请各个国家做好准备。游戏系统的提示刚过，防守失败的国家就开始相继出现巨大的石头人怪物。这个石头人虽然没有之前的侯国地狱火那么夸张，但是数量多呀。地狱火就一个，而石头人少说都有2万个，长度高达10米的石头人就像一个个巨人一般，慢慢的走出了传送门之中。开火！一些在传送门前进行防御的部队看到巨大的石头人，微微一愣，随后命令着部队开火。咚咚咚，各种反坦克导弹、RPG、重型机枪等武器打在石头人身上，各种爆炸和子弹将石头人身上炸得粉碎。虽然热武器有点效果，但是石头人太巨大太坚固了，他们顶着炮火就从传送门中走了出来。部队发射高爆穿甲弹，这种炮弹能够击穿石头人的外壳，随后在石头人身上爆炸，一个个石头人开始倒下。身后的石头人在前方石头人倒下的时候，从地上直接捡起一块块巨石朝着军队扔过来。这种投石技能射程数百米，不远处的一辆坦克被巨石击中，直接撞翻在地。星条国指挥官看着其他地方的灾难，擦了擦汗水。这种石头人热武器已经渐渐没作用了，接下来不知道还有什么怪物会出现在蓝星上，只希望尼哥能够给力点。在蓝星各个国家防守石头人的时候，蓝星龙国表面平均，背地里暗潮涌动。赵姨姨妈还在公寓里的时候，大量的警卫就来到了赵姨姨妈家小区，周围所有区域全部清空。他们收到的指示是保护赵姨姨妈的安全，等下会有长老过来。11栋楼净空，12栋楼净空。警卫分成各个作战小组，一栋楼一栋楼的疏散，任何可疑人物都会暂时控制起来。小区的几处高点，龙国的狙击手在这里架设了反器材狙击枪，旁边的副手拿着望远镜正在四处观察。前方道路不远处有几辆黑色的车辆朝着这个小区开来。5点钟方向有可疑车辆正在接近，请指示。收到，攻击轮胎，别让他们接近。是。收到指挥室的命令，狙击手调整了下呼吸，随后瞄准了前方的车辆。给我中吧！拼！一声巨响过后，12.7毫米的子弹从枪管喷出，打在了轮胎上，但车辆只是颤抖了下，便继续前进。副手拿着望远镜看了看，随后对着耳机说道：目标为实心轮胎，无法阻止。总指挥吸了一口凉气，他接到的命令是不准任何人靠近，违者可以就地枪决。这些人明显是有目的的，将驾驶员打死。收到。拼！又是一声枪响，一颗子弹直接朝着驾驶室飞去。第一辆车的防弹玻璃根本挡不住这颗子弹，里面的驾驶员当场毙命，汽车撞在了一旁的房子上。第二辆车直接撞开前方的车辆，继续朝着小区冲来。火力手 RPG 伺候，一个扛着 RPG 的龙国军人瞄准了中间的那辆车子。走你！火箭弹拖着长长的尾气朝着中间一辆车冲去。咚！第106章换大本营的位置。整个汽车变成了一片火海，身后的汽车来不及刹车撞了上去，发出了接连的爆炸。咚！幸存的几辆防弹汽车中跑出来几个全副武装的人员，他们身上穿着防弹板。这东西虽然会减缓他们的移动速度，但是面对步枪的扫射能够有效防御。大大大！龙国军人各种武器打在这些人身上，发出各种声响。以为能挡住我吗？狙击手被镜中瞄准了一个人脑袋，3级头可是挡不住子弹的。砰！一声枪响后，一个人倒在了血泊之中。除此之外，其他地方都有不怀好意的人正在赶过来。12点方向出现未知车队，3点钟方向发现无人机群，开启干扰信号。这一天，隐藏在龙国的各国势力开始出现，他们的目标就是赵毅的姨妈，最好就是能够知道前年去了哪里，这个地址至关重要。最坏的结果也要干掉姨妈，这样所有人都一样了。但是龙国不会让他们得逞，这里是龙国，龙国还要感谢他们的跳出来，为国内的安全做出了贡献。姨妈在房间之中待着，不久前她就接到了电话，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在家中等待着。屋子外面传来各种响声和叫喊声。这时，房间的门打开了，一个老人从门口走了进来。钱老！赵毅姨妈惊呼道：“这个人她认识，当然仅限于在电视上认识。”钱老点了点头，随后问道：“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今天防守结束的时候，赵毅说的话你还记得吗？”“记得。”“那么这个地方在哪里？”听到钱老问这个问题，旁边的警卫走出了这间屋子。钱老缓缓道：“放心吧，这个屋子安装了各种屏蔽信号，今天的信息只有我们2个知道。”赵毅姨妈点了点头：“这个地方就是。”钱老听完点了点头，他没时间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外面还有一大堆友好的国际友人看着自己的行动呢。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时刻，
世界各地一定都在注意着龙国这边的动作。钱老站起身，随后回头道：“如果有不满意的或者想换地方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我将有个手机只接听你一个人。”说完，钱老掏出了个手机放在桌子上。这次通话本来可以手机中实现的，但是为了不被人截取，他还是选择了亲自登门拜访。现在就等去现场就知道赵武想要干什么了。赵毅姨妈点了点头，她只希望赵毅能够平安回来。星条国等国家第一次失败并不气馁，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们还有另一个机会，赵毅在直播中说的是地点，所以只要盯着龙国的行动即可。星条国指挥官在会议室中来回踱步，还没分析出这个赵毅前年去过哪里了吗？目前已经查到了10几个地方，这些地方遍布龙国各地。星条国指挥官微微一愣，这么多地方？是啊，这还是我们查到的，一些没查到的地方说不定更多。听完分析师们的话，星条国指挥官叹了口气，看来只能等着龙国那边的动作了。樱花国海域，星条国的航母群开始移动，向着龙国海域附近游荡着。蓝星上，所有的国家都在等待着龙国的动作，龙国却出奇的安静，他们并没有急着去赵毅提到的地方，而是在等待着这边做好全部的准备。第二天，赵毅打了个哈欠就起来了。今天本来要去找阿三国代表者算账的，但是他可能已经跑路了，就算了。搬家的机会让这小子逃过一劫，以后别落在自己手中，要不然弄死他。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寻找适合搬家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虽好，但是防守起来并不容易，尤其以后怪物来的方向是随机以后，有个易守难攻的大本营最为重要。同时，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加入其他中立势力，自己必须变得更强才行。系统开始寻找适合做大本营的地方。位于此处北面 2383M 的地方，有个可以安置大本营的位置，资源中等，水资源中等，危险指数较低，大本营指数5颗星，屏蔽掉9颗星以下的地方。赵毅懒得听系统的废话。位于此处西北面 4383M 的地方，有个可以安置大本营的位置，资源优越，水资源较低，危险指数极低，大本营指数10颗星。哦，找到了，距离自己还不算远。赵毅点开自己的大本营，果然多了一个搬家的按钮。按动此按钮后，大本营所有的建筑都将变成不可用的状态，代表者可以将其移动到任何位置上。赵毅弄明白以后就点击了搬家按钮，随后带着自己的大本营朝着系统提示的地方走去，身后跟着赵修、赵岸红等几个人。今天的游荡怪物有点麻烦了，是第3天的猪头射手，远程攻击给其他代表者防守造成了不小的困扰。虽然攻击力不高，但是在士兵的血量没办法恢复的情况下，少一点是一点。对于赵毅来说就没有多大影响。赵岸红的回血让自己这边根本不惧怕这些远程攻击。一段时间后，赵毅便找到了系统提示能够防守的地方。这一片是个峡谷，两边群山环绕，自己只要在这个峡谷之中建造大本营，就可以减少需要防守的地方。同时，这里拥有着非常丰富的树木资源和石头资源，就是距离自己之前的铁矿有点远，这就导致以后可能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往返才行。赵毅将大本营的位置建造在了这个峡谷的最中间，地址的更换让自己这边每个建筑都拥有了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大本营的周围是各种其他建筑，铁匠铺、厨房等地方。200米的围栏让赵吴拆成了2部分，前后各100米，刚好可以将峡谷细长的通道给堵住。前后各有一个防御塔进行防御，就算有猪头射手过来也不怕，箭塔的攻击射程大于这些猪头人。第107章发现城镇。看到焕然一新的大本营，赵毅满意的点了点头。今天本来还有一个奖励的农民，但是由于赵毅的人口达到了上限，所以被卡住了，只能等回来的时候再升级2级房屋了。随后跟自己的几个士兵吃好饭后，就准备出发了。这次没有让农民跟着自己外出开采矿石，而是让所有的农民在自己的大本营中进行伐木挖石的基础资源开采。一来是因为自己目前的铁矿资源够用了，二来是因为人生地不熟，万一新的大本营遭遇了危险，10几个农民能发挥一点点的作用。人员安排上，赵毅决定除了带上赵岸红几个人外，还带上了牧师和阿飘2个人。至于赵修，则让他留在了大本营里，这让赵修有点不高兴。他想待在自己的主人身边，但赵毅没有同意，主要是前排人员够多了，没必要带那么多。而且赵修在大本营中能让赵毅放心不少。最终赵毅的配置是前面2个赵光义和赵岸红担任前排抗伤害，自己和赵鑫担任远程的输出，赵牧和赵飘主要担任的就是辅助的作用了。这样的配置恐怕可以在这个地图上横着走了，铲除一个国家代表者的大本营不在话下。赵毅打开地图，这才发现自己的地图已经发生了变化，所有的地方全部都变成了黑色，充满了战争迷雾，这个应该跟加入了中立阵营有关。好在铁矿、地洞、古堡等位置信息还在，这让赵毅知道了该如何寻找古堡的下落。出发吧。
赵毅一声令下，这个队伍开始朝着古堡的方向前进。一路上遇到了不少的游荡怪物、猪头弩手，这些怪物在赵兴的分裂攻击下很快就死了，根本没有什么威胁。屋主，前方有个城镇。负责在前面开路的赵光义回来报告道。城镇？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城镇了。龙国直播间中，观众们对于新出现的城镇表示了好奇。这个城镇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有人类呢？我倒是好奇，这么多种族的出现，城镇能不能容纳得了？代表者的士兵千奇百怪，各种种族的都有，那就代表着这个末日游戏的世界中，中立的势力一定也是各个种族占据的。赵毅这一伙能够接纳吗？赵毅想了下，还是先过去看看吧。虽然古堡的关卡也很重要，但是了解这个世界的变化更加的重要。那我们就去看看。赵光义带路。是，屋主。几个人调整了下前进的路线，跟在了赵光义的身后。一路上遇到了不少的农民，他们抬起头看了看赵毅的队伍，随后又低头开始了工作。对于游荡在各个地方的猪头人，他们视而不见。为什么这些猪头人不攻击这些农民啊？真是奇怪，这些农民还有这些猪头人是不是眼瞎？龙国直播间中，观众们对于这种情况十分的不解。明明田里面有正在干活的农民，但是这些游荡的猪头射手根本视而不见，他们只会盯着过来的赵毅一伙发动攻击。赵毅看到这种情况大致明白了，这应该是游戏的机制，游荡怪物的存在只针对他们代表者而已，对于这个世界中的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叮咚，阿三国代表者被十字军击杀，阿三国全体国民降低3年寿命，阿三国代表者将在1小时后复活，同时阿三国在十字军阵营中的声望降低为敌对。听到这个消息，龙国直播间的观众们纷纷跑到了阿三国代表者的直播间看去。原来阿三国代表者在探索的时候找到了一个营地，这个营地属于什么势力还不知道，但是里面却有女战士，长得还非常的不错，金发碧眼。这种配置在阿三国属于人上人的存在，这可把阿三国的代表者激动坏了，这可是女人啊！虽然比之前见到的赵兴差上不少，但总比矮人弩手好用，所以他就埋伏在这个营地附近，等这个金发女战士出去巡逻的时候将他给拿下了。没想到他的运气这么好，这个金发女战士刚好有事离开了营地，随后被躲起来的阿三国代表者和他的矮人弩手拿下。几个矮人弩手上前将女战士按住，让自己的领主大人办事。这种事情还让矮人弩手掉了一点忠诚，但是阿三国代表者不在乎啊，只要自己能发泄就行了。没想到正事还没办呢，自己被附近巡逻的十字军发现了，不光将阿三国代表者击杀了，几个手下也都杀死了。这可是看乐了在阿三国直播间吃瓜的群众了。不愧是强毅间之国，到游戏里都不忘本。是啊，为此还丢了性命，代价是整个阿三国国民来承担。承不承担不重要了，感觉阿三国坚持不了多久了，石头人现在还在阿三国境内肆意破坏呢。赵毅听到这个播报只是摇了摇头，阿三国能不能支撑到自己找他都是个问题，说不定自己还没出力呢，阿三国代表者就已经被末日游戏给玩死了。没过多久，赵毅就来到了城镇外围。这个城镇是人类组成，城门口有卫兵拿着武器正在巡逻，城墙上有弓箭手等单位正在眺望着远方。对于这些卫兵，赵毅能够看到他们的信息：姓名罗锦镇卫兵，种族人族，所属阵营玄凤帝国，生命值780，攻击力57-78，攻击范围近战远程，攻击类型普通穿刺，攻击速度0.8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列阵，当身边有自己友军时候，攻击力增加 20%， 天赋无，血量和攻击力都非常的不错，最主要的是这些卫兵的数量看来还不少。但是赵毅并不担心会有问题，按照末日游戏的说法，代表者初始的声望都是中立，自己这边只要不做出格的事情应该就可以了。领主大人，我们需要进去看看吗？赵兴好奇地问道。第108章超能力。赵毅想了下，最终还是决定进入城镇看下。如果城镇中有重要的信息，自己一定要第一时间知道，这是领先其他国家代表者的好机会。如果自己在版本更新的时候落后了，说不定好久被人弯道超车了。想到这里，赵毅带着自己的士兵向着城镇中走去。看到赵毅一伙过来，城镇中的卫兵开始紧张起来，他们手中的弓箭和长枪握得更紧了。这也难怪，赵毅的一队实在太奇怪了，在人类的队伍中居然还混有不死族，这个种族可不被人类喜欢啊！等下，一个卫兵拦住了想要进城的赵毅一伙。有什么事情吗？赵毅问道。罗锦镇属于人类阵地，不死生物禁止进入。这句话
就是针对队伍中的赵飘和赵岸红。赵岸红有些不高兴，但是他没说什么，自己的主人在这里，由不得他说话。赵毅想了下，转身道：“我和赵兴进去看看，你们其他人在刚才的农田那边等着我们。”是，无主。赵岸红恭敬地说道。赵毅这次进去不是打架的，只是进去查看下情况，没必要带那么多人。至于为什么带赵兴，因为这个家伙跑得够快，万一出了问题，两个人能够及时逃跑。就是不知道赵兴能不能背动自己，要不然恐怕跑得就更快了。还好这个想法没有说出来，要不然直播间的观众一定会无语。别人的美女是用来骑的，你也是用来骑的，就是骑的方式不太对。告别了赵岸红等人后，卫兵也不拦着赵毅了。赵毅和赵兴都属于人类，没必要拦着。赵毅慢慢地走在城镇之中，这个城镇不是很大，路上的行人并不是很多，偶尔可能会有一队队的巡逻兵在来回走动。赵毅和赵兴在城镇之中仔细地观察各个地方。这个城镇之中有类似铁匠铺的地方，但是卖的装备一言难尽，而且都是代表者专用装备，士兵都没办法使用。不光如此，售价还极为夸张，动不动就是成百的金币。不知不觉中，赵毅就来到了一家奇怪的商店门前。这个商店的装修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领主大人，我们要进去看看吗？赵兴看着赵毅问道。赵毅抬头看了看这个商店名字，炼金所。炼金？能提炼金子吗？走吧，进去看看。推开门，这个房子里有个白发老奶奶正在一个煮沸的大锅前搅拌着。年轻人，需要买点什么吗？白发老奶奶说完，赵毅的面前多了一个虚拟的交易页面，里面有各种炼金的材料，还多了一项选择。炼金？炼金？这是个什么玩意？小伙子，想学炼金吗？白发老奶奶说道。炼金是什么？炼金术是混合草药，可以制造具有各种效果的药剂，这种药剂能有各种奇特的功效，甚至有的能让你改变外貌。眼前的老奶奶缓缓地说道。这不就是炼药吗？赵毅吐槽道。不过不学白不学，怎么样才可以学习炼金啊？可以跟我学啊，只要有钱和经验值就可以学会。赵毅摸了摸下巴，并没有急着做决定。目前看来，随着中立势力的诞生，很多的末日系统没有提到的东西会出现，但是不要紧，自己有系统可以分析啊。系统，给我分析一下这个炼金。炼金，根据资料显示，炼金为辅助技能，每一个人可以学习3个辅助技能。原来是辅助技能啊，但是每人只能学习3种，这就代表着在辅助技能的选择上面需要认真应对。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建议学会附魔、工程和珠宝3种。附魔可以给武器或者装备附上不同的效果，有时候会有奇效。工程能够打造不同的小东西，有些东西对于作战十分好用。珠宝可以将得到的宝石镶嵌在武器或者防具上，加强武器或者防具的效果。赵毅听到这里明白了，附魔和珠宝都是对应武器和防具用的，至于工程就是造东西用。看来炼金就没必要学了。赵毅告别老奶奶，就离开了这个炼金所，寻找3个辅助职业所在的地方。询问了路边巡逻的卫兵后，赵毅知道了这个城镇中只有工程学，但是没有附魔和珠宝。没想到每个城镇中学习的还不一样啊。赵毅按照士兵的指示，直接来到了工程学学习的地方。一个中年男子手中拿着一个铁锤，正在拼命地敲打着东西，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他听到赵毅的到来，放下了手中的东西。你是什么人？有什么事情吗？这个中年男子好奇地问道。赵毅看着他道，听闻你这里能学习工程学？不错，但是工程学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学习的。听到中年男子说的话，赵毅已经做好了准备，毕竟这可是系统推荐的辅助职业啊。但是听这个中年男子的话，工程学似乎很难学。但是不要紧，自己有问题可以问系统。没事，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的。赵毅回道。中年男子摆了摆手道，学习工程学并不算难，你只要按部就班的就行，除此之外，你必须拥有超能力才行。超能力？赵毅有点愕然，我要是会超能力，我还学习你的工程学干嘛？中年男子似乎知道了赵毅的想法道，我的意思是，想要学习工程学，你得钱多才行。听到中年男子的话，龙国直播间笑开了花。神 TM 超能力，原来这还不是想学就学的呀。没想到末日游戏系统居然与时共进，超能力都出来。众所周知，超能力是超能力中最强的一个，超有钱代表着一切。这还真把赵毅问住了，他还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有钱。应该算吧，毕竟自己应该算是代表者中最有钱的了吧。如果这都不算有钱，那就没人有钱了。我钱应该还算可以吧，能学吗？中年男子摆了摆手道，这样吧，你先给我200个金币，我给你个任务，你要是完成了，我们就开始学习工程学。第109章狗头人国王。叮咚，是否接取任务？工程学的学习
接取任务将消耗200个金币，任务完成后奖励未知。200个金币，赵毅倒是有，但是一开始就要200个金币，后面还得要多少啊？难怪除了超能力者，其他人不能学。想了下，赵毅还是决定给他200个金币了，毕竟这可是系统推荐的副职业啊。另外2个附魔和珠宝，自己甚至不知道在哪里学习呢。想到这里，赵毅掏出了200个金币，递给了中年男子。中年男子拿着钱在手里掂了掂，随后放在了屁股后面。你去这里往西2公里的地方，有个古堡，里面有狗头人，给我将狗头人的蜡烛带回来。往西？狗头人？这不就是自己要去的地方吗？还好，不用自己特别跑一趟了。但是狗头人的蜡烛在哪啊？赵毅领取任务后就离开了工程学的房间。本来赵毅还想在这个城镇中看一看的，但是目前时间已经不早了，只能无奈的算了。离开城镇，赵毅和赵光义等人会合以后，就开始朝着古堡的方向走去。古堡目前进度已经到了3头犬跟前。赵毅一路顺着路线来到了之前击杀3头犬的地方。领主大人，我们已经到了。赵兴在旁边说道。赵毅点了点头，看向不远处，巨大的铁门已经打开了，里面将是一个全新的关卡。走吧，进去看看。赵毅带着自己的手下朝着铁门里走去。赵光义和赵暗红2个和铁塔一样的士兵走在前面，其他人则小心地跟在后面。大铁门里面依然还是个巨大的房间，房间的尽头有个头上顶着蜡烛的狗头人，此时他正坐在王位上休息，而边上有不少的狗头人正在巡逻或者站在王座的2边。龙国直播间中，张大帅看着眼前的一幕道：这应该就是最后的关卡了。狗头人国王，你们说狗头人蜡烛是不是就是他头顶上顶着的？小甜甜好奇地问道。可能是，这样的话就直接完成任务了。赵毅看了看狗头人国王的位置，似乎还挺远，于是让赵兴将周围的几个狗头人吸引了过来。嗖嗖嗖，赵兴拉开弓箭，几支箭顿时飞了出去。狗头人在脸上中箭以后，嗷嗷叫的就冲了过来。好在这个房间没有宠物犬，要不然等于同时与整个房间的敌人作战。赵兴等人慢慢的向着狗头人国王那边摸索过去，一路上的巡逻狗头人都被慢慢的消灭了。这些狗头人甚至给赵毅提供了一个勇者印记和士兵印记呢。渐渐的，赵毅一伙已经杀到了狗头人国王的跟前。这个位置刚好能够看到狗头人国王的属性：姓名狗头人国王，种族兽族，生命值99999999，每秒回复10点血，攻击力288-359，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0，1.0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5，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占卜，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被抽中的单位将会获得以下状态：混乱、中毒、晕眩、狂暴。个人技能卫兵，每过10秒钟就会召唤一个狗头人卫兵，不死不会召唤，攻击力和生命值为狗头人国王的1/10，其他一致。天赋蜡烛，狗头人血量每次损失 20% 就会陷入狂暴，攻击力和攻击速度获得翻倍，持续3秒。简介：狗头人国王本身是个占卜师，但占卜不一定是好事。这个数据确实吓到了龙国直播间的观众，9999的血量，就差一点就能破万了。这可怎么打呀？这个 BOSS 还是近战，我们代表者能够通过之前的风筝打法吗？冰冻射箭打法，这可能不太行了。不是说末日游戏将机制改掉了吗？是啊，现在按照仇恨机制，谁的仇恨最高， BOSS 就会追着他打。啥是仇恨？是不是对着 BOSS 喊一声孙子，他就过来了？神理解。赵毅站在原地想着该如何处理。288-359的攻击力倒不是很高，赵暗红和赵光义2个人加起来有4000的血了，能够扛住。但是这个狗头人每损失 20% 的血量就会狂暴一次，这个时间是非常致命的。攻速加快，攻击力提高，相当于一下顶过去4下，开启狂暴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硬抗的，要不然赵暗红可能2秒都坚持不住。最后一点就是占卜这个技能，这个技能似乎充满了各种无限的可能。被狗头人占卜的一共有4种状态：混乱、中毒、晕眩、狂暴。混乱的话，被占卜的单位将会陷入混乱的状态，无差别攻击周围的人，持续4秒。中毒，被占卜的单位将会持续掉血，每秒造成100点伤害，持续4秒。晕眩，被占卜的单位将晕在原地，无法动弹，持续4秒。狂暴，被占卜的单位将会陷入狂暴，攻击速度翻倍，持续4秒。4种状态中3个负面，1个正面，如果抽到狂暴的话，再好不过了。但是几率只有 25%， 所以不打的话，没有谁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另一个卫兵倒是不要紧，只要不把他打死，就能一直存活不召唤，自己这边找个人跟他对决就行了。
思来想去，就赵飘最适合了，倒是自己这边补一发冰冻射箭就行了。最后赵毅问了下系统，得出来的结论和自己差不多。既然如此，那也就不浪费时间。赵毅在面前布置了3个陷阱，就开始准备开怪了。在狗头人国王旁边还遗漏着4个狗头人战士，这4个没办法拉过来消灭，因为距离国王太近，只要攻击就会吸引到国王，只能一起干掉了。赵毅埋置好陷阱以后，对着远处的狗头人国王就是一剑，负41，一发暴击直接让狗头人国王从座位上跑了下来。你们是谁？居然敢闯入我的王国！第110章，赵光义陷入危机。狗头人国王带着自己仅剩的4个手下朝着赵毅这边奔来。砰的一声，敌方的5个人触发了毒蛇陷阱，9条蛇开始对着狗头人国王和狗头人战士攻击。他们用自己的毒牙攻击着这几个人。狗头人国王举起自己的武器，一下便解决了一个。赵兴，攻击狗头人战士，他们4个交给你了。明白。赵兴拉开弓箭，对着狗头人战士射箭，边上的散射刚好将5个敌方单位全部覆盖。嗖嗖嗖，几支箭就飞了出去。目前赵兴的攻击力伤害最高，狗头人国王大怒，直接朝着赵兴奔跑过来。对于旁边路过的赵暗红和赵光义等人视而不见，因为仇恨的机制，他目前是去攻击他最恨的单位，而他和他身边的狗头人战士最仇恨的目标就是不断的用弓箭射击他们的赵兴了。赵光义将狗头人国王接下，剩下的卫兵交给赵兴自己处理。是，无主。赵光义举起自己手中的战锤，对着冲过来的狗头人国王就是一锤，负188。这一锤下去，狗头人国王转头便开始与赵光义交战。他现在憎恨的单位是讨厌的赵光义。狗头人国王拿着手中不知名的武器，一下下攻击着赵光义，负219。狗头人国王的攻击力明显更好，这点上主要是狗头人的护甲减伤的很多。不过好在这边还有赵光义的减攻击护甲，要不然赵光义承受的伤害更大。所有人攻击狗头人国王。是。除了赵兴以外，剩下的人一同攻击着狗头人国王。因为赵光义的攻击力最高，所以稳定的仇恨就在他身上，这点上倒是不用担心狗头人国王会突然转移目标。赵光义3000多的血量，面对狗头人国王能够抗住一回。另一边的赵兴攻击只有300多血量的狗头人战士，很快就清理掉了，同时将目标转为攻击狗头人国王。连续2个箭矢一前一后的攻击着狗头人国王，负37、33。狗头人国王在众人的包围中大喊道：“卫兵，卫兵过来！该死的家伙，跑哪里去了？国王陛下，我在这里。”从不远处狗头人国王的王位旁突然跑出来一个小型的狗头人侍卫，他举着自己的武器就冲了过来。赵飘，将这个狗头人侍卫拉走。是，领主大人。赵飘用自己近乎子弹一般的攻击速度，一下下打在狗头人侍卫身上，负18、18、19。狗头人嗷嗷叫的就冲着赵飘过去。赵毅顺手给了他一发冰冻射箭，缓减他的攻速。狗头人侍卫士击杀后就会重新召唤，所以没必要击杀掉，这样反而会浪费自己这边的火力。让攻击力最低的赵飘带着他转圈就行了，自己这边偶尔补一发冰冻射箭，减缓他的速度就行。剩下的人依然集火着狗头人国王。在众人的攻击下，狗头人国王血量下降的很快，转眼便来到了第一次狂暴的血量。你们惹怒我了，我要弄死你们！狗头人国王脑袋上的蜡烛燃烧的更加厉害了，同时攻击速度和攻击力获得了翻倍。这玩意可不能硬抗啊，哪怕只有3秒钟。翻倍以后，那可是 0.5 的攻击速度，3秒钟能够打6下，攻击力更是变成了600、700。哪怕是赵光义，那也扛不住。不过3秒钟的时间还是很容易度过的。大家闪开，赵飘上干扰。不远处正在遛狗的赵飘，一个干扰套在了狗头人国王的身上，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瞬间减少了 20%。攻击速度减少的不多，但是移动速度减少的就致命了。赵毅顺手一发冰冻射箭打在了狗头人国王的身上，速度变得更慢了。赵光义等人速度虽然慢，但是比受到2层减速的狗头人快上不少。攻击力是高，攻击速度是快，但也要打到人啊。赵飘丢完干扰以后，又开始了自己的遛狗活动。身后的狗头人卫兵嗷嗷叫的就追着赵飘跑。3、2、1，你们这帮可恶的家伙！狗头人脑袋上的蜡烛变成了原来的样子，这就代表着狗头人国王的狂暴结束了。几个人又冲上去狠狠地揍他，各种伤害数字在狗头人头上飘着。让我来占卜你的命运吧！狗头人国王无视大家的攻击，开始坐在地上占卜了起来。赵光义，你的命运似乎不太好啊！砰！一声响声过后，赵光义直接晕在了地上。狗头人占卜师拿着武器拼命地揍他，这可把龙国直播间的观众吓了一跳。我去，运气这么好，刚好晕到输出最高的人。赵光义会不会站在原地被敲死啊？
赵光义一死，我觉得龙国代表者将会团灭，哈哈。赵牧一口奶加在赵光义的身上，加250。虽然加了点血量，但是赵光义的血量依然下得很快。所有人停手！赵毅急忙让人停手。要是在赵光义晕眩的情况下触发了狗头人国王的狂暴，那谁都救不了赵光义了。而此时的狗头人国王血量就差一点就狂暴了。还好这些士兵全是自己的人，要是有一个不听话，赵光义此时就被狂暴的狗头人国王直接敲死在地上了。赵光义如果死了，这就代表着自己这边将会更加难打。赵光义在地上被锤击了4秒钟，3000多的血量加上之前的损耗，此时只有1000出头的血量了。这个时候赵光义总算醒了过来，大家继续攻击。赵毅命令着，一瞬间各种攻击再次攻向了这个狗头人国王。狗头人国王的血量很快就降低到了狂暴界限。别动我的蜡烛！狗头人脑袋上的蜡烛再次燃烧开来，攻击速度和攻击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赵光义圣光之锤，是无主。赵光义手中的巨锤开始冒着一层光芒，随后猛地击中了狗头人国王。负388，在伴随着伤害的同时，将狗头人国王直接晕眩在了地上。所有人拼命地攻击着狗头人国王，赵毅甚至还用了2发技能攻击。第111章击杀狗头人国王。这些人中，赵光义打得最狠，刚才自己被晕在地上一阵锤，现在轮到你被我晕了，这可要好好打。负188，一锤一锤的攻击打在狗头人国王身上。晕眩结束后，刚好狗头人国王身上的狂暴结束了，狗头人国王的血量下降到了4000左右，转眼便是下一次狂暴就要开始了。让我来占卜你的命运吧，赵兴，你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赵兴只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手中的弓箭速度更加快了，本来0.8秒的速度瞬间变成了0.4。只看到赵兴手中的动作不停，一根根箭矢不断地向着狗头人射去。还好这次的占卜属于25%的一次，这让赵毅长舒一口气。如果占卜的是混乱或者晕眩，自己这边说不定就要死人了。狗头人占卜师不光浪费了一次占卜的机会，反而让自己这边的一个单位获得了攻击速度的加强。在众人的攻击下，狗头人国王开始了第3次狂暴，血量低于40%。这个时候赵飘的干扰已经好了，众人故技重施，在赵飘的干扰和赵毅的冰冻射击的减速下，狗头人国王根本追不上拥有光环的赵光义等人。躲避了狗头人国王的狂暴攻击后，狗头人国王来到了最后的占卜时间。让我来占卜你的命运吧，赵暗红，谁才是你的敌人？赵暗红原地晃了下，随后陷入混乱，开始攻击着旁边的赵光义。我去，这家伙要乱来了！龙国直播间的观众大惊，赵暗红可是一直用光环加血减弱对方攻击力什么的，现在突然混乱了，光环就没用了。而且赵暗红这边虽然攻击力低，但可是混乱攻击啊，对所有的防御类型都能造成100%的伤害。此时的赵光义血量已经很低了，根本承受不住额外的伤害。赵光义开启圣盾，虽然圣盾冷却时间很久，但此时只能开启了。是无主。赵光义表面开始浮现盾牌一样的金色屏障，这个屏障保护着其中的赵光义，所有伤害减少50%，持续5秒，冷却4分钟。开启圣盾后，狗头人每次攻击都在100出头点，至于赵暗红，那就只有40多伤害了，忽略不计。加250。赵牧冷却好了以后，一口奶加在赵光义的身上，让他能够多抗2下。4秒钟后，赵暗红的混乱结束，狗头人再次陷入了最后的狂暴。最后关头，赵毅让赵光义跑，剩下的人集火，一发冰冻射箭减少狗头人国王的移动速度。狗头人血量渐渐减少，最终倒在了地上。我的蜡烛！狗头人国王说完这句话就嗝屁了。另一边正在遛狗的赵飘停了下来，身后追着的狗头人侍卫消失不见了。看到狗头人国王倒在了地上，龙国直播间的人沸腾了。我去，我们国家代表者真的牛逼，狗头人国王都干掉了，这操作有点水平啊，一看就是指挥老玩家。确实每个技能都放得挺好，这叫挺好，其他人能在这种情况下过了就非常不错了。我们代表者可是一个人都没死啊。赵毅看到 BOSS 解决，擦了擦头上的汗水。众人在赵暗红的光环中开始回血，旁边的赵牧会在蓝量够了以后给赵光义奶上一口，加速他的回血速度。叮咚龙国代表者全通古堡，叮咚龙国代表者全通古堡，叮咚龙国代表者全通古堡。一连3次的语音播报向全球及末日游戏中的代表者宣告，龙国代表者完成了一次遗迹探索。龙国代表者太强了吧，上一次好像也是他通了什么地洞，这人到底怎么做到的？真想看看，要是能抱到大腿就好，说不定少奋斗几10年啊。末日游戏中的国家代表者各种想法都有，阿三国气的牙根痒痒。只要龙国代表者过得好，他就过得不好。他多么希望龙国代表者
会在探索的过程中死掉啊，但是事与愿违，龙国代表者不光没死，反而获得了更多的好处。这就导致自己之前耍赖的行为一旦被找到，那就是真的死定了。好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说不定龙国代表者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叮咚，龙国代表者获得特殊奖励圣击，所有的远程单位在攻击时候附带 10% 的神圣攻击，这种攻击无视护甲和防御类型。好家伙，又一个天赋诞生了，而且这个天赋太好用了吧！如果所有的远程单位攻击附带 10% 的额外伤害，那么赵星呢？岂不是攻击每个单位全部附加额外伤害？不光如此，这个攻击还是无视护甲的，这就让赵星攻击那些重甲或者成甲单位的时候能够造成更多的伤害。击杀了狗头人国王，让赵毅的等级提高到了8级。赵毅想了下，将3点攻击提高到了攻击力，剩下2点提高到了攻速上。姓名赵毅，代表国家龙国，职业追猎者，生命值540540，体力值115115，经验值LV835458441，食物90120，饮水66120，攻击力40-41，攻击范围600游戏距离，攻击类型混乱，暴击几率13%，暴击伤害150%，攻击速度1.35秒攻击一次，防御值10，防御类型国王，个人技能致命一剑 LV1， 毒蛇陷阱 LV2， 人形追踪 LV1， 灵猴守护 LV1， 致命攻击 LV1， 天赋坚毅洞察之眼圣击，攻击力达到了40点，等着以后鹰角攻出来，自己将有一定的输出能力了。赵毅点完属性以后，就来到了狗头人国王的面前，不知道这样的一个 BOSS 会给自己报什么装备呢？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狗头人国王，第112章工程学，快让我们看看获得了什么。是啊，这可是这个古堡的最终 BOSS， 一定会获得好东西的。我们龙国的代表者又将领先一步。不光赵毅期待，龙国直播间的观众们都非常期待。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狗头人，获得狗头人国王的头颅。头颅？什么鬼玩意？下一个，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狗头人，获得狗头人的蜡烛。这玩意赵毅知道，应该是给那个工程学的老师的，这样自己就算完成任务了。难怪自己找了半天，这个蜡烛没有找到，原来是在这个狗头人国王的脑袋上。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狗头人，获得嘲讽圣盾，蓝色品质。嘲讽圣盾，蓝色品质，所有人通用，副手武器，防御力+3，生命值+300，攻击速度-10%，附带技能嘲讽，强制一个目标攻击自己，持续5秒，40秒冷却。附加技能格挡，每次被攻击的时候都有 5% 的几率格挡普通攻击。制作需要1级铁匠铺，铁矿 X30， 皮革 X5。这个装备不错，能够交给赵暗红使用。因为游戏机制的改变，造成战斗中除了赵光义以外，没人能抢过来仇恨，这就导致没办法换坦了。赵光义扛着怪物，要么一直扛到自己死，要么扛到怪物死。现在有了嘲讽圣盾，像之前赵光义被晕在地上的时候，就能用赵暗红来嘲讽接过去，这样就给了赵光义一个喘息的机会。最主要的是，这个武器得打造自己这边可以直接造出来。不错不错，看看还有啥。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狗头人，获得治疗权杖，蓝色品质。治疗权杖，蓝色品质，所有人通用，攻击力12-28，魔法值+10，回蓝速度提高 20%， 附带技能圣光照耀，你所造成的治疗效果提升 20%， 附加技能庇护，花费10点魔力庇护一个单位，该单位会产生一个能够吸收300点伤害的防御罩，持续10秒，冷却15秒。制作需要1级铁匠铺，铁矿 X30， 皮革 X5， 治疗石 X1。这玩意如果给赵牧用，确实还算可以。回去的话，先把赵牧进行升级，然后打造这个装备给他用。自己这边接下来的作战将会轻松很多吧。一个强力的回血单位，能够保证我们这边的生还。而且除此之外，还多了一个庇护的技能。这个技能能够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这边的队友。接下来赵毅还想看看有啥，已经没有了。合着自己消灭了狗头人国王，就获得了2个任务道具，还有2个不属于自己的装备。不过有个天赋也算值的了。主人，我们接下来去哪？赵兴在旁边问道。赵毅打开地图看了起来，自己的地图上多了那个叫罗景镇的地方。目前自己能去的地方还有罗景镇交任务，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巴铁国代表者提到的河边的东西。沿着河边向北走，就能看到水人了。放下地图，赵毅决定回一趟罗景镇那边去，看看自己的这些东西能够换到什么。走，我们去罗景镇。打定主意后，
赵毅就带着自己的士兵朝着罗景镇走去。这次来到罗景镇，赵毅身边的赵岸红等人依然进不去，赵毅只能让他们在外面等待着，自己则和赵兴两个人进入了城市之中。来到了之前工程学所在地，赵毅将背包中的蜡烛拿了出来。中年男子有些兴奋，接过了赵毅手中的蜡烛看了看，随后顺手就扔掉了。赵毅有点懵逼，我这个蜡烛只是证明你实力的一个东西，不用在意。中年男子不以为然道，那我可以开始学习工程学的东西了？赵毅问道。可以，你想学什么？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完成工程学任务，获得辅助技能工程学初级。听到这个游戏播报，赵毅知道了自己确实学会了。虽然这个人不着调，但应该不是骗子。赵毅点开了与中年男子的交易栏目，果然出现了一部分的工程学道具，其中能够制作各种小玩具，比如嘲讽假人，生命值200。简介：在原地安装3秒后，路过的敌人会被这个假人所吸引。建造需要铁矿 X1， 绳索 X2， 导线 X1。这玩意有个尖儿用，就200的生命值，还不如自己的小蛇呢。就算能嘲讽有啥用？一下解决的事情有毛用？不过倒是有几个东西吸引了赵毅的目光。瞄准镜。简介：安装在远程武器上可以提高100码攻击距离，正 5% 的命中。建造需要玻璃 X2， 铁矿 X1， 零件 X1。这玩意给自己用挺适合的。但是这个命中是什么意思？命中增加使用者攻击到目标的击中几率。赵毅听到系统提示满头黑线，这玩意自己知道。关键是这个游戏不是100%命中的吗？那这个命中还有什么作用？根据档案得知，今天晚上结束后将会开启新一轮的加强，预计 BOSS 级别人物会天生带有抵抗几率。真是一天一加强啊！从第4天开始，好像每天晚上都会加强一下。那这玩意就是必需品了。当 BOSS 带有抵抗几率的时候，命中无疑增加了自己这边的战斗力。就是不知道这个玻璃还有零件通过哪里得到。似乎看出了赵毅的想法，旁边的中年男子道：玻璃可以通过我这里购买，这属于基础工程学的东西。但是另外的零件，你只能从废弃广场那里获得了。废弃广场？赵毅展开了自己的地图，然后递给了中年男子看。就在这里。中年男子指了指地图上的一个位置，在距离罗景镇再往北大概4公里的地方，就能看到废弃广场了。不过你们要小心一点，那边有很多奇怪的机器人。奇怪的机器人？看来这又是一条有用的信息。第113章马车。这里应该依然还是一个类似副本的存在，就是不知道难度如何，改天还是要去看看的。赵毅之后又看了看其他的几个工程用品，初级的东西能用的不多，但是大部分中高级的东西都非常好用，比如火箭鞋、魔法反射装甲、冰霜防御结界。但是这些东西都需要中级乃至高级的工程学才行，不是自己这边能够学会的。而且不光如此，这些东西的材料自己一样没有。看来工程学的路要一步一步的慢慢走才行。你知道这个东西去哪里交吗？赵毅掏出了一只狗头，问着中年男子。中年男子和这个狗头两狗对视了下，摸了摸下巴道：这玩意好像是狗头人国王。是的，就是他。你拿去城镇中心去，问问镇长他们。听到中年男子这么说了，赵毅将狗头收了起来，随后告别这个中年男子，向着城镇中心走去。城镇中间有个比较大的房子，赵毅走进里面，果然看到里面有个戴着帽子、穿着长衫的镇长人物。你好，你们有什么需要吗？镇长看着赵毅问道。赵毅拿出了自己的狗头，递给了镇长。这个东西是交给你们的吗？镇长看到狗头大惊失色，这个你们是怎么拿到的？怎么拿到的？我们杀了狗头人国王爆出来的。镇长看了看狗头，又看了看赵毅，笑了笑，虽然不知道爆出来是什么意思，但应该是你们将狗头人击杀的吧？是的，赵毅回答道。镇长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两位勇士，感谢你们替盟军方面击杀了这个狗头人，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接下来镇长就接连不断的讲着狗头人国王的故事。原来古堡是盟军中矮人的前哨基地，在矮人国王古堡巡视的时候，狗头人国王仿佛受到了什么指引，带领着自己的手下不断的攻击着古堡。矮人国王带领着自己的将士奋战，但最终还是死在了狗头人国王的手中。他的不甘心和怨气化作幽灵，誓死依然守卫着那个古堡。凡是进去的旅人都被矮人国王给杀了，但是今天这个狗头人国王终于被人给杀了，古堡从此恢复了正常。镇长激动地看着赵毅和赵兴两个人，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罗景镇的朋友了。叮咚龙国代表者在玄凤帝国的声望获得提高，目前为止20150，声望达到友善。目前龙国代表者在玄凤帝国可以畅通无阻，不再受到限制。听到游戏的播报，赵毅知道
以后自己这边赵岸红等人将不再受到阻扰了。但只有这个好处可不行。赵毅2只手指放在一起搓了搓，帮你们解决了这个大麻烦，没有什么奖励吗？镇长笑了笑，从身后拿出一个袋子道：“这里有200个金币，就当我奖励你们的。真抠门就给200个金币，但是不要白不要。”拿完钱，赵毅这边就准备跑路了。这时，身后的镇长叫住了他：“年轻人，你这么厉害，帮我们一个忙呗。”“什么忙？”“最近在城镇外面经常看到不死生物，我怀疑黑暗公会那边有新的动作，能帮我去调查吗？”“不死生物？难道说的是赵岸红他们？”赵毅好奇地问道。“不是你的部下，而是黑暗公会的成员，他们虽然是人类，却执着于黑暗魔法的使用。”镇长解释着。这个城镇经常遭受黑暗公会的骚扰，操控不死生物是他们的拿手绝活之一。赵毅点了点头，反正自己没啥事情做，那就做下这个任务吧。行了，我到时候帮你去看看，地址发我。地址已经在你的地图显示了，无论调查什么结果，你都要回来告诉我。告别了镇长，赵毅来到了城镇外面。赵岸红等人看到赵毅出来后聚集了过来。赵毅打开地图一看，之前镇长委托要调查的地点果然已经显示在了地图上面。在距离罗锦镇向西几公里的地方有个农场，似乎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领主大人，你看那边还有马车。赵兴兴奋地喊道。马车？赵毅向着赵兴手指的地方看过去，果然看到了一个贩卖马车的商贩。看到赵毅等人过来，这个商人热情地说了起来：“各位是来看车的吗？我这里什么车都有，品种都有，证件齐全。”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一幕笑了起来，因为这个末日游戏系统太搞了。这些是马车不假，但是在马车的脑袋上还有标志，像蓝星上的什么 BMW 啊、奔驰啊、大众啊，这些标志都有。尼玛，我居然还看到了50的牌子。50？这辆马车绝对耐操，买布加迪的马车呀，绝对跑得最快。赵毅给看乐了，笑着问道：“你这个马车脑袋上都有啥讲究啊？”马车商贩指了指一匹马车道：“这个是 BMW 的马车，讲究的就是驾乘舒适，能够同时容纳8个人，采用的是风系铭文雕刻，避震能力极强，在野外如履平地。就是马匹吃的比较多，号称马老虎，售价在328个金币。那另一个呢？”赵毅指了指旁边的马车，上面有一个奔驰标志。这个是奔驰的马车，讲究的是驾驶体验，让人尽享驾驶的乐趣。全车能坐8个人，采用的风系和土系双铭文雕刻，避震方面确实不如 BMW， 但是在路感上面绝对领先。吃的方面跟 BMW 一样，售价在328个金币。赵毅点开马车的介绍看了下，乘坐马车能够加快移动速度300%，而且越高级的马车似乎加的越多。如果去距离远的地方确实好用，本来需要3个小时的路程，如果用马车赶路就只要1个小时了。那你看看我100个金币能买啥用？马车老板走到了自己马车的最后一个道，这辆马车是50牌子，乘坐舒适，操控感强，避震感软，这些统统没有，但是耐操。第114章调查事件。看到这一幕，龙国的观众乐了。我去，还真有神车啊！买一辆，这个不买就对不起自己了。50永远地神，那天他在过弯的时候超过我了，他的车后备箱上挂满了各种车的标志。卖马车的人指了指这辆50马车道，但是能凑合用，平时随便喂点啥，这些马都吃，不挑食。售价在130个金币。赵毅想了下，还真的决定买一辆，因为随着地图的不断扩张，自己这边的移动速度显然不够了。如果每晚都要赶回来，自己的时间将会浪费在路上，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而一辆50的马车就能提高自己这边300%的移动速度，无论是跑路还是追击啥的，都非常的有用。但是赵毅这边没办法买得太好，自己的钱不够，只能买50的。而且这玩意除了舒适度不一样，速度是一样，没必要买得太好。想了下，赵毅道：“能便宜点吗？”“可以啊。”卖马车的人将赵毅等人带到了另一片地方。这个地方有一辆非常破旧的马车，前面的马匹都快老死了，此时正喘着粗气呢。赵毅真怀疑这辆马车能跑得起来吗？这辆二手奥拓除了喇叭不响，哪里都响，已经快到报废年限了。你要的话，我50金币卖给你。我还是要那辆50的马车吧。至于二手奥拓这玩意，赵毅怀疑自己可能还没有开到家呢，就报废了。付了130个金币后，赵毅的背包里多了一根马车的缰绳。马车的缰绳，简介：使用后能够召唤一辆马车出来，马车最大提供8人乘坐，移动速度增加300%，马车无法在战斗中使用，脱离战斗后5秒可以召唤。看来这个游戏的设定还是很强的。为了避免有人乘坐马车逃跑，游戏系统增加了战斗中无法使用的限制。如果自己这边乘坐马车被攻击，那也算被动进入战斗状态，所以这个马车只能用于平时赶路，就别想着乘坐马车跑了。好了，大家带你们去兜风。赵毅点击了马车的缰绳，
一辆马脑袋上绑着50标志的马车从远方跑了过来，停稳在了赵毅的面前。我去，我还是第一次坐马车。赵鑫兴奋地说着，同时上下打量着这辆马车。外貌上跟那些 BMW 差不多，主要还是内饰上不同。赵毅站在马车旁边打开地图，现在时间还早，自己这边有了马车以后赶路都快了。那就先去做任务吧。打定主意以后，赵光义等人就坐上了马车。这辆马车由赵鑫驾驶，朝着镇长之前委托的庄园飞驰而去。我去，这辆车还开得挺快啊，就是有点颠簸。赵毅感叹了下，随后又发现了一点不对劲的地方。赵鑫赶着马车，赵飘作为阿飘，不知道性别不算，那就只剩下几个男人坐在马车里大眼瞪小眼。赵毅决定下次还是让赵鑫坐进来吧，至少还能颠簸中养养眼。这全是大男人，有点尴尬。赵毅左边坐着赵光义，右边坐着赵岸红，两个像塔一样高大的男子将赵毅护在中间，左右为难。没过多久，颠簸的马车总算停了下来。领主大人，我们到了地图上的位置。赵鑫从外面探头进来说道。所有人都下马车。几个人下马车后，赵毅将马车取消了，随后带着人向着农场走去。地里的农田种着庄稼，有玉米和土豆。真他娘的晦气，又是玉米和土豆，这玩意赵毅都吃吐了。不远处几个农民似乎精神状态不太好，此时正悠悠地看着赵毅这边一伙。走吧，随便看看。赵毅也不知道调查什么，就当随便逛逛了。这个时候，庄园的农场主走了过来。几位大人，是有什么事情吗？庄园主脸上深陷进去，一看就像纵欲过度的样子。我是来调查你们这边的情况的。你们这最近有没有黑暗公会的身影啊？黑暗公会？庄园主摸了摸自己的下巴，随后说道，没有，最近连个人影都没有过来过，更别说黑暗公会了。行了，那我四处看看吧。见到赵毅这么说了，庄园主不再说什么，回到了自己的庄园之中。赵毅四处走着，这个地方除了安静一点，好像没啥其他情况。不远处的农民依然在种着地。龙国直播间中，3个解说抱着胸聊了起来。这个地方不知道有啥特殊的，难道只是一个过场？小甜甜好奇地问道。张大帅回道，一般来说，调查都是相关任务的前置任务，那如何做后续任务啊？小甜甜问道。张大帅摇了摇头，这个谁知道啊？可能需要触发一些特别的条件，看我们代表者能不能找到这次需要调查的信息。赵毅四周观望了下，随后问到系统，系统，这个任务有什么问题吗？系统现在开始分析，此任务有2条分支，其中一条回去复命此处没有任何意外，但是再过几天后，罗景镇就会被黑暗公会攻占，全镇的人都将死亡，罗景镇将会成为黑暗公会的势力范围。但是如果宿主调查农场主庄园的话，会触发黑暗公会的阴谋新的任务后续，这是第2条路线。赵毅听完点了点头，无论将哪种调查任务反馈回去，都算完成任务，但是不同的走向将会改变这个游戏世界。罗景镇很有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个任务而荡然无存，各个国家代表者的表现将会改变这个游戏世界的走向。光从任务来看，无疑是揭露黑暗公会的阴谋更加困难，但同时奖励应该也是最好的。领主大人，我们要回去了吗？赵鑫站在赵毅旁边问道。他以为自己的领主站在原地在发呆。去农场主庄园看看。赵毅说完带头走着，身后跟着赵岸红和赵光义等人。农场主看到几个人走了过来，显得有些慌张，急忙让自己的家丁挡住他们。第115章，老子有系统。你们干什么？这里是我的庄园，你们不能进来。农场主和他的打手们将庄园的入口给挡住，不让赵毅等人进去。赵毅站在前面道，我奉镇长之命前来调查黑暗公会，这个庄园我查定了，你如果阻挡我们，就说明你这个庄园有问题。这农场主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办了。这话丝毫没有什么问题啊，他是代表镇长过来调查的。但是农场主依然站在庄园的跟前，不让赵毅等人进去。不行，这是我的庄园，不许任何人进去。看来只能硬闯了。赵毅看了下农场主旁边的几个打手，看看他们的属性究竟如何。姓名：农场主打手，种族：人族，生命值650，攻击力33-56，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0，1.0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壮胆，当周围的人超过5个的时候护甲加2，天赋胆小，当血量低于 50% 的时候就会失去作战能力。简介：别看人高马大，但是胆子挺小的。赵毅看到这个属性并不在意，虽然生命只有600多，但按照天赋来看只有300多而已。当血量低于300的时候，那就不用打了。护甲类型还是轻甲，
自己这边赵兴几剑下去就能将他们清理干净。别管这些人，进去看看。是，无主。赵光义和赵岸红顶着农场主的打手就走了进去，赵毅跟在了后面。农场主的庄园里有一股似有非有的香味，这个香味不是来自植物和花瓣的，更像是人身上的味道。你们居然私闯我的宅院，给我拿下他们！身边的7、8个农场主打手人物变成了可以攻击的状态，他们举着手中的武器就冲了过来。叮咚，赵毅在玄凤帝国的声望降低50点，目前为止150点。听到这个游戏播报，龙国直播间的观众十分的不解，这庄园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我们代表者哪怕降低声望都要进去？认真看就行了，我们代表者现在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吗？就是不要用你那核桃人一般的脑瓜子想这么复杂的事情，小心超频短路。经过了这几天的事情，龙国直播间的观众早就知道了赵毅的牛逼之处，再加上龙国全员之前提高了智商，所以大部分人虽然不是很理解，但他们知道赵毅这么做一定是有目的的。看着奔过来的农场主打手，赵毅大声道：“挡住他们！”是，领主大人。赵兴抬手就是一轮箭矢飞了出去。-66、71、59。农场主的打手每个人头上开始飘着红色的伤害数字，穿刺攻击打轻甲将会有额外的加成。赵光义举起自己的锤子，对准一个冲过来的农场主打手就是一下，巨大的铁锤打在农场主打手身上，发出骨头碎裂的声响。-207。被赵兴攻击2下的农场主打手在被攻击这一锤后，直接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了。虽然他的生命值还有不到一半，但此时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了。嗖嗖嗖，又是第2轮箭矢飞了出去。-68、70、69。这帮轻型护甲的护卫根本挡不住赵兴的攻击。几秒钟后，这帮人打手就趴在地上瑟瑟发抖了。虽然赵兴也被锤了几下，但是在赵牧的加械下，一会就加满了。庄园主看到自己跪倒在地上的农场主打手无可奈何，自己这边打手都拦不住，还有谁能拦得住呢？哟，是谁这么大的火气啊？这时，从农场主的庄园之中走出来一道倩影，身形优美，姿势绝美，身上穿着一缕轻纱一般，小白兔若隐若现。这一幕看呆了龙国直播间的观众。这个女人充满着妖娆和诱惑的魅力，身形比赵修小一点，但是显得更加楚楚动人。我去，好漂亮的女人！这个女人不简单，我们代表者不惜闯庄园也要带我们一饱眼福。别忘了，我们代表者可是不喜欢女人的。农场主看到女人走出来，笑着跑了过去。宝贝，你怎么跑出来了？这里风大，你快进去。女人看着农场主，眼中闪过一丝寒光。你个废物，还不是因为你拦不住这些人。女人说完，一记手刀直接将农场主的脑袋给砍掉了。农场主无头的尸体缓缓地跌落在了地上，旁边的几个侍卫都愣住了，缩在地上更加不敢动弹。龙国直播间的观众被这个反差给吓懵了，这个女人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居然这么强，这不会又是一个赵修那样的人物吧？赵修掏心，他砍脑袋，漂亮的女人都这么狠吗？怕了，果然女人都是老虎啊！一击将一个200血的农场主给击杀了，赵光义也能办到。赵毅抬起头仔细看着眼前的女人，原来农场主的香味来自这个人。用系统自带的侦测功能看了下，这才发现这个女人居然是看不透的。姓名、种族、生命值、攻击力。龙国直播间的3个解说看到这一幕觉得有些稀奇，想不到还有在末日游戏系统中看不到的。小甜甜看完以后叹了口气，随后对着旁边的张大帅道：“这种情况一般是为什么呀？”张大帅想了下道：“一般来说，要么对手太强了，或者可能是剧情还没有到那块，在剧情发展之前看不到很正常。”小甜甜点了点头道：“那就是说，这个女人要么很厉害，要么是剧情关键人物，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具体的还是要看末日游戏是怎么设定的。”赵毅看到这个情况也略微诧异，但是不要紧，自己还有另一个东西。系统，给我看看这个女人的属性。第116章，黑暗魔女。好久没有启用这个系统功能了。游戏版本更新后，自己可以直接看到兵种属性，所以就没用过系统的介绍功能。没想到现在还有用武之地。姓名：黑暗魔女，分身。种族：人族。势力范围：黑暗公会。生命值：19999、19999。攻击力：400-566。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1.0， 1.0秒攻击一次。防御值6。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黑暗之剑，对一个目标发射一支黑暗之剑，减缓对方99的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同时造成500点伤害，持续5秒。个人技能：背刺，黑暗魔女瞬移到一个随机目标的身后，
对该目标造成攻击力 150% 的伤害。这段时间中，黑暗魔女变为不可选中状态。个人技能：黑暗之潮，原地蓄力3秒，随后以自身为中心发出一道圆形黑色火焰，被火焰击中者受到1000点伤害，范围为600码。天赋：黑暗之心，黑暗魔女在夜晚将会获得加强，所有技能效果提高 50%。简介：黑暗公会的魔女本身实力极为强悍，这不过是她的一道分身罢了。这倒是让赵毅震惊不已，想不到属性这么高的一个女的，居然是一道分身。那她的本尊在哪里？又是多强啊！不愧是黑暗公会的魔女，恐怕属于黑暗公会教主以下的第一人了吧？黑暗魔女仿佛自己被眼前的男子看透了一般，心里泛起一丝涟漪。她对于眼前的赵毅好奇了不少，迈开莲步，一步步的走近。赵兴张开弓箭瞄准着他，赵暗红和赵光义2个人护在身前。赵毅在脑海里在思考如何战胜眼前的敌人，所有技能都是攻击型的技能，虽然是单体攻击，但更加突出了他的暗杀能力。如果被他攻击到了，赵毅自己说不定会被他秒杀了。系统能够击败他吗？叮咚，根据计算，双方如果展开攻击，那么宿主只有卖队友一条路可以选择，将赵光义顶在前面吸引仇恨，其他人撤退。看来确实打不过呀。不过宿主不必担心，这些只是任务的一部分。原来如此，难怪会突然出现这么强的对手的时候，神级提示系统没有提示自己呢。原来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最终不一定会和他交手。这就证明自己为什么看不到魔女的数据。黑暗魔女最终停在了众人机米前，笑盈盈说道：“既然你们已经发现了我的秘密，那就请你们去死吧。”黑暗魔女的纤纤玉手轻轻挥了一挥，不远处趴在地上的瑟瑟发抖的几个农场主打手，还有农田的农民痛苦嚎叫着。他们扯开自己的脸皮，露出了里面的血肉。这一幕吓坏了龙国直播间的吃瓜群众。我就很好奇，这样撕扯自己的脸不疼吗？疼不疼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个直播变成了恐怖直播了。赵毅看着远方正在慢慢蜕变的人类，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种全新的物种。这就是黑暗魔法吗？姓名：不死鬼，种族：不死族，势力范围：黑暗公会，生命值999，攻击力40-56，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0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腐化，被不死鬼攻击到的目标会减少2点护甲，不可叠加，此效果为1。天赋无。简介：本来是人类，但是被黑暗魔法变成了不死生物。这帮不死鬼数量大概7、8只。赵毅急忙在身前放下了毒蛇陷阱，刚放完第一个的时候，身边由农场主打手变成的不死鬼就扑了过来。赵光义对着一个不死鬼就是一锤，负210。紧接着又是对另一个不死鬼一锤。他作为坦克，需要吸引更多怪物的仇恨，这一锤就能让这些怪物仇恨攻击着自己，给其他人攻击的机会。赵兴想要张开弓箭射箭，但是被赵毅拦了下来。根据仇恨机制，如果赵兴射箭的话，他的分裂箭会攻击那些没有被攻击到的不死鬼，到时候这些不死鬼就会疯了一样冲向他。赵光义拉怪，其他人一个个解决。是，领主大人。这些怪物并不强，所以赵毅这边并不急。赵光义3000多的血量挡住这些几十点攻击力的家伙，再容易不过了。更何况自己身后还有赵牧在加血呢。随着众人的攻击，一个个不死鬼倒了下来。赵毅的经验值在不断的增加，这些不死怪物确实是一个刷经验的好去处。当把附近的几个不死鬼处理掉后，不远处农田里跑出来的不死鬼又到了。他们刚好踩到了赵毅之前布置的陷阱，3条蛇钻了出来，拦住3只不死鬼。剩下的不死鬼被赵毅和赵光义等人攻击着。啪啪啪！不远处的黑暗魔女看到这个场景鼓了鼓掌，非常不错，你们居然把我的随从都给杀了。赵毅带着人回头盯着黑暗魔女，在赵暗红的光环作用下，被不死鬼打掉的血量正在缓慢恢复着。但是你们把我的仆人杀了，我可如何继续我的下一步动作？你的下一步动作是什么？赵毅问道。按照系统的尿性来说，这个下一步动作就是接下来的任务了吧？果然，黑暗魔女缓缓说道，我本来培养这些死尸，就是让他们进入罗景镇进行黑暗召唤，让黑暗公会的邪能能够进入罗景镇中大杀四方。但是你们却把他们全杀了。黑暗魔女说着，狠狠地瞪着赵毅一伙。女人果然不讲道理。赵毅有些纳闷，不是你先对我们攻击，我们至于还击吗？赵毅道，那你想怎么样？第117章遇袭。很简单，你们替我召唤邪能，要不然我就把你们全部在这里都杀了。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触发隐藏任务，选择召唤邪能将会接到新任务，召唤邪能
同时黑暗公会声望提高100。如果选择不召唤邪能，将会触发特别挑战——黑暗魔女的分身。龙国直播间，3个解说看到这里倒吸一口凉气。张大帅摇了摇头道：“本来还指望我们代表者能触发隐藏任务呢，没想到却是黑暗公会的任务。”小甜甜好奇道：“是不是我们代表者召唤邪能以后，将会在罗景镇声望降低？”另一个张教授接话道：“我觉得可能不光是罗景镇的问题，召唤邪能势必会造成罗景镇毁灭，到时候赵毅的声望将会在整个玄凤帝国中受损。”听了张教授的话，众人开始对赵毅开始担心了起来。那如果我们选择不召唤邪能呢？触发特别的挑战呢？小甜甜问道。那就不晓得了，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这个魔女分身的属性，估计选完了以后才能看到的吧。张大帅回道。看我们龙国的代表者怎么选择吧。3个人仔细地盯着屏幕，这将是影响之后发展的选项，同时这也将影响龙国的生死存亡。看不到黑暗魔女的属性，如果是以前的赵毅，说不定真的选择不召唤邪能而选择拼一把，但是现在他看到黑暗魔女的属性后，就知道了拼一把是不可能的。黑暗魔女任何一个技能打在赵毅的身上，都能将他弄死，这实在过于危险。虽然自己死一次应该就中断了这次任务，但是死亡的惩罚过于重大，赵毅并不想让自己身后的国家来承担这次后果。赵毅看着眼前的黑暗魔女道：“行，我就帮助你这次。”叮咚龙国代表者接取了邪能召唤任务。在赵毅接受了这个任务的时候，龙国直播间的观众都能看到魔女属性了。我去，这个黑暗魔女这么强，还好刚才没有跟她打呀。是啊，哪怕是一发黑暗之剑打在赵毅身上都得死。不光如此，如果赵毅的士兵都死了的话，那今天晚上的防守必将失败。虽然赵毅的营地还有几个士兵，但是能不能守住晚上的进攻就不一定了。看到这里，所有人都庆幸刚才赵毅的选择，但是我必须要一点好处才行。赵毅说道。黑暗魔女妩媚地笑了下，声音犹如银铃一般：“跟我谈条件，让人佩服你的勇气。但谁让我喜欢你呢？就给你点好东西吧。”叮咚龙国代表者获得道具极火矿 X5。极火矿？赵毅眼睛瞪大，这玩意不是制造鹰角弓需要的东西吗？打开背包看了下，果然在背包里有了5个极火矿，这居然是真的。黑暗魔女笑呵呵道：“我知道你想要什么，这5个极火矿算作我给你的定金。等你完成了我交给你的任务，我再送你2个鹰角。鹰角同样是鹰角弓需要的材料之一。”这样的话，赵毅就集齐了所有的鹰角弓材料。那就多谢黑暗魔女了。赵毅道谢道：“不管自己会不会召唤所谓的邪能，反正东西已经拿到了，到时候把召唤的道具给丢了，拍拍屁股走人就行了。”黑暗魔女自然不会这么傻，纤纤玉手向着赵无一挥，一道枷锁锁在了赵毅的脖子上。这个是黑暗魔法制作而成的枷锁，全天下没几个人能解除。3天后，你如果将邪能召唤出来，我就帮你将它解除；如果不能，那你就去死吧。赵毅试着拿下脖子上的枷锁，枷锁却消失不见了。这道由黑暗魔力制造而成的枷锁，显然不是自己能够拿下来的。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哦。黑暗魔女说完，给赵毅一个飞吻，随后整个人消失不见了。赵毅点开自己的属性栏，果然在状态上看到了这个黑暗枷锁的印记。黑暗枷锁，一道由黑暗魔力组成的枷锁，在时间到了以后，或者施法者引爆后，对目标造成9999点真实伤害。这个伤害不被任何护甲、魔法抗性、魔免等影响，剩余时间2天23小时59分31秒。9999点伤害，就算是赵光义都够死2回多的了。这可怎么办啊？龙国直播间中的观众看到这一幕，显得头大。完了完了，看来我们代表者必须召唤邪能了。召唤邪能肯定会降低人类帝国这边的声望啊。是啊，说不定工程学都白学了。赵毅同样有点纳闷，本来自己只想骗点东西，没想到被打上了印记。系统，这怎么处理？叮咚宿主可以前往罗景镇光明神教所在地寻求帮助。罗景镇吗？只要有办法解决就不急了。在这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了，自己得赶紧回去了。至于罗景镇的光明神教那边，自己可以第2天再去，反正时间上完全够了。想到这里，赵毅让几个人坐上了马车。这次赵毅没有选择进入车厢，而是选择在外面和赵兴赶着马车。领主大人，刚才我们为什么不跟那个人拼了？赵毅看了看赵兴道：“我们打不过那个人，至少暂时打不过。如果要打的话，你们现在可能会死掉好几个。”赵兴抿了抿嘴唇，显得有些委屈：“都怪我们几个不够强，不能保护领主大人。”没事，有句古话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赵毅安慰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赵兴食指抵着自己的下巴，他不是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看了看自己领主大人，似乎并不在意，他就知道赵毅有办法解决眼前的事情。自己的领主真是神奇，似乎没有能让他感到害怕的事情。
普通人脖子上套个枷锁，恐怕已经吓死了吧。这时，不远处的空中突然飞来一阵箭雨，打在了马车上。有人！因为进入战斗状态，马车原地消失，车厢里的众人出现在了地上。第118章偶遇其他国家代表者。赵毅和自己的士兵立在原地形成一个圈，中间是赵毅和赵兴。他们小心地看着四周。赵毅朝着刚才箭雨的方向一看，居然有10几个骷髅在那里动都不动。此时他们手里拿着弓箭，正在朝着这边看来。骷髅？赵毅有些纳闷，今天的游荡怪物不是这些东西啊。领主大人，我们要怎么做？赵兴问道。等等看。赵毅现在拿不定主意，他不知道这个是这个世界的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代表者。如果是其他国家的代表者，万一是误会怎么办？毕竟不是所有的国家代表者都是跟阿三国一样的，也有跟巴铁国一样的代表者。此时自己这边已经看到了这些骷髅的属性：姓名骷髅射手，种族黑暗，生命值275275，魔法值2/2，每秒恢复1点，攻击力12-14，攻击范围575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0.4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狂热，每秒恢复2点血量，移动速度加成20%，个人技能火箭，消耗1点魔力，攻击附带火焰伤害，对目标造成额外的32点伤害。天赋黑暗，晚上的时候将会变得更强。造价总造价105金币，1人口，包括升级费用。简介虽然很瘦弱，但是跑得快啊。这些骷髅虽然血少攻低，但是附带火焰伤害挺麻烦的，还有就是攻速和移速极快，或许比赵兴还要快上不少。边上的骷髅突然出现了一道人影，赵毅知道了这个人是谁，是一个已经被死亡通报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代表者是沙中之国的代表者。沙中之国的代表者看了看赵毅，随后就准备发动进攻。按照末日游戏的版本更新，被末日游戏操控的国家代表者只要看到其他国家的代表者都会发动攻击。通过末日系统计算，他们其实打不过赵毅这边的，但是他们还是想试上一试。因为是人都会有判断失误，他们想要试试赵毅会不会出现什么纰漏，到时候这边自己就可以利用他的判断失误展开攻击。目前来说，沙中之国的唯一优势就是全部远程，另一点就是高攻速和高移动速度，完全可以风筝打法。我去，这个不是 AI 代打的沙中之国代表者吗？怎么会在这里遇到？这可怎么办？AI 代打的算法和计算都是最优的，我们国家代表者能打过吗？就算能打过，死掉一点士兵也挺麻烦的。建议印记标记沙中之国的代表者，他是会前行的单位。赵毅抬手就在沙中之国的代表者头上标记了下，一个红色的箭头指着沙中之国代表者的存在。等下，先解决掉这个沙中之国的代表者。赵毅说道。明白，领主大人。看到自己被标记了，沙中之国的代表者微微一愣，随后开始操控自己这边的骷髅，开始分散包围。他知道赵兴的攻击是散射，对付这种骷髅射手再容易不过，但是散射是需要范围的，只要不站在一起，就会减少被攻击的可能。赵毅第一次感觉到了与末日游戏生物对抗的不同。末日游戏中的生物，只要依靠它的规则就能轻松应对，但是面对其他代表者就不一样了，他们是有自己的思维的。好在这些骷髅的攻击射程只有575，比赵兴少了一点点，要不然自己这边说不定会被无限风筝而死。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可能了，只要弓箭手打在自己任何人身上，最中间的赵兴都能进行还击。缺点也很明显，没有人能单独行动，哪怕是赵光义都不行，移动速度不够，只会被无限的风筝而死。外围的骷髅步伐一致，将赵毅等人团团包围，但是不敢轻举妄动。赵兴拉开弓箭四周看着，只要有任何一个骷髅进入他的射程范围内，立刻就是一阵箭雨还击。其实这帮骷髅射手的攻击力不低，10几个骷髅射手都用火箭的话，0.4秒就能打出320点的伤害。4轮下去，赵暗红就会死在地上。而且4轮攻击仅仅不过是 1.6 秒的时间，这段时间赵兴只能反击2次，看起来十分棘手啊。我咋感觉我们代表者这边被包围了呢？是啊，我们代表者朝左边走，他们就朝左边走，我们朝右走，他们也朝右走。这样的话，稍微有个人脱离了范围，岂不是瞬间就会被骷髅弓手集火攻击？赵毅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并不想被动接招，而是选择主动出击。沙中之国代表者一定不会像骷髅那样拥有快移速，那就从这个人开始下手吧。所有人朝着沙中之国代表者进攻。是，领主大人。拥有赵暗红的移动速度，赵毅这边将会速度快上很多。一帮人开始以赵兴和赵毅为中心，
朝着沙中之国代表者冲去。这倒是让沙中之国代表者略微诧异了下，这倒是超过了他的预测。本来自己这边想要依靠长手打短手的优势打游击战的，自己这边只要控制好骷髅，对方稍微一个走位失误就是一轮箭雨。而且自己这边士兵的移动速度很快，无论对方想要追击还是逃跑，都会被牢牢地控制在骷髅弓手组成的包围圈中。几轮下去，除了赵兴以外，所有人都会被火箭给耗死。但是没想到对面直接冲着自己这边来，还好自己作为追影者是能隐身的单位，能够隐身规避掉对面的伤害。虽然他是 AI 操控，但也不知道赵毅的技能信息。如果赵毅不是有系统提醒，也不会知道这个代表者会是一个前行单位。沙中之国代表者弯着腰，渐渐隐去了身形，但是脑袋上的印记依然挂着，他依然会被赵毅等人看到。沙中之国一瞬间就明白了这个情况，经过系统计算，他现在是没办法跑了。第119章首杀。本来想要耗死赵毅的局一下就被破了，而且自己这边反而陷入了僵局。骷髅弓手虽然跑得快，但是没办法拦住他们。在赵毅这边不暴露前，他们是没办法发动攻击的。现在只能极限1换1了，自己就算死也要让拉上龙国代表者作为垫背的。沙中之国代表者开着疾风步朝着赵毅奔去，这个技能效果就是将速度达到最大值，并且可以躲避物理攻击，持续3秒。3秒钟足够自己来到赵毅的面前了。在沙中之国代表者动的同时，那群10几个骷髅开始朝着中间包围，他们要以自己的死来换赵毅的死。赵毅总共只有540的生命值，自己这边如果不考虑赵毅护甲的情况下，仅仅只需要 0.8 秒就可以把他干掉。就算赵毅有护甲，那也最多再多一轮骑射，3轮攻击 1.2 秒的时间足够了，却能打出800点伤害。而这段时间赵兴却只能攻击2次，更何况还有沙中之国代表者补伤害呢。赵兴向北走，赵光义和赵飘挡住沙中之国代表者，其他人跟我朝南走。赵毅知道自己这边挡不住骷髅射手骑射的，因为骷髅射手的攻速和移速太快了，击杀自己过于容易。虽然这些骷髅事后会被赵兴给杀掉，但是他们明显就是要鱼死网破，不在乎了。而自己这边应对这种情况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分开走。赵兴朝北走，至少会有一半的骷髅射手追击中会进入他的射程。想要继续追击赵毅，就得被赵兴攻击。赵兴的攻击力加上散射，这帮骷髅没有一个冲得过去。自己朝南走，虽然依然会被南边的骷髅射手击中，但只有区6、7个骷髅射手而已，想要击杀自己还是很困难的。沙中之国头皮发麻，但也只能硬上了，只能祈祷龙国代表者能够操作失误一点。他朝着赵毅突进，身上直接被套了一个干扰，移动速度降低了 20%。北面的骷髅朝着南边的赵毅冲过去，瞬间被赵兴的箭雨所覆盖，一轮轮的攻击打在骷髅射手的身上。-77、75、69，各种伤害在骷髅们头上跳动着，被赵兴作为主目标的骷髅直接一半的血没了。随后这帮骷髅觉得冲不过去了，对着赵兴展开攻击，两边展开对射。赵兴第2轮箭雨直接将主目标的骷髅给击杀了，剩下的5个骷髅也将赵兴的血量轰得只剩下100多点，但是紧接着赵牧的一个远程加血给抬到了300多，加250。虽然加了一点血量，但是赵兴依然还危险。此时几支火箭被赵毅的闪避给躲掉了，这才造成赵兴这边有完整的优势。而此时骷髅射手本来只有2点的魔力早就用完了，就连恢复的1点也用掉了，所以这些骷髅只能用普通攻击打在赵兴身上，这点伤害赵兴还是能承受住的。一个个骷髅在赵兴的高攻击力中倒下，第4轮攻击打出来后，所有的骷髅射手都死了，赵兴自己也只剩下不到100点血，要不是赵牧的加血，恐怕他已经倒在地上了。沙中之国的代表者冲向赵毅，但是速度被减弱了，但依然快上不少。赵光义使用圣光之锤，赵毅说着，一发冰冻剑打在了沙中之国代表者身上。这个移动速度的减少可比赵飘的干扰强多了。开着疾风步的沙中之国代表者被后面的赵光义追上，直接一个巨大的光锤打在了身上。-400，一下减少400多点的血量，沙中之国代表者只剩下了不到100多点的血，被追上来的赵光义一个巨锤普通击翻在地。-208，叮咚龙国代表者击杀了沙中之国代表者 ，AI 代打。叮咚龙国代表者击杀了沙中之国代表者 ，AI 代打。叮咚龙国代表者击杀了沙中之国代表者 ，AI 代打。3连的全球通告宣示着赵毅拿下了这个游戏的第1次代表者对代表者之间的首杀。叮咚龙国代表者赵毅获得首杀，奖励特别天赋反击。反击！赵毅来不及看反击天赋是什么，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此时北边的骷髅弓手正不断的远距离攻击他，火箭不停的打在他的身上。还好赵毅护甲够高，足足有10点，加上特有的国王护甲能够挡住大量的伤害。虽然血量比赵兴差了一点，
但是能够承受的伤害绝对比赵兴要多上很多。此时赵毅看着赵兴那边解决好了，自己又朝着北面跑去。这几个骷髅目前有3个选择，继续留在原地攻击赵岸红，或者追击赵毅，最后一个就是撤退了。但是追击赵毅的话，就会被原地等待的赵岸红和赵牧攻击到，而且不一定能杀掉赵毅。但是攻击赵岸红的话，就会被赶过来的赵兴给杀了。所以最后剩下的5个骷髅最终选择了撤退。自己这边代表者都死了，又死了1半多的骷髅，仅剩的他们必须赶回去准备晚上的防守。看着不远处的骷髅跑了，赵毅没有选择进行追击。一来是因为晚上的防守时间要到了，自己必须赶回去；二来是这些骷髅跑得很快，自己根本追不上。当然，最主要的是神级提示系统已经告诉自己了，沙中之国仅剩的几个骷髅根本守不住今晚的袭击。这场攻击前后不超过10秒就分出了胜负，这让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得一愣一愣的。好家伙，这战场真是瞬息万变啊！我还没看明白呢，胜负就出来了。是啊，当我以为沙中之国代表者有优势的时候，被我们龙国代表者反转了。我们龙国代表者反应好快啊，根据战场不同想出了不同的策略。龙国代表者的操作让所有人震惊。虽然两边的兵力肯定是龙国代表者高，但是反应和判断非常惊人。赵毅和众人没有在这停歇，召唤出了马车，继续向着自己的营地赶去。路上，赵毅点开了自己的天赋栏，想要看看自己奖励的天赋如何。第120章，打造护甲。姓名：赵毅，代表国家：龙国，职业：追猎者，生命值540，体力值76115，经验值 LV835458441，食物90120，饮水66120，攻击力40-41，攻击范围600游戏距离，攻击类型混乱，暴击几率13%，暴击伤害150%，攻击速度1.35秒攻击一次，防御值10，防御类型国王，个人技能致命一剑 LV1， 毒蛇陷阱 LV2， 人形追踪 LV1， 灵猴守护 LV1。 天赋坚毅，洞察之眼，圣击，反击，属性点0点。天赋中果然多了一个反击。反击，自己在受到任何目标攻击的时候，都有 5% 的几率进行反击，对目标造成 100% 的攻击力伤害。赵毅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这个天赋还是挺不错的。自己这边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些骷髅射手射自己，自己还能对他们造成额外的反击伤害。只不过这个几率有点低啊。不知不觉中，赵毅的马车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营地。木质围墙上正在巡逻的几个小鬼看到赵毅回来，急忙让人打开了木质城门。赵毅和赵兴驾着马车回到了自己的营地之中。赵修已经在门口等着，看到赵毅急忙迎了上来，主人终于回来了，让我好担心啊，以后可一定要带着人家啊。再说吧。赵毅糊弄了下，赵修就点开了自己的物资一栏。今天没人去铁矿地开采，所以增长的只有木材10块等东西。木材 X700， 石块 X690， 茅草 X700， 金币 X174， 硬质甲壳 X10， 重油 X20， 肉块 X18， 皮革 X82， 兽筋 X35， 熊爪 X5， 铁矿 X274。 除了石块以外，剩下的东西都已经堆满了仓库，达到了上限。石块这边也差最后10点就能堆满了，看来自己这边需要建造一个新的仓库才行了。另一点就是肉块已经很少了，大量的农民还有士兵吃光了自己之前储存的肉块。明天开始可能要让一队士兵在附近进行狩猎才行，要不然吃都没办法吃了。虽然可以通过交易平台来购买，但是让赵毅宰别人还行，让别人宰自己那可是万万不行的。赵毅将自己的士兵安排休息或者巡逻后，自己就开始规划营地的安排。首先要建立的就是仓库。仓库自己目前有一个了，但是没有2级图纸，所以没办法升级。但是不要紧，自己这边2级的大本营还能再建立一个。叮咚，是否建立仓库？这将消耗木材 X100， 石块 X60， 绳索 X20。建造。赵毅的面前多了一个虚拟的仓库，随后赵毅将它安装在了仓库的旁边。有了一个新的仓库加入，赵毅现在最大的存储量是1200点。接下来要建造的就是将另一个兵营给升级了。目前来说，自己的人口再一次卡住了，就连今天早上发放的农民都没有接收到。叮咚，是否升级房屋为2级？这将消耗木材 X80， 金币 X100， 铁矿 X20， 石头 X100。升级完第2个房屋以后，赵毅的人口来到了47点。这时，赵毅的面前多了一个农民，这个是早上的时候卡住人口的农民，此时才算发放到赵毅的手中。精英弓箭手2人口，魅魔2人口，
14个农民14人口，3个工人3人口，赵岸红5人口，3个老兵3人口，赵光义7人口，牧师1人口，4个幽鬼4人口，总人口47/40。最后，赵毅准备建造一个农场出来，这个农场将解决自己16个人口吃饭的问题，能够减少一点食物损耗。叮咚，是否建造农场？这将消耗木材100，石头 x50，金钱 x50。建造。赵毅的面前多了农场的蓝图。这个农场的模型是4周麦田，然后中间一个房屋，需要的面积还挺大的。赵毅将它安置在了偏远的一块空地上，反正自己把这个峡谷给拦住了，土地要多少有多少，就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经过这个峡谷，如果来这个峡谷的话，就会被自己这边给阻挡了路线。不过不要紧，到时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行了。一个农场的诞生，至少自己这边农民和工人以后不用吃储存的肉块了，他们可以吃到农场产生的食物。为此，赵毅还将2个农民转换成了真正的农民，他们需要常住在农场之中，这样才能有持续的产出。所有的东西建造好了以后，赵毅就来到了铁匠铺前。我昨天委托你们打造的护甲打造好了吗？一个工匠擦了擦头上的汗水，从里面走出来。这个赵毅郁闷的，我就委托你们打造了一个护甲，咋感觉天天都在干活呢？见过领主大人，你要的护甲我们已经建造好了。工匠手中多了一件金属打造而成的护甲，这个就是厚重的护甲。龙国直播间中，观众们看到这个装备都十分的兴奋，这算是赵毅打造的第一个蓝色装备护甲吧。终于出来了，这样的话前排将会更强了。是啊，就是不知道我们代表者会给谁这件盔甲，反正无论给谁都不会给自己的，确实给自己只会变成累赘。赵毅满意的接过了这个护甲，想了下，决定将这个护甲送给圣光之主穿吧。自己穿就没必要了，因为自己不可能当前排使用的，而且这个盔甲还会减慢自己的攻击速度。而赵光义作为主坦，肯定需要这个东西。屋主，你找我？对，这个盔甲给你穿吧。赵光义接过赵毅手中的盔甲看了看，感谢屋主。赵光义接过盔甲以后，盔甲便消失了。赵毅看了下赵光义的属性，已经有了变化。第121章测试自动防御。姓名赵光义，种族人族，生命值3480，魔法值22/22，每秒恢复1点，攻击力280-32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1.1秒攻击1次，防御值8，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中等，个人技能圣光之锤，消耗20点魔力，用手中的圣光锤猛击对手，对敌方造成攻击力200%的伤害，同时晕眩3秒。个人技能圣盾，消耗20点魔力，开启圣盾防护，所有伤害减少50%，持续5秒，冷却4分钟。天赋圣光荣耀，队伍中的牧师恢复效果提高25%。简介：真正能拿得出手的单位，但是饭量极为惊人。看着赵光义的变化，赵毅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样的话，赵光义护甲技术8点了，按照这个世界的护甲减伤来计算，从一开始的15%的免伤提高到了32%的免伤，100点的伤害打在身上只有68点。如果这个攻击还是穿刺攻击的话，那就能达到46%的免伤效果。100点的伤害打在身上只能造成54点的伤害，这太肉了。随后赵毅就让赵光义下去休息了。对了，我这还有个图纸，帮我打造一下。赵毅将自己身上的嘲讽圣盾图纸递给了工匠。工匠拿着图纸看了下道，这个图纸稍微简单点，明天早上应该就能出来了。行，那我到时候过来拿。接下来就是等待着晚上的到来了。四周天空已经暗了下来，今天晚上就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怪物了。蓝星龙国，钱老来到了一个秘密的武器试验场地，他要看的就是龙科院根据系统奖励研发出来的能量自动防御立场，还有对应的超级能量核心。龙科院的院士拿出来一个犹如手表一样的东西，递给了钱老。这个是……钱老拿着手表好奇地看了下，虽然长得像手表，但根本不是。手表的中心是一块能量核心，采用的应该就是超级能量核心。而这个表腕用什么东西制成的不知道，但是应该只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这个就是根据末日游戏提供的资料研发的能量自动防御立场。自动防御？是的。龙科院的院士点了点头，随后说道，具体原理好像根据生物攻击特征还有武器资料共同设计的。当人类或者其他生物表达敌意的时候，这个自动防御立场就会出现预警的状态，但是不会启动。为了节省能源设计，只有当真正的遭受到了攻击，才会启动一个能将人体全部包裹住的能量防御立场，来阻挡一切武器的攻击。钱老点了点头，
这个设计应该是尽可能的将能源消耗降低到最低。这个超级能量核心的制造，还有能量防御力场的制造，如果被人捡走了，能够仿制出来吗？这是钱老最重要的问题。超级能量核心还有能量防御力场目前是蓝星唯一的产物，如果这个东西落入了敌人的手里，那是万万不行的。龙科院的院士回道，制作不出来，光是拿着这个能量防御力场根本没办法仿制，因为光是前置科技就不是蓝星目前水准能做出来的。有了这个回道，钱老就放心了。那让我看下这个能量防御力场如何启动的吗？可以。龙科院的院士拿起桌上的能量自动防御力场戴在了手腕上，这个手腕还有生物识别系统，别人拿着这个东西是没办法启动的。只看到龙科院的院士戴上以后，这个手表上浮现一层淡淡的光芒，这代表着生物识别系统已经启动了。那我们就试试。随时可以。龙科院的院士自信地说道。行，小李，给他一拳看看。钱老旁边的警卫微微一愣，随后就来到了龙科院的院士跟前。对于这个东西能不能防御住攻击，他还真的挺好奇的。天下真的有这么神奇的东西，能够对任何攻击做出防御反应？那我可就打了呀，打伤了不怪我。光看龙科院院士体型的话，其实挺瘦弱的，两只眼睛似乎很久没睡了，黑眼圈比较严重。但此时的他异常自信，这是他们龙科院的制作成果，他有信心。小李盯着眼前的人看了下，那就打肚子吧，反正都是自动防御，自己打哪里都一样。嗖的一声，小李一拳就挥了出去，他的出拳很快，本身承担钱老的警卫实力就过人。这一拳，小李有信心直接将眼前的这个人干趴下。只听砰的一声，龙科院的院士站在原地，什么事都没有。小李反而抱着自己的拳头，疼得上蹿下跳。这种感觉就像自己全力打出了一拳，这一拳仿佛打在了水泥上，想想就挺疼的。钱老看在眼里，震惊不已。就在拳头快要打在龙科院院士的时候，他的表面似乎出现了一层屏障，这个屏障能够将龙科院院士包围，小李的拳头就是打在了上面。有意思，直接用枪吧，这样能够知道这个防御力场的厉害。龙科院院士建议着。钱老摇了摇头，自己知道这个防御力场如何启动就算了，不能让枪口对准自己人。对了，这个自动防御力场能够抵挡什么样的攻击？龙科院的院士回道，机枪扫射几个小时没有任何问题， RPG、手雷、电磁步枪等武器都无法穿透，但是会根据武器的强弱消耗能源，在能源耗尽之前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钱老听了以后继续问道，这些都是热武器，那其他的武器呢？比如毒气、生化武器之类的，对付这些玩意也可以。这个东西还能侦测周围的环境能不能适合人体，如果不能的话，依然会开启自动防御力场。防御力自带空气净化、温度控制、漂浮等等一系列作用。针对这个防御力场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其实龙科院早就有了上千字的研究。第122章贪玩月郎。钱老问道，这个自动防御力场我们总共研发了多少个？现在总共差不多10个。虽然已经知道了怎么做，而且拿到了前置科技，但以蓝星目前的技术水平，根本没办法量产。钱老点了点头，毕竟这个能量自动防御力场属于跨时代的产物了，如果能够量产，那就太过恐怖。将所有的自动防御力场交给9长老，让他安排人执行任务。是。中科院的院士高声回答道。既然已经制造出了自动防御力场，那就是时候开始拿回那个东西了。虽然几个大国家依然在盯着，但是已经不怕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还有究竟在公园的什么地方。既然是根据赵毅传出来的，一定是个好东西。末日游戏中，新的一轮防守就要开始了。这次的防守略微不同，因为游戏机制的改变，怪物入侵将不再是一个方向而来。不过好在，末日游戏给了大家一次搬家的机会，这就让很多人找到易守难攻的地方进行防守。有的一面靠山，只需要守住3处；有的和赵毅一样，营地两边被挡住，能够减少不小的防守压力。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运气，有的花费了半天的时间，只能无奈地选了个地方重新防守。叮咚，现在时间为7点55分。本次入侵的怪物数据如下：姓名贪玩月郎，种族兽族，生命值213，攻击力25-27，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0.8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疾奔。贪玩月郎展现出极快的移动速度，移动速度增加至200%，持续5秒，冷却1分钟。天赋无。简介：没有人能逃得出他的速度，除了他自己。赵毅看了看这个怪物的属性，明白了
为什么系统会提示沙中之国的人会在今晚死了？穿刺攻击加上极快的移动速度，就连骷髅射手都跑不掉吧？加上沙中之国大半兵力被自己摧毁了，就算自己的领地之中还有其他兵种，依然难逃今晚败北的宿命。既然已经死了，那赵毅就懒得再去找他了。这个怪物光从属性看的话，确实比上一波的石头人压力要小了很多，就是不知道这个数量有多少。如果数量太多的话，以远程为主的代表者将会十分的棘手，因为超快的移动速度代表的就是大大缩短了移动距离。远程单位只要被近身，那就非常麻烦了。在末日游戏的某个地方，尼哥看了看这个怪物属性，笑了笑。自己专职的职业为吸血鬼，第一个学的技能就是能让自己的近战单位获得100%吸血。这个技能非常适合尼哥的暗影恶魔，因为他的攻击力够高，能够通过高攻击力获取更大的吸血效果，就算是老兵都能从中获得不少的收益。而且这次的怪物不是远程，这就代表着少了自己士兵突进的时间，只要能够近战互搏，那自己就可以一直发挥吸血的效果了。再加上自己的防御塔，绝对是万无一失。不光如此，星条国尼哥直播间观众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尼哥的旁边居然还有一个代表者。什么情况？我刚进直播间，怎么有2个代表者聚在一起了？好像是袋鼠国的代表者之前跟星条国代表者遇到了没打起来吗？真是匪夷所思。我来说吧，我从头到尾看的其实是星条国代表者遇到袋鼠国代表者后，2人一合计，干嘛不合并防守呢？就算有人失手了，另一个人也能帮忙。不过如此，对面来的怪物都是钱啊，防守给力的那个能够发展的更加迅速。我去，好鸡贼的人！尼哥和袋鼠国代表者的骚操作震惊了不少人。2人合并防守，虽然怪物数量会翻倍，但是面对2人的混合兵种将会更加难以突破。末日游戏中允许同盟的存在，只要同盟了，系统将会视为2个同盟为友军。尼哥的吸血光环效果将会给袋鼠国代表者的士兵共同使用，而袋鼠国代表者专职的是领袖，能够增强周围友军的攻击力。2人狼狈为奸，实力增加了不少。但是这个同盟有个问题，这是2个人还没有发现的，那就是吃怪物收益比较多的那个人将会越强，他将造出更多的士兵，而另外一个将会被这种方式恶性循环。因为杀不到怪物，所以没办法造士兵，这就导致实力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后，每一波的防守都需要依靠另外一个人，最终成为另一个人的附庸品。这就要看尼哥和袋鼠国代表者谁是被吸血的那个了。本次防守数量为54只，请大家做好准备。54只怪物，一只怪物能够造成25-27的伤害，再加上0.8的攻击速度，确实是一股可怕的力量。不过不要紧，大部分的代表者都已经建造了围栏，木质围栏虽然只有200的血量，但是成甲的护甲能够有效压制穿刺攻击。赵毅的营地两边分别出现了白色的银狼，他们虎视眈眈地看着这个营地，随后发动了冲锋。在营地的西边，这里是赵光义和赵鑫2个人防守的。赵鑫的散射加上赵光义超厚的血量，他们面对20-30只贪玩月狼轻而易举。赵鑫看着远方奔来的巨狼，拉开自己的弓箭，嗖嗖嗖，漫天的箭矢朝着贪玩月狼的身上飞去，一个人就能打出箭雨的效果。中箭的巨狼们头上开始跳动着字数：-77、76、69。贪玩月狼们看到自己被攻击了，直接开启自己身上的疾奔技能，跑起来的速度又快上了1倍。赵鑫第2轮箭雨刚刚击中他们身上，-70、71、69，连中2箭的主目标倒在了血泊之中。第123章无限箭袋。但是不要紧，他们就已经穿过了赵鑫的攻击范围，来到了木质围墙前，开始挥动自己的利爪，开始攻击着。利爪在木质围墙上留下抓痕，赵光义从木质围墙上直接跳了下去。来吧！这些怪物看到赵光义下来以后，放弃了攻击围墙，对着赵光义就是一阵撕咬。-14、14、13，贪玩月狼撕咬的伤害，对于重甲3000多血量的赵光义来说，那就跟被蚂蚁咬了一样。赵鑫则在围栏上对着下方拼命的射箭，一只贪玩月狼倒在了赵鑫的箭下。另外一边的防守则是体现了人多力量大，打开城门就是干。赵暗红拥有的加速光环带着3个老兵还有10几个农民就冲了上去，对着迎面来的贪玩月狼展开了殊死搏斗。身后是赵毅还有赵牧、赵飘等人，排在前面的赵暗红被多个贪玩月狼围攻，赵牧一口血就恢复了不少。这一幕看得龙国直播间的观众一愣一愣的，这感觉怎么不像是末日求生啊？这些怪物被杀的也太惨了吧！末日求生还是末日求生，就是像怪物从龙国代表者手中求生一样。可不是，我就看到怪物头上金币跳动，还有伤害跳动，尤其赵鑫几箭下去死了一片。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代表者已经领先末日游戏太多了，
外面的怪物可比这些怪物强多了。众人想想也是，光是那个狗头人国王就有9999的血量，还有不少的技能。如果这玩意来攻城，恐怕只有赵毅一个人能守住吧。看来这个末日游戏还是挺人性化的。这个想法如果让其他国家代表者知道，一定会吐血。这也叫人性化？他们面对奔跑速度极快的贪玩月狼，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好在这玩意打箭塔的速度不快，5点护甲的成甲，这些贪玩月狼要打一会才能打死。可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游戏，其他国家代表着每一波都会至少100-200个国家反手失败呢？不知道，但是看龙国代表者防守感觉好简单啊。赵毅的操作给了直播间的观众一种错觉，那就是末日游戏的防守很简单。但是当他们去看了其他直播间的画面后，就感觉就对头了。这才是末日游戏。沙中之国代表者大本营被摧毁，本次防守倒数第一。沙中之国代表者虽然复活了，但是面对这些狼群依然无计可施。这些贪玩月狼的速度太快了，就算不开启疾奔这个技能，都比自己这边的骷髅射手快上不少。面对四周包围过来的贪玩月狼，最后剩下的几个骷髅射手也被弄死了。虽然沙中之国代表者会隐身，但是时间到了以后，立刻被贪玩月狼发现，追上去给弄死了。这一幕让蓝星所有观众十分舒畅，因为沙中之国的代表者已经处于亡国状态，这个相当于是末日游戏的化身了。同时他们看过龙国代表者和沙中之国代表者战斗画面，龙国代表者虽然赢了，但是不代表其他国家代表者遇到了这些挂笔能赢啊。超强的判断和战略，除非战力碾压，要不然还真打不过。此时看到沙中之国代表者死了，怎么能不畅快？让你敢偷袭我们龙国代表者，现在死了吧。死得好啊，要是遇到我们国家的代表者，那就麻烦了。是啊，我们巴铁国代表者就在这附近，还好没有被沙中之国代表者发现。叮咚，樱花国大本营被摧毁，本次防守失败，失败惩罚之后统一结算。叮咚，云梦国大本营被摧毁，本次防守失败，失败惩罚之后统一结算。叮咚，木材之国大本营被摧毁，本次防守失败，失败惩罚之后统一结算。一连串的防守失败播报开始出现，代表着防守已经进入尾声了。经过几天的适应，大部分代表者都知道自己不能死，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本营被摧毁。本次防守结束，本次防守成功的国家将会获得兵种刷新符1张，所有士兵恢复最初的状态。兵种刷新符，这玩意没想到用来奖励了。也是，这个末日游戏系统这么多兵种，确实要给代表者们切换的机会。尼格感到很开心，自己不光拿到了兵种刷新符，100多个贪玩月狼，他吃了70多个，一只7块钱，他足足拿到了近500个金币，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但是袋鼠国代表者不乐意了，但是丝毫没有办法。如果不是星条国代表者的加入，恐怕他会漏掉几个。现在能保住大本营已经非常不错了，而且有了兵种刷新符，自己这边说不定能够来一些强力的兵种。有人欢喜有人忧，那些防守失败的国家感到十分的忧伤，这是失去了一次翻盘的机会啊。如果能够刷新到好的兵种，说不定就翻盘了。但是没有如果。接下来公布本次防守的前3名和特殊奖励。本次防守第3名，星条国代表者，防守时间1分12秒。星条国代表者获得装备坚固护甲1个。这次的前3奖励居然是装备，这倒是让赵毅有点期待了。自己这边目前缺的就是装备了，相比兵种刷新符，其实装备来的话更好。至于这个装备有啥用，赵毅是看不到的，只能知道这个装备的名字。本次防守第2名，毛熊国，防守时间1分02秒。毛熊国代表者获得装备蓝鳞胸甲1件。其实星条国的防守应该比毛熊国要快，但是没办法，星条国的怪物和袋鼠国的代表者的怪物混在了一起，这就导致星条国的速度比毛熊国慢上了不少。如果星条国代表者知道了这个情况，他一定会把这个损失转到袋鼠国代表者的身上。本次防守第1名，龙国代表者，防守时间42秒。龙国代表者获得装备无限箭袋1件。赵毅能够击杀的这么快，一半都是赵鑫的功劳。第124章，强大的武器。70点上下的输出，打这些213点的怪物，运气好点就是3件的事情，运气不好那也是4件的事情。4件才需要多久时间？3.2秒就足够了。只要怪物站得密集，3.2秒时间，赵鑫就能杀死10只这样的怪物，加上主目标的连射，说不定杀的怪物更多。另一边虽然没有赵鑫，但是架不住人多呀，一股脑的冲上去，20-30只小狼根本不够杀的。无限箭袋，紫色品质，副手武器，代表者专属武器。效果：攻击力加20%，攻击速度正10%。附带技能：穿透剑，每次攻击有20%的几率穿透敌人，对沿途敌人造成同等伤害。附带技能：破甲剑，
攻击能够腐蚀对方护甲，减少对方5点护甲，不可叠加。附带技能爆裂剑，每次攻击有 20% 的几率产生爆破效果，对范围200码所有敌人造成 100% 的伤害，对300码范围敌人造成 50% 的伤害。简介能够提供给使用者源源不断的剑矢，每次只能选择一支剑使用，切换需要30秒。好玩意啊，可惜就是不能给赵星用了。如果给赵星用，加上爆裂剑的效果，想想就很刺激啊！一下子射出10支箭，然后这10支箭有 20% 的几率会爆炸。死，感觉来多少人他们都会死啊！不愧是紫色的武器，比蓝色的要好上不少。蓝色以上品质的武器都是需要打造的，但是这个剑带却因为系统直接赠送的关系，不用打造。赵毅直接将它装备在了自己身上，攻击力来到60多点，已经能够打出不错的输出了，再加上自己的暴击，说不定一剑还能超过赵星。赵毅将自己的剑带模式调整为爆裂剑，相比穿透剑，还是爆裂剑更加好用。毕竟不会有那么好的机会让你直接一个穿透，而且爆裂剑同样具有范围伤害，说不定效果比穿透剑还要好。系统的奖励播放完毕以后，接下来就是惩罚的奖励。本次防守中，所有大本营被摧毁的代表者，所有人随机减少1个士兵。这次惩罚没有用对应的国家来承担，而是选择了代表者本身。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代表者的士兵少了以后，代表防守更加困难了。虽然所代表的国家逃避了一次惩罚，但是后面还有无数个防守呢。我去，我的大雪怪怎么没有了？不会把我的大雪怪给去除了吧？还好，我少的是一个小士兵，我少了一个蛋。什么？你少了一个蛋？那你还剩几个？代表者们在游戏末日的聊天平台诉说自己缺少的兵种，反正防守都结束了，只能这样了。运气好的，可能消失的是农民之类的不要紧的兵种；运气不好的话，说不定消失的就是像尼哥那样的暗影恶魔大家伙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造塔防守的。这些国家代表者因为没有事情就逃避了这次惩罚。本次防守中，总计188个国家防守失败，评级为 C 级。所有国家将面对自己防守失败怪物 X15000只的惩罚。本次防守中，倒数第1名为沙中之国代表者 AI 代打，丢失数量为33只，惩罚翻倍为66。但由于沙中之国代表者 AI 代打已经死亡，并且国家已经破灭，所以这次惩罚取消。沙中之国代表者 AI 代打永久性死亡。听到这个消息，所有蓝星的观众都松了一口气。还好有个 AI 代打的沙中之国代表者背锅，这最后1名无论是谁都不好受吧。本次防守中，樱花国大本营防守失败，总共丢失怪物20只，樱花国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将面临30万只贪玩月狼。本次防守中，云梦国大本营防守失败，总共丢失怪物18只，云梦国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将面临27万只贪玩月狼。本次防守中，木材之国大本营防守失败，总共丢失怪物15只，木材之国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将面临22万5千只贪玩月狼。虽然依然还有大部分国家开始防守不住，但是在数量上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夸张了。如果末日游戏难度保持不变的话，恐怕之后防守失败的将会越来越少。但末日游戏不可能不提高难度的。本次防守结束，在发动怪物之前，先更新下明天的更新情况。还要更新？无论是末日游戏里的代表者，还是蓝星的正常居民都疯了。没错，之前加强代表的怪物已经变得更加难缠了。大本营以外的怪物让所有代表者小心谨慎了起来。但是末日游戏可不管这个。本次调整如下：末日游戏中 BOSS 级单位将天生自带 15% 的抗性，此抗性触发能够躲避任何的攻击和技能，玩家可以通过追加命中来减少这个抗性造成的影响，玩家最高可将命中提高至 96%。 这条消息虽然赵毅之前已经知道了，但此时听到还是有点震惊，没想到影响会这么大。天生带 15% 的抗性，代表着自己这边开局命中率只有 85%， 而且还能躲避技能，像赵光义的圣光之锤还有赵飘的干扰都有可能被 BOSS 级别的任务躲避掉。最后这个命中率只能提高到 96%， 就算再牛逼的人也会有丢失的时候。游戏的不可确定性再次提高，末日游戏中的中立势力互动将更加频繁，并且可能会主动接近代表者。这个倒是有利有弊，对于中立势力互动的更加频繁，有些代表者说不定能从里面获得更加多的好处，不过也可能更加的危险了。以目前各个国家代表者在末日游戏中的实力，如果跟一个组织形成了对立面，恐怕根本打不过吧。有可能会造成末日游戏中的一方势力屠杀了一个代表者后，过了几天发现这家伙怎么还活着，又把他给杀了一次。第125章王牌射手，这个惩罚将变成无休止的，死了就被人杀，死了就被人杀，想想就挺刺激的。
每波的防守怪物将会变强，请各位代表者做好准备。还加强？这都已经200左右个国家守不住了，居然还要变强？虽然200个国家守不住，但我感觉比第一天、第二天好多了，因为现在丢失怪物数量都不会很多。就算不会很多，但是现在还要加强就离谱了。众人听到这个情况，纷纷摇头。这狗日的系统真是不给人活路啊！看到这里稍微有点样子了，就开始加强怪物了。所有可建造建筑数量翻倍，如房屋、仓库等基础建筑。这个调整倒是挺好的。赵毅目前就需要这个建筑，因为人口关系，自己如果升级不了3级大本营，就没办法继续解决人口。但是3级大本营需要的东西太多了。总计木材 X1000， 石 X1000， 绳索 X200， 金币 X500， 皮革 X30， 铁矿 X300， 蓝磷矿 X40。这些东西虽然数量多，但是赵毅能够搞到，但是最后一个蓝磷矿还没有眉目。但是现在不用急了，建筑数量翻倍，就可以建造4个2级房屋了，暂时解决了人口的问题。不过大本营的升级依然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本次游戏调整结束，接下来将是投放怪物的时间。系统的提示刚过，那些防守失败的国家传送门开始出现新的怪物。这种怪物是一种银色的巨狼，体型超过2米。经过这几天的怪物入侵，偶尔漏掉几只怪物的国家根本不怕这些。火力覆盖加上电磁步枪的射击，这种体型巨大的狼很快就倒在了血泊之中。而疾奔这个技能在现实中其实还没有第2波的猪头人的后盾好用。后盾好歹能够阻挡制式武器的攻击，面对各种机枪的扫射，就算速度快也没用，因为数量和体型太过庞大，蓝星军人们闭着眼睛扫射都没事。但是对于那些之前怪物还没有消灭的国家，那就麻烦了，因为新的怪物加入，导致他们的清除计划的难度再次提高。白色巨狼与之前的怪物汇合后，展开了极强的作战能力，超快的移动速度，往往军人还没有发现他们呢，下一秒自己的脖子就被咬断了。偷国境内，这里成为了各种怪物的乐园，各种波次的怪物在这里都有，他们汇聚在一起，展现着各自的能力。猪头人战士当肉盾，猪头人射手远程打击，白色的贪玩月狼搞长途偷袭，石头人拆家，每个怪物都有自己的作用。而偷国的领空也被雌鹰占领了，被攻占只是早晚的事情。山鹰之国宣布亡国，其代表者丧失不死能力，将在下一次死亡后直接死亡。稻米之国宣布亡国，其代表者丧失不死能力，将在下一次死亡后直接死亡。千岛之国宣布亡国，其代表者丧失不死能力，将在下一次死亡后直接死亡。每个波次结束都会有部分国家宣布亡国，他们无法再承受更多的怪物了。这些国家本身军事实力就不强，如果代表者守不住，根本没办法抵抗。赵毅在末日游戏中听着系统的播报，感慨万分。如果自己守不住波次，恐怕龙国也会一样的吧。就算实力强，但是每天都要面对这么多数量的怪物，恐怕依然是死。看来还是要加强自己这边的实力才行。打开仓库看了下，今天晚上的怪物一只是7块钱，总共54只，那就是378个金币，加上原来剩下的，目前有452个金币。金币的数量并不多，但还是能够提升自己这边一点实力。想了下，赵毅决定再次加强赵鑫的作战能力。作为团队中少数的群攻单位，必须更加强力才行。而且本身他还是远程单位，值得培养。赵鑫进入军营之中。是，领主大人。赵鑫走进兵营以后，旁边的军营中多了一个升级的黄色按钮，同时也出现了赵鑫升级后的属性。姓名：王牌射手赵鑫，种族：人族，生命值1050，攻击力100-100，攻击范围65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 0.7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0，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剑雨，每次攻击都触发，同时攻击5个目标造成全额伤害。天赋舍己为人，精英弓箭手牺牲自己的护甲来提高周围友军的防御能力，周围700码游戏距离内所有友军防御值提高1点。天赋隐秘，王牌射手知道如何隐藏自己的身形，现在他攻击的时候产生的威胁值变得更低。升级造价300金币，2个人口，1个勇者印记。简介：相比我的身体，你更应该将目光放在我的剑上。威胁值也就是仇恨值。这个难题确实麻烦，因为赵鑫散射的关系，所以当他射箭的时候，那些怪物就会冲向他。升级以后将会降低产生的威胁值，对于他的安全来说有了保障。不过这只是降低，还不是无仇恨，所以依然还需要小心一点。在其他属性上都获得了不少的加强，血量、攻击力，就连攻击速度都变快了。300个金币，赵毅目前还是能够拿得出手的，所以赵毅直接给他升级了。
2级的石质兵营散发着一种特殊的光芒，随后赵鑫从里面走了出来，身上的衣着更加的精致，将他的身材完美的展现了出来，一张脸蛋更加的漂亮。我去，感觉更加漂亮了，小白兔长大了。你个 LSP 就不能像我一样只看腿吗？我不同，我2个都喜欢。领主大人，赵鑫看着赵毅说道。赵毅虽然感觉到了赵鑫的变化，但是没有太在意，在他的眼中只有能用的和不能用的。接下来自己就只有152个金币了。第126章，嘲讽圣盾。这点金币啥事都干不了，只能说末日游戏中获得金币的途径太少了，除了日常的守护打怪以外，就只能通过野外探险来获得了。要是能有什么金矿产地就好了，不过运气哪有这么好。赵毅打开地图看了下，目前自己需要做的事情还挺多。对于黑暗公会的任务，自己这边还不着急，给了自己3天的时间用来召唤邪灵。这段时间就是提升自己实力的时候了。这个任务听起来非常的困难，最好就是先去其他地方提升实力。提升实力目前有2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巴铁国提示的河边有类似水人的怪物，另外一边就是工程学中年男子给的任务了，似乎再一个是有着机器人的地方。想了下，赵毅决定还是去有机器人的地方看看，那里可以拿到材料制造瞄准镜。瞄准镜这玩意现在必须要了，可以提高自己和赵鑫的命中率，这将减少自己这边的战斗不确定性。打定主意后，赵毅便放下了手中的地图，开始准备休息了。在赵毅休息的时候，蓝星龙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龙国的作战小组分别前往了全国的10几个地方展开行动，其中一处就是赵毅之前和姨妈去过的公园，剩下的都是用来迷惑国外的间谍。星条国指挥官在知道这个事情以后，第一时间就准备了应对方法。他联合了偷国、樱花国、袋鼠国等国家在龙国境内隐藏的势力展开行动，每个国家针对一个去处展开抢夺行动。虽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但肯定非常的重要。哪怕是隐藏在龙国境内几10年的势力被暴露出来，他们也要抢到。C 市的中心公园，这是一座位于市中心的公园，平时有不少的人在这个公园里休息。早上的时候是老头们的练习太极的场所，鸟语花香，空气清新。傍晚的时候是老太们跳广场舞的场所，人来人往，好不热闹。还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夫妇，追逐打闹的放学孩子。这种在平时再正常不过的场景，蓝星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有了。今天当老友们准备继续练太极的时候，这里却被封锁了。对不起，这里开始临时的管制，目前公园不准使用了。龙国军人对着前来的市民说道。老头记忆不太好，说道，是不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樱花国的人又打来了？拦住他们的军人嘴角抽搐了下。大爷，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樱花国不会再打过来了，但是这里等下会有危险，还是需要你们离开下。老头点了点头，随后就和自己的老友离开了这里。九长老让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临时的指挥室中，一个军人好奇地问道。凌晨才接到通知，在这里执行任务，一大早就将这个公园方圆5里的所有人都驱散了，但是为了什么，到现在还不知道。另一个人道，等命令吧，命令没到之前，我们保持警戒。很快，指挥室就收到了新的命令，命令是将临时管制的场所提高到10公里，并且实行最高禁令。对于擅闯者鸣枪警告一次后仍然不听劝阻的，可以当做国外间谍来处理。听到这个指令，指挥室中的所有人都倒吸一口气。这个公园究竟隐藏着什么？居然需要如此的兴师动众。龙国之所以安排了10几个地方同时管制，第一个目的自然是分散其他国家敌人的注意，另外一点就是将其他国家在龙国境内几10年的成果一网打尽。在龙国封锁的情况下，这些力量就是其他国家的有生力量了。只要将这部分消灭掉，龙国境内将很少再有间谍，这对龙国来说是一个好的现象。虽然不知道上头究竟要做什么，但执行任务是军人的职责，他们只要照着做就行了，上头的考虑肯定比他们多，所以他们很快就将方圆10公里的地方所有人都驱散了。当然，龙国会在之后对这些人进行补偿。驱散完毕，龙国军人开始在主要道路上架设卡口，同时架设起各种雷达装置，用来感应可能发生的情况。在周围的大厦中隐藏着各种负责侦察的狙击手，他们就是指挥室的眼睛。在这一切都做好以后，这里的指挥室接到了新的指令，那就是找东西。找什么东西不知道，反正就是找东西，就是掘地3尺也要把这个东西找出来。赶到的工兵们开始对着这个公园展开侦查，各种探测仪器开始探索可能会发现的东西，任何可疑的东西都会被临时收集起来。但是通过视频传过去后，这些东西都不是长老们要找的，没办法了，那就只能真的掘地3尺了。工兵铲、挖机，各种东西都上了，寻找着不知道的什么东西。
在离这里不远处的地方，几个房间之中藏着一些人，他们通过星条国的侦测卫星能够看到 C 市的中心公园场景，但是他们并不急，他们在等龙国真正找到那个东西为止。虽然不知道那个东西是谁，但是上头说了，这个东西一出现，他们就知道是这个东西了。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末日游戏的第7天，赵毅起床伸展了下懒腰，随后就向着自己的铁匠铺走去。昨天委托他们打造的嘲讽圣盾应该好了吧？有这个东西在，多了一个保命的手段。来到了铁匠铺门口，两个铁匠已经在等待着了。领主大人，你要的嘲讽圣盾。他们将一个看起来奇重无比的举盾交给了赵毅。赵毅拿在手里看了看，虽然看起来很重，但是拿起来还行。可能是自己等级高了，或者这里是游戏世界的关系吧。赵暗红，快过来！旁边不远处的赵暗红听到赵毅的呼唤声，急急忙忙的就跑了过来。屋主，你叫我。赵暗红毕恭毕敬的说道。对，这块盾牌你拿着吧。赵毅说完也不知道赵暗红开不开心，因为他的脸，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脸啊。黑色的盔甲下面是一团迷雾。是，屋主。赵暗红说完就将盾牌拿在了手里。第127章黑风寨。本来是灰黑的盾牌被赵暗红装备了以后，直接变成了漆黑的颜色，就跟他的那把巨剑一样。赵暗红一手拿着盾牌，一手拿着巨剑，看起来比之前还要威风不少。姓名：死亡之主。职业：英雄。生命值：14001400。经验值 LV5。攻击力100-10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混乱。攻击速度 1.26 秒攻击一次。移动速度中等。防御值8。防御类型：国王。个人技能：狂热 LV5。死亡之主能让周围友军狂热起来，提高周围友军移动速度 15%。个人技能：热血 LV5。死亡之主能够让周围友军持续回血，附近友军每秒恢复10点血量。天赋：腐化 LV5。死亡之主让敌人都害怕了起来，600码范围内敌军减少 10% 的攻击力。生命值和防御值都获得了提高，但是攻击速度慢了一点。不过不要紧，赵暗红本来就是承担辅助和第2坦克的位置，攻击速度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耐打。赵毅满意的点了点头，下次有人再追自己，就可以让赵暗红嘲讽过去了。不过嘲讽时间一过，怪物还是追着仇恨值最高的那个人。在出发前，赵毅还是决定再建造一个牧师出来，这样双牧师的加血量能够强力一点。新的牧师就交给赵牧管理了，自己管理赵牧就行。此次出去，赵毅依然还是没有带赵修，这可把他郁闷了好久。主要是近战的人员太多了，带那么多没啥作用，而且自己的大本营同时需要人看守才行。这次外出探险的依然是昨天的几个人，多了一个新的牧师。赵光义和赵暗红承担前排，中间是赵兴和赵毅，最后就是2个牧师和赵飘了。剩下的老兵赵修等人就在家里守家了。家中还有2个防御塔可以用，只要不是很多人过来，没有啥问题。赵毅召唤了自己的马车，一行人坐了上去后，开始朝着目标而去。就在赵毅走了没多久后，赵毅的大本营外来了2个偷偷摸摸的人。这里啥时候有了个营寨了？一个光头躲在草丛里说道，旁边是他的老搭档刀疤脸。他们2个是附近的黑风寨的山贼，本身属于这个世界的中立势力，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其实只是游戏的一部分。2人下山就是看看有没有落单的人员，准备打个劫或者劫个色啥的。没想到意外发现了赵毅的城寨，而这一幕同样被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到了。这2个人谁啊？怎么一副不是好人的样子？身上没有国旗标志，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土著人了。昨天才加强中立势力的互动，这么快我们代表者营地就被发现了。我一看这2人就不正常。刀疤脸看了看营寨中的赵修，顿时乐了，因为太漂亮了。虽然赵修属于恶魔，但长得却跟人比较接近，就是身材极为的夸张，还有就是个子比较高大。怪事，我们上次下来的时候，这里好像还没有人吧？管他呢，我们把这个女的抢回山寨之中，我们老大会不会很高兴？很显然，光头也看到了赵修，绝美的脸庞，夸张的身材，让人忍不住浮想联翩。他一巴掌拍在了刀疤脸的后脑勺上，说道：“你傻呀！这么漂亮的女的，我们自己享乐不是很好？”刀疤脸不甘示弱，一巴掌拍了回去。你才傻呢！这个营地有箭塔，我们2个怎么可能打得过？光头想想也是，自己这边就2个人，连个箭塔都打不过，更别说抢女的了。2个人最终决定还是先退回去，告诉自己大当家的吧，然后找个机会将这里给霍霍了。叮咚龙国代表者在黑风寨的声望降低50%，目前为警惕。黑风寨的声望降低到中立以下，黑风寨的全体人员在碰到宿主后会主动进行攻击。这把在马车之中的赵毅给弄得一脸问号。
这是什么情况啊？自己驾着马车，唱着歌就被人给仇视了。系统，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属于这个世界中立势力互动的结果。中立势力声望不光由宿主来决定，势力的本身同样会有对宿主的声望值。赵毅听了明白了，这个声望值是双向的，自己这边做的事情会影响对方的声望值，同样对方也会影响声望值。黑风寨对于自己处于警惕状态，那么自己对他同样是警惕的。这次的声望变化不是赵毅这边影响的，而是对方影响的，但就是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产生了影响。想来想去，应该是自己大本营那边的问题了。听到系统提示，赵毅决定还是回去看一下。自己这边走了没多久，回去一趟用不了多少时间，而且万一大本营被毁了，自己这边将会受到惩罚，这就得不偿失了。回大本营，赵毅说道。是，领主大人。驾着马车的赵兴调转了马车，朝着大本营的方向开去。很快，赵毅就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之中。赵修急忙跑了过来，娇羞道：“主人是不是想起我了？没有我在你身边，一定很寂寞吧？其实我回来目的是想问问这附近有没有奇怪的人经过。”赵毅问道。赵二等几个人纷纷摇了摇头，他们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人，就是有一些怪物飞过来也被践踏给杀了。赵毅摸了摸下巴，看来对方过来的只是侦查的，但是这股势力必须灭掉，或者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才行啊。领主大人，怎么了？旁边的赵兴问道。他不明白，刚刚出发没多久，怎么领主就回来了？龙国直播间的观众都十分的期待赵毅回来。你们说我们代表者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要不然怎么会回来呢？不一定哦，说不定是想要变更下人员。刚才系统提示过了，你们是不是傻？就是不知道赵毅能不能发现踪迹。赵毅开启了人形追踪，随后单独一个人在营地的附近开始搜寻起来。第128章，当卧底。没过多久，就在营地外的一个草丛中发现了踪迹。踪迹的痕迹并不多，应该只有2到3个人。这倒是让赵毅松了口气，这么点人根本攻不破这个营地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去搬救兵了。只要他往回走，自己就能追踪到。发现踪迹以后，赵毅就带上了人，开始循着踪迹而去。开车肯定不行的，因为这2到3个人一路走的方向都不是大路，只能依靠自己的11路公交车追赶了。过了一段时间，赵毅总算来到了所谓的黑风寨。这个营寨的大本营在一个山上，在山路上设置了上山的关卡。想要上山，只有眼前的这条路可以去。在关卡的周围有几个黑风寨的士兵，也就是山贼在巡逻。远远的，赵毅看了看这些士兵的属性，因为是游戏的关系，这些士兵虽然高矮胖瘦不一，但是属性还是一样的。姓名：黑风寨山贼，种族：人族，所属势力：黑风寨，生命值230，攻击力30-35，攻击范围近战500码，游戏距离是武器秦块定，攻击类型普通穿刺是武器秦块定，攻击速度1.1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列阵，旁边有友军的时候可以提高10%的攻击力和攻击速度。天赋5。简介：黑风寨的山贼立志要成为一代山贼王，属性并不高，但是在关卡处还有几座箭塔，这个箭塔的属性倒是跟自己的一样，应该是同一个类型。虽然自己这边很容易就可以杀上去，但是还不知道山上有多少人呢。万一要是像捅了马蜂窝一样，那岂不是很麻烦？而且赵毅不太想和中立势力起冲突，目前来说，这个势力还没有把自己怎么样。如果因为这个事情引起了一个势力的针对，总感觉得不偿失。想了下，赵毅决定从内部开始入侵，这样就知道里面的构造了。如果对面不强，那么一切好说；如果对面太强了，那就可以提前躲避风险。而且当山贼很容易，只要能力强的人应该都能当山贼吧。赵毅回头看了看自己带的士兵，赵光义是最强的，但是这个家伙需要跟自己去探险才行。另外就是赵暗红了，但是他根本就不是个人，同时他身上的光环是自己需要的，想来想去就只能赵2、赵3和尼古拉斯赵4了。他们虽然是矮人，但同样是人啊，而且本身属性还行，不算太差，比这几个山贼可是厉害多了。想到这里，赵毅让赵光义将自己的盔甲脱了下来，先给尼古拉斯赵4穿，这样的话赵4就能生命值达到1000多点了，妥妥的一个强力前排单位。这样的加入黑风寨，他们的老大应该很高兴吧，自己就能从内部获取信息了。3个人听了赵毅的计划，点了点头。你们3个上去的时候见机行事，有什么问题就在这里藏纸条，我会让人过来取的。同样我有事的话也会这里藏纸条，你们每天过来看下。赵毅吩咐着。这3个人看起来十分的老实，适合当卧底。
说句难听的，就算这3个人死了，对于自己的晚上防守基本没啥影响，而且晚上防守结束还会复活。只是这个话不能说，要不然太伤人了。是，领主大人。去吧。3个人告辞了赵毅，就向着黑风寨走去。赵毅看了尼古拉斯、赵四等人接近了黑风寨的关卡，随后被剑拔弩张的山贼给包围了。不知道赵二说了什么，几个山贼放下了武器，随后带着3个人进山了。看到几个人离去，赵毅等人离开了这里。接下来自己就等赵二那边的信息，自己这边可以先离开，前往机器人所在的地方。赵毅召唤马车，几个人坐着马车离开了这个地方。尼古拉斯、赵四等人在山贼的带领下来到了黑风寨的寨中。这个营寨用的是跟赵毅一样的木质围栏包围，一扇巨大的木质双开门从里面打开。尼古拉斯、赵四微微一愣，还好自己的领主没有打上来。这里面密密麻麻有不少的人呢，估计少数100来号吧。此时他们在火堆旁烤着肉，聊着天。这万一打上来，那就彻底结死结了呀。哟，这怎么有3个迷路的小羔羊啊？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要加入我们黑风寨。算他们有眼光，跟着老大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尼古拉斯、赵四等人在带领下穿过了人群，来到了黑风寨最里面的一个大房子里。这里就是营寨的聚义堂了，平时都在这里处理一些寨中事项。黑风寨老大是个身穿黑色貂皮的独眼男子，此时手中拿着2个霹雳弹在手中把玩着。老大，这有3个人想要加入我们黑风寨。听到手下的汇报，黑风寨老大唐奇上下打量了3个人。这3个人身上肌肉健壮，腰间别着一把板斧，看起来确实不错。尼古拉斯、赵四看到唐奇对自己这边印象似乎还不错，急忙开口道：见过老大，我们兄弟3人吃苦耐劳，啥事都能干，希望能够加入黑风寨，共谋大事。唐奇继续摸着自己手中的霹雳弹。作为山贼，这些手下除了一开始跟自己的，剩下的都是从其他地方加入进来的。这次又有3个人加入，这点上倒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山贼虽然鱼龙混杂，但进来都得过一关，俗称投名状。你们3个人看起来挺不错的，这样吧，我给你们20个人，你们去给我抢一个地方，无论哪里都行，无论抢的多少都行，只要你们抢了，那就是自家人了。尼古拉斯、赵四明白，这20个人不光帮助自己的，同时也是看着自己这边是不是真的敢抢。如果不敢，那就说明有问题，要么胆小，要么就不是诚心加入黑风寨的。无论哪一种，都不适合做山贼，到时候就直接砍了吧。第129章机器人广场。可以，但是我们兄弟3人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抢。等下有人会给你们一个地图的，给你们2天的时间考虑。唐奇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理由。考虑好了，跟我说下就行。尼古拉斯、赵四点了点头，随后说道：平时我们能够下山吗？没有什么大事，我不会拦着自己人下山打打牙祭，但是你们现在特殊时期，就算下去也只能其中1个人。3人明白，这是相当于2个人做人质啊。不过就算有1个人能下山就够了，将信息带给自己的领主，让他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3个人告别唐奇，随后跟着一个山贼来到了一个房间。房间中间是一张大地图，上面有标注山贼们抢过了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抢的。看来这帮家伙还挺专业啊，谁要是敢说抢劫不是专业的活，他们3个一定跟着人急。就连贫富都标注在上面了，还有自己领主的大本营也在上面，应该是之前被人探索到了。只见赵毅大本营标注的内容是穷但是有美女，看来还真够直接的。尼古拉斯牢牢地将这个地图的一些信息记录了下来，随后找了个机会从旁边拿了笔和纸记录了一张小纸条。在这过程中，2个兄弟替自己打掩护。看完地图以后，3个人就被软禁了起来。软禁的地方还不错，至少通风没有怪味，应该不是关闭囚犯之类的场所，毕竟以后可能是自家人了。尼古拉斯、赵四开口道：我需要下山一趟。可以，剩下2人留下。几个山贼说着，这是自己首领的命令，他们自然不会拦着。尼古拉斯、赵四被放了出来，随后沿途下山，另外2个兄弟则继续被软禁起来。如果山贼们感觉有不对劲的地方，这2个人就要被山贼们砍了。黑风寨的山崖之上，唐奇摸着手中的霹雳弹，看着下方山路的尼古拉斯、赵四。这个3个人能力都挺不错，比自己这边的一般山贼强了至少1倍。如果身份没啥问题的话，确实可以重用。给我跟着他，看看他去哪了。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要打草惊蛇，回来告诉我。是。唐奇允许1个人下山，就是为了一探究竟。只要你下山了，我就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了，到时候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做山贼。如果不是，那就不好意思，你们3个都得死。跟着尼古拉斯、赵四的几个山贼都是跟踪好手，具备跟踪技能，此时跟在尼古拉斯后面慢慢的下山。尼古拉斯、赵四自然不会直接回到大本营中，而是拿着斧头开始了打猎。
在打猎的过程中，将纸条藏在了事先交代的地方。另一边的赵毅驾着马车来到了工程学中年男子指定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废弃广场，广场中有各种垃圾，还有机器人残骸，这些东西堆积如山，但这些只是装饰。在广场的中间来来回回走着几个机器人，穿过这个广场就是一个山洞，在山洞门口还有几个机器人正在巡逻。这些机器人就是之前工程学导师说的爆装备的地方。赵毅看着这些机器人属性：姓名废弃机器人异形，种族机甲，生命值350，攻击力32-4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0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成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震撼弹，废弃机器人异形可以丢出一颗震撼弹，对范围300码的全部敌人造成50点伤害，同时晕眩1秒。天赋机甲，不会受到主动技能影响。简介：被遗弃的机器人，属性还可以，就是震撼弹有点麻烦，自己这边将会被晕眩，不过伤害太低了，自己这边打过去没有任何的问题。赵毅懒得安装陷阱了，这玩意目前来说有点浪费时间，而且自己这边2个牧师还有一个赵暗红持续回血，根本不会有事。赵毅来到了广场之中，一个废弃机器人异形跑了过来，请说出公民代码。公民代码？打个架还能这么麻烦？5817335580。不对，请重新说出公民代码。我是你爸爸。赵毅调侃说道。警告，有人非法入侵。机器人状态变成了敌对，但是就这么一个机器人，在几个人手中1秒钟就倒在了地上。赵光义300多的攻击力，赵暗红100多，还有其他人的攻击力。机器人秒躺。赵毅蹲下身看了看这个机器人，随后将它分解了。叮咚，分解机器人获得电池 X1， 电线 X1。哎呦，还真的有些零部件啊，连电池和电线都有。可惜没有爆出零件来，不过等把机器人消灭了，应该能够爆出来了吧。另外就是这个机器人能够提供给自己经验值，一举两得呀。想到这里，赵毅不再含糊，来到了另一个机器人面前，拉开了自己的弓箭。无限箭袋的模式依然还是爆裂剑的模式，在这里没有必要切换，每次切换还要等30秒时间，太过麻烦。致命一剑-153，这倒是超过了赵毅的预想。虽然自己是混乱攻击，打什么护甲都是100%的伤害，但是自己60点的攻击，就算加上致命一剑，应该也才100出头啊。难道是致命一剑又触发了暴击效果？居然还能技能暴击，这倒是让赵毅大为吃惊。自己的伤害总算能看了，一剑153点伤害，打掉了这个机器人一半的血啊。机器人被攻击后扔了一个手雷过来，将赵毅晕在了原地。赵母直接一个加血，+50，2个牧师就是好，我就算找了一滴血都可以奶一口。机器人丢完手雷以后冲了过来，被赵光义一锤锤翻在地。这个机器人并没有爆出什么东西，看来不是所有的机器人都能分解出物品的。赵毅没有气馁，反正这里这么多机器人呢。赵毅就这样慢慢推过去，没有因为自己这边实力强就吸引很多怪物过来。第130章，贼眉鼠眼的地精，狮子搏兔亦用全力，小心谨慎才是硬道理。虽然这里是游戏世界，但自己一次都不能死。慢慢的，赵毅就来到了山洞门口，门口的几个机器人倒在了地上，身上冒出滋滋的火花。将广场的机器人清理干净后，赵毅总共获得了电池 X5、电线 X12、零件 X3、电器元件 X5、芯片 X4。不光如此，赵毅的等级来到了9级，再过1级就能激活天赋系统了。叮咚龙国代表者等级提升至9级，可以学会技能冰冻陷阱。冰冻陷阱消耗30点能量，3秒钟后在原地放置一个冰冻陷阱，经过上面的敌人会被冻住，持续30秒钟，但是被攻击后会解除冰冻状态。叮咚龙国代表者等级提升至9级，可以学会技能假死。假死无消耗，优秀的追猎者知道如何躲避危险，假装死亡，让敌人瞬间失去目标，持续30秒，但是注意别超过时间，否则就会憋气而死，冷却6分钟。赵毅站在山洞外面微微一愣，这2个技能似乎都挺有用的。这个冰冻陷阱是能够冰冻别人，虽然被攻击就会解除状态，但是只要自己一直不打，相当于对面就少了一个人。另外一个假死就更有用了，装死可以让对面丢失目标。面对这个游戏中的人，恐怕就是无敌的技能，只要自己躺在地上装死，他们就不会攻击自己。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持续太久，超过30秒那就真死了。要是真的装死最后死了，估计自己都得笑死。但是这个技能恐怕面对之前的沙中之国代表者没啥用，因为它是人为操控的。唯一的好处就是瞬间让对面丢失一下目标，减少一点伤害，
但是最终还是会被发现。但是值得一学。叮咚，是否学习冰冻陷阱 LV1？ 这将消耗10点金币，30点经验值。学习。叮咚，是否学习假死 LV1？ 这将消耗10点金币，30点经验值。学习。学习好了技能以后，赵毅便带着人走进山洞之中。山洞的门口依稀有几个机器人，都被赵毅给解决了。来到山洞内部，这里有一个长长的走廊，整个走廊充满了现代气息，仿佛回到了蓝星的隧道之中。边上墙壁安装着电灯，现在还在亮着。这里感觉挺像我们家附近的隧道啊。这个末日游戏真是神奇，各种种族、各种背景都混在了其中。是啊，这个末日游戏中的人应该觉得挺正常的。那自然，游戏中一切按照属性来说话。众人看到这个场景，都觉得十分的惊奇。赵毅走着走着，旁边突然传出来一个声音：“喂喂，远处的那个人。”赵毅往旁边一看，原来墙壁上突然开了一扇门，一个长得贼眉鼠眼的家伙正在和自己说话。赵毅一看属性，这才知道这玩意是个地精。地精看到赵毅注意自己了，急忙道：“快进来，清道夫要过来了。”清道夫，领主大人，身后似乎有东西。赵兴回头看着身后，除了这一段道路外，其他地方都是漆黑一片。自己已经进来了，不知道走了多远，回头根本看不到入口，但是身后却有一种机械的声音。赵毅狐疑了一下，随后询问了系统。系统给出的提示是，身后确实有一种叫清道夫的机甲正在过来，以目前的实力，他们根本打不过。看了看远方的地精，这个地精属性很差，赵光义一锤就能弄死。后面有东西，那就往旁边走吧。赵毅带着自己的士兵跟着地精后面来到了墙壁上的缺口处。地精看到人进来以后，就将门关了。你们还真是大胆，居然敢进这个山洞！地精对着赵毅说道。这个房间里面充满了各种仪器，显然是有人在这研究。这个地方难道不能进人吗？赵毅上下打量了这个房间，随后问道。有人是有人，但一般都会在前面的废弃广场中活动，很少有人会到这个山洞里来。因为到了这里就会启动清道夫，一切不属于这里的东西都会被清除。地精向着房间的门走去，开了门，依然是一个走廊。长长的走廊上遍布着各种房间。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又是谁？赵毅好奇地问道。这里在出事前名叫潘德维拉，是我们地精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位于山体之中，经过我们地精的长久发展，这个城市的科技水平持续上升。但是在几年前，因为清道夫的出现，一切都变了。地精缓缓地说道，仿佛陷入了回忆之中。赵毅带着自己的士兵跟在这个地精后面，听着他的诉说。原来清道夫是地精们的一个新的计划，叫做机甲计划，但是在设置程序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暴走的机甲只会认定机器人，其他任何物种都会消灭。好在这些清道夫只会在山洞中活动，并不会出去，因为这里有提供给他们的能源。如果清道夫会出去，恐怕整个世界都将毁灭。而这个地方因为地精们的关系，能源方面都是机器人掌管，所以才维持到了现在。而机器人是不需要吃东西的，最多就是替换零部件和消耗能源。那你们这些地精呢？赵毅好奇地问道。都死了，在清道夫开始的时候，只有我在这个房间中做着维护。这是一个新的开发区域，所以并没有放在城市规划中。那些该死的清道夫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地精解释着。已经过了好几年，但是每次想起，他都会感到无助和害怕。哦，赵毅缓慢地说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里有清道夫，大不了我走人就是了。去其他地方升级，到时候再过来。你接着忙，谢谢你刚才提醒我。不过我家里还要收衣服，我先走了。赵毅掉头就走，这把地精给弄糊涂了。我在这说这么悲惨的事情，结果你就哦了一下，掉头就走。第131章，开始执行任务。别走别走，这可是关系全世界生物的命运啊！地精急忙拦住了赵毅等人一行。如果让这帮人走了，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下批人啊？而且这帮人怎么一点爱心没有？这可是关系到全世界生物的命运。全世界生物？矮小的地精见赵毅来了兴趣，站在原地道：没错，清道夫经过自己的改装，快要可以走出这个山洞了。到时候他的清除计划将会把整个世界的其他生物全部屠杀干净。赵毅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这听起来似乎是个任务啊。而自己的选择恐怕又将影响这个世界了。如果自己帮助这个地精的话，恐怕就要面对这个什么清道夫了。如果自己选择拒绝的话，这个清道夫肯定能跑出这个山洞，至于后续怎么样就不一定了。赵毅随后询问了下系统，系统的提示是最好在山洞中解决清道夫，因为根据模型计算，如果清道夫跑出了这个山洞，那么将会以山洞为中心开始辐射。赵毅的大本营大概率会受到影响，虽然赵毅可以跑，但是大本营跑不掉。听了系统的话，赵毅觉得有点道理。那么你的计划是什么？
赵毅询问道：“我需要有人陪我去控制中心，将最新的指令发布到清道夫的身上，随后重启他们就可以了。”地精解释着，他在这里等待着有人过来。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几年时间。之前可能有人进来过，但是没有走到这里就被清道夫追上杀死了。只有赵毅一行快速的来到了这里。要我帮你也可以，但是这个费用吗？虽然这个事情本身就应该赵毅去做的，因为不去做会危害到自己的领地，但是本着能宰一个是一个的原则，赵毅还是想要坑这个地精一点钱。听说地精一般都很有钱。我懂，事成之后我给你1000金币。地精还是很懂事的，这可是一场全世界生物的战斗啊。那你的意思是？地精听了赵毅的话，不解地说道：“难道眼前的这个男人想要其他的？”我的意思是得加钱。这句话不光让地精震惊了，还让龙国直播间的观众震惊了。神 TM 得加钱，我以为我们代表者以救人为己任呢，干嘛要舍己救人？我们代表者只要钱。在你面前的是赵加钱、龙国、居士、义。最终赵毅和这个地精谈妥了，他们护送这个地精前往控制中心。地精给赵毅1200个金币作为报酬，1200个金币自己将会多出来好多士兵。叮咚，龙国代表者接受任务，需要前往控制中心，按下停止开关。任务完成后将获得金币1200，由地精提供，需要保证地精不死，地精声望加200。这些钱虽然让赵毅振奋不已，但是没有冲昏了头脑。系统都提示自己目前不是清道夫的对手，如果在行走过程中遇到清道夫怎么办？对此，这个地精有办法。他这几年在这里的研究，已经研究了一种脉冲镭射枪，能够减弱清道夫的能力。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被清道夫包围，要不然很难逃出去。地精由于是这个城市的人，所以他会尽量带着赵毅等人走隐秘狭小的地方，这样一路上遇到的敌人就会少很多，但同时更容易被包围。赵毅对此表示同意。走小路容易被包围，说的好像大路不会被包围一样。大路被包围，自己将同时面对更多的敌人，但是走小路会让机器人的空间有限，同时面对的敌人不会很多。这个就是我研究的脉冲镭射枪。脉冲镭射枪效果：一种能够摧毁机器人内部构造的镭射枪，对机甲类生物造成当前生命值 40% 的真实伤害，不受任何护甲和护甲类型影响，同时晕眩3秒钟。简介：被它击中的机器人都会愣在原地。当前生命比的武器，就说明最开始用的效果最大。1000生命值可以造成400点伤害，但是200生命值的时候只能造成80的伤害了。这个武器你有多少？赵毅问道。有了这个玩意，对付机甲类的东西岂不是轻而易举？遇到什么清道夫，啪啪啪就是几枪搞定。绿色的地精有些不好意思说道：“就这么一把，子弹的话差不多有20发。”赵毅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脉冲镭射枪，这玩意要省着点用来。自己这边有赵星和自己可以使用枪械类武器，但是让赵星换下来自己的复合弓就太亏了。毕竟赵星的攻击力加上散射还是非常有用，所以赵毅将自己的木弓给换了下来，装备了脉冲镭射枪。而地精则在自己的工匠台前翻箱倒柜，我得拿上这个，还要这个，这个也要。没过多久，这个地精就武装好了，属性比之前高了不少。此时的地精完全被金属包围，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面。好了，让我们出发吧。地精带头走着，赵毅跟在他后面看着他的属性。姓名：亚伦，种族：地精，生命值1000，攻击力99-10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0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多功能发射器，发射一枚炸弹，对范围350码的敌人造成100%攻击力的伤害，冷却30秒。个人技能：丢扳手，地精将自己的修理机器的扳手丢出去，对目标造成200%攻击力的伤害，同时晕眩2秒。天赋：精通，可以操控任何机甲。简介：身为一个地精，随身带着扳手是很正常的事情。赵毅看了看这个地精的样子，总算放心了。这个家伙如果还是原来的属性，那就麻烦了，稍微不注意就死了，那么谁还付给自己钱啊？第132章对战清道夫。所有准备都弄好了以后，赵毅跟着地精走到了这个长长走道的尽头。尽头的另一边是一扇大铁门，出了这扇门将会直接来到地精的山洞城市之中。准备好了吗？地精询问道。赵毅躲在众人的中间点了点头。开门吧。地精将大铁门打开，迎面就是一个硕大的机器人。地精看到这个机器人微微一愣，看来我们的运气不错呀，开门就是一个清道夫。地精苦笑道。清道夫？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啊。
赵毅看了看这个大机器人，身高在 2M 左右，体型和赵光义差不多大，但是属性上赵光义差了不少。姓名：清道夫，种族：机甲，生命值10000010000，攻击力320-40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0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成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切割，每次攻击都会对周围10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军造成100%攻击力的伤害。天赋机甲，不会受到主动技能影响。简介：机器人中的清道夫致力打造一个属于机器人的世界，属性强的一笔。这个机器人太强了，难怪刚才那个地精说不好对付。是啊，这个属性还好只有一个，要不然就太麻烦了。生命值比之前的狗头人国王还高了，难怪说走出去会毁灭这个世界。这还只是其中一个，这玩意好像还会成群结队。龙国直播间不禁为赵毅捏了一把汗，这玩意还好目前就一个，配合脉冲镭射枪应该不难解决。发现入侵者，现在开始清除。清道夫脑袋中间的大圆点开始闪烁着红光，随后2只手臂变成了电锯，朝着赵毅这边冲来。脚下的橡胶滑轮跑得飞快，因为切割技能的影响，赵毅只能让赵暗红一个人上，因为这个家伙每次攻击都是相当于横扫。赵暗红站在赵光义旁边，同样会受到伤害。赵光义拿着巨锤站在原地，死死地盯着冲过来的清道夫。赵暗红则是站在远程单位的前面，以防万一。先吃我一发脉冲镭射枪。赵毅看到清道夫接近了，扣动了手中的扳机，一道激光朝着清道夫射去。负4000，清道夫的血量直接来到了6000，这太爽了，一下打掉了4000的血量。自己从过百的输出直接来到了4000，原来我这么厉害。赵毅准备再补一发的，但是想想还是算了吧，这玩意只有20发，现在只剩下19发了。清道夫被击中后浑身哆嗦了一下，随后愣在了原地。晕眩3秒钟的机会不能错过呀。赵毅因为拿着的是脉冲镭射枪，只能在旁边指挥着。但是赵毅可以用印记啊，被印记标记的单位如果被远程攻击到，那么这个远程单位将会增加20点的攻击力，不用白不用。赵鑫的剑雨，还有阿飘的法术机关枪，就连2个牧师都用自己的法球普通攻击进行攻击。赵暗红上去锤了2下，负95，负211，负76，各种伤害在清道夫头上飘着。3秒的时间很快，清道夫的血量掉了1000多，还剩下4000多的血量。攻击！清道夫手中的电锯锤在了赵光义的身上，赵暗红则急忙跑了回来。负266，加250。一个牧师在赵光义受伤后直接进行治疗，早用早 CD， 这就是有2个牧师的好处。但是清道夫的攻击速度并不慢，随后又是一击打了下来。负269，加250。虽然持续被攻击着，但是赵毅估摸着应该没啥问题。自己这边人多量大，地精扔出自己的一个扳手，在清道夫身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哐当。但是这种主动的技能没啥用，机甲的外壳不会受到主动技能影响，只有像赵暗红这种被动的光环效果才有用。他的光环让清道夫减少了10%的攻击力。该死，我的扳手居然不行了。地精有点泄气，因为清道夫特殊的攻击方式，所以他身为近战没办法参战，只能远远的看着，要不然光是横扫的伤害就能让他喝一壶的了。没想到运气这么差，一出门就看到一个清道夫，还好救一个。这时不远处巡逻的机器人一行的机器人刚好回来，再过不久他们就会发现这里的异常。赵毅急忙在原地放置了几个毒蛇陷阱，自己的能量没有用武之地啊。赵鑫用散射将这几个机器人拉过来，别让他们攻击赵光义，要不然赵光义扛不住。是，领主大人。机器人过来以后，赵暗红砍一个，嘲讽一个，地精再拉一个。明白，无主。赵鑫看着一行的机器人过来了，急忙进行散射攻击。负59、60、59。这些机器人刚想攻击赵光义呢，就被赵鑫的箭矢射中。虽然赵鑫只能散发很小的威胁值，但同样是威胁值啊。只有赵鑫一个人攻击这些机器人，他们自然发着警告就冲了过来。警告，发现入侵者。几个机器人对于旁边经过的赵光义视而不见。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很多震撼弹，这些机器人将赵毅等人晕在原地，随后继续冲了过来。好在赵毅之前布置了毒蛇陷阱，机器人的行走触发了这些陷阱。拼！9条好毒蛇出现，一口咬在了这些机器人的身上。几个机器人转移了仇恨目标，开始对着毒蛇进行攻击。有几只机器人穿过毒蛇陷阱，继续冲了过来，但是被醒来的赵暗红给击中了。过来吧你！赵暗红发动嘲讽技能，
将跑向赵兴的一个小机器人给嘲讽了回来。还好，你们够强。旁边的地精边用自己的扳手攻击着机器人边说道。赵兴醒来以后，对着这些小机器人就是一轮剑雨。-59、60、59。相比清道夫那边，这边的小机器人还是很容易解决的。赵兴几剑攻击就清理的差不多了。至于他们炸弹造成的伤害，可以通过赵暗红的光环效果缓慢的恢复过来，没必要浪费牧师的奶量。第133章3台清道夫。地精将自己身边的废物机器人敲翻在地后，擦了擦头上的汗水道：还好就一个清道夫，要不然我们就完了。话音刚落，不远处就来了一个清道夫，正向着这边冲来。我去，你这嘴开过光的吗？赵毅惊讶地说道。这一幕让龙国直播间的观众哭笑不已。这个地精是被谁附体了吧？这么毒奶，两个清道夫怎么打？赵光义可扛不住两个呀。是啊，虽然有两个牧师加血，但是掉血速度还是很快。所有人都在等着看赵毅怎么办。一个赵暗红肯定扛不住的，赵暗红血量太低，被打几下就死了。而且两个牧师照顾一个赵光义都有点棘手，别说给赵暗红加血了。赵毅话不多说，抬起自己手中的脉冲镭射枪就是一枪，强大的激光射中了奔过来的清道夫。-4000。清道夫被这下攻击直接打得愣在了原地。赵毅急忙在前面布置了一个冰冻陷阱。清道夫醒来以后开始朝着赵毅这边奔来，但是在路上的时候踩中了冰冻陷阱，变成了一座冰雕。这个冰冻能够持续30秒的时间，足够赵光义那边将第一台清道夫干掉了。还好，地精看到这个情况，擦了擦自己头上的汗水，自己找这帮人果然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是自己的话，恐怕就被第一台那个清道夫给干掉了吧。还好就2台，如果再过来一台，恐怕我们就完了。清道夫的话刚说完，不远处又来了一台闪着红光的清道夫，他手中的电锯开始嗡嗡作响。你大爷的，你还是闭嘴吧！赵毅都给气笑了。现在有3台清道夫机器人在这里，一台还剩下最后2000血，应该很快就要被干掉了。一台被自己这边冻住，暂时没有什么事情。还有一台新加入的，只能让赵光义扛住了。所有人打第一台清道夫，赵光义准备接住新过来的那台。赵光义这边挥舞着手中的巨锤攻击着第一台清道夫，这台清道夫的血量已经下到了1000多了，再打几下就死了。但是第3台清道夫显然不会让这边得逞，脚下的橡胶轮胎开始滑动，朝着这边飞速过来。去死吧！赵毅这边瞄准了第3台清道夫就是一枪，拼！一声枪响后，第3台清道夫的血量掉到了6000，立在原地3秒钟。利用这3秒钟的时间，赵光义等人使劲地攻击着第一台清道夫。清道夫的血量掉到了1000以下，但是赵光义的血量也在1000以下了。如果不是2个牧师一直在加血，赵光义已经躺在地上了。第3台机甲摇晃了下自己的脑袋，刚准备扑过来呢，随后又被赵毅一枪击中。-2400。第3台机甲只剩下3600的血了，又一次原地罚站了3秒钟。赵毅摸了摸自己的脉冲镭射枪，这下子一共用了4发子弹了，这才刚出门啊，剩下16发，希望能走到控制中心。轰隆隆，伴随着一阵爆炸声，赵光义跟前的清道夫总算倒在了地上。赵毅本身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值，看到这个情景，赵毅总算放松了一点。3台清道夫机器人总算解决了一台。地精长叹一声道：还好，我们已经清理了一台清道夫，要是……话还没说完，赶到的赵毅脚踹在了脸上。地精比较矮，这个高度刚刚好。闭嘴吧你只要带路就行了。赵毅狠狠地说道。此时的地精半坐在地上，回眸默默地点了点头。赵光义虽然干掉了清道夫，但是自身血量只剩下了几百了。2个牧师目前蓝量还在缓慢恢复之中。这时，晕在原地的清道夫再次醒了过来。虽然这台清道夫只有3600的血量了，但是比此时的赵光义可是强多了。而且仇恨机制的问题，赵光义毕竟顶在前面，要不然这个清道夫将追着打他的远程人员。赵光义顶上去，开圣盾。赵毅握紧了手中的枪，目前再开就不划算了。3600的血量只能轰掉1440的血，不值得。是，领主大人。赵光义冲上去和第3台机甲打了起来。在电锯即将打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赵光义开启了圣盾，一道光芒出现在自己身上，阻挡了50%的伤害。-133。原来200多的伤害，此时只有100多了。加250，加250。2个牧师蓝量回复，直接2口奶加在了赵光义的身上。但是2个牧师回蓝太慢了，这一口加完了以后，还需要10秒钟才能下次释放。但是足够了，圣盾持续时间是5秒钟。5秒钟后，圣盾消失，清道夫的血量跌破了2000点。而赵光义即使开了圣盾，
依然还是受到了近700点的伤害，此时已经变得只有500多点了，必须给赵光义一点喘息的机会。旁边的赵暗红已经在等候着了。赵暗红使用嘲讽，让他来攻击你。是，无主。赵光义发动嘲讽技能，本来还在攻击着赵光义的清道夫，转头开始向着赵暗红这边跑来。在这个过程中，赵毅这边的远程单位跟在后面打。赵暗红没有硬接这个清道夫，反正自己嘲讽阶段，他就只能追着自己。他只要跑得远一点，等下这个清道夫回去找赵光义的时候，就会多一点浪费时间。这个清道夫追了一会以后就不追了，嘲讽的时间结束，他的仇恨第一顺位变成了赵光义，调转方向，回头又冲着赵光义跑去。在这个过程中，两个牧师还有阿飘、赵鑫等人拼命的攻击着。地精依然在扔着自己手中的扳手，但是没啥用。赵光义看到清道夫回来了，拿起自己手中的巨锤准备迎战。两束光芒在自己身上闪烁着，加250，加250，两道回血将赵光义的血量抬高了不少。来吧！赵光义挥动着手中的巨锤，一锤打在了清道夫的身上，金属碰撞的声响充斥着每个人的耳朵。第134章，升级到10级。砰！第3台清道夫机甲倒在了地上，身上不断的发出各种爆炸。咚咚咚！这下子总算可以休息了。赵光义在两个牧师的回血之中，准备迎接之前的第二个。这个家伙还被冰冻着，不过很快就要恢复了。这一个目前只有6000的血量，但是由于赵光义的血量不够，所以赵毅只能又补了一发脉冲镭射枪，要不然清理速度太慢，会让赵光义死的。众人对着这台清道夫机甲就是一顿攻击，轰隆隆，最后一台清道夫倒在了地上。赵毅让众人在原地休息，等牧师慢慢的回蓝，然后将大家的状态加满。在这个过程中，赵暗红的光环让周围的人缓慢的回着血，赵毅则跑去拿战利品了，先分解了这帮小机器人。这帮小机器人给赵毅提供了2块电池，还有一个芯片，这些玩意以后都是需要的，留着准没错。接下来就是分解3台清道夫机器人了。这3台清道夫机器人给了赵毅不少的经验值，但是赵毅不敢再去找他们杀了，过于危险，而且自己的脉冲镭射枪子弹只剩下15发，万一被包围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还是先完成任务再说。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清道夫获得高级电池 X1， 高级零件 X2。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清道夫获得高级电池 X3， 高级零件 X1。啥玩意啊？这玩意目前还不知道怎么用，给我报点其他的不好吗？希望最后一个能有点好东西。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清道夫获得高级电池 X1， 高级零件 X1， 高级瞄准镜图纸1张。高级瞄准镜图纸，赵毅记得之前的工程学导师那边学习的好像是瞄准镜啊，这个高级瞄准镜图纸是不是比瞄准镜还要厉害？高级瞄准镜图纸简介：安装在远程武器上可以提高200码攻击距离，正 8% 的命中率。建造需要玻璃 X2， 铁矿 X1， 高级零件 X1， 高级瞄准图纸 X1。居然提高了200码的攻击距离，如果安装在了自己的武器上，岂不是自己的射程达到了800码？射程领先的优势将会极大，而且这个高级瞄准镜图纸自己已经有了，回去就能建造，想想就很刺激啊。这3个东西还算给了自己一点惊喜。休息了一会后，赵光义等人的状态已经恢复了过来。为了以防万一，赵毅还是等到了赵光义的技能圣盾冷却好了以后再出发，要是碰到了特殊情况，还能多顶一段时间。接下来，赵毅等人跟在了地精的后面，沿着歪歪曲曲的小路走着，一路上虽然碰到了不少的机器人，但是都是异形的，根本拦不住赵毅等人。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个东西。地精看到路边的一个机器跑了过去，这是什么东西？赵毅跟在了地精的后面，向着前面的机器跑去。这个机器跟之前的清道夫机器人差不多，但是中间却有一个缺口，刚好有个人可以坐进去。这个是哈莱博士研发的战斗机器人 HD32 型，但是已经被淘汰了。最新款的 HD35 型机器人就是清道夫，那玩意是完全自主控制，没想到却出了这个事情。地精坐上 HD32 型战斗机器人后，开始熟练地操控了起来。能源系统已开启，战斗系统已启动，安全模式已启动。随着一声声的提示声，这台 HD32 型战斗机器人开始了运转。没想到这玩意还能动，那我们就快点出发吧。地精催促道。赵毅点了点头，随后跟在了这台机器人的后面。机器人迈着步子，手中的电锯无情地挥动着，那些冲过来的机器人都被这把电锯给无情地摧毁。这倒是省去了赵毅不少的事情，自己只要跟在后面捡破烂就行了。捡着捡着，发现了不对劲，这家伙把自己的经验值都抢去了。随后赶紧带着人走在了地精的前面。
叮咚龙国代表者等级提高到10级，获得天赋点+1。叮咚龙国代表者等级提高到10级，可以学习技能驯兽。叮咚龙国代表者等级提高到10级，可以学习技能召唤宠物。叮咚龙国代表者等级提高到10级，可以学习技能鹰之守护。终于等级来到了10级，不光获得了1点天赋点，还获得了3个技能。天赋点有的同时，赵毅能够看到自己的天赋数了。10级的天赋只有1个，雄鹰守护。现在追猎者的鹰之守护能够在提高20点攻击力的同时，能够额外提高远程攻击速度10%。这一条的天赋就是对应鹰之守护的，但是就连鹰之守护的技能还没学会呢。鹰之守护，追猎者能够开启鹰之守护的状态，范围1000码的友方远程单位获得20点的额外攻击力加成。注意，追猎者同时间只能开启一种守护。这个鹰之守护应该是跟之前的神猴守护一样，只不过神猴守护自己用不到，躲避几率自己就算有了，也不可能拿远程当近战使用啊。而这个鹰之守护就比较好了，在提高自己这边远程单位攻击力的同时，天赋还能提高攻击速度。赵毅很想学习这个技能，但是自己现在浑身上下就2个金币，根本不够学习使用的，只能无奈作罢。随后将目光投向了另外2个技能。驯兽，追猎者可以驯服一个动物作为自己的宠物，它将与你并肩作战，宠物的属性根据你的情况定。召唤宠物，当宠物死亡的时候可以重新召唤，但是宠物死亡后将会损失忠诚度，当忠诚度过低后，它将重新变为野生动物。终于能够抓宠物了吗？虽然很想用，但是目前没钱，等下拿到奖励再说。至于天赋点，那就点鹰之守护吧。等等，赵毅突然意识到自己能不能用天赋点点自己之前的天赋。第135章收割者。随后为了印证这个猜想，赵毅试着点击了下自己其中的一个天赋。叮咚，当前天赋点不足，无法提高天赋坚毅，当前升级坚毅天赋点需要2点。听到游戏系统的提示，赵毅明白了，看来自己没必要点击职业天赋，之前系统赠送的天赋也能升级，只不过升级的花费可能不太一样。既然如此，那天赋点就留着吧，这个强化的鹰之守护的天赋没有那么重要，只不过是相当于多了20点攻击力和10%的射速而已。等以后自己的远程单位多了以后，这个天赋就可以点了。现在仅仅几个远程单位，受到的收益实在太小了。最后赵毅将自己获得的10点属性点全部点在了攻击力上，攻击力直接来到70点。不知不觉中，前方又出现了一台清道夫机甲。这次赵毅没有使用脉冲镭射枪，想要留着后面使用，但是很快就无可奈何了，因为旁边又出现了一台清道夫机甲，这下子只能使用了。加上地精驾驶的老款机甲，自己这边刚好可以将2台清道夫机器人都扛住的。赵光义对付一个，地精对付一个，赵毅抬手就是2枪，每人1发子弹。很快这2台机甲就清理干净了。赵毅消灭2个清道夫以后，一路前进，前面就是指挥室了。地精驾驶的机甲因为一路走来的战斗已经破烂不堪，因为机甲特有的属性，这种主动的加血技能是没有办法加血的。机甲本身不受任何主动技能的影响，哪怕这是增益效果也不行。赵毅抬头看了看前面，一扇大铁门就立在那里，只要穿过了这个大铁门，里面就是指挥室了。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啊，脉冲镭射枪就只剩下最后1发子弹了。不过好在众人已经走了过来，而且因为脉冲镭射枪的关系，几个人都没有啥事。遇到多的清道夫机甲时候，赵毅手中的镭射枪连续发射，一路上的机器人爆出了不少好东西，有电池 X7、电线 X12、零件 X3、电气元件 X5、芯片 X5、高级电池 X5、高级芯片 X4。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蓝色宝石 X2、蓝磷矿 X3、红色宝石 X3、紫色宝石 X2、极火矿 X1， 就连制造鹰角弓需要的极火矿都爆出来一个。不过这玩意赵毅已经有了，之前的黑暗公会魔女在交给自己任务的时候给了自己5个，现在自己需要的是鹰角这东西。其中蓝色宝石加蓝磷矿可以合成一个戒指，自己回去就能让人打造出来。众人来到指挥室的门前，地精坐在机甲上面对着铁门一阵操作，哐当，很快这扇大门就打开了。里面是一个硕大的房间，房间的中央是一个大的控制台，具体做什么事情赵毅就不知道了。地精看到这个房间颇为满意，总算到了，这就是地精科技。有没有感觉到震惊？震惊？你快点给我操作吧，赵毅哪管你这房间什么样子，给我处理好事情才是正事。地精来到控制台前，开始拼命地输入着各种信息。该死，这帮机器人居然篡改了控制中心！赵毅有些无语，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是这个地精不怎么靠谱。果然，封闭的大铁门仿佛有人在外面敲打，发出哐哐哐的巨响。是什么东西？
赵毅盯着门好奇地问道：“这扇门不知道能不能挡住那些机器人，但是感觉清道夫应该没有这么强才对啊。应该是收割者来了。”地精边操控控制台边回答道：“收割者？没错，收割者专门为战斗而生。当清道夫杀死了所有的地精后，恐怕收割者也被他们控制了。好在这玩意只有一个。”地精缓缓说道。砰！门外依然传来巨响，除了地精外，所有人都盯着眼前的这扇门。地精拼命地操控着眼前的控制台，头上开始溢出汗水。还有多久才能好？赵毅问道。我必须重新更改算法控制，给我一点时间。地精的手指飞快地操控着。没过多久，终于操控结束了。地精长舒一口气，总算好了。听到这个话，赵毅总算放心了。好家伙，以为按照这个末日游戏的套路来说，应该是自己保卫地精改算法的，没想到设置已经改好了，这帮机器人都没有冲进来，这倒是让自己这边省去了不少的事情。这一幕也让龙国观众惊讶不已，我还以为要看看龙国代表者大战机器人呢。是啊，不过这样最好，少了很多的麻烦，最重要的是奖励到手，能不大战就最好了。我感觉门外的东西都不简单。就在众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控制室的大铁门被从外面一脚踹开，一台漆黑的高大机甲站在门口朝着里面望着。你不是说已经好了吗？怎么这玩意还是冲了进来？赵毅看着地精不解地问道。地精直接跑到了自己的机甲跟前一跃而上，随后回道：我忘了跟你说了吗？算法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运行，我们必须保卫控制台不会被破坏，否则这台收割者还有其他的清道夫将把我们全杀了。信了你的邪？赵毅感觉这就对味了，一个任务怎么可能会这么简单？这个漆黑的大机甲看起来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姓名：收割者，种族：机甲，生命值19999，19999，攻击力400-45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2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5，防御类型成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切割，每次攻击都会对周围100码范围内的所有敌军造成100%攻击力的伤害。个人技能修复，收割者能够自我修复，每过8秒钟都能恢复200点血量。个人技能变形，当收割者血量低于 10% 的时候，所有属性提高 50%， 并且攻击方式变为远程。天赋机甲，不会受到主动技能影响。简介：收割者，专门为战斗而打造的机甲。第136章，收割者变成了废铜烂铁，血量恐怕的19999，攻击力更是最低400点。收割者两只红色的眼睛看了看在场的人员，警告：有人非法入侵，现在开始执行清除任务。收割者直接朝着众人冲了过来，跑动中从背后抽出来一把巨剑。赵光义顶上去。是，无主。赵光义扛着巨锤等着收割者冲过来。这个时候，门外又来了无数的清道夫，他们快速地朝着这个指挥室接近。我来挡住清道夫，你们把这个大家伙拖住了。地精说完，驾驶着机甲挡在了门口，他就相当于一个大门，将外面的清道夫全部拦住。赵毅等人则专心盯着眼前的这个大机甲，啥也不用，赵毅开枪将自己的最后一发脉冲镭射枪给打了出去。砰！负8000。一声枪响后，收割者的血量只有11999点了，但是紧接着的收割者一个自我修复就抬高了200点血量。坑爹的玩意，大家快打！赵毅将自己的木弓换了上去，同时将无限剑带的模式调整为破甲剑。这家伙必须尽快干掉，因为他会一直自我修复。给我破！赵毅一发普通攻击打在了收割者身上，收割者脑袋上出现了一个破碎的盾牌样子。收割者原来的护甲就是5点，此时变为了0点，负70。虽然有持续时间，但是赵毅只要一直攻击就行了。有了赵毅的破甲，众人打起来就很快了。赵光义举着巨锤就是一下，巨大的光锤打在机甲外壳上，发出巨大的金属相击之声。负224，负43，负75。另外的赵兴等人还有牧师等攻击力都获得了不少的提高，因为护甲是0，相当于没有减伤，但是依然还有个护甲类型成甲摆在那里。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护甲，能够挡住穿刺、普通、魔法的攻击，让他们只能造成部分伤害。但是面对赵毅的混乱攻击还是没用的。不过赵毅的攻击力有点捉急，收割者抬起自己手中的巨剑，一剑砍在赵光义的身上。负321，攻击力相比清道夫提高了不少，但是攻击速度要比清道夫慢。只要稳扎稳打，应该没啥事。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收割者会在最后血量的时候变形，增加属性的同时进行远程攻击，这个处理不好可能会死人。
11999血量的收割者血量下得很快，在这个过程中，赵暗红的嘲讽好了就会用一下，这样可以让收割者浪费数秒的奔跑追击时间，赵光义可以借此保持一个健康的血量。警告：机器受损严重，收割者的血量持续下降，很快就来到了临界点。19999的总血量，10%就是1999点，而现在收割者的血量已经低于这个了。安全模式已关闭，收割系统已开启。收割者将自己身上的巨剑给扔了，从背后升上来一顶巨炮，炮管极粗，瞄准了自己的目标赵光义。此时的收割者所有属性增加了 50%， 血量达到了29999点，攻击力达到了600以上，攻击速度为 0.6 秒一次。赵光义直接开启自己的圣盾，这玩意不用圣盾根本扛不住。嘣！一发炮弹打在赵光义的身上，发出巨大的爆炸。-229，如果不是圣盾的保护，这一发炮弹恐怕要在400以上了。2个牧师在后面都被榨干了，即使这样，依然还是让赵光义的血量下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收割者的攻速太快，一发炮弹接着一发，但是这个状态血量太低，几个人攻击着零护甲的收割者速度很快。-225、-75，各种伤害攻击着收割者。随着一声巨响，收割者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嘣嘣嘣！收割者失败了。收割者的声音听起来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随后，这台曾经的黑色大机甲变成了一堆破铜烂铁。同一时间，堵着门口的地精同样发生了一声爆炸。地精的机甲彻底被清道夫们打报废了。该死的，受损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开始弹射。嗖的一声，地精屁股底下的座位开始发射，直接飞了起来，落在了赵毅的旁边。门口，这帮清道夫冲了进来。就在所有人严阵以待，准备防守的时候，身后的控制台发出了一道声音：控制已终止，现在已经恢复成了出场模式。那些冒着红光的清道夫缓慢地放下了手中的电锯，随后愣在了原地。赵毅问着旁边的地精道：“这是恢复了吗？”地精急忙跑到控制台前，手里啪啪啪地敲打着屏幕：“让我看看。”看起来似乎已经好了。听到这个消息，赵毅总算松了一口气，随后来到了收割者的机甲面前。他要分解这个收割者，看看能爆出什么样的装备。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收割者，获得图纸便携式机炮台黄蜂。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收割者，获得图纸机枪炮台。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收割者，获得图纸2级仓库图纸。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收割者，获得技能书群体嘲讽。3个图纸，1个技能书。图纸这个东西赵毅见过很多次了，但是技能书似乎没怎么见到。赵毅打开技能书看了下，技能群体嘲讽。简介：使用者可以学会群体嘲讽。效果：强制周围600码的敌方单位攻击自己，持续5秒钟，在这个过程中护甲加5，冷却20秒钟。挺好的技能，而且似乎学习起来没有啥限制。赵毅自然不会自己学了，自己可是远程，学这个不是找死吗？那就给赵光义吧，这家伙作为主坦确实来说最适合。他学会了群体嘲讽以后，自己这边的赵星就能肆无忌惮的攻击了。现在赵星攻击都是小心谨慎的，生怕自己被怪物仇恨。赵光义过来，这本书给你了。赵光义将巨锤挂在自己的身后走了过来，感谢无主。赵毅将技能书给赵光义就不管了，随后看了看自己的3个图纸。第137章嚣张，便携式机炮台黄蜂。建造需要金币 X30， 铁块 X30， 零件 X2， 电线 X3， 高级芯片 X1， 电器元件 X1， 高级电池 X2。黄蜂，一款由地精们研发打造的便携式机枪炮台，能够立在原地充当防御使用，还可以。自己如果外出的话，这玩意还是很好用的。关键就是这玩意是便携式的，可以拆了运出去。比如自己需要铁矿了，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建立在铁矿的附近，这样子有人过来的话，黄蜂就会发动攻击。赵毅随后又看了看另外一个2级仓库图纸，升级需要木材 X200， 石块 X200， 绳索 X20， 铁矿 X50。简介：一个很能装的仓库，由1级仓库升级而成，储存量从500提高到1100。仓库这玩意不是很急需，白给的不要白不要。姓名：机枪炮台。生命值1000，攻击力55-57，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 0.6， 每 0.6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5，防御类型成甲，移动速度无法移动，攻击范围500游戏距离。技能预热，每攻击3次提高 10% 的攻击速度，最高提高 50% 的攻击速度。建造需要金币200，
铁矿20，石头 x100，绳索 x20，零件 x2，电子元件 x2，电线 x5，由基础箭塔升级而成。简介：超快的攻击速度，最快能够1秒3枪。这玩意是根据箭塔升级而成的。这样看来，自己目前有2个升级选项，一个是毒箭塔，特点就是无限叠加毒箭；另一个就是这个机枪炮台了，射速快，攻击也还可以，就是没有啥特别的技能。刚开始肯定机枪炮台厉害，但是打到后面肯定是无限叠加毒箭的毒箭塔厉害。2个各有千秋。看完了装备以后，赵毅来到了地精面前。事情已经解决了，该给我的钱呢？虽然按照地精资本家的尿性不太想给，但是见识了赵毅的实力以后，只能无奈的给出了1200个金币。我的朋友，你帮助全世界生物活了下去，你将获得无上的荣耀和尊重，所有地精人员视你为英雄。滚，我只要钱。面对有米不进的赵毅，地精只能掏出一个钱袋子递给了赵毅。叮咚，龙国代表者获得了1200个金币，同时地精所属阵营全部城市声望加200。听到这个消息，赵毅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次总算没有白来了。接下来你要去哪？赵毅问着眼前的地精。地精回道，将这里的事情善后好以后，我将前往地精的首都，这里我将炸掉入口，以后没人会知道。那好，我们就先走了。赵毅和地精告别，向着门外走去。尊敬的旅客，你们好，你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地精的指挥室，请您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地精外面不断的播放着各种广播，想来这里以前应该人满为患吧，现在却只剩下一个地精了。先生小姐们下午好。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一路上刚才还跟自己拼死拼活的机器人和自己打着招呼，由于没有了主人，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只能漫无目的的游荡着。赵毅离开了这个地方，剩余时间还有余点，赵毅决定前往罗景镇将瞄准镜打造出来。说着，赵毅就向着罗景镇出发。黑风寨，你是说那个家伙下山以后就只是打猎，其他什么都没去？唐琪把玩着手中的霹雳弹问道。底下的小喽啰们急忙回道，谁说不是呢？我们还假装路过检查了下他的猎物，就是普通的小兔子啥的。唐琪想了下，难道这3个人真的是来投靠黑风寨的？虽然这3个人实力不及自己1/10，但是比这些手下的歪瓜裂枣好多了。如果能够加入，自然再好不过，但是一切还要等他们投名状拿到才行。赵毅驾着马车向着罗景镇前进，突然收到了一条私信。师城代表者，龙国代表者。龙国代表者，是啊，你找我，你自己不知道我是谁吗？师城代表者，哼，嚣张，我们想要跟你谈一笔交易。龙国代表者，有话就说。师城代表者，我是一名侦测师，我已经查到了你的大本营所在，如果不想我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你必须给我每天收益的60%。赵毅看到这条警告没卵他，别说赵毅不信他知道自己大本营所在了，就算让他知道又怎么样？目前自己的实力这么强，回去架设几个机枪炮台还有毒箭塔，这帮人来一个死一个。师城代表者，喂，你怎么不说话了？赵毅则直接把这个人拉黑了，免得打扰自己的心情。师城代表者摸了摸自己的脑袋，难道这个龙国代表者不相信自己知道他的大本营所在？师城代表者觉醒的是侦测师，虽然能够侦测周围环境，但是范围并不远。没想到刚好龙国代表者居然就在不远处的机会，所以代表者准备扮演一次神棍。如果龙国代表者害怕自己的大本营被暴露了，那么自己就要可以从中获取一部分物资。这可是目前排名第1的龙国代表者呀，哪怕是获得其中的一点，也够自己发展的了。但是没想到龙国代表者根本不怕呀，难道他不知道树大招风这个道理吗？师城代表者，我给你1天的时间考虑，否则休怪我暴露你的信息。师城代表者刚发了这条信息，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末日，这个龙国代表者，师城代表者已经决定了1天时间。如果明天这个时候龙国代表者还没有答应的话，那自己就将他的位置透露出来，说不定到时候会有人联合过去找他哦。这个人将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第138章，寻求帮助。到时候相信有很多人愿意联手来对付他的吧，毕竟是可以抢物资的。赵毅没有管这个跳梁小丑，开着自己的马车直接进城了。因为在罗景镇的声望提升，赵毅带着的士兵可以畅通无阻，就算是飘在空中的赵飘都能直接进去。因为他是赵毅带过来的人，如果是他自己单独进城，那就不行了。赵毅带着人来到了工程学院，随后将马车停在了门口，自己单独进去了，其他人则在外面等待着。来来往往的居民都上下打量着这伙人，这些人好像就是前不久消灭了狗头人国王的队伍。这么厉害，狗头人国王都干掉了？是啊，听说还是一个人不死的情况下给击杀了。边上不少人议论着，
赵毅这边的声望已经传到了每个人的耳边。哟，回来了！中年男子在自己的工作台前鼓捣着东西，看到赵毅进来，急忙迎了上去。对，我想学习瞄准镜这个东西。可以啊，学习的话需要缴纳50金币和100经验值，死比自己学技能贵了好多。不过想想也对，自己的技能只能自己学，便宜点正常。但是这个是大众技能，所有人都可以学的技能，岂不是要加一点门槛才能限制？赵毅掏出了50个金币，递给了中年男子。中年男子拿在手中数了数道，正好50个金币，都是真的。赵毅嘴角抽搐了下，这玩意能假的不成？叮咚龙国代表者学习工程学瞄准镜，消耗50个金币，100点经验值。学会了瞄准镜后，赵毅就来到了房间制作台前打造了起来。这才发现没有玻璃。你这能卖玻璃？可以，50金币一个。赵毅又掏出了100个金币，交换了下2个玻璃。叮咚龙国代表者制造了瞄准镜。赵毅拿着眼前的这个瞄准镜看了看，这玩意安装在武器上就能增加5%的命中了。之前打收割者的时候就丢失过几次，但由于收割者机甲的特性，自己这边没放啥技能，所以影响不大。丢失只是普通攻击丢失，但是万一以后能放技能的时候丢失了，那就麻烦了。赵毅随后又准备打造一下自己的高级瞄准镜，这个瞄准镜就准备给赵鑫，自己使用高级瞄准镜。又掏出100个金币买了2块玻璃，赵毅开始打造高级瞄准镜。叮咚龙国代表者制造了高级瞄准镜。制造好了东西以后，赵毅便准备离开这个地方，但是转头似乎发现了不对劲的东西。你这个玻璃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吗？这倒是把中年男子问住了。只要城市里有学工程的地方，应该都有吧？赵毅点了点头，他想到一个生财之道。目前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遇到城镇的，而有的国家代表者大本营附近说不定都没有城镇。如果自己在这买了玻璃，然后放在交易平台上卖会怎么样？说不定能够赚一笔差价。而且这个玻璃似乎不是只有工程用得到，很多地方都是需要的。如果地精在的话，一定直呼内行。所谓的赚钱，那就是打价格差呀。赵毅随后花了200个金币买了4个，准备回去试试看。实在卖不掉，以后工程学也要用到。买完玻璃以后，赵毅将自己的高级瞄准镜安装在了自己的木工上，最大射程增加了200码，现在是800码的攻击距离，超远。走出了工程学院的大门，赵毅将瞄准镜递给了赵鑫，安装了它，然后我们出发。去哪里？领主大人。赵鑫安装完以后问道。光明神教。光明神教系统之前提示能够解决自己脖子上枷锁的地方，他倒要看看如何才能解决眼前的这个任务。光明神教，一个存在于整个末日世界的教会，在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话语权，教众繁多。但是在一些反教会的国家，光明神教是不好的象征。玄凤帝国则是保持中立，只要光明神教不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就不妨碍它的发展。罗锦镇的光明神教处于镇长的议事大厅旁边，是一座3层楼的小房子，远远的能够听到不少的信徒正在祷告。我一个人进去，你们在这里等我。虽然自己这边是在玄凤帝国处于友善状态，但是对于光明神教来说依然还是中立。再加上赵飘和赵暗红的关系，自己这边还是一个人进去的好。教堂里面稀稀落落几个人在祷告着，一旁的牧师看到赵毅进来，慢慢的走了过来。迷途的孩子，你也是来寻求主的帮助吗？赵毅抬头看了看这个光明神教，这个教堂里信仰的主居然是个怪物，长得有点像自己在地洞中墙壁上看到的一个类似天使的怪物。与天使不同，这个怪物的翅尖是朝下的，正常天使的翅尖是朝上的。除此之外，这个怪物脑袋是长着角的山羊。匪夷所思，确实，我是来找一个帮助的。牧师笑了笑，果然又是一个迷路的孩子。放心吧，孩子，主是不会抛弃任何人的，让我们的主来为你解忧排难。说完，牧师带着赵毅来到了山羊头的跟前。距离近了以后，赵毅感觉这个山羊越看越搞笑，尤其那个小眼睛太搞笑了。赵毅差点笑出声，但还是忍了下来，因为自己这一笑，恐怕在光明圣教的声望直接到仇恨了。忍住，忍住。牧师看了看赵毅道：说吧，需要主帮助你什么？赵毅将目光从山羊神身上收了回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脖子上有个东西，想要找你们的神或者其他谁都行，给我去掉。脖子上有东西？牧师睁开自己的眼睛，仔细的看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脖子上似乎真的有个东西。刚开始没有看出来，但是仔细看着，似乎有一团黑雾。随后，牧师眼睛放大，犹如看到怪物一般。他感觉到了赵毅脖子上有的东西，那是黑暗的力量，是不洁的力量，而且这股力量极其强大，如果爆发出来，整个教堂说不定就不在了。第139章，活的办法。大师，不对，牧师，你怎么了？
林然好奇地问道。距离昨天黑暗魔女给自己上枷锁的时间已经过了1天了，还有2天时间，将要超过时间，到时候就会发生爆炸。牧师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连连后退。鬼呀，滚一边去！赵毅看着牧师无语，就这德行还当牧师，胆子就这么小？牧师，你这是怎么了？赵毅上前想要搀扶他，却把牧师吓得更加严重了。滚啊！我还不想死，主跟你说没救了，等死吧！牧师的样子惊讶到了旁边的信徒们，他们不知道一向沉着冷静的牧师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难道眼前的这个男的代表着黑暗？这时，从教堂里面走出来一个白发老头，手中拄着拐杖。他是这个光明圣教分教的教主，平时掌管这个小教堂的一切事情。约翰，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样子吓到信徒们怎么办？牧师看到分教主出来，急忙爬了起来跑了过去，随后用手指着赵毅道：黑暗力量，这个人被黑暗力量所侵蚀。黑暗力量？白发分教主大人看了看赵毅，他倒是要看看有什么黑暗力量能够这么吓人。主教大人，你看。赵毅将自己的脖子展现了出来，主教眯着的眼睛直接放大，连连后退。我的妈呀，这么强的黑暗之力！罗锦镇是玄凤帝国的一个小城市，这里的教会自然是比较小的一个，就相当于一个18线城市的小村官。别看是分教主，去了大城市，估计连别人教堂的牧师都不如。尼玛，有这么吓人吗？这给赵毅弄得一头雾水，不是说来这里寻求帮助吗？你走开，不要过来！老头被吓得说话都说不清楚了。赵毅有些无语，这2个家伙比自己都要害怕，寻个毛线帮助？让他进来。教堂的后面突然传出来一阵女声，声音极其动听委婉。分教主大人看了看赵毅，随后说道：既然那位大人叫你了，那你就进去吧。赵毅露出一丝狐疑，随后还是走进了这个教堂里面的小房间之中。穿过这扇门，赵毅来到了教堂的后面。这里是一个隐蔽的房间，平时用作牧师生活起居的地方。在这个大厅之中，有个身穿银色铠甲的女子背对着自己，腰间别着一把长剑，金色的秀发像瀑布一样散落在自己的身上。我去，光看背影感觉好帅啊！这个人是谁？我感觉是个女的，而且很漂亮。这不是废话吗？看这么长的头发就知道一定是女的了。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一幕，发出阵阵赞叹，同时他们也想通过旁边的直播页介绍上想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直播页跟上次一样，所有的属性都是光明骑士团长，所属阵营光明圣教，生命值，攻击力。我去，又是一个看不到的人。看啥属性啊？我要看脸蛋，快点转过来让我看看。给你看也没用，难道你还能摸到不成？赵毅上下打量了这个女子，身高1.7米左右，比自己稍微矮半个头。你叫我？是的。光明骑士团长转头看了看赵毅，精致的面庞，充满着肃杀之气的盔甲，看起来让人想要靠近，但是又不敢。我叫薇薇亚，光明圣教骑士团的团长，此次过来是遵着圣女的预言赶到这个小城镇。圣女？赵毅好奇地问道。这个世界还有人能够预言吗？薇薇亚点了点头道，没错，她预言这个城市将会遭受劫难，所以让我前来阻止。但是我来了已经好几天了，根本没有任何黑暗公会的踪迹。薇薇亚说着朝着赵毅这边走来，身上的盔甲发出哗哗的声音。薇薇亚走到赵毅的跟前，绝美的脸庞盯着他看，随后一把拉住赵毅的领口，将他拉到了自己的视线以下。我擦，姐姐好帅气 ，Oslo， 霸道女骑士团长，想不到这里还有这种人物，戳中了我的 XP， 我以后是骑士团团长大人的狗。滚！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一幕炸开了锅，这弄得赵毅有点愕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想要干嘛。薇薇亚将自己的脸凑到了赵毅脖子处，鼻子贴着赵毅的皮肤，两人看起来极其暧昧，就像是热恋中的男女一样。这一幕可是让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羡慕不已。爱了爱了，我们代表者一直不主动，现在居然来了个强势女骑士。女骑士？是我想的那种女骑士吗？管她什么女骑士呢，能骑的都是好骑士。龙国直播间的观众又是羡慕又是期待。直男赵毅和霸道薇薇亚，薇薇亚的长相绝对是1等1的，至于身材隐藏在了盔甲下面，但是依然能够看出伟岸。秀秀，果然有黑暗之力的味道，而且极其浓厚。这里的教主和牧师可能不知道，但是薇薇亚知道，以他多次跟黑暗公会交手的印象来看，这个施展之人就是黑暗公会的魔女。你是玄凤帝国的人？薇薇亚放开赵毅问道。不是，我是龙国人。龙国？薇薇亚露出一丝狐疑，这个龙国根本没听过。圣光教会遍布整个世界，除了亚人种外，其他地方都有分教。难道这个龙国是混合人种的国家，或者说是其他亚人种的地方？但是眼前的这个人是个不折不扣的人类啊！
对，龙国在世界的东方。东方？那确实可能自己没听说过吧？你是怎么遇到给你脖子上安装这个人的？赵毅详细讲了下过程，不过他隐藏了一些关键信息，比如黑暗公会的魔女让自己在罗锦镇召唤邪能，改成了黑暗公会让自己破坏罗锦镇。原来如此，看来农场那边的迹象就是黑暗公会所为。该死，我怎么没想到呢？薇薇娅有些自责，但是知道这不过是黑暗公会魔女的分身，心里舒坦了点。第140章，我要钱。随后他满意的看了看眼前的赵毅道：既然你来光明神教寻求帮助，那就证明你的心还没有被黑暗所侵蚀。叮咚，龙国代表者在光明神教的声望提高到200，目前为友善。龙国代表者可以带人自由进出光明圣教阵营建筑之中。赵毅没有说话，默默的点了点头。但是你身上的这个枷锁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靠！听了薇薇娅的话，赵毅暗骂了下，但是想到自己似乎有办法解决这个枷锁问题了，也就释然了。这个枷锁说到底也是一次伤害而已，只是造成的伤害比较大，总计9999点伤害，并且这个伤害无法被技能、护甲什么阻挡住。既然是一次性的伤害，那就有办法解决。见薇薇娅团长这么说了，赵毅开口道：既然我死定了，能否让光明教满足我一个愿望？薇薇娅有些愕然地看着赵毅，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这么快就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从魔力波动来看，这个枷锁应该就只剩下2天的时间就要爆发了。而这个人听到自己说没救了，等死吧以后，居然显得很平静。放心吧，我只是说难以解决，没说不能解决。薇薇娅安慰着他，觉得这份平静不是什么好兆头。他是过来寻找光明神教帮助的，现在却不能帮助他，害怕他走上极端，到时候说不定就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感谢大人的关心，但是我只要实现一个愿望就够了。赵毅慢慢的说着，看起来很平静。薇薇娅叹了口气，心想这个家伙看来精神正常的，他应该是想明白了。随后道：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事情。赵毅开口道：给我点钱。薇薇娅一脸的愕然，给钱是什么鬼？赵毅随后又说道：给我点装备也行啊，我为罗锦镇出过力，现在要为光明神教的平稳安定而死去，不应该满足我这点小小的愿望吗？薇薇娅脸色表情极为复杂，她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都快要死了，为什么还惦记着钱和装备？其实如果你不想死的话，我可以帮你。薇薇娅看着赵毅说道。赵毅直接拒绝了，帮我干嘛？我又死不掉，还是钱和装备来的实在。不用，我已经做好了以身殉教的准备，所以不要阻止我这种奔向主的思想。薇薇娅用力的点了点头，这小子看起来挺不靠谱的，没想到觉悟这么高，为了拯救罗锦镇居然选择牺牲自己，同时害怕自己救起来太过麻烦，所以直接拒绝了自己的出手。他将在主的怀抱中获得净化。那行吧，我给你1000个金币，足够你这段时间挥霍了。薇薇娅缓缓地说道，同时他准备将这个事情上报给教会，让他们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教主徽章。叮咚，龙国代表者在光明神教的声望提高了200点，目前为410千。好家伙，自己要钱要装备，居然还提高了声望。这个女骑士难道有什么特殊癖好？不过能拿到1000的金币足够了，自己又发了一下。多谢大人。赵毅毕恭毕敬地接过薇薇娅给的金币袋子，有了这1000金币，自己又可以建造防御塔或者士兵了。赵毅刚准备走的时候，薇薇娅对着他说道：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赵毅。赵毅是吧？后天下午的这个时候，记得离城市远点。你脖子上的这个印记，如果爆炸的话，威力挺大的。好怕啊，这是怕自己祸害到无辜的生命吗？好的，知道了。赵毅告辞薇薇娅，随后在牧师和分教主惊恐的眼神中走出了这个光明神教。看到赵毅走了，分教主急忙跑到教堂后面道：骑士团长大人，这家伙不用控制住吗？薇薇娅摆了摆手，他又何尝不想控制这个人呢？控制会引起他反感不说，这个东西还会随时爆炸，要是在城市中爆炸，那整个城市将会被炸掉一半。不去管他了，给我用迅雷鸟传递一封信息给圣女大人。什么信息？我写好以后交给你。是，团长大人。薇薇娅说完，拿起桌上的笔开始书写了起来。这个少年英勇对抗黑暗公会的事情一定会被歌颂起来，只要圣女大人同意，这个少年就能名垂光明史。罗锦镇中，赵毅摸了摸这个钱袋子，亲了2口，钱永远都是好东西。随后将钱袋放回了自己的背包中。领主大人，你终于出来了。赵兴开心地跑了过来。赵毅回道：我不在的时候没有啥事情吧？没啥事，就是居民老是盯着我们看，所以有些不自在。不管他们了，我们回去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在光明神教里浪费了不少的时间。本来准备去河边侦测下水人的事情都只能作罢。驾着马车，赵毅一行开始朝着自己的大本营方向走去。没过多久，
赵毅就来到了自己的大本营之中。赵修看到赵毅回来，急忙将木门打开，赵毅一行驱车直入。赵毅下车后对着赵兴道：“你带2个人去之前跟尼古拉斯赵四约定的地方看看，说不定他们有信息传来过来。”赵兴尊敬地回道：“是，领主大人。”赵修刚想说什么，被赵兴一把拦住，随后向着外面拖去：“你跟我一起去吧。”“不行啊，我还没跟主人亲热呢。”赵兴力量变得极大，拖着赵修就走了。他们需要去约定场所看看，到底尼古拉斯赵四有没有留着信息。看到赵兴他们走了以后，赵毅查看今天的收获：木材 X1120， 石块 X1030， 茅草 X1200， 金币 X1852， 硬质甲壳 X10， 重油 X20， 肉块 X18， 皮革 X77， 瘦金 X35， 熊爪 X5， 铁矿 X224。很快就要达到上限了。赵毅将玻璃给放在了交易栏目进行交易，定价就在70个金币。很快，这些玻璃就吸引了围观。第141章奸商之路。赵毅将玻璃给放在了交易栏目进行交易，定价就在70个金币。自己如果将4个玻璃卖了的话，说明这个方法可行，自己会从中获利80个金币。虽然钱不是很多，但是代表这是一个路子，说明自己可以从城镇中购买东西，然后在交易平台上薅羊毛，想想就挺刺激的。不知道这些代表者知道真相后会怎么样。将自己的玻璃上架以后，赵毅便不再管他了，而是来到了自己的大本营中的铁匠铺跟前。2个铁匠依然在打造着东西。看到赵毅过来以后，擦了擦头上汗水走了过来：“领主大人，有什么吩咐吗？”赵毅将自己的手中守卫戒指蓝色品质图纸交给了铁匠。这玩意就是自己对抗魔女的利器，这个东西能够每天抵挡3次伤害。如果说这个玩意爆炸是产生9999次的真实伤害的话，那同样还是1次伤害。这个守卫戒指打造出来就能挡住了，而且自己拿到了需要的材料，无论是蓝色宝石还是蓝磷矿，自己都有了。铁匠拿起图纸看了看，随后说道：“这个东西打造的话，明天早上就能出来。”“行，我明天早上就过来拿。”赵毅说着便离开了铁匠铺，随后开始想着自己该如何使用这个金钱。今天的狮城代表者让自己知道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大本营防守必须要重视起来。虽然自己这里有2个箭塔，但是防御还是太过薄弱，2个箭塔加上一些阿飘之类的防守，恐怕难以防守这个大本营。虽然赵修比较强力，但是如果对面2面进攻，恐怕就不行了。赵毅决定先建造黄蜂便携式防御炮台，这玩意自己可以随时移动，灵活性大大得到了提高。建造黄蜂防御塔需要金币 X30， 铁块 X30， 零件 X2， 电线 X3， 高级芯片 X1， 电气元件 X1， 高级电池 X2。 金币要求并不高，这也是赵毅首先选择建造的东西。其他零部件中零件比较麻烦，自己之前去了地精的城市，虽然获得了不少的，但是建造完瞄准镜和高级瞄准镜后就只剩下8个了。这样的话，自己可以建造4只黄蜂便携式机炮台。赵毅来到了制作台前，开始制造起来。叮咚龙国代表者建造了便携式机炮台黄蜂。赵毅上下打量了这个黄蜂，其实就是一个机关枪，但是这个机关枪有半个人高，而且似乎会自动寻敌和发射。机枪的头不停地在一根支柱上不停地旋转，紧接着姓名黄蜂，生命值500，电量1500，攻击力66-70，攻击类型穿刺，攻击范围500码游戏距离，攻击速度 0.8， 每 0.8 秒攻击1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成甲，移动速度无法移动，技能无，天赋便携，经过30秒的操作，可以将这个黄蜂进行安装或者卸载。简介：可以携带的机枪炮台能够在关键部位发挥作用，虽然没技能，但是优点在于便携式啊。赵毅在2个木质门口边上各安装了1个，晚上能够当防守使用，白天可以搬到其他地方。4个安装好后，赵毅又建造了2个基础箭塔。叮咚，是否建立基础箭塔？这将消耗木材 X50， 绳索 X10， 石头 X10， 金币180。建造。这样子的话，每个门前就有2个基础塔，2个黄蜂作为防守了。至于升级这一块，赵毅决定先升级2个机枪炮台，因为毒箭塔目前没有可发挥的场地。机枪炮台最快射速达到 0.3 秒，能够杜绝火力溢出产生的浪费，在击杀一个敌人后迅速转移火力攻击另外一个敌人。刚准备升级呢，却发现自己好像没有零件了，剩余的8个零件都用来建造黄蜂了。想了下，只能作罢。随后赵毅又建造了一栋房屋，自己的人口一直卡着自己。不过由于昨天晚上的游戏调整，自己2级大本营可以建造出4个房屋了。是否建造房屋？
这将消耗木材80，金币24，石块30。建造。赵毅将这个房屋搭建在了自己的营地之中。这样的话，人口来到了55人。王牌弓箭手4人口，魅魔2人口，15个农民15人口，3个工人3人口，赵岸红5人口，3个老兵3人口，赵光义7人口，2个牧师2人口，4个幽鬼4人口，总人口4555。建造完了这个房屋，金币还剩1348个。拿出其中的200个金币和2个士兵印记，赵毅将死亡之主赵岸红的等级提高到了7级。姓名：死亡之主，职业：英雄，生命值18001800，经验值 LV7，攻击力120-12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混乱，攻击速度 1.06 秒攻击一次，移动速度中等，防御值8，防御类型国王。个人技能狂热 LV7， 死亡之主能让周围友军狂热起来，提高周围友军移动速度 19%。 个人技能热血 LV7， 死亡之主能够让周围友军持续回血，附近友军每秒恢复14点血量。天赋腐化 LV5， 死亡之主让敌人都害怕了起来，600码范围内敌军减少 14% 的攻击力。附加技能嘲讽，血量达到了1800滴，加上赵毅特有的坚毅天赋，血量能够突破2000，比之前强了不少，并且3个光环的效果获得了增强，尤其是腐化光环，在敌人越来越强的时候能够获得更大的效果。漆黑的赵岸红从兵营里走了出来，身形变高大了一点。感谢无主。赵毅点了点头。本来他还想继续升级的，但是士兵印记没有了，只能将他目前停留在7级。接下来赵毅又将赵牧和他的同伴叫了过来。第142章魔化蜘蛛。领主大人，您叫我们。赵牧恭敬地说道。对，我现在要给你们升级，进去吧。是，领主大人。2个人走进兵营之中，里面浮现了屎黄色的按钮和升级后的数据。牧师现在是团队中比较重要的存在了，在 BOSS 级别人物越来越强的时候，这些牧师将非常重要，有时候关键的加血将扭转战局。姓名：高阶牧师，种族：人族，生命值840，魔法值12/12，每秒恢复1点，攻击力118-136，攻击范围50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0.9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治愈，消耗10点魔力，对目标恢复400点生命值。天赋无。造价升级，造价200金币，1人口。简介：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治疗效果达到400点，2个牧师能够一下恢复800点生命值，变得可靠起来了。如果能够将治疗权杖建造出来，治疗效果将会更高。可惜还差一个治疗石，这玩意不知道从哪里获得。最后赵毅将自己还没有学习的技能学习了一遍。领主大人，我们回来了。赵兴拖着赵修走了回来，手中还拿着一张纸条。领主大人，这个上面有尼古拉斯赵四流的信息。赵毅接过来一看，随后表情变得复杂了起来。3个人在黑风寨已经算是加入了进去。这个黑风寨与自己想的一样，并不是那么容易攻破的，只能从长计议。如果能够不起冲突，那就最好不过了。还有就是尼古拉斯赵四他们有了新的任务，需要打家劫舍一次，他们拿不定主意，需要赵毅这边来判断下哪里适合他们抢劫。后面还附有附近这些地方的位置和信息。没想到啊，这附近居然还有师承代表者的营地。赵毅自言自语说道，这个人居然还在威胁自己，本来不知道你在哪就算了，现在我可是知道你在哪了，只要知道在哪，那就好办了。赵毅刚想带兵过去打架呢，想想还是算了。他有了更好的计划，随后将纸条还给了赵兴道，你在上面写一下，就说让他进攻师承代表者的营地，抢过来的东西给我运过来。是，领主大人。赵兴说完就拖着赵修再次离开，他需要再赶回去将这句话带给尼古拉斯赵四。事情都办好了，赵毅还剩下700多个金币，这些金币目前就留着了。无论是升级3级大本营，还是之后的兵种建造升级，这些都是需要钱的，到时候用兵种刷新符进行刷新。现在有的4个兵种，1个农民，1个老兵已经有了，牧师自己也造了2个，至于德鲁伊不算太强，没有一个特别强的兵种了。夜晚很快就要到来了，今天是末日游戏的第7天，不知道蓝星那边有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叮咚，目前时间为晚上7点55分，今晚的怪物数据如下：姓名
魔化蜘蛛，种族不死族，生命值208，攻击力19-23，攻击范围55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0.8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蛛网，凡是被魔化蜘蛛攻击到的单位，减少10%的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持续3秒，不可叠加。天赋黑夜，夜晚中作战，能够提高10%的攻击力和攻击速度。简介：夜晚中的嗜血蜘蛛，千万不要被它粘上。生命值比上一页的贪玩月狼要少了一点，但是远程的这一点就更加麻烦了。远程打近战拥有一定优势，就是你冲锋的过程中将会被白打好多下，而且远程的单位能够更容易激活，相比近战，他们少了体积碰撞产生的输出真空期。又是远程单位，上次远程单位感觉漏了好多国家呀。是啊，尤其第3波的猪头弩手，这玩意百发百中，不知道这种魔化蚂蚁到蓝星上会是什么样子。各个国家的代表者在自己大本营前做好了准备，星条国和袋鼠国代表者混合大本营中。尼格自从上一波中已经尝尽了甜头，怪物的增多带来的是更多的收益，而且有袋鼠国的光环辅助，自己的兵种将会更强。这次面对这些怪物，他要抢着杀更多的怪物才行。本次投放怪物数量为58只，请各个国家的代表者做好准备，开始投放怪物。各个国家的代表者大本营外面，从土里突然钻出来好多巨大的蜘蛛，他们的复眼看着眼前的大本营，随后从嘴巴里吐出一张张蜘蛛网，攻击着大本营的木质围栏。赵兴早就已经在自己的位置上就位了，手中的弓箭嗖嗖嗖的射着，负76、77、75，各种数字在这些魔化蜘蛛头上跳动着。带了瞄准镜的赵兴攻击距离达到了750码，比这些550码的怪物多了200码的距离。领头的魔化蜘蛛连中2箭，随后又中2箭，直接栽倒在了地上。身后的蜘蛛冲了上去。这个时候，赵光义打开木质城门，站在原地，手中的巨锤放在地上，一人守城门。蜘蛛们从嘴巴中喷出一张张蜘蛛网，攻击着赵光义。魔法攻击打中甲虽然效果显著，但是10几点攻击力就算效果再好，对于3000多血量的赵光义来说，依然是洒洒水，小意思。他只要站在原地就行了。赵兴在木质围栏上，只要几秒钟的攻击，就是10几只蜘蛛倒下。赵兴面对这种成群结队，但是实力不强的怪物来说，那就是大杀器啊。而在大本营的另外一边，2个基础箭塔和2个黄蜂机炮台拼命地攻击着。箭塔一根根箭矢射在这些魔化蜘蛛上，黄蜂则是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并且射速越来越快。第143章王者之风。看着魔化蜘蛛聚在一起差不多了，赵毅下令让自己这边近战士兵开始冲锋攻击，自己将无限箭袋的效果切换成了爆炸箭，随后一箭射出，拼！负61，一声巨响之后，赵毅射出的这支箭产生了爆炸，造成了至少6、7个魔化蜘蛛的伤害，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赵毅感觉自己变强了不少。围墙底下的农民还有赵修等人冲了出去，对付这些魔化蜘蛛太过容易。赵暗红的巨大战刃2下便是一个。虽然赵毅这边容易，但是这些蜘蛛面对那些只有近战的国家代表者的时候，效果显著。蛛网将这些冲过来的近战统统给减速了。随后身后的蜘蛛一同攻击。蜘蛛总共有58只，哪怕是其中20只一起攻击，一次攻击能产生300-400的伤害。很多时候你还没冲到他们跟前呢，率先就要死掉一个士兵。看了这么多的国家代表者防守，还是感觉龙国的最轻松啊。是啊，现在怪物都成了其他国家特产了，就我们龙国没有。不出意外的话，今晚怪物又是到不了龙国境内了。偷国代表者在这次防守中依然还是防守失败了。偷国的指挥官看到这个场景，只能无奈地联系了星条国指挥官。他联系星条国的原因，自然是因为国内境况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如果没有外部介入，恐怕他已经没有办法能够解决境内的怪物了。距离亡国只有一步之遥。爸爸，救救孩子吧，孩子要被怪物给弄死了。星条国指挥官面对偷国指挥官的求救，想了下。如果偷国灭亡，自己之后牵制龙国的地方就少了一个。无论这场游戏最终会不会停止，偷国都是存在的比较好。你想让我怎么帮？爸爸，让龙国打开国门，我们逃过去。到时候他不开门，就用核弹炸他。星条国指挥官一阵无语，用核弹炸真能想出来。真动用核弹的那一天，必定是鱼死网破的时候。星条国不可能动用核弹的，这边一动用核弹，核弹还没投放过去呢，龙国的核弹肯定也打过来了。要死，肯定是大家一起死。但是现在，尼哥除了刚开始表现不佳，现在表现的还可以。尤其是合并防守这个举动，无疑加快了尼哥本身实力的积累。
最终，星条国和偷国不知道达成了什么协议，本来在樱花国海域的星条国舰队开始朝着偷国而去。同时，星条国将在这个战场上试验自己的能量自动防御立场。叮咚，偷国代表者大本营被破坏，防守失败。本轮防守中，偷国代表者第一个防守失败，之后的惩罚将翻倍。我靠，又防守失败了！我们的欧巴在干嘛啊？就是，还不如让赵毅代表我们偷国呢。思密达，现在我的楼下全是怪物，这才过了第7天啊！偷国境内所有的居民哀嚎一片。星条国帮助偷国的要求很简单，偷国正式成为星条国的殖民地。星条国人民将在偷国境内享受一切超越的特权。叮咚，腰果之乡代表者大本营被破坏，防守失败。叮咚，火山国代表者大本营被破坏，防守失败。接连不断的防守失败，证明这次的防守还是有点难度的。其中有些国家非常可惜，因为怪物是四面八方过来的，有时候一个没注意，怪物就从后面将大本营给偷了。这部分的话，只能自认倒霉了。通报的越来越少，大部分国家要么防守失败，要么大本营已经被摧毁了。怪物入侵跟中立生物不同，他们只会一路向着大本营出发，拦在路上的东西统统毁灭。他们的目标就是大本营的所在。所有代表者均已防守完成，所有代表者的士兵恢复至最初状态。一些国家代表者死去的士兵复活了过来。接下来播送本次防守的前3名。本次防守第3名，巴铁国代表者，其防守时间为1分42秒。远程的单位杀起来就是麻烦，因为他不像近战会冲过来揍你，只要达到他的攻击范围，就会立在原地攻击你，这就加大了防守的时间，因为你要去找他攻击。巴铁国代表者获得特殊天赋，将领之风，所带领的士兵忠诚度不会低于90点。没想到这次奖励居然是天赋了，还真是什么奖励都有可能啊！本次防守第2名，毛熊国代表者，其防守时间为1分42秒。毛熊国代表者获得特殊天赋，帅将之风，所带领的士兵忠诚度不会低于95点。紧接着就是赵毅的第1名。本次防守第1名，龙国代表者，其防守时间为1分42秒。龙国代表者获得特殊天赋，王者之风，所带领的士兵忠诚度不会低于100点。赵兴的忠诚度提高至100，达到崇拜。赵飘的忠诚度提高至100，达到崇拜。赵牧的忠诚度提高至100，达到崇拜。不会低于100点，岂不是永远都是100点了？目前来说，士兵降低忠诚度的方式有2种可能，一个就是强迫士兵做不愿意的事情，比如行男女之事什么的；另一个就是被中立生物击杀，虽然士兵不会死，但是在复活后会变得不那么相信代表者，一来二去就会产生叛变或者逃跑。但是现在赵毅这边士兵永久忠诚度达到了100，那岂不是说明赵毅这边无论对士兵做什么都不会掉忠诚？这就有点强了。自己这边如果士兵死了的话，后果只有1个晚上防守会困难。如果自己晚上防守没有啥问题，那就可能1个后果都没有。如果尼古拉斯赵4几个人现在被黑风寨的人给杀了，那依然还是什么惩罚都没有，忠诚度依然100%。好，这个奖励牛逼。叮咚，本次防守成功的代表者，每人所代表的国家获得寿命增加5年。第144章开门。寿命增加5年，中规中矩的奖励。因为寿命的变长不是一下就能体现出来的，相比其他奖励来说没有那么直接。不过这个奖励蓝星上的人喜欢啊，寿命又增加了5年，岂不是能多泡5年妞了？建议这种人直接原地升天，把我们的妞都泡了。我们泡什么？这就是富二代的生活吗？爱了爱了。胜者奖励发放完毕，现在开始败者结算。本次败者中，总计防守失败的国家为201家代表者，评级为 D 级，翻倍数量为2万只。偷国代表者丢失数量为20只怪物。由于偷国代表者是本轮的最后1名，所以惩罚翻倍，总计80万只怪物将出现在偷国。仙人掌国代表者丢失数量为15只，总计投放30万只怪物。失落之城代表者丢失12只怪物，总计投放24万只怪物。虽然大家丢失的数量都不多，但是由于失败的国家太多，所以评级到了 D 级。这就导致怪物丢失数量不多，但是翻倍很多。翻倍15000和翻倍2万，差距还是很大的。如果评级为 C 级的话，偷国将只有60万只怪物，但是现在他们得面对80万只怪物才行。系统的播送很快，很快就将所有的制裁国家播送完毕。接下来开始投放怪物，请各个国家做好准备。赵毅倒是感到有些稀奇，看来今天没有什么游戏调整了，应该是大部分人都还在游戏的掌控之中，所以没必要加强或者调整游戏方面。偷国境内传送门跟前遍布着各种怪物，这里已经成了怪物的乐园。各种怪物在这里游荡着。一只大型的蜘蛛从传送门里走了出来，
他们的复眼看着这个世界，随后向着周围走去。一根根蜘蛛腿犹如长矛一般，路上的车辆如果被踩到的话，直接就被踩穿了。有些蜘蛛脚上卡着几辆汽车，无奈只能拖着他们走。这时，不远处的天空突然飞来一些炮弹。星条国的舰载导弹将这个地方标记为轰炸区，在偷国境内已经瘫痪了的情况下，给予火力支援。大量的火炮和导弹朝着这个地方倾泻。咚咚咚咚！紧接着，天空中开始出现星条国的舰载机，这些飞机从航母上起飞，执行各种轰炸任务。登陆舰开始在偷国境内登陆，装备了能量自动防御立场的星条国士兵开始执行登陆计划。附近的怪物已经被炮火所消灭，他们需要进入境内执行消灭怪物的任务。有着能量自动防御立场，除了第5波的小 boss 石头人外，还没有怪物能对他们造成伤害。猪头人们看到这些军人手中的弩箭飞了过来，但是被能量自动防御立场给挡住了。泛着蓝光的能量盾包裹着星条国军人的身体，这支弩箭仿佛背立在了星条国军人面前。这是星条国第一次实战能量防御立场，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没想到真的能挡住，人类有办法和怪物对抗了。是啊，有了这个防御立场，还有什么怪物能够杀我们？星条国军人开始反击这些怪物，收复偷国的失地指日可待。蓝星龙国某个中心公园，龙国的士兵在这里作业了一天，将所有可疑的东西都找了一遍，但是没有任何的发现。我们到底在找什么？一个军人郁闷地说道。龙国军人不怕执行任何任务，但是这种漫无目的的寻找让他感觉很急躁。挥动着手中工兵铲，突然感觉自己挖到了什么坚固的东西，难道又是石头或者其他奇怪的东西？赶紧用手扒拉了下，随后他感觉到了震惊。眼前的东西是一个极其紧密的铁盒子，铁盒子上环绕着一种绿色的光芒，这个光芒在盒子周围久久不能消散。随后铁盒子爆发了一个极其明亮的光芒，直入云霄。整个 C 市所有人都被这道光芒吸引了，绿色的光芒冲破天际，仿佛一直延伸到了宇宙。我去，这啥玩意啊？怎么绿得我发慌？天地异象，难道公园那边出了什么好东西？不会是龙国的高层们提前知道了吧？那个地方好像昨天开始封锁了，花了1天的时间，掘地3尺，总算找到了。虽然不知道自己这边在找什么，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了，自己找的就是这个东西。不远处通过卫星侦测的歪果人们感到了异动，其实不用卫星，他们站在楼顶都能看到这道绿光。那个东西就是他们需要执行的任务，尽量的将它带回去，实在不行就摧毁。所有人准备行动了，他们刚刚拿起自己的武器，门口就响起了声音，咚咚咚，咚咚咚。所有人都立在原地，手中的武器握得更紧了。担任队长的那个人做了一下手势，一个歪果人将枪口对准木板制成的大门上，确保自己一开枪都能打到门外的人。剩下的人则拿起步枪或者各种武器瞄准门口。另一个则来到了门前问道：谁？查水表的。查水表？谁表在外面啊？门外响起了一阵唏嘘的声音，随后门直接被外面爆破开来。咚！粘性炸弹将门给爆破掉，随后从门口冲进来一帮人呢。开火！歪果人的队长大叫一声，大大大！枪支喷着火焰，弹壳散落一地。虽然不知道冲进来的是什么人，但是只有死人才是最听话的。一个梭子的子弹打完了以后，队长示意众人停火。烟雾之中出现了一道人影，想不到这个能量自动防御立场还真是好用啊！龙国军人手持电磁步枪，对准了一个人就是一发子弹。nag 这一声巨响后，一个歪果人倒在了地上，这让这帮歪果人头皮发麻。那么多子弹打过去，居然一点用都没有。劝你们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妈的，我跟你话还没说完，这个歪果人就被击毙在了地上。放下武器，你们没有其他的选择。龙国军人最后警告道。第145章师承代表者。众人你望望我，我看看你。虽然不甘心，但是他们确实被这一个人包围了。这个人出手迅速且果断，自己这边恐怕只要有任何的动作，立刻就会被击毙在原地。一个人将手中的武器放在了地上，随后就是所有人放下了武器。只能他打自己，自己打不到他，这还怎么打？除了投降，没有任何办法。在所有人都放下武器后，门口又冲进来一帮士兵，他们将这些歪果人都给抓了起来。与此同时，这些歪果人在附近的根据地都被找到并且排除。龙国早就注意到了他们，就等着东西出来的一刻动手，同时在这段时间运送物品去长老们那边。龙国这边的攻坚计划就是让带着能量自动防御立场的人先进去吸引火力，然后一个人包围所有人，接下来再将所有的歪果人抓捕。整个过程快速且安全，只是带着自动防御立场的人会被吓一跳。
虽然知道枪支对自己没用，但是常识不是那么容易改过来的，总是担心万一这个自动防御立场没有启动怎么办。但是很显然，这种超过蓝星的科技不会那么容易出现问题。抓捕行动正在进行的时候，中心公园的部队就将这个奇异的盒子用保险箱装好，同时在里面设置了防撞设施，确保这个东西能够不出现任何的问题。随后这个东西被安排空军直接运走。龙国地下基地，龙老等长老看着眼前的盒子，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做。这是一个长相极其奇怪的东西，在盒子的上面有个按钮，似乎可以按下去，但目前来说他们还不知道按下去会是什么后果。这玩意确定就是我们要找的？七长老问道。钱老回道，肯定是我们要找的，这种东西不属于蓝星科技，同时根据汇报来看，在开采的时候天地异象。众人又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东西，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用，只能将它储存在了龙国最安全的地方，说不定之后有大用处。防守结束，赵毅钻进了自己的房子，准备睡觉了。自己士兵虽然不会降低忠诚度，但赵毅还是让他们该休息休息，除了值班的人员，剩下的还是老样子。第二天，赵毅起来后就赶到了自己的铁匠铺门前，两个铁匠将蓝色的守卫戒指递给了赵毅。守卫戒指，蓝色品质，攻击力加3，生命值加100。特效护驾，可以抵挡3次伤害，每天刷新。特效护盾，携带者生命值低于 50% 的时候开启一张护盾，护盾持续。制造需要铁匠铺1级，蓝磷矿 X2， 铁矿 X2， 蓝色宝石 X1。好东西啊，护驾能够保护自己免受突然而来的伤害。这个世界连侦测师都有，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稀奇古怪的职业。将守卫戒指戴在身上后，赵毅便放心了，哪怕现在被黑暗魔女给引爆了，那也没有任何的事情。他看到这个场景一定会很惊讶吧。事情弄好了以后，赵毅便召集了自己的士兵，今天首先还是要去一趟地精的山中之城。想不到自己这边的零件居然用得这么快，所以赵毅准备去找那个地精，看看能不能弄点零件过来。黑风寨，尼古拉斯赵四向着唐奇禀告道，老大，我还要下山一趟。他这次下山就是要看看赵毅有没有给自己发信息，如果有，无论是什么都代表他们可以行动了。在黑风寨只能吃吃喝喝，什么都不能做。唐奇玩着手中的霹雳弹，对着尼古拉斯赵四道，那你去吧，不要给我打什么主意，你的2个兄弟还在我们这呢。这句话既是警告也是威胁。尼古拉斯赵四没有说话，点了点头便离开了黑风寨。在他的身后依然跟着几个擅长跟踪的小喽啰。尼古拉斯假装打脸，随后赶着猎物来到了藏纸条的地方。原来如此。尼古拉斯赵四看了看纸条上的命令，随后将纸条吃进了肚子之中。领主大人给自己的命令已经收到了，那么就开始行动吧。尼古拉斯赵四看了看后面空旷的草地，随后说道，别跟着了，我准备回去了。说完就带头向着黑风寨走去。草地中间的小喽啰没有出声，看到尼古拉斯赵四走了以后又跟了上去。尼古拉斯赵四来到黑风寨，直接赶到聚贤厅。唐奇坐在位置上道，怎么还有其他的事情？我决定选谁作为目标了。听到尼古拉斯赵四这么说，唐奇来了兴趣，随后走了下来。那你说说，你选择哪里？尼古拉斯来到中间的地图，随后指了一个地方道，我要打劫这里。唐奇看了看尼古拉斯赵四手指的方向，这里是最近新侦测到的一个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仿佛凭空出现一般。根据探子来报，这里是一个营寨，上面还有个人插了个旗帜，写着师城。为什么你要选择这里？唐奇看着尼古拉斯赵四说道，这里人少，容易动手，作为我的第一个目标再好不过。唐奇听完点了点头，这里的士兵确实不多，防御塔也只有2个，作为第一个目标确实容易。这样吧，我给你30个弟兄，你给我拿下他。只要你拿下了他，以后你就是百户，百户就是管理100个人。这个黑风寨只有3个百户，总计300人，可以看出唐奇对于尼古拉斯赵四的看重。这同样是因为尼古拉斯赵四的属性不错，在唐奇的眼里就是能力非常不错。我必定拿下。尼古拉斯赵四说完就走出聚贤厅。有了唐奇的命令，尼古拉斯赵四很快就找齐了30人，加上自己的2个弟兄和自己，总计33人。这么多人，再加上300多的血量，绝对能将师城杀得片甲不留。师城代表者这个人还在琢磨着怎么对付龙国呢。如果他今天依然把自己拉黑了，那么自己是否要将龙国大本营的位置给透露出来呢？第146章，哪冒出来的山贼？如果透露了出来，说不定能从中获得一点信息费，但肯定会得罪龙国代表者。但如果不透露出来，自己如何弯道超车？就靠着自己收集的物资，不可能超过头部代表者。而且龙国代表者把自己拉黑的举动让他有点生气。
这可是你自找的，可别怪我呀。师城代表者吃了点东西，随后便准备将自己的士兵给集合了。这次他们准备外出，因为有侦测的能力，他可以侦测附近的情况。在不远处有个小地方，说不定能够爆出好东西。师城代表者的士兵是兽族的雪狼，姓名雪狼，种族兽族，生命值750，攻击力49-52，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0.7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嗜血，半血状态提高10%的攻击速度，天赋疾奔，开启后获得移动速度加成，持续5秒，冷却30秒，造价200金币，2个人口，1个勇者印记。简介：这可不是二哈，这可是真正的雪狼。师城代表者有10个这样的兵，这个兵种由小雪狼升级而成，算是不错的2级兵种。升级后价格才200，便宜。除此之外就是2座箭塔了。雪狼对付远程，因为有疾奔技能，所以并不是很害怕远程单位。极快的速度可以减少奔跑的时间。师城代表者算是一个不错的防御者。末日游戏开始只漏了1-2波几个小怪，但是今天他引来了一个大麻烦。在自己领地不远处，黑压压的似乎来了一片人。我去，那是什么东西？怎么来到我们师城代表者的大本营了？不知道啊，看上去像人，难道是晚上的攻击提前了？似乎人还不少呢。师城代表者显然看到了森林中正在穿梭而来的人，他们在距离箭塔攻击范围外停了下来。师城代表者急忙跑到围墙上面看了起来。不远处有一些手持各种武器的男子蹲伏在森林中，眼睛一直看着这里。他们就是尼古拉斯赵四带来的山贼一伙，总计33人。他们盯上了眼前的这个营寨。你们想怎么进攻？一个山贼看着眼前的师城代表者营地问道。如果要硬上的话，他们面对10只雪狼和2个箭塔应该不成问题，但是恐怕会付出不少的代价，死一部分人是肯定的。尼古拉斯看了看眼前的营地，如果正面进攻就要遇到2个防御塔，但是不要紧，他们可不是每天晚上只会自动进攻的智障怪物，他们可以绕过防御塔进攻啊。师城代表者营地总计3个方位可以进攻，在晚上防守的时候，师城代表者面对怪物会选择先清理一面怪物，另外2面怪物会让他们自由攻击自己的木质围栏，然后凭借着雪狼超快的移速，在清理完一面怪物后迅速转移下一个地方，最后才是有箭塔的方位怪物。虽然这样每天都要修理木质围栏，但胜在安全可靠，不会有什么意外。哪怕是晚上有50多只怪物，但是分成3波的话，每个方向也就不到20只。但是现在尼古拉斯带人直接从另一面没有箭塔的地方进攻，这帮到底什么人啊？居然还会找营寨的漏洞，难道是这个世界的中立人物？前不久师城代表者不是威胁我们龙国代表者吗？这次报应来了吧，哈哈。师城代表者中有人高兴有人悲，这个人还没有暴露龙国代表者方位呢，自己倒是先遇到麻烦了。如果从弱点处进攻，那防守起来就麻烦了。远程攻击木质围栏，近战原地待命。尼古拉斯赵四指挥着，拿着弩箭的山贼一字排开，随后瞄准了木质围栏。嗖嗖嗖，33人中总计10人是远程，剩下23人是近战。10支弩箭虽然对城甲造成不了什么多大伤害，但是自己这边有的是时间啊，一箭一箭的慢慢射，不信你能防御住。师城代表者在围墙上面心急如焚，自己这边都是近战，怎么反击啊？如果冲出去，外面还有20多个近战等着自己呢，这不是正中对方下怀。虽然自己的士兵属性高，血量厚，但也打不过这么多人啊。但如果不出去，再过几箭，自己的木质围栏就要被人打破了。你们是谁？为什么攻击我的大本营？师城代表者站在围墙上对着下方喊道，告诉你又怎么样？我们是黑风寨的山贼，特奉大当家的命令过来借粮。尼古拉斯赵四大言不惭地说道。放你的屁，你不是龙国代表者士兵吗？身上还有印记呢，你在说什么玩意？不借粮还骂人，兄弟们给我拆！尼古拉斯赵四一声令下，又是一排箭矢飞了出去，直接命中木质围栏，一块木质围栏轰然倒地。紧接着这帮山贼又瞄准了另外一块木质围栏发动进攻。一块木质围栏的长度还不够几十个人一起发动冲锋，所以还是把缺口弄大点比较好。师城代表者在围墙上心急如焚，如果围墙都被毁了，下一刻岂不是自己的大本营了？有话好说，你们需要什么，我愿意给你们。师城代表者准备先挽救下现在的局面才是，但是尼古拉斯赵四并没有停下来，转头对着兄弟们说，老大只让我们抢劫这个营寨，没有说其他的，大家给我继续攻击。山贼们拉开手中的弩箭，
对着围墙继续攻击。轰隆隆，一堵围墙因为大家的攻击变成了一堆废墟。几次过后，狮城代表者的大本营中出现了一个缺口，山贼们朝着这个缺口慢慢挺进，在挺进的过程中依然保持着阵型。很快，拿着弩箭的山贼就能打到狮城代表者的士兵了。嗖嗖嗖，几发弩箭飞了出去，一只雪狼身中数箭，连忙后退了几步。第147章水人。狮城代表者看这样是不行了，只能逃跑或者鱼死网破。逃跑的话，这个大本营算是交代出去了，但是如果鱼死网破，说不定连晚上都守不住了。考虑了下，还是连着城墙都不要了，逃命要紧。看到狮城代表者跑了，山贼们可高兴坏了，这相当自己一个人没损失，就抢了一个营寨啊！兄弟们，我们慢慢推进，以防可能有的陷阱。山贼们早就对尼古拉斯赵四五体投地，此时哪有不服从的道理？是。30多个人依然保持着阵型，向着狮城代表者营地走去。通过缺口进去后，才发现啥事都没有。好了，兄弟们，让我们砸了仓库搬东西。尼古拉斯赵四指挥道。好。山贼们开始对着营地的仓库进行零元购活动。尼古拉斯赵四按照赵毅的吩咐，来到了狮城代表者的大本营处，随后留了一张字条，希望狮城代表者能够好自为之，要不然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将狮城代表者营地的东西装在了马车上，众人搬运完就开始朝着黑风寨而去。尼古拉斯赵四件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就让山贼们开始朝着黑风寨走去。狮城代表者躲在自己大本营不远处，看到尼古拉斯赵四等人走远了以后才赶回来。当他看到纸条的时候愣住了，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龙国代表者会和山贼混在一起，但是知道自己没办法再下手了。龙国代表者想要灭掉自己轻而易举，这个打劫只是他的警告。如果自己真的透露了龙国代表者的位置，恐怕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到时候这帮山贼岂不是天天过来抢一回？就是后悔，很后悔。一路上，尼古拉斯赵四兄弟3人看守最后一个运送的马车，他们将车上带的东西扔进了草丛之中。稍后他会将这些地方告诉赵毅，自己的领主就可以过来回收了。不过并没有扔太多，不知不觉中，尼古拉斯赵四就来到了黑风寨中。唐琪看着回来的尼古拉斯赵四，满意的点了点头。东西回来不在于多少，而是尼古拉斯赵四完成了自己的试炼。随后他又听了几个手下的汇报，手下们如实的将战斗过程讲了下。尼古拉斯赵四没有损失一个人的情况下，就把人给打跑了。尼古拉斯赵四这个人，无论是做事还是指挥上都非常不错。他决定任命尼古拉斯赵四为自己的第3个百夫长。聚贤厅中，唐琪背对着地图，手里把玩着2颗霹雳弹。尼古拉斯赵四穿着山贼的衣服走了进来，现在他可是黑风寨的百夫长，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老大，你叫我。唐琪转身回头看了看尼古拉斯赵四道：赵四啊，你觉得我们攻打这个地方怎么样？说完，唐琪手指了指龙国代表者的营地，这个营地是之前就获取到的，听说里面有美女。尼古拉斯赵四看了看地图道：我觉得不妥。为何？唐琪问道。这个营地我知道，士兵都比较强，兄弟们都只是为了求财，自然攻打容易点的地方比较好。我看今天去的地方就比较好，一个兄弟都没损失，就拿到大量的物资，我们经常去就行了。尼古拉斯赵四自然指的是狮城代表者的营地了，让他去抢自己领主大人的大本营，怎么可能？要抢就抢狮城代表者的。如果狮城代表者知道，一定会很感谢他这种帮他宣传的举动。如果我一定让你去呢？唐琪看着尼古拉斯赵四说道。美女，这就是唐琪喜欢的东西。要不然当初那2个山贼不会看到美女那么激动，因为可以献给自己的老大呀。尼古拉斯赵四回道，既然老大想要，那我自然抢过来献给老大。听了尼古拉斯赵四这个话，唐琪满意的点了点头。你今天也累了，下去休息吧。过2天你带着你的弟兄们就去一趟吧。好。尼古拉斯赵四没有多说什么，直接走出了聚贤厅。他要尽快将这个消息传递给领主大人，让他来定夺该如何做。如果要攻上山，可能有点麻烦，但是自己可以里应外合。在尼古拉斯还在想着如何应对的时候，赵毅一伙已经来到了之前的地京城市。唯一的地京正在控制室中，看到赵毅一伙来了，有些激动。我的老朋友，你们今天怎么来了？今天过来是想跟你买点东西。买东西？做生意可是地京的专长。你要买什么？我要买点零件。赵毅说道。无论是升级机枪炮台，还是以后的工程学，自己都需要大量的零件。零件这玩意，地京本来是不卖的，但是鉴于赵毅是自己的老朋友，地京还是卖了10个零件给赵毅。我的老朋友，明天我就启程离开这里了，期待我们下次的见面。赵毅告别了地京以后，
就驾驶着马车朝着巴铁国之前说的地方走去。沿着河边走，没过多久就看到一个由水组成的水人在附近游荡。他可以自由穿过水面，不知道在这水中还隐藏着多少水人。领主大人，这里应该就是我们要到的地方了。赵兴说道。赵毅走出马车外，看着远处不断游荡的水人。姓名：元素水人，种族：元素，生命值350，魔法值12/12每秒回复，攻击力38-44，攻击范围50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0.9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冲击波，消耗10点魔力，对前方范围所有敌人造成每秒10点伤害，持续3秒。天赋：元素，每秒恢复蓝亮1点。简介：小水人，你的冲击波确定不是给人洗澡的吗？不是很强的小水人，技能可以说十分的鸡肋，只对眼前的人造成10点伤害，还不如赵暗红每秒的恢复速度呢。赵毅张开弓箭，瞄准了远处的一个水人，嗖的一箭射了出去。第148章食人鱼。水人朝着赵毅这边移动，随后脑袋上又中了赵毅的一箭。水人气不过，召唤一个冲击波冲向赵毅一火。-10、10、10，各种伤害数字在赵毅一火头上跳着。但是赵毅身上连血都不掉，因为赵暗红的每秒恢复速度已经达到了14点每秒，这个每秒10点的伤害完全不起作用啊！没过多久，这个水人就被赵毅一个人干掉了。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水人，获得水之精华 X1， 元素之力 X1， 元素之力和水之精华，先收着再说。接下来赵毅就在河边狩猎这些水人，没过多久就把周围的水人清理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个水边似乎什么都没有，奇怪，难道这里就是一些水人的家？巴铁国代表者只不过看到了这些水人，就误以为这里有什么东西。我们代表者怎么在这立着不动啊？不懂了吧？他一定在思考这附近的问题。我没看出来这附近有啥问题，小水人都被干掉了。系统，给我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隐藏入口。系统开始排查入口，在水底2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水洞，可以进入一个遗迹之中。原来水底有遗迹啊，难怪自己这边找了半天找不到。但是下水，自己好像还没在游戏里下过水。水深20米，自己游得过去吗？赵兴，给我下水看看水底有啥。赵毅命令着。是，领主大人。为什么又是赵兴？因为他是一个合格的工具人，具备跑得快、机灵等特点。赵暗红和赵光义看起来就很庞大、笨重，完全不是当侦测的料。至于赵飘，他连个人都不是，整天就会阿巴阿巴。赵兴没有一点迟疑，将自己的弓箭放在背后，随后跳入水中。现在他的忠诚度可是100点的崇拜，对于赵毅，那可是真是要他死都不带眨眼的。我们代表者玩哪出啊？让赵兴失身诱惑，镜头给我拍准了，等下赵兴出水我一定要看到。不知道按照末日游戏的尿性会不会打马赛克？我们代表者哪需要这么麻烦，一个字拖就行了。所有人都盯着屏幕中的赵兴看着，身上紧致的黑色衣服都被河水打湿了。随后他直接一个下潜，朝着水底游去。河水很清澈，边上有不少的鱼在四处游荡。赵兴潜在水里，果然在水底看到了一处遗迹。这个遗迹破烂不堪，由一些巨石制作成，应该是在很久以前这里还是陆地的时候留下来的，但是现在它们变成了水中的遗迹。赵兴穿过遗迹，来到遗迹的内部，这里有个入口可以进入到遗迹的内部。在遗迹里面有一些奇怪的生物在游荡着。赵兴没有打草惊蛇，而是慢慢的潜回了水中，向着来路游了回去。赵毅等在河边，很快河里就钻出了一个小脑袋。赵兴浑身湿透的从水里走了出来。好家伙，场景过于香艳，让我舔爆。一直以为赵修是最大的，没想到赵兴的也不小啊，这身材绝对完爆了那些所谓的美艳明星。我要是代表者，直接就地正法赵兴。但是他们还没看多久呢，末日系统就在关键部位打上了马赛克。靠，又来马赛克！上次下雨天也是。果然，姓马的都不是好人，麻花藤和马赛克都是。赵毅将自己身上的外套脱了下来，披在了赵兴的身上。里面是什么情况？赵毅问道。赵兴看着赵毅的外套，内心有些温暖，能够遇到这样的领主太好了。水底下确实有遗迹，往下沉不久就能遇到。穿过遗迹的大门，就能从水底下来到遗迹的里面。赵毅点了点头，那赵兴去的地方应该就是系统提示的遗迹。遗迹里面有什么东西吗？赵兴摇了摇头道，在遗迹的门口有一些怪物，所以我就没有走进去。既然有怪物，那就应该有好东西。这个末日防守不知道有多少波，但是肯定有结束的一刻。
自己必须在这之前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极限。可以说，其他代表者在和每天晚上的怪物战斗，他们只要生存就可以了。但是自己是在和这个末日游戏战斗，或者说是在和这个末日游戏背后的东西战斗。自己虽然已经处于领先的位置了，但是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强。这个地方自己必须探索一下，说不定能够获得一点好处。好了，我们吃点东西，就准备下水吧。赵毅拿出了食物分给几个人，众人吃完后就开始下水了。因为赵毅天赋洞察之眼的关系，所以即使在水中依然能够看清方向。赵毅在水里屏住呼吸，随后指了指水下由巨石制作而成的遗迹，示意大家往那里游动。这个时候，游在前面的赵兴突然停了下来，随后拿着弓箭小心地看着四周。他敏锐的感官发现了不对劲。赵毅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身后居然出现了一批奇怪的鱼。这些鱼看到自己，仿佛看到了亲爹一样，拼命地游过来，同时将鱼嘴巴张开，露出了里面的锯齿牙齿。姓名：食人鱼，种族：海洋，生命值150，攻击力18-24，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0.9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血腥，食人鱼越战越勇，在攻击敌人后提高20%的攻击力和攻击速度。天赋无。简介：食人鱼，它们总是成群结队的。还有我去，这个河里居然有食人鱼，这合理吗？不合理。赵兴张开弓箭试着射了一下，但是复合弓的弓箭根本没办法在水中穿梭。食人鱼张开自己的嘴巴，拼命地咬着身后的赵光义。转眼之间，赵光义身上就都是鱼了。第149章雷电法王。好在这些鱼的攻击是穿刺攻击，打赵光义的重甲效果不太行。身后的食人鱼因为攻击不到赵光义，随后朝着赵毅这边冲来。赵毅这边快速地向遗迹方向游着。赵光义自然不能让自己的领主大人被这些食人鱼攻击，一个群巢将所有的鱼全部吸引了过来。因为体积碰撞的缘故，再多的鱼也只有一部分能攻击到赵光义，不用担心赵光义会被直接秒掉。-9、10、9，各种伤害在赵光义头上跳着。一个牧师抬手一个治愈放在了赵光义的身上，加500。食人鱼们好不容易攻击下来的血量，瞬间被牧师加满了血。赵毅等人则在赵暗红的光环之中，快速地朝着遗迹里面游去。呼，总算出来了。赵毅爬到遗迹内部长舒一口气，身后是赵牧、赵兴等人依次游了出来。赵光义则在最后面，身上闪烁着圣盾的光环。赵牧急忙又是一个治愈放在赵光义的身上。虽然食人鱼的攻击力低，但是这么久的时间走过来，不开圣盾的话早就死了。有了这500的加血，赵光义爬上了遗迹的内部。看到赵光义上岸以后，赵毅总算放心了。水里的食人鱼就这样抬着鱼头看着赵毅一会，随后只能无奈地游走离去。如果再进来的时候死了一个，那就麻烦了。好在现在大家都安全地活着。这个遗迹里面漆黑一片，但是不要紧，赵毅有天赋洞察之眼，能够看穿这片黑暗。让众人原地休息，恢复生命值，赵毅自己慢慢地朝着遗迹里面摸索。说是遗迹，其实更像是一个山洞，而自己则是通过山洞的底部上来的。山洞顶上不断掉下来水滴，落在地上发出啪啪啪的声响。不远处的洞穴之中有一些奇怪的生物，这些生物下半身像蛇，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通过蠕动来前进，上半身则像人。与人不同的是，他们身上长着类似鱼的鳞片，手中的武器是一把3叉戟，就跟美人鱼一样，不过这个美人鱼是男的，而且有点丑。这啥玩意？打破了我对美人鱼的幻想。是啊，长得丑不拉几的，感觉身上黏糊糊的。虽然丑了点，但是属性还是挺高的。蓝星龙国直播间的观众吐槽了下，随后将目光放在了直播页面旁边的介绍上。姓名：那家守卫，种族：海洋，生命值850，攻击力77-89，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0.9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3叉连击，攻击有20%的几率触发2倍伤害，同时会对周围3个敌人造成同等伤害。天赋：那家在水里的时候，所有属性提高20%。简介：那家守卫能用3叉戟击穿任何敌人。现在面对的怪物都这么强了，已经超过身为老兵的赵三等人，并且技能伤害极大，双倍伤害加上一下打3个。如果一般人来到这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过去的吧。但是对于赵毅这个团队来说，只是稍微麻烦一点，没有太大的问题。休息好了，我们就开始动手吧。
洞穴的穴道并不宽敞，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两三个那家守卫聚在一起。这个位置适合使用穿透剑，因为道路长，如果敌人过多的话会聚在一起。赵毅将自己的无线剑带切换成了穿透剑模式，随后凭借着自己800码的游戏距离，远距离的对着一个那家守卫射出一箭。嗖的一声，这支箭直接射穿了第一个目标，同时对身后2个目标造成了同等伤害。负71、71、71，三个目标在长长的洞穴之中被赵毅一次性命中，迈开自己的蛇身就向着这边冲过来。赵毅和赵兴2个远程在那家守卫游过来的时候，张开自己的弓箭进行射击，各种伤害在那家守卫身上飘着。3个那家接近，赵光义和赵暗红一人接住一个，不过由于赵兴和赵毅2个人伤害累积的太高，所以根本拉不住。这3个怪物依然朝着2个人而去。赵光义开嘲讽，赵毅命令着。赵光义大喝一声，在增加护甲的同时，怪物们开始朝着赵光义聚集。3个怪物回头去找赵光义，赵兴和赵毅2个人拼命的攻击。没过多久，3个怪物就倒在了地上。赵毅因此还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值。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那家守卫，获得刃甲绿色品质。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那家守卫，获得技能书雷霆之怒。3个怪物出了2个装备，还是非常不错的，其中甚至还有一件绿色的装备，刃甲，防御加5，生命值加300，效果反伤，在被近战攻击的时候，对伤害来源造成10%攻击力的伤害。这个刃甲全身针刺组成，看着就挺疼的。与普通的反伤甲不同，这个反伤甲是根据穿装备的这个人攻击力多少来反伤的。如果赵暗红穿了的话，只能反伤10几点伤害，但是如果赵光义穿了的话，就能反伤20-30点了。不要小看20-30点，在仇恨机制下非常有用，让赵光义拉怪更加容易。哪怕嘲讽时间结束以后，赵兴都不会仇恨过高，因为怪物在攻击的时候，因为反甲受到持续伤害，所以仇恨会越来越高。这个装备赵毅分给了赵光义，刚好他之前的盔甲分给了尼古拉斯赵四，还缺少一件。赵光义接过刃甲就穿在了身上。另外一个雷霆之怒的技能书，一开始赵毅还以为是类似雷电法王的那种技能，后来看了介绍才发现自己错了。雷霆之怒以自身为中心，施展300码范围的电流，对范围内的敌方单位造成每秒30点的伤害。好家伙，居然是以自身作为雷电导体释放雷电之怒啊！第150章巨大的乌龟，这玩意还是适合赵光义，因为他承担主坦克，范围伤害越高越好。这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范围伤害，难道让赵兴这个工具人跑到前方承担这个角色吗？那就太奇怪了。赵光义接过技能书，感激地看了领主大人，感谢无主，圣光与您同在。别扯淡了，赶紧开路。一开始就报好东西了，这让赵毅更加期待后面的道路。850点的血量虽然不少，但是面对赵光义这种几百的攻击力，加上2个牧师和赵兴这种远程输出，杀起来也是极为迅速。不知不觉中，赵毅一伙来到了一个水池子旁边，池子旁边依然还有3个那家射手在那里游荡着。赵毅刚准备起手呢，旁边的水池子突然钻出来一只巨大的乌龟，巨大的乌龟钻出来后，直接将3个那家守卫吞进了肚子之中。好家伙，这乌龟居然这么强的吗？3个那家守卫直接被弄死了。赵毅看着眼前的乌龟，这个应该就是 BOSS 级别的怪物了吧？姓名山丘鳄龟，种族海洋，生命值18850 18850，攻击力550-61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 1.5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8，防御类型成甲，移动速度中等，个人技能吞噬，对当前目标造成吞噬效果，将它吃进肚子之中，每秒造成100点伤害，持续10秒。硬甲，山丘巨鳄能够躲避在龟壳之中，抵挡大量的伤害，减少 90% 的伤害，同时恢复300点血量。水弹波，对当前目标造成一次水波攻击，造成500点的魔法伤害，同时会跳跃给其他身边的人。天赋强硬，面对穿刺攻击只受到 60% 的伤害。简介：山丘鳄龟在内家们来之前就已经在这了，没人知道他活了多久。强大的防御能力加上特有的天赋，完全是穿刺类士兵的克星啊！以赵兴为例，100点攻击力打在这个乌龟身上，只能造成29的伤害，减伤比例达到了71点。赵兴将在这场战斗中毫无作用，如果这个乌龟再开启硬甲模式，那就只能造成3点的伤害了。山丘鳄龟看到赵毅一伙众人，迈开巨大的步伐朝着这里走了过来。咚咚咚，巨大的步伐仿佛要把这个地面给踏平了一般。赵光义自然定在了前面，准备迎接第一次的战斗。
赵毅将猎人印记挂在了山丘鳄龟的头上，能增加1点攻击是1点，同时将光环切换成雄鹰守护。赵光义，顶住这个家伙！是，无主。赵光义举着巨大的锤子对着乌龟就是一下，但由于赵光义也是穿刺伤害，所以这一锤只造成了81点伤害。赵毅拍了拍自己的头，这得打到什么时候啊？随后急忙将剑带切换成破甲剑，随后一剑朝着山丘鳄龟射去。负93，暴击的伤害让赵毅充满了自信，这将是自己的主战场。同一时间，赵牧和赵飘等远程单位发动了攻击。巨大的乌龟嘴巴吐出水流，对着赵光义就是一发水弹。负408，随后这道水流又打向了旁边的赵暗红。散开，所有人不要靠得太近。听到赵毅的呼声，赵光义急忙将方向调转，自己一个人远离众人。赵暗红和赵毅等人则在乌龟的屁股后面进行输出。这样的话，如果乌龟再施展水弹，将由于距离的问题没办法弹射，受伤的只会是赵光义一个人。巨大的鳄龟朝着赵光义扑去，随后一口咬了下去。负326，虽然众人打不动这个大乌龟，但是大乌龟同样不怎么打不动赵光义。穿刺攻击对于重甲来说效果甚微，而且这个大乌龟的攻击速度有点慢，1.5秒攻击一次。赵牧一个加血将赵光义的血量恢复了500点。众人按照这种模式接着打，虽然打得慢，但是慢慢磨就行了。这时候山丘巨鳄龟突然头颅扬起，随后猛地冲向了赵光义。赵光义整个人都被吃进了肚子之中。我去，这什么鬼？人都直接生吞了，这还怎么打？赵光义没了，谁来扛怪物啊？原来这一招吞噬是这样用的呀！不知道赵光义在乌龟肚子里怎么样了？蓝星龙国直播间的观众都被这一招惊呆了。以往的战斗都是靠着赵光义来扛伤害的，现在赵光义被吞了，谁来扛伤害？赵光义在乌龟的肚子之中，每秒损失着100点血量。巨大的山丘鳄龟看了看众人，随后朝着赵牧这边扑来。除了一直互相殴打的赵光义外，剩下的头号目标就是会加血的赵牧了。这也因为赵牧作为主要加血单位，比旁边的牧师加的要多。赵暗红，朝讽走，不要让他攻击后排。赵暗红一个嘲讽，巨大的山丘鳄龟放弃了赵牧，转头向着赵暗红那边冲去。赵毅一发冰冻剑射了过去，这才发现这个 BOSS 级别居然是冻不住的。不知道系统评级的这个移动速度中等是怎么来的，虽然步伐看起来很慢，但是每一下的距离很大，转眼便追上了赵暗红。随后巨大的龟一头一口咬下。负366，还好赵暗红因为升级了以后血量提高了不少，面对这种大怪物的攻击能够扛得住。所有人都停手，牧师不要加血了。赵毅拦住了所有人，距离赵光义放出来还有点时间，而且赵光义被放出来后将会损失1000点血量，2个牧师必须将奶粮留着。而且现在加血仇恨太高，赵暗红嘲讽结束依然会冲向赵牧。除了赵毅在攻击外，就只剩下赵暗红还在打了。巨大的鳄龟连续攻击3次，赵暗红的嘲讽就结束了。紧接着这个大乌龟又朝着赵毅这边跑去，赵毅掉头就跑。我去，怎么追我们的代表者了？我们代表者好像才500多血，被打2下估计就要死了。10秒钟怎么这么久还没到？赵光义不会死在肚子里了吧？第151章紫色装备，紫色的盾牌。赵毅看到巨大的乌龟越来越近了，转眼就要打到自己了。赵毅直接躺在地上释放了假死。大乌龟愣住了，蓝星的观众也愣住了。尼玛，居然装死了！我都忘了还有这个技能。这个大乌龟应该在想下一个是谁，他不是应该想我怎么没出力你就倒下了？巨大的鳄龟愣在了原地，随后准备找之前的赵暗红，因为在他的眼中，这个赵毅已经死掉了。这个时候，鳄龟的头颅往地上一吐，赵光义被吐了出来。牧师加血，赵光义开群体嘲讽。赵毅站起来命令着。目前赵光义的血量因为在肚子里的原因只有几百滴了，必须恢复。2个牧师急忙加血，瞬间恢复了赵光义1000点血量。同时赵光义嘲讽将自己的护甲提高了10点，吸引着巨大的鳄龟攻击着自己。巨大的鳄龟朝着赵光义就是一个猛攻。负235，提高了10点护甲的赵光义能够抵挡更多的伤害，哪怕是600点攻击力的巨大鳄龟也只造成200多点伤害。有了赵光义在，众人就放心输出了。各种攻击打在破甲状态的山丘鳄龟身上，反正赵光义本身攻击力够高，加上反甲的反伤，仇恨值稳占第一。很快巨大鳄龟的血量就下降到了10000点。鳄龟四脚一缩，脑袋一缩，直接缩进了龟壳之中。众人依然对着龟壳进行攻击，虽然减少了90%的伤害，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乌龟也没办法攻击。与其说乌龟自己在休息，不如说给赵毅等人喘息的机会。赵牧等人恢复蓝量以后，将赵光义的血量恢复到了健康的状态。
乌龟的血量缓慢的增长，但是明显没有众人打得快。赵毅甚至觉得一直让它在龟壳里似乎挺不错的，虽然费了点时间，但是安全啊。没过多久，这个大乌龟从龟壳里跑了出来，脑袋伸长，眼看就是要发动吞噬了。大乌龟要吞人了，赵岸红开启嘲讽。赵岸红使用单体嘲讽，巨大的乌龟刚准备猛击赵光义，随后掉头击中了赵岸红，直接将赵岸红吞进了肚子之中。赵岸红2000多的血量，就算被吞进肚子之中也没事，每秒100点的伤害能够承受。赵光义由于没有被吞进肚子，所以仇恨还在，大家接着打就行了。这时，不远处的洞穴深处突然走出来4个那家守卫，他们是在附近巡逻的，刚好到了这个地方，这就有点尴尬了。这里的山丘鳄龟还没处理好呢。赵兴，去拉着这4个怪风筝吧，跑不过就往赵光义那边跑去。赵兴跑去射了一箭，嗖嗖嗖，4支箭飞了出去，4个那家跟着赵兴后面跑。但是这里根本不适合风筝，因为地形属于狭长型的，加上还有一滩水湖，那家守卫很快就追上了赵兴。赵兴没办法，只能往赵光义那边跑去。赵光义释放雷霆之怒，开启圣盾。赵光义听到赵毅的命令，向着地面猛踩一脚，整个地面开始浮现雷电和火花。4个那家守卫开始对着赵光义发动猛攻，因为反击的原因，越打受的伤越多，受的伤越多就打得越狠。但是这点伤害打在开启圣盾的赵光义身上，根本没啥感觉。赵兴看赵光义似乎拉住了，掉头就是散射攻击，很快就把这4个那家守卫给消灭了。至于这个大乌龟，正常打法就行了，只要避免赵光义不要让他被吞进肚子中，就没啥问题。不知过了多久，这个大鳄龟终于倒在了地上，整个颤抖了下，激起一片尘埃，总算死了。赵毅擦了擦头上的汗水，自己这边的人累得气喘吁吁。赵毅来到大鳄龟跟前，随后开始了自己的分解。这么大的一只乌龟，应该有不少好东西吧？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巨大鳄龟，获得巨大的鳄龟头颅。巨大的龟头，这可不是开车啊，真的是巨大的乌龟脑袋。我要这玩意干嘛？巨大的鳄龟头颅，这个生物从哪里来的还不知道，将这个头颅交给暴雪城的亚伦博士，他会给你奖励。原来是个任务道具啊，先留着吧。赵毅直接将大乌龟头塞进了背包里，也不知道这个背包怎么装得下的。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巨大鳄龟，获得充满韧性的龟盾，紫色图纸。牛逼啊，居然出现了紫色图纸。虽然是个盾牌，但是可以给赵光义和赵岸红用。韧性的龟盾，紫色图纸，生命值加800，防御力加6，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减少10%，格挡几率正8%。附加技能，韧性，受到晕眩、击飞、昏迷等负面效果，持续时间减少30%。附加技能，盾击，用盾牌猛击对手，对对手造成防御值 X100点的伤害。制作需要铁矿 X50， 巨大的龟壳 X1， 蓝色宝石 X1， 增加800点生命值，差不多相当于一个老兵的血量了。如果赵光义拿着这个盾牌，血量将直接达到4000多点。好东西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巨大的龟壳在哪里。叮咚龙国代表者获得巨大的龟壳 X1， 果然直接获得了巨大的龟壳，那么这个盾牌能直接造出来了。这个紫色的盾牌回去就打造。叮咚龙国代表者获得技能书回旋打击。回旋打击，使用手中的武器打击周围的敌人，对自身范围内100码的所有敌军造成150%的攻击力伤害。又是一个范围伤害。这个技能书同样适合近战士兵，但是赵光义已经有了雷霆之怒，所以赵毅将这个技能交给了赵岸红。如果赵光义不在的话，赵岸红还能用回旋打击吸引多个敌人，剩下的东西就没有了。赵毅等人休息了一下，又开始朝着前方前进。经过了这个水池子之后，再往前就是一个巨大的洞穴，这里就是遗迹的中心了。第152章，升级农民到村长。在这个洞穴的中心，一共有3个巨大的那家皇家守卫，他们的身后是一道巨大的石质大门，他们3个就是守门的护卫。姓名：那家皇家守卫。种族：海洋。生命值：12850，12850。攻击力：350-41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1.0，1.0秒攻击一次。防御值5。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3叉戟，30%的几率对目标造成双倍伤害的同时晕眩对手2秒。个人技能击飞，蓄力一击，那家皇家守卫可以将当前目标击飞出去，并且将清空仇恨值。天赋铠甲，坚硬的外壳能够阻挡大量的伤害，每次受到攻击减少20点，最少受到1点伤害。简介：那家皇家守卫专门服侍保卫那家的皇族。赵毅看了看这个属性，
还可以，自己打过比这个还要狠的东西，但最麻烦的就是击飞这个技能了。3个那家皇家守卫至少需要2个目标来扛，如果击飞打在了赵光义的身上，仇恨值被清空后，赵光义将拉不住这些怪物。看了看现在的时间，刚才在大乌龟那里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再加上路上返回的时间，可能没办法在这里多做逗留。这3个怪物明显不是现在能解决的。赵毅看了一会，随后就准备退了回去。自己这次的收获已经非常不错的了，还有个紫色的装备，回去打造以后再来这里将会轻松很多。来到了一开始进来的洞穴，水里的食人鱼已经不见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为了以防万一，赵毅还是让赵兴这个工具人先下水，确认没问题以后才跟着大部分从水底钻出了这个遗迹。走在回去的路上，赵毅想着接下来的事情。目前黑暗魔女的威胁已经解除了，就算他现在引爆这个枷锁也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那边还有2个鹰角等着自己去拿呢，这玩意可是关系到自己紫色的弓箭啊，看来还得想个办法完成任务才行。随后赵毅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就是当初黑暗魔女给自己用于召唤邪能的东西。他既然给了自己这个东西，应该能够感应到自己到底有没有开启召唤邪能，所以自己必须打开盒子才算完成任务，这样就能获得黑暗公会的魔女奖励。但是在哪里打开呢？罗锦镇肯定不行，这玩意要是在罗锦镇打开的话，自己的声望恐怕直接就仇恨了。算了，距离时间还有1天，到时候实在不行就不打开了，鹰角以后再想办法拿到吧。在距离这里几十公里处，一队士兵正在朝着玄凤帝国的边境走去。他们是邻国的士兵，此次穿越边际是为了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骑着白马的将领来到一处高地，俯瞰着下面，一队队的士兵正在前进着。这时边上一个副官走了过来道：将军，我们预计明天中午就能到达边境，随后晚上就能达到指定地点。将军点了点头，随后说道：注意隐蔽，到达了玄凤帝国的境内再说。是。将军看着副官下去，随后策马跟上了大部队。他们此次的目标是玄凤帝国的皇家成员。赵毅来到了自己的大本营之中，随后看了看今天的收成：木材 X1200， 石块 X1200， 茅草 X1200， 金币 X218， 硬质甲靠 X10， 重油 X20， 肉块 X18， 皮革 X77， 兽金 X35， 熊爪 X5， 铁矿 X104。物资已经达到了上限。农民坐在树下或者石头上聊着天，看到赵毅回来，这几个农民急忙站起了身。赵毅点了点头，就让他们重新休息了。物资达到上限，让他们继续干活也没用。赵兴，你还是去昨天的那个地方看下尼古拉斯赵四有没有留下什么信息。是，领主大人。赵兴说完就朝着大本营外面走去，赵修自觉地跟在了后面。赵毅看着2人离去，随后点开了交易栏目，自己昨天上架的5块玻璃全部卖掉了，并且还有人私信自己这玩意干嘛用的。赵毅才懒得搭理他们呢。自己卖玻璃5个，总计就是350个金币，赚了100个金币。这5个购买的人并不是真的需要玻璃，而是因为这个价格不贵，所以买了备用，万一以后有用呢？如果之后他们看到了实际的价格，一定会大骂赵毅奸商。赵毅将钱收完了以后，将其中的一个仓库升级为2级仓库。叮咚，是否将仓库升级为2级仓库？为此需要木材 X200， 石块 X200， 绳索 X20， 铁矿 X50。升级，远处的一个仓库变大了一点，并且外面的墙壁由木头变成了石头和铁的组合。物资从1200的存储量提高到了1800点。升级完仓库以后，赵毅来到了铁匠铺跟前。2个工匠看到了赵毅过来，再次跑了过来。领主大人，今天又有什么任务吗？我这有个盾牌需要你们打造下。赵毅拿出来了韧性的龟盾，紫色图纸递给了2个工匠。2个工匠拿着图纸看了看道：领主大人，这个东西看起来非常的强啊。没错，你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好？2个人商量了下，随后说道：具体时间不能保证，但是明天这个时候应该可以拿到。居然需要1天，想想也对，之前的东西都是蓝色的，有时候半天就完成了，但是这个东西却是紫色品质的东西，时间肯定比蓝色的要久。本来还想明天面对黑暗公会魔女时候用到，但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赵毅这边还有点钱，他准备先将一个农民升级为村长再说，这样的话召集技能出来，这些农民在有敌人的时候将成为战斗力不错的民兵。想着，赵毅将一个农民叫了过来，这个农民名字叫赵恒。第153章建造监狱准备关人。赵毅并没有将他改名，而是直接让他进入了兵营之中。兵营的界面出现了赵恒升级后的属性，这种低级兵种第一次是不需要士兵印记的，赵飘升级的时候也没需要。姓名民兵，种族人族，生命值375，攻击力23-32，
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0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增强，如果战场上有村长的话，可以获得 35% 的双倍暴击几率，并且增加200点生命上限。天赋5，升级造价120金币。简介：拿了救济金，拼命打工中。赵毅没有让这个民兵出来，而是直接升级。姓名：村长，种族：人族，生命值1200，攻击力94-106，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0.8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号召，发动技能让场上的所有农民变为民兵，全场民兵获得增强效果，全场村长获得护甲+1，增加50点攻击力，630的生命上限，持续1分钟，3分钟后号召效果结束。天赋5，升级造价400金币，3个人口1个士兵印记。简介：那个村的村长叫王富贵，从农民变为村长，总计消耗了520个金币，3个人口和最后1个士兵印记。如果士兵印记再不爆出来，赵毅就只能从交易里面买了。一阵光芒过后，一个体格健硕的男子从兵营中走了出来，身高大概在 1.9 米，比赵光义和赵岸红矮上不少，但还是一个大汉。赵恒来到赵毅面前行礼道：村长赵恒见过领主大人。赵毅点了点头，随后让赵恒试着召集了一下，只看到赵恒从屁股后面掏出来一个巨大的号角，使劲地吹着。听到巨大的号角声后，原来坐在地上的农民身体都变强壮了不少，手中原来伐木和开采石头的工具都变成了锋利的武器，同时属性还变成了之前赵毅看到的民兵样子。虽然村长能让民兵和其他村长获得加强，但是没必要再建造其他村长了，只要一个村长能够发动技能号召这些农民就行。之后的时间，如果自己不在的话，这帮村民也能变成不错的战斗力。这时，之前外出的赵兴已经回来了。领主大人，这是我在石头后面发现的纸条。赵毅接过纸条看了下，这上面写了2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在一些地方藏了点物资，可以进行回收，另一点就是黑风寨准备对赵毅这个营地动手了，同时尼古拉斯赵四将担任此次的先锋。好家伙，尼古劳斯赵四混得还可以啊，居然都当官了。这家伙看来是个当卧底的料，以后有当卧底的活可以让这小子继续上。这是后话了，目前考虑的就是如何抵御黑风寨的进攻。按照尼古拉斯赵四的话来看，黑风寨全体山贼300多人，山贼王唐奇实力更是深不可测，300多个人全部冲过来，赵毅这边根本挡不住。不光如此，这帮山贼还是混合兵种，有远程有近战，并且他们不像晚上的怪物一样只知道冲击大本营。这个世界的中立生物具备自己的智慧，懂得运用战术，而且还有个山贼王唐奇在，这个家伙应该是个 BOSS 级别的人物，不是好打的。赵毅想了下，在纸上留了一些信息，随后将纸条还给了赵兴道：这个纸条放回去，他看到了后知道怎么做。是。赵兴拿着纸条就离开了这个地方。赵毅看了看自己的营地，随后点击了建筑行列，一个个看了起来。果然里面有个1级监狱的建筑，这个东西一般人应该不会造的，如果不是为了之后的事情，赵毅应该也不会造。叮咚，是否建造监狱将消耗100木材，20绳索，200弹头。建造。赵毅的面前多了一个蓝色的投影监狱，赵毅将它放在了一片空地上，边上是自己的黄蜂机枪炮台和基础箭塔，只要有人敢越狱，直接射死他。1级监狱。简介：可以关押30个犯人，但是由于设备简陋，可能会有人越狱。建造完了监狱，赵毅看向了远方，接下来就看尼古拉斯赵四那边了。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尼古拉斯赵四准备的。黑风寨寨营之中，尼古拉斯赵四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如果自己的领主大人回消息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时间。随后找了个借口，尼古拉斯赵四便下山了。这次下山就没人跟踪了，因为尼古拉斯赵四已经获得了黑风寨的信任，只是这帮人还不知道尼古拉斯赵四是龙国代表者的人。来到了约定的地点，果然在石头底下看到了纸条，纸条上面详细写了赵毅的计划。看完了以后，尼古劳斯赵四将纸条吃进了肚子之中。如果按照领主大人的计划，这确实是个削弱黑风寨实力的机会。黑风寨的聚义堂中，尼古拉斯赵四从外面走了进来，唐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手中把玩着2个霹雳弹，旁边是他的压寨夫人。赵四，这么晚了，怎么到这里来了？这个世界没有灯光，所以晚上5、6点基本已经天黑了。老大，我准备趁着夜色奇袭目标地，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晚上就能把美女给你弄过来。唐琪一听大喜，他早就听到自己2个手下描述的那个美女有多美了，但是面子还是要装一下的。赵四啊，这么晚了有点危险，要不然明天再去吧。尼古拉斯赵四摇了摇头，再不去就晚了，就是要晚上去。第154章，带着人朝着自己大本营进攻，自己领主大人那边都准备好了，就等自己这边上钩了。老大，我作为一个新来的，没有立啥功劳，就坐在了百夫长这个位置上。这次你别拦我，我要给你抢个美女回来。尼古拉斯赵四说道。这样说的话合情合理，没有任何的毛病，完美。好，唐琪说完，啪啪啪鼓起掌来。没想到这个新来的人员觉悟这么高，这么着急为自己抢个13房压寨夫人。像其他几个百夫长虽然明面上不说，但是背地里啥样自己都知道，吐槽老大好色的不在少说。只有赵四才是自己的心腹。既然你心意已决，那我就不强求了，我这有副钣金手套送给你，希望你旗开得胜。赵四愣住了，想不到自己完成任务的同时还能拿一副手套，领主大人一定会很开心的。不要白不要，就算自己不戴，也可以给领主大人拿给其他人用啊。尼古拉斯赵四慌忙接过唐琪递过来的一副金属手套，微微低头，老大，你就在这等我的好消息吧。快的话今天深夜，慢的话也在明天天明，我必定给你拿下这个营寨，将里面的美女全部带上山。唐琪脸上笑开了花，心里早已躁动不安，这些压寨夫人自己都玩腻了，好久没有新鲜的了，到底有多漂亮啊？一切小心，如果硬攻不行的话，就暂时退回来。唐琪假装关心说道，其实心里想的是，死也要给我抢回来。尼古拉斯赵四点了点头，随后就走出了聚贤厅。再和唐琪扯下去，天都要亮了。来到外面，尼古拉斯赵四召集了自己100个弟兄，还有2个兄弟。这次过去，他准备带30个人，原因是人太多不好控制。还有一点就是，领主大人那里没办法关押太多人，30个人就是极限了。30个人中，20个人为弩手，10个人为近战。有了山贼王唐琪的指示，这些山贼虽然有些抱怨，但还是乖乖听了命令。挑选了30个样貌还算不错的山贼，尼古拉斯赵四便和2个兄弟准备下山了。为什么挑选长得还算不错的？因为大家属性都一样，自然要挑好看点的了。万一太丑影响食欲怎么办？就在尼古拉斯赵四准备走的时候，唐琪从聚贤厅里走了出来。等等！尼古拉斯赵四停下了脚步，看着唐琪道：“老大，还有什么命令吗？这次过去，你就别带2个兄弟了，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赵二和赵三急忙道：“老大，我们不累，我们兄弟3个在一起，战力增加不少。”唐琪脸色一冷，阴沉了下来，随后说道：“我说的是命令，可没有询问你们的意见。”唐琪虽然近女色，但是不傻，要不然做不到现在这个位置。其实他到现在都没有完全信任尼古拉斯赵四，至于他的2个兄弟，自然留下来做人质了。如果尼古拉斯赵四死了，这2兄弟就是清白的，以后可以重用。如果尼古拉斯赵四完成了任务，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他要是敢耍什么花招，明年的今天就是他2个兄弟的忌日。尼古拉斯赵四对着2人点了点头，既然是老大的心意，你们就在这等我吧，等我抢了美女回来，我们好好庆功。剩下2个人不再说什么，退出了队伍之中。唐琪看着远去的队伍，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次回来以后，尼古拉斯赵四可以做个当家的了。虽然能力差了自己不少，但是足够忠心，能够让自己少了不少麻烦事情。尼古拉斯赵四带着队伍朝着赵毅的大本营而去，一路上没有说什么话。很快，他们就到了赵毅的大本营。在大本营的门前竖立着2个基础箭塔，大本营中一个人都没有。一个山贼摸了摸自己的脑袋，说道：“四哥，这里面营寨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尼古拉斯赵四假装观望了下，可能是发现我们的踪迹提前跑了，这个地方应该有暗哨，我们来的路上就被发现了。听到尼古拉斯赵四的话，众人大惊，要是让美女跑了，回去少不了要被唐琪一顿毒打。四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然去其他地方抢一个美女顶替下。尼古拉斯赵四看了看说话的山贼一眼，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平时应该没少干欺骗唐琪的事情。冲进去看看，说不定还在营寨里躲着，可不能让他们跑了。尼古拉斯赵四没有管身后的山贼，带头就向着大本营跑去。这2个箭塔，赵毅已经设置成了不自动攻击。众山贼看到尼古拉斯赵四跑了，只能硬着头皮跟在了后面。大本营中静悄悄的，根本不像有人的样子。几个山贼这才放心了，没人，至少不会出事不是？四哥，看来好像人真的跑了，一个鬼影都没有。话音刚落，营地中突然传出来号角的声音，声音巨响无比。从房间之中突然冲出来许许多多的民兵，他们就这样看着这帮山贼。除此之外，还有2个像塔一样的男子站在旁边。山贼们如临大敌，将远城包围在中间，外围则是个近战。
这时，赵毅带着赵兴和赵修走了过来。一个山贼看到急忙大喊：“四哥，看，美女！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2个美女，左边那个胸好大。”尼古拉斯、赵四一巴掌拍在了山贼的头上：“都什么时候了，还看美女？各位，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外面4个箭塔，我这10几个民兵，还有2个大汉，放下武器，立刻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啊！”赵毅看着被包围的山贼说道。一个山贼站出来道：“我们人比你们多1倍，让我们投降？不可能！”赵毅知道这些家伙的属性，受到点攻击没啥事。赵兴，给他们表演下。是，领主大人。赵兴修长的身材拉开手中的弓箭，手臂上的肌肉充满了线条美感。山贼们急忙拿起手中的弩箭，准备还击。第155章，我带头投降。这才发现自己这边的射程居然够不到赵毅这边。嗖嗖嗖，一下飞来10支箭，射中了10个山贼。-76、75、75，众山贼都被这次的攻击吓懵逼了。射程远就算了，你一下攻击10个单位，伤害还这么高，这还怎么打？这已经不是神射手了，这是千手怪吧？山贼们看着远处的高瘦美女，肤如白脂，长相绝美，但此时他们却感觉这个女的是恶魔一般。还好这个恶魔没有继续攻击，要不然他一个人就可以压制这帮山贼了。赵毅看到山贼惊恐的眼神，笑了笑，看到没有各位，我这一个女的就能当10个弓箭手来用，再不投降我让赵光义陪你们玩玩。赵毅得意地说道。旁边如同铁塔一般的赵光义将垂在地上的大光锤举了起来。四哥，我们怎么办？弩箭的射程没他们远，在这只能白白挨打。是啊，这个拿锤子的一看就不是好惹的。山贼说完看了看四周，10几个民兵将这里包围了，旁边还有村长赵岸红等人，个个看起来都不是等闲之辈，想要突围根本不可能，但是在这里蜷缩也是等死。说到底还是四哥带着的人太少了，如果当初把100个弟兄都带上，说不定能够打得过。尼古拉斯赵四没有回话，反而直接将武器丢在地上，随后大喊道：“我投降！”众山贼一脸的问号，这么快就投降了？这才刚交手，不再考虑下吗？看到尼古拉斯赵四投降了，剩下的山贼还能怎么办？他们只是个山贼，碰到这种情况还能怎么办？自己的领导都投降了。哗啦啦，山贼们扔下了自己手中的武器，随后学着尼古拉斯赵四的样子蹲在地上，双手抱头，场景就跟蓝星上扫黄的时候一样。这一幕看得蓝星上的观众一愣一愣的。现在是奥斯卡颁奖现场，本届奥斯卡最佳影帝尼古拉斯赵四。末日游戏加强了中立势力互动性，是不是同样加强了赵四啊？感觉末日游戏中的士兵越来越像人了，赵兴还会害羞和不好意思。现在尼古拉斯赵四就差最后一个台词，其实我是卧底了。看到山贼们投降了，赵一命令民兵们将山贼们关进了牢房之中，随后在四周安装了4台黄蜂机炮台，要是有什么意外就直接把这群憨憨弄死。赵四看事情办得差不多了，来到了赵毅面前道：“领主大人，任务已经完成了。”四哥，你这是？众山贼懵了，自己带队的四哥怎么跟这个领主关系不一般啊？我靠，反贼！四哥你个奸细！现在这个情况，加上尼古拉斯赵四之前的表现，这帮山贼直呼上当了。这个看起来像憨憨的家伙，根本不是憨憨，而是一个演员。都闭嘴，再吵等会把你们舌头拔了。尼古拉斯赵四警告着，这帮山贼急忙闭上了嘴巴。赵四，怎么就你一个回来？你的2个弟兄呢？赵毅好奇地问道。尼古拉斯赵四叹了口气，随后将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想不到这个唐琪还挺谨慎的啊。赵毅摸了摸下巴，赵二和赵三被砍死了不要紧，可以直接复活，到时候吓死他们，只是系统的复活好像是原地复活，所以这2个人万一死在了牢笼中，复活了还是在牢笼里啊。这样吧，我还有件事情需要你去做。赵毅开口说道。领主大人请说。你这个演员还得继续演下去。尼古拉斯赵四听完默默点了点头。天亮的时候你就回去黑风寨，然后说中了埋伏，所有的弟兄们都死光了。尼古拉斯赵四微微一愣，这样的话岂不是唐琪会亲自带人过来？到时候我们大本营能挡住200多个山贼吗？赵毅摆了摆手道，抢在这个时候之前把这个东西献给唐琪。说完，赵毅从背包中掏出一个盒子递给了赵四。这个盒子精美无比，上面雕刻着各种花纹，看起来价值不菲。这个玩意就是黑暗公会魔女给自己召唤邪能的东西，据说打开了就能释放邪能了。赵毅一直在想什么地方释放比较好，现在就是个机会啊。黑风寨目前270个山贼，加一个山贼王，应该能够阻挡邪能入侵吧。这样的话，自己就算完成了释放任务，黑暗公会的魔女应该只能感应到自己有没有释放盒子中的邪能，应该感受不到在哪释放的吧。
尼古拉斯赵四接过盒子，点了点头，随后将盒子放了起来，拿出之前唐琪送给他的手套。领主大人，那个唐琪送了我一副手套，你看看。手套？这是白德的战利品，应该是击败唐琪汇报的装备，只不过现在变成了唐琪直接赠送了。赵毅拿在手里看了看，金刚护臂，蓝色品质，所有人通用装备，生命值加200，护甲加1，攻击力加10。特效：摧枯拉朽，攻击的时候有 10% 的几率触发，攻击速度提高到 300%， 持续1秒。不错的装备，拥有一个词条：摧枯拉朽。如果让赵光义拿着的话，触发起来就牛逼多了。攻击速度提高到 300%， 岂不是1秒钟可以攻击3次了？以赵光义的攻击力来看，差不多1秒钟能打出800-900点的理论伤害，这就牛逼大了。这个装备我先拿着了，以后有装备再给你。赵毅接过这双护腕，尼古拉斯赵四对此倒是没有啥意见，忠诚度100%，就是完全听令赵毅的话，让他把衣服扒光了都行。不过赵毅对此没啥兴趣，将赵光义叫过来，把护腕递给了他。现在时间为晚上7点55分，今晚投放的怪物为双头食人魔，请各个国家代表者做好准备。又到了每一天的防守了，这次的防守是第8天，按照5天一个 BOSS 来算，再过2天就又是 BOSS 级别的人物了。第156章，双头食人魔，姓名：双头食人魔，种族：兽人，生命值250250，攻击力22-24，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0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中等，个人技能猛击，每次攻击有 50% 的概率用另一只手再次攻击一下，对另一个目标造成 100% 的伤害。天赋不太聪明，双头食人魔虽然有2个头，但是依然不太聪明，有的时候会立在原地思考。简介：2个头各有思想，有的时候会打架，但受伤的永远是这个身体。看属性还算可以，但是看天赋和简介，感觉这波应该是最容易防守的一波了。移动速度中等，又是近战，自己这边远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远程消耗，而且还不太聪明，就是不知道这个原地思考的几率是多少。本次防守数量为44只，现在开始投放。赵毅领地的两边开始出现了巨大的食人魔，他们有2个头，脖子基本上看不见。走这边，不，走这边。一只食人魔想往左走，另一个想往右走，2个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原地打了起来。血条开始缓慢的减少，这把赵毅看得一愣一愣的，再不出手，恐怕金币就没了。村长吹响了号角，带领着10几个民兵就冲了上去，身后是赵毅和赵飘等人。赵毅将模式调整为爆裂剑模式，咚，一剑下去，触发了爆炸效果。-61、62、59，一次攻击对目标及周围的所有双头食人魔造成了伤害。这些食人魔不再自己攻击自己，转头开始朝着赵毅这边冲来。民兵们冲上去，拿起自己手中的斧头或者锤子，开始跟食人魔交战。另外一边，赵兴和赵光义走出营寨的大门进行攻击，身后跟着2个牧师。这是赵毅安排给赵光义家写的。赵光义大喝一声，整个人身上散发着电流，每秒钟对着周围的怪物造成持续伤害。再加上赵兴的散射，这边的清理怪物速度比另外一边还要快。各个国家代表者面对这次的怪物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些怪物虽然重甲和高血量，但是移动速度不快，加上傻不愣登的，还是很好对付的。他们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偷国的指挥官看到偷国的直播，擦了擦汗水，这个怪物应该能够解决掉了。叮咚风暴国代表者大本营被摧毁，本次防守失败。叮咚花生之国代表者大本营被摧毁，本次防守失败。叮咚绿金之国代表者大本营被摧毁，本次防守失败。虽然防守简单，但是300多个国家依然还有不少的国家防守失败。不过比之前的几波好多了，至少丢失的数量不会很多。因为模型的关系，这些双头食人魔不会好几个围攻一个士兵，减少了很多防守的压力。没过多久，这次的防守就结束了。本次防守结束，总计108个国家防守失败，评级为 B 级，翻倍数量为1万。居然只有1万只吗？这个末日游戏是将整个蓝星作为了一个主体，光一个人防守成功没用，如果大家都防守成功，那么翻倍的数量都会少很多。如果大家防守都失败，那么翻倍的数量将达到恐怖的数字。评级就是众人表现的结果。想要在末日游戏中生存下来，要么大家一起努力，防守成功的国家多点，这样评级就高点；要么就跟赵毅一样，一次也别漏。只要你不漏，哪怕是翻1倍也跟你没关系。本次防守中，防守成功的国家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获得粮食产量增加 50%。粮食，目前蓝星上除了怪物外最严重的问题。
粮食产量增加了50%，无疑让所有国家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当然，这部分仅限于那些境内没有怪物或者已经将怪物消灭的国家。这次防守成功的国家有200多个，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能够拿到这个奖励，因为有的国家现在还在被怪物肆意蹂躏。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粮食生产？不过好在多了一天喘息的机会。叮咚，接下来公布本次防守的前3名。本次防守时间为1分12秒。本次防守第3名，毛熊国代表者。近战打近战确实让毛熊国代表者减少了不少的击杀时间，并且由于自己只漏了一波，所以实力还是雄厚，比其他人击杀的要快。本次毛熊国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获得外骨骼机甲。外骨骼机甲，穿在体外的铁架子。这次的奖励是给蓝星的，赵毅就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不过给蓝星也好，以后万一出了问题，自己这边的国民有更强的战力生存下去。赵毅有预感，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这个末日系统以后肯定会耍赖，到时候可能就无视规则投放怪物了。本次防守第2名，巴铁国代表者，1分01秒。巴铁国代表者的士兵已经从电棍升级为雷电掌控者了，升级后的士兵变得更加强大，而且由于是魔法攻击，对于双头食人魔这种重甲单位能够造成额外伤害，所以击杀起来比毛熊国代表者要快上不少。本次巴铁国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获得机甲探险者型号，并且获得驱动机甲的能量核心技术。我去，我们国家是不是要崛起了？能量核心技术目前就几个国家有，而且还有机甲技术，能造得出来才行啊！而且我们国家的生产水平这么差，要不然委托龙国制造吧，我们附加工费。无论怎么样，这对于巴铁国都是令人振奋的消息。虽然不知道探险者型号代表的什么，但是按照以往的奖励来看，不会差到哪里去。而且还有能量核心技术，这玩意各行各业都能用到。这次的末日游戏对于巴铁国来说，说不定是个翻盘的机会。第157章龙游者机甲。听完系统的前2名播报，星条国代表者尼哥有点纳闷，自己买明明击杀的挺快的呀，怎么就不是自己进前3呢？他不知道，因为怪物混合的关系，他击杀的怪物有一部分是袋鼠国代表者的怪物，这就造成他的速度慢了不少。至于第1名，他就更不敢想了，那是属于龙国代表者的专用称号。本次防守第1名，龙国代表者，42秒。龙国代表者又获得了第1，蓝星上的反应倒是平静了很多，甚至不如巴铁国获得第3名那么惊讶。哪天龙国代表者获得不了第1的话，那才是大新闻。本次龙国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获得机甲龙游者型号，并且获得驱动能量的超级能量核心技术。由于龙国已经拥有了超级能量核心技术，所以本次额外奖励改为机甲龙游者型号技术以及超级能量核心1万块。1万块！龙国地下基地中，龙老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地站了起来。由于蓝星目前的生产水平跟不上，所以就算有技术和前置科技，超级能量核心也没办法量产。这次一次性获得了1万块超级能量核心，怎么能让人不激动？可以组装1万个能量自动防御立场，或者组装这个龙游者的机甲。龙老，这个龙游者机甲是什么东西？龙老打开手机看了看，随后说道：“这个东西已经在我手中代替去了，除了一份技术档案，还有一个样品。样品？直接就是成品了吗？”“对，高度大概在4米，这个房间看来是放不下了。”几个长老一商量，刚好这个地下基地有武器试验场，可以去那边将机甲放出来啊。龙老等人来到了武器试验场，边上还有不少正在做着实验的人员。此时看到龙老等人到来，有点惊讶，纷纷向龙老问好。龙老来到一片空地，随后从 IP 中将机甲领取了出来。对于暴露这一点倒是不用在意，能在这个地下基地中进行武器实验的人员，那肯定都是信得过的龙国高端人才，之后还要靠他们进行机甲的制作呢。一道红色的身影突然出现，高达4米，全身红色，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这个机甲不知道用什么材质做成的，看上去仿佛是浑然一体，就连关节部位都没有预留活动空隙，这样子的话能动吗？这就是龙游者吗？没看出啥名堂。一个长老说道。虽然这是成品样机，但就算给一个人，估计都不会开动，最简单的东西我们驾驶舱在哪都不知道。龙老吐槽道。是啊，这种跨时代的东西，自己在他面前就是个无知的小孩。这就好比给原始人一个打火机，他知道怎么用吗？肯定下意识的用嘴巴咬咬看，结果弄得爆炸了。后面他再见到打火机，就会以为是爆炸的东西。现在龙老等人就是这个原始人，这个机甲送给他们，他们都不知道怎么用，说不定瞎鼓捣反而会造成不小的伤害。迅速将机甲和技术资料、前置科技资料交给龙科院的院士，让他们做出研究，好歹把这个机甲开起来吧。众人点了点头。钱老似乎想到了什么，对着旁边的九长老道：“对了，
上次的2级基因药剂怎么样了？已经可以量产了，毕竟是药剂，明白其中的构造和原理后，能用现有的设备进行生产。听到九长老的话，钱老点了点头。这些药剂先给军队的人用，优先给防守 S 市的部队。好的。在众人看着机甲的时候，末日游戏中的播报依然在继续。本次防守前3名播报完成，接下来进行游戏版本调整公告。本次游戏防守时间从1天1次变为3天1次，但是每波的怪物获得翻倍加强。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都震惊了。末日游戏1天1次确实让人吃不消，没想到居然调整了防守时间间隔。这点上是末日游戏鼓励国家代表者与中立势力产生更多的互动，以此来达到趣味性。如果还是1天1次的防守，已经没有啥趣味了。并且随着每波的金币奖励，大部分代表者用这些金币招募了更多的士兵。时间调整为3天1次，看起来是给众人喘息的机会，其实是加强了防守难度。没有每一天的怪物金币的补充，在怪物翻倍加强的基础上，根本难以抵挡。有的人出去一趟，说不定1个金币都拿不到。这点上是针对了中游的国家代表者。当然，对于那些每一波都守不住的国家来说，没有啥变化，反正都是守不住，漏得多少的关系。中立势力更加智能化，会和各国国家代表者产生各种互动，这点整合了中立势力的 AI 智能。一句话，更加智能了。谁知道这个末日系统调整了啥？建筑解锁，所有建筑物不再受到数量限制，现在你可以尽情的制造所有需要的建筑。赵毅听完默默点了点头，只要土地够，他可以源源不断的招出士兵，前提是钱够的话。本次调整完毕，接下来播放本次防守失败的惩罚。本轮中共有5个国家宣布亡国，分别是紫色国家、玉米之国。又有国家防守失败了，他们倒在了版本修改的前夕，要不然还能苟延残喘一会。这些国家本身军事实力就不强，面对每天1次的怪物，确实难以防守。这5个国家代表者失去不死之身，下次死亡将会真正的死亡。另外共有4个国家代表者丧失不死之身后，在本次防守中死亡，他们将成为 AI 代打玩家。他们分别是山鹰之国、山顶之国。风暴国代表者大本营被摧毁，本次防守失败，共丢失怪物13只。由于风暴国代表者在本次防守中属于倒数第一，惩罚翻倍，总计投放26万只怪物。花生之国代表者大本营被摧毁，本次防守失败，共丢失怪物10只，总计投放10万只。绿金之国代表者大本营被摧毁，本次防守失败，共丢失怪物8只，总计投放8万只。第158章龙。末日系统默默地播放着这些通知。本次防守播送完毕，接下来投放怪物，请各个国家做好准备。末日游戏的播报一结束，防守失败的国家传送门前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双头食人魔。他们身高3米左右，手中拿着巨大的金属狼牙棒。他们游荡在街上，看到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是一棒子过去。相比其他的怪物，他们的行为方式更加难以捉摸。其他怪物无论是拆房还是攻击，都是为了最终目的杀人而去。而这些双头食人魔就不一定了，他们可能仅仅觉得那个汽车的前脸像在瞪着自己，他们就会过去砸个稀巴烂，就是个神经病。在偷国境内，星条国宗旨就是消灭怪物，如果在火力覆盖范围内有一些村庄，那么不好意思，你只能自求多福了。星条国不会让自己士兵在火力轰炸之前就冲上去的，哪怕自己这边有能量自动防御立场。在一些没办法火力覆盖的大城市，星条国则是用大量的坦克和飞机在城市中穿梭，整个偷国一片火海，甚至比之前怪物破坏的还惨。但是效果很明显，偷国境内无论是人还是怪物都在急剧减少，接下来就看人先死完还是怪物先死完。赵毅站在自己的营地之中，看着自己的金币变化，一个怪物奖励10个金币，总计44个怪物就是440个金币。有了钱，赵毅就来到了兵营前面，准备先建造一个德鲁伊出来。兵营发出微弱的光芒，随后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灰色胡子的老头，老头身穿暗绿色的法袍，手中拿着一个木质法杖。见过领主大人。老头微微行礼说道。以后你就叫赵德了。赵毅为自己的机智感到高兴，以后取名就姓赵，然后取一个他原来名字中的一个字作为名就行了。德鲁伊就叫赵德，牧师就叫赵牧，如果有第2个牧师就叫赵牧2。太机智了。赵德点了点头，感谢着自己的领主赐名。建造德鲁伊就是为了切换兵种了，希望这次的兵种能够给力点。将之前系统奖励的兵种切换符拿了出来，点击使用。2级的石质兵营发着强烈的光芒，随后光芒渐渐消失。我们代表者又切换了兵种吗？这次不知道有什么兵种。上次的兵种好像就牧师有用一点，运气不算太好。这次的兵种希望能有强力一点的单位。龙国代表者看到赵毅切换兵种，都默默祈祷能有好一点的兵种。
赵毅虽然现在领先，但是缺少一个强力的兵种。赵光义虽然够强，但是属于彩蛋兵种，只能升级一个。尼古拉斯、赵四等人根本没办法升级。兵种切换完毕以后，赵毅点击了兵营，看看自己的士兵，随后双眼睁大，他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第一个兵种依然是农民，这是自己锁定的，没啥关系。第二个是一个叫蛋壳的士兵，姓名蛋壳，种族地穴，生命值260，攻击力16-16，攻击范围40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1.0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成甲，移动速度缓慢，个人技能坚固蛋壳，蛋壳的防御很高，能够额外获得加15点的护甲。天赋5。简介：蛋壳是蛋壳，但是你是怎么移动的？制造需要50个金币，1个人口。蛋壳，就拿这个破兵种糊弄我？赵毅有些无语。同样无语的还有蓝星上正在看直播的观众们。一个蛋壳也能算士兵吗？但是这个蛋壳的属性好像还不错啊，造价50个金币呢，比农民高了好多。你们说这个蛋壳能不能升级成为啥东西？还能孵化升级呢？一只鸟，还是一只乌龟？赵毅看着面板有点搞不懂了，难道自己的运气这么差，切换的兵种一次不如一次？系统，这个蛋壳能升级啥？赵毅虽然通过兵营升级也知道升级后的属性，但是这玩意必须造出来才行。赵毅可不想浪费自己的50块钱，如果造出来升级没用，自己要这个蛋壳干嘛？叮咚，蛋壳可以升级为飞蛇。飞蛇？会飞的蛇？蛇还会飞？赵毅有点懵逼，还真是游戏世界，蛇都会飞了。但是我要飞蛇干嘛？听名字不是很厉害。蛋壳可通过特殊途径获得彩蛋兵种圣龙。圣龙，彩蛋兵种。彩蛋兵种这玩意，赵毅还是知道的。赵光义就是彩蛋兵种的一个，由牧师和老兵组合而成。当队伍中有这2个兵种后，就可以激活老兵，升级为光明之主的途径。那么这个圣龙又是什么途径升级的呢？听名字就感觉不简单。圣龙由2条龙类生物激活而成，想要建造圣龙，队伍中至少2种龙。得，白说了，我要是有2条龙，我就牛逼坏了。这里是游戏世界，即使是龙类，依然按照数据说话。听到神级提示系统的声音，赵毅想想也是，特殊的防御机制造成以多咬死象的可能。只要士兵够多，哪怕一个只能造成1点伤害，依然有可能击杀所谓的龙。蛋壳先放在一边吧，短时间只能是不需要了。赵毅随后又看向了第3个士兵，没想到刚刚提到没有龙这个兵种，转头就给自己出了。姓名引龙幼龙，种族地穴，生命值1550，攻击力235-288，攻击范围50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1.1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箭射，每次攻击对目标100码范围内的全部敌人造成100%的伤害，对200码范围敌人造成50%的伤害。天赋5。简介：一条引龙的幼龙，但还是比大部分人厉害。制造需要450个金币，3个人口。第159章，发出鸭子般的叫声。居然真的切换到了龙的兵种，运气还真是不错呀。引龙幼龙，价格看起来好贵啊，这玩意值不值得造？感觉挺强的，而且攻击带有箭射效果，能够对200码的敌人造成伤害，攻击力够高，对付成群的小怪物非常好用，就是有点贵了。蓝星上的观众看到这条龙的属性，议论纷纷。这应该是众多国家代表者中第一次出现龙这个兵种吧，也有可能是只有2级兵营才会刷新出来，要不然这么多的国家代表者，不可能一个都没有。赵毅看了看，各方面属性都不错，唯一不足的就是价格偏贵，自己这边还没有办法造出来。不过以后还是用得到。如果自己带着一群龙出去，那得多拉风啊，这需要大量的金币支撑才行，目前只能想想。最后看看本次切换剩下的一个兵种，前面3个兵种是农民、蛋壳、引龙，最后一个好像没啥期待的了，该有的兵种都有了，来个什么都行。姓名步兵，种族人族，生命值385，攻击力55-59，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1.5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列阵，当身边的士兵达到9个的时候，护甲加3，当身边的士兵达到18个的时候，生命值加385。天赋5。简介：人多力量大，
一个人和9个人完全不一样。制造需要80个金币，1个人口，适合大规模制作的士兵，不知道升级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数量达到18个的话，血量就有770点，甚至比赵二等人还要高。关键是这个造价只要80个金币，老兵一个就要150个金币了。这一点就能看出这个兵种的厉害之处。正好赵毅这边缺少能够大规模建造的士兵，赵毅目前还剩下288个金币，这288个金币先不动了，等下一条建造龙或者升级大本营再说。躺在床上，赵毅想着事情，明天就要把黑暗魔女的事情解决了，希望一切都能顺利。光明圣教总部，一个戴着面纱穿着白衣的女子收到了迅雷鸟的信息，将小鸟身上的信筒取了下来，看了看里面的内容，原来是去罗锦镇的薇薇亚传来的信息。信上说，前去侦查的薇薇亚确实发现了黑暗公会魔女的踪影，但是带着人前去的时候已经被对方跑了。黑暗公会魔女出现在罗锦镇上是为了策划一起屠镇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被执行者一名勇敢的年轻人所阻挡了。年轻人？白衣少女抬起头略微思考了下，什么样的年轻人居然值得薇薇亚称赞？薇薇亚作为教会的圣殿骑士团团长，可是从来没有夸过人的，长得漂亮的她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其中不乏一些名门大户、达官贵族，但是她统统看不上。这样的薇薇亚现在居然会夸赞人勇敢了。白衣少女嘿嘿一笑，随后又低头接着看着。信上说，这个年轻人愿意用自己的死来换取罗锦镇全体人员的安全，他将回到主的怀抱，接受主的指引。原来这个世上还有这样的年轻人，为了众生选择牺牲自己。难怪就连薇薇亚都感到震惊，在没有生命威胁的时候，很多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当生命真的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变得胆小如鼠了。真想看看这个年轻人长什么样子，但恐怕没有机会了。罗锦镇的光明神教之中，薇薇亚穿着自己的盔甲躺在屋顶上，金色的秀发随风飘扬，绝美的脸庞看着天上的月亮。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样了，要不然真想救他一命。但是他为什么只要钱，不让自己这边救他呢？真是奇怪。如果有机会的话，真想问个清楚，但是恐怕没有机会了。3天时间快到了，而自己明天也将启程赶回光明神教总部复命。这个人就算后悔想要自己这边帮忙也不可能了。不过这将是自己人生过往中值得记忆的一笔。如果薇薇亚知道赵毅没死的话，一定会非常的吃惊。黑暗公会魔女的枷锁，哪怕只是分身施展的，一般人也解除不了，只有像自己这么强大的人才能硬抗住。第二天，赵毅起了个大早，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忙呢，而且从今天开始，那就是3天1次的防守了。只要把大本营安排妥当了，自己可以在外面过夜。演员就位了没？赵毅走出大本营喊道。旁边的赵兴歪着头看着赵毅道：“领主大人，什么演员啊？”“赵四啊，我昨天给他颁发了最佳演员奖，以后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第1届影帝。那给我也颁一个奖，什么都可以。”赵兴高兴地说道：“只要领主大人颁布的，他什么都愿意。”你，赵毅上下打量了赵兴，随后说道：“你还不配，继续努力吧。”赵兴一阵无语。演员的道路是讲究天赋的。尼古拉斯·赵四这个人，说不定是我当初起名的时候就察觉到了他的潜力。他的潜力不在战斗，而在于演技。”赵毅自豪地说道。尼古拉斯·赵四听到领主叫自己，慌忙跑了过来，随后说道：“领主大人，我在这呢，已经准备好了。”赵毅拍了拍尼古拉斯·赵四的肩膀，两个人边走边说：“等会你回黑风寨，让唐琪把盒子打开，里面会出来一些东西，你趁乱跑就行，别逞能。”“是什么东西啊？”尼古拉斯·赵四好奇地问道。“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但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明白，这是我熟。”尼古拉斯·赵四回道。“等你们上面打得差不多了，给我一个信号，我就带人冲上去。无论他们两边哪方获胜了，最终胜利的都是我们。”尼古拉斯·赵四听明白了，领主大人这是准备坐山观虎斗啊，然后两边打得差不多了再出手。领主大人，这个计谋妙啊！嘎嘎嘎，两个人奸笑着发出鸭子般的叫声。第160章坐山观虎斗。旁边的赵兴和赵修等人看得一脸懵逼，领主大人这是着了魔吗？要不然怎么笑得这么鸡贼？虽然好奇，但是几个人没有命令，不会过去偷听。尼古拉斯·赵四笑了一会，想了想说道：“可是我用什么东西发信号啊？”“这个简单。”赵毅说完，找来了村长赵恒。赵恒被赵毅带到了尼古拉斯·赵四面前，随后指了指眼前的人道：“你把你身上的那个号角借给尼古拉斯·赵四使使。这玩意也能借？”蓝星上的观众看到这一幕乐了，看到赵恒的表情都快哭了。这玩意还能借吗？村长的变身器都被人借走了。神 TM 变身器，不过好像确实是变身器，能够让农民变身。赵恒，多损啊！山上的熊猫都没竹子吃了。赵恒虽然无奈，但还是把号角拿了出来。尼古拉斯赵四明白了领主大人的意思，
这是让自己在他们打起来的时候吹响号角啊！既然安排好了，尼古拉斯赵四就准备上路了。为了装扮的像一点，赵毅拿起地上的烂泥抹在尼古拉斯赵四的脸上，这样看起来狼狈点，确实像逃命回去的。赵毅看到尼古拉斯赵四走了以后，就开始集结自己的部队。这次依然还是同样的几个人过去，赵修和赵德等人看家护院。在走之前，赵毅还去了一趟铁匠铺，很可惜盾牌还是没有好。反正这次出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坐山观虎斗，没啥危险性，没好就没好吧。带着自己的士兵，赵毅向着黑风寨出发。尼古拉斯赵四一路狂奔，就像身后有东西在追赶自己一般。没过多久，就来到了黑风寨的山门前。几个看门的山贼看到气喘吁吁的尼古拉斯赵四回来，急忙开门。四哥，怎么这么晚回来？其他兄弟们呢？尼古拉斯赵四没管他们，边跑边道：出大事了，我得赶快去找老大。众山贼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尼古拉斯赵四跑了几步又跑了回来，对着守门的山贼说道：你们几个快跟我上去，要有大事发生了。可是我们还要守门呢。山贼迷茫说道：守了这么久的门，有人攻过山吗？没有。这不就对了吗？知道这里是黑风寨，谁敢攻山？等下山上出了大事，你们不到就等死吧。尼古拉斯赵四故意吓着他们，只要这帮守山门的人一走，等下自己领主大人那边上来就非常容易了，留2个看门就行了，剩下的人跟我冲。尼古拉斯赵四说完就跑了。山贼们微微一愣，看到远去的尼古拉斯赵四，还是跟了上去。尼古拉斯赵四一路跑到聚贤厅，唐琪从里面走了出来。本来笑嘻嘻的脸，在看到尼古拉斯赵四后阴沉了下来，因为他没有看到美女，就连一个女性的鬼影子都没有。旁边的赵二和赵三2个人有点懵逼，他们以为尼古拉斯赵四一去不复还，怎么又回来了？赵四，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啊？尼古拉斯赵四直接倒在地上痛哭了起来，模样十分的可怜，加上脸上衣服上的烂泥，闻者落泪，听者伤心。老大，我们去的时候中了奸计，兄弟们拼死把我护送了出来，给您报信啊。赵二和赵三听得一脸懵逼，这玩的是哪出？唐琪看了看尼古拉斯赵四的样子，判断这句话的真假。你可知道，让这么多弟兄丧命，按照规矩，你是要被处死的。唐琪冷冷地说道。同时他还没有看到美女，这个尼古拉斯赵四处死也罢，刚好还能警告另外2个百夫长。赵四点了点头，随后说道：这件事情是我大意了，我死不足惜，但是我死之前想把这个东西献给老大。说完，尼古拉斯赵四从怀里掏出了赵毅给的盒子。这个盒子就是用来召唤邪能的，毕竟是黑暗公会魔女给的。这个大熊妖娆的美女体香还在上面，只是掺杂着赵四的味道后有点变味了。但是这点被喜爱美女的唐琪闻到了，好香的味道，一定是个美女留下的。唐琪自言自语地说道，随后走了下来，来到尼古拉斯赵四面前，接过了这个盒子。在处死尼古拉斯赵四之前，他要看看这个盒子里是什么东西。这个盒子非常精美，上面雕刻着一些奇怪的花纹，闻闻味道，淡淡的女子香味上有一股奇怪的臭味。这是我从那个营寨中拼死抢来的，就为了献给老大你。尼古拉斯赵四说道。唐琪看了尼古拉斯赵四一眼，这个小子还算忠心，这个东西应该是美女身上抢来的吧，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看到唐琪要打开盒子了，尼古拉斯赵四咽了咽口水，听说里面有不得了的东西，打开了不知道会怎么样。边上的山贼们同样盯着这个盒子，他们好奇里面到底是什么。除了尼古拉斯赵四之前带去送命的那30个山贼，剩下的除了守门的人，大部分山贼都在这里了。他们本来想看看尼古拉斯赵四抢的美女啥样，没想到却看到了眼前的一幕。旁边2个百夫长笑了笑，这小子任务失败了，还想拿东西改变命运？不可能，这个老大除了美女啥都不要。看来他的百夫长体验卡很快就要结束了。唐琪慢慢的打开手中的盒子，这个盒子打开很容易，在正面有个按钮可以按下去，随后就能将它打开。一道紫色的烟雾从里面冒了出来。嘿嘿，什么味啊？怎么这么臭啊？一帮人煽动着空中的紫色烟雾，这个烟雾不知道什么做成的，居然有股怪味。在距离这里10几里的地方，黑暗公会的魔女坐在摇椅上，突然她感受到了什么。有趣，这个家伙打开盒子了。翘着自己细长白直的长腿，黑暗公会魔女将手中的茶一饮而尽，随后站了起来，看向罗景镇所在的地方。那里就是黑暗公会的第一步，黑暗终将再次笼罩整个世界。第161章怪物找死。至于帮助自己的那个小伙子，运气好的话就给他一点奖励吧，这种人以后能留着有大用。叮咚龙国代表者在黑暗公会中的声望提升至200，目前为21000友善等级。赵毅趴在草丛中被这声提醒吓了吓，想不到突然增加了在黑暗公会中的声望，应该是那个黑暗魔女感受到了自己释放了盒子中的东西吧。那么说来，
赵四在山上应该已经打开盒子了，不知道盒子里是什么东西。众人趴在草丛中，看着黑风寨山路上的两个山贼。只要号角声响起，他们就向着山上发动攻击。尼古拉斯赵四看到唐琪打开了盒子，急忙拉着自己的两个兄弟闪到一边。烟雾散去，场地中央出现了一个双翼天使，头顶上还顶着一个光环。赵毅如果看到这个场景，一定会吐槽：怎么天使成为了黑暗公会的象征，光明圣教反而信仰的是类似恶魔的东西？看来设计这个游戏背后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借此来美化自己，贬低天使。嗨嗨，这是什么玩意？唐琪边咳嗽边问道。随后他看到突然冒出来的双翼天使，别的不说，这个天使还是很漂亮的，脸蛋绝美，仿佛鸡蛋白一般，身上穿着白色的紧致纱衣，胸前十分突出，带着如有若无的诱惑，洁白的大腿露在外面，充满着一种异样的诱惑。我愿称为纯欲的天花板。好漂亮的女人啊，这就是尼古拉斯赵四送给我的礼物。唐琪看着眼前的双翼天使流着口水，这么漂亮的女人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感觉整个人都在发着淡白色的光芒。尼古拉斯赵四这小子还是很靠谱的，等下可以不用处死他了。另外两个百夫长看到这个情况大惊，按照这个美女的美的惊艳程度，尼古拉斯赵四这小子是要飞黄腾达了呀。当然这不可能真的是天使，只是一个投影或者分身而已。只见到天使挥动着手中的法杖，一道巨大的漩涡开始出现，从漩涡之中开始挣扎走出一只巨大的怪物。这个怪物像个大蜥蜴，但是上半身却是个人，手中拿着一把利刃，四只粗壮的脚从漩涡之中缓慢地走了出来。消灭他们！天使指着这里的众人说道。是，无主。大怪物开口说道，随后拿着自己的利刃开始朝着唐琪走去。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家伙是最强的。双翼天使双手合十，身上的光芒开始消散，净化一切世界不洁的人，让黑暗再次笼罩这个世界。说完，双翼天使彻底不见了，身上的光芒朝着大怪物飞去。大怪物体型变得更大，身上散发着淡淡的白光，背后开始长出两道洁白的羽翼。给我死！恐怖嚎叫！大怪物裂开自己的血盆大口，仰天长啸一声，附近所有人都被这一声给震晕在地上。我的妈呀，这是什么怪物？兄弟们给我上！唐琪大惊失色，急忙指挥自己的属下们冲锋，同时将手中的两个霹雳弹扔了出去。咚！霹雳弹发出巨大的爆炸，大怪物被炸得一个踉跄。200多个山贼们醒过来，就向着大怪物冲去，但是因为恐惧嚎叫关系，他们的内心已经胆怯，攻击力和攻击速度都大幅度降低。呵呵，来吧！大恶魔将手中的利刃对准一边的山贼，一个横扫，3个山贼直接倒在了地上。攻击带箭射伤害，对于这些低级的山贼来说是致命的。远程，给我放箭！唐琪站在旁边命令道。漫天的箭雨朝着大恶魔这边冲来，大恶魔厚重的皮肤阻挡了大量的穿刺伤害。唐琪看到这个场景，知道只能自己上了，以后再找那个尼古拉斯赵四算账，他给自己的东西绝对有问题。抽出自己的开山震惊大刀，唐琪冲了上去，加入战斗之中。打得真刺激啊！我们在这要干嘛吗？赵二在不远处看着这里说道。看我的！尼古拉斯赵四从屁股后面抽出之前村长给的号角，随后用力吹响。悠长的号角声传了出来。正在战斗的唐琪砍了眼前的怪物一刀，随后对着尼古拉斯赵四喊道：你小子吹什么呢？给你们加油打气！听了尼古拉斯赵四的话，唐琪气得吐血。加油打气，你下来帮忙啊！如果不是眼前的这个大怪物一直缠着自己，真想过去抽他一顿。但是尼古拉斯赵四才不下去帮忙呢，只要自己这边看戏就行了，两边打得越狠越好。大怪物身上开始有了伤痕，场地中央死去的山贼越来越多。听到了号角声后，赵毅这边带着人就冲了过去。尼玛，有人来了！看守山门的2个山贼看到7、8个人冲了过来，权衡了下，掉头就跑。至于守山门，谁高兴谁守吧，这几个人看起来就不是好惹的。赵毅等人来到木质门栏面前，开始拆迁办的干活。2个箭塔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这点攻击，身后2个牧师一口就能奶上来。2个山贼急忙往山上跑着，到了山寨门口，这才惊呆了。山寨的中心有个怪物正在大杀四方，怪物的脚下都是自己弟兄们的尸体。正在和怪物决战的唐琪也不好受，这个怪物过于厉害，好在自己弟兄多，200多个弟兄可不是白死的。来了还不快上！唐琪看着2个人大声说道。2个人你望望我，我看看你，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冲了上去。200多个山贼被杀的只剩10几个了，但是怪物已经渐渐不行了。哈哈，终究还是我们这边厉害。唐琪披头散发，笑着说道。虽然自己受了重伤，但是眼前的怪物可是已经快死了呀。只要我再一刀下去，
他就必死无疑。这个时候，尼古拉斯赵四犹如战神附体，大喝一声便冲了上去。怪物，看斧头！尼古拉斯赵四一斧头下去，成功的将这个杀死200多个山贼的怪物砍翻在地上。第162章，这份大礼如何？邪能大怪物难以置信的看了看自己身后，自己的最后一点血量被一个矮人给干掉了。我死不足惜，但还没完成无主的任务。邪能大怪物说完，重重的倒在地上，身上的白光开始消散，天使的祝福已经结束。唐琪擦了擦头上的汗水，随后看了看怪物后面的尼古拉斯赵四，这小子让自己搞不清楚了，带着自己的30多个弟兄被抓回来，送给自己一份大礼，现在居然还帮自己杀了这个大怪物，这家伙到底想要干嘛啊？其实他不知道，这叫补刀。而正在往山上赶来的赵毅却发现了不对劲，自己连升2级，直接来到了12级。叮咚龙国代表者等级提升至11级，可以升级技能神猴守护。叮咚龙国代表者等级提升至12级，可以升级技能眼镜蛇定刺。叮咚龙国代表者等级提升至12级，可以升级技能冰冻射击。莫名其妙的就升级了，赵毅有点懵逼。不管了，属性点和学习的技能等下再看吧。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冲上山去，那边尼古拉斯赵四还在等着自己呢。黑风寨营地中，唐琪把尼古拉斯赵四叫了过去，随后问道：赵四，你给我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尼古拉斯赵四一脸懵逼说道：我也不知道啊，我看这个盒子十分的精美，所以就想着带回来给你了。这个盒子还是你自己打开的呢？听了尼古拉斯赵四的话，唐琪一阵无语。是自己打开的，但是东西是你给我的呀。看了看满地的死尸，200多个山贼，目前活着的还有10几个，剩下的都躺在地上。最终唐琪还是没有说什么。经此一遭，黑风寨元气大伤，这个尼古拉斯赵四还用得到，暂时就不动他了。等以后自己恢复了实力，黑风寨重返往日荣光，到时候再好好对付他。想到这里，唐琪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时从营寨的外面走进来几个人，有男有女，还有不是人的东西。10几个山贼还有尼古拉斯赵四急忙缩成了一团，躲在了唐琪的后面。你们是什么人？知道这里是哪里吗？唐琪盯着眼前的人问道。其中最让他警惕的就是2个像塔一样高大的家伙，实力看起来非常强悍。当然距离自己巅峰还是有点距离的，但是自己现在身受重伤啊。赵毅看了看满地的尸体，还有一个怪物尸体笑了，看来计划的很成功啊，不光将召唤的邪能大怪物给干掉了，而且还让黑风寨元气大伤。这下子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决2个麻烦。唐琪已经对自己的大本营有了主意，如果不是自己安排的卧底在他那，说不定还真的麻烦了。但是现在这个麻烦已经不要紧了。说话呀，当哑巴了。唐琪故作嚣张，现在不是平时，一定要够嚣张，故作玄虚，要让对方忌惮。但是这个嚣张和故作玄虚在赵毅面前没用啊，因为他能看到唐琪的属性。姓名唐琪，种族人族，生命值325032250，攻击力600-78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0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霹雳弹，向目标扔出2枚霹雳弹，对目标造成300点范围伤害。个人技能烈焰火刀，用内力将自己的武器附着火焰伤害，对目标及其目标周围的敌人造成攻击力 150% 的魔法伤害。天赋山贼王，有山贼王在场，所有的黑风寨山贼能力提高 50%。 简介：一代山贼王，他的梦想就是收尽天下美女。好家伙，如果硬打的话，说不定又是一场血战了。但是现在这个家伙只有3000多的血量了，还不是轻而易举的干掉。赵毅看着眼前的唐琪，也不废话，招了招手便让自己人冲上去了。速战速决，自己还要去其他地方呢。赵光义举起自己的巨锤扛在肩上，向着唐琪走去，身上的盔甲发出哗哗哗的声响，看起来架势十足。身后跟着一干人等。赵兴举起手中的弓箭，对准远处的人就是嗖几箭，箭矢带着寒光，瞬间击中了10个单位，主目标还是连中2箭。-77、75、77，这帮人头上开始跳动着伤害数字。叮咚龙国代表者在黑风寨的声望由警惕降低至敌视。叮咚龙国代表者在黑风寨的声望由敌视降低至血海深仇。目前黑风寨的势力会主动寻找龙国代表者的营地进行攻击。听到一连串的游戏系统提示，赵毅没有当一回事。今天就是黑风寨灭亡的日子了，他之后还怎么找自己作对？唐琪头皮发麻，自己这边本来还有10几个山贼的，照着远处那个女的攻击架势来看，用不了多久就会死光啊。
这点不说，其实这个女的很漂亮啊，只是现在不是看美女的时候。嗖嗖嗖，又是一轮箭雨攻击了过来。受到仇恨值影响，唐琪命令自己的小弟前去攻击赵兴，但是这样就会路过正在过来的赵光义。冲啊，杀光他们！我们人多不要怕，想先解决后面那个女的。赵光义看着10几个山贼冲了过来，大哼一声，群体嘲讽强制周围的人攻击自己，同时护甲值提高了10点，变得更加坚硬。10几个山贼将手中的武器砍在赵光义身上，各种伤害数字在赵光义身上跳动，加了10点护甲，再加上重甲的防御类型，这点攻击根本不够看。雷霆之怒，赵光义全身充满了雷电之力，脚下的大地开始出现电流和火花，在自己周围的山贼们全都被这股电流击中，造成每秒30点的持续伤害。再加上赵兴的快速攻击，没过多久，这最后的10几个山贼就倒在了地上。第163章2个麻烦解决。唐琪看到这里大惊，想不到眼前的这些人居然这么厉害，自己10几个手下眨眼的功夫就被干掉了，脚下忍不住后退了半步，但是自己没办法再后退了。唯一的山路被这些人给挡住，曾经易守难攻的地方反而变成困住自己的地方。唐琪正想着怎么脱身呢，自己的身体却遭受到了攻击。唐琪满脸惊讶地向自己身后一看，只看到尼古拉斯·赵四在自己背后进行攻击。尼古拉斯·赵四一斧头砍下，随后缓缓说道：“对不起，其实我是卧底。”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句话沸腾了起来，果然还是说了这句话，不知道唐琪作何感想。哈哈，我是卧底，这个尼古拉斯·赵四确实可以去当影帝了。我以为我看的是末日直播，没想到居然是演员现场秀，找死！唐琪大怒，抽出自己的震惊大背刀，对着尼古拉斯·赵四就是一个烈焰刀法。负812，这可把尼古拉斯·赵四吓了一跳。好家伙，差点一刀把自己秒了！要不是自己穿着领主大人送的衣服，外加领主大人的坚毅天赋效果，说不定真的被这次技能给弄死了。即使这样，尼古拉斯·赵四也承受不住第2下了。好在赵光义和赵暗红来了，2个人拦住了唐琪，唐琪只能无奈的转头攻击赵光义。毕竟这家伙按照仇恨值来说，对自己威胁最大。虽然他已经越来越像人了，但是攻击方式依然朝着系统设置的方向走，谁的仇恨值最高就攻击谁。赵光义对他造成的威胁最大，所以自然要优先攻击他了。唐琪朝着赵光义和赵暗红扔出2颗霹雳弹，场地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咚咚！但是这点血量马上被身后的牧师一口奶满了，加500。看着自己好不容易打下来的伤势瞬间就被治愈了，唐琪都懵了，这还怎么打？唐琪孤立无援，如果是以前的自己还好说，血厚功高，而且还有200多个弟兄，但是现在只剩下自己了。没过多久，唐琪就倒在了众人的围攻之下。终于解决了，目前最让自己心烦的2件事情终于结束了。一个就是黑暗公会魔女让自己召唤邪能的事情，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而且没有对玄凤帝国造成影响，甚至黑暗公会势力的声望还上升了不少。另外一点就是黑风寨的问题，这个在自己营地周围的山贼组织早晚会对自己动手，但是现在这个势力将不再存在。叮咚龙国代表者摧毁黑风寨势力，获得金币2000金币。赵毅被这个金额吓到了，2000金币自己可以做不少的事情了，不光是升级3级大本营的钱有了，就连建造龙的钱也有了。我们代表者一下获得这么多钱，真爽啊！是啊，每天晚上防守怪物的钱和这个一比就是小儿科。造龙啊，这样龙就能出来了。造步兵，我要看到一个步兵团出来，而且人口现在不是问题。龙国直播间的观众七嘴八舌，相互讨论这笔钱应该怎么用。一部分人觉得龙出来比较好，但是龙终究是个单体，有的人则觉得可以报步兵出来。2000个金币可以造20多个步兵了，可以直接激活列阵的天赋。这么多的士兵对于防守还是进攻来说都非常有用。不过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赵毅的手中。让众人休息了下，赵毅先来到了怪物的面前，这个怪物应该给自己报不少好东西吧。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邪能怪物，获得火焰塔图纸。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邪能怪物，获得烹饪图纸大力肉丸。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邪能怪物，获得装备图纸伪装面具紫色品质。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邪能怪物，获得无相之炉。一下获得了4个东西，2个图纸，一个紫色的面具，最后一个是脑袋。怎么每个人都要报个脑袋出来？我又不是有脑袋收藏家。赵毅有些无语，算了，先看看火焰塔图纸吧。这是自己的第3张防御塔图纸，在这之前的2个，一个是专门对强力单位的毒箭塔图纸，还有一个射速极快的机枪炮台图纸。这是第3个火焰塔图纸，姓名火焰塔图纸，生命值
15001500，攻击力22-29，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0.1，每0.1秒攻击一次，防御值5，防御类型成甲，移动速度无法移动，攻击范围350游戏距离。技能灼烧，火焰塔能够喷出火焰，对范围350码的直线单位造成100%的伤害。技能烫伤，被火焰塔持续攻击超过1秒的单位之后，将会额外受到50%的伤害。由基础剑塔升级造成，升级需要金币100，铁矿 X30，石头 X100，绳索 X20。简介：阻挡在前面的任何单位都会被烧到，所以不要让友军站在他前面，无法放置在围栏里面或者上面。乍一看数据挺一般的，攻击力只有20多点，对比毒箭塔简直太少了。但是攻击速度极快啊， 0.1秒钟一下，1秒钟能够攻击10次。我的妈呀，这是自己这边最快攻速的一个东西了吧？这样算来，攻击力其实也不低了，而且还是范围直线伤害，对于成群结队的人来说，效果将非常的好。如果以后自己这边竖起几个火焰塔，岂不是代表来再多的人都没用？火焰突突就把他们全烧死了。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自己人也不能站在防御塔前面，要不然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而且火焰塔的射程挺短的，容易被对方的远程克制住。想想也是，这么强的范围伤害，如果再加上超远的射程，那对方还要不要打了？第164章大力肉丸。赵毅将这个图纸收了起来，他有预感再过不久就能用上了。随后又看了看第二个东西，大力肉丸。除开自己之前获得的蜜汁烤肉外，这个是自己获得的第二个食材图纸。上一个蜜汁图纸是增加 3% 的攻击力，这点其实并不怎么强，100点攻击力才增加3点，对于大部分国家代表者其实都不怎么管用。而且大部分国家代表者的士兵其实没那么强，自己这边的赵光义吃了蜜汁烤肉才能增加10几点攻击力，这点攻击基本没啥用。希望这个大力肉丸能够给力点。大力肉丸烹饪图纸，制作需要1级厨房肉 X2， 效果生命值上限提高 10%， 持续30分钟。这个还不错，比之前的蜜汁烤肉好用多了。10%的生命值应该算的是基础的，但足够用了。3080点的赵光义，如果能够提高 10% 的生命值，那就是308点了，提高了的数量不在少数。而且制作简单，只要2块肉就行了，厨房这个东西自己有。赵毅准备回去就制作一批，然后自己留着使用，剩下的统统卖掉。接下来就是图纸，伪装面具，紫色品质。这玩意是个紫色装备，应该非常强力吧？而且还是自己这边第一个面部装备，就是不知道有啥作用。伪装面具，紫色品质，图纸，所有人通用装备，生命值加29999，攻击速度提高 200%， 护甲加30，攻击力加500。这真的只是紫色品质的装备吗？怎么看起来这么玄乎？这可比自己的什么鹰角弓、龟盾牛逼多了呀！生命值加29999，攻击力加500，这点不光让赵毅这边震惊无比，同时也让蓝星的观众沸腾了。这尼玛直接变成了 BOSS 吧？这属性简直无敌！是啊，之前的狗头人国王好像也不过如此。牛逼，这应该是赵毅自己用了。赵毅还没有兴奋多久呢，接着看下去就懵逼了。简介：虚假数据，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但是能被其他国家代表者侦测到和被中立势力感应到。制作需要无相之炉 X1， 铁 X10， 紫色宝石 X1。我去，坑爹玩意，居然是虚假的！末日系统逗我们玩呢？虚假的有什么用？虚假的好像也不错呀，因为会被对方感应到，别人会以为你很强。别人以为你很强，其实你不强。龙国直播间的观众发出切的声音，真是白高兴一场。赵毅有点无语，这玩意居然是个紫色装备，你能想象？刚才觉得这个东西肯定不止紫色装备，现在觉得这个东西不止称为紫色装备。不过这样似乎也挺好的，可以吓人用，至于给谁用，那肯定是给尼古拉斯赵四用了。这家伙演技足够强。这边的大怪物分解完了，获得的东西还算不错。接下来就是山贼王唐奇那边的尸体了。赵毅又跑到山贼王那边去，这里处理完了以后便可以回去了。唐奇死在地上，一代山贼王居然落在了如此田地。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山贼王唐奇，获得山贼王的头颅 X1， 又是一个脑袋，果然自己是脑袋收集专家啊！凡是被自己分解的家伙，没有一个脑袋是完好的。无相之炉是打造装备用的，那么这个东西又是干嘛的呢？山贼王的头颅。简介：一代山贼王唐奇的脑袋，把它交给玄风帝国的人可以获得官职和声望。原来是收集声望用的，先留着吧。赵毅直接将脑袋塞进了背包里。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山贼王唐奇，
获得武器图纸震惊大刀，蓝色品质。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山贼王唐奇，获得士兵印记 X2， 勇者印记 X1。这个家伙就比之前的怪物小气了点，就爆出这些东西。但是一想到剿灭黑风寨获得了2000个金币，赵毅就释然了。钱这东西可比什么都好用啊！收拾了东西以后，赵毅便带着自己的人下山了。因为这次下山的人比较多，所以赵毅没有用马车，反正这个地方距离自己的大本营不远，就当走路散散心了。至于一路上遇到的不长眼的怪物，只能说他们倒霉。走在路上，赵毅终于有空管自己升级的事情了。升级到12级以后，自己的天赋点就多了2点，加上一开始剩下的1点天赋点，目前自己这边已经有了3点天赋点。想了下，赵毅没有学习新的天赋，目前新的天赋还用不到，自己这边需要的是近战实力。于是赵毅将天赋点在了最初获得的坚毅天赋上。坚毅使代表者手下的所有近战单位生命值提高 20%， 第5次进攻的时候翻倍了。虽然只是对近战加成，但是加成的效果非常明显。比如赵光义就因为这个加成能够增加600多的血量。提升这个天赋的话，将会极大的增加自己这边近战的能力。如果以后建造步兵团的话，这个天赋将会尤其的重要。想明白这点，赵毅就不再考虑，直接点在了坚毅上。叮咚，提升坚毅效果需要2点天赋点，是否升级？升级。坚毅 LV2 使代表者手下的所有近战单位生命值提高 30%， 第5次进攻的时候翻倍了。 30% 的生命值加成，哪怕是一个1000血量的士兵也能直接达到1300的血量。而赵光义初始的血量是3080， 30% 的加成就是924点生命值，再加上装备等加成，说不定能够突破5000点血量了。赵岸红这个家伙也能真正意义上承担副坦来使用了。赵毅试着再次点击坚毅天赋升级，再升级到 LV3 的话，那就要4点天赋点了，只能无奈放弃。赵毅随后又升级了寒冰射击的等级。第165章赚钱。至于灵猴守护和眼镜蛇定刺这2个技能，其实用的机会不大，虽然升级才30金币100经验值，但是赵毅依然不想浪费，只能暂时先不升级，留着吧。寒冰射击 LV2， 冰冻目标降低其移动速度 60%， 持续5秒，移动速度减少的比例更大了，持续时间多了1秒，说不定以后有些场景能够使用到。学习。最后升级剩下的10点属性点，赵毅点在了攻击力上，这玩意才是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点完属性和天赋后，赵毅重新看了下自己的面板。姓名赵毅，代表国家龙国，职业追猎者，生命值640，体力值115，经验值 LV12，1354，17841，食物66120，饮水81120，攻击力93-94，攻击范围800游戏距离，攻击类型混乱，暴击几率 13%， 暴击伤害 150%， 攻击速度 1.22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10，防御类型国王，个人技能致命一剑 LV2， 毒蛇陷阱 LV2， 人形追踪 LV1， 灵猴守护 LV1， 天赋坚毅 LV2， 洞察之眼反击王者之风，攻击力渐渐能追上赵星了，如果能把鹰角弓做出来，自己就能超过他。不过赵星的存在依然无可替代，多目标的攻击还是非常有用。以后自己和他的主攻方向完全不同，自己可能就是高攻击专门对付 BOSS 级别人物，赵星则是多重攻击和高攻速对付小喽啰，这样明确分工，能够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不知不觉中，赵毅等人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前。赵毅来到铁匠铺前，随后将伪装面具紫色品质的图纸递了过去。一个铁匠放下手中的铁锤，接过这个图纸仔细看了下。领主大人，这又是一个紫色品质的东西啊。是啊，这个不用急，等你空闲的时候做就行了，还是先帮我将盾牌给弄出来。好的，那我就继续忙了。赵毅没有打扰铁匠们的工作，而是来到了厨房。自己目前还有肉块18个，只能制作9个大力肉丸。来到厨房，赵毅点开了厨具，随后学习了大力肉丸，将18个肉块制作成了9个大力肉丸。本来这点东西是自己这边留着使用的，但是赵毅想看看能不能卖出去，反正是一次性用品，就算被人买了也没事。打开交易栏目，看了下目前的交易市场，啥东西都有，但是绝大部分还是资源，比如木头、石头和肉。图纸和装备也有，但是数量不多，而且价格极贵，一般人除非刚需，要不然不会买的。看了看目前的肉价，目前普通的肉价只有2个金币，2个的话就是4个金币。想当初自己卖的时候，好像还是4-5个金币一块肉，
现在居然掉得这么狠了。想想也是，如果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掉，那还当个屁的代表者呀？不如回家卖红薯吧。咱们就一个卖12个金币，做人不能太黑心，赚个几倍就可以了。赵毅直接上架了9个大力肉丸，能够增加生命值上限的好东西，快来看！龙国代表者上架的东西顿时吸引了其他国家代表者的注意。星条国代表者，这什么玩意？为什么龙国代表者老是有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樱花国代表者能够提高生命值上限 10%， 这玩意还真不错啊。玫瑰之国代表者，不错是不错，但是有持续时间啊。阿三国代表者，谁都不许买龙国代表者的东西，要不然我跟他拼了。日不落国代表者，你说不买就不买啊，我偏偏就要买，提高 10% 的生命上限，我刚好有个地方过不去，提高 10%， 说不定就过去了。并不是赵毅独自一人找到各种遗迹探索，这个末世游戏世界谁都不知道多大，其他国家代表者也在自己的领地附近相继找到了能够探索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赵毅那么容易，这种类似副本的存在需要强力的士兵才能过去，所以他们可能需要一些辅助道具来使用。这个大力肉丸就是非常不错的东西，生命值提高 10%， 对于前排来说非常有用。12个金币并不多，如果真过了的话，这12个金币绝对花得值。赵毅倒是不担心他们的探索对自己有影响，因为赵毅能探索的地方，他们就算吃了这些东西也过不去。他们能过去的地方，赵毅同样不稀罕过去，浪费时间，而且还不知道这些人在哪呢。末日游戏中，星条国代表者尼哥让自己的暗影恶魔砍死了一个怪物，坐在地上，随后思考着要不要买。如果买的话，岂不是让龙国代表者赚了便宜？但是这个提高确实很诱人啊，尤其是自己的大恶魔3400的血量，提高 10%， 岂不是就是340点血量了？想想还有点恐怖啊。算了，买一个吧。尼哥刚点击购买按钮，就显示货物已经没有库存了。哪个狗币下手这么快？不是说好抵制的吗？其中日不落国的伊丽莎黑一个人就买了3块，他准备过一个难一点的副本。赵毅同样有些诧异，想不到这个大力肉丸卖得这么快，自己刚刚放上去就被卖走了，这又不是永久的，有啥用啊？如果让其他国家代表者知道，赵毅的思想一定会吐血。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他们可没有赵毅的坚毅天赋，直接永久提高 30% 的生命值啊！如果说大力肉丸哪点比坚毅天赋好，那就是不限制近战远程，大家吃了都可以增加生命上限，而坚毅只能增加近战。卖了9个，每个12金币，白赚了108金币啊！虽然不多，但蚊子腿也是肉啊。第166章垄断肉价。既然这么好卖，那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赵毅从交易栏目购买了50块肉块，花了100金币，随后将这50个肉块给合成了25个大力肉丸。这25个大力肉丸上架的价格为15个金币，既然这么好卖，那不多宰点就对不起自己了。星条国尼哥刚看到龙国代表者上架了，急忙点开看了下，这个家伙居然还提价了，这还是人吗？此时的伊丽莎黑看到这个情况，暗暗高兴，这么说来自己算是走运了。刚才自己只花了12，现在却变成了15。看着数量不断的减少，伊丽莎黑还是多买了2块进行备用。15个金币已经不便宜了，一个农民才15，但是这帮人没有这么便宜的兵种啊。星条国代表者看到大力肉丸的数量渐渐减少，觉得再不买可能就抢不到了，只能忍痛买了2块。随后他注意到了市场中的肉块在慢慢减少，于是私聊了袋鼠国还有阿三国、偷国等几个国家代表者。星条国代表者，我觉得龙国代表者正在市场收购肉块，然后高价制作大力肉丸卖。偷国代表者，强烈谴责这种不道德，我们一起抵制不买大力肉丸。思密达，自己买了2块大力肉丸的事情可不能让他们知道。袋鼠国代表者，光是我们抵制没用，将近300多个国家代表者呢，我们不买，有的是人买。偷国代表者，那怎么办？龙国代表者已经那么强了，再让他赚钱，我们就追不上了。星条国代表者，我有个办法，垄断交易平台的肉价，然后高价卖给龙国代表者。星条国的尼哥用自己绝顶聪明的脑子想出了这个办法。众人考虑了下，觉得可行。既然龙国代表者想在大力肉丸上赚钱，那就必须从自己这边买，到时候自己这边就能分一杯羹了。哪怕是从2金币变成4金币，那也赚了1倍啊！而且现在市场上的肉其实并不多，几百块肉，每人平摊下用不了多少钱。偷国代表者，那行，我们各自收购，收2金币的肉，然后价格抬到5金币。星条国代表者，谁都不许降价卖，坑那个龙国代表者一笔。随着这几个国家的加入，交易平台肉价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火爆，价格从2金币一下变成了5个金币，并且2金币的肉在迅速的减少。有的代表者发现肉这么好卖，
将肉抬到了3个金币，转眼就被买走了。伊丽莎黑、巴铁国代表者等人看到肉价居然直接变成了5个金币了，都惊呆了，急忙将自己库存的肉块都拿了出来卖。他们发现5个金币卖不动，但是4个金币或者3个金币很好卖啊。于是他们就卖给了收购的星条国代表者一伙，解决了肉太多的问题。其实市场是不缺肉的，缺的是赵毅这种带功效的肉。赵毅看着肉价上去，盘算了下，似乎不划算。5个金币1块，虽然自己依然赚点，但是风险有点大了。万一大力肉丸坏在自己手中怎么办？因为大部分要买大力肉丸的人已经买了，在他们消耗掉之前，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所以没必要为了赚5个金币买这么贵的肉块。等市场冷静了，自己再收购肉块就行了。刚好手头上还有点肉块，留着自己吃也行。赵毅决定暂时收手，再加上一开始贩卖的9个大力肉丸，赵毅总共卖了76个大力肉丸，赚了1140个金币。自己这边购买了190个肉块，花费了380个金币，现在还剩下38块肉，足够自己这边吃了。这样一算的话，自己赚了760个金币。这可比防守还要赚钱啊！可惜市场就这么大，所以只能捞一点油水，要不然自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2道贩子。赵毅见市场没得赚了，于是便关了交易栏目。另一边的星条国代表者却发现了不对劲，这个肉怎么感觉买不完的呢？星条国代表者，各位，你们是不是有人在偷偷卖肉块啊？偷国代表者，大哥，怎么可能？你看看出售人都不是我们几个。星条国代表者，这几个家伙怎么有这么多的肉？偷国代表者，可能是之前库存没有拿出来卖的。思密达。星条国尼哥想想也是，之前的价格就2块钱，确实有很多人不会上架，因为上架也卖不掉。但是现在自己这边疯狂收购，可不就拿出来卖钱了吗？至于自己的肉，那就更没人动了。3、4个金币的肉还没有买完，自己卖5个金币的肉，怎么可能会有人买？星条国代表者，大家撑住，坚持就是胜利，只要我们买光所有的肉，就能获得成功。星条国说完就关闭了聊天，随后打开了交易栏目。你们慢慢收购吧，我直接卖了。星条国尼哥可不会这么傻，他要趁着其他人还在收购的时候挽回一点损失。这套路明显不对，早止损比较好。将价格调整为4块后，发现根本卖不动，因为除了自己几个人在买，没人会傻到用4个金币买的。随后调整了3个金币来出售，能挽回一点损失是一点，但是依然卖不掉。如果3个金币能卖掉，之前不可能肉价维持在2个金币。其他追随星条国的国家代表者不乐意了。阿三国看到星条国代表者都贱价卖了，我也不含糊，直接2个金币卖掉，早点脱手，早点回本。偷国、袋鼠国等人不甘示弱，纷纷将自己之前买的肉价全部拿出来卖。本来以为收购完肉价以后就能操控市场了，没想到水面下面还有这么多的肉，根本买不光啊！很快价格就跌破1个金币了。如果不是最低售价1个金币，可能会出现0点几的价格。肉价市场一下子崩盘到了低谷。赵毅看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了200块肉先储存起来。不适合买太多，因为买太多也是放着，大力肉丸暂时不可能有市场了。这点钱还是用于发展比较好。第167章，新的危机。星条国、阿三国盘算着自己的损失，巴铁国、伊丽莎黑等人盘算着自己的收成。赵毅则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自己只不过卖点大力肉丸赚点零花钱。你们居然搞得这么复杂！看看自己目前的金币数量，总计2956个金币。想要拓展兵力，要从人口开始着手。赵毅花费了24个金币，80点木材建造了居民。随后想想，每次建造太麻烦，直接起了3个。反正现在没有建筑限制了，自己随便造。王牌弓箭手4人口，魅魔2人口，村长4人口，15个农民14人口，3个工人3人口，赵暗红7人口，3个老兵3人口，赵光义7人口，2个牧师4人口，4个幽鬼4人口，德鲁伊1人口，总人口5779。赵毅来到兵营前，准备建造一条引龙出来。自己的钱足够多了，能够建造引龙的同时建造步兵。这时游戏系统给出了一道提示：叮咚龙国代表者在阿艾夫合众国声望降低200点，目前为警惕。怎么突然就警惕了？难道自己这里又有谁窥探了？经历了黑风寨的事情，赵毅找到了声望这个东西，不光自己能决定，声望对方也能决定。这个阿艾夫合众国一定就在附近，而且对自己表现了敌意。赵毅抬头看着四周，不知道在哪里观察着自己。在这不远处的一棵树上，一名阿艾夫合众国的侦察兵盯着眼前的大本营看。怪事，前不久来探索的时候，这个狭长的峡谷还是一个人没有的，现在怎么多了一个类似营寨的东西？这可不行啊，
这个营寨可是占据了自己这边通行的过道，如果要绕道的话也可以，但是在时间上就要耗费不少的功夫了。这个营寨中大概10几个农民和10几个战士，自己这边300个将士应该不成问题。至于谈判要求过去，那就更不可能了。阿艾夫和众国的这帮人本来就是偷偷潜入执行特殊任务的，怎么可能和玄凤帝国的人谈判？玄凤帝国和阿艾夫和众国最近可是处于军事敏感期，这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可不太好。就在这时，他敏锐地感觉到了营寨中有个人抬起头看着这里。怎么可能？这么远的地方他能发现这里？其实赵毅只是抬头四处张望而已，因为系统的突然提示，他想看看自己被什么人发现了。这一看就把这个侦察兵吓到了，侦察兵直接从树上跳了下来，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赵毅对着旁边的赵兴说道：“你速度最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不行就弄死。”是，领主大人。如果有危险就不要追了。赵毅补充道。虽然赵兴死了没啥损失，但是要复活只能3天后了呀。赵兴点了点头，随后将弓箭放在背后冲了出去。他的移动速度极快，追一个只有移动速度快的单位不费多少事情。没过多久，他就看到了前方跑的侦察兵。侦察兵同样感受到了他不知道一个女的怎么跑得这么快。迅速停下，要不然我就攻击了。赵兴警告道。侦察兵什么都没说，因为自己的大本营已经在前面了。看到侦察兵跑进一个聚集满了各种士兵的营地后，赵兴停下了脚步，随后他躲在草堆里，朝着前方看去。这是一片草地，草地的四周有很多帐篷。这么多人，赵兴有点吃惊。如果这么多人攻击领主的大本营的话，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赵兴大致了解了人数，随后就向着自己大本营跑去。侦察兵一路跑到自己的将军面前。报！将军坐在一块石头上面，看着来报的侦察兵说道：“前面什么情况？能否在天黑前赶到目的地？”将军叫周天，是阿艾夫和众国中的一个前锋将军。此次到玄凤帝国就是为了找一条隐蔽的路线，随后将会有大军过来奇袭玄凤帝国的阵地。自己作为探路的，一定要为后面的大军扫除前方障碍。大人，前方有个营寨挡住了必经之路，如果绕行的话，一定会浪费时间，而且容易被发现。侦察兵没有说自己被发现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一说，自己就死定了。周天从石头上站了起来。绕行？那是不可能的。自己可以绕行，但是身后的大军呢？到时候依然还是要走这条路，而自己的任务不就是扫除障碍吗？这个营寨防守如何？营寨用木质围栏防守，总计2个大门，但是我们只能从东边的这个大门进攻，另外一边想要同时进攻的话，就必须绕行了。绕行就不必了，如果绕行攻击，那自己都绕过去了，干嘛还要攻击？东边这个大门总计2个基础箭塔，营寨中农民10几人，士兵10几人，关押的人员有30多。侦察兵将自己见到的如实汇报。将军想了下，随后说道：“让众人吃点东西休息下，1个小时后我们发动进攻。”是。传令兵收到命令，开始传递着信息。1小时后将会进攻前方大本营。赵兴回到赵毅的面前，半跪在地上说道：“领主大人，属下无能，还是让他跑了。起来吧，这家伙跑到哪里去了？能够从赵兴手中跑掉，应该不可能吧？”赵兴站起身回道：“他在附近有接应，大概300多人的营地。”300多人，原来有接应的，难怪能跑掉。是的，看样子来者不善。那确实要做好准备了。自己这边如果被300多人进攻，确实不是好防守的。看了看自己的营地，赵毅来到木质门前。这个木质围栏和木质的大门必须要升级了，200点血量根本挡不住多少攻击。好在自己大本营是2级大本营，可以直接将木质围栏升级为石质围栏，只不过之前一直用不到，所以就没浪费石头。但是现在需要这一块了。看了眼剩下的资源，第168章赵二做小队长。木材 X1090，石块 X1150，茅草 X1100，金币 X2874，硬质甲靠 X10，重油 X20，肉块 X238，皮革 X77，兽金 X35，熊爪 X5，铁矿 X64。木质围栏升级为石质围栏需要10块 X5。现在总共有50块木质围栏，另外一边的暂时不需要升级，那就是需要250块石头进行升级，数量不多。赵毅直接将所有的木质围栏升级为了石质围栏。石质围栏比木质围栏坚硬了不少，从生命值上就能看出来。木质围栏只有200点血量，但是石质围栏有800点血量，加上成甲护甲，确实能够抵挡一整子攻击。木质围栏发出微弱的光芒，随后整体开始出现石块，白色的巨石包裹着木质围栏。转眼靠着东面的木质围栏变成了白色的石质围栏，看起来就十分的漂亮和霸气。赵毅制作完了石质围栏后，就开始着手防御塔的建造了。
木门就不用升级了，赵毅就是吸引对手攻击木门这里。接下来就是准备建造士兵或者防御塔了。想了下，还是建造防御塔吧，以后自己不在营地的可能性更多。士兵虽然也行，但明显防御塔的防御值更高，而且自己这边缺少着远程单位，无论是机枪炮台还是火焰塔，都不是士兵能比的。赵毅在木门外面两边安装了2个基础箭塔，随后又升级为2个火焰塔。木质的箭塔变成了石头建造而成的火焰塔。与木质箭塔不同，木质箭塔攻击点是在最顶上的部位，但是这个火焰塔更像是个碉堡，攻击点是在底部。从碉堡的洞里伸出来一根长长的管子，应该就是喷火的地方。为了弥补火焰塔射程太短的问题，赵毅还在后面树立了2个基础箭塔。这样的话，如果有人利用射程攻击到火焰塔，那么就会被基础箭塔攻击到。虽然火焰塔可能还会被人拔掉，但是对方也将付出代价。总共搭建了2个基础塔和升级了2个火焰塔。基础箭塔是180个金币加木材等材料，材料这部分倒是不用管，自己材料多的都快爆棚了，主要还是金币方面。2个基础箭塔就是360个金币，肉疼啊！另外2个火焰塔则耗费了金币100、铁矿 X30、石头 X100、绳索 X20，总计就是560个金币啊！而且铁矿还消耗的只剩下4个了。建造好防御工事后，靠东边的一扇门，总共4个基础箭塔和2个火焰塔。本来还想升级基础箭塔的，但是没有铁矿就算了，接下来自己这边将全力开采铁矿，不过得先过了目前的这一关才行。赵毅来到了营地中的监狱，一帮山贼木讷地看着外面。当他们看到赵毅后，十分激动。等我们的山贼王杀过来，你们统统死啦死啦的！趁早把我们放了，我们在山贼王面前美言几句，给你们留个全尸。黑风寨的人都敢动，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听到黑风寨山贼的话，龙国直播间的观众们乐了。这几个家伙还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吧？居然还敢说话这么嚣张！等他们知道自己的老大死了的话，不知道是什么表情。我觉得可能会直接跪下来喊爸爸。赵毅笑了笑，随后从背包里拿出来一个东西丢在了地上。这帮山贼看到这个东西，扑通一声全部跪在了地上，态度犹如翻书一样彻底改变，因为地上的东西就是唐琪的脑袋。大哥，天气这么热，你可要多喝热水，别中暑了。哥，我的按摩是一流的，要不然我给你捏捏肩。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这么厉害。众山贼笑得眉开眼笑，仿佛有什么高兴的事情。赵毅绕着监狱转了一圈，随后说道：我这里不能养闲人，给你们2条路选择。别说了，我选择投降。一个山贼跳出来说道：为什么当山贼？不就因为没饭吃吗？既然唐琪都死了，那他们跟黑风寨的姻缘就断了。至于给唐琪报仇，别开玩笑了，就算唐琪还活着，只要稍有不对，这帮山贼都会跑路，别说他已经死了。哈哈，笑死我了，这聪明孩子都会抢答了。学会抢答让赵毅无话可说。那我们龙国代表者是不是可以收编这30个山贼了？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热烈地讨论起来，如果真的收编了这30个山贼，算不算龙国代表者第一次收编中立势力？赵毅嘴巴中的话咽了下去，我这还什么都没说呢，你们就投降了？本来还在想，如果他们坚决不投降，自己要不要把他们宰了节省口粮，现在看来不用考虑这个了。好吧，选择投降的原地趴下，不投降的就站着。赵毅刚说完，监狱中的山贼哗啦啦一片，全部抱头趴在地上，动作极其标准和快速。他们不会没事的时候就训练怎么投降吧？那赵毅还有什么好说的？正式收编了这30个山贼。龙国代表者王者之风发动，所有山贼忠诚度达到100。山贼们的脚下的光环从白色变为了绿色，代表着从中立变为了友军。听到游戏系统的提示，赵毅满意的点了点头，这点还是很不错的，至少规避了山贼叛逃的可能。虽然山贼们的属性不高，但数量不少啊，每人一斧头下去，那也是可观的伤害。最差，那也能当人肉盾牌来使用。赵毅叫来了赵二，这帮山贼以后就交给了赵二来管理。赵二成为了山贼队的队长。是，领主大人，我一定会做好这个职位的。赵二很开心，自己算是龙国代表者这边第一个小头目了，手底下可是有30多个人呢。赵毅随后点开了人口看了下，30个山贼没有占用人口。这么看来，如果这些山贼死了的话，那就是真的死了，不会因为末日游戏系统的机制问题重新复活。第169章黑龙。想想也是，能够收编中立势力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如果再加上可以复活的机制，那就太恐怖了。自己这边一直收编中立势力就无敌了，但是如果能死的话，也就没有这么强了。这帮山贼可能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承担一点作用。看了看目前的营地，士兵数量直接达到了40-50人，但是还不够，还需要更多。
赵毅来到了兵营前，准备召唤一条影龙幼龙出来。这个东西会在关键时刻改变战局。我们龙国代表者似乎要召唤士兵了呀，那肯定不是等会有人要进攻了吗？自然要做好准备，造步兵，结成步兵团。龙国直播间前的观众都十分期待赵毅会召唤什么。目前兵营中能够值得召唤的就2个，一个步兵，一个影龙幼龙，总不可能召唤蛋壳吧？但是很快，他们就从兵营中看到一个蛋走了出来。尼玛，还真的先造了一个蛋壳，牛逼！这个蛋壳长得有点牛逼。蛋壳到底能够孵化什么呀？能不能塞进兵营里，让我们看看？蓝星上的观众没有神级提示系统的提示，所以不知道蛋壳的作用。这玩意能孵化出飞蛇，又能彩蛋孵化出圣龙，自己这边必须造一个。而且因为蛋壳的技能属性，护甲出生便是18点，再加上城墙护甲，那可是比山贼还要能抗啊！赵毅看了看从兵营中滚出来的蛋壳，终于明白了心中的疑惑。原来蛋壳的移动是用来滚的，一滚一滚就算移动了，难怪移动速度那么慢。赵毅将这个蛋抱了起来，随后放在了木门门口。如果有远程攻击的话，说不定会攻击到他，算是为防守营寨尽一份力了。这个蛋满脸问号的竖在了大门前，成为了龙国代表者营地的一个风向标。赵毅随后又退回了兵营前，开始建造影龙，价格在450金币。但是这个属性加上飞行单位，这个价格值了。建造！吼！兵营中发出一阵吼声，随后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庞然大物。虽然是影龙幼龙，但是比绝大部分人要大了很多，高差不多2米，一展开来差不多4米5，全身黑色，嘴巴里不断的喷出白色的气息。大蜥蜴，不过这个蜥蜴怎么全身黑色的？看起来就很厉害，不知道我们代表者能不能骑在上面？还是别骑了，万一掉下来摔死怎么办？你咋啥都要骑一下？之前还说骑赵兴和赵修，现在连龙都没放过，你们2个的骑是一个意思吗？龙国直播间中，观众们都被这突然出现的影龙幼龙给吓到了，狰狞、恐怖、威武十足。这只影龙幼龙看到赵毅后，高傲的头颅匍匐在了地上。再高傲的龙在自己主人面前也得俯首称臣。赵毅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脑袋，十分的粗糙，在表面还有黑色的鳞片覆盖。我的妈呀，全是龙！这个龙从哪里来的？我刚才好像看到他从兵营里来的。还好我们投降了，要不然估计拿去喂这条龙了。一边的山贼们心有余悸地说道，怎么都没想到会在这个营地看到了龙。他们觉得刚才自己不投降的话，一定会被剁碎了喂龙，也有可能不剁碎直接喂。赵毅满意的看了看这条影龙，既然如此，不如直接升级到大影龙吧。你进去兵营之中，我给你继续升级下。影龙幼龙点了点头，随后就走进了兵营之中。还要升级？是不是直接成年龙出来了？一条幼龙就这么厉害了，大影龙是不是更加厉害？以后我们国家代表者走到哪里都有龙跟着，岂不是十分的牛逼？赵毅点开兵营页面，看到了影龙幼龙下面有个升级按钮，姓名黑龙，种族地穴，生命值3550，攻击力388-420，攻击范围50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1.1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建设，每次攻击对目标100码范围内的全部敌人造成100%的伤害，对200码范围敌人造成50%的伤害。个人技能黑龙鳞甲，减少35%的穿刺伤害，并且减少30%的魔法伤害。天赋龙威，当对方血量低于400的时候直接秒杀。简介：成年的影龙变为了黑色的巨龙，升级需要750个金币，4个人口，勇者印记 X1， 价格不菲啊！如果算上影龙幼龙的价格，这条黑龙需要1200个金币才能造出来一条，同时占据着7个人口。但是牛逼也是真的牛逼，建设依然没有多大作用改变，但是攻击力变大了呀！一次攻击能对目标及目标周围的所有敌人造成388-420的魔法伤害，这可比之前的200多攻击给力多了。这条黑龙无疑是一个战争利器，同时黑色鳞甲能够挡住2种攻击的伤害。穿刺攻击暂且不说，重甲本来就克制穿刺，此时再加上技能影响，穿刺攻击至少能挡住1半的伤害。最重要的是还能挡住魔法伤害。按照攻击护甲克制来说，重甲唯一的克星就是魔法伤害，魔法伤害能对重甲造成120%的伤害。但是现在由于黑色鳞片的缘故，唯一的克星也没了。如果按照100点魔法伤害来计算，在不考虑护甲的情况下，能对黑龙造成120点伤害，但是现在只能造成84点伤害，如果考虑护甲，那么只能造成72点4，完全没有克星的防御。不过
赵毅不会让他承担前排使用。这家伙的能力就是单独骚扰后方，通过高血量高攻击能够达到骑兵的效果。啥也别说了，直接750个金币升级。一阵光芒过后，兵营里走出来一条巨龙。第170章，准备作战。这个巨龙走出来的时候，体型还跟影龙幼龙差不多大，但是完全走出来以后，身体已经差不多5米高了。赵毅看着他还要抬头，全身漆黑无比，表面的鳞片闪烁着黑色的光泽，仿佛有一层黑光覆盖在上面。黑龙看到赵毅，将自己的头颅放在地上，表示臣服。光是这个龙头就有一个屋子这么大。赵毅拍了拍这个家伙的头，随后说道：“以后你就叫赵黑或者赵龙了，你喜欢哪个？”黑龙发出低吼声，嘴边冒着白气。看来你喜欢赵黑，那就叫你赵黑吧。赵毅给赵黑取完名以后，就让他自己去玩了。还好自己当初圈地方的时候，把整个峡谷都拦住了。场地够大，飞行单位又是远程攻击，在对手没有远程单位的时候，将会变得极为棘手。最后还剩下1000多个金币，赵毅决定暂时先留着吧。步兵团肯定要造的，价格低，强度高，数量上去后直接质变。接下来就是等待300多个敌人过来了。在距离这个营地不远处，周天从石头上站了起来，他看了看四周，休息的差不多了，是时候出发了。所有人集合！士兵们迅速的集合在了一起，手中拿着各种武器。没过多久，周天等人就来到了距离赵毅大本营不远处的地方等待着。周天看着眼前的大本营，似乎描述的与之前的侦察兵不太一样啊。因为描述的不是木质围栏吗？这 TN 的不是石头制成的吗？去给我把刚才的侦察兵叫过来。是。没过多久，将军旁边的进士就找来了侦察兵。将军，你找我？你给我看看，这个围栏是石头做成的还是木头做成的？那肯定是木头啊。说完，侦察兵抬头看了下，顿时愣在了原地，随后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本来木头制成的围栏变成了石头制造而成的了，这就奇了怪了。难道自己之前看花了眼？但是这个颜色差别这么大，不可能看错啊。可是事实就摆在自己的面前啊。将军，门是木头制成的。门是木头制成的，我要你说，我自己难道看不到吗？你说总共就2个基础箭塔，你给我看看现在几个？周天继续说道。侦察兵定眼一看，总共4个基础箭塔，同时门口还有2个石头制成的碉堡一样的防御塔，不知道干嘛的。除此之外，在围墙上还有4个奇形怪状的防御塔，这4个就是黄蜂机枪炮台。赵毅因为不需要看管犯人了，于是将这4个机枪炮台拆了下来，安装在了围墙上面。这点上不用白不用。这样算来，东边的防御塔总共有10座。侦察兵整个人都骂了，因为之前这里明明就2个基础箭塔，围栏也是木质的，怎么1个小时过后，这里就大变样子了？虽然不知道那个碉堡是什么，但是自己这边慢慢推进的话，能够远距离解决掉。希望你的士兵数量没有估算错。放心吧，将军，这防御工事明明是刚刚搭建的，他士兵就算现场造人也没这么快啊。将军点了点头，随后大喊道：“列阵，出击！”赵兴站在围墙上，旁边站着赵毅。定眼一看，不远处的密林之中慢慢走出来许许多多阿艾夫合众国的士兵，他们手中拿着弓箭或者长刀和盾牌，慢慢的开始朝着赵毅这边的大本营走来。停下！周天从身后走了过来，自己这里距离大本营800码的距离，完全超出了一般弓箭手的射程。赵毅站在围墙上，看着台下列阵的阿艾夫合众国的士兵，300多个士兵，一半是近战，一半是远程。我去，居然这么多人来攻城，我们代表者能守住吗？我刚刚进直播，是每天晚上的防守时间到了吗？防守个毛线啊，防守改成3天了，这是其他国家的进攻。我去，这么多人进攻我们国家代表者，这将是一场屠杀呀！让我看看这些士兵的属性如何。蓝星上的龙国观众将目光投向了直播页旁边的介绍。姓名：阿艾夫合众国士兵，种族：人族，所属阵营：阿艾夫合众国，生命值650，攻击力56-70，攻击范围近战500码，游戏距离是武器秦块定，攻击类型普通穿刺是武器秦块定，攻击速度1.1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举盾，有盾牌的单位可以将盾牌举起来前进，减少35%的穿刺伤害，移动速度减少30%。个人技能防卫，有盾牌的单位可以将身后的友军保护起来，在其死亡之前不会让身后的士兵受到伤害。个人技能劲弩，强大的弓弩一直是阿艾夫合众国的骄傲，对于轻甲单位能够额外造成30%的伤害。天赋人多势众，阿艾夫合众国的士兵如果旁边有队友的话，
所有属性增加 10%。简介：阿艾夫合众国最普通的士兵通常集体作战，非常不错的属性和技能。近战拥有2个技能，举盾可以减少穿刺伤害，虽然会影响移动速度，但是影响不大。另一点就是防卫了，防卫可以保护身后的友军，在远程进行攻击的时候，举盾防护保护自己身后的远程兵不会被其他人攻击，看起来确实很厉害。远程的单位拥有劲弩技能，这一点倒是对赵毅这边影响不大，因为赵毅这边轻甲好像就农民，而且农民升级过后就变成了中甲。周天看着围墙上的赵毅喊道：“10项点的就乖乖打开城门准备受死，我可以考虑给你们留个全尸。”够嚣张！赵毅冷笑了下，随后就把城门打开了。城门已经开了，有胆的就过来吧。第171章，看看我火焰塔的厉害。为什么打开城门？因为有火焰塔呀，就是吸引对面从这里发动进攻。只要对面朝着木门这边进攻，那么2个火焰塔就能喷出火焰灼烧着靠近的人。但是因为系统的加强，中立势力的人已经变得更像人了。虽然不知道那个实质的房子是干嘛用的，但是周天可不会让手下去冒这个险。他要做的就是稳扎稳打，用远程攻击消耗这2个火焰塔最为稳妥。将军，我们该怎么做？一个副官看着打开的城门，只是随口说上一句，没想到对面真的把城门给打开了。自己这边不进攻，是不是说不过去了？周天摆了摆手，随后说道：“列阵，缓慢前进。”是。话音刚落，一支利箭从远处飞了过来，刚好命中一名前面的士兵。-159，一名近战士兵头上飘着一个数字，这是赵毅的致命一箭，可惜没有触发暴击和爆炸效果。但即使这样，依然让周天震惊无比。这里可是距离眼前的营寨还有800码的距离啊，居然可以远程打到这里。要知道，800码的距离基本上已经是工程设备的距离了，自己这边的远程射程只有500码，对方这到底是什么实力？紧接着，赵毅又发射了一次致命一箭，一支利箭透着寒光飞在了一名前排士兵身上，随后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嘣！-159，以目标为中心的所有士兵头上都飘着159的伤害，并且300码范围士兵同样受到波及，伤害虽然只有一半，但是这个距离太大了吧？虽然惊讶，但是这毕竟只是赵毅一个人的攻击，对于200多个人来说还不足以有威胁。前排队伍举盾，后排人员小心跟上。是。士兵们举起自己手中的盾牌，随后朝着赵毅这边的大本营前进。赵兴看到他们走进了射程，拿起手中的弓箭射了起来。嗖嗖嗖，10支利箭飞了过来。有了瞄准镜加持的赵兴，射程达到了700码，比这帮弩手要高出200码的射程。这段时间的前进，那就是白白挨打呀。赵兴和赵毅2个人射箭，一边发出爆炸，一边发出多重箭。这2个到底什么人？我们军中的神射手也不过如此吧？周天看着2人自言自语说道。如果能够让这2个人加入阿艾夫合众国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很可惜，自己这边要把这2个人杀了。近战士兵终于来到了500码的范围内，虽然被赵兴和赵毅持续攻击着，但是举盾减少 30% 的伤害还是很可观的。赵兴的100点攻击打在这些士兵身上，只能造成53点的伤害。而且赵兴想要攻击到后面的远程兵也不行，因为远程兵被前排的士兵用盾牌保护着。放箭！漫天的箭雨朝着火焰碉堡这边射来。但是成甲护甲加上1500的血量，可不是那么容易拔掉的。另外就是赵毅这边的4台黄蜂机炮台，还有4座基础箭塔开始发出了强大的火力，哒哒哒，各种攻击朝着前排的士兵射去。赵牧、赵飘等作为远程单位，虽然有的射程只有500码，但此时也能打到这些靠过来近战单位。尤其是赵飘带领的几个阿飘，法术机关枪打起来十分的吓人，1秒钟能打3次，但是伤害就差强人意了。8个防御塔同时攻击，这就让阿艾夫和众国这边的人不好受了。光是赵毅和赵兴2个人还行，现在多了8个箭塔呀，这还怎么打？自己这边的近战完全是站在这边挨打，就算自己有100多个近战士兵，但是被这样耗着不是办法呀，必须尽快冲进去拆塔。这2个石头房子不要管了。周天当机立断，这2个房子还不知道什么作用，万一只是敌人的障眼法呢？自己为拆除这2个房子可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打开城门只是要玩空城计啊。是。近战们举着盾牌开始朝着木门这边走来，一边是实质的围栏，一边是打开城门的木质大门，谁都知道该往哪边走吧。领主大人，他们靠近了。赵兴边射边说道。近战士兵距离大门只有200码范围了，已经是火焰塔的攻击范围，但是赵毅并没有让防御塔进行攻击。再等等，要的就是一网打尽。这个火焰塔出奇的效果仅仅只有几秒钟，只要喷出火焰，
对面就算是傻子也知道跑了。对面的近战缓慢地走着，终于来到了100码的地方。喷火，2个火焰塔里面的管子瞄准朝着大门走来的近战士兵，随后喷出熊熊的烈火。左右两边的2个火焰塔喷出的火焰刚好在门前形成了一道 X 型的交叉火焰。-17、16、18，各种伤害数字在这些近战头上不断的跳着，虽然看起来伤害很小，但是攻击速度很快啊！1秒钟数字跳动了10下，你根本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打了近200多滴血了。这还只是交叉火力外的士兵，在交叉火力中间的士兵1秒多钟便躺在了地上。火，是火焰！1秒钟的时间到了，火焰塔触发了烫伤效果，持续在火焰中的单位将会额外受到 50% 的火焰伤害。-25、26、23， 2个火焰塔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没有一个人能从火海中冲过来。这些步兵举着盾牌本来就走得很慢，被火焰塔攻击的时间变得更长。周天反应了过来，急忙让着自己手下撤退。没有拔掉2个火焰塔前，根本冲不进去。一开始还纳闷这2个石头建筑是什么东西呢，没想到居然会喷火。仅仅只是几秒钟的迟疑，步兵们就死掉了几十个。蓝星龙国直播间的观众都觉得爽翻了，这种范围攻击最喜欢的就是往人堆里面打了，太牛逼了！刚才的伤害跳动我都来不及看。没有什么比火焰塔更牛逼的了，如果有，那就是2座火焰塔。感觉这2个火焰塔不被拆除的话，即使来1000人也冲不进去啊。第172章黑龙弹。但是火焰塔怎么可能不会被拆除呢？在近战冲锋的这段时间中，远程们还是拼命地攻击着2个火焰塔。虽然火焰塔有1500的血量，还是成甲防御，但是架不住对面远程单位多呀。100多个远程单位，伤害再小，一轮齐射也扛不住。如果不是人物有模型空间，几秒钟这个防御塔就得被打爆。此时，一个被集火的火焰防御塔被摧毁在地。赵毅对此倒是没有什么感想，面对200多个士兵，怎么可能一点损失没有？那就是无脑小说剧情了，这里可是现实。但是这个损失可以忽略不计，建筑被破坏后是可以维修的，只是浪费一点石头和木材等资源。这点资源自己还看不上，因为有大量的农民工作，自己这边的资源已经达到了爆棚的地步了。将军，一座喷火的建筑已经被拆除掉了，是否继续进攻？周天听到副官的报告，看了看现场，就算是一个火焰塔，依然冲不进去，范围伤害来多少人都是一样的。而且为了拔出这个火焰塔，自己损失了不少的远程单位，尤其是围墙上的那个高瘦女人，手中的弓箭就没有停止过，每次攻击都是10个单位。自己这边的弩手被他激怒，朝着他进攻，但是他的背后居然还有2个加血的牧师，好不容易血量打到了100多点，瞬间就被加满了。就在将军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吼声，响声震天，犹如惊雷一般。这是什么东西在叫？周天看着天空，但是什么都没看到。大人，是在对面的营地。周天听到提示，急忙抬起头看着天空，果然看到一只巨大的黑色巨龙展开双翼，一展达到了8、9米，扇动了2下翅膀，便朝着这边飞来。我的妈呀，为什么这里还有龙？这个营地不可能攻击得下来，里面都是什么人啊？巨大的黑色巨龙就是赵黑，他发出巨大的龙吟，随后朝着阿艾夫和众国的后排兵冲去。给我打那个黑龙！周天叫着，还活着的弩手朝着天空中的黑龙攻击，但是这点攻击打中甲，而且还是黑龙鳞片的成年龙，简直就是挠痒痒。黑龙张开自己的嘴巴，一团烈火在他的空中形成，随后朝着底下的士兵射去。咚！一声巨响过后，位于这颗炎龙弹中心的远程兵直接被蒸发了，将近400的伤害让这些本来就被赵兴射的差不多的人死在了原地。黑龙的攻击就是加强版的无限箭袋爆炸效果，只是这个攻击是每次都能触发的，而无限简单只有 20% 的几率。黑龙张开自己的嘴巴，又是一团火焰朝着人群射去，低于400血量的士兵直接被箭射到就是死。周天看着天上的巨龙，还有连续射箭的赵兴，喷火的火焰塔，这仗是没办法打了，硬打下去就会死在这里的。撤退！周天当机立断，旁边的士兵吹响了撤退的号角声，还活着的几十个士兵开始朝着后方撤退。这几十个士兵全都是残血，大部分都是远程单位。砰！大队颤抖了几分，黑龙直接落在地上，激起一层灰浪，巨大的身躯挡住了众人的去路。周天作为将军，可不会怕这条黑龙。这条黑龙一开始在天上，自己打不到它就算了，居然还敢落下来。黑龙嘴中发出一颗盐弹，对着眼前的士兵就是一次箭射攻击。低于400血量的士兵直接被龙弹蒸发。周天知道必须解决这个黑龙，要不然自己这边会被他攻击到死。今天就让我来当这个屠龙勇士吧！漫天的箭雨朝着黑龙射去，打在黑龙鳞片上，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周天提着自己的大刀就朝着黑龙攻去，一人一龙就在战场上打了起来。没过多久，赵毅就带着人从后面走了过来。周天提着刀小心地看着四周，自己的士兵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死光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不信玄凤帝国的一个营寨就这么强。周天说道。我们当然不是玄凤帝国的人，我们是龙国的。龙国？没听过。既然你们不是玄凤帝国的，我想这是一场误会。周天缓缓说道。虽然周天这么说了，但是赵毅知道这是他的缓兵之计。最直接的就是阿艾夫和众国对于自己的声望已经降低至仇恨了，马上就要变成世仇了。这可不是误会能够解决的。既然如此，赵毅也不会放过这个人。看了看这个人属性，似乎还不错呀。姓名周天，种族人族，所属实力阿艾夫和众国，生命值43580-42158，攻击力430-48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 1.0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6，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中等，个人技能鼓舞，身边的友军获得 7% 的攻击速度加成，个人技能中甲，能够减少 20% 的穿刺伤害，天赋将领 1v1 作战中能够获得 20% 的攻击力加成。简介：阿艾夫和众国的先锋将领，虽然是个小头目，但是能力出众。一个小头目就这么多血了，难怪敢跟自己这边的黑龙进行攻击。但是没啥用，只要技能不是太变态，这种血量就是一个移动的血库而已。赵暗红从赵毅身后站了出来，对着周天说道：过来，孙子。周天被这个嘲讽激怒，举着自己的大刀就冲了上去，黑龙则在后面直接一个盐弹打在他的身上。周天不管不顾，就直接冲向了赵暗红。他只想击杀掉眼前的这个人，这点上其实因为赵暗红发动了嘲讽技能。赵光义从侧面一个圣光之锤打在周天的身上，在造成伤害的同时将周天击晕在了地上。这下子所有人都冲了上去进行围殴，反正这个家伙没有范围伤害，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第173章绝密档案。就连一旁的村长都吹响了号角，10几个民兵跟着冲了过来，但由于模型的问题根本打不到的，急得他们在后面乱转。周天在人堆之中被各种拳头、武器还有斧头围观着，还有一个漂亮的女人使用黑虎掏心。承担主要伤害的就是赵光义和赵暗红两个人，谁的嘲讽技能好了就嘲讽过来。周天被两人气得来回跑，400多点攻击看起来挺高的，但是没有附加技能的情况下打在身上并不疼，更何况后面还有2个牧师加血呢。没过多久，周天就倒在了血泊之中，赵光义等人这才收手。赵毅来到了周天的尸体旁，保佑这次别再爆脑袋了，自己不想要脑袋啊。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周天，获得阿艾夫和众国绝密档案。绝密？什么鬼玩意？印着绝密2个字就是绝密了吗？先放着，等会看。我要摸个好装备出来。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周天，获得图纸正义之锤，蓝色品质。总算爆出一个装备了，但不知道这个周天是不是小头目的缘故，所以只爆出了蓝色品质的锤子。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周天，获得图纸磨皮手套，蓝色品质。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周天，获得周天的头颅。果然还是爆出来一个脑袋。赵毅一阵无语，随后就从脑袋开始看起来吧。周天的头颅，阿艾夫和众国先锋周天的脑袋，交给玄凤帝国的人可以获得奖励。果然是用来交换东西。自己这边有周天的头，还有一个唐琪的头，都是换东西的，到时候打包上交上去。再看看磨皮手套，磨皮手套蓝色品质，所有人通用，皮质护甲，攻击速度正 20%， 攻击力加20%，附加效果精通，如果装备者是用弓或者枪单位，则额外增加 10% 的攻击速度。打造需要1级铁匠铺，皮革 X20， 铁矿 X1， 提高攻击速度的装备给自己用挺好，刚好自己的攻速不是很快。至于赵鑫，这家伙攻击速度已经很快了，等自己追上他再说。而且自己也算是用弓的单位，能够额外增加 10% 的攻击速度，那就是 30% 的攻速加成，还是很快的。接下来看看正义之锤的图纸，正义之锤蓝色品质，所有人通用武器，攻击力增加 88-109， 攻击速度减少 10%， 附加效果正义之锤，攻击类型变更为魔法攻击。制作需要2级制作台，铁矿 X50， 集火矿 X1。 不错的装备，等打造好了就交给赵光义吧。这样的话，赵光义尴尬的穿刺攻击就能变成魔法伤害，对付重甲单位将会有额外的效果。虽然攻击速度减少了，但是攻击力增加了不少，说到底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就是这些材料刚好自己都有，能够直接造出来。最后一个就是绝密档案了。打开来一看，赵毅明白了这些人是干嘛的。阿艾夫和众国的人让这些人过来找一条能够直达黄都的道路，然后派出骑兵进行奔袭。但是这个秘密被赵毅给发现了，将这个消息告诉玄凤帝国的人，应该能够获得不少的奖励吧。赵毅将这个文件收了起来，随后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中。打完这一仗，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了。本来这个时间出去会非常尴尬，因为路上就会浪费一点时间，但是随着游戏机制的改变，现在出去也没什么事情，而且有了新造的防御塔，基地这边也没什么事情。就算有人不长眼找了过来，自己这边还有黑龙在呢。这玩意可是个大杀器，赵毅倒是没有先把他带在身边，因为这个家伙过于耀眼。安排了几个农民维修之前被破坏的防御工事，剩下的人则跟着赵二前往铁矿所在的地方。赵毅还让他们带上了4台黄蜂机炮台，以防万一。30多个山贼保护着10个农民进行开采，目前自己这边就需要大量的铁矿。赵二领了命令，带着人便出发了。赵毅在大本营想了下，该是去面对黑暗公会魔女的时候了。这次过去依然还是带着老队伍，带的人太多了，面对黑暗公会魔女的范围伤害没有多大作用。而且自己过去不是打架的，是过去要奖励的，奖励一到手，这把鹰角弓就能打造出来。就算万一穿帮了，自己这边逃跑没啥问题。黑暗枷锁这个东西会被自己的守卫戒指给挡住。想到这里，赵毅便释然了，召唤自己的马车，带着队伍就朝着之前的农场出发。既然黑暗公会魔女让自己3天后去找他，那么他就会在那里等着自己。黑暗公会魔女躺在椅子上，随后他感觉到了有人前来。上次来的还是光明神教的骑士长那个家伙，这么漂亮的人居然加入了光明神教，真是可惜了，要不然可以待在自己身边做个丫鬟什么的。可惜了。黑暗公会的魔女从椅子上下来，伸了个懒腰，胸前小白兔一跳一跳的，十分诱人。赵毅的马车已经停在了自己的面前，这个家伙让他3天后来找自己，还算准时，要不然自己恐怕会引爆黑暗枷锁了。赵毅从马车中走了出来，来到农场前面。黑暗公会的魔女双手撑在木质的围栏上，看着赵毅道：“你还不错，算是完成了任务。”赵毅听到这里放心了，还好这个大熊唇女人应该只能感应到自己有没有召唤，却不知道自己在哪召唤的，要不然恐怕就要战斗了。黑暗公会魔女从木质台阶上走了下来，随后说道：“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我好像没有收到太多的灵魂。”灵魂？这是什么东西？灵魂，黑暗公会魔女通过召唤的邪能的怪物击杀人类来获取这些人类的灵魂。听到系统的提示，赵毅明白了灵魂这个玩意，同时明白了为什么黑暗公会的魔女让自己在城镇中放了，因为城镇人多呀，但是大城市不行。第174章，亲自己的目的居然是这个。大城市有光明神教和帝国本身的势力和兵力，像这种处于边界的小城市一般没有什么本地力量，虽然边界士兵很多，但是都在兵营之中防守边疆。赵毅解释道：“城镇中确实释放了邪能，但是被赶到的光明神教给击杀了，于是我就溜走了。光明神教的事情是赵毅编的，但是那个叫薇薇亚的家伙对付邪能应该不成问题吧？”黑暗公会魔女听到这个事情倒是没有多大反应，只是叹了口气。薇薇亚这个家伙他已经见到了，自然知道这个家伙的厉害，可惜自己只是一个分身，要不然还能拖住他。现在邪能被干掉了，黑暗公会收集灵魂的事情已经结束，接下来自己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想到这里，黑暗公会魔女重新抬起头看了眼前的赵毅道：“好了，这个事情算你完成了，给你的奖励。”黑暗公会魔女从自己的胸前掏出2个鹰角，这对鹰角来自森林中的角鹰。角鹰这种生物生活在这片大陆的中心位置，平常人根本去不了，只有像黑暗公会魔女这样的人才能从里面猎杀角鹰，获取鹰角。赵毅看着从胸前掏出来的鹰角，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拿，毕竟是从那个部位拿出来的。这一幕让蓝星的观众看乐了，果然每一个大熊美女的胸前都是4次元口袋，这玩意放在哪个地方不嫌硌得慌吗？一看就是直男，女孩子都是软软的，怎么会硌得慌？请务必将这对鹰角给我，我一定拿它当传家宝。赵毅虽然无奈，但是还是走上前去拿这对角鹰，因为这个角鹰自己确实需要，错过了这个，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黑暗公会魔女一只手拿着一对鹰角，另外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脸蛋上，笑眯眯地看着赵毅：“快点拿走吧。”虽然黑暗公会魔女长得很漂亮，身材极好，白皙的皮肤加上若隐若现的穿着，有着一种别样的诱惑，但是赵毅还是有点害怕啊。好在自己有守卫戒指，能够抵挡3次攻击，3次攻击之后自己应该能跑掉，问题不大。既然如此，赵毅就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随后从黑暗公会魔女的手中接过了这对鹰角。这对鹰角上面居然还带着黑暗公会魔女的体温，
加一点体香。多谢了。赵毅微微点头致谢，随后将鹰角放在了自己的背包之中。黑暗公会魔女坏笑了下，随后拉着赵毅的领子亲了上去。赵毅愣在原地。黑暗公会魔女嘴巴以下屏蔽30个字，一阵柔软。直到黑暗公会魔女亲完以后，赵毅都没有反应过来，身后的赵兴都看呆了。这算是让别人捷足先登了吗？但是没有赵毅的命令，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啊。赵兴一脸怨气地看着黑暗公会魔女，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他。黑暗公会魔女慢慢松开赵毅，一双眼睛就这样看着他。这是给你的奖励，可不要误会哦。声音轻柔无比，带着一股挑逗。蓝星的观众真是羡慕嫉妒恨啊！黑暗公会魔女长得这么漂亮，还这么主动。所有人都恨自己不是赵毅。尼玛，我也好想要魔女的波波。看懵了，这都不打马赛克吗？打你妹啊！这么激烈的场景，为什么要打马赛克？我的老婆亲了别人。赵毅摸了摸自己的嘴唇，这算是自己被强吻了吗？自己的初吻居然就这么没了，真是便宜眼前这个家伙了，居然还说是奖励自己，明明是自己奖励了他。黑暗公会魔女对自己的长相还是非常自信的，追求自己爱慕自己的人不计其数，别说一个吻了，哪怕是一个媚眼都能让人受不了。眼前的这个家伙应该臣服于自己了吧，以后这个家伙能用得到。还有事吗？没事我就走了。赵毅看着眼前的黑暗公会魔女问道，他还想着赶紧回去制作出鹰角弓呢，这才是自己的宝贝啊。女人只会影响自己拉弦的速度。阿烈，黑暗公会魔女愣住了，自己的一个吻就这么不值钱吗？怎么这个家伙没有被自己迷倒啊？看到赵毅的反应，蓝星的观众这才觉得对味了，还是熟悉的味道，还是一样的配方。对味了，这才是我们龙国的代表者。看黑暗公会魔女愣住的样子，他不会觉得他比赵兴和赵修好看吧？赵兴先不说，烈性不同，赵修确实没有黑暗公会魔女好看，主要是赵修太大了。太大了？哪方面大？细说。体型太大呀，你想啥呢？恶魔一族比正常人体型大，黑暗公会魔女小巧的样子反而更好。蓝星上的观众七嘴八舌的讨论着这3个女的谁最漂亮，不过喜欢黑暗公会魔女这样的人并不算多，还是赵兴最受欢迎。黑暗公会魔女看了赵毅一眼道，我给你身上加了印记，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人了。叮咚，龙国代表者获得魔女印记，这道印记在引爆的时候会产生99999点真实伤害，该伤害无视护甲和防御类型的影响。好恶毒的女人啊，亲自己的目的居然是为了施加印记。好在自己有守卫戒指，就算你10万点伤害都没用，除非自己把每天3次的抵挡用完了，要不然自己永远不会死在这个印记上。叮咚，受到印记影响，龙国代表者获得攻击力翻倍效果，装备等同样翻倍，此效果持续到印记消失或者解除。赵毅听到这个提示微微一愣，这个吻似乎也不是那么差。攻击力翻倍呢？而且不光如此，哪怕自己武装的武器和装备同样能够达到翻倍的效果。牛逼，要不然再多亲2下也行啊。就是不知道这个黑暗公会魔女肯不肯了。看到赵毅的反应，黑暗公会魔女知道他明白其中的奥妙了。我的吻可不是谁都能得到的，以后再多多表现给我看看吧，你将会获得更强大的力量。第175章，这个疯女人，要不然再亲2下。说完，黑暗公会魔女狂笑。疯女人。赵毅和这个疯女人告辞之后，就驾着马车离开了。同时他还知道了黑暗公会魔女的名字戴维娜。一路上赵兴都在偷偷地看着赵毅，难道自己的领主大人很在意那个吻呢？自己要不要也强硬一点呢？赵毅其实在看自己的属性，有了魔女印记的加持，自己虽然身上依然挂着一个炸弹，但是身上多了一个攻击力翻倍的效果，这玩意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利器啊。原来的攻击力是93-94，这点上有自己属性点加成的，还有就是装备的加成，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186至188点了，爽啊！直接超过了赵兴。以后赵兴在自己面前就是个妹妹，不过她的多重剑效果自己依然是达不到的，这一点上她的作用依然还是很大，不过也得尽快给赵兴提高攻击力。他的散射面对众多敌军的时候确实非常有用。就在这时，驾着马车的人赵兴突然停了下来。赵毅从马车里探出脑袋来问道，啥情况？领主大人，有只凤凰在天上飞。凤凰？天上飞？这个世界还有凤凰吗？赵毅抬头看了下，果然有个奇怪的东西在天上飞行着，全身蓝色，仿佛冰晶一般制作成，但是看样子确实是凤凰的样子，但是凤凰不应该是火焰红色这种吗？怎么会有蓝色的凤凰？这只凤凰在前方不远处的地方盘旋着，好像哪里有什么东西。即使隔着这么远，赵毅依然能够看到这个凤凰的属性，姓名
冰晶凤凰，幼年期。种族元素，生命值22222222，魔法值6060，每秒恢复1点。攻击力222-255，攻击范围300码远程。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0.9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能量护盾，冰晶凤凰以自身的魔力保护全身，每1点魔法值能够抵挡60点伤害，在魔法值用完前，冰晶凤凰不会受到伤害。个人技能能量攻击，冰晶凤凰攻击附带魔法值 X5 的额外伤害，伤害类型为魔法、受护甲和防御类型影响。个人技能冰晶结界，消耗1点每秒魔力召唤一道冰晶结晶，冰晶结晶范围内的敌军受到每秒100点伤害，并且减速 50%。 天赋元素，增加1点每秒的回蓝速度。简介：上古生物，不过这个凤凰还是个幼年期。咦，看起来属性还不错呀。一个凤凰居然拥有3个技能，而且这3个技能都不错。能量护盾保护自身，能量攻击提高自己的功力，最后居然还有个范围伤害。无论怎么看都很优秀，就是蓝量是个死点，太少了。如果蓝量多一点，光是能量护盾就不是别人能打破的。刚好自己还缺个宠物不是，就他了。跟着他看看他要干嘛。赵毅喊道：是，领主大人。本来众人想要去之前的河边，但是现在肯定是跟着这个凤凰。这个凤凰并没有走远，而是在一个地方盘旋着。众人驾着马车朝着前方走去。到了地方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凤凰一直在空中盘旋了。它的老窝被人占据了，占据的同样是个牛逼不得了生物，看样子像一条巨大的蟒蛇。蟒蛇趴在凤凰的窝里睡大觉，对于天上盘旋的凤凰丝毫不在意。姓名：深渊巨蟒。种族：野兽。生命值：122212222。攻击力300-35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0.7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绞杀，深渊巨蟒用巨大的身躯缠住别人，造成每秒200点的伤害，持续5秒。个人技能甩尾，用自己巨大的身躯猛击敌人，对400码直线单位造成攻击力200%的伤害。天赋野兽，在受伤的时候攻击速度提高20%。简介：一只活了不知道多久的大蟒蛇，但因为不许成精，所以至今还没成精。赵毅从马车里探出一个头，看着这个凤凰的属性，只能说两者的差距很大。凤凰虽然是上古生物，但是毕竟幼年期，怎么可能对得过这条大蟒蛇？不过这个大蟒蛇对于自己这边来说就是小意思，杀了它炖蛇羹也不错。赵光义，解决这个大蟒蛇。是，无主。赵光义带着几个人朝着大蟒蛇走去，赵毅自己懒得动手了。对付这样属性的一个大蟒蛇，轻轻松松。赵兴站在凤凰窝下面，抬起手就是2发利剑过去。嗖嗖，穿刺攻击对轻甲能造成额外的伤害。负102、101。虽然分散的攻击没有发挥出来，但是追加的效果还是有的。蟒蛇被这2下攻击惊醒，爬起来看着凤凰窝下面的人，吐着红色的蛇信，警告着赵光义等人，自己才是这里的王者。王的头。赵兴拉开弓箭，迎面又是2支利剑透着寒光打在了他的身上。深渊巨蟒张开自己的血盆大口，快速地绕着树干向赵兴冲去。庞大的身躯让树干都颤抖了起来。赵兴拉开距离攻击着，转眼便打了巨蟒1000多点血量。高攻速加上轻甲克制，给赵兴一点时间，赵兴一个人干掉这个巨蟒。但是巨蟒不傻，追着他就过去了。在路过赵光义的时候，被一柄巨锤给锤傻了。负600，这个伤害直接让巨蟒愣在了原地。当然，这不是有因为被吓到了，而是被赵光义的圣光之锤打在了原地。接下来就是众人施展拳脚的时候了。就连赵飘都挂了一个干扰在深渊巨蟒的身上，深渊巨蟒攻击速度直接下降。远处的凤凰依然飞在空中，突然看到一帮人冲上去干蛇，高兴地提名了下。随后一个俯冲冲了下来。第176章抓到凤凰。一块冰晶在凤凰面前结成，随后攻击到巨蟒的身上，让你丫占据我的坑位，趁你病要你命。平时可能打不过，因为自己虽然远程，但是范围比较近，可以被巨蟒攻击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么多人围殴他，证明他就应该死在这。冰晶碎片打在巨蟒的身上，222点攻击，附带魔法值 X5 倍的伤害，着实伤害不小。巨蟒大怒，直接将赵光义缠住，同时用牙齿攻击着赵暗红。但是这点攻击瞬间被后面2个牧师加满了血。没过多久，
这条蟒蛇就重重地倒在了血泊之中。这么多人的围殴，辛苦撑到现在了。看到巨蟒死了，冰晶凤凰啼鸣了一声，随后飞回了自己的窝里，同时将脑袋探出来看着下方的众人。赵毅从马车中走出，来到了巨蟒的面前。这么好的东西不分解就可惜了，但是很可惜，这个巨蟒没有爆出什么好东西，就肉比较多。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深渊巨蟒获得肉块 X60。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深渊巨蟒获得皮革 X50。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深渊巨蟒获得受精 X20。分解了这条蟒蛇后，赵毅抬头看着树上的冰晶凤凰，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肉丢在地上。凤凰看着这个肉，露出不屑的表情。尼玛，坑爹玩意！我帮你夺回了老巢，你就这样对我？不过等赵毅问完系统后就明白了，原来是这个家伙不吃肉啊。赵毅又丢出了一块铁块出来，试图吸引这个凤凰。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乐了，哈哈，凤凰怎么会吃铁矿呢？我觉得应该吃冰晶，要不然怎么会叫冰晶凤凰？如果能够抓到这个凤凰就好了，看属性非常不错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凤凰能不能进入冰银升级。蓝星上的观众都不认为这个铁块能够吸引到凤凰，虽然这个凤凰长得不一样，但肯定不是吃铁长大的。但是有了前面好几次的打脸教训，没有人敢说吃屏幕吃拖鞋这种话了。就在这时，这个冰晶凤凰从自己的窝里飞了下来，随后慢慢的靠近这个铁矿。看到赵毅等人似乎没有啥恶意，凤凰直接伸出嘴把这个铁块吃了下去。妖兽了，凤凰吃铁了！尼玛，他居然还真的吃了，震惊我一整年。奇怪，我们国家的代表者怎么知道这个凤凰是吃铁的呢？肯定是运气啊，既然肉不行，那就一个个试，没想到第二个铁块就成了。赵毅看着这个凤凰，随后又丢出了一个铁块。以后跟着我，让你每天吃这个东西。赵毅看着冰晶凤凰说道。欺骗幼小的冰晶凤凰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冰晶凤凰歪着脑袋，随后吃下了赵毅手中铁块。赵毅发动技能捉捕宠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冰晶凤凰还是幼年期的原因，或者自己长得比较帅的原因，抓捕这个冰晶凤凰一次就成功了。叮咚龙国代表者成功抓取冰晶凤凰幼年期作为宠物。有了系统提示，赵毅知道了自己追猎者的宠物有着落了。在20级之前，自己只能拥有一个宠物，不过这个宠物目前来说够用了。解散了宠物后，冰晶凤凰原地消失不见。随后赵毅又尝试召唤宠物，一只冰晶凤凰就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冰晶凤凰出现以后，发出一阵啼鸣，随后拿着脑袋蹭蹭赵毅。但是冰晶结成的羽毛扎得赵毅有点疼，就连血量都掉了一点。还是赶紧解散吧，这样挺好，需要的时候再召唤出来。冰晶凤凰体积不算大，但是羽毛和翅膀特别的多，看起来就非常大了。虽然冰晶凤凰不太乐意，但还是被赵毅解散原地消失。抓捕到了这个凤凰，赵毅等人随后就向着河边的遗迹赶去。自己这边装备属性都获得了加强，通过那3个那家皇家守卫不是问题。既然如此，那就不等了，直接出发。此次过去，赵毅多带了点肉块，万一有什么事情就不回来了。这个大本营反正有人防守。赵毅召唤了马车，随后就带着人朝着河边走去。没过多久，众人就来到了河边。赵毅看着清澈无比的河水，琢磨着这里会不会还有食人鱼啊？水里的生物就很麻烦，只能近战攻击，自己和赵鑫的攻击会被水流所阻挡。赵毅依然让赵鑫下水试试，看看之前的食人鱼还在不在了。赵鑫将自己的弓箭背在身后，直接跳进了水中，移动速度极快，赵鑫在水中就跟一条美人鱼一般，消失在了水中。没过多久，赵鑫就浮出了水面。领主大人，水里啥都没有。赵鑫浑身湿透，不过他已经习惯了。黑色的布料包裹着他的身材，此时已经被淋湿，好性感。可惜我们的代表者让我们看不到其他画面。放心吧，我在其他国家代表者那里见识过了，会有马赛克的。上次阿三国的代表者饥渴难耐，草了一条鱼，这都打了马赛克。蓝星观众看到赵鑫的样子，目不转睛地看着，随后就出现了马赛克。赵毅点了点头，看来上次食人鱼应该只是路过的，并不是一直在这里游荡。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进去吧。赵毅说完，就带着自己的手下通过水底，再次来到了之前的遗迹之中。这个遗迹已经被那家这种水生生物给占据了，但是沿着之前的道路走着，赵毅居然听到了前面有打架的声音。难道有其他势力的人到了这里？赵毅急忙走前，果然看到了3个那家皇家守卫正在和一群人战斗。这群人居然是另一个国家代表者的。赵毅记得这个国家的代表者好像之前嗝屁了，然后被末日游戏系统复活了。没想到成长居然这么快，已经能够对付3个那家皇家守卫了。不过还是比自己慢了很多。很显然，这伙人对付3个那家皇家守卫有点吃力。不过根据他系统的计算，
应该是能过的。如果是自己，这3个内家守卫将是碾压的存在。第177章，看我真诚的眼神。远处正在战斗的花生之国代表者明显没有看到赵毅的存在，此时的他正在关注着眼前的战斗。虽然他是 AOA 代打，但也不能做到透视和开全图，要不然这个游戏就没意思了。赵毅躲在后面看着花生之国代表者打，他的士兵是一种能够召唤骷髅的亡灵召唤者，姓名亡灵召唤者，种族不死，生命值750，魔法值60，攻击力76-88，攻击范围50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1.1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亡灵召唤，消耗30点魔力召唤3个骷髅，2个近战，1个远程，持续2分钟。个人技能亡灵掌控，只要亡灵召唤者存活，所有的骷髅都能复活一次。天赋无。简介：控制骷髅的家伙，他做过最残忍的事情就是拿骨头熬汤。茫茫多的骷髅不断的冲向3个那家皇家守卫，在没有特别厉害的群伤技能情况下，面对这些骷髅海还真的没有啥特别的办法。虽然3叉戟的攻击力够高，能够一下一个，但是骷髅太多了，攻击速度完全不够。再加上这个骷髅居然还能复活一次，被那家皇家守卫击散的骷髅没过多久就重合在了一起，继续冲向3个那家守卫。花生之国代表者本身就是大法师的存在，其中的魔力恢复光环不断的补充着亡灵召唤者的魔力，每次召唤能召唤出3个骷髅，2个近战，1个远程，8个亡灵召唤者，一次召唤就是24只骷髅。近战单位被那家皇家守卫攻击着，所以数量一直不多，但是随着召唤的不断进行，远程的骷髅越来越多，漫天的箭矢不断的打向那家皇家守卫，被集火的一个那家皇家守卫眼看就要死了。这时从口中突然传出来一阵啼鸣声，声音悠长尖锐，一只蓝色的冰晶凤凰飞在了空中。花生之国代表者大惊，急忙让自己的一部分骷髅瞄准这个突然出现的冰晶凤凰。这里是水底的遗迹，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只凤凰？箭矢打在了凤凰的身上，凤凰的表面有一层淡蓝色的能量护盾，将这些箭矢全部挡了下来。随后这只凤凰召唤了一个冰晶结晶的立场，范围内的骷髅无论数量多少，全部被冻在了原地，随后变成了冰渣子倒在了地上。但是由于复活的机制，这些骷髅又重新站了起来，但是仅仅只是过了1-2秒钟，又变成了冰渣子。冰晶结界不光能够减速，还能造成每秒的持续伤害，对付这些小血量数量多的单位再适合不过了。花生之国代表者大惊，自己的骷髅海战术就怕这种范围伤害，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骷髅现在都被这个凤凰给干掉了。凤凰看到骷髅们被消灭大半后就飞走了，留下一脸懵逼的花生之国代表者。这只凤凰自然是龙国代表者的凤凰，消灭了骷髅以后，这只凤凰就没必要留在这里了，剩下的就交给那家皇家守卫吧。3个那家皇家守卫手持3叉戟，转眼便把剩下的骷髅给消灭了，转头开始朝着亡灵召唤者攻击而去。花生之国代表者虽然有些无奈，但是根据末日系统的计算，自己这边不走，最多只能杀掉残血的一只，剩下2只能够全歼自己这里。目前来说，只能掉头就走。一直跑在最后面的亡灵召唤者被那家皇家守卫一个击飞给击杀了，剩下的花生之国代表者和亡灵召唤者则乘着这个机会溜了。追击了一会的那家皇家守卫放弃了追赶，跑到自己原来的地方等待着。来到外面，花生之国代表者愣住了，因为洞穴外面赵毅正咧开一嘴的大白牙等着他们。黝黑的洞穴，这一嘴的牙齿贼闪亮。花生之国代表者急忙让自己这边的亡灵召唤者用最后的魔力召唤骷髅，退回去不可能了，因为后面是3个那家皇家守卫，3叉戟会把自己的脑袋敲碎，而前面则有赵毅这边拦住自己，进退两难。但是死他也要拉个垫背的。哈哈，又一个 AR 代打的国家代表者要被我们龙国代表者制裁了。刚才那个凤凰好厉害啊，一道冰晶结界，所有的骷髅都被冻在原地了。这个国家代表者都愣住了，不知道他用末日游戏的计算系统有没有计算出自己死亡的命运。赵光义走上前去，一个群嘲让所有的骷髅冲向自己，这点上杜绝了花生之国代表者想要换人的举动。赵毅站在最后面，根本不会有什么危险，这点小骷髅的伤害根本打不动赵光义，同时他的脚下踩着雷霆之怒，范围内的骷髅都被电麻了。赵鑫抬手释放弓箭，嗖嗖嗖，10支利箭将10个骷髅击散在地。转眼这20多个骷髅就散了架，剩下的只有那几个几乎没啥作用的亡灵召唤者了。漫天的箭雨冲向亡灵召唤者，负101、102、101，轻甲护甲根本抵挡不住穿刺的攻击。
没过多久，花生之国代表者就倒在了地上。叮咚，花生之国代表者 AI 代打，被龙国代表者击杀。花生之国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集体寿命减3年。由于花生之国已经灭国，本次惩罚取消。听到系统的播报，末日游戏中的其他代表者愣住了。这是龙国代表者第2次消灭了 AO 代打的国家了吧？自己到底和龙国代表者有大的差距。牛逼啊！又消灭了一个 AR 代打的国家。这些国家真烦，上次有个看到我了死命攻击，还好我跑得快。这些代打的家伙们设置的未看到其他国家代表者就会攻击，希望我一辈子也遇不到。我的脑子可没他们那么快。花生之国代表者的死亡，这不过是赵毅的一个小插曲而已。第178章蛇发女妖。1个小时后，花生之国代表者将会在大本营复活，但是他的士兵可都是没有了，希望他能挺到第3天的怪物入侵。与其他国家代表者不同， AR 代打的国家代表者如果真的被摧毁了大本营，那就是彻底的死亡。赵毅踏过花生之国代表着的尸体，还好自己3个那家皇家守卫没有被这个人消灭了，好东西应该都属于自己。赵毅看了看眼前的3个那家皇家守卫，赵光义这边能够扛住2个，赵暗红抗住1个。赵光义即使被击飞也不要紧，反正那边就他一个人做仇恨目标，要是有个万一，还有群巢能够拯救下。大伙优先把残血的那个消灭掉，然后转头去帮助赵光义。说干就干，所有人准备好后，赵光义就冲向了3个那家皇家守卫。3个那家皇家守卫看到有人过来，举起巨大的3叉戟就攻击着赵光义。普通攻击打中甲造成的效果一般，即使双倍的伤害打在赵光义的身上也没有多大的问题，更何况后面还有2个牧师正在加血呢。赵暗红将其中的残血那家皇家守卫给嘲讽到了一边，剩下的众人狠狠地揍着这个那家皇家守卫。赵毅将自己的无限剑带模式切换成了破甲剑，一支利剑射在了那家皇家守卫的头上。有了黑暗魔女印记的加持，这发利剑直接造成了279点的伤害，这也是赵毅这边攻击最高的一次。众人解决掉这个那家皇家守卫后，赵暗红又嘲讽了另一个那家皇家守卫过来。阿飘的干扰好了，就上一个，减少那家皇家守卫的输出。没过多久，3只巨大的那家皇家守卫倒在了地上，蛇尾蜷缩成了一团。赵毅来到那家皇家守卫的跟前，准备分解这3具尸体。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那家皇家守卫，获得金币 X500。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那家皇家守卫，获得2级铁匠铺。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那家皇家守卫，获得图纸火箭靴。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那家皇家守卫，获得图纸敏捷之剑蓝色品质。3个那家皇家守卫爆出4个东西，还算不错。还好这次没有爆出什么奇怪的脑袋，要不然自己真的要崩溃了。金币这东西自己肯定不会嫌多的，500个金币也能造不少的步兵了。2级铁匠铺的图纸，不知道升级2级铁匠铺有啥用。本来以为1级的铁匠铺只能打造蓝色品质的东西，但是后续爆出的紫色装备都是能够用1级铁匠铺打造的。2级铁匠铺升级需要铁矿 X100、石块 X300、木材 X300、金币 X200。升级效果能够打造橙色装备，开启锻造功能。橙色装备这玩意自己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应该是比紫色更加牛逼的装备。锻造功能又是什么呢？锻造能够将现有的武器进行强化打造，增加属性，随着锻造的等级不同，需要的材料也不相同。原来如此，就是将现有装备获得加强呗。挺不错的能力，因为自己这边确实有一批无法替换的装备，自己的无限剑带、赵鑫的复合弓，还有其他人的装备。图纸火箭靴、工程道具鞋类装备。建造需要电线 X3、铁矿 X10、电子元件 X2、高级芯片 X1。防御值加3，开启后可以提高 100% 的移动速度，持续5秒。地精的工艺必属精品，能提高 100% 的移动速度确实不错，关键时候可能会有奇效，自己这边到时候拿来跑路也可以用用。最后就是敏捷之戒了，自己的手上戴着2个戒指，如果这个戒指自己能用，就要换下来1个了。敏捷之戒蓝色品质，士兵专用。攻击力加10，攻击速度正 20%， 移动速度正 20%。 打造需要铁矿 X5、蓝色宝石 X1。 简介：戴上它你会感觉身体都轻了很多。居然还有士兵专用的装备啊！这个装备就交给赵鑫使用吧，毕竟他好像一个装备都没有，太可怜了。而且移动速度的加成能让他更好的起到工具人的作用。将3个那家皇家守卫解决后，赵毅就继续往前走着。遗迹的深处有一个王位，王位上坐着一个蛇发女妖，旁边是2个那家皇家守卫。蛇发女妖坐在王位上，脑袋上是一条条绿色的毒蛇，此时正四周观望着，身上的鳞片散发着一种奇异的光芒，下巴很尖，
真让人担心低头的时候会不会把自己戳死。两个那家皇家守卫的属性自己这边都知道了，但是中间的蛇发女妖自己还不知道。姓名：蛇发女妖，种族：海洋，生命值33750，魔法值6060，攻击力476-508，攻击范围50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0.8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凝视，冻结当前单位，使其石化，持续5秒，在持续时间中被石化单位每秒受到200点伤害。个人技能蛇发，蛇发女妖能够掌控毒蛇，能够召唤出数条毒蛇进行攻击。天赋领域蛇发女妖范围600码的敌人移动速度减少 50%。 简介：那家一族的女王，这一头的蛇发每天都需要3个小时才能打理好。赵毅看了眼她属性，没有特别强的地方，主要还是凝视这个技能不能让她命中赵光义，要不然她的远程攻击会非常麻烦，让她的仇恨乱了，赵兴可能2秒就得躺在地上。另外就是这个数条毒蛇不知道到底是多少条，不过有赵兴在应该不成问题。两个那家皇家守卫可以先干掉，最后处理这个蛇发女妖。第179章悲惨的小蛇。蛇发女妖是远程穿刺攻击，交给赵光义能够扛住。为了以防万一，赵毅还是在地上安装了一个冰冻陷阱。这玩意应该冻不住 BOSS 级别的蛇发女妖，但是冻那家皇家守卫应该没啥问题。准备好后，赵毅举起自己手中的弓箭，瞄准了远处的那家皇家守卫。因为自己的攻击距离够远，能够有800码的射程，在这个射程之中，即使是蛇发女妖都打不到自己。-175，那家皇家守卫被击中后，3个半人半蛇的家伙开始朝着赵毅这边走来。赵毅将他们带到了陷阱的前面，随后又射了一箭。一名那家皇家守卫踩在了陷阱上，被冻在了原地。赵毅看到目的达到了，直接一个假死躺在了地上。正在追击着赵毅的2个生物愣在了原地，因为他们追击的目标消失了。赵光义踏着缓慢的步伐向着蛇发女妖走着，减少 50% 的移速速度真不是盖的，速度就像放慢了1倍的胶片，抬起一个脚都要好久的时间，看得十分闹心。蛇发女妖看着周围，由于没有人有仇恨值，她自动攻击了距离自己最近的赵光义，一发利箭打在赵光义身上。-273，穿刺攻击打中甲效果太差，近500点的攻击只能造成273点的伤害。这也是赵毅觉得自己这边没啥问题的原因，因为攻击和防御类型自己这边完美克制。赵光义比平时还要能扛。另一只那家守卫被赵暗红嘲讽了过来，众人决定先解决这只那家皇家守卫。另外一边的蛇发女妖则让赵光义建立起仇恨，各种攻击开始冲向这只巨大的那家守卫，血量在不断的减少。-176，-8，-88。这个时候，那家的蛇发女妖眼睛开始变成绿色，仿佛要射出一道激光。蛇发女妖即将释放石化。听到系统的提示，赵毅急忙让赵暗红进行嘲讽。蛇发女妖双眼发出一道绿色的射线，脑袋本来是盯着眼前的赵光义的，但是由于赵暗红的嘲讽，所以他的第一目标变成了赵暗红。绿色的射线直接射在了赵暗红的身上，他的身上开始慢慢的变成了石块，整个人依然保持着举盾抵御攻击的姿势。巨大的那家皇家守卫看着眼前的赵暗红，随后转头看着四周。赵暗红被石化仇恨值丢失，那么他就要寻找第2个仇恨值最高的人进行攻击。他的第2个仇恨人就是赵毅。赵毅有了魔女印记的加成以后，本身的实力已经不低了，而且由于是混乱攻击，所以赵毅的攻击无视护甲。这点上，被护甲克制的赵兴等人更加赶不上赵毅的输出。那家皇家守卫的移速很快，蛇身不断的在地上扭曲移动着。赵毅急忙召唤出了自己的小宠物冰晶凤凰，一声提名，一只蓝色的冰晶凤凰飞入云霄。赵飘上干扰，冰晶凤凰用冰晶结界。那家守卫身上被套了干扰，脚下是冰川之地，移动速度减少了不少。赵毅抬手便是一发寒冰射击，丢失。我去，居然还丢失攻击了。不过不要紧，目前那家皇家守卫还在寒冰结界之中。又是一发寒冰射箭打在了那家皇家守卫身上。本来移动速度就够慢的那家皇家守卫变得犹如龟龟爬一般，各种攻击朝着那家皇家守卫攻击而来。没过多久，赵暗红就从石化之中恢复了，一个嘲讽就将之前的那家皇家守卫叫了回来。蛇发女妖看到这个场景，脑袋上的毒蛇开始张开血盆大口，随后顺着蛇发女妖的身子游了下来。赵光义自然不会让这些毒蛇跑掉的，这些毒蛇的数量非常多，如果让他们分散跑了，将会对后排单位造成很大的压力。一脚雷霆之内，
范围内的毒蛇被雷电所攻击，转头攻向了赵光义。虽然毒蛇的攻击不高，但是架不住数量多呀。好在这些毒蛇也是穿刺攻击，被重甲完美克制住了。赵光义开群巢和圣盾。赵毅拉动手中的弓箭，对着赵光义说道。赵光义点了点头，身上开始出现一股金光将他包围，同时护甲提高了10点。双重保护下，蛇发女妖打在赵毅身上的伤害只有100多点。无数毒蛇像疯了一样冲向赵光义，他们的毒牙咬遍了赵光义的全身。赵兴，先解决毒蛇。赵兴手中的弓箭嗖嗖嗖的射着，虽然每次都能攻击10条毒蛇，但是毒蛇的数量太多，如果拖到圣光之盾的时间结束，恐怕赵光义会躺在地上。赵毅将无限剑带模式切换到了爆炸剑，同时让冰晶凤凰在蛇发女妖脚下释放了冰晶结界，让他们体验冰火2重天的模式。自己的爆炸剑效果太不稳定，连续攻击了3下才爆发了一次。咚！蛇发女妖周围发生了巨大的爆炸，爆炸范围内的毒蛇全部被炸死在了地上。他们的一生体验了雷电、冰川，现在多了一个火焰爆炸，茫茫多的毒蛇就被各种火焰、雷电还有箭矢、冰川给消灭了。这边处理完成以后，赵光义的护甲增加和圣盾效果刚好结束。再慢一点解决的话，说不定赵光义就会躺在地上。2个牧师一口血量恢复了他1000的血量。赵毅等人将一个那家皇家守卫解决以后，转头又开始对付另一个那家皇家守卫。如果蛇发女妖释放石化凝视的话，赵毅有系统的提示，能够提前让赵暗红接住这个攻击，只要不让蛇发女妖乱攻击就行。蛇发女妖是远程攻击，如果赵光义被石化了，恐怕瞬间就会有人倒在地上。蛇发女妖是穿刺攻击，打在赵光义身上是不疼，但是打在其他人身上可不得了，尤其赵兴这种轻甲单位，恐怕会被瞬秒。没过多久，第2只那家皇家守卫也倒在了地上，最后只剩下蛇发女妖了。蛇发女妖的套路已经摸清，只要发出毒蛇，大家就用范围伤害攻击。赵毅则没有切换无限剑带的效果，因为每次切换都有冷却时间，如果在冷却时间之中，蛇发女妖召唤毒蛇就麻烦了。第180章海洋 F4， 所以赵毅就用爆炸剑的效果不断的攻击着蛇发女妖，经常能够看到蛇发女妖旁边会发出巨大的爆炸。咚！如果旁边有小蛇的话，那就顺便被炸死了。渐渐的，蛇发女妖的血量越来越低，只能说目前赵毅这边的实力太强了，远远超过了这个副本当初设计的难度，击杀起来还是挺容易的。蛇发女妖的血量越来越少，最终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声，随后整个身体变成了石头，立在了原地。赵毅看到这个情况收手了，按照血量来看，这家伙已经死了。赵毅来到石像之前敲了敲，确实变成了石头。想不到最终他自己被石头给反噬了，就是不知道这个石雕能不能分解。赵毅先来到了旁边2个那家皇家守卫跟前。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那家皇家守卫获得蓝色宝石 X1， 红色宝石 X1。叮咚龙国代表者分解那家皇家守卫获得金币 X300， 一个给了2个宝石，一个给了金币，都还不错。接下来就看蛇发女妖能不能分解了。赵毅尝试了下，发现这个石化的蛇发女妖根本没办法分解，她都变成了石头了，还怎么分解？这就离谱了，难道自己击杀了这个副本的最终 BOSS， 一点奖励都没有？哈哈，居然没有奖励，这下子我们龙国代表者懵了。狗日的末日游戏，我赵毅与你们不共戴天。龙国直播间的观众替赵毅骂骂咧咧的。赵毅随后让自己的士兵开始在这个地方寻找，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宝贝。领主大人，这里有东西。赵兴看着眼前高兴地说着。赵毅急忙跑了过来，果然在王位底下藏着一个宝箱。好家伙，还以为这个王位是用石头打造的呢，没想到在屁股下面还有个宝箱存着。看看这个宝箱里有什么好东西吧。叮咚龙国代表者打开宝箱获得图纸魔法塔。叮咚龙国代表者打开宝箱获得图纸幽灵披风蓝色品质。叮咚龙国代表者打开宝箱获得那家召唤卷轴 X1， 2个图纸1个卷轴。第1张图纸看样子又是一张防御塔的升级图纸，自己目前有了机枪炮台、毒箭塔、火焰塔图纸各有千秋，看看这个魔法塔到底如何，如果不行就不学了，丢在交易平台里卖个几百金币也不错。姓名魔法塔，生命值1500，攻击力88-100，攻击类型魔法，攻击速度 1.2， 每 1.2 秒攻击一次，防御值5，防御类型成甲，移动速度无法移动，攻击范围800游戏距离。技能狙击，魔法塔每隔10秒发射一颗超级能量球，对目标造成攻击力300%的伤害。技能超远视角，开启魔法定位系统，
魔法塔的攻击射程达到1200码，持续10秒钟。技能：魔法爆炸。魔法塔的每次攻击都能对目标及目标周围300码的敌人造成同等伤害。由基础箭塔升级造成，升级需要金币200、铁矿 X30、石头 X100、绳索 X20。简介：超远射程就是魔法塔的代名词，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被锁定了。哦哟，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超远的攻击射程加上范围箭射伤害，除了攻速慢一点，没有其他缺点。而且开启射程后能达到1200码的攻击射程，这可比自己还要牛逼啊！就算是一些工程器材，也达不到这么远的攻击射程吧？自己确实可以造2个，万一有难对付的对手，可以用超远射程弄死他们。赵毅直接学习来这个图纸，没必要将它放在交易平台卖钱。接下来就是看看第2件装备幽灵披风的图纸。幽灵披风，蓝色品质，轻甲单位使用，攻击力加12%，攻击速度正10%。附加技能闪避，穿戴的单位将获得10%的闪避效果。打造需要1级铁匠铺布匹 X2， 这布匹又是从哪来的呢？先放着不管了。最后还有一个卷轴，这还是自己第一次打到卷轴类的东西。那家召唤卷轴，一次性道具，使用后可以召唤1只螃蟹、1只那家守卫、1只那家贵族，还有1只龙虾。这算啥？大杂烩是不是？这4个东西自己好像就见过那家守卫，算是一个不错的单位，就是不知道剩下3个有多大作用。反正留着吧，说不定以后能用得到。如果有一天自己召唤了这个海洋 F4 出来，说不定能够吓唬住别人。收拾完了东西以后，赵毅就离开了这个遗迹。走在外面，赵毅命令赵鑫向着自己的大本营前进。虽然晚上不用防守了，但是自己身上一堆装备呢，需要交给铁匠铺进行打造。同时，赵毅想看看2级的铁匠铺能够怎么样打造装备。回到自己的营地之中，山贼们保护的农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之中。他们之前去开采铁矿的，现在已经开采回来了。赵毅点开自己的资源看了下，木材 X1300， 石块 X1200， 茅草 X1500， 金币 X1864， 肉块 X198， 皮革 X77， 瘦金 X35， 铁矿 X334， 蓝色宝石 X2， 蓝磷矿 X1， 红色宝石 X4。 几个人开采速度还是可以的，开采了300多的铁矿。赵毅先来到了铁匠铺前面，之前建造的韧性的龟盾已经制作完成。领主大人，这个给你。2名铁匠抱着巨大的盾牌放在了铁匠铺的桌子上。这个盾牌用的是龟壳作为骨架，在上面用钢铁进行焊接打造，奇重无比，但同时防御效果杠杠的，同时能够承受击飞、击晕等负面效果。赵毅叫来了赵光义，让他给装备了上去。赵光义单手举起这面巨大的盾牌，一只手拿着光锤，一只手拿着巨大的盾牌，整个人看上去威风无比。第181章建造魔法塔。赵毅看了看目前赵光义的属性，姓名赵光义，种族人族，生命值4380，魔法值22/22，每秒恢复1点，攻击力290-33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1.1秒攻击一次，防御值15，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中等。个人技能圣光之锤，消耗20点魔力，用手中的圣光锤猛击对手，对敌方造成攻击力200%的伤害，同时晕眩3秒。个人技能圣盾，消耗20点魔力，开启圣盾防护，所有伤害减少50%，持续5秒，冷却4分钟。附加技能群体嘲讽，雷霆之怒。天赋圣光荣耀，队伍中的牧师恢复效果提高25%。简介：真正能拿得出手的单位，但是饭量极为惊人。护甲已经达到了15点，在不考虑护甲相克的情况下，减伤比例达到了53%，100点伤害只能对赵光义造成53%的伤害。如果是穿刺攻击的话，减伤比例达到了68%点，哪怕对面穿刺攻击力达到了500点，打在赵光义身上也只有160点，这就是真正的坦克了。不过如果面对魔法攻击就非常麻烦了。这个东西制造好了以后，赵毅将无相面具和鹰角弓递给了眼前的铁匠。铁匠看了看手中的2张图纸，又看了看眼前的领主大人道：领主大人，你这是哪来的这么多紫色图纸啊？赵毅回道：不光这些呢，你们俩最近打造的太慢了，库存已经积压了这么多。哗啦啦，赵毅将最近打到的装备图纸全部倒在了铁匠铺的面前，比如之前打到的戒指啊，还有锤子啊，各种蓝色品质装备。2个铁匠的表情变成了：这得打造到猴年马月呀！领主大人，光是你这个无相面具，我都要1-2天的时间才能出来啊！随后他又看了下眼前的这些图纸，这些全部打造完，
恐怕得个把星期吧。赵毅回道：不要紧，我要先给你的铁匠铺进行升级了。赵毅点开自己建筑行列，随后找到了铁匠铺，在铁匠铺旁边多了一个升级按钮。至于图纸，之前已经获得了，所以只要耗费资源就行。叮咚龙国代表者升级铁匠铺，这将消耗铁矿 X100、石块 X300、木材 X300、金币 X200。那还用说吗？直接升级。铁匠铺发出一阵光芒，两个铁匠被踢出了铁匠铺之中。没过多久，一个更大的铁匠铺出现在了赵毅的面前。这个铁匠铺总共有2层楼，一层楼还是打造武器的场所，但是人员方面已经可以安排6个人了。赵毅倒是没有动之前的农民，而是直接建造了6个新的农民出来。反正一个农民才15个金币，便宜，6个的话也就是90个金币。以前困扰自己的人口，因为随着游戏的改变已经变得不受控制，人口不够，只要造房屋就行了，所以使劲造吧。要不是民兵有持续时间的限制，赵毅说不定还全报农民出来。但也只是想想，农民的血量太低，如果碰到范围伤害的人物，那就死定了。6个农民出来以后，赵毅安排了4个农民转业铁匠，这样的话，这个铁匠铺就有6个铁匠了。无论是打造速度还是能力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之前的2个铁匠看到这个场景满眼金光，领主大人，这个铁匠铺是给我们的吗？这个铁匠铺里的东西都是全新的，各种器材一应俱全，旁边还多了4个同伴，这打造速度至少提高了好几倍。是啊，你们好好干，领主大人不会亏待你们的。多谢领主大人。几个人用力点了点头。所以说，你们还不快点干活干嘛呢？赵毅问道。自己这可是堆积了一大堆的装备没打造出来呢。几个铁匠一听，急忙开始了手头上的活，点火的点火，扇风的扇风。不一会儿，铁匠铺中就开始传出来各种打铁的声音。赵毅让他们先制作了无相面具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制作出来以后，赵毅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安排给尼古拉斯赵四做。赵毅见铁匠们忙碌了，就没有打扰，而是来到了2楼之中。2楼就是新多出来的区域，叫锻造区，能够给武器进行锻造。锻造区支持2个铁匠同时进行活动，刚好赵毅之前召唤的农民还剩下2个，赵毅将他们2个给安排了进去。领主大人，2个铁匠转职成为铁匠后，站在锻造区对着赵毅毕恭毕敬地说道。赵毅看了看眼前的人道：锻造是如何进行的？回领主大人，锻造可以加强武器的效果，是锻造物品等级情况而定，有一定的失败几率。赵毅点了点头，随后将自己的无线剑带放在了锻造台上。那这把武器可以锻造吗？铁匠拿起无线剑带看了下，随后说道：领主大人，此装备为紫色品质，在打造加2的基础上后，就需要特殊材质了。那先给我打造加2的能力出来吧。没问题，领主大人，大概需要2个小时后就可以了。2个小时，赵毅倒是不在意，反正自己已经回来了，晚上应该不出门了。离开了铁匠铺之后，赵毅巡视了下自己的领地。之前的绝密信件已经说明了，之后还会有大部队过来进攻，自己无论是防守怪物，还是防守这个末日游戏的中立势力，都需要做好应对才行。想了下，赵毅准备将东边大门上的2个基础防御塔建立为魔法塔，拥有超远射程的他们一定会有很大的作用。赵毅来到了基础塔面前，随后点击了基础塔的升级按钮。叮咚龙国代表者想要升级基础塔为魔法塔，需要消耗金币200、铁矿 X30、石头 X100、绳索 X20。第182章，哪里来的黑龙？在这些材料之中，最主要的还是金币这个东西，其他的材料自己这边暂时不会缺少。没有迟疑，赵毅直接进行了升级。2座基础箭塔发出了强大的光芒，魔法塔的高度比基础箭塔高了1倍多，整个塔体仿佛浑然一体建造而成的，看起来十分的漂亮。在塔体的外面还有一个漂浮的光芒环绕在其中，塔顶则有一个像望远镜的东西在四处旋转，漂亮雄伟，这可比什么火焰塔要好看多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能力突出。赵毅看了下自己目前剩下的金币，花费了400升级以后，自己目前只剩下1174个金币。圣龙目前还没办法建造，因为自己只有黑龙一种龙，虽然他小时候叫影龙，但本质还是一条龙。想要建造圣龙，必须切换兵营，然后找到另外一条龙才行。朝着门口看去，那个蛋壳还在孤零零地竖在大门口，他成为了最忠诚的保镖。看到这里，赵毅发现了一点不对劲，随后四处张望着。赵兴在和赵修聊着天，旁边还有2个牧师，她们都是女性，自己有自己的小天地。30多个山贼正在被赵二操练着，即使是晚上，赵二也没有放过他们。赵光义和赵暗红等人则是在围墙上巡逻。现在游荡的怪物已经不需要他们出手了，防御塔就能解决。只看到魔法塔放出一道巨大的能量球，一只怪物
还在向着营地走来呢，就已经被干掉了。一切都似乎很正常，但又感觉哪里不对。TM， 我的龙呢？我的龙去哪了？尼古拉斯赵四，领主大人！尼古拉斯赵四听到赵毅喊自己，急忙跑了过来。我的龙去哪了？龙？就是那个大黑。对，尼古拉斯赵四有些不好意思说道，他出去找吃地了。找吃地了？士兵需要吃饭，赵毅很理解，自己领地有食物吃，他还要出去打打牙祭。这条龙的人口在7个人口，一个人就要吃7个人的饭，就这他还跑出去找吃的呢。算了，不管他了，反正死在外面也没事，忠诚度100点，而且死了还能复活。接下来就是等待自己武器锻造好的时候了。赵黑离开了赵毅的领地，随后找各种怪物进行攻击。强大的龙炎让怪物们都不是对手，而且鸭还会飞，一般怪物还打不到他。渐渐的，他来到了一个小城镇，城镇外围正有一帮山贼正在打家劫舍。兄弟们，将这个城镇给我抢了！抢钱、抢粮、抢女人！城镇的守军在和山贼进行着猛烈的攻击，漫天的箭雨来回攻击，各种投石器材投着巨大的石头，城镇的城墙破烂不堪，眼看就要被攻破了。怎么办？我们这是要死在这里了吗？城主看着城下的山贼，自己这边的士兵死的死，伤的伤，已经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突击。城墙一旦失守，整个城镇都将遭殃，男的会被杀，女的会沦为玩物，自己则会被吊死在城门上，以儆效尤，苦笑了下。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人能救自己了。一名山贼头领骑在马上，看着眼前的城镇道：一帮废物，居然攻击了这么久都没有攻下来，看我的座山雕！山贼头领吹了下口哨，天边传来一阵龙吟。一个山贼抬起头看着天上，仔细地听着刚才的叫声。大哥，你的座山雕成精了，还会龙叫了。山贼头目同样纳闷，刚才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但是紧接着又是一声龙吟传来。吼！这下子不光是山贼们听到了，就连在城墙上的城主们一帮都听到了。龙？这里为什么会有龙？山贼攻城已经够糟糕了，现在山贼都能控制龙了吗？快看，龙出现了！远处的天空，一朵白云里突然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黑色巨龙，它浑身漆黑，身上散发着一种特殊的黑色光芒，那是黑龙特有的黑色龙鳞。此时它正在追赶一只小鸟。山贼头目双手抱住脑袋，有点崩溃。老子的座山雕啊！赵黑正在追赶的小鸟就是座山雕，一只巨大的银色山鹰。但是在巨大的鸟在龙面前都是小鸟一般。赵黑张开自己的嘴巴，座山雕扑通扑通快速地扇动着翅膀，想要逃离赵黑伸过来的血盆大口，最终还是被身后的赵黑一口给吃了下去。赵黑吃完以后打了一个饱嗝，满意的点了点头。底下的山贼头目崩溃了，自己的座山雕居然被一只突然冒出来的龙给吃了。我的座山雕！大哥，冷静，那可是一条龙啊！等他走了再说，座山雕死了以后再抓一只。众山贼拦住想要暴走的山贼头领，那可是黑龙啊，飞在空中的单位。自己这边还在和城防军战斗，可不能多个敌人。城主站在围墙上，看着远方的天空，如果这条黑龙能够帮自己多好，但也只是想想了。赵黑吃完了以后准备回去了，看了看底下的山贼们，他们手中的弓箭怎么那么像之前射自己的人呢？之前守城的时候，黑龙被敌国弓箭手射中过。赵黑朝着山贼这边飞去，这下子可吓坏了底下的山贼们，急忙调转弓箭朝着黑龙射去。但是黑龙的重型护甲再加上特有的黑龙鳞片，这些弓箭就是洒洒水的攻击，这一点还惹怒了赵黑。这帮人就是之前攻击自己的一帮家伙。黑龙张开自己巨大的嘴巴，一发黑龙弹在空中形成，随后炸向了人堆。箭射伤害加龙威，被黑龙攻击到的单位如果血量低于400，直接秒杀。这些山贼已经和城防军作战许久，此时大部分人血量都不太多，一条黑龙弹下来，死伤了一片。我的妈呀，这要牛逼的吗？城主大人在城墙上都看呆了，不知道哪个大人这样牛逼，居然派下了这么强的黑龙过来帮助自己这边。第183章黑龙吐痰。城主误以为是有人来帮自己的，要不然这个黑龙怎么净找山贼攻击？打死这帮山贼，好好教训他们。我居然活了下来，我居然活了。城墙上还活着的城防军喜极而泣，守了这么久的城墙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一发发黑龙弹在山贼群中炸开。我日，哪来的黑龙在这乱吐痰？救命啊，我的身上着火了，快跑啊，根本没办法打败这条黑龙。山贼头目看到自己的手下四散逃离，看了眼天上飞着的黑龙，只能无奈地下达了撤退的信号。我们走。山贼头目掉头就跑，身后的山贼看到自己的老大都走了，跟着跑进了树林之中。黑龙看到人都跑光了，
得意地发出一阵龙吟，响声震彻云霄。这就是王者的风范。看着黑龙和山贼王都走了，城主大人松了口气，最艰难的时刻终于度过了。来人啊，给我备马！城主大人，你这是要去哪？去玄凤帝国首都，我要把这里的事情告诉国王陛下。城主大人说完就跑下了城墙。赵黑飞回赵毅的领地后，以为赵毅还没有回来，显得十分得意。这一波让世人知道了我的厉害。但是看到赵毅后，直接变成了鹌鹑。之前他是一名王者，但是现在他变成了一只青铜。赵毅则让他倒立罚站，这可就太难为龙了。不过为了让他记住教训，赵毅还是让他倒立了。堂堂一条龙，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如果之前的那个城主看到，一定会大跌眼镜。赵毅见龙回来就放心了，刚好之前的锻造好了。赵毅看了眼表演倒立的龙，随后朝着铁匠铺走去。铁匠铺1楼中的铁匠们依然在打造着。赵毅来到2楼，2个2楼的铁匠已经在休息了。看到赵毅来后，将无线剑带递给了自己的领主大人。领主大人，这就是你的无线剑带。赵毅接过无线剑带看了下，所有的属性都提高了不少。无线剑带，紫色品质，副手武器+2，代表者专属武器。效果：攻击力+20，+4，攻击速度正10%，正4%。附带技能：穿透剑，每次攻击有20%的几率穿透敌人，对沿途敌人造成同等伤害。附带技能：破甲剑，攻击能够腐蚀对方护甲，减少对方5点护甲，不可叠加。附带技能：爆裂剑，每次攻击有20%的几率产生爆破效果，对范围200内所有敌人造成100%的伤害，对300码范围敌人造成50%的伤害。简介：能够提供给使用者源源不断的剑矢，每次只能选择一支剑使用，切换需要26秒。除此之外，居然还有一次强化技能的机会。思考了下，最终赵毅选择强化在破甲剑这个效果上。本来想要强化爆炸剑和穿透剑的，但是想想还是算了。范围伤害那边交给的是赵兴来担任，自己只要进行主要攻击就行。附带技能：破甲剑+1，攻击能够腐蚀对方护甲，减少对方5点护甲，可叠加1次。这样的话，自己无限剑带的效果就有点牛逼了。能够叠加1次破甲效果，那么就能减少10点护甲，大部分单位护甲将会变成负值，击杀起来将会容易很多。关于负值护甲的计算跟正值计算不一样，在不考虑护甲相克的情况下，正值护甲计算公式为护甲值 x 0.06 斜杠1加护甲值 x 0.06。如果是负值的话，计算就变更为2杠 0.94 装甲降低值。如果一个单位的护甲为负5点，计算公式就为2杠094的5次方，也就是 1.26， 那么就是会受到额外的 26% 的伤害。100点伤害，额外造成26点伤害，想想就挺刺激的。无限剑带升级好了，赵毅准备强化下一件，但是2个铁匠却告诉赵毅，一个人最多只能同时持有2件强化的装备。想了下，赵毅还是放弃了给自己强化。另一个强化装备就是鹰角弓了，虽然自己不能强化，但是其他人可以强化。赵兴的复合弓首先开始了强化，这件蓝色品质的武器很快就获得了加强。复合弓攻击力的提高倒是次要的，但是效果提高了不少，从5个单位的攻击变成了7个，加上赵兴原来自己天赋的5个目标，赵兴现在能同时攻击12个单位，一个人就是12个弓箭手来用。强化不光耗费时间，同时还要耗费金钱。4次强化消耗了赵毅400个金币。看了看最后剩下的700多个金币，赵毅决定暂时先不强化了，等自己鹰角弓出来以后再进行强化吧。赵毅来到了自己的房间，准备晚上的休息。营地旁边的森林之中不断传来各种怪物的叫声，但是不用怕，自己身边这么多士兵，根本不用害怕那些怪物。魔法塔顶上的类似望远镜的东西不断的旋转着，不时会发射一颗能量球轰击着森林里面，每一发基本上都能带走一个小怪物。超远的射程将是所有人的噩梦。蓝星龙国大量的2级基因药剂开始在军队中使用。龙国军人注射了基因改造药剂后，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上都提高了不少，甚至就连反应和视力都异于常人。钱老看到这个情况，满意的点了点头。本来他和几个长老都要注射这个药剂的，但是他拒绝了，还是把这个药剂给适合的人用吧。但是这个药剂不是所有人都能使用的，一个人如果拥有了异常强大的力量，那么他的欲望就会膨胀。2级基因药剂如果使用不当，说不定反作用反而更加明显。所以第一批使用的人员全都是军队中挑出来的，家境干净，品德兼优。他们不一定是军中最强的好手，但绝对是最值得信赖的一帮人。他们是龙国最坚硬的盾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将冲在最前面，哪怕是死。第184章龙游者出击。这支特殊的队伍
将在将来发挥最大的作用。龙国地下基地武器试验场中，一架红色的龙游者机甲正在缓慢地走着，不知名的合金金属发出哗哗哗的声响，地面都有点颤抖。龙科院的院士根据末日系统给出的奖励，已经培训了第一批的驾驶员，现在开始测试飞行能力。武器试验场地的上面传来一道命令，驾驶着龙游者机甲的驾驶员听到指令后开始操作。龙游者整体漂浮在空中，随后开始发生变形，没过多久就变成了一只金属巨龙，东方的红色巨龙，四只爪子为起降支架，长长的尾巴变成了龙尾。驾驶员则是在龙的头部，但因为试验场地不够大的原因，所以这条红色的金属龙就这样漂浮在空中。龙老坐在观察室中，摸了摸自己的胡须。龙游者，游龙也。这个奖励再适合我们龙国不过，尽快制作出其他的龙游者机甲。是。龙游者机甲的出现，哪怕龙国境内出现怪物都不用怕。目前的怪物虽然用热武器收效甚微，但还是有效果的。现代科技的武器都有效果，更别说这种跨时代的机甲了。整个龙国都在发生着变化，菜场的食物种类变得开始多了起来。风调雨顺加上植物生长加成，第一批快速生长的植物已经有了成果。整个龙国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其他国家同样发生着变化。偷国境内因为没有新的怪物加入，境内的怪物已经慢慢的被消灭干净。趁着这几天没有怪物，星条国联合其他国家再次在联盟国上发表声明，龙国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从头到尾都没有怪物入侵的国家，必须打开国门解除封锁。为周边国家解决生存问题，龙国必须将末日游戏提供的奖励、龙游者以及超级能量核心技术拿出来进行共享。如果不这么做，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这点上，在龙国境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一个国家连生存都困难的时候，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说不定就闹个鱼死网破。既然我活不下去了，那就谁都不要活了。以往的世界不敢说，因为再差还是能活下去的。龙国平时也会进行一些人道主义救援，但那都是自愿的。但是这一次，怪物们可不会看你可怜就放过你。我去，这帮家伙又搞什么鬼？以前封锁我们的时候一句话的事情，现在我们自我封锁都不让了。还是别开放国境了，要是这帮人进来，指不定多乱呢。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他们都那么可怜了，还不放进来？我有没有人性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家人还在这里，谁要敢动他们，我就跟谁结。龙国境内的国民因为这个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一部分认为国家都是喂不饱的白眼狼，根本不值得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现在救了，以后说不定反咬你一口。但有的人认为现在是末日系统毁灭人类，人类就应该团结在一起的。但是他们没有想过，如果说是龙国境内充满了怪物，偷国、樱花国等国家会帮助龙国渡过难关吗？现在高举人类大旗，那是因为自己国家受到了怪物侵袭。龙老等几位长老看着最新的信息，龙老趁着怪物没有的这段时间，周边国家开始蠢蠢欲动了。同时，在偷国境内的星条国军队开始布置一些军事基地。龙老听完报告，摸了摸自己的胡须，随后说道：“看来星条国军队跟偷国达成了协议啊，帮助偷国对付怪物是假，对付我们倒可能是真的。”钱老点了点头，难怪星条国登陆以后轰炸的那么狠，感情不是救人，而是为自己搭建基地做准备啊。龙老想了下，随后说道：“既然他们想让我们支援其他国家的怪物，那我们就帮帮忙吧。”龙国很快就公布了一条新的声明：龙国境内自顾不暇，但周边国家的求助不能置之不理。龙国将出动10台龙游者机甲，帮助樱花国扫平国内怪物。但是对于技术分享这个事情，龙国目前自己还没有参透，等龙国技术参透以后，一定会分享给大家。出动龙游者机甲，一方面测试下武器的性能，一方面就是秀下自己目前的技术水平。你们还真以为龙国的技术水平还是以前那个样子？光是龙游者这几台机甲就能消灭一个小型国家了。但是对于技术共享这块，那你们就去做梦吧。等我技术参透了，说不定末日游戏都过去了。还是我们龙国有大国风范，愿意出兵帮助其他国家。你说的帮助是我想的帮助吗？管他怎么帮助呢，能够消灭怪物就是最好的帮助。但是为什么要去樱花国啊？不是更近的国家吗？樱花国和我们龙国世代交好，自然要先去救援了。也没等樱花国那边回复对接，龙国境内的各个地方的龙游者开始起飞了。不是你们联合声明让我支援的吗？那我就支援一下你们吧。动力系统已就绪，武器系统已就绪，飞行系统已就绪，能够在樱花国境内执行轰炸任务，这让龙游者的驾驶员有点兴奋。龙游者1号已经准备妥当，请求出动。龙游者2号已经准备妥当，请求出动。10台龙游者开始出现在了各大城市的天空之中，地上的龙国居民们对着天上的龙游者指指点点。
这就是上次奖励的龙游者吗？真漂亮啊！是啊，红色主色调配合黄色，非常适合我们。真是霸气，居然能够就这么静止浮空在空中，这需要什么样的技术？龙国境内的人都被空中的龙游者震惊了。虽然他们都已经听过了系统奖励公告，但是看到实物还是第一次。这将是龙游者第一次在世界亮相。宇宙之中，各个国家的侦测卫星开始拍摄这个龙游者。龙国境内因为之前的行动，他们的间谍实力已经大大受挫，所以现在只能用侦察卫星进行查看。第185章，超快的速度。星条国黑宫之中，星条国指挥官看着眼前的屏幕，满眼都是贪婪。这个龙游者可比什么能量自动防御力场牛逼多了。你哥怎么这么不争气？这么好的一次奖励，居然没有拿到！立刻让全国最厉害的数据分析师进行分析，根据龙游者表现的实力，模拟出对战获胜的可能。是，指挥官大人。整个黑宫开始了忙碌。既然你们要秀给我们看，那我们就好好看看，看看你这个武器到底能不能挡住我们的攻击。毛熊国指挥官拿起桌上的小鸟伏特加，吨吨吨的就喝了下去，随后擦了擦嘴，看着眼前的屏幕。虽然他们也有探索者机甲，但是毕竟差了一个档次。当初与龙国交易果然是对的。目前境内水资源已经不成问题了，虽然付出了一些技术还有设备等东西，但都是值得的。说不定这个世界的格局将会在这个游戏中重新改变。毛熊国并没有在声讨龙国的声明上签字，他觉得还需要再观察观察这个龙游者的能力究竟如何。想完以后，毛熊国指挥官拿起小鸟伏特加又喝了一点，但是这次喝了个底朝天。毛熊国指挥官将酒瓶倒了倒，一滴酒都没了。小鸟伏特加虽然能用玉米和土豆酿造，但是太浪费食物了。但是毛熊国人可以没有饭吃，但必须要有伏特加。毛熊国指挥官本来准备再拿一瓶小鸟伏特加的，但是想到现在似乎有别的酒了。风调雨顺加上植物生长，酒类已经不局限于伏特加了。伏特加虽好，但是尝尝其他口味的酒也不错呀。樱花国，八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樱花国的指挥官破口大骂。嗨，底下人弯腰鞠躬道歉，不知道该说什么。这龙国怎么突然要帮助自己清理怪物了？真的是来清理的吗？樱花国指挥官来回踱步，防空这一块目前还能启动，但是打不打这个龙游者是个问题。首先是自己这边联合声明要求龙国过来支援的，人家过来支援了，自己还把他打下来了，这不是打自己脸吗？但是不打下来，谁知道龙国过来是干嘛的？立刻联系龙国的长老团们，跟他们说目前不需要支援。嗨，一个人急忙下去联系，不一会儿，联系的人急急忙忙地跑了回来。樱花国代表者看着手下的人回来有点诧异，八嘎，我不是让你去联系吗？怎么跑回来了？手下的人立正站好，嗨，刚才我已经联系了龙国长老们，他们说龙游者已经起飞了，马上就到了，让我们不要害怕怪物，红色的力量即将席卷樱花国境内的怪物们。樱花国指挥官急忙问道，马上是什么时候？手下的人抬起右手看着上面的手表，随后说道10什么？10小时还是10分钟到？9、8。樱花国代表者沉默了。好家伙，不是10分钟或者10小时，感情原来是10秒钟啊！10秒钟就能到樱花国境内，这需要什么样的速度啊？龙国境内 S 市中，一名年轻的妈妈抱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看着天空中的龙游者有些兴奋，如果希望有颜色，那一定是红色。妈妈，天上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那是龙游者机甲，即将前往其他国家帮助他们消灭怪物。龙游者真厉害，我长大了要驾驶这些机甲。好，那你要好好读书才行。小女孩用力的点了点头。龙游者开始变形，远程飞行模式。天空中的龙游者开始变形，一条红色的金属长龙出现在了空中。一个小男孩站在大厦之中，趴在玻璃上看着龙游者，手中拿着一个东方巨龙的模型。哇塞，这个东西居然还会变形，太帅了！小男孩十分的憧憬看着龙游者，满眼都是金光。本来就对这种变形的东西感兴趣，这种红黄相间的机甲实在太漂亮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模型，自己要让爸妈买一台。龙游者准备出发，有了指挥部的命令，红色的巨龙开始前进，随后瞬间消失在了空中，仿佛一切都没有过。即使是驾驶室内的驾驶员都有点震惊。虽然知道龙游者的速度很快，但这速度未免也太夸张了吧。S 是距离樱花国最近的城市，但直线距离依然有600多公里，10秒钟就能到，速度达到了60公里1秒钟，不愧是跨时代的科技。海面上传来音波的巨大声响，整个海面被卷起一道巨浪，即将到达目的地。龙游者机甲内部传来了提示，预设好地点以后，
龙游者就能自动到达目的地。樱花国境内，境内的怪物们抬头看着天空中的龙游者，一只雌鹰发着锋刃打向龙游者，但是这个龙游者的速度太快了，锋刃根本不可能追得上。一瞬间，龙游者就不见了，这让怪物们一脸懵逼。此时的龙游者已经不是全速，接近目的地后速度慢了下来，要不然可能怪物连看到的机会都没有。看到这种速度的龙游者，星条国指挥官一屁股坐在地上，一瞬间龙游者就从屏幕上消失了，起步的初始速度就超过了卫星的侦测范围。如果放大范围的话，龙游者太小看不到，但如果缩小范围，根本跟不上龙游者的速度。这时，一个内阁成员走了进来，报告指挥官阁下，樱花国那边发来了最新情报。什么情报？内阁成员顿了顿，他不知道这个情报的真假，因为上面的数据有点夸张了。情报上说，龙国的龙游者到樱花国的时间只需要10秒钟。星条国指挥官愣住了，10秒钟，目前星条国还在研制的超级歼击机最快速度也才4马赫左右，折算下来差不多1000米每秒。而这个龙游者的速度至少是自己还在研发的歼击机的60倍。恐怖的速度，这个速度别说爱国者导弹打下来了，恐怕连想要跟上都跟不上吧。第186章，演员的最高境界。超级能量核心居然能够支持龙游者这么快的速度，这玩意自己想要啊。内阁成员补充道，我怀疑这个数据是假的，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东西？光是风阻的力量就不是当前科技能解决的，更别说推进器之类的。星条国指挥官摇了摇头，这可是末日游戏提供的科技，而且你看看这里。星条国指挥官指了指头上的屏幕，屏幕处于樱花国，一台红色的机甲悬浮在空中，它已经到了樱花国境内了。第一台 S 市出发的龙游者已经到了樱花国境内。既然是做武器能力测试和秀肌肉，自然是挑选了怪物最多的城市。红色的龙游者在空中变形，随后降落，落在地上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人形机甲。龙游者1号已经到达目的地，开始第一次支援活动。哦，差点忘了，龙游者驾驶员按动了一个按钮，一个小型的无人机从龙游者机甲身后飞了出来。这个无人机将会记录龙游者战斗数据，这个数据将作为龙科院后续研究使用。此刻，怪物们已经发现了这台机甲的存在，漫天的箭雨朝着龙游者机甲射来，打在机甲上面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这些箭矢能够轻松贯穿人类的头颅和水泥头，但是打在机甲外壳上和雨滴没有多大区别。巨大的石头人拿起一块巨石扔了过来，被龙游者巧妙地躲开了。反应还是很快的嘛，驾驶员自言自语地说道。随后按动了一个按钮，龙游者机甲拿起自己的尾巴当起了甩鞭，激光技术，手中的长鞭能够变长。龙游者向着石头人甩去，长鞭直接将石头人劈成了2半。猪头人们拿着武器敲击着龙游者机甲，开始测试微波炸弹。微波炸弹是利用强波束能量杀伤目标的一种新型武器，它由高功率发射机、大型发射天线和辅助设备组成。当超高功率微波聚集成一束很窄的电磁波时，它就像一把尖刀刺向目标，达到毁伤目标之目的。一时之间，以龙游者机甲为中心的怪物们纷纷倒下，他们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给击倒了。这一刻被所有人看到了，龙游者原来这么厉害，简直是2个世界的产物了。这就是降维打击，就算有怪物出现，我们也不怕。赵毅的奖励还真不错，无论是能量自动防御还是这个龙游者，所有准备动手的国家都要掂量掂量这个龙游者的实力了。如果他们对龙国动手，恐怕下一秒龙游者就会出现在他们坐着的办公室中，请他们回去喝喝茶。核弹等原子武器倒是可以，但是这是鱼死网破的时候发动的，而且以龙游者的速度，如果提前得知了核弹发射，拦截应该没啥问题吧。1秒钟几10公里，哪怕这是极限速度，依然足够可怕。龙游者在樱花国境内大开杀戒，各种武器层出不穷，等离子切割武器、激光武器、纳米技术武器等等，有的甚至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能够如音波一般直接破坏怪物们的脑子。第二天，龙游者向着另一个怪物聚集地飞去，总共10台龙游者在樱花国境内清理怪物。不同的作战场地将给龙科院提供不同的作战数据，这10台机甲搭载的机载武器都略有不同。龙科院将根据这次的数据选择最优的搭配方案。范围强的武器消耗大，能量消耗小的武器攻击范围小。龙游者在干掉怪物的时候，还朝着樱花国一些技术中心走去。搭载的无人机能够自动的去寻找可用的科技技术或者各种信息，这算一点小小的利息。龙国来这清理怪物，自然要付一点路费不是？在蓝星上各个国家暗潮涌动的时候，赵毅终于睡醒了。这一觉睡得舒服啊，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醒来以后，首先来到了铁匠铺跟前，经过6个铁匠的忙碌，无相面具和鹰角弓率先被打造好了。
无相面具说是个面具，不如说是个头套。赵毅拿在手中看了看，随后套在了自己的头上。虽然自己没啥感觉，但是自己的几个手下则感觉到了变化。赵修一脸娇羞地靠了过来，随后靠在了赵毅身上说道：“感觉主人更加威武霸气了。”赵兴在旁边看得羡慕说道：“领主大人无论怎么样都是最强的。看来这个无相面具会根据看到的人不同而给出不同的面。”这个赵修肯定在想一些被屏蔽的信息，而赵兴则好一点。至于赵岸红和赵光义，应该把自己看成了跟他们两个一样的猛男吧。赵毅将面具摘了下来，随后递给了尼古拉斯赵四：“戴上它，你将获得力量。虽然这个力量是虚假的，但是用来唬人再好不过。”尼古拉斯赵四戴上以后，旁人看他的感觉都变了。本来矮壮的尼古拉斯赵四变得高大无比，血量达到了 3W 多，攻击力更是达到了600多。无论是谁看到现在的尼古拉斯赵四，都会以为他是一个英勇的人吧。赵毅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说道：“现在总算有点样子了。”尼古拉斯赵四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自己的头：“多谢领主大人夸奖。”赵毅批判道：“现在不能这样吊儿郎当的，你以后就是一名云游在外的剑客。”剑客？对，你的志愿就是报效玄凤帝国，成为帝国的一份子。赵毅看着远方，意味深长的接着说道：“你要从自己的观念上做出改变，现在的你就是最强大的云游剑客，可不再是尼古劳斯赵四了。”“我不再是赵四了？”“是啊，以后你更名叫赵剑云，你的力量都是货真价实的。”尼古拉斯赵四还没有适应过来，我怎么就变成了赵剑云了？而且这个无相面具给的力量不是虚假的吗？尼古拉斯赵四，不，现在的赵剑云想明白了，就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谁又会相信自己呢？这就是演员的最高境界吧。第187章出息了。赵剑云看着赵毅，明白了一切，随后说道：“领主大人，我明白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赵剑云了。”赵毅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赵剑云的觉悟很高啊，这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用意。那么你现在到底是谁？赵剑云看着远方说道：“我现在是一名云游的剑客，实力深不可测。”没错，就是这样。周围的赵兴还有赵修等人看得一愣一愣的，这两个人到底在玩什么呢？还有这个无相面具不是虚假的吗？为什么领主大人和尼古拉斯赵四都说这是真的呢？搞不明白，领主大人是不是傻了？赵兴小声的说道。赵修直接趴在了赵兴的背上，对着赵兴说道：“可不要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哦。”虽然这些士兵搞不明白，但是在蓝星上正在看直播的观众都明白了，说的跟真的一样，演的再真一点，我就信了。楼上的你居然还没有信？我都已经相信了。从今天开始，没有尼古拉斯赵四了，只有赵剑云。这玩的是哪出啊？虽然尼古拉斯赵四明白了自己的职位，但是他不知道领主大人会有什么事情安排给他。赵剑云，我现在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领主大人，你说。拿着这几个脑袋去玄凤帝国的首都领赏，并且将隔壁国家的阴谋跟国王大人说清楚。这是赵毅安排的一枚重要的棋子。目前末日游戏的波数才过了第8波，后面还需要多少波根本不知道。同时，这个世界拥有自己的中立势力，如果不小心得罪了一帮势力，那么可能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但是现在赵毅可以通过赵剑云跟玄凤帝国扯上关系，那么之后如果有哪个势力想要对付自己，首先要问玄凤帝国答不答应。这相当于自己找了个最大的势力做靠山啊。自己位于玄凤帝国的领土上，又有谁能比玄凤帝国这个帝国更加的强大呢？当然，这一切要等赵剑云完成任务才行。赵毅将一些脑袋递给了赵剑云，有山贼王的，有之前敌方国家的先锋将领。赵剑云将这些脑袋一一收了起来。那么领主大人，我就先走了。赵剑云告辞道。赵毅拦住了赵剑云，随后将另一个东西掏了出来。这个东西是之前在水底遗迹里面找到的一个卷轴，号称海洋 F4，能够召唤出4种生物。对于赵毅来说用不到，但是对于赵剑云来说应该是个不错的东西。赵剑云啥也没说，直接接过，反正自己只要听从领主大人的命令即可。既然领主大人让自己拿着，那就自己拿着。最后赵毅还叫来了自己的黑龙。这条黑龙目前来说没有啥作用，给赵剑云拿去装逼挺好的。赵剑云，这次你过去就骑着这条黑龙吧，不光快点还拉风。既然要排场，那么排场就要足一点。有黑龙做起，想必应该没人敢对赵剑云有什么想法吧。黑龙抬起自己巨大的头颅，仰天长啸。吼！赵毅一巴掌拍在了黑龙的脑袋上，别给我鬼叫，以后出门在外一定要维护好赵剑云的身份。黑龙和赵剑云都是赵毅手下100%的忠诚，对于赵毅的安排自然不会说什么。赵剑云看着眼前的黑龙，领主大人，那么我就告辞了。要是有什么好东西，记得让黑龙带回来，这才是赵毅最关心的事情。玄凤帝国给赵剑云的奖励，
那都是属于自己的。黑龙这个飞行生物，来回的话应该很快。遵命，领主大人。赵建云顺着黑龙的翅膀爬了上去，就连爬的姿势都显得威武无比。黑龙张开自己的翅膀，没过多久就消失在了天边。赵兴看着远去的赵兴说道：“领主大人，今天我们去哪？”赵毅摊开自己的地图看了下，目前来说似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可以去了。那么就开始探险模式吧。想要升级3级大本营，就需要蓝磷矿才行。但是蓝磷矿目前只有一个，想要升级3级的大本营，就必须先找到蓝磷矿才行。而且3级大本营的升级应该有什么附加功能吧？这件事情先放一放。赵毅拿起了铁匠铺上的鹰角弓，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姓名：赵毅，代表国家：龙国，职业：追猎者，生命值640，体力值115，经验值 LV12，11354，17841，攻击力147-164，攻击范围1000游戏距离，攻击类型混乱，暴击几率13%，暴击伤害150%，攻击速度1.11秒攻击一次，防御值10，防御类型国王，个人技能致命一剑 LV2， 毒蛇陷阱 LV2， 人形追踪 LV1， 灵猴守护 LV2， 天赋坚毅 LV2， 洞察之眼反击王者之风。有了这个鹰角弓后，赵毅的射程达到了1000码的距离，这已经差不多是最远的攻击距离了。对比一些其他的远程，差不多有2倍的攻击距离，攻击力147-164，远远超过了目前的赵兴。赵毅有点沾沾自喜，自己的实力经过了这么久，终于达到了领先的地步。除此之外，最让赵毅好奇的就是鹰角弓附带的破灭效果。附加技能破灭，蓄力2秒钟后，对前方1000码范围内一条直线的敌人造成200%的攻击力伤害，200%的攻击力伤害，在不考虑护甲的时候，294至328点，再加上魔女印记的翻倍效果，588至656点，这么高的攻击力，那就是射谁怀孕啊？赵毅现在已经拥有了不错的攻击力和技能，剩下的装备则依然在打造着。赵毅估计等自己下次回来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全部拿到了。赵二第188章大嘎子侯爵。赵二在旁边听到领主大人叫自己，急忙跑了过来道：“领主大人，你叫我？你带着山贼团和黄蜂机炮台继续下去之前的铁矿进行开采。”是，领主大人。赵二带着自己这边的山贼们开始朝着目的地而去。赵毅自己这边则带着赵兴等人前往四周进行查看。营地周围北面和西面已经探查过了，剩下的就是东面和南面。南面是自己来的地方，所以倒是不用去了。那么近距离的地方就只有一个东面了。既然如此，赵毅就让赵兴驾着马车向着东面而去。玄凤帝国境内一个无名农村中，几个农民正在弯腰低头种植着粮食，他们讨论着今年的收成应该不错。这时突然从空中传来一道吼声，犹如惊雷一般。胆小的农民们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胆大的则抬起头看着天空，想要看看是什么东西。但是天空中什么都没有。奇怪了，怎么什么都没有？是啊，我还以为是有什么大罗神仙降世呢。神仙个屁，有神仙的话，有种现在出现在我面前啊。张三，说话小心一点，这话被神仙听到了可不好啊。我才……话音未落，从远处的天空之中又传来了一道嘶吼声，声音震彻云霄。一道巨大的黑色身影从白云之中窜出来，巨大的翅膀遮天蔽日。我的妈呀，这不是龙吗？我们玄凤帝国境内居然有龙！玄凤帝国因为皇家养殖的玄凤得以命名，但是在玄凤帝国的境内可以有凤凰，但是从来没有龙过。此时看到黑色的巨龙，这些农民都睁大了眼睛，不感兴趣。黑色的巨龙显然看到了他们，开始对着他们俯冲过来。这可把农民吓坏了，这条黑色的巨龙可不是他们能对付的。几个胆大的已经开始拔腿就跑，还要什么庄稼？要命才是真的。胆小的腿被吓软了，只能无奈的留在地上等死。咦，你们看，龙背上有人，龙骑士。有人的话，说不定我们就不用死了。几个农民心中生出一股生的希望。黑色的巨龙落地，激起一片尘浪，大地都颤抖了几分。众人这才看清，龙背上果然有人，而且还是个极其威武霸气的人，身高2米左右，全身穿着金色的盔甲，这个盔甲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在了里面，身后背着一把大剑。这个人就是赵建云。此时的他已经迷路了，刚好看到这里有农民就降落了下来。各位老人家，请问玄凤帝国的首都怎么走？农民看着眼前的赵建云，随后指了指一个方向道：玄凤帝国首都玄凤城就在这里不远的地方，你沿着这里飞行半日便到。
多谢。赵建云得知了方向，翻身上了黑龙。黑龙张开自己长达6-7米的双翼，朝着远方飞去。我的妈呀！刚才真的吓死我了！农民们身子软了下来，瘫倒在地上。刚才他们都已经自己死定了，没想到居然是个问路的。阿艾夫合众国与玄凤帝国的边境处，这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阿艾夫合众国的人将这里的驻守部队全部歼灭。此时的他们正在打扫战场。一名满嘴络腮胡、头上戴着盔甲的中年人站在高处俯瞰着下方。玄凤帝国和阿艾夫合众国的平衡将由自己来打破。这时，旁边的一名副官跑过来说道：玄凤帝国所有的通讯兵已经全部被拦截住了。另外，玄凤帝国的大嘎子后爵愿意帮助我们隐瞒这次消息，条件是以后攻占了玄凤帝国，他要做大嘎子公爵。可笑！满嘴络腮胡的中年男子冷笑了下。玄凤帝国有这样的侯爵，难怪变得如此脆弱不堪。不过他的条件答应也无妨，无论是公爵还是侯爵，反正都将是阿艾夫和众国的天下。如果他能够阻挡一部分人的通风报信，那么再好不过了。虽然手下汇报的是所有的前进人员都被拦了下来，但是事有万一啊！你告诉他，我不光让他做大嘎子公爵，还让他做国王之首，只要他能将这次奇袭的事情隐瞒住即可。是。这个副官行了下礼，随后就向着远方跑去。中年男子得意地笑了笑，随后问着旁边的人说道：之前安插在玄凤帝国中的人怎么样了？身后一名穿着皮甲的金发女性走上前说道：报告，罗元帅，我们已经在这里找到了周天的信号，他已经穿过了这里，深入了玄凤帝国的内部。他带的士兵都是隐秘为主的，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是难于被发现。罗元帅点了点头，一切似乎都在往正常的路线发展。自己准备这场战斗已经3年了，可不能功亏一篑啊！目前玄凤帝国应该还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动向，自己只要慢慢前进即可。距离这里最近的城市是哪里？就是大嘎子侯爵所在的落叶城，然后穿过落叶城就是罗景镇了。行吧，那我们就先去落叶城吧。金发的皮甲女性微微点头，随后就下去安排了。他们不知道准备多年的计划已经被赵毅给发现，此时的赵建云正在前往首都的方向。玄凤帝国落叶城，打开城门，前线有重要消息需要禀告大嘎子侯爵。落叶城的城门之下，有一名骑兵停在下面，此时的他气喘吁吁。前不久时间，埃尔夫合众国突然举兵入侵，他和几个兄弟拼死杀出重围，向着后方报告。虽然自己的几个队友都死了，但是好在自己杀了出来。只要能将这个消息带过去，大嘎子侯爵一定能够在这里阻挡住敌人的进攻，玄凤帝国也能有时间反应过来。城门上的守军听到了下方的呼叫声，急忙将城门打开。驾！负责通讯的骑兵拍着自己胯下的骏马，向着城内冲去。没过多久，他就来到了大嘎子侯爵所在的地方。快快禀告大嘎子侯爵，就说前线来了战报。骑兵急忙地说道。第189章新的可能。大嘎子侯爵的守卫听到后，其中一个人向着里面进行通讯。书房之中，大嘎子侯爵看着阿艾夫和众国传来的迅雷鸟信息，大拇指和食指摆弄了下自己的8字胡。国王之首嘛，似乎不错呀。但是这一看就是假消息，阿艾夫和众国的国王之首怎么会让自己来当呢？不过能让自己当公爵就行了。以玄凤帝国的实力，目前来说根本无法阻挡住阿艾夫和众国的进攻。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自己的城池将会被攻破，自己成为阶下囚。与其这样，不如直接投降，混个公爵当当，岂不是更好？国王之首的念头倒是不用想了。这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说门外的守卫在外面说道，门前有位自称是前线来的人，说是有重要的消息要禀告。这么快就来了吗？大嘎子侯爵将手中的信件放在蜡烛底下烧掉，随后说道，让他进来我的书房。是。没过多久，这名气喘吁吁的骑兵就走了进来，守卫将门给关上。硕大的书房之中，只听到骑兵不停地喘着粗气。见过大嘎子侯爵，有什么事情快说吧。前线阵地遭到攻击，还请侯爵大人速度禀告玄凤帝国皇室。遭到了攻击，阿艾夫和众国。是的，骑兵低头说道。大嘎子侯爵站了起来，随后取下了书房上挂着的佩剑。这些佩剑虽然是装饰用的，但同样锋利无比。骑兵看到这里，内心有点高兴，看来自己不光逃过一劫，还能拿到奖赏呢。骑兵低着头，双手呈上，准备接过这把佩剑。大嘎子侯爵看到这个情况笑了笑，你禀告有功，我就奖励你，去死吧。说完，挥动着手中的佩剑，一剑将眼前的骑兵斩首。骑兵本来突出重围的时候就血量不足，此时自然被一剑解决。门外的守卫听到动静急忙跑了，看到书房中的情况微微一愣。侯爵大人，这是怎么了？
大嘎子侯爵假装生气，将佩剑扔在了地上。哼，你们进来的时候有没有查明他的身份？这个属下们听到他说前线有情况，就急忙进来汇报了，并没有查明身份，自己下去领20军帐，同时将这名刺客给我扔出去。是，命令整个落叶城戒严，所有人都不许进出。大嘎子侯爵补充说道。这么做就是为了以防走漏风声，至少在艾尔和众国来之前，自己这边不能出现差错。是，属下们说完就将这个倒霉蛋拖了出去。赵毅这边一路向东，居然让他发现了另外一个营地。这个营地似乎不是人类的营地，但似乎又不属于这个中立的世界。咦，这些东西怎么长得像蜥蜴人啊？我觉得是挺像的，而且同样还有箭塔之类的东西。这是不是召唤的士兵啊？这倒是有可能，但为什么没有看到领主？营地之中的蜥蜴人来回巡逻，显然没有发现赵毅的存在。末日游戏中的观众们觉得十分的奇怪。奇怪的是，末日游戏居然没有给出数据，这倒是有点稀奇。要知道，自从游戏改版以后，末日游戏已经能够提供中立势力数据了，唯一不能提高的只有代表者本身和他所带领的士兵，就连黑暗公会的魔女之类的特殊人物也是能够查看的，就是都是隐藏问号而已。但是隐藏问号那也是可以查看的，但是眼前的这个营地生物却不可以，除非有一种可能，眼前的营地是一个代表者的营地，但是目前代表者还没有回到这个地方。但也不对啊，代表者所属的国旗不认识，奇怪，这是哪个国家的国旗？我怎么没见过？是啊，画的跟一个鬼画符一样，什么鬼东西？没见过。以我30多年鬼画符的经验来看，这应该是个文字。楼上说的跟真的一样，我差点就信了。龙国地下基地中，龙老等几个长老看着眼前的屏幕，略感惊奇。这是国家代表者的营地吗？我怎么没见过？老九此时已经打完电话，回道：我刚才问了下，负责直播检测的人说没有检测过这个国家代表者的营地。这个营地虽然像国家代表者，但应该只是凑巧。听到老九的话，众人点了点头。这个末日游戏里面的东西千奇百怪，有机器人，有东方人物，还有西方魔幻的魔法。而这个末日游戏的人对于这一切倒是感觉挺正常的，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对。钱老看着眼前的屏幕，嘴里的玉米汁顿喝了几口，随后说道：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确实是一个国家代表者的营地？老八听到后有点不明白，说道：代表者营地，但是这个士兵国旗位置的图案我们根本没有见过呀。钱老放下手中的杯子说道：很有可能这不是蓝星上的国家。听到钱老说的话，众长老倒吸一口凉气。从这个末日游戏开始，众人就觉得这是一场只针对人类的末日游戏，目的就是玩弄人类，以达到制作这个游戏背后人的恶趣味。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末日游戏中还有其他世界，或者说其他星球的东西。想想好像也挺对的。末日游戏为什么制作成这个样子？什么生物都有，什么人类怪物都能见到，甚至还有一些根本没见过的东西。那是因为这个末日游戏中本来就是万族之地，而这个末日游戏世界其实是个万族战场，人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罢了。那为什么游戏公告中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呢？老八好奇地问道。钱老回道：一方面这只是我的猜测，另一方面可能每个星球先自己内部争夺，当这个星球的代表者数量死亡的差不多的时候。钱老顿了顿说道：那个时候就全部都是精英，再让这些精英们进行厮杀，岂不是很有趣？这就是万族战场开启的时候。第190章，给我们露一手。众长老沉默不语，但这只是钱老的猜测而已。赵毅通过自己的系统已经知道了这个营地的秘密，真相就是钱老猜测的这样，这里是另一个星球的国家代表者。而之所以没有末日游戏的提示，那是因为每个星球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榜单，这个榜单只统计一个星球的国家对比，这就造成了赵毅等人一直以为这个末日游戏中只有人类代表者，其实这里包含着万族，而万族战场目前还没有到时间开启。末日游戏想要在这个游戏中将所有的国家代表者进行优胜劣汰，随后才是万族战场之战，但是没想到却被赵毅提前发现了。赵毅看着远处营地的蜥蜴人，这个代表者的实力并不怎么样，箭塔只有4个，而且都是初级的箭塔。另外就是士兵的数量也不是很多，最多不超过10个。系统，给我看看这些士兵的属性。虽然末日游戏系统没有提供这些士兵的数据，但是自己可以通过神级提示系统来看。姓名：蜥蜴卫士，种族：兽人，生命值1950，攻击力199-210，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0.8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中甲，移动速度
快！个人技能转换形态，蜥蜴人能够转换自己的形态，攻击类型转换为穿刺，射程转为600码。个人技能剑术大师，剑类武器的提升效果正 50%。天赋蜥蜴盔甲，受到的魔法伤害和穿刺伤害减少 30%。简介：没有生物能够比蜥蜴人更强大，除了女蜥蜴人。属性来说还不错，生命值够高，攻击力也强，而且还能够转换形态，一个士兵2个用处啊！但肯定打不过自己这边，不过还是要小心一点，代表者士兵的数据可以被天赋和装备给加成，所以属性可能比实际的要高上不少。赵光义血量看起来可能不到4000，但是加成起来恐怕已经快到5000了。这就是赵毅天赋中的坚毅效果，而眼前的这个蜥蜴人还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天赋。每个星球都有自己的排名，前几名都能获得不错的奖励。赵毅不会小看任何人。系统，如果我把这个营地毁掉的话，会有什么变化吗？叮咚宿主如果攻击了编号为 M77星球的生物的话，将提前开启万族战。万族战，那就是大混战的开始。本来以为这个末日游戏里只有人类一个种族，看来还是低估了末日游戏的实力。那么我有什么奖励吗？叮咚，如果宿主击杀了其他星球的代表者，所在代表的国家和本身都能获得不错的奖励，具体奖励是随机的。原来有奖励啊，那就行了，只要有奖励，开不开启国战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自己拿到奖励就行。所有人准备好了，我们要拿下眼前的这个大本营。放心吧，屋主，这种营地我能拿下10个。赵光义大声地说道。不远处的蜥蜴人明显感觉到了这里的不对劲，一个蜥蜴人小心地朝着这边走来，手中的弯刀透着一股死亡的气息，显然这是一位久经沙场的人物。好家伙，这就是大圣密谋吧？既然如此，那就不用隐藏起来了，给我杀！赵毅抬起头，对着过来查看情况的蜥蜴人就是一弓箭。-156，嘣！爆炸箭的模式直接让这个蜥蜴人及其周边的蜥蜴人都受到了不小的伤害。蜥蜴人们听到这个爆炸声，转头看向赵毅这边，随后微微一愣。人类这个东西，他们已经见识到了。毕竟目前这个地方就是人类所处的国家，但是还没有见过人类的代表者。巨大的赵光义拿着手中的巨锤，对准过来的蜥蜴人就是一下。-396，圣光之锤能够造成2倍的效果，直接将这个蜥蜴人晕在了原地。2秒钟时间，这个蜥蜴人就倒在了地上。这可吓坏了蓝星的观众。这就开始战斗了？不先弄清楚情况吗？这还弄啥情况？人身在外，不服就干。就是，我一看这个蜥蜴人就不是好东西。远处的蜥蜴人明显被突然出现的几个家伙吓到了。2个拿弓箭的一男一女，2个站着犹如铁塔一般的士兵，居然比自己这边的蜥蜴人还要高大。最后还有2个拿着权杖的家伙，给我消灭他们！在这帮蜥蜴人的后面，有一个手拿权杖、穿金戴银的家伙，大声地说道。同时，手中的权杖发射了数枚奥数飞弹，攻击着赵光义。对于能够听得懂蜥蜴人的说话，赵毅倒是没有什么意外的，因为这个肯定经过了末日游戏系统的转换。面对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们说的鸟语自己同样能够听得懂。剩下的9个蜥蜴人拿起自己手中的弓箭，瞄准了冲过来的赵光义，但是效果实在太差了。除了拿着权杖的蜥蜴人能够打出200点伤害外，剩下的弓箭手最多只能造成不到100点伤害。这点血量，身后2个牧师瞬间就奶满了。尼玛，这还怎么打？拿着权杖的蜥蜴人长大了嘴巴，自己这边一轮攻击，结果连个血皮都不掉。他不了解赵光义身后的2个牧师，误以为能够一直加血，这种情况根本没办法打。后撤，退回营地。看到蜥蜴人全部跑进了防御塔中，赵毅倒是不急不慢的过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箭塔的攻击射程好像只有600吧。赵鑫的射程都是750了，轻而易举的能够无消耗的拔塔。蜥蜴人冲进了营地之后，手中拿着弓箭，小心的看着一步步走来的赵毅等人。赵鑫，给这帮绿家伙们露一手。是，领主大人。赵鑫往前走了2步，随后拉开了手中的弓箭。第191章，击杀其他代表者。远程攻击的蜥蜴人瞪大眼睛看着，不可能吧？这个距离差不多超过700码了，能有这么远的射程吗？嗖！赵琦对着远处的防御塔就是一箭，随后就是一箭接着一箭。虽然这个基础箭塔是成甲的护甲，但是也经不住这样的无消耗。远处的蜥蜴人都看呆了，怎么会有这么赖皮的人？居然站在自己防御塔攻击不到的地方进行射击，这不是耍赖吗？看看这些蜥蜴人惊讶的表情，我已经从里面读懂了2个字：耍赖。可不就是耍赖吗？只准我打你，不准你打我。这帮蜥蜴人如果冲过来的话，那估计更加惊讶了。蜥蜴人看着自己的防御塔被攻击，怎么可能坐视不管？手里拿着弓箭就向前走去。
你不是就手长一点吗？我们这边有9个弓箭手，难道还打不到你吗？嗖嗖嗖！因为这帮蜥蜴人进入了赵兴的攻击范围，赵兴的分散攻击体现了出来。总计10支箭矢朝着9个蜥蜴人外加一个防御塔飞去，每人1支，不多不少。尼玛，这是什么技能？一旁看着的蜥蜴人代表者头皮发麻，这一个人就能同时攻击自己这边10个了，这不是耍赖皮吗？你攻击距离远就算了，居然还能同时对10个人进行攻击，这游戏还玩不完了？蜥蜴人之前防守怪物的时候还没觉得这个游戏有啥难的，此时算是体会到了。但是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蜥蜴人只能顶着箭雨前进。赵兴的超快攻击加上散射效果，一个人就打出了成吨的伤害。眼看着蜥蜴人就要够到攻击距离了，赵兴居然往后面跑了几步，随后又掉头攻击。仗着自己攻击距离远和移动速度快，赵兴开始了无损失消耗。对面跑了，自己就拔塔；对方追过来，自己就跑。赵兴的血量不高，不可能跟这帮蜥蜴人硬抗。对面的蜥蜴人如果攻击着最前面的赵光义，那就随便他们吧，反正身后2个牧师一口就加满了。同时，这帮蜥蜴人还要接连不断的承受赵兴的箭雨攻击。轰隆隆，一个基础箭塔在赵兴无消耗的攻击下给射爆了，剩下的蜥蜴人则全部被堵在了大本营里面。赵兴等人慢慢推进，赵光义顶在前面，赵兴等人跟在后面慢慢攻击。赵毅看到这帮蜥蜴人的血量已经只剩下500多了，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估计对面也翻不出什么水花来。上吧，解决他们。是，无主。赵光义举起自己的巨锤就冲了过去，同时施展了群体嘲讽。那帮蜥蜴人本来想要后撤的，突然全部不受控制，强行攻击着赵光义。嗖嗖嗖！赵兴则在这段时间中对着这帮蜥蜴人进行着攻击。没过多久，这帮蜥蜴人就倒在了地上。最远处拿着权杖的蜥蜴人大惊，防御塔被拔了，自己的手下也死了，还是赶紧撤退吧。但是他刚准备跑，就被赵暗红顶上了。赵暗红单体嘲讽，强制这个蜥蜴代表者攻击着自己。赵光义上去就是一锤，直接将他锤翻在地。叮咚，蓝星龙国代表者击杀了 M77 星球的嘎拉代表者，提前开启万族之战。与此同时，星条国等国家代表者全部抬起头看着天空。刚才那个提示他们都听到了，似乎龙国代表者击杀了一个什么玩意，开启了万族之战。什么是万族之战啊？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啊，恐怕只有龙国代表者知道了。好像击杀了一个 M77 星球的家伙，这是一个什么玩意？蓝星的代表者们一脸的懵逼，现在是啥情况？万族之战开启，所有星球的代表者将相互厮杀，被其他星球的代表者击杀将无法继续复活。没办法复活了？还有其他星球代表者？我去，我以为就我们几个各个国家代表者呢，没想到居然还有其他星球的代表者。我连我们国家都没出去呢，现在居然直接进行了宇宙种族战了。楼上的还好，只是自己国家没出去，我连我们市都没有出去过。所有的代表者都感到震惊无比，他们本来最放心的复活，居然直接没用了。虽然被中立生物和自己的星球的人击杀依然能复活，但是被其他星球的人杀了，那可就是真的死了。蓝星龙国地下基地，龙老听着游戏系统的播报，随后对着旁边的钱老说道：没想到事情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这个末日游戏不光有我们人类一个种族。钱老点了点头，只是赵毅这边提前开启了万族战场没有问题吗？要知道越晚开启，自己这边发育的时间越久啊。龙老回道：那可不一定，你在发育的时候，对方也在发育。不管怎么说，我们龙国必须准备好应对这一切。万族之战中，被淘汰的国家代表者所代表的国家将会每一波承受最大程度的怪物入侵，直到这个国家灭亡。这份公告倒是没有人感到意外，代表者都死了，那么每天晚上的塔防防守可不就守不住吗？还好现在变成了3天投放一次怪物，被消灭的国家能够有一定的时间进行准备。但是随着怪物的不断变强，国家被毁灭只是早晚的问题。万族之战中，每次击杀其星球的代表者都能获得积分，当积分达到一定数量后，可以用于特殊奖励。赵毅看了看自己眼前的栏目，除了一开始的建筑、交易、属性等，又多了一个叫万族之战的栏目。赵毅点开看了下，这个栏目中多了很多道具，大部分都是跟 PK 有关的，比如说防护罩、探索器等东西。使用防护罩的话，可以在3天内大本营处于无敌状态，这个东西将会很好的规避一些伤害，售价是45个积分。而之前的战斗，赵七总共才拿到了10点积分。第192章玄凤和黑龙，这个积分看起来好像是击杀了代表者的士兵就能拿到的，但好像又不是，因为赵毅之后又将蜥蜴农民给击杀了。这些蜥蜴农民比蜥蜴战士要小很多，
血量跟自己的农民差不多，击杀他们似乎没有积分奖励。不过有一点赵毅还是知道的，那就是想要获得积分就要不停的战斗。叮咚，蓝星龙国代表者成功击杀，获得第1滴血荣誉，特别奖励蓝星龙国代表者金币 X5000。5000个金币，赵毅愣在了原地，自己突然之间就有钱了，这个万族之战开启的值啊！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叫上自己。本次万族之战所有介绍结束，请各星球的代表者加油。系统的话语结束以后，众代表者依然还没有反应过来，只因为之前的提示过于震撼。此时的末日游戏中，所有星球的代表者都知道了其他星球代表者存在，蜥蜴人、虚空生物，还有一些长得奇形怪状的东西，他们都是各个星球的代表者。对于其他种族，他们有一种本能上的抵制，这种抵制来源于对其他种族的未知和恐惧。如果2个星球的代表者遇到了一起，一定会拼个你死我活的，因为谁都不会相信对方能和自己独处，只有将对方消灭，他们才能真正的觉得安全。赵琦看到自己灭掉蜥蜴人营地后，准备回去自己的大本营。万族之战已经开启，自己必须尽快加强自己的部队才行。赵光义、赵岸红等人确实厉害，但是恐怕在以后的战场上将会越来越微弱。这个微弱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实力变弱了，而是他们改变战局的能力将不会像以前那么强。这5000个金币加上之前的774个金币，可以建造一个步兵团出来，之后将会凭借着人数的优势战斗。另一边的赵建云乘坐着黑龙向着玄凤帝国的首都飞去，他的背包中背着2个脑袋，还有一份信件。此时的玄凤帝国还不知道西部边疆被阿艾夫和众国国家入侵的事情，希望能够有点好的奖励吧。赵建云坐在龙背上喃喃地说道，如果能够在玄凤帝国混到高位，说不定就能给自己的领主大人带来点好处。一切还要等见到王室才能知道。此时的宫殿之中，玄凤帝国的国王正在召见某个城的城主。王位之上，满头白发的国王摸了摸自己白色的胡须。你是说你的城池遭到了山贼的进攻，危急关头有条黑龙从天而降救了你？是的，国王陛下，那条黑龙巨大无比，烈焰能够直接将山贼们毁灭。玄凤帝国的国王低头思考了一会，龙这个东西确实存在，但是不应该存在我们玄凤帝国。玄凤帝国的象征是火凤，火凤可燎原，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龙。没想到现在居然出现了黑龙，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不管怎么说，这条龙反而帮助了自己这边，如果知道背后是什么人帮助的，拉拢过来也是挺好的。那么你对龙背后的这个人有什么看法？城主站在旁边直接说道，这个人想必是个高人。看到国王陛下无语的样子，城主解释道，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心怀大义的高人，操控黑龙帮助了我们城池，却从来没有露面，想必已经看透了荣华富贵了。这种人给他钱反而会觉得是对他的侮辱。赵毅如果知道这玩意还能拿到奖赏，一定会大喊就是我做的。还有就是这种侮辱请给我多来一点。国王点了点头，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会派人在附近进行搜索，看能不能找到这条巨龙和他背后的人。另外你的城市我会安排款项给你修缮。多谢国王陛下。城主鞠躬行礼。此次过来，一方面是向国王汇报山贼和黑龙的事情，另一方面就是要钱了。这时一个护卫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路上还摔了一个跟头。国王陛下，大事不好了。国王陛下皱了皱眉，玄凤帝国这些年来风调雨顺，还从来没有见过手下这副慌张的模样，难道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国王陛下，外面有条黑龙。侍卫惊慌地说道。想起刚才的黑龙，他就感到震惊。这条黑龙巨大无比，遮天蔽日，巨大的头颅跟房屋一般大小。黑龙！城主听到士兵的汇报，忍不住说出了声，随后对着国王陛下说道，国王大人，说不定这条黑龙就是我之前看到的。白发的国王大人想了下，好像确实有这个可能，总不会自己的玄凤帝国突然冒出来这么多的龙吧？这里是玄凤帝国，可不是黑龙王国。现在黑龙怎么样了？国王问着殿前的卫兵。卫兵回道，现在玄凤大人们正在和黑龙在上空对视着，目前来说，因为玄凤大人的关系，黑龙还没有降落。玄凤帝国因为玄凤得以命名，玄凤既是这个国家的吉祥物，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强大兵器。玄凤们只听令于这个国家的皇室，这让这个国家的皇室们得以永生。那我们出去看看吧。国王说完，从王之上站了起来，随后和朝着殿外走去。玄凤帝国的首都，国民们看着天上的黑龙和玄凤讨论着，这条黑龙从哪里来的？居然如此的巨大。是啊，龙背上还有人呢，这就是龙骑士吗？这实力得多强大啊！我们的玄凤也不差啊，长得多么的漂亮。天空之中，3条玄凤张开自己的翅膀，阻拦在黑龙的跟前。
它们的羽毛犹如火焰一般，在上面附着着红色的魔法，羽毛上的图案仿佛一个个眼睛。3只玄凤就这样飞着，丹凤眼看着眼前的黑龙。相比这条黑龙，他们更加忌惮龙背上的这个人。这个人实力雄厚，居然不输给玄凤帝国的剑圣。因为对方来历不明，3条玄凤也不敢攻击，万一得罪了人可不好。第193章高人赵剑云。但是也不能让他下来，这是玄凤帝国的地盘，所以他们只能在这僵持着。赵剑云站在龙头上，看着眼前的3个凤凰，一张国字脸似乎透露着一股不屑，看似稳如老狗，实则内心慌的一笔。啥情况啊？怎么突然就冒出来3个火凤包围了自己？早知道就自己走来了，领主大人非要说拿着赵黑装逼用，逼是装到了，但是能不能走就是个问题了。如果3个玄凤攻击过来，这只黑龙可挡不住，自己就更不要说了。一定要稳住，记住领主大人说的，我现在就是云游在外的高人，强大的剑客，一个人就能对付眼前的3个凤凰。想到这里，强大的气势从赵剑云身上散发出来，3只凤凰忍不住后退了半步，同时羽毛开始竖起，他们感觉到了本能的恐惧。底下的居民们感觉到了一丝阴冷，这居然是天上那个男子发出来的。远处的禁卫军，一名身穿铠甲的男子被这股气势惊到，好强大的气息，真想和这人比试一下。皇宫之中的某个房间之中，一名少年正在练剑，旁边的是一个抱着剑的剑客。这名剑客就是玄凤帝国的剑圣。此时的他似乎有了察觉，他敏锐的感知，觉得有强敌出现。师傅，怎么了？正在练剑的王子问道。没什么，你接着练剑吧。剑圣缓缓地说道。这个强敌似乎没有发出杀气，应该是过来有事吧。虽然对方很强，但剑圣觉得自己更强。就在天空之上，黑龙和玄凤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时候，皇宫之中走出来一名白发老人，他的旁边跟着侍卫和一个城主。范儿们，下来吧。玄凤提名了下，虽然不甘，但是他们听命于现任的国王。他们张开自己的翅膀，随后飞回了皇宫深处。平时他们就在那里活动，不遇到特殊情况不会出来。这些凤凰从玄凤帝国第1代国王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来不停的涅槃重生，永远守住着玄凤帝国。赵剑云看到3只大凤凰走了，总算松了口气。好家伙，差点以为要死在这里了。这3个凤凰身上散发的火焰，把自己发型都烧乱了。整理下自己的发型，赵剑云让黑龙降落在了皇宫前的广场。这个广场早就已被玄凤帝国的卫兵疏散完毕，此时降落在这里刚刚好。黑龙停稳在广场之上，随后将翅膀平放在地上，赵剑云顺着翅膀走了下来，可谓是逼格满满。玄凤帝国的国王看到这里有些惊奇，虽然龙骑士自己曾经在其他国家见到过，但是龙都有自己的傲气，很难像这样的乖巧。只可能是这条强大的黑龙被眼前的这个人的实力折服了，所以才如此的忠心耿耿。这个人的实力究竟有多么恐怖啊？赵黑看着远去的赵剑云，巨大的鼻孔喘着一股白色气息。哼，如果不是领主大人的命令，高低得给这装逼的小子来上一脚。赵剑云下了龙背以后，一眼就看到了国王所在。看来自己的计划虽然中途被3个凤凰阻止了，但到头来还是得以顺利进行。国王旁边的城主有些激动，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派出黑龙帮助自己的吗？当真是实力深不可测呀！自己在他面前犹如蚂蚁一般渺小。这就是帮助你的那条黑龙？国王看着激动的城主问道。如果是这条黑龙的话，确实值得拉拢。此人不同凡响，上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还是遇到剑圣之时，就是不知道拥有这条黑龙的人愿不愿意成为玄凤帝国的一份子。是的，国王陛下。城主回道。如果陛下愿意的话，微臣愿意上前说服他。国王点了点头，这样的人即使不能成为玄凤帝国的一份子，也不能成为敌人。自己这边无论怎么样都要与之交好才行。赵剑云来到白发老人的旁边，随后微微鞠躬说道：见过国王大人。免礼，终于见到你了。国王大人开口说道，神色有些激动。细看之下，才发现这个中年人不得了啊，气势磅礴，不怒自威，站在他的面前仿佛在面对千军万马一般。这样的人很难让他放手啊。赵剑云有些懵，自己好像第一次见到这个国王大人吧，他怎么就是终于见到我了？难道我的行踪已经被暴露了？不应该啊。白发国王大人看到赵剑云皱了皱眉，知道自己太过唐突了，慌忙解释道：之前你不是让这条黑龙帮助了我们玄凤帝国的一个城池吗？我从那天起就一直想要见你了。旁边的城主听得一愣一愣的，你不是刚刚才想见吗？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从攻城开始了？我让黑龙帮助了玄凤帝国。赵剑云回头看了下赵黑，好像赵黑确实有一天跑出去，然后回来后被罚倒立来着。难道是他那次偷偷跑出去反而立了大功？这可是真是离谱他妈开门，
离谱到家了。赵建云假装笑了笑，那日我看玄凤帝国的城池有难，特地让黑龙过去帮忙，没想到最终还是暴露了。城主急忙说道，我就知道英雄不在乎钱财权力之类的身外之物，英雄真乃神人也。这其实我挺在乎的，但是看了看城主真切的眼神，赵建云还是将嘴里的话咽了下去。他不能破坏一个人心目中的梦想，而且如果自己确实是个高人的话，确实应该是金钱为粪土才对。见到赵建云没有说话，国王大人说道，本来要奖励你金币千枚的，既然英雄不在乎这些钱财之物，那我也不强求了。不，赵建云看着国王说道，这些钱财我赵建云要了，但是眼下似乎只能承认了，而且这件事情还是好事，说不定能够弄点奖励。我过来就是收礼的，你真当我是免费的工具人吗？既然知道赵黑之前出过力了，那怎么也得弄点好处回去啊。第194章，两个脑袋。城主和国王微微一愣，这似乎与之前想象的世外高人不太一样啊。赵建云转头走了2步，看着远处的天空说道，我曾经是位云游的剑客。国王看了城主一眼，不知道这位高人为什么突然陷入了回忆。两人没有打断赵建云，想看看他到底说些什么。有一次我来到了一个落魄的山庄，里面正在遭受山贼们的进攻，虽然我及时的赶走了这帮山贼，但是死掉的人再也无法复活。我曾经以为只要实力强大就能解决所有的事情，但是直到那次我的想法改变了。看着趴在亲人尸体前哭嚎不断的小孩，我的兜里居然连半毛钱都没有。如果我之前不是那么的自负，说不定能给这个小孩活下去的钱财，但是我没有，所以哪怕以后遭受到不解、疑惑、指责，我也会收下别人的谢礼，只为了能够在下次遇到这个情况下给这些小孩活下去的勇气。说完，赵建云挤出了2滴眼泪，仿佛自己曾经真的经历过这些事情。国王大人听到这个情况，一时之间百感交集啊。确实，自己这边终究是俗人，当眼前的高人没有视金钱为粪土的时候，自己确实充满了不解和疑惑。但是没想到，这位英雄不光是个高人，还是个身怀大义的高人啊！是我等目光短浅，无法理解高人的境界。高人宁可承受世人的眼光，也要帮助这些孩童。身为国王，我自愧不如。来人啊，拿金币1500枚赏赐给这位高人。赵建云暗自高兴，脸上假装震惊说道，这怎么可以？不是说好的1000枚金币吗？这是我为孩子们尽的一份力。旁边的侍卫抬出来一个大箱子，赵建云走上前去打开一看，里面果然都是金灿灿的金币啊！这个东西自己的领主大人最喜欢了，他看到这个东西一定会很高兴的。赵建云笑着将宝箱给盖上了，随后说道，既然如此，我替孩子们谢谢国王陛下了。国王摸了摸自己的胡须，这样的话算不算自己和这个高人又进了一步呢？赵建云回头对着国王说道，其实我此次过来还是有其他事情要说的。哦，高人有什么事情？这倒是让国王有点稀奇，什么事情居然让高人来主动找自己了？赵建云看着四周说道，此次事情非同小可，还请国王找个地方细说。明白，高人跟我来，叫我赵建云即可。赵建云不好意思说道。国王大人将赵建云安排在了一个房间之中，随后召集了国王之首、剑圣等人在内的几个重要大臣。不管什么事情，这些智囊团都是要做的。大殿之上，赵建云走了进去以后，旁边2个侍卫将门重重的关上。国王坐在王位上，旁边站着的就是玄凤帝国的剑圣，锐利的眼神看得赵建云有点不自在，自己就像是裸女一样被看得毫无保留。国王开口说道，赵建云，你有什么事情说吧，这里都是自己人。赵建云看着周围的人，随后说道，我这次来还带来了2份大礼，第一个是黑风寨大当家的脑袋。说完，赵建云将一个袋子丢了出去，旁边的国王之首拿起来看了下，随后转头对着国王说道，确实是黑风寨唐琪的脑袋。白发国王听到后满意的点了点头道，赵建云，你又替我解决了一个麻烦啊。黑风寨位于边疆，那里本来就鱼龙混杂，而黑风寨又是其中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当地的领主几次前去围剿都没有成功，主要还是黑风寨人多势众，而且占据着天险，易守难攻，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没有剿灭以后，最后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到现在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被眼前的高人给灭了。如果说之前国王对于赵建云还有点怀疑，那么此时已经十分的相信，唐琪这样厉害的人都死掉了，证明眼前的赵建云实力十分强悍。国王之首看了看赵建云，随后对着国王说道，国王大人，这位勇士是……国王缓缓道来，众人听到了黑龙帮助守城，心里又惊又喜。惊讶的是玄凤帝国居然还有这种人物，喜的是玄凤帝国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能将这个人留下，必定加强了玄凤帝国的实力。赏，给赵建云金币1000枚，这样就是2500个金币，太赚钱了。赵建云内心笑出了花。
国王旁边的剑圣抱着剑上下打量着赵建云，此人看起来很厉害，但是气势又感觉有丝丝的不对，不知道是自己这边的问题，还是对面的问题。国王开口说道：“赵建云，可否愿意在玄凤帝国做个一官半职？”“不愿意。”赵建云开口说道。众人听到这个消息，叹了口气。果然，如此强大的人不是那么容易拉拢的。赵建云装了下逼，随后说道：“不愿意，那是我以前的回答，现在的我愿意加入玄凤帝国。”国王大人刚刚低下的头再次抬起，说道：“这是为何？”赵建云将另外一个脑袋丢在了地上，说道：“此人是阿艾夫和众国的先锋将领，已经被我斩杀。”阿艾夫和众国，众人听到这个名字大惊。玄凤帝国和阿艾夫和众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双方之前一直保持着某种平衡，但是不久前，阿艾夫和众国仿佛有高人帮助，实力大大获得了增强。玄凤帝国的人预估，10年之内，阿艾夫和众国一定会突破边境的。没想到现在来了一个人，居然送上了阿艾夫和众国的先锋将领脑袋，这如何叫他们不震惊？国王之手拿着地上的袋子打开来一看，果然是阿艾夫和众国的将领头颅，而且这个人他还认识，叫周天，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赵建云，这个人你是在哪里斩杀的？国王之手好奇地问道。第195章，预言成真了。赵建云回道：“是在两边的边界之处，这对来自阿艾夫和众国的士兵，我看他们图谋不轨，没想到居然是阿艾夫和众国的先锋部队。”听到赵建云这么说，国王大人以及旁边的国王之手等大臣低头沉思了一下。虽然知道阿艾夫和众国会不满足于现状，但是没想到却来得如此之快。他们预计的最早也要几年之后了。一时之间，众人不知道该不该信。虽然这个人是来自阿艾夫和众国的将领，但也不代表会是在玄凤帝国的境内死的。以眼前这个赵建云以黑龙当坐骑的能力来看，只身一人前往阿艾夫和众国击杀了周天也是可能的。随后为了引起两国的交战，特别来到此处告诉玄凤帝国阿艾夫和众国入侵的事情，目的就是引起战争，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万一真的是阿艾夫和众国的入侵，那自己这边必须做好准备才行，要不然以阿艾夫和众国的能力打到首都来只是时间问题。白发的国王拿不定主意，随后说道：“诸位，你们是怎么看的？”国王之手站了出来说道：“我相信眼前的赵建云不会欺骗我们，阿艾夫和众国的想法，就连路边3岁的小孩都知道，孩子们甚至还编写了诗词童谣。阿艾夫和众国之心，每一位玄凤帝国的人都是知道的。就算现在阿艾夫和众国没有入侵，那也是早晚的事情，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国王陛下听了点了点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必须做好准备了。边界需要加强防守，从北方围墙之处调集兵力前往西边支援，同时号召领地内的领主们，让他们共同派兵出击。唇亡齿寒的道理，相信他们都会懂得。这时，另一位大臣走了出来，他与国王之手这样的好战派不同，他觉得不打仗才是最好的。如果这件事是赵建云一手搞的鬼，那岂不是上了当？国王大人，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有待商量，这件事情的真真假假还不知道。但是眼前的赵建云击杀了阿艾夫和众国的将领却是事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联系阿艾夫和众国那边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听了这个大臣的话，国王之手笑了笑，就是因为这些求和派太多了，所以玄凤帝国的实力越来越弱，旁边强国林立，不搞武装却搞文的，早晚会被人家入侵。国王有些犯难，两边说的都有道理啊，仅仅只凭借一个脑袋，确实难以跟阿艾夫和众国这样的国家开战，这可是两边国家的战争，可不是闹着玩的。赵建云走上前去说道：“国王陛下，这件事情其实我还有其他的证据。”听到赵建云这么说，国王大喜，随后说道：“既然英雄还有其他的证据，那就拿出来一起看看吧。”赵建云将之前获得的绝密文件拿了出来，这个同样是自己的领主大人给自己的，想来他应该是料到了眼前的这个情况，所以让自己带在手里。领主大人还真是料事如神啊！其实是因为赵毅留着这个信纸没啥用，他给赵建云带过来，就是想试试看这个玩意能不能换点钱最好了。赵建云将手边的信件递给了国王之手，国王之手接过以后呈现给了国王大人。原来是这样。国王若有所思地说道。国王陛下，信上说了什么？国王之手好奇地问道。信上说，不久后阿艾夫和众国将会越过边境攻打过来。听到国王这么说，反战派的大臣不乐意了。就算是阿艾夫和众国想要攻击过来，臣以为依然可以商讨的。如果对方想要一些资源给他们，就是阿艾夫和众国强大，不是我们玄凤帝国目前能够比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养精蓄锐，来日方长。国王之手冷哼了一声，对于这些大臣，他早就看不惯了。那如果阿艾夫和众国想要这个王位呢？你给还是不给？国王之手的话让这些大臣哑口无言。
国王大人摇了摇手，随后说道：“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们再商量吧。不管怎么说，多谢赵建云前来告知我们这个信息。”赵建云点了点头，但是他不会就这么结束的，他必须说服玄凤帝国的人进行防守，要不然阿艾夫和众国的人进攻过来，自己领主大人营地首当其冲啊！面对200-300个士兵还好，要是面对2-3万的士兵，这可怎么防守？漫天的箭雨将会直接将箭塔射爆，就算是实质的围墙，依然挡不住这么多人的攻击。他可不能让自己的领主陷入这样的危机。国王大人，我过来的时候，阿艾夫和众国大军已经越过了边境。赵建云吹牛逼说道。他这么说的目的，自然是让玄凤帝国的人能够尽快的前往边境进行防守。这样的话，无论阿艾夫和众国会不会进攻过来，自己的领主大人那边都有一个保障，不是？只是没想到自己吹牛逼的话居然成真了。此时的阿艾夫和众国正在越过边境，朝着大嘎子侯爵所在的落叶城走去。再过不了多久，就会来到城下。众人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国王问着旁边的人说道：“距离西边最近的领主是谁？”禀告国王大人，是大嘎子侯爵。大嘎子，国王对这个人有点印象，他和皇室有点矛盾，随后自愿跑到边界去了。不过大嘎子兵力雄厚，就算阿艾夫和众国的人入侵了，能够抵挡一阵子。最近有来自落叶城的迅雷鸟信息吗？启禀国王大人，昨天还收到了落叶城的迅雷鸟信息，我已经递交上去了。一个侍从说道。是吗？那我还没来得及看。国王让自己的侍从从一堆信件之中找到了落叶城的信息。信上说，落叶城城主府年久失修，申请一点款项进行修缮，根本没有提起阿艾夫和众国的任何事情。第196章，居然真有人敢找茬。国王大人，刚好我要外出一趟，就让我去看看吧。剑圣站在国王身后说道。那就有劳先生了。剑圣点了点头，随后走出了宫殿之中。他的坐骑已经在外面备好，是一只背生双翅的狮子，嘴巴犹如老鹰一般的生物，名为狮鹫。既然剑圣已经前去查看了，那么一切都要等剑圣回来才行。赵建云，无论怎么样，你告诉我们的信息都是真的。我赏赐你的金币1000枚，总计就是3500枚，同时任命你为护国侯。至于领地，我们讨论好了再告诉你。赵建云微微点头，随后说道：“领地的事情倒是不急，但是现在国家有难，我申请去前线作战。”国王满意的点了点头，居然还有人不要自己的领地，只为了去前线作战。如果玄凤帝国的人如此，玄凤帝国怎么可能被人媳妇？赵建云才不当什么领主，那玩意搞不好自己就穿帮了，到时候就是欺君之罪。他准备先去前线，到时候手握兵权，不是想干嘛就干嘛。不过他想的太美好了。国王大人虽然老了，但是没那么傻，自然不会给这样一个连背景都不清楚的人兵权。他给的护国侯同样是一个称号而已，没有任何的实权。虽说领地再商量，但是谁知道商量多久呢？既然如此，一切等剑圣回来再说吧。来人，带赵建云下去休息，好好服侍。是，国王大人。一旁的侍女带着赵建云走出了宫殿之中，随后带着他来了一个硕大的房屋前。这个房屋一直闲置，现在刚好可以给赵建云住。巨大的黑龙就停在庭院之中。赵建云跟着侍女简单的了解了这个庭院，心想要不要搞2个美女回去孝敬领主大人。想想还是算了，领主大人好像对美女不太感兴趣。赵兴和赵修那么漂亮，优秀的女人都没有动，别说这些庸脂俗粉了。其实是赵毅没有那个心情，自己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岂能在末日游戏中享乐？居安思危，更何况现在还不是安的时候。随着万族之战的开启，赵毅更是一门心思放在了发展上面。对于儿女情长之事，以后再说吧。赵建云参观完毕以后，就让侍女离开了。不一会，就有人带着4大箱金币走了过来。护国侯大人，国王赏赐的金币，我们放在哪里？卫兵们问道。就放在庭院里吧。是，护国侯大人。卫兵们抬着4箱金币来到庭院之中，看到了巨大无比的黑龙，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办了。虽然知道这条黑龙不是野生的，但是本能的恐惧还是让他们不敢上前。就放在那吧。赵建云开口说道。是，护国侯大人。几个卫兵如释重负，慌忙的放下4箱金币，就和赵建云告辞，离开了这个护国侯府。赵建云打开箱子一看，这都是金灿灿的金子啊！随后他将这些箱子放在了龙背上，用绳子系好，拍了拍赵黑说道：“这些金币拿去给领主大人。”吼！黑龙低吼了下，随后张开翅膀飞向了空中。赵建云对于这条黑龙的安危倒是不在意，他反而觉得应该多担心自己。黑龙走了，万一有人过来找茬怎么办？自己可没办法出手啊！只要出手了，那不就是露馅了？希望没人看到自己的无相面具还会动手吧。在这个护国侯府外面，一座木质高楼中，一个人看了看庭院里起飞的黑龙，随后说道：“这个人就是过来通风报信的。”是，
而且很有可能扰乱我们的计划。另一个人说道。面前的这个人同样是玄风帝国的一份子，叫李斯伯爵。他与大嘎子侯爵一样，都是拿了阿艾夫和众国的好处。他的任务就是阻止阿艾夫和众国入侵的消息进入皇室。但是眼下，国王已经知道了阿艾夫和众国的动静，虽然不是很相信，但还是派出了剑圣这个人。自己已经将信件内容传给了大嘎子侯爵，剑圣就交给他们了。而眼前的这个人也不能留，谁知道他还知道多少的秘密？找几个给他弄点麻烦的事情，我要看看他的实力如何。李斯伯爵对着眼前的人说道。明白，我倒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厉害的。李斯伯爵的喝着眼前茶水说道。手下的人找到了当地有名的地下组织，让他们前去找赵建云的麻烦。几个好手来到了护国后府前，随后说道，就是这里吧，这里不是皇家的房产吗？我们真的进去找茬？怕什么，反正只是教训这个新来的一顿。几个人走了进去，大声说道，谁在这里住的？还不快点出来！赵建云听到叫喊声走了出来，看着眼前的5个人，还不明白怎么回事。这5个人看到赵建云也是微微一愣，光是这个散发的气势就不是他们能够比的，一看就是特别的厉害的人，但是自己这边人多呀。如果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个人能够驾驭黑龙，一定不敢接这个任务。但是现在黑龙已经走了。赵建云看了看眼前的几个人，这几个家伙看起来来着不善啊，而且每个人都比自己厉害，这样是打起来，别说对面5个人了，就是来一个自己都打不过。赵建云表面看似稳如老公，其实内心慌的一笔。黑龙现在还不在，自己怎么打这几个人啊？你们有什么事情吗？赵建云开口说道，声音犹如惊雷一般。这几个人看着眼前的赵家云，一时之间居然有丝丝害怕。但是毕竟都是刀尖上舔血的人物，岂能因为这个事情害怕？这个房子是我们家老爷的，你想要住在这里就得给钱。这个理由当然是随便找的，目的就是找茬啊。赵建云冷哼了一声，随后说道，这个房子明明是国王大人赏赐给我们的，你居然说是你们家老爷的？你们家老爷是谁啊？第197章，和我的追随者们打一架吧。面对赵建云的质疑，领头的吐了一口唾沫说道，放你一娘的一屁，看来你是不打不老实了。兄弟们，给我好好教训眼前的这个人。这几个找麻烦的家伙找了个理由就要冲上来揍赵建云。虽然赵建云气势非凡，但那也只是气势。这帮人什么时候仅仅凭借气势就会怕人呢？远处的木质高楼中，李斯伯爵看着庭院中发生的一切，随后笑了笑，举起手中的茶杯一饮而尽。好了，你有什么本事就拿出来吧，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厉害。王宫之中，所有人都觉得赵建云厉害，但是没有人能说出赵建云究竟为什么厉害。可能是气势，可能是体型和身后背着的巨剑，也有可能是那条黑龙。而现在，我李斯伯爵将知道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赵建云看着冲过来的人，心里大惊。相比名门贵族，这些小混混反而最麻烦，因为他们满腔热血，不知道什么叫怕。赵建云双手捏紧，难道今日我要死在这里了吗？自己死了倒是不要紧，因为之后将会复活，但是领主大人的计划可就落空了呀。好在自己让黑龙运送了3500个金币给领主大人，虽然没办法继续潜伏在玄凤帝国，但也算一份收益。等等，领主大人好像给过自己一个卷轴，据说可以召唤海洋 F4。这个海洋 F4是什么东西还不知道，但是这个东西是自己目前唯一能救命的东西。想到这里，赵建云哈哈大笑。这个逼装的让冲过来的几个混混微微一愣，带头的停下脚步，警惕地看着赵建云。难道这个人准备了什么计谋，在等着自己？你为什么笑？带头人开口问道。我笑儿等小儿少智无谋。赵建云装逼地说道。你找死！几个混混知道自己被耍了，这个家伙就是虚张声势罢了。他如果真那么厉害，至于跟自己这边扯这么久时间吗？几个人一想，随后又冲了上去。赵建云撕开领主大人给的卷轴，庭院之中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这道光芒吸引了周围路人的注意。咦，这里发生了什么？怎么这么亮啊？不知道这个庭院里不是没人住的吗？怎么会有亮光出现？我们进去看看里面发生了什么。周围的行人十分好奇，到了门口才发现这里的门已经从里面关上了，根本看不见里面发生了什么。虽然他们看不到，但是不远处木质高楼之上的李斯伯爵却看到了惊奇一幕，手中的茶杯都落在了地上，发出哐当的声响，碎成了一片。这尼玛什么东西？赵建云的周围出现了4个奇怪的生物，摆出了奇怪的 JoJo 姿势。第一位是海洋种族的那家守卫，人身蛇尾，手中拿着3叉戟，此时站在赵建云的右前方。这玩意赵毅之前遇到过，还杀了不少。特有的3叉戟技能还是挺强的，
在战斗过程中能够造成双倍伤害的同时击晕对手，并且对旁边2个目标造成同等伤害，算是比较强力的近战单位。可惜当时被赵毅这边打了个落花流水。第二位是海洋种族的大闸蟹，巨大的身躯，坚硬的外壳，手中2把大钳子耀武扬威的咔咔作响。此时站在赵建云的左前方，他虽然是海洋种族中的一个，但是就连赵毅都没见过，实力比3叉戟要弱点，但是优点是能够召唤更小的螃蟹。卷轴召唤他召唤小螃蟹，一家人拖家带口的感觉。第三位同样是人身蛇尾的生物，长相的话有点像之前的美杜莎，不同的是虽然都为雌性，但是头发是正常的头发，没有蛇发，手中拿着弓箭，嘴里伸出长长的蛇信。他站在赵齐天的右后方。最后一只海洋 F4 是一只鱼人，瞪着2只凸出来的眼珠子看着眼前的混混你们，手中掌控着雷电的力量。此时这个鱼人2只手比划着手枪的姿势站在赵建云的左后方。这一幕让眼前的几个混混们都傻了眼，这都是什么奇怪的生物？哈哈，想跟我打，你们明显不够格，先跟我的追随者们打吧。赵建云看到这个情况大笑，又一次让我装到了。虽然自己不能看属性，但是看起来就知道自己这边的海洋 F4 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对方这几个混混根本不可能打得过。臭小子，装神弄鬼，给我揍他！混混们对着眼前的海洋 F4 冲过去，他们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装逼的人。庭院之中不断的传来各种惨叫，还有雷电的火花声。这里面到底干嘛啊？怎么叫得这么凄惨？可能是在训练跳舞吧。你看看这个灯光，跳舞训练的这么惨，真是太痛苦了。来来回回的人群看着眼前的庭院都惊呆了，谁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一队卫兵赶了过来，他们远远的就看到了这里的异动。让一让，卫兵办事。卫兵们推开人群，看着眼前的庭院。院子之中叫声已经渐渐小了起来，雷电的光芒也渐渐暗淡了不少。这个庭院好像是护国侯的府邸吧？卫兵头头若有所思地说道。护国侯？老大，我们玄凤帝国还有护国侯吗？有的，今天早上的事情我也是刚刚收到通知，要对这个府邸严加看守，不要有外人打扰。卫兵头头抬头看了看这个府邸，好家伙，刚刚收到通知要保护这个府邸，这里立马就发生了事情，自己会不会被炒鱿鱼啊？卫兵头头来到了庭院的大门前，轻轻敲了下门说道，护国后大人。吱吱吱，木质的大门发出沉重的声响，随后从里面打开。这卫兵头头看到的是一只站着走的鱼人，这个鱼人过来开门后就跳着跳着回到了赵建云的旁边。卫兵们走到庭院之中，随后看着眼前的赵建云和海洋 F4 微微一愣。第198章建造禁卫十字军。赵建云笑着说道，大家不必担心，这些只不过是我的追随者而已。这好吧，护国侯大人。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几个卫兵听到了长达1个小时的故事后说道，护国侯大人，虽然我们很想再继续听下去，但是我们现在还有要事在身，这几位我就先带回去了，一定会给护国侯大人一个满意的交代。赵建云点了点头，随后就让卫兵把前来捣乱的混混给带走了。看着卫兵们关上了庭院的大门，赵建云内心舒畅了不少。虽然现在黑龙不在了，但是自己又多了4个保镖，短时间之内应该没有什么事情了。远处木质高楼上喝茶的李四伯爵已经不见了，自己虽然安排了几个捣乱的人，但是依然没见到赵建云的实力。不过这样已经足够了，就连黑龙和海洋生物都臣服于他，本身的实力不会太差。看来想要解决这个家伙，只能另外想办法了。暗杀和强攻肯定不行，反而会引火上身。那么就试试用毒吧，说不定这样反而有奇效呢。李四伯爵走在路上，发出了一丝邪笑。玄凤帝国的宫殿之中，白发的国王大人听着手下的汇报，想不到赵建云居然有如此的魄力，就连海洋生物都愿意追随他。如果剑圣前去查看的事情是真的，那么此子一定要留在玄凤帝国才行。国王大人已经在考虑是否给赵建云一些实权，好挽留下他，但是最终还是决定等剑圣的消息。赵毅回到自己的营地之后，看了看今天获得的资源：木材 X13000，石块 X15510，毛草 X16100，金币 X5774，硬质甲壳 X10，重油 X20，肉块 X238，皮革 X77，兽金 X35，熊爪 X5，铁矿 X534。金币已经来到了5000多，完全可以开始建造步兵团了。步兵的价格为81个，赵齐直接从营地之中召唤了一个出来。2级的兵营发出一道微光，随后从里面走出来一名穿着盔甲的步兵，手中拿着的是长剑和盾牌，走起路来发出哗哗哗的金属摩擦声。步兵来到赵齐面前，单膝行礼说道：“见过领主大人。”赵齐看了看这个步兵，随后就让步兵进入兵营之中了。
他准备将这个步兵再次进行升级，看看升级后的属性会不会更好。步兵走近后，兵营旁边的升级页面出现了步兵升级后的属性和屎黄色的按钮。这个步兵升级和阿飘升级一样，是不需要士兵印记的，想来应该是不够资格。但是如果升级后再继续升级，那就需要士兵印记了。赵毅看了下这个士兵的属性，比之前的步兵提高了不少。姓名：禁卫十字军，种族：人族，生命值1350，攻击力60-66，攻击范围近战，攻击类型普通，攻击速度0.7秒攻击一次，防御值3，防御类型重甲，移动速度快，个人技能列阵。当身边的禁卫十字军达到9个的时候，护甲加3；当身边的禁卫十字军达到18个的时候，生命值加750；当身边的禁卫十字军达到100个的时候，所有属性提高 50%。防御：举起盾牌抵挡前方的攻击，抵挡 40% 的穿刺伤害和 20% 的魔法伤害，但是移动速度会减少 35%。天赋：长途跋涉，禁卫十字军耐性极高，每秒回复10点血量。简介：和步兵相比，不同的可不仅仅是皮肤更帅而已。升级需要160金币。赵毅看到这个属性微微一愣，因为这个属性有点强过头了。1350的血量，证明这个单位可不仅仅是炮灰那么简单。在数量达到18个后，生命值就是750点，再加上建议提高 30% 的血量天赋，那就是2600点生命值。光这一个单位就是一个不错的前排。如果自己大量建造的话，能够确保前排无忧。防御这个技能跟之前的阿艾夫和众国的士兵倒是没有多大区别，但是血量和护甲的差别就大了。自己这个可是精锐啊！造价方面的话，步兵升级为禁卫十字军的费用是160金币，再加上建造步兵需要的80个金币，也就是说240个金币就能直接产出一名禁卫十字军。价格不算很贵，但是想要激活所有的技能那就挺难的了。建造100名禁卫十字军需要24000的金币啊！自己可没有这么多钱，但是建造18个出来还是没问题的。赵毅点击了旁边的升级按钮，兵营之中发出一道光芒，一道金色的身影从兵营走出来。他比之前的步兵要高大不少，但是没有赵暗红和赵光义那么夸张，就是一个正常强壮人的体质。身上穿着的是金色的铠甲，在铠甲的臂膀上印有龙国的旗帜，这个是代表者特有的，但是对于这个世界的本土人来说没有啥意义。禁卫十字军一手大刀，一手金色的盾牌，随后他将这个盾牌放在地上，激起一片灰浪。可以看出这个盾牌很重，能够给他提高不小的防御能力。见过领主大人。这名禁卫十字军半跪低头说道。赵毅对这个禁卫十字军还是很满意的，直接让他站起了身。这可比什么山贼要靠谱多了。最重要的是，自己这边的士兵可以无限复活呀。原来5774的金币，因为建造了一名禁卫十字军后，还剩下5534金币。这些金币可以建造23名禁卫十字军，还多一点。赵毅想了下，随后建造了17名禁卫十字军出来，消耗了4080个金币，加上之前的一名禁卫十字军，总共18名，刚刚好可以激活他们的属性。因为有了队友，他们的护甲值变成了6点，血量直接达到了2600点。如果能够凑够100个人的话，那所有属性还能再次翻倍。第199章，今天晚上将是一个不眠之夜。原来5774的金币，因为建造了一名禁卫十字军后，还剩下5534金币。这些金币可以建造23名禁卫十字军，还多一点。赵毅想了下，随后建造了17名禁卫十字军出来，消耗了4080个金币，加上之前的一名禁卫十字军，总共18名，刚刚好可以激活他们的属性。因为有了队友，他们的护甲值变成了6点，血量直接达到了2600点。如果能够凑够100个人的话，那所有属性还能再次翻倍。但是这点只能在以后实现了。看着自己剩下的1454个金币，赵毅准备让赵星继续升级。赵星目前虽然有装备的加成，但是本身实力其实并不高。刚好之前爆出了一个勇者印记，能让赵星进行2次升级。赵星进入兵营之中。是，领主大人。赵星在进入兵营之中后，果然在兵营旁边的介绍页上多了一个屎黄色的升级按钮以及升级后的属性。姓名：神射手赵星，种族：人族，生命值1750，攻击力199-210，攻击范围750码游戏距离，攻击类型穿刺，攻击速度0.5秒攻击一次，防御值0，防御类型轻甲，移动速度极快，个人技能剑雨，每次攻击都触发，同时攻击5个目标造成全额伤害。
天赋：舍己为人，神射手牺牲自己的护甲来提高周围友军的防御能力，周围700码游戏距离内所有友军防御值提高1点。天赋：隐秘，神射手在攻击的时候能够知道如何隐藏自己的身形，现在他攻击的时候产生更低的威胁值。升级造价400金币，2个人口，1个勇者印记。简介：相比我的身体，你更应该将目光放在我的剑上。在攻击力和攻击速度上都获得了提高，并且本身血量也达到了1750点，让他在受到范围伤害的时候不至于那么快会死。赵毅点击了升级按钮，不一会儿，赵星就从兵营中走了出来，样貌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皮肤变得更好，同时裸露在外面的皮肤有些地方印有奇怪的图案。领主大人，赵星高兴地说道。赵毅点了点头，虽然万族之战开启了，但自己这个实力完全不用怕的。就拿之前的蜥蜴人来说，完全被自己这边吊着打，更何况现在还有负责近战保护的禁卫十字军在。赵毅将这些禁卫十字军交给了赵岸红管理。赵岸红本身就有移动速度和回血速度2个加成，这2个光环简直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回血光环让他们变得更加能抗，持续不断的恢复伤势；移动光环让他们在开启防御技能后，依然能保持一个不错的移动速度。赵毅做完这一切后，看着自己还剩下的1000多金币，准备先留着了。这点钱在以前就是一笔巨款，但是在现在赵毅都看不上了，等存多点以后再考虑怎么用吧。这时从远处的天空传来了一阵龙吟声，赵毅抬起头看着天空，一道巨大的黑影从天而降。赵星急忙站在自己领主大人跟前，他不能让自己的领主大人有事。直到看清这道黑影是赵黑以后，赵星才将手中的弓箭放了下来。赵毅看到赵黑背上的几个大箱子，满眼闪着金光。这个就是赵建云让你带回来的？赵毅问道。黑龙犹如房子一样大小的脑袋点了点头。看来赵建云这家伙完成的挺不错呀，居然给自己弄了这么多好东西。叮咚，龙国代表者获得了3500枚金币。金币打开的一刻，这些金币就到了赵毅的账户之中。我去，赵建云那个家伙怎么搞到这么多金币的？真是个人才，不知道多少人被他给忽悠瘸了。这波呀，这波应该是抢了玄凤帝国的金库。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到龙背上的箱子里有这么多的金币，都惊呆了。3500个金币，这可是相当于之前7、8次防守下来全部金币的总和呀！又是3500个金币，加上之前还剩下的1000多个金币，赵毅又有4554个金币了。这些钱，赵毅又建造了18名禁卫十字军。这样的话，赵毅就相当于有2支18名禁卫十字军部队，一支作为大本营的留守，另外一支就是跟自己外出探索的队伍。赵黑在放下金币后，赵毅就让他回去了。相比自己这里，赵建云那里更加需要他。万一穿帮了，自己之前的2个脑袋还有绝密文件就浪费了。虽然已经拿到了3500个金币，但是总归想要更多不是？赵黑虽然有点不情愿，但还是扇动着自己巨大的翅膀，朝着远处的玄凤帝国的首都飞去。赵毅看着赵黑走了，钱也花完了，打了个哈欠就走进了自己的大本营之中，开始准备休息。落叶城，此时的城防军正满头大汗，他们不知道目前该怎么办了，因为远远的他们已经看到了阿艾夫和众国的大部队，人数恐怕不少。敌袭！落叶城的城防军吹响了巨大的号角，呜！号角的声音在深夜的天空显得格外的刺耳。这个声音，城防军们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了。兵营之中，所有的士兵们从床上坐了起来，微微一愣，随后疯了一样开始穿着铠甲，拿着装备。这个声音代表着有人入侵了，而这个方向的敌人只可能是阿艾夫和众国一个敌人。但是他们为什么都越过边境了，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难道是所有的边境军都被消灭了？来不及多想，他们穿戴好后就来到了自己的战斗位置。大嘎子侯爵的府邸，一名千夫长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侯爵大人，侯爵大人，你怎么在哪里？大嘎子侯爵并没有睡，他知道今天晚上将是一个不眠之夜。第200章，奇怪的鸟人。阿艾夫和众国攻破边境后并不会停下来，肯定是先来自己这个城池之中做好准备。什么事情啊？大嘎子侯爵推开自己的房门问道。千夫长急急忙忙地说道：大嘎子侯爵，阿艾夫和众国，阿艾夫和众国来了。是吗？千夫长微微一愣，因为大嘎子侯爵听到这个消息似乎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就像自己在说今天晚上吃烤肉一样平淡。侯爵大人，阿艾夫和众国已经过来了，我们必须让联络兵去附近几个领主领地寻求帮助，同时告诉玄凤帝国皇室的人，要不然恐怕就连消息都发不出去了。大嘎子侯爵看着眼前的千夫长说道：你在教我做事？千夫长低下头，头上流出一丝汗水说道：属下不敢。走，去城墙上看看。
大嘎子侯爵在千夫长的带领下登上了落叶城的城墙，城下是一望无际的阿艾夫和众国士兵，数量多到数不清。罗元帅骑着自己的马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看了看城墙上的大嘎子侯爵，没有说话，仿佛一切尽在不言中。大嘎子侯爵同样看着城下的罗元帅，随后对着旁边的副官说道：“打开城门，投降。”啥？副官愣在了原地。虽然对面的人多，但是自己这边可是一城防守，坚持到周围几个领主的援军过来不成问题。而且周围的领主都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不可能不来支援。就算他们心怀鬼胎，但还有皇室的命令呢。但是现在，大嘎侯爵居然直接投降了。我说：“开城门，投降。”大嘎子侯爵咆哮地说道：“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就没有可多想的了。此时不开城门，自己就是里外不是人。开城门！”落叶城沉重的铁质大门发出沉闷的声响，随后从里面打开。罗元帅冷笑了下，随后带着自己的旁边金发女副官和大军慢慢走进城中。他倒是不用担心落叶城里会什么埋伏，谅那个大嘎子侯爵也不敢这么做。他如果真的敢这么做，城外的大军能够直接淹没落叶城。落叶城的城防军站在城墙和大街上，不知道怎么回事，眼看着阿艾夫和众国就要进来了，他们手中拿着武器，比较紧张，但是没有上头的命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给我将这帮家伙缴械了！罗元帅骑着白色的大马，看着街道两侧的士兵说道：“是，罗元帅。”金发的副官让自己这边的士兵开始缴械。这些玄凤帝国的士兵，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最后只能无奈地放下武器。随后，阿艾夫和众国的士兵将这些降军全部关了起来，正式接管这个城市的城防。玄凤帝国的居民们躲在家中不敢外出，只能听到外面哗哗哗的走路之声。在城中的某个角落，之前的千夫长偷偷地书写了一个信条，随后找来了一只迅雷鸟。落叶城已经投降了，他必须将这条信息传递给皇室。大嘎子侯爵大概率已经通敌了，这次就靠你了。千夫长喃喃地说道，随后将信件放在了迅雷鸟身上，让他带去给玄凤帝国的皇室。看着飞向远处的迅雷鸟，千夫长欣慰地笑了笑。只要玄凤帝国知道这条信息，一定会有办法应对此次危机的。但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迅雷鸟被一只鸟人给抓在手中，又抓了一只，咯咯咯。千夫长看到这个鸟人有点猛，他手中的迅雷鸟直接被他捏死。让我看看你写了什么。鸟人飞在空中，看着迅雷鸟身上的信件。这只鸟人臂膀上绣着奇怪的图案，代表着他是一个星球国家代表者的士兵。阿艾夫和众国为什么突然崛起？因为他的背后有一个星球的代表着在从中帮助。这个星球属于高级文明，莫名其妙的来到末日游戏后，他们没有自己内部斗争，而是相互联合起来对抗这个末日游戏，更是找了个机会傍上了阿艾夫和众国这个本土国家。现在万族之战开启，他们要让阿艾夫和众国成为最强的国家，这样就算遇到危险也能保住性命。居然想要传递信息，那么你做好死的准备了吧？奇怪的鸟人看了看底下的千夫长，随后冲了过去。大嘎子侯爵府房间之中，罗元帅拿着茶杯轻轻抿了一口，随后放下茶柄说道：“大嘎子侯爵，不，大嘎子公爵，你做了一个最准确的选择，阿艾夫和众国不会忘记你的。”罗元帅对面的大嘎子点了点头，随后拿起桌上的水杯和罗元帅对饮。如果不是阿艾夫和众国纪律严明，我怎么都要和你喝一杯。现在就以茶代酒吧。两个人相视一笑，随后一饮而尽手中的茶水。这时房间的门打开了，一个奇怪的屌人走了进来。罗元帅，你在这里啊？鸟人走进来，大大咧咧地说道，随后将身后的人扔了出来。这个家伙想要通风报信，就交给你了。罗元帅看了看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千夫长，随后打趣地说道，想不到大嘎子公爵手下还有这种忠君爱国之人啊。大嘎子公爵？千夫长微微一愣，之前自己只是怀疑大嘎子通敌了，但是眼前的一幕，他知道这个猜想已经变成真的了。大嘎子侯爵，国王大人待你不薄，你怎么可以这样？千夫长吃惊地说道。大嘎子没有说什么话，站起身取下了挂在墙上的佩剑，随后一剑将这名千夫长给斩了。这样就对了，罗元帅笑着说道。来人，拖下去。几个阿艾夫和众国的士兵走了进来，随后将倒在地上的千夫长拖了出去。鸟人笑嘻嘻地跟了出去。大嘎子公爵，现在玄凤帝国那边的迹象如何？大嘎子摇了摇头说道，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叫赵建云的家伙，居然说服了国王。现在玄凤帝国都在猜测阿艾夫和众国会不会进攻。